一颗巨大的星球之上布满了错综复杂的柏油路。嗡！随着一声悠扬的钟声响起，每一条路上落下了一个个白色光球。死！铃木揉着自己的太阳穴，缓缓睁开眼睛，刺眼的白光让他有些不适。这里是哪里？我不是应该在玩游戏吗？欢迎来到公路求生世界，开始随机车辆。叮！恭喜获得地级品质车辆，垃圾清理车。叮！随机宝箱发放中。叮！随机完成，祝您路途愉快。全程不过10秒钟，铃木手中突然多出来一个箱子，随后便感觉到一股吸力将自己吸了出去。柏油路上一个个光球破碎，出现在公路上的是一辆辆车，小到3轮车，大到卡车坦克。铃木伸手挡住刺眼的阳光，透过风挡玻璃可以看到一条笔直的公路，而道路两侧是一片草地。而他的手中多出来了一个皮箱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做梦呢吗？他掐了一下自己的大腿，死，好痛，这不是在做梦。所以他真的来到了一个什么求生的世界。就在这时，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半透明状的淡蓝色光幕，随后一道声音从他耳边响起，文字也开始滚动播放。欢迎各位幸运儿来到公路求生游戏，以下是游戏规则，请务必遵守。驾驶好你的车是你唯一的选择。为了帮助玩家更好的活下去，以下是我对你们的温馨提示：一、每个玩家随机分配一辆初始代步工具以及一个随机宝箱。2、公路及周边会随机分布各种物资箱，里面有你们需要的各种生存物资。记住，只有不断驾驶前进，才能搜寻到更多资源。系统将自动为玩家鉴别获得的东西。3、物资箱里面不只是有物资，还存在一些未知的风险，相信自己的运气，勇于挑战。4、请尽快升级你的车辆，更高级的车辆可以帮助你抵御更多的危险，车子真的很重要。5、晚上行车会遇到更多的危险，但同样晚上资源箱的数量是白天的2倍不止，机遇代表着风险，请谨慎选择。6、人心是一个值得深究的东西。7、每过7天会发生一种危机，请在危机发生之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第一次灾祸为凛冬之怒。8、轻易不要作死，除非你有特殊道具。9、参加本场游戏的只有身体完好、年龄适合的成年人、老人与儿童以及其他不合条件者，不会参加本场游戏。10、如果遇到岔路口，请玩家慎重选择，每一条路都会通往不同的地方。11、如需更多的咨询，请默念游戏面板。游戏公告完毕，活下来吧。认真听完系统公告的铃木，眼睛看着眼前的光幕。随着系统话音落下后，一本书出现在了他的背包中。他尝试的点开，光幕上再次出现刚才那个声音说的话。所以我真的来到了一个公路求生的世界了。虽然有些不真实，但好像确实是这样。他关闭背包后，一个简洁的面板出现在铃木的眼前，只有7个选项，分别是世界频道、区域频道、工作台、邮箱、交易大厅、车辆信息、背包。他第一时间打开的是车辆信息，出现的图片与铃木想象的有些不同。车辆：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D 级，等级 LV1，油箱 100L 100L， 油耗 1L 15公里。这并不是铃木所想的大型垃圾车，而是那种改装的垃圾车。车头有些像50面包车的车头，后面拉着一个小型的垃圾储物车厢，整体大小有点像小货车。对于这个车，铃木并不是很满意，这要是给他一个坦克或者说大货车多好。如果真的像那个声音说的那样，只有大型车辆才能够抵挡住所谓的危险。铃木摇摇头，想这么多也没有用。他关掉车辆信息，打开了其他几个选项，工作台、邮箱、交易大厅，这3个空空如也。随后他打开世界频道，上面的文字以肉眼不可见的速度飞速跳动，铃木一条信息也看不清。他摇摇头，直接关闭，有时间再说吧。随后他打开区域频道，这里文字虽然动得也很快，但相比于世界频道来说，速度已经算是慢的了。我靠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一睡醒就在一辆豪华房车中，有空调有沙发，就算是求生我也舒服了。呵呵，我就一个3轮车，求生的锤子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不要给我玩这种无聊游戏。我告诉你，不要让我发现是谁，不然我弄死你。楼上沙雕，这点事情还接受不了。各位哥哥别说了，谁能带带我？我可以暖床。铃木扫视着上面的消息，大家的车辆各不相同，不同的车子区别只是在功能上吗？不应该这么简单吧？话说你们就没有人看油耗吗？区域频道中的消息瞬间少了许多，过了能有10秒钟，信息如同泉水喷发一般。我靠，我的房车 1L 才能跑1公里，这不合理吧？哈哈哈，我3轮车 1L 能跑100公里。铃木看了几眼便不再关注，上面有效的信息太少了，大家都处在摸索阶段。他观察了一下这个聊天频道，在右上角写着一个数字10万，应该是说这个区域有这么多人吧。聊天的地方显示着一个数字10。
铃木随意的打出去一个标点符号，上面的数字变成了9。也不知道是多长时间能够发这10句话，相比世界频道信息发送次数会更少吧。铃木关闭这个面板，将目光放到手上的黑色皮箱上，随即宝箱，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。他打开2个锁扣，轻轻掀开皮箱，3个金色光球出现在铃木眼前。铃木将手小心翼翼地搭在中间的光球中，一个令牌模样的东西出现在铃木眼前。关于这个令牌的信息在他眼前浮现了出来。这个功能就是那个声音所说的鉴定吧。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，吸收各种材料、物品、车辆等进行升级。铃木瞪大双眼，这特么无敌了呀！第2章升级，机械采集装置，而且还是唯一技能。这么说，其他人就没有啊？铃木搓了搓有些过于激动的脸，平复内心的心情。眼前还有2个光球没有点开，他将手伸进其中一个光球，手中多了一个斧子，普通的斧子，品质 D， 耐久20%，随手被铃木扔到了一边。一把斧子，他要这玩意有什么用？他将目光放到最后一个光球身上，给个好东西吧，最好再给我一个 SSS 级宇宙无敌超级牛逼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技能啊！铃木闭着眼睛，将手伸进金色光球中，他只感觉手上的东西沉甸甸的。他睁开双眼，一脸无语地看着手中的东西。这尼玛给我一大块铁块干什么？铁锭，备注：车辆升级的重要材料之一，也是诸多物品的基础材料。失望，太失望了。不过也行了，就那个技能已经足够了。他点开那个技能，下方出现了2个格子，他随手将斧子放入了进去，但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他想了想，又将那个铁锭放了进去，下方出现一个光圈，正在缓慢旋转，能用。过了4-5秒钟的时间，在下方出现了3个选项。选项1，攻击性武器，延长铁斧，攻击范围车头附近1米距离。选项2，简陋机械臂采集装置，车头附近5米。选项3，斧头装饰品。前2个还算是正常选项，第3个神特么装饰品啊，正经人会选吗？李牧直接无视第3个选项，看向前2个选项，他只是简单的心理计算了一下，直接选择了第2个选项。这根本不用想，那个未知的东西已经告诉他最佳的选择是什么。资源，想要生存下去，那资源是最重要，而第2个恰恰是最佳选择。随着铃木选择好后，车辆发出嗡嗡声，10秒后回归平静。这就好了。突然间，他的脑海好像是与什么相连了一般，他思绪一动，一个细长的机械臂带着一把斧子出现在风挡玻璃的前方。这就是那个改造出来的东西，感觉好像挺有意思的。随着他的意识，斧子做出各种动作，只不过这动作属实是有些慢了，而且灵活度差了一点。铃木观察了一眼四周，除了白雪和一条马路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可能资源箱在前方，也该行动了。不过在行动之前，还是先看一眼其他人现在是什么情况再说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只见上面的数字变成了99753。看到这个数字的时候，铃木整个人一愣，什么情况？这才过去几分钟就死掉了250人，我靠，吓死我了！我用斧子打开一个资源箱，里面居然跳出一只1米长的老鼠，那俩大板牙差点没把我啃了。别说了，我打开资源箱，里面跑出来3条蛇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我都见我太奶去了。嘿嘿，我运气好，弄到了3瓶矿泉水，这水啊，真甘甜。小哥哥，我能用我的黑丝跟你换一瓶水喝吗？那么冷，你们是怎么下去的？我穿着短袖，都快冻死了，我的车连窗户都没有。看着不断跳出的信息，铃木大概了解了，人们或多或少都获取到了物资，至于死亡的那些人，应该是资源箱中开出来抵挡不了的生物被杀害了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车子，虽然破了一点，但玻璃多少还是完好的。至于自己身上，幸好玩游戏的时候没有换睡衣，不然真的就惨了。旋转钥匙，轰隆隆，一阵黑烟从车子后方喷出，铃木无语地看了一眼后视镜，真够破的。出发，车子缓缓启动，顺着公路行驶。行驶一段距离后，铃木试验了车辆上能够使用的功能。收音机坏的，空调没有，双闪有但没用，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东西了。本来他是想试试手刹的，但考虑到这个车已经很破了，还是不要霍霍它了。他打开那本使用说明书，心中默默问道：车辆如何升级？请点开车辆信息详情，上面有答案。铃木按照文字打开了详情，在最下方显示着一行字：升级材料铁锭 X10， 木材 X20， 玻璃 X4。 需要的东西还挺多。铃木打算关闭界面的手停了下来，在最下方还有一行非常小的字体，如果不注意根本就看不到。吞噬一个同等级车辆核心同样可以升级。死，这个意思不就是说让他们自相残杀吗？怪不得呀，怪不得。
人心是一个值得深究的东西，这句话一开始他还不理解，现在他理解了。如果没有这句话，大家联合的几率会非常高，不要小瞧他们国家的人的凝聚力。但有了这句话，那可就不一定了。找材料多麻烦啊，车子多简单。只是这个车子的核心在哪里？他四处查看车辆的不同之处，车上每一个东西都是车子必然会有的东西，也没有发现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叮，一个东西进入到了铃木的眼帘，在后视镜上挂着一个圆形的白色类似水晶的东西，难道是这个？但是鉴定能力并没有给他提示啊，直到他将手放到晶石上，光幕上显示出来关于晶石的信息。车辆核心等级 LV1， 何在一人。赫在一人，这个意思难道说以后等级提高之后，这个车子可以坐更多的人？前面车辆可以吞噬，后面又有可能坐更多的人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想不明白的铃木摇摇头，这种事跟他没有关系。如果说没有 SSS 级的那个能力的话，他还真有可能去考虑和别人合作。但现在嘛，拥有了这个能力，他还需要合作吗？铃木关闭了眼前的信息，随后打开交易大厅。现在上面已经出现了商品，只是这个价格未免过于离谱了吧？500毫升矿泉水 X1 兑换10个铁锭，铁锭 X1 兑换500毫升矿泉水1瓶，烤焦的老鼠肉兑换500毫升矿泉水1瓶。乱，太乱了。第3章，你管这玩意叫夜间行车良药？铃木失望的摇摇头，这一点参考意义都没有。大家纯粹是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定价，这要是能够卖出去就有鬼了。他关掉面板，专心的开车。他行驶的速度并不快，只有60公里每小时。当然，这也是这辆车的极限速度了。不过他也不在意，快与慢对他现在没有什么影响。想来其他人也未必快到哪里去，光是采集资源就够他们折腾的。里程表上的数字不断的跳动，很快铃木开出去了10公里的距离，一个箱子出现在他的眼前，那个箱子就这么横在公路上。他将车子停在距离箱子4米的距离，思绪一转间，采集装置从车头伸了出来。铃木控制着前头的斧子砸在箱子上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随后箱子打开，他还没看清什么东西呢，就没了。啊，箱子这就空了，都不用他下车的吗？还有这种好事？本来他以为的是用这个采集装置打开箱子之后自己下去收集，结果这个东西就这么进到了空间背包中了。铃木看向地面的箱子，这玩意不能收起来吗？难道没用？他控制着采集装置碰了碰箱子，没有任何反应。铃木看着这木头箱子，思考片刻后，他将车子往前开了开，来到了箱子旁边，观察了一眼四周，确定安全后，瞬间打开车门，反手一捞，拉上车门，一气呵成。他尝试将箱子放进背包中，木头箱子还待在他的怀中。铃木摇摇头，随手扔到副驾驶，等一会慢慢尝试。他打开面板，刚才的行动信息出现在了空白处。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100克面包 X1。铃木愣愣地看着上面显示的信息，就一个。他看了一眼旁边的木头箱子，这也太寒酸了吧。他打开那本书，在心中询问道：资源箱有几种？资源箱共分为木质、黑铁、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钻石6种箱子，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盲盒箱子。等级越高出来的资源越好，遇到的危险也更强大。盲盒资源箱什么都可能够出现。行吧，最低级的箱子这么差劲的吗？启动车辆继续前行，每隔一段距离，铃木就会遇见一个箱子。有的时候在路上，有时候在道路两边，但很明显距离都不是很远。就算远的话，他也可以将车开下去，利用装置打开箱子。自遇到第一个箱子到现在，一共行驶了15公里，遇到6个箱子，其中4个木头箱子，一个黑铁箱子以及一个白银箱子。铃木运气不错，一个危险都没有遇见。也不知道那些人是怎么遇到危险的，这也没有什么危险啊。他看了一眼背包，此时背包中有3瓶500毫升的矿泉水，2个100克面包，3个铁锭，5个木材以及一个电子元件，可以说收获颇丰。只是旁边的箱子铃木不知道该怎么用，他也尝试着使用哪个改装技能，然而却没有任何反应。看来这些资源箱并不被认为是材料。又行驶了一段距离后，在道路的右侧，他发现了一个黄金箱子。停车，放出采集器，控制斧头砸开。获得物资就是这么的朴实无。我操，好大的老虎！一道信息出现在铃木眼前。剑齿虎，危险等级 A 级，建议逃跑。我操，剑齿虎，你有没有搞错？这玩意不是灭绝。行吧，这个世界有什么好像都正常。这个信息让他逃跑，那就跑吧。靠，你等我走的啊，你不要过来啊。铃木一激动，控制着有些不够灵活的采集器，敲了一下剑齿虎，
斧刃在巨齿虎的皮肤上划出一道4-5公分口子，鲜血顺着伤口流了出来。等等，这不是采集装置吗？居然还能有杀伤力！他看着那锋利斧刃，铃木的嘴角咧出阴森的笑容。结，小老虎，让我跟你玩玩吧。他将车挂上倒档，慢慢倒退，车头一直对准老虎，一斧一斧地砍向老虎。可惜大多都被躲过了，砍中后造成的伤口也并不是很严重。看到这个结果，铃木的笑意僵在了脸上。警告！采集装置耐久度降低，请维修。一个光幕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上面显示着耐久度已经不到10了，维修需要一个铁锭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好不容易获取了3个铁锭，这就要消耗一个。对啊，他有铁锭，那可以利用无限改装啊。维修就先不维修了。他一边倒着开车，一边打开技能，随后将2块铁锭放进格子中。这次速度很快，3个选项几乎瞬间就出来了。选项1，加固，提高耐久度，拾取范围不变。选项2，距离，延长连接杆，拾取范围达到10米。选项3，锋利，采集装置将带有攻击特性，锋利+5，拾取范围不变。333，我要选项3。铃木急忙说道。老虎近在眼前，要什么1-2啊？嗡！3秒后，车辆恢复正常。只见原先的采集装置前方的斧刃处变成了夸张的半圆形，上面反射着森然的寒光。铃木控制着斧刃，照着老虎砍了下去。也不知道是老虎怒了，还是怎么了，居然没有躲。斧子轻轻松松地砍在了巨齿虎的头上，斧刃进去了4-5厘米的样子。巨齿虎挣扎了没有几下，便失去了力气。死！牛啊兄弟！片刻后，原先的老虎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10块虎肉、1张虎皮、4根虎骨以及1根鞭。不是，最后一个是什么鬼啊？确定不是乱入吗？这玩意给他有什么用啊？虎鞭，吃一口，亢奋3小时，无任何副作用。夜间行车必备良药，10%。铃木沉默了，这怎么看都跟夜间行车没有关系吧？但不得不说，确实是一个好东西。那到时候勉为其难的吃上一口吧。铃木看了一眼后面的数字，这大概的意思是只能吃10口，完全杜绝了卡 bug 的可能。至于其他的，就是材料和食物而已。第4章又死了这么多，这也没有危险啊。铃木又前行了几公里后，再次收集了4个箱子，之后的一段路程中并没有再遇到箱子。他看了一眼里程，刚才遇到箱子是每隔1公里1个，那也就意味着下一次再遇到箱子的时候，应该还是这个样子。这么一看，好像资源箱也不是那么难获得嘛。他看了一眼后座和副驾驶放着的各种箱子，这些空箱子就不能废物利用下吗？扔了有些可惜啊。铃木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，用于车辆升级的材料差得有点远。铁锭除去用掉的2个，现在只有2个，木材4个，玻璃1个。按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明天应该就可以凑齐。他调整了一下坐姿，随手打开区域频道。铃木第一时间看向上面的数字99633，死，又死人了。这明明没有什么危险啊。铃木很不理解，他开了10个箱子，总共就遇到这么一次危险，这上车直接跑就行，怎么能够死亡呢？他显然忘记了，他从始至终都没有下车，就连捡箱子都只打开一个车门。各位哥哥们，能不能给我点水喝？人家可以给你发丝袜哦。滚开死人妖！大家都别信，这特么就是一抠脚大汉。哈哈，我刚才用手枪打死1匹狼，获得了一堆狼肉。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铃木瞳孔一缩，居然还有手枪，这合理吗？楼上牛逼，不像我只弄到了一份肯基基全家桶。话说，大家剩下多少油了？我这刚跑100公里，20药油就没了。箱子中一点汽油也没有，再遇不到汽油，我就要停车了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话说他好像也没有遇到过汽油，大多数都是水和吃的，材料也很少，是不是说明前期给的吃的多呢？想到这里，他打开交易大厅，相比于之前，这上面的东西多了许多。与他想的一样，大部分出售的都是食物和水，材料数量少得可怜。看来想要从这里面弄材料，显然是不可能了。铃木关掉界面，眼神注视着前方。其实看不看都不重要，这车最快也就这个速度了，油门不管踩得多死，就60，多一点都没有。就在铃木感到无聊的时候，一个亮光在马路中间闪了一下，来了。他连忙看了一眼里程，99公里，也就是说100公里出现一次资源箱，每隔1公里1个。暂时看来应该是这个样子。离近之后，果然与他想的不错，铃木脸上的笑意更甚。锋利的斧子伸出，铃木控制着斧子直接砸向资源箱。咔啦！铃木连忙打开面板，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汽油10LX1。铃木挑挑眉，居然是汽油，运气这么好。他也没想到第一个箱子就开出来了汽油，
看来并不需要担心没有汽油的问题。铃木看了一眼自己剩下的油量，还多着呢，希望接下来运气能够不错。铃木搓搓手，箱子肯定是不能落下的，直接收进车内。看着堆积的箱子，铃木一脸犹豫，这东西到底要不要扔掉？这些东西就连背包都装不下，会不会根本就没有什么用？但那个白银箱子和黄金箱子，他可都是上牙咬过的，都是真的，感觉也不像是假的。铃木再次看了一眼身后的箱子，先带着吧，不行先把木头和黑铁箱子扔了再说。接下来与铃木预想的一样，每隔1公里就有一个箱子，里面的东西倒是与铃木想的不同，依旧有面包和水，甚至还有罐头。不过铁锭和木材倒也弄了不少。在前方1公里处，铃木遇到了第7个箱子，只不过这个箱子有些不同，上面画着问号。铃木盯着箱子没有往前开，一道信息出现在他的眼前：盲盒，一个拼人品的资源箱。自己运气这么好的吗？居然遇到了盲盒箱子！铃木一脸兴奋，希望给我来一把加特林，没有加特林来个 AWM 也行，不行的话 M718 我也不介意。他双手合十，控制着斧子靠近，咚，咔啦，3个光球来到铃木眼前。铃木看着这一幕有些不知所措，这什么意思？他连忙打开那本书询问起来。盲盒资源箱中什么都可能会出现，最少会出现1个光球，最多5个光球，每一个代表一种东西，可能是资源，也可能是危险，请做好准备。铃木咽了口唾沫，还有危险，这要不要开啊？你们能不能去外面，憋在车里啊？这个光球的东西会出现在车里还是外面啊？可能是铃木的问题很奇怪，书本上的文字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会出现在车外的盲盒附近1米的距离。看到这句话，铃木就放心了，只要不进入车里，那他就是安全的。保佑我，一定是有用的东西，千万别是危险的东西，求你了。他将手插进第1个光球中，光球一个闪烁回到了盲盒附近，一张羊皮纸掉落在了地上，斧头一碰，羊皮纸出现在了他的背包中。小型纯净水收集器图纸，每小时可收集100毫升水。好东西，虽然只有100毫升，但对于他一个人来说够用了。看到好东西后，铃木更加开心，他连忙将手插入中间的光球，光球落到盲盒附近后，东西露了出来。死，这运气还有谁？他连忙用斧子将东西收进空间背包中，一整箱肥宅快乐水。他连忙从背包中取出来，整整1大箱，没拆封的1大箱。他从中抠出来1瓶，刺，吨吨吨，碳酸的口感充斥着他的口腔，那沙口感舒服啊，爽。相比于刚才的图纸，这个确实差了一点，但对于铃木来说，这也是好东西。更何况这可是整整24瓶，又解渴又解馋。铃木双眼放光看向最后1个光球，就算是危险他也认了，有了前2个已经不亏了。随着光球戳破，铃木眼睛瞬间瞪大，好东西，真是好东西。第5章车辆升级，给我 SSS 级车我都不换，车辆升级卡，车辆等级提升1级。居然还有这种东西，那自己岂不是就不用材料了？铃木二话不说直接使用，叮，车辆等级达到2级，解锁车辆特性。他连忙打开车辆信息界面，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D 级，等级 LV2， 油箱 92.9L 100L， 油耗 1L 15公里，功能小幅度防寒隔热，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做回收口，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。升级要求铁锭 X15， 塑料 X20， 电子元件 X2。 死，牛逼啊！原来车辆升到2级后又解锁了2个信息，而且这个特性还挺有意思的，看样子应该是开的什么样的车，解锁相关的特性。废物利用，铃木摩擦着下巴，不禁将目光放到他一旁的箱子上，这些是不是就算是废物？但这玩意应该怎么使用？他寻找了一圈也没有找到方法，没有办法，只能问一下这个面板了。玩家与车辆是绑定状态，只要废品放在车子中，利用意念就可以将这些放到后方的处理器中。后方处理器，铃木不禁看向后视镜，也就后面这个收垃圾斗呗，还真是够方便的。他尝试的将这些箱子放入后面的垃圾斗中，在后座冒出一个黑洞，直接将这些箱子吸入了进去。这就结束了？不是，这些东西多长时间能够产出啊？根据废品不同，时间也不同，从30分钟到24小时不等。铃木点点头，还算合理。合理个屁，自己都跑来参加什么公路求生来了，居然还在想合理的事。铃木摇摇头，这时他才发现整个车子已经大变样了。曾经暗淡无光的中控，此时已经焕然一新，
就连收音机都出来了。而他手上摇摇欲坠、破烂不堪的方向盘也变成新的，就连车座子也变成了针织的了。啧，原来升级还有这个好处。不仅如此，在车子的左上角的位置多了一个电子温度计，上面显示着2个温度：室外零下5度，室内零上20度。所以这就是最开始提到的尽量升级车辆。不过确实是比之前要温暖得多，就在升级之后，车内的温度明显可以感到上升不少。后续3个箱子，铃木又弄到一堆材料，3个空箱子再次让他扔进后面的废品处理站中。加油出发！铃木吹着口哨，脚踩着油门，在这荒无人烟的公路上行驶着。他看了一眼收音机，伸手打开开关，然而里面并没有任何声音，哪怕滋滋声都没有。中看不中用的东西。距离下一个箱子地点还有90公里的距离，要开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趁着这个时间，铃木打开了区域频道，看着上面的聊天，因为他发现这个半透明界面可以随意调整大小，控制在眼中出现的位置，就当开车玩手机了。反正路上就他一辆车，怕个什么？谁来救救我？我他妈出门就是一装甲车 ，EL 有只有能跑 1.5公里，我趴窝了呀！等等，之前不是有个哥们 EL 1公里吗？你这怎么比他还多？这是公路求生游戏，人家就算说 EL 能跑1万公里都正常，都想什么呢？大哥们行行好，给我点油吧，让我再跑50公里就行。上面的信息飞速的往上跑，从这些信息，铃木得出大家的一个大致位置。跑得最远的一个已经跑到了200公里的位置，而最近的一个才走出去50公里不到。虽然不知道这里对一天跑出去多远的距离有没有要求，但在铃木看来，肯定是跑得越远越好。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99218，这按照现在的速度来看，这一天估计就要死掉2000人，一周岂不是2万人没了？还真是残酷啊！叮，一声清脆的响声从车子音响中响起。这什么东西啊？铃木四处看了看，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。叮叮，音响中不停地响起叮叮声。铃木眉头紧皱，收音机没开，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带声音的，到底会是什么呢？然而声音响了几次之后便没有了动静。铃木百思不得其解，随后他摇摇头，继续开着车，看着区域频道中的聊天记录。过了5分钟后，见没有什么新鲜的信息出现，他直接关掉区域频道。界面上的消息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瞬间瞪大双眼，原来是废物利用这个能力的声音啊！但这未免也太给力了吧！成功回收废品木质资源箱1个，获得木材 X10。成功回收废品木质资源箱1个，获得木材 X10。成功回收废品木质资源箱1个，获得木材 X10。你管这个叫地级车？现在就算是有人给他一个 SSS 级车，他都不换，更别说那 SSS 级的技能了。这以后汽车升级材料还会缺吗？汽车改装材料还会缺吗？铃木已经兴奋到脸色通红，双手颤抖，眼神放光。就在他心情刚刚平静的时候，音响中再次传来叮叮声。成功回收废品黑铁资源箱1个，获得铁锭 X5。成功回收废品黑铁资源箱1个，获得铁锭 X5。牛逼！呼呼呼！平复好心情后，铃木打开了世界频道。在最开始的时候，因为上面信息跳得过快，他并没有细看。他第一时间看的是右上角的数字50亿，看来确实是整个星球除去老人孩子的数字差不了多少。随后他看向中间聊天的地方，此时弹幕已经不再跳动，徒留最后几个人的发言。泡菜国未知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樱花国未知，八嘎八嘎，是谁跟我开这种玩笑？鹰将未知，这是什么剧组吗？铃木看向自己的文字栏，在后面显示着数字1，他随手发出去一个问号，后面的数字变成了0，而在上面的对话框中出现了他的高亮文字。华国未知。第6章兑换新图纸。铃木关闭世界频道，打开交易中心。自己现在有了这些东西，也该购买一些物品了，尤其是设计图。对了，设计图还没有看。他打开自己的背包，上面摆放着众多物资。铃木敢说，全世界的没有一个人能比他物资多。他点了一下设计图纸，是否使用？那必须使用啊！点击确定后，设计图消失，背包自动跳到了工作台。而在工作台的左侧出现了一个可制作物品。而在这一列可制作物品中，不只是小型纯净水收集器、长弓、长刀、长矛、斧子、木炭等等一切最基本的物品，这里都可以制作。只要你有材料就可以制作。对于这些基础物品，铃木并没有太大的兴趣。他点开小型纯净水收集器，在工作台的界面上显示所需要的材料：铁锭 X2、木材 X5、塑料 X10。东西还蛮少的，除了塑料以外自己都有。自己还真是运气不好，居然一个塑料都没有开出来，那可是20个箱子。
其他人运气不好，弄了一背包材料。说的是人话吗？铃木重新打开交易市场，上面出售的物品便多了起来。一开始只有零零散散几个，现在几乎翻不到头，而且价格定位上也正常多了。铁锭 X1 兑换木材 X5，100克面包兑换500米矿泉水，100克老鼠肉兑换250毫升矿泉水。可以说大部分的兑换都是正常，除了有一部分在想屁吃的。比如这个一个少女原味黑丝兑换100克面包加500毫升水，就这价格，傻子才兑换呢。然而就这么一个傻子兑换的东西，就在他眼前兑换了，上面瞬间就多出来是3个字：已兑换。你他妈脑子有坑吧？一个战损版丝袜你都要，你就不怕你的小老弟长脚气吗？铃木实在无法想象那名兑换人的想法。在距离铃木不远的一处马路上，一个小胖子开着一辆50面包车。男孩推了推眼睛，脸上带着猥琐的笑容，一双抽了丝带着微微酸味的丝袜出现在他的手中。他将丝袜放到鼻尖，深吸一口气，嘻哈，好香的味道啊！男孩脸上露出了满足的表情。随后他将丝袜往下一放，车辆时快时慢。3分钟后，小胖子一脸满足，随后将丝袜再次挂到了交易中心上。使用过的少女原味黑丝兑换100克面包加500毫升水，傻子才会自己留着呢。小胖子的眼睛闪过亮光。铃木背包中已经兑换了10片塑料以及4片玻璃，全都是用木材兑换的。铁锭他并没有使用，虽说铁锭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完美获得渠道，但黑铁资源箱的数量还是有些少，反而木头箱子很多，兑换起来一点也不心疼。不过为此他还是花费了40个木材，对他来说不亏。他继续翻找着图纸呢，怎么一个图纸都没有？铃木眉头紧皱，他已经翻了2分钟了，已经不知道翻了多少页，一张图纸都没遇见。这可是一个区的人，就算运气再不好，也该有人出售1-2张吧。主要还是出售的物品太多了，根本翻看不过来。他退出界面，重新再进去一次。第一个兑换物品直接把他弄迷糊了。这确定不是刚才那个用过的什么鬼？没错，铃木看到的就是那个小胖子发上去的。他摇摇头便不再关注，他仔细打量着界面，肯定有筛选功能或者搜索功能。他将平板大小的画面直接放大，车速放缓下来。放大后，铃木在右上角的位置看到了一个放大镜的标志。哈，找到了！点开之后，果然是一个搜索框。随着他的意念，图纸2个字出现搜索框中，开始搜索。瞬间所有的兑换选项消失，只留下3张图纸。哈，我就说吧，肯定有图纸。普通手弩图纸兑换500毫升矿泉水 X4 加铁锭 X10 加木材 X20，备注：穷鬼就不要来了。一个个问号从铃木脑袋中冒出，是谁给你的勇气兑换这么多东西的？不用想，铃木也猜到，对方就差这些材料就能够升级汽车了。只是后面还有6天的时间，你这什么急啊？这些东西他都有，可铃木就是不想兑换，他才不想当这个冤大头呢。USP 手枪图纸500毫升矿泉水 X5 加任意食物 X2 加铁锭 X7 加木材 X5，可商议，诚意的来。虽然这个要的也挺多，但人家是手枪啊，就是再多1倍也无所谓。铃木看向最后一个小型纯净水采集装置图纸，铁锭 X5 加木材 X5 加任意食物 X2。铃木沉思片刻后，直接将采集装置兑换。虽然说他已经有了这个装置，但他可以用这个去兑换其他的东西去，总之不亏。毕竟他所兑换的材料他手上都有。食物他选择的是2个面包。刚提交不到10秒钟，对方同意了，一张图纸直接出现在他的背包中。不过他没有管，因为还有那个手枪图纸没有兑换。他直接点开对方的信息，可惜受这个游戏的保护，什么都看不到。点开聊天，你好，你这个价格有些高了，现在才开始没有人有这么多东西。你要是诚信卖，就报个10再价，成不成先砍1刀，万一呢，是不是？铃木不着急，将车速再次提升上来。他看了一眼里程表，现在已经跑了150公里了，距离下一个宝箱地点还有50公里，这就意味着他马上又要有一批收入了。叮，一条信息发送了过来，水可以少2瓶，但其他的不能变。你要知道，这是一把手枪，而不是其他的东西。李牧沉吟片刻，点了一下图纸的详细信息，材料自己都有，而且要的不多。买了，双方确认，成交。手枪图纸到手，他连忙打开制作界面。他没有选择制作手枪，而是选择制作纯净水收集装置，早做早用嘛。叮，消耗铁锭 X2， 木材 X5， 塑料 X10， 制作成功。一个只有半米高的金属质地的装置出现在他的背包中。铃木刚准备将它拿出来，一条信息从他脑海中跳了出来。
一个关于车子的立体空间图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请选择安放位置。第7章森林巨蟒。蛇胆是个好东西。铃木无语地看着这个立体图，你告诉我往哪里放？难道悬挂在天棚上吗？整个车头里空间很小，几乎没有能够放下这个淡水装置的地方。他现在都怀疑那些随机到跑车的人是不是比他还惨，那玩意可就只有2个座位。铃木想到了一个办法，就是不知道可不可行。他尝试在脑海中将后座拆下来，只见立体图形中代表后座的图案消失了。铃木猛然回头，我操，真的可以拆！既然可以拆的话，那还等什么？他不仅把后座拆了，就连前座也拆了，只留下了一个底座。随后他将那个淡水收集装置安放在副驾驶上凸起的部位。啧，这空间不就大了吗？不过一个太少了，应该再制作一个才行。当铃木再次打开工作台，材料没了他知道，但这他妈图纸怎么才能够用一次啊？他本想着多制造一点这个淡水采集装着，拿到交易市场去卖。结果你告诉我，一张图纸只能用一次，这不是玩了吗？铃木深吸一口，幸好之前把那个图纸买下来了，不然他可要后悔死了。他打开背包，将里面的图纸使用掉。不合理，十分不合理。铃木不管怎么想，这事情都不合理。他看了一眼手枪的材料 ，USP 手枪，铁锭 X2，塑料 X2，需求倒不是很多，只是他手上已经没有材料了。铃木看了一眼里程，距离下一次的收集物资的地点不到30公里了，问题不大。距离还有10公里的时候，叮叮，美妙的声音响起，成功回收废品青铜资源箱1个，获得铜锭 X2。成功回收废品青铜资源箱1个，获得铜锭 X2。一连4声，铜锭，也对，毕竟是青铜箱子嘛。那这么说的话，黄金箱子就是黄金，钻石箱子就是钻石了呗。也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获取这些资源。10公里的距离转瞬即逝，铃木遇见了他第一个箱子，居然是黑铁箱子。前2次的资源箱，第一个都是木质箱子，而这次是黑铁。难道随着遇见次数的增长，箱子等级会提升是吗？铃木自言自语道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理论上自己只要开得够快，第一个遇见黄金甚至钻石箱子都有可能。可惜了，就他这个车子的速度，一个白天下来顶天720公里，就算晚上再开4小时也就860公里，而这还是不停开的情况下，再处理一些事情浪费一些时间，一天下来最多也就700公里左右，这还是往多了说。任重道远，将车开到距离箱子5米的位置，随后利用资源采集装置打开箱子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汽油 50L 500毫升矿泉水 X2。 哟，开门红啊！箱子不能丢，这可是5个铁锭。第2个依旧是黑铁箱子，第3个青铜箱子，第4个黑铁箱子。咦，居然不是白银箱子！铃木打开面板，翻看之前开资源箱的记录，确实不是一直增长的，其中确实是混杂着其他等级的箱子。看来是他想多了。第5个黄金箱子，铃木看看着眼前的箱子，搓搓手，好运来，好运来，好运全都到我这里来，给我开！铃木一斧子下去，一个巨大的蛇头从里面钻了出来，身体随着蛇头的行进从箱子中不停地钻出来。死！我靠，这他妈是个蟒蛇！森林巨蟒，危险等级 A 级，建议逃跑。不是，怎么什么都是逃跑啊？蛇头爬过来了，身后的身体还没从箱子里全部钻出来。蟒蛇那竖形瞳孔注视着铃木，随后一击撞击顶在了风挡玻璃上，整个车子一晃。铃木此时也反应了过来，连忙控制车辆倒退，随后利用采集器上面的斧子对眼前的巨蟒展开攻击。好在蟒蛇目标够大，斧子轻轻松松的就能砍在巨蟒的身上，而升级后的斧子杀伤力也很惊人，几乎一斧子就是一个伤口。但铃木依旧有些胆战心惊，因为这巨蟒看起来至少有7米多那么长，这要是在野外遇见了，估计只有死路一条。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会死亡那么多人，他要是没有这个 SSS 级技能的话，可能在老虎那里就死掉了。3分钟后，巨蟒化作一道流光，铃木双目放空，冷汗直流。就在临死前，巨蟒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，张开大嘴，露出锋利的牙齿咬向驾驶位的位置。铃木可以清晰地看清蛇的喉咙，那感觉实在是太过于惊悚。也幸好车辆经过了一次升级，提高一点防御，不然铃木真的很担心这个风挡玻璃能不能抗住那利齿的攻击。深吸一口气，铃木打开面板，恭喜玩家击杀危险 A 级森林巨蟒，获得蛇皮 X1、蛇胆 X1、蛇肉 X10、蛇牙 X4。呼，东西还真不少。他看了一下眼背包，蛇皮可以制作防具，一份蛇肉200克，这比面包顶级多了。
蛇牙没有血，估计能够当做武器用吧，毕竟那么长的一根。至于蛇胆，蛇胆使用后可永久提升5点体质，注意吞服。看到这个文字的时候，铃木是疑惑的，这什么意思？5点体质数据化了吗？可这里也没有个人信息面板啊。铃木摇摇头，暂时先不考虑这些，天色快黑了，他要先把后面5个箱子全部弄开。后面5个等级并不高，黑铁白银都有，都是一些普通的材料和物资，倒是没有出现什么特殊的物品以及危险。铃木将车停了下来，第一时间就是将这些箱子扔到那个洞中，利用废物利用能力将它们变成材料。随后他打开背包，看着一背包的东西，满意的点点头，也该利用改装功能了。有这么多东西，不先改装自己的车辆多少有些不合适。这个后座椅没有用了，他直接打开改装技能，将后座椅放了上去。纸条跳出来了2个选项，连个思考时间都没有就出来了。铃木很是疑惑，难道这玩意其实一个也行？只是看材料，好像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。第8章，我错过了什么？谁家好人放最后啊？选项1，舒适针织后座。选项2，舒适短款针织单人床。铃木摇摇头，第一个选项自己不是白拆了吗？至于第2个和第一个有什么区别吗？你不就是把靠背给我拆了吗？铃木无语，这技能虽好，就是出来的东西有些让人难以理解。他想了想，又把副驾驶座椅扔了进去，选项变成了一个加宽短款床。蛇精病啊！我要你加宽。他换了好几个材料进去，基础都是床，只不过样式上有些区别。放木材就是榻榻米，放铁锭就是加固铁床，放塑料，床旁边多了个塑料装饰品。铃木摇摇头，将里面的东西全都拿了出来，开始挨个尝试，反正他有的是时间。7点，太阳落山了，铃木放低了速度。他不得不放低，因为他特么根本就没有远光灯，只有近光灯，并且可是距离只有10米。虽说这是一条直线，也没有车辆，但谁知道前面会不会出现拐弯的地方。这一段时间里，铃木几乎用了所有的材料，改装能改，但是没有必要。他只消耗了一些铜锭和铁锭，对车体进行了加固处理。成功回收废品白银资源箱1个，获得银锭 X1。成功回收废品黄金资源箱1个，获得金锭 X1。最后2种宝箱也回收完成了，现在就差钻石箱子了，可惜一个钻石资源箱都没有遇到。最开始的规则中好像说晚上的物资更丰富，也许能够遇到钻石箱子也说不定。铃木看了一眼距离，还有30公里，按照现在的速度40多分钟怎么也到了。他打开改造技能，随手将银锭放了进去，没有反应。第2个他再次放进去一个银锭，这次下面再次出现了那个转圈的图案，说明有戏。过了能有20秒钟，3个选项跳了出来。选项1，车辆速度增加10公里每小时。选项2，车灯亮度增高。选项3，开启远光车灯。铃木挑挑眉，不愧是 SSS 级改造功能，这都可以有。他本以为远光啊、车速啊这些是要等车辆升级，或者说是那个车辆核心升级之后才会获得，没想到直接改装就可以。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选项3啊，有了远光它速度不就能提起来了吗？选定后，车辆微微一震，铃木尝试打开远光灯，没想到还真的亮了，就是这个亮度吧，只能说不敢恭维，但在这种环境下凑合用吧。随后他又将2个金锭放了进去，也同样出现选项。不过这次他没有着急去弄，毕竟这2种材料可不是那么好获取的，还是先留着再说，万一以后要使用呢？毕竟这东西不像铁锭那么好获得。至今为止他可没有在箱子中获取到过。他打开交易中心，物品又增加了不少，依旧是那些东西，只不过在兑换数量上的要求又增加了。他想了一下自己现在的资源，就肉类最多，要不要拿来换一些物资？他翻看一圈，并没有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。成功回收塑料瓶1个，获得塑料 X1。 真的可以。他半小时前将一个喝完的饮料瓶扔进了后面的处理装置中，还真的出东西了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岂不是说什么都可以废物利用一下了？他连忙打开工作台，直接加工出来一个炉子来，之后又用木材利用工作台加工出来一些小木棍，升起炉火。在铃木的眼中，炉子的上面显示着一个数字，1小时的倒计时。他思索了一下，又扔里了一组木棍，时间变成了2小时。他从背包中取出一块蛇肉，直接将它放到炉子上，而在肉的身上也显示了时间，15分钟，也同样是个倒计时。还真是够神奇的。这么说的话，不用你会做饭，只要将东西放上去，到时间了就可以吃了。这对于不会做饭的人也太友好了，真不愧叫游戏。随着炉火升起，车内的温度也感到了明显的提升。他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下1度，
室内零上24度，舒服了，这一下就舒服了。如果早知道炉子能够提升车内温度，他早就制作出来了。15分钟后，他将那块蛇肉取了下来。烤熟的蛇肉100克，使用后饱腹感加50。我200克蛇肉，你烤完之后就剩一半了。你要不要这么不合理？这玩意含水量有这么高吗？还有这个饱腹感是个什么鬼东西？看到这个，他就想到了那个蛇胆，上面也显示了一个体质。铃木只能求助那本生存指南了。请问这个饱腹感是什么？还有体质是什么？个人信息还在生成中，请玩家不要着急。午夜12点，可自行呼叫个人信息面板。行吧，那我问一下，工作台中图纸只能用一次吗？就不能永久拥有吗？玩家打开工作台后，请将侧方菜单拉至最下方自行查看。铃木按照这个方法打开了工作台，之后一直画下侧面的菜单。他这才知道菜单中居然还有这么多东西。拉到最后，果然有一个图纸的分类。当看到图纸上显示的信息后，整个人都呆愣住了。小型纯净水收集器永久解锁，小型纯净水收集器图纸1/2。WTF， 永久解锁就需要2张，他居然用了1张，我尼玛！滴滴滴滴，车喇叭声急促的响起，铃木不知道砸了多少次方向盘，他居然错过了永久解锁。关键这谁能够想到啊？你一个菜单做的那么隐藏，谁能想到下面居然还有图纸这个选项啊？你上面放了一堆斧子刀什么的，鬼知道你图纸在下面。铃木一直以为这个图纸就是使用完再到工作台制作就可以的，结果告诉他图纸还能这么用。随后铃木感到庆幸，幸好他没有把另一张图纸用掉，不然这个永久解锁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开。就在这时，铃木发现前方的道路上放着一个黑铁箱子，200公里到了。第9章，这材料不是挺好获得吗？求生游戏，就这。铃木看一眼里程，果然是到了200公里。至于图纸的事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算了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至于其他的事，还是等他将现在的事情弄完再说吧。来到箱子前，利用采集装置直接打开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100克面包 X2， 红烧牛肉面 X2。好东西啊！铃木咽了咽口水，这玩意可比面包好吃多了。箱子可不能忘，这可是铁锭啊！铃木连忙将箱子扔进后面的处理装置中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电子元件 X2， 玻璃 X4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汽油 100L， 小型纯净水收集器图纸 X1， 钢刀 X1。死！纯净水收集器图纸，怪不得说晚上资源好呢，不仅物资给的多，居然又来了一张图纸。但是你给我一把钢刀，什么鬼？难道你要让我用钢刀去跟10米长的大蛇、2米高的老虎战斗吗？是你疯了，还是我疯了？铃木摇摇头，继续向前开。抵达位置后，路边放着一个黄金质地的箱子，他心里咯噔一下，这里该不会又是一个怪物吧？他的手放到档把上，随时准备挂上倒档。咚！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芥子石 X1， 布料 X5， 棉花 100G X5， 肯基基全家桶 X3。原来黄金箱子里东西居然这么多！狗屎的老虎，狗屎的巨蟒。不能骂，多少给他提供了不少材料。虽然他不知道前3个材料是干什么的，但是从名字上能够猜出来的大概。晚上还吃个屁的泡面加肉，他要吃肯基基。他现在爱上晚上的箱子，这里面东西就是多就是好。继续下一个，是一个黑铁箱子，直接打开。鬼脸山魈，危险等级 B 级，建议可以打，打不过再跑。一只大猴子从箱子里钻了出来，脸上的花纹在车灯的照耀下散发着奇异的光芒。好！山魈一声怒吼，铃木可以看清那尖利的牙齿一点也不比那个巨蟒差。你特么管这玩意叫山魈？这玩意怕不是有4米高了吧？山魈他又不是没有见过，但眼前这个他真没见过。山魈一个跳跃抱住车头，车头缓缓离地。我靠！铃木被这突然袭击吓了一跳，连忙抓稳方向盘。看着那近在咫尺的鬼脸，他不禁咽了咽唾沫。真凶悍啊！他连忙控制采集器，照着他的脖子来了一下，伤口的鲜血喷在玻璃上缓缓流下。山魈捂着自己的脖子四处乱跳，不到10秒钟便躺在了地上。铃木惊魂未定，看着眼前的景象，整个人都懵了。不是，你名字不是挺霸气的吗？你不是危险等级是 B 级吗？就这，本以为会像对付那只巨蟒一样很难，结果就一下子死了。恭喜玩家击杀危险 B 级鬼脸山魈，获得鬼脸 X1， 皮毛 X1， 大腿骨 X4。啊，这都是什么啊？肉呢？牙呢？就3个东西？铃木摇摇头，好像也对，毕竟击杀的这么容易，估计也不会给什么好东西吧。不过他现在知道自己缺少什么，
武器。虽说这个采集装置也能够击杀，但效果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他将仙箱子装好，随后打开改装技能，将那把没什么用的钢刀放进去，随后又将一块铁锭放进去。选项一，攻击性武器，延长钢刀，攻击范围车头附近1米距离。选项二，车头固定武器。选项三，钢刀装饰品。神他妈装饰品啊！你这个改造技能能不能智能一点？哪怕是说将钢刀放到轮毂上他都能忍，你给我一个钢刀装饰品。铃木已经无力吐槽太多次，这想都不用想，必然选项一。接下来才是重点，他将制作好的钢刀武器拖拽到改装技能下面的技能栏中。没错，就是拖拽，虚影拖拽。只要是车内存在的一切都可以进行拖拽，之后就可以进行针对性改造，只不过在改造的时候这东西不能用而已。这也是下午那会做实验的时候才发现的。随后他将一块铁锭放了进去，果然有一个延长范围的，可能是因为武器的原因，只延长了1米。2米的范围再加上钢刀本身的长度，已经达到了2.5米的攻击距离，这已经足够了。姐，你再来啊！来了看我这一次弄不死你！他思索片刻，又挨个用各种材料试一下。放入银锭这个可以。选项一，增强武器锋利度。选项二，增加武器控制灵敏度。他看了一眼自己银锭的属性，2个他全都要，直接改装2次。改装完后，他尝试的控制着武器，灵活性就如同他亲手拿着武器一般。不错，这样才像话。启动车辆，后面还有5个箱子没有拿。4个箱子获得了铁锭 X4、木材 X5、塑料 X2、红烧牛肉面 X5、冰红茶 1L 装 X1、羽绒服 X1。这东西不是挺好获得的吗？求生游戏就这。让铃木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还获得了一件羽绒服。想到7天之后要遇到的灾难，看来这个应该是所有人都会获得的一个物品，一会可以去区域聊天看一眼。就差最后一个资源箱了，弄完之后先吃饭。至于赶路，还是算了，晚上还是好好睡个觉再说吧。1公里后，路中心放着一个比任何一次都要大的一个箱子，钻石资源箱。该不会说这种资源箱只有晚上有吧？一定要给我开出来一个好东西，不然我可是会打人的。咚！恭喜打开钻石资源箱，获得芥子石 X2、橡胶 X5、手枪子弹图纸 X1。虽说东西只有3个，但其中2个都很好，并且还有一个是图。手枪子弹图纸。铃木揉了揉眼睛，他没有看错，确实是手枪子弹图纸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岂不是说他之前兑换的手枪图纸就只是手枪，没有子弹用不了？铃木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人家会卖呢，原来对方是想到了这点。当时他还觉得对方脑子有问题，这么好的东西居然不留着，拿出来兑换材料，结果小丑竟然是自己。第10章，死了这么多，真的有那么难吗？随着最后一个箱子弄完，时间已然来到了8点钟。铃木看着漆黑无比的道路，今天就不赶路了。叮，不用想也知道是资源箱回收成功了，但他一会可是要睡觉的，这么一直想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他询问了一下面板，原来只要将那个播放器的声音关掉就行。调整好之后，也该办正事了。他打开工作台，看了一眼所需要的材料，铁锭即可。随后2样物品出现在他的眼前。10分钟后，铃木手中端着碗面，吸溜，就是这个味，正宗红烧牛肉面。他随手往炉子中又添加了不少木棍，火炉使用剩余时间已经达到了12小时，再想增加已经增加不了了。炉子上摆放着他刚才制作好的水壶，里面烧着开水。水又开了，他将水壶拿下来，朝着地上放着的铁水杯倒上半杯水。这种天气就得喝热水才行，可惜了，要是有茶叶就好了。炉子上除了水以外，还有3块蛇肉正在烤制，这东西他可有大用。他随后打开区域频道，第一时间看向上面的数字97954。铃木瞪大双眼，这什么情况？下午的时候才死了800人不到吗？这怎么就突然就变成2000人了？他连忙看向下面的对话框中，谁能救救我？我的一条腿被野兽吃了，吓死老子了！我打开一个箱子，里面突然钻出一个巨蟒，幸好老子跑得快，要不直接交代在这里了。王子文，老子蜀道山，你快来找我！你们的箱子都开了吗？我自从开出一只狼之后，再也没打开过。大家都是华国人，救援一下呗。箱子里面那么多东西，你自己不要，还要让我们救援你，脸怎么那么大呢？铃木一边看着上面的文字，一边吃着面。大多数人都在遇到危险之后选择了逃避，想要通过别人的救助，趋利避害，无可厚非。只是这脸确实是有点大，也有一部分选择继续，就是结局不是很好，丧命的不少，缺胳膊少腿的也不少。剩下的极少的一部分和铃木差不多，选择迎难而上。难不难铃木不清楚，
毕竟他没有什么感觉。他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下13度，室内零上24度，这不挺好的吗？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些人非要说冷，怕冷用点材料不就好了吗？他关掉区域聊天，打开交易中心。夜晚的交易中心明显要比白天好得多，可能是白天东西少吧。夜晚的交易中心居然在界面下方还贴心的进行了分页。除此之外，上面还有分类：材料、实物、杂物、图纸4类，这不就方便多了？交易物品足足上万个，这些不重要，他的目标是图纸。勾选图纸，界面一变，东西瞬间就少了很多。那个手弩依旧在，只不过比下午的时候便宜了很多。铃木直接略过，这对他没有用。而剩余的图纸数量很少，兑换的价格也很高，这不禁让铃木犯了难。他是获取材料简单，但这不代表着他是冤大头。铃木摇摇头，看了一眼一旁炉子上的蛇肉，还有5分钟的时间就要熟了。他关掉界面，目光看向远处，除了灯光照射的地方以外，四周一片黑暗。幸好老爸老妈生我生得晚，不然在这里可怎么生活？铃木很庆幸他可以无牵无挂。他刚才在频道中看到不少人在寻找父母孩子的，想想那个场景就心酸得很。5分钟转瞬即逝，他将3块蛇肉收好，随后打开交易中心，打开上架功能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定多少呢？自己就要别人不用的垃圾而已，要不就1克。他上架1块蛇肉，选择100份。至于交易物品，我靠，怎么没有塑料瓶这个选项啊？上面确实是可以搜索，但他搜不出来。没办法，他只能先关闭上架选项，转头过来询问这个游戏面板。我想要兑换塑料瓶、方便面盒或者袋子、不穿的衣服等等一切别人不要的东西，你这也没有选项啊？你们这游戏制作的不用心，怎么能没有呢？他倒是想用1颗肉兑换人家的好东西，但人家也不干是不是？界面上这个应该叫管理员吧，还是客服人员，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。铃木静静的等待着，今天必须把这个事情解决，不然他废物利用的能力还怎么利益最大化？以他一个人的垃圾能有多少？而这一个区域的人的垃圾会有多少？一个世界好像还没有开放世界交易。就在铃木等的不耐烦的时候，游戏面板总算是出现文字消息了。监测到您车辆特性的特殊性，为您的交易中心增加了一个新的交易对象——垃圾。您可对这个垃圾进行自定义填充，对方查看的时候可以看到您所需要的物品。虽然解决了，但铃木还是很气，这不是纯纯浪费时间吗？就这么一耽误半个小时都过去了。这是你们工作的失误，浪费了我半小时的时间，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些补偿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自己是不是有些过了？这人怎么又跑了？不过看到这里，铃木不禁怀疑，这里该不会真的是一个游戏吧？一个真正的死亡游戏，而所谓的面板回答问题的人是真的人，不然为什么要思考呢？这一次速度很快，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。十分抱歉，让您有了糟糕的游戏体验。您可以从以下选项中选取一项补偿：选项1，车辆核心 X1；选项2，车辆升级卡 X1；选项3，更换 B 级车辆。铃木看着这3个选项，说好吧也挺好，说不好吧也就那样吧。不过白得的东西不要白不要。更换车辆直接 pass， 这对于他来说一点用都没有。废物利用这个能力对他来说太重要了。剩下2个吗？第11章，意想不到的升级效果，个人面板开启。这2个说实话感觉都挺好。车辆升级就意味着抵抗灾难能力提升，生存能力大大提高。至于这个车辆核心提升，在他的内心中用处不大，就算升级不就是承载人数变多而已吗？这对铃木来说感觉用处不是很大，但是这个名字听起来就很重要。铃木看了一眼车辆升级所需要的材料，塑料差了12个，铁锭差5个，再给他1天时间，他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够凑出来。面板大哥，这个东西明天选择可不可以？铃木弱弱地问了一句。请在1分钟内做出选择，否则视为放弃。59、58，你确定你不是故意的？我不问就没有倒计时，我一问，倒计时就给我弄出来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只能选了，再不选就没得选了。在最后3秒的时候，铃木最后决定选择车辆核心升级。毕竟车辆升级只要材料，这对于铃木来说太简单了。但车辆核心升级可是需要打劫遇到车辆才可以，这一望无际的公路什么时候才能够遇到？恭喜玩家，车辆核心升级到 LV2， 车辆荷载人数提升1，空间扩大1倍。荷载提升无所谓，但空间扩大属实是给铃木震惊到了。这谁能想到升级个车辆核心，空间还带扩大的？他连忙看向身后，果然后面多出来了1倍的空间。虽说只是1米多的大小，但加上原来后座的位置，放一张1米6的床应该没有问题吧？虽说还是有些挤，但总比一开始强吧。就是不知道是车辆被拉长了，
还是说只是内部空间变大了？可惜外面太黑看不见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怎么就10点了？他正事还没办呢。铃木连忙打开交易中心，第一块蛇肉放入分成100份。没错，一份只有1克，就丁点大小。兑换选项勾选垃圾之后，便开始进行添加。矿泉水瓶子、火腿肠的包装袋、方便面盒子，凡是铃木获得过的东西的包装袋全部加入进去，甚至破烂衣服什么的他也收，万一也能回收出东西呢。设定好易保存，下一次可以直接拿来用。第二块蛇肉被他分成了20份，但这个只需要4个垃圾就可以兑换1个。最后一个是分成了10份，这个只需要7个垃圾。说实话，第一块蛇肉，铃木压根就没想过能够兑换成功，或者说根本就没想过1天就能够兑完。只要他们2天内将蛇肉兑换出来就行了。他就不信这些人能够抵挡住蛇肉的诱惑，在任何人看来，用垃圾兑换肉食绝对是一个划算的买卖。就在他刚上架不到10秒钟的时间，就有人用4个垃圾兑换了1块5G 的蛇肉，他随手就扔到后面的处理装置中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再次打开区域频道。哈哈，刚才有个傻逼居然用肉兑换垃圾，我二话不说就拿着我吃剩的塑料袋搭配我的袜子换了5G 肉，逗死我了！我一个破木箱子直接兑换了一个10克的肉，赚妈了！啥也不说了，我赶紧把箱子捡起来换肉吃，10克也是肉。铃木嘴角一翘，你们赚，我比你们还赚。关掉频道，铃木将座椅放平，躺下休息。至于床，明天再说。午夜12点，铃木迷迷糊糊的耳边响起游戏面板的声音，叮，个人信息已开启，请注意查看。铃木连忙睁开眼睛，他对这个个人信息可是好奇的很。那个蛇胆他到现在还没吃，绝不是因为需要生吞，单纯是因为不知道所谓的体质是什么。他打开面板，果然在下方出现了新的一栏玩家个人信息，姓名铃木，编号9527LLM002837，属性力量9，体质10，敏捷8，住编号9527L 星球，人类男性平均值10，女性平均值8，身体状况健康100，能量99，水分80，注身体状况各项满值100，健康低于30将不可逆归0死亡，能量低于30连续3天不补充将持续降低健康值，水分低于30连续2天不补充将持续降低健康值。喂，你这个不合理啊，这特么比现实死的还要快吧。不过想到这里是游戏就释然了，但这些对铃木来说问题不大，就他这些东西100%死不了。这个东西改了，那是不是代表着那些食物也有变化呢？他打开背包扫了一眼，500毫升矿泉水，水分加50，红烧牛肉面，能量加50，100克面包，能量加30，200克蛇肉，能量加60，水分10，健康值有一定几率降低。合理吗？只能说部分合理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没有一样东西是增加健康的东西。这要是一不小心弄出什么问题，岂不是就嘎了？这可是大事，他连忙询问面板。3天之后玩家就知道了，所以在这3天时间内，玩家要认真对待每一天哦。铃木，3天就3天吧，反正自己又不走出车外，应该对他没有什么影响。关掉车辆，躺在椅背上，没过多久，铃木陷入了梦乡。在这样的温暖的情况下，他想睡不着都难。相比于铃木这种舒服的生活，其他人就不是那么舒服了。我终于又能说话了，你们都看那个个人信息了吧？我什么都没干，健康就只剩下80了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谁有没有增加健康的物品，借我用一下。我能量只剩下20了，居然直接扣了我2点健康，省点力气吧，我都快冻死了。车子中的温度刚0度，睡觉了，希望明天还能够见到各位。在区域聊天的上面，数字的位置显示着现在的人数97011，他们是9点左右来的，也就是说15个多小时的时间，死亡3000人。求生游戏才刚刚开始。第12章，地方到了，但箱子呢？求生第2天，铃木伸了个懒腰，刺眼的阳光照射在他的双眼上，让他很不舒服。这要是有个窗帘就好了，本来不想起床的，硬生生给照醒了。他第一时间查看温度，室外零下15度，室内零上24度。等等，这温度有些不对劲吧？虽说现在是早晨8点多钟，但太阳已经升了起来，按理来说这个温度应该高一点才对吧？不说零下4、5度，但怎么也该有个零下10度左右吧？难道说距离灾难越近温度越低？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。算了，懒得想了，先收拾一下再说。他打开淡水收集器，从中取出一点水倒在杯子中，简单的漱口将水倒出窗外，随后又拿出一点水洗了一把脸，将收集出来的水
直接用光了一半。随后拿出一个面包对付一口，又弄了点木棍扔进炉子里，呼，完事了。整个过程不到15分钟，现在速度就是金钱。弄好之后便是查看交易信息，昨天上架的商品已经全部卖出，而他的背包中多出了对别人来说无用的垃圾，铃木一股脑全扔了进去，都给废物利用去。他看了一眼淡水收集装置，10毫升兑换一个垃圾，直接上架3个300毫升。随后打开区域聊天，依旧是第一眼看向上面的数字95632。我靠，一晚上死了近2000人，这也太吓人了吧！从昨天到现在死了4400，那7天下去怕不是要死3万人啊！这个数字一出现，铃木感到浑身冰冷。在这个世界中，他感觉人命就是一个数字而已，随时都可能消失掉。就他思考的这几分钟内，又有5人死亡。他看向对话框，我背包满了，装不下了。怎么可能？我40格子背包到现在都没有满。咦，我怎么只有15个格子？哈，我有150个，但我是个卡车，没有油了。你们谁给点汽油？我有了之后还你。话说这个世界的卡车是烧汽油的吗？对话框中依旧还是那样的情况，仿佛没有人注意到死亡，亦或者说大家更关心自己能不能活下去。铃木启动车辆，慢慢驶离这里。车速提到60后，铃木一只手握着方向盘，一只手打开工作台。第一件事就是先将小型淡水采集装置变成永久的。背包中的2个图纸消失，换来了一个永久版，完美。当看到所需材料的时候，铃木尴尬了，居然差2个塑料。不过问题不大，半小时后就能够收获一堆材料回来了。他看了一眼，里程245公里，还有1小时才能够抵达资源箱的位置。1个小时的时间，那可不能浪费。铃木关掉工作台，打开改装技能，随后便将芥子石放了进去。昨天他就想使用来着，一直没有机会。作为一名华国人，芥子2字实在是太熟悉了。然而一块石头技能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放进去一块。3秒后只出现了2个选项。选项1，车头后方位置空间长度扩张1倍。选项2，车头后方位置空间宽度扩张1倍。铃木简单的思考了一下，扩长吧，这样空间会大一些。选定后，车子轻微震动，只见后方的面积慢慢变大。铃木连忙看向后视镜，车头并没有变长，即便是昨天的核心升级，这个车辆也没有变长。死，高科技啊！这一下后方就变成了一个大约3米乘3米5大小的空间，这都赶上一个小卧室了。按照这么说的话，那以后这个车子说不定能够变成一栋房子那么大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不会到时候会弄出一个厕所吧？一说到厕所，铃木就感到肚子传来了一阵疼痛。靠！说什么来什么？他将车缓缓停下，打开车门。呼！一股冷风吹了进来，他浑身一抖，差点没憋住。铃木看了一眼身后的空间，咬咬牙，直接钻了过来。哈！5分钟后，铃木捏着鼻子，一脸纠结。随后一个黑洞出现，袋子上的黄色固液混合物消失在他的眼前。他松开手，一股臭味直冲天灵盖。靠！以前怎么没觉得厕所那么臭？他连忙钻到驾驶位，打开窗户，连忙启动车辆。随着驾驶，那股味道才慢慢消散。铃木也松了口气，刚才那3分钟里，他都不敢大口喘气。他都怀疑昨天晚上死了那么多，是不是出去上厕所遭遇到了袭击？刚才他不下车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他看到白色的身影在一旁的雪地中闪过，这才是他真正不下车的原因。原来不只是资源箱有危险，外界也有危险。经过刚才的厕所事件后，铃木发现纸也是很重要的资源。刚才用的木棍，那感觉简直太酸爽了。他打开工作台，搜索纸，跳出来好几种纸，卫生纸、面巾纸、白纸。其中他看到了卫生巾，他就说昨天一天开了那么多箱子，怎么一个纸都没看到？原来在这呢。他放进去一个模板，随后就收获了2卷卫生纸，制作还算公道。随后那张床也被他安装上来，由于地方变大，床的长度也变成了2米的床，只不过厚度变薄了。对此，铃木倒是不觉得有什么，有得住就行了。400公里到了，可是怎么一个箱子都没有？铃木放慢速度，眼神四处张望，无论是道路中央还是四周的雪地中，他一个箱子都没有看到。难道说第2天间隔是2公里？但第一个箱子总该出现吧？半小时后，里程已经来到了420公里，铃木也没有看到一个箱子，这不应该啊！第2天没有箱子，他问向面板，面板也只是说马上就会遇到。关键，你这个马上是多久啊？关键时刻你掉链子。昨天他也询问过面板不少问题，大多数问题都会回答，而一些问题就是不回答。
就比如现在的问题，里程来到了450公里，依旧一个箱子都没有。铃木无奈地摇摇头，他确定这里确实没有，只能加速前进。随后打开区域聊天，到底是他没有遇到，还是全都没有？第13章200公里遇到资源箱，车辆等级提升。哈哈，有个傻逼用水换垃圾，估计和昨天是一个人。我换了100毫升，真希望那个好心人继续放水上去。还说，你们有人遇到箱子吗？我已经开了140公里了，还没有遇到一个箱子。快别说了，我也没有遇见，今天不会没有箱子吧？我已经不敢走了，谁行行好，有没有什么可以止血的物品？我快死了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们才是傻逼。他看的那个来气，兑换就兑换，没事骂什么人。然而他的手很老实，直接将淡水采集装置中的水再次上架。没办法，给的材料实在是太多了。丁回收矿泉水瓶 X1， 获得塑料 X1。丁回收矿泉水瓶 X1， 获得塑料 X1。丁回收破旧衣服 X4， 获得布料 X20。一大波材料疯狂地涌入铃木的背包。你看看，这他能不兑换？这要是不兑换，不是傻子吗？丁回收杂物，获得汽油 1L。问号不停从铃木脑子里冒出，居然还有汽油，这也太牛逼了吧！只是杂物是什么？遇事不决问面板。杂物即无法分解为原材料的物品。你这说的跟没说一样好不好？这谁能懂啊？铃木摇摇头，随手便将刚获得的垃圾扔进了黑洞中，分解去吧你。关闭面板，看向里程表，已经到了470公里了。这么看来，大家都没有遇到资源箱，而不是他一个人这个样子，那没事了。里程达到500公里时，一个木质资源箱出现在马路中央。铃木揉了揉眼睛，真的是一个资源箱。我靠，第一个箱子居然要200公里，他可是开了3个多小时时间好不好？这么算的话，他今天一天累死累活，也就跟昨天一样，依旧是30个箱子啊。要知道，今天可是比昨天开车要早不少啊。铃木摇摇头，这他能有什么办法呢？速度放在这里呢，他就算想快也快不了。所有改装材料都是过了，没有一个能够提升速度。哎，任重道远啊！距离10米的时候，铃木停下了车子，一个采集器和一把武器全部从车头伸出窗外。嘿嘿嘿，谁说一次只能控制一个？一开始他以为一次只能用一个，结果他刚才一尝试，2个一起出现。铃木没有着急开箱子，而是控制着武器和采集器。长刀动一下，采集器动一下，2个一起动。铃木点点头，完全没有问题。这一次他没有用采集器打开箱子，而是用长刀砍箱子。咚！资源箱开了，但其中的物资并没有顺着刀身进入到铃木的背包中，看来必须用采集器才能收进来。他将斧头采集器伸了过去，在接触到箱子的瞬间，里面的东西化作光球进入到了他的背包中。果然如此，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半只老母鸡 X1。铃木从背包中将刚刚获得的东西拿了出来，没错，确实是半只老母鸡，而且还很新鲜。铃木挠挠头，看向地面的空箱子，这东西确定不邪门吗？昨天还是面包火腿肠呢，今天就给个老母鸡，确定不会弄出一头牛吗？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2斤牛奶 X1， 调料大礼包 X1， 配料大礼包 X1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向自己的背包，这是他今天遇到的第4个箱子，而之前的箱子500毫升啤酒12个，烧鸡1个，厨房刀具1套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材料。这是个什么节奏？第2天让大家自己吃一顿好的好上路。这刚开始获得的东西，铃木实在是摸不到头脑啊！带着好奇心，铃木再一次的启动车辆，前往下一个资源箱出现的地点。这一次遇见的是白银箱子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塑料 X10、铁锭 X5、石料 X5、通用材料 X1。这才是资源箱该有的样子吗？前面那些都是啥？就拿这玩意考验干部？这能考验什么？考验？那就多来一点。从这个资源箱可以看出，基础材料并不只有那些，又多出来了2个。石料和通用材料还算好理解，就是不知道它的金锭、银锭这些以后会不会出现。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，车辆升级的材料已经够了，那还等什么？直接升级！叮！车辆升级成功，车内光芒一阵闪烁，铃木明显感到车座在发生变化。5秒钟，整个车子焕然一新，车座变成了真皮的了，还带有加热功能。空调只是灯亮了，应该能够使用了。工作台变成了实木的，收音机也变成了多媒体，看起来也更有档次。这玩意对求生有个屁用啊！可以说，除了座椅和空调外，其他的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他看了一眼多媒体，点开播放，一首耳熟的轻音乐从音响中传了出来。当他想换一首音乐的时候，屏幕上出现一行文字：扩展音乐库需要银锭 X1。你还真有那鹅厂风格呀，这玩意你也要钱？
花了。叮，曲库加时，你牛，浪费了一个银锭就换了这么一个玩意，就当开车的调剂了。他打开车辆信息，查看一下升到下一级需要什么材料。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D 级，等级 LV3，油箱 52.7L 100L， 油耗 1L 10公里，车速80公里每小时。功能初级防寒，初级隔热，小幅度提升防御强度。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做回收口，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。升级要求：铁锭 X20， 玻璃 X10， 铜锭 X5， 电子元件 X2， 车辆核心 LV2。注：多媒体消耗 1L 100公里，空调 1L 10公里。品质没有变，车辆等级提升了，车速提升了，并且被显示了出来。功能上也提升了不少。最明显的就是升级要求多了一种材料铜锭，看来这个东西也算是一个基础材料。然而最为突出的就是这个车辆核心，原来这个也算是车辆升级的一个要求。看来之前的选择是对的。开了这么长时间，一个其他车辆都没有遇到，想必这个核心升级会很难。铃木不知道的是，再过不了几天，他就会遇到其他车辆，那将是一场惨烈的战斗。第14章，图片 JPG， 我太惨了，只能吃垃圾食品。最后几个箱子内全部弄到手了，最高也不过是黄金箱子，看来第一波质量一般啊。他看了一眼车辆的升级材料，他现在全部都有，但现在他并不着急。一台纯净水装置是不够的，他打算再弄一台。想要有收获，必然要付出。中午12点，里程达到了610公里。铃木将车停到路边，不慌不忙地取出一瓶快乐水和一份肯基基全家桶。中午就对付一口吧，也就这玩意能够凑合吃了。打开全家桶的盖子，里面的炸鸡还带着热气，一口下去滋滋冒油，味道不错，有家乡那个味了。他随手打开工作台，翻看着上面能够制作的东西。工具、生活用品，这两个占据了大多数，但铃木想要的东西这里并没有。这不应该啊，面板大哥，为什么没有马桶？没错，他只是想要个马桶而已，总不能每一次他都弄出来一个盒子来装吧。虽说味道无所谓，但是看见有点不能接受啊。请玩家努力升级即可解锁功能区，相应物品即可解锁。还要升级啊？铃木转头看向身后那个暂时可以称之为床的物品，会不会汽车升级之后，改装技能出现的一些改装就会发生变化呢？现在他使用改装技能，来来回回就那么多，变化并不多，所以铃木也没有特意去强化，毕竟这些强化对车辆的加持并不是很高。随后他打开交易中心，又一批垃圾兑换了回来。他看了一眼纯净水收集装置，里面又有了100毫升，直接上架。他想了想，又烤制了2块蛇肉，一会接着上架。叮，成功回收钻石资源箱 X1， 获得通用材料 X5。铃木看着突然跳出来的提示上的信息，看来这个通用材料还挺难获得的，要不然也不能是回收钻石资源箱才能够获得。随后之前投入的垃圾回收成功的消息纷纷跳出，看着自己飞速上涨的材料，铃木感到异常舒服。用不完，根本就用不完。材料到手的第一时间就是在制作一个纯净水收集器，两个一起工作，铃木可以兑换更多的物品。关掉工作台，铃木的手放到了区域频道的按钮上，他眼角抽了抽，不用想也知道里面在说什么，尤其是一会他将蛇肉上架后。一群傻子，感谢好人送来的水，幸好我的垃圾没有扔，本来我以为什么垃圾都可以兑换，我的米田共为什么不能兑换？楼上的你过分了呀！哥哥，伦家现在很缺水了，能不能给伦家一点水喝？我可以给你们发照片图片 JPG。 图片上一双雪白的长腿，位置刚好到隐秘地带下边一点，杂草若隐若现。铃木嗤笑一声，这玩意有什么好看的？有能耐你在网上拍一点啊！一张照片炸出来一帮狼出来，不过看样子大多都私聊去了。不过通过这个信息，铃木也知道了，原来这玩意还能够发图片呢。他想了想，随后拍了几个照片。匿名图片 JPG X3， 太惨了，什么都弄不到，只能吃这种垃圾食品，我的健康啊！一张肯基基全家桶套餐，一瓶快乐水以及火炉上的烤肉。日尼玛，我看见了什么呀？大佬给我点骨头吧，我尝尝味就行。给一级爱人家也想吃肯基基。叮，一条信息发送了过来。铃木有些疑惑，通信功能不是让他关闭了吗？他点开消息，对话框中发来一个图纸的信息，询问他是否需要手枪子弹图纸，你需要吗？铃木挑挑眉，看了一眼之前的信息，他明白了，这是上次卖他手枪图纸的那个家伙。只是他错过了什么？铃木没有第一时间回话，而是第一时间打开了交易中心，
直接查看图纸。图纸并没有想象中的变多，只有7个，其中就有这个子弹图纸，剩下的6个一半都是他那个纯净水的装置，对他一点用都没有。不过，机关连弩图纸、铁锭 X4 加木材 X5 加500毫升纯净水500 ml 矿泉水 X2， 普通弩箭图纸、玻璃 X2 加电子元件 X2 加500毫升纯净水500 ml 矿泉水 X3， 换了，就这么点材料而已，对他来说洒水了。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图纸这种东西出现几率实在是太少了。趁着他们没有发现永久图纸的时候，赶紧囤货才是王道。就算后面自己不用，高价卖出也划算。将价格划算，有用的图纸直接兑换。最后打开刚才的聊天信息，你打算怎么换？铃木信息发送不到3秒，对方回信了。铁锭 X10， 木材 X10，1L 饮用水以及5块面包。铃木眉头一皱，这数量未免也太大了吧？你这属于狮子大开口，这个价格太高了。对方立马回话，子弹2张图纸才能永久使用。看来压价是压不成了，没想到对方居然知道这一点。东西给我留着，晚上我和你兑换。我手上现在只有1瓶水嘛，面包也只有1个。如果将面包换成肉，我现在就可以给你，但水只能是500毫升，肉只能给你2块生肉。这一次间隔的时间比较长，铃木都将所有吃的吃完，打算开车的时候，对方的消息才发过来。材料和水不能少，食物我们要2块面包加1块生肉。成交。铃木懒得去计较那么一点得失了，反正东西放在他这里也吃不完，不如早点兑换图纸的好。关闭对话框，他第一时间打开工作台，直接让子弹变成永久状态。手枪子弹，铜锭 X10， 木炭 X20， 银锭 X1， 通用材料 X1， 一次50克，合理，很合理。原来通用材料是这么用的，不过其他人想要使用子弹肯定也很困难，这个通用材料获取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这岂不是说其他人用冷兵器，他用热武器？第15章，我也不想升级，但材料实在是太多了。下午铃木再次获取一堆材料，期间其中2个箱子中出现了野兽，但对他来说这不算什么大问题。晚上再来一波，材料多的简直用不完，光是汽油就有340L， 当然这其中包含废物利用这个能力所分解出来的汽油，这些汽油足够他行驶3000公里。随着最后一个钻石箱子弄完，今天的工作结束。铃木将车停好，伸了个懒腰，今天他可是足足开了10个小时的车，是真的受不住了。本来他还打算把那半只老母鸡给炖了的，想想还是算了，别浪费那个时间，随便对付一口算了。弄了一碗泡面，配上2根火腿肠，外加1袋面包，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随后他打开区域频道，了解一下今天的大家的情况。90652 WTF， 5000人就这么没了。虽说这弄箱子确实有些风险，但你们总不能一点武器都弄不到吧？光是那些砍刀、长矛、铁斧这一类的东西就不需要图纸啊。铃木到现在也搞不懂到底是什么情况。他看向聊天框，我总结了一下，每天的第一批箱子应该是不含有危险的，这个我认同。第一批没有危险，第二批遇到危险的可能性也很好，反而越往后危险越高。不对吧？我记得有人第1轮就遇到了呀。那肯定是他出发晚了，这2天我第一时间出发遇到的一个都没有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第一波没有危险吗？昨天和今天铃木开了很多的箱子，危险吧也遇到了，但他没什么太大的影响，毕竟他在车里根本就感受不到危险，更何况车辆也提升到了3级，更加感受不到危险了。可他想看的不是这个，而是到底发生了什么，怎么就这么多人死了？他往上翻，不知道翻了多远，才看到了一些相关的信息。救命！我一个箱子里面居然开出来12只的狼群！我已经躲在车里了，但是我的玻璃要碎了。我靠，我这玻璃碎了！大家都小心一点，今天的危险比昨天要强。我没汽油了，我的车子已经彻底停了，我感觉我要冻死了。有的人是点背，开箱遇到的危险太强，有的单纯就是没有汽油冻死了。吃完饭后，铃木开始改造计划。第一件事便是给车辆升级。他也不想升级啊，但这个材料实在是太多了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不用你这多浪费。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D 级，等级 LV4， 油箱 150L， 油耗 1L 10公里，车速90公里每小时，功能中级防寒，初级隔热，初防御强度。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做回收口，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。升级要求铁锭 X30， 银锭 X5， 铜锭 X5， 介子石 X1， 车辆核心 LV3。油箱大了，速度快了一点，功能提高了，材料变了，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吧？铃木摇摇头，这升级一点意思都没有，
他看了一眼升级要求，材料全有，唯独就差车辆核心。看来想靠材料直接莽等级，有些想当然了。除了给车辆升级，铃木又造了一台淡水收集装置。现在他一天可以获得 7L 的水，除了不能洗澡外，他用水再也不用考虑数量了，并且兑换垃圾的数量又增多了不少。铃木打开交易中心，直接将所有的水上架。材料大家可能会小心兑换，但是垃圾这种东西，应该没有人会小心了吧？至于直接兑换材料，他10毫升的水能够兑换出一个塑料吗？显然是不能的。但是他可以兑换一个矿泉水瓶，这就是可以分解出一个塑料来，多划算。吃完饭简单洗漱一下，铃木爬上小床，闭上眼睛。这可比昨天的椅子舒服多了。次日清晨7点，铃木伸着懒腰从床上坐了起来，看着快要贴着头顶的棚顶，摇摇头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将这个棚子给弄得高一些，这走起来多麻烦。简单的弄点吃的，坐在驾驶位上随意的看了一眼区域频道，84776，一晚上又没了5000多人，2天没了16000，那这么下去，岂不是到第7天的时候全没了？铃木摇摇头，应该不能这么惨，死亡越往后越少才对，活下来的都是求生高手。他启动车辆，开始今天的寻宝之旅。200公里过去了，资源箱没有出现。不过铃木没有着急，联想到昨天的情况，他怀疑今天会在300公里的位置出现资源箱，但明天总不能是在400公里的位置吧？要知道，不是所有人的车辆升级速度都和他一样快，一天往死里跑也就800公里，好像也不是不可能。按照他现在的速度来看，700公里需要8小时。如果后期速度提升起来，这个时间还能够再次缩短。尼玛，真不愧是公路求生啊！你这后面全程就是在开车是吧？他看了一眼窗外，艳阳高照，然而温度却依旧那么低。室外零下17度，室内零上24度。按照目前的降温，在第7天的时候，外面温度会达到零下25左右。之后便是凛冬之怒，也不知道那个时候会有多冷。10点多钟，铃木遇到了第一个箱子，依旧是木质箱子开头。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墨镜 X1。我特么，墨镜有个屁用啊！铃木拿出来看了一下，就是普普通通的墨镜，用处不大。继续向前，第2个箱子居然是白银箱子。嘿，我这运气不错。咚！一只仿佛饿了几天的灰色的狼从箱子里跳了出来。铃木查了一下，10只。昨天那帮人真能忽悠人，这叫第一波箱子没有危险。铃木真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，但那些人说的也没有错。第1天和第2天在第一波遇到危险的人连 0.1% 都没有，只是今天不一样罢了。公路求生游戏就是在利用人类的惯思维而已。第16章，这些肉没有冰箱，会坏掉吧？一刀一斧从车头伸出，铃木这一次连车都没有倒退，直接就开干。车辆等级都提升到4级了，他还怕什么？野狼看到铃木的车辆就一齐攻击过来，可他们对铃木车辆造成的伤害可以说是微乎其微。随着一刀一斧的挥砍，一只野狼倒在了地上。5分钟后，再无一只活物。感觉这些生物好像没有那么危险，智商都很低，只知道攻击。按理来说，野狼这种东西对危险感知应该是很强的，打不过应该逃跑才对。然而这些东西就根本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只知道攻击，哪怕是临死前都要给他的车子来那么一下子。恭喜玩家击杀10只危险 B 级灰狼，获得狼牙 X20、皮毛 X10、200克狼肉 X100。看着收获，铃木摇摇头，爱东西多大，根本就吃不完啊。随后他将100块狼肉取了出来，听起来不多，但当这些东西堆在一起后，视觉冲击力还是可以的，至少是对现在的人们来说是这样的。铃木的眼睛看着肉堆，咔嚓咔嚓拍了2张照片，直接打开区域聊天，未知图片 JPG 图片 JPG， 刚刚弄死了几个小宠物，随后就获得了这么多肉。你们说这没有冰箱，该不会坏掉吧？刚刚还热火聊天的聊天框，弹幕直接停下来了，徒留铃木那2张图片和一句话。铃木摸索着下巴，给打击到了。不应该啊！你们这个样子，一会我还怎么宣布信息是不是？不到10秒，信息瞬间爆炸。我靠，这是多少肉啊？多少肉不知道，我就知道这是个大佬，击杀一只野兽基本都是给10块肉，而这一堆，大佬收下我吧，我什么都能干。给 AGI 我也什么都可以，各种衣服都能穿。铃木大致看了一下，看来面对这种视觉冲击，一般人都有些顶不住。当然，也有一部分人对此并不在意，也不知道对方是真的强还是嘴硬。见时机差不多，铃木也要通知一声了。这些肉他吃不完，放着也是放着。稍后我会上架这些肉，这次是生肉，1份10克，只需要3份垃圾就可以兑换，这一次绝对物超所值。今天已经是第3天的，
或多或少都有人兑换到了实物。而垃圾这种东西，除非看见铃木上架商品时去兑换外，其他人要么手中没有垃圾可兑换，要么是想兑换已经晚了。这对铃木来说是一种损失，毕竟兑换完所有物品花费的时间太长了，这对铃木来说可不是一件什么好事。死，还有这种好事？不行，我的垃圾不能扔，我要留着。我靠，大哥你早说啊，早说我就不扔那些垃圾了。呜，每次我都赶不上，等赶上了垃圾都没了。铃木满意的点点头，你们最好把东西给我留好，到时候嘿嘿嘿。他打开交易中心，直接上架10块肉，这些足够兑换200个垃圾出来了。等兑换完之后继续上，毕竟他们攒垃圾也需要花费时间的。一上架，物品飞速下降，无论是水还是肉，下降速度都很快。虽说兑换只有很小的量，但架不住是用垃圾兑换的，所以根本就不存在思考的问题。看情况，估计还能挺上几个小时的时间。关闭界面，铃木启动车辆继续前行。今天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可没有那么多时间去看这些东西。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获得通用材料 X1、铁锭 X5、苹果 X5。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获得玻璃 X5、棉花 X2、金锭 X1。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释放 S 级危险生物野猪 X5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你弄出来野猪就算了，为什么这野猪上嘴上的獠牙那么粗那么长？还有那身上的泥浆结成的铠甲，未免有些太结实了吧？砰！野猪撞在车子上，车身一晃，而铃木的长刀砍在对方的身上，只留下浅浅的一道伤口。而这道伤口对野猪来说就如同挠痒痒一般。唉，铃木挂上倒档，无奈倒退，看来又要浪费不少时间。他连忙打开改装技能，将一块银锭和长刀放入其中。选项1，小幅度提升武器锋利度。选项2，小幅度提升武器灵活度。铃木眉头一皱，这跟之前不一样了呀。之前只是说提升锋利度，但没有前面的小幅度。如果是之前，他还不在意这些。但自车辆升级后，铃木很清楚所谓的小幅度是一个很小的单位。算了，先强化一波之后再说吧，晚上有时间的时候再研究一下。锋利度提升完后，铃木又放进去一个铁锭，增强了一下武器连接臂的强度。虽说强化的不是很高，但至少比刚才效果要强。现在一刀能够切开皮肤，造成更深的伤口。半小时后，5只厚皮獠牙野猪总算全部死亡，而铃木也硬生生的倒退了近20公里的距离。妈的，一群坑爹玩意！他要是想要获取3波箱子，后面就根本不能有任何耽误。恭喜玩家击杀10只危险 S 级野猪，获得野猪獠牙 X10、野猪皮 X5、500克野猪肉 X10、2米猪大肠 X5。其他的都很合理。最后这个猪大肠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你就是给个猪心猪肝也行啊，大肠是个什么鬼？铃木从空间中取出一根，一股臭味弥漫在整个空间内，他连忙收了回去。这玩意虽说好吃，但是收拾起来实在是太过麻烦。算了，到时候还是拿去兑换吧，谁愿意吃谁吃吧。1小时后，一只口中能够喷出火焰的狐狸倒在了地上。虽说只是喷出小火球来，但对铃木的冲击可谓不是一般的大。所以这个危险还包括这种东西。看着玻璃上黑色的印记，他就一阵后怕。当时那火球打在玻璃上发出的爆炸声，他差点以为自己要死了。恭喜玩家击杀一只危险 S 级喷火狐狸，获得喷火狐狸皮毛 X1、1级火属性金盒 X1。奖励不奖励的他现在不想看了，他就想知道刚才天空中响起来的是什么鬼。第17章迷雾。我先改装一波再说。恭喜匿名玩家开启全球迷雾12小时，迷雾期间可能会遭受野兽袭击以及未知灾难，请各位玩家小心谨慎。天空中传来了最开始的那个声音，只是这段话带来的消息并不是很好。迷雾，铃木很是纳闷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这东西还能由玩家开启吗？他只见外界世界瞬间被迷雾笼罩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前兆，就这么突然出现。不过好的一点是，他车子四周是没有迷雾的，大约有个7、8米的距离。当他打开车灯后，车头前方再次被驱散一部分，看样子能有10来米的距离。开灯能够再次驱散迷雾，只是这近光和远光好像没有区别啊。咔嗒咔嗒咔嗒，来回切换几次，依旧没有什么影响。铃木打开面板，直接询问：这个迷雾驱散跟什么有关系？车子每一级可驱散1米，车辆核心每一级可驱散2米，基础车灯可驱散5米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么说的话，基础就是3米，毕竟最开始是没有车灯的，也不多，有的车辆是有车灯的，也就是说不是3米就是8米了。但车辆后方和侧面都是3米，而他的话就是8米，车头前方是13米，好像也能够接受个屁哦。
铃木连忙打开改装技能页面，尝试能不能给车灯单独改装。之前他都是整车改装，亦或者说是给武器和采集器单独强化，他还没有尝试过给车子零部件改装过，也不知道行不行。在铃木祈祷声中，车灯真的可以选中。我靠，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过这一点啊？他要是早知道车子可以单独强化，还说好像不对，之前那个车座子不就可以强化吗？铃木猛地一拍脑袋，爱陷入思维误区了，以为只有拆卸才能强化，浪费时间了。他二话不说，开始尝试各种材料，铁锭、铜锭、木材都没用。加入银锭。选项一，小幅度提升照射距离，驱散迷雾3米。选项二，小幅度提升亮度，照射更清晰。必然选择一啊，这还用想？随后他又继续尝试其他材料，电子元件也能够增加驱散3米，那必然要改装。铃木思考片刻，还是将铁锭放了进去。选项一，在车灯前增加铁网，车灯防御力提高。选项二，车灯前增加2根电极，可释放电流进行电极，每次使用将消耗一定汽油。直接安装一个铁网，至于那个电极，铃木暂时没有这方面想法。改装完后，铃木看着车子前方灯光所照耀的位置，直接驱散一片，足足19米的距离。看着不多，但相比其他人来说，已经是远超了。砰砰，一阵沉闷的脚步声从侧方响起，一道3米多高的黑影在侧面迷雾中显现。铃木一愣，随后打火挂挡踩油门，一气呵成。至于与对方战斗，那体型战斗个屁啊！就算他车辆等级高，也不傻呀。万一对方实力超强，他那不是找死吗？由于迷雾的关系，铃木的车子开得并不快，时速不到40公里。按照目前的速度来看，晚上8点能够遇到第2次资源箱就不错了，而且他还不敢停下来。一开始那个声音所说的野兽袭击和未知灾难，他以为是资源箱开启的时候，但刚才的身影出现后，他说的就是迷雾中。看来晚上遇到资源箱也要速战速决啊，甚至之后他也不能停车，必须等到迷雾散尽才行。丁回收矿泉水瓶 X1， 获得塑料 X1。丁回收木质资源箱 X1， 获得木材 X5。丁回收杂物，获得汽油 11.8L。 铃木嘿嘿直乐，又是一波材料，简直太爽了。他慢悠悠地开着车，迷雾中时不时传来脚步声、吼叫声、打架声，而这一切都和铃木没有关系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想看看今天的情况。上面的数字属实是把他惊住了，85112。一上午死亡4000多人，昨天那些人还真是坑了不少。就今天他遇见的那些野兽，随便一个人遇到估计都是死字。幸好老子聪明，没有着急开箱子，不然估计早死了。昨天说话的那几个呢？不是说第一波没危险吗？你看又死了多少人？就铃木看文字这会的功夫，上面的人数又少了10几个，可以说每秒都在死人。有些人未必是今天死的，很多都受伤了，无药可治死的。所以说啊，还是量力而为吧。这句话我赞同。你像我昨天就断了一条胳膊，现在脸色苍白，估计明天啊我就死了。楼上牛逼！就在大家还讨论的时候，一个人放出了一张图片，是背包的截图，里面食物材料一堆，就连肉类也有不少。我相信大家都是国人，我们要互相帮助。我分享一个好的方法，那就是将车开到箱子附近，不要下车，直接用斧子开箱子，如果出来的是野兽，就赶紧关闭车门。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才能够获得这么多材料。如果有机会，我会成立一个工会，欢迎有志之士参加。我会分享更多的方法，大家加油。这图片一放，大家直接炸开了锅。我怎么就没想到呢？没说一定要下去啊！我靠，我真是够笨的。有这办法，为什么不早拿出来？估计效果也没有那么好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看着对方的背包，东西挺多，但跟他比还是差距太大了。但不得不说，这个人的方法确实好，毕竟他就是不下车才这么安全的。但这个方法不是没有缺点，那就是肉食会少很多。毕竟在车中战斗就是一个问题，毕竟每个人的车子是不同的，有的人适合，有的人就不适合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铃木摇摇头，这人还是有私心。想来最后一句话才是他的重点。不过工会是什么东西？是他少看了什么吗？他关闭区域频道，查看面板界面。第18章，队伍积分900。这也不多嘛。在个人信息面板中，确实是有一个选项叫做队伍。打开之后，上面有2个板块，一个是队伍成员，另一个则是队伍排行。此时队伍排行中已经出现了一支队伍，想来是刚才那个人的，只不过里面只有1个人而已。后面的分数是139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这个积分是什么意思？物资积分还是什么？他想了想，也建立了一支队伍。请输入队名。
他随便起了一个，之后可以选择是否添加密码。那必然是要添加的呀。创建好后，他的队伍也出现在了队伍排行中，并且还是第1名，积分更是高达914。他看了一眼积分说明，原来是这个样子。车辆每一级加20分，车辆核心一级50分，基础材料1分，图纸10分，永久图纸20分。这增加积分的项目还真够多的。按照这么算的话，我900还真差不多。随手关闭界面，队伍这种东西，铃木他还真不需要。车辆缓缓行驶，随着天色变黑，距离资源箱的位置也越发的近。铃木不禁吐槽，要不是开启迷雾的二货，我今天至少还能获得一组资源箱。他越想越来气，不过想想也是，谁能想到里面居然还有一个那个东西。他又看了一眼区域聊天的数字81223，4000多人没了，由此可见这个迷雾的杀伤力有多大。对了，他突然想起来自己的蛇胆还没有吃。他打开背包，看向蛇胆，咽了咽口水。这东西他真是有些下不去口啊，居然要生吞。主要是这一个蛇胆都快有他拳头大小了，他嗓子眼能放下这么大的东西吗？铃木取出蛇胆，深吸一口气，不就是吞吗？谁怕呀？他张开嘴，将整个蛇胆放入口中，用力一吸，破了，汁液顺着他的嗓子流了进去，身体中一股暖流浮现。然而他现在是一点都不敢动，万一沾到舌头上，他不得苦死啊！等到所有胆汁流光，他小心翼翼取出蛇胆皮，但还是沾上了一点。瞬间铃木表情扭曲，苦得他眼泪都流了下来。他连忙取出一瓶肥宅水，吨吨吨的喝了起来。呼，舒服了，这玩意怎么比苦瓜还要苦？他心中发誓，打死他都不再吃蛇胆了，这玩意真不是人吃的。蛇胆皮让他没有急着扔，而是打开了个人信息，先查看一下。姓名铃木，编号9527LLM002837，属性力量9，体质15，敏捷8，身体状况健康100，能量68，水分92，体质确实是增加了5点，这确实没有问题，有用就行。铃木随手将手中的蛇胆皮扔进回收空间中，他现在一点都不想看到这张皮。9点半，第一个箱子出现，是一个白银箱子。哟吼，运气不错，开场就是白银箱子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100克面包 X5， 汽油 20L， 万能药 X1， 又是一种新物品。万能药医治任何疾病，增加20点健康值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玩意应该有限制吧？他直接询问面板，那要是我胳膊没了，吃了这个药能再长出来吗？不能。也许觉得铃木的问题有些离谱，面板又详细说了一遍，残疾进来之后会自动补全身体，但在这里受伤导致残疾，并不会再次生长出来，并且根据损失比例会扣除相应的健康上限，请玩家小心谨慎。我靠，那你们也够牛的，居然还能给人补全，真溜啊！继续前行寻找物资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玻璃 X5， 汽油 20L， 电子元件 X2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通用材料 X2， 汽油 20L， 机关连弩图纸 X1。一路过来，每一个箱子里面必然有汽油，并且一个野兽生物他都没有遇见。铃木挠挠头，难道说今天的野兽都在早上那一波弄完了？随后最后一个箱子出现在他的眼前，铃木咽了咽口水，眼神放光。好东西啊！一个问号箱子就在路中间，没错，就是之前铃木仅仅遇到过一次的盲盒资源箱。砰砰！我靠，又来！铃木连忙用斧子打开箱子，这一次只有一个光球，他连忙用手打开光球，一个金属箱子掉落在地上，他直接将箱子收进背包中，开车迅速离开。透过后视镜，铃木看见一双血色的眼睛看着他，吓死爹了，那是个什么玩意？直到看不到迷雾中的眼睛后，铃木才放松下来。他打开背包，看向那个金属箱，车辆改造箱，使用后添加相应的材料，可对车辆进行一次改装。这玩意有神用，他都有 SSS 级无限改造技能了，他还需要这种东西？亏大了呀！他尝试点击使用车头金属网保护装置，铁锭 X10， 银锭 X2， 铜锭 X2。是否确认？是定向改造，感觉好像还行，至少他现阶段还没用改造剂触发出这个选项，留着也没用，直接用了。确认。一道粗壮的金属网笼罩整个车头前方的位置，车辆防御能力再次加强。午夜12点，迷雾散去，公路四周的白雪再次出现，天上出现了一轮圆月。铃木将车停了下来，拿出一个肯基基全家桶，凑合吃一口。炉子中重新添加上材料，车内的温度再次升了起来。还是这玩意好使啊！虽说空调温度够用，但是吹时间长了，嗓子干的难受。
远远不如这种炉火的感觉。打开交易中心，将水和肉上架，继续兑换垃圾物品。之后又换了几个图纸，其中包括了那个 USP 手枪图纸，直接将其升级为永久图纸。嘿嘿，这回自保能力直接上升了一个台阶。吃饱饭后，铃木也不着急睡觉，直接打开区域聊天，调整一下坐姿，打算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信息。第19章，第一周最后一天，你已经无敌了。转眼间已经是铃木来到这里的第7天，明天就是所谓的灾难日的日子，就是不知道这个时间要持续多久。铃木从床上睁开眼睛，就开始准备吃饭的东西。弄好后，第一时间查看温度，室外零下32度，室内零上20度。可能是因为外界温度有些过低了吧，光是靠一个炉子已经无法满足车内的温度了。不过这个温度铃木表示自己还能够接受。趁着有时间，他打开区域频道，24312，一个惊人的数字。3天的时间死亡了6万人，死亡了80%。但自从昨天后，死亡人数立马就开始下降。昨天晚上9点到现在10个小时的时间，也不过死亡了几百人而已。剩下的都是一群聪明人，找到了怎么应对突发情况。谁还有长柄武器，给我弄一个。用弓箭拉扯啊！我发现箭头沾汽油点燃的效果非常棒，尤其是对付有毛的生物。各位大哥们，手上有没有多余的棉花？咱们兑换一下。那个帅比车队的人，能不能联系我，告诉一下我密码？我也是很有实力的。今天的沟通也远比之前的几天好太多了，总算没有那帮傻子了。不过铃木还挺怀念那些傻子的，毕竟他们给提供的垃圾实在是太多了。自从人少之后，铃木所换取的资源就更少了。随后他打开队伍中的信息，这些天队伍数量也增加了不少，差不多有100多个队伍。有的队伍此时已经达到了30多人，距离50人满员只差一点距离。但没用，铃木一个人的队伍直接占据榜首的位置。帅比车队排名第一，积分4478。就这个积分，他还用掉了不少材料呢，不然这积分还能再多多。而排名第二的不过才4000出头，还是30多人加一起的积分。铃木摇摇头，对付一口早餐，随后开车出发。自第4天起，后续都是每400公里有一次资源箱，加上开箱子和遇到野兽攻击或者是灾害时间，一天最多也就能遇到2波资源箱。因为过了午夜12点，就算第2天了。第5天的时候，铃木半夜多开出去200公里，也没有遇到资源箱。第2天上午刚开出去300公里就遇到了。若想要获取3波资源箱，除非他现在的车速能够再提高一点，但显然这点是有些难度。5个多小时后，铃木见到了第1波箱子，时间也到了中午。运气不错，开头就是黄金箱子，希望别搞什么幺蛾子。最近这2天，每天第1个箱子上来就给各种动物，搞得他弄了一堆肉。最近烤肉都快吃土了。砰！铃木翻了白眼，这次确实是没有出现野兽，直接来了个野人。直线黄金箱子中一道光芒闪过，随后一个身穿兽皮、头发打绺、身高2米多的野人出现，手上拿着一根巨大的铁棒。就这东西，要是其他车遇上，估计就是死路一条。在那天获得车头防护网后，铃木这2天就开始对防护网进行了改造。此时的车头防护网已经覆盖了全车，可以说除了车轮没有包裹，其他的都包裹上了。在车头前方，铃木更是将这2天获得的武器改装了上去。野人，危险等级 S， 建议你已经无敌了。嘿，还是你懂我。铃木一脚油门直接撞了上去，随后打了一下方向盘，车头前方的武器直接将野人刮倒在地。野人的双腿上全都是伤口，鲜血顺着伤口流出。铃木直接将一刀一斧取出，对着野人就是一顿乱砍。就这样，他把一个 S 级威胁直接消灭掉。与此同时，几乎在差不多的时间里，所有人都遇到了相同的野人，只不过他们运气没有铃木这么好，都在想方设法的解决着眼前的野人。恭喜玩家击杀 S 级危险野人，获得粗糙的毛皮大衣 X1、铁棍 X1。没了，一个 S 级危险生物就给了2个东西。铃木打开背包，粗糙的毛皮大衣，如果没有更好的御寒衣物，他也能让你对付一下。看到这行文字，铃木恍然大悟，这是来送衣服来了。随后他打开区域频道，从上面的信息中可以看出所有人都遇到了。这是一个福利生物啊！妈的，我差点没吓死。那个野人的牙齿看起来还真是够吓人的，像鲨鱼牙齿一样。我直接跑了，直接就没打。我也一样。不是，你们是不是傻了？粗糙的毛皮大衣没有这个，你们怎么度过后面的灾难？大多数人都选择击杀，毕竟能够活到现在的大多数都是聪明人。然而依旧有那么一小部分人靠着运气活到了现在。铃木突然想到，最开始他好像获得了一件羽绒服，还有一件羽绒裤。他连忙查看了一下，羽绒服
保暖利器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他将保护你度过灾难。羽绒裤的描述也是一样的，看来他的运气还真是够好的。后续9个箱子依旧是给的食物、材料还有水，普普通通，没有任何新意，就连图纸最近都不怎么给了。铃木时不时的看一眼交易中心，图纸已经3天没有出现过来，完蛋了，肯定是这些人知道了。夜晚12点，铃木处于睡梦中，只有一个小油灯照亮整个车内，而外界却发生着天大的变化。公路的路线开始交错合并，在每辆车100公里外的位置，一些公路2条并为一条，而天空中开始下雪，一开始只是小雪花，而随着时间流逝，雪花渐渐变大，地面上白雪渐渐变多了起来。一夜过后，整个星球已经被白色掩盖。舒服。铃木将身上的虎皮被子掀开，一股凉气瞬间钻入被褥中。死！我靠，怎么这么冷？铃木连忙换上羽绒服和羽绒裤，随后连忙给炉子添加木头，又打着车辆打开暖风。车内的温度一点点回暖，他连忙看向温度计，当看到上面显示的数字，他一度认为这是不是坏掉了。第20章，新手保护期已过，凛冬之怒开始。室外零下55度，室内零上18度。我靠，这温度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今天可是第一天，居然就零下55了，怪不得室内温度这么冷，即便是他已经强化过的车辆都这么冷，更何况是其他人。不行，应该再弄一个炉子。随后他打开工作台，又重新凿了一个炉子，点燃炉火。只见房间的温度开始稳步上升，一直到零上26度才停了下来。虽说有些不合理，但这是求生游戏，能让你温度上来就不错了。早餐来个热乎的吧，弄份方便面，再烤一个肉，正好2个炉子，一个炉子烧水，一个炉子烤肉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22312，不愧是经历过第1周的人，能够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简单的。即便是夜里讲完，依旧有这么多人活下来了。我靠，幸好老子聪明，准备了炉子，不然昨晚的冻死。我刚才出去一趟，差点没把我冻死。棉服好暖和，简直是太舒服了。大哥们，谁有汽油？我要兑换 150L。 整体看来，大家对于现在的情况并没有多在意，不就是天冷吗？只要穿得暖，一切都不是问题。9点钟，铃木已经开出去1个多小时的时间。由于一直下着大雪，视线受阻，车速并不快。就在这时，天上传来了最开始的声音：幸存的玩家们，恭喜你们活过了新手保护期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死了接近8万人，你告诉我这叫新手期？欢迎来到凛冬之怒，感受来自冰雪的快乐吧。7天之后恢复正常，下一次的灾难活下来的人才配知晓。快乐你妹啊！他打开面板，只见上面显示着一个7天的倒计时，倒计时结束意味着这个凛冬结束。至于后面是什么，确实没有显示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大家都在激烈讨论，但他并不关注这些，而是打开世界频道。此时80亿，只剩下了21亿人，看来有的区域活下来的人很多嘛。不过这才过了1周而已，那这1周之后岂不是就只能剩下2-3亿？仔细一想很正常，如果说遇到的是丧尸那种灾难，估计也跟现在一样吧。关掉面板，铃木继续前行。也许是新的1周的原因，车辆行驶100公里后遇到了第一次的资源箱。初始第一个就是黑铁资源箱，运气还真是不错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100克面包 X2， 红烧牛肉面 X2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姜茶 X1， 万能药 X1。铃木挑挑眉，又是一个新物品。他将姜茶从背包中拿出来，一个纸质盒子出现在他的手中，里面是10个茶包，看起来还不错。铃木拿着杯子泡了一杯，浅尝一口，整个人瞬间就暖和了起来。姜茶一杯可驱散2小时寒意，让身体保持温暖，前提要穿好衣物哦，效果还真不错。继续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风力发电机图纸 X1， 取暖器图纸 X1， 银锭 X5。发电机、取暖器，图纸变多了呀。随后10个资源箱全部获取完成。铃木没有着急开车，而是打开交易中心，第一时间查看有没有人上架新的图纸。还别说，真被他看到了2个东西：制冰机图纸兑换铁锭 X10， 电子元件 X2， 银锭 X1。应该是同一个人上架的，兑换数字都一样。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兑换。根据上1周的情况来看，下一次的灾难可能跟炎热有关。不管有没有关系，先兑换下来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反正他资源现在用都用不完，唯一可惜的就是人越来越少了。要是能够开放全球兑换就好了。现在的交易中心依旧是区域内的。下午1点，铃木已经收取了第2批箱子了。奇了怪了，今天怎么一个野兽都没有遇见，而且怎么还缺了一个箱子？刚刚的一批箱子他只开了9个，
少了一个。他还特意倒回去看了，无论是路边还是道路中央都没有发现那个箱子，最终不得不放弃寻找箱子，继续上路。刚开走没多久，正在行驶的车辆突然打滑了一下，看来雪地开车必须要有防滑措施才行。铃木慢慢将车子停好，打开改装技能，一个框里放上轮胎，一个里面放上铁锭，果然出现了防滑链选项。这个技能现在智能多了啊，居然一次就出现了。花费4个铁锭改装出4个防滑链，又用了4个铁锭对其进行加强。再次行驶后，果然不打滑了。行驶10分钟后，铃木眯着眼睛，在风雪之中，他看到了2个红色的灯光，速度很慢，那该不会是车子吧？这公路不是一直都一条吗？由于雪天视线受阻，在最开始的位置上，铃木并没有注意到道路汇聚的情况，或者说几乎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道路汇聚。铃木恍然大悟，怪不得之前那个箱子只有9个，其中1个被前面的车辆开启了，但剩下9个为什么不开呢？随后铃木嘴角勾起一丝笑容，大兄弟对不起了，我车辆核心是要升级的，只能委屈你了。他一脚油门追了上去，一下撞在了前面面包车的后方，砰！只见面包车的后方玻璃瞬间破碎，车内的司机吓了一跳，冷风呼呼地顺着碎裂的玻璃灌了进去。戴眼镜的胖子回头看去，我你大爷，这怎么会有一辆车？他随手将手上的丝袜扔到了一旁，脚下狠狠地踩下油门。然而道路打滑严重，车速根本就提升不起来。铃木透过风挡玻璃看到里面的司机，原来还是一个小胖子，真是对不起了。车辆核心想要升级，必然要摧毁对方的车子，即便铃木不动手，对方也可能会动手。他不可能去赌对方是个好人，也不可能为了不伤害别人让自己遭罪。说他自私也好，说他不是人也罢，他只想在这个求生世界活下去罢了。第21章，开启2楼。这改装牛啊！小胖子脸上露出一丝凶狠，随手从空间中取出一把斧子，一脚踩下油门，拉上手刹。在刹车的作用下，车辆速度慢慢降了下来。虽说在铃木车子的推动下依旧能往前走，但这毕竟是在雪地上，即便是加了防滑链，依旧有些打滑。最后车辆的速度越来越慢，在铃木的目光中，前面的小胖子直接跳下车，手持斧子朝着铃木的主驾驶位置跑来，举起斧子就开砸。可惜在车子外面有一层保护网保护，即便是没有保护网，以铃木这个升级后的车辆也不是那么简单能够打破的。一把钢刀从车顶出现，一刀砍在了对方的脖梗处。3分钟后，铃木轻叹一声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。恭喜玩家击杀编号 9527LWM911277，获得车辆核心 LV1X1， 无主车辆 X1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直接抢夺车辆核心。铃木看了一眼后视镜上面的车辆核心，他一伸手便将上面的珠子拿了下来。如果从别人车上拿下来，应该也算吧。可这种方式几乎是不可能，谁不看着车子？他思考了一下，拿着核心来到外面。凛冽的寒风吹在身上，铃木浑身一抖，真冷啊，刺骨的冷。车辆核心离开车辆，请在3小时内放回车内，否则视为放弃车辆。果然啊，一点漏洞都不让你钻。想要随时带着车辆核心显然是不可能的，你下车了，核心依旧要留在车上。这也意味着一般人并不会离开车子。想要获得核心，最终还是要对抗。凡是想要在这里活下去的人，不是你对我出手，就是我对你出手，根本就无法逃避。坐在椅子上，铃木看向个人信息中的车队，不知道车队内部之间可不可以动手呢？他摇摇头，以后再说吧。铃木搓搓手，既然核心到手，那是不是可以提升等级了？他点开车辆核心，无法升级，4个大字打碎了他美好的想法。升级要求：车辆核心 LV2， 车辆核心 LV1X2。你是老母猪戴胸罩，一套又一套啊！一辆车不行，还要2辆车，这不是逼着大家互相动手吗？铃木摇摇头，随后看向那个车辆残骸，既然能够收进空间中，是不是可以利用呢？他直接将残骸放到改装技能框中，只见圆圈开始旋转。5分钟过去了，圆圈依旧在转。10分钟过去，还在转。铃木摇摇头，慢慢转吧，我要开车走了。一天下来，铃木收了5波资源箱，可以说是大赚特赚。还是第一天爽，我直接弄了40个箱子，要不是遇到了野人浪费了10个，今天能够弄到50个箱子。今天箱子给的资源真丰富啊，给了好多药。我也有药，可惜能不能把失去的部位长出来。铃木一边吃着东西，一边看着聊天框中的聊天信息。看来大家收获的都很不错嘛，资源也相差不多。尤其是图纸这方面，大家或多或少都有个2、3张。叮，脑海中传来一声脆响，随后改装技能界面自动跳了出来。选项1，开启2楼。选项2，车辆属性全方位小幅度提升。选项3，
增加一节小型车厢。看着3个选项，铃木妈撒着下巴，除了选项3，其他2项她都想要。属性提升，她现在可是受益人，哪怕小幅度提升也是提升啊。但是开启2楼这未免有些过于离谱了吧？说实话，她还挺好奇的，这个开启2楼是什么东西。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选择选项1。在他选定后，车辆开始剧烈晃动，铃木连忙抓紧扶手。我靠，要不要玩得这么大？随后车内闪烁着彩色的光芒，从外面看，车辆被七彩光芒笼罩，车辆不停地晃动，但大小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就在铃木快被晃散架的时候，车子终于平稳了下来。车辆信息跳入铃木眼中，他定了定神，看向上面的介绍，上面标注了车子的空间变化，一层层高，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，依旧是那么的矮。在界面上多出来了一个2楼，面积大小和楼下的没有任何区别，但因为没有驾驶位的原因，所以可利用面积更多了。除此之外，就是层高，2楼层高达到了 2.5 米，这可比下面要宽敞多了。看完整个变化，铃木倒吸一口凉气，眼神冒着光。我要是多弄一点车，岂不是能够将车辆改装成楼房？临睡觉前，铃木最后逛了一下交易中心，合适的图纸直接购买，不合适的直接放弃。看了一眼区域聊天的数字，铃木皱了一下眉头，人数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，不应该啊，我都遇见了其他车辆，别人就没有遇见吗？他忍不住在频道中发上一段话，今天你们有没有遇到其他车辆？我今天正开车的时候，一辆车从我身后出来，对着我就一顿撞，幸好我跑得快，不然我死定了。啊，你也遇到了吗？我也遇到了，还是3辆，不过我们倒是和平相处了。我就说我怎么没有箱子，原来我前面有人啊。这有啥，我也撞别人了，可惜除了刮掉点漆没啥意思。能够活到现在的车子都是省油轻量型车子，大雪天的有什么攻击力？反正我遇见了也没浪费时间，顶多就是抢箱子费劲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有人遇到了3辆，有的人觉得杀伤力不够。那这么说的话，岂不是他在这个阶段可以为所欲为了？只是他是怎么遇到3辆的？铃木看向左右后视镜，后方漆黑一片，没有一丝光亮，前方也是一样，难道没有车子过来？至于更远的前方，铃木并不相信有人，毕竟这一路上的箱子可都被他拿走了，如果前方有车的话，他根本就拿不到箱子。算了，遇到的时候再说吧，说不定后面还有什么幺蛾子等着呢。第22章，木材狗都不换，瞬间清空。最终铃木还是决定回到楼上去睡觉，有那么宽敞的地方，谁没事还住拥挤的地方？凛冬之怒第2天，铃木舒舒服服地从楼上爬下来，看着眼前的楼梯，这楼梯未免也太特别了吧，就是那种干活用的铁质梯子，要多简单就有多简单。算了，凑合着用吧。铃木打了个冷战，看向温度计，室外零下60度，室内零上8度，怪不得这么冷呢，都8度了。真不知道那些只有2级的车辆是怎么生存的，估计车内温度都到零下了吧。铃木第一时间就是添柴，之后连忙打开空调。10分钟后，温度渐渐恢复到了零上15度，呼，舒服了。只要再过上一会时间，温度应该就能够达到27度左右了。早餐来上一碗热腾腾的泡面，再来一份肯基基全家桶，就这么凑合一下算了，吃太多也不好。他靠在驾驶座的椅子上，一边吃着东西，一边打开区域聊天。人数变化不大，大幅度下降人数时候已经过去了。我靠，外面零下60度，你敢信？这还怎么去拿资源箱？穿厚点不就能拿了吗？这还不简单？快别说了，车辆升到2级根本就扛不住，有没有多余材料的？我拿食物换。车队收人，团结力量大，资源共享，大家共同富裕。大家都小心一点，我刚才差点被一辆车给撞飞了。大家大多都在说温度的事，看来这个低温天气对大家的影响不是一般的大。铃木看了一眼温度计，此时温度已经到了25度。他又看了看自己的炉子，忍不住在频道中打字道：你们就没有人点炉子吗？这炉子点上很暖和啊。你是不是傻？烧炉子要用多少木材？谁有那么多材料？一看就是睿智，木材最近多难获得，谁有病把这个给烧了？铃木一句话引来了一群人的嘲讽。他打开背包，看向自己那300多份木材材料，丁，成功回收木椅1个，获得木材 X10。材料很难获得吗？要不要赚一波？他看了看自己的材料，最终上架了100根木材。木材 X5 兑换通用材料 X1，一共20份。铃木也不知道这个价格能不能兑换出来，毕竟那是通用材料。过了能有5分钟，区域频道中就对铃木口诛笔伐。这谁啊？想钱想疯了是吧？这兑换比例合理吗？傻子才兑换呢，通用材料那么少，肯定有用。就是狗都不换。交易中心中，
铃木刚上架的木材几乎转瞬间就被兑换一空。铃木这边正在浏览图纸呢，东西就卖没了。说好的狗都不换呢？看着多出来的20个通用材料，铃木很是开心。嘿，这帮人还真是够傻的，拿通用材料兑换。立式风扇图纸铁锭 X2， 木材 X5， 小型冰箱图纸木材 X10， 风力发电机图纸铁锭 X10， 铜锭 X5， 万能药 X2。 铃木二话不说直接购买，他算是发现了卖这些人的智商多少有些问题。这东西留着不好吗？一看接下来肯定有用。其他人都快活不下去了，我还留着图纸干什么？在另一条路上，一辆金杯车在路上疾驰。姐，那个风力发电机图纸就这么便宜卖了？舒心，这种东西咱们留着只是一张纸罢了，这个要你拿着，万一需要就抓紧吃了。舒逸也是没有办法，材料本来就很稀缺，再弄一个这个更难。好吧姐姐。一旁的舒心将要放进了自己的背包中。咦，你看看这个人是不是之前购买我们图纸的人？他东西怎么那么多？舒逸打开交易记录查看，确实是同一个人，可能人家实力强大吧，要是能够和他组队就好了。姐，要不你问问？你运气这么好，说不定真的可以呢。在舒心看来，他姐姐简直就是气运之女，第一天就搞到了一个玩家搜索器，直接找到了他，第二天更是弄到了传送器，将他接了过来。可惜运气好是好，但东西消耗也不是一般的大，两个人结余也很少，毕竟只有一条路的箱子而已。嗡，一辆汽车从后方慢慢逼近，舒逸开着车将道路让开，然而对方再次来到他的车后方。姐，小心，这辆车有可能是要攻击我们。开车一直都是舒逸负责，而舒心则是长期混迹在区域频道中收集各种资料。在看到对方这一操作后，他瞬间就猜到了对方的想法。咱们怎么就这么倒霉？昨天他们还没有遇见一辆车，今天就遇见了，而且对方的车速明显要比他们要快。倒不是说他们车辆的速度不够，而是雪地中本就开不了太快。姐，咱们的武器对付车辆好像还差一些。舒心看着背包中的长刀、长矛、长弓、手弩等一系列武器，这种武器对车辆根本就无法造成伤害。砰！车身一阵晃动，舒逸面色有些苍白，透过车中的后视镜，他能看到对方驾驶位上的那个人的丑恶嘴脸，显然是要击杀他们获取车辆核心。你问问那个人能不能租借我们武器。好。铃木吹着口哨，行驶在路上，眼神时不时地看向身后。刚才已经收获了第一批物资箱，说明前面没有车辆。不应该吧，就一辆车。就在这时，铃木慢慢放下车速，缓缓停了下来。在路的另一侧，一条带有轮胎印记的路出现在他的左侧。看情况，应该已经有车开过去了。这个深度和落雪情况，应该是刚过去不久。这运气挡也挡不住啊！他直接油门踩满，朝前方追了上去。铃木突然想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，他连忙打开面板。面板大哥，昨天我弄的那辆车，他手上的材料我怎么没有看到？他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，蚊子再小也是块肉，是不是？这东西你们总不能给吞了吧？第23章租赁功能。那我要一半物资。对方的物资一直都在车辆核心中，玩家选定之后直接提取即可。听到这话，铃木松了口气，东西在那就好办了。提取之后，车辆核心还在吧？玩家请放心，肯定在的。那他就放心了。那我要是直接选择升级核心呢？材料直接消失，他就知道，这果然就是个坑啊！也幸好那个车辆核心等级低，要是高的话，他说不定就直接升级了。铃木相信，其他人在获取核心第一时间肯定是升级核心，毕竟车辆升级可是对车辆核心是有要求的。大部分人的核心只有1级，大多人的车辆等级都卡在2级，这遇见了不升级就怪了。铃木忍住吐槽的嘴，打开背包，直接点了一下核心，果然出现了一个提取按钮。提取，叮，提取成功，几乎就是瞬间完成的事。材料数字变化并不多，多出来的物品也不多，毕竟要比材料种类，应该没有人能够比它多了。只是看着多出来的东西，铃木眼皮直跳。你这个浓眉大眼的小胖子，弄这些东西，你日子不想过了？这些东西给他有什么用？使用过的白丝，使用过的字母丝袜，使用过的原味内衣，足足12个，全都是这种东西。铃木一脸嫌弃的将东西取出来，随手扔进了废物利用空间中。真是个色胚啊！叮，很清脆的声响。铃木疑惑的打开面板，在邮箱上显示着一个数字1。奇怪，居然还有人给自己发信息。铃木打开邮箱的文件，是之前跟他交易的人。兄弟，能不能借我一把武器？我一会还给你。铃木撇撇嘴，借给你东西，你还能还回来？你当我傻子吗？老弟啊，别以为咱们交易了2次，
就能够骗到我，想借武器门都没有。另一面的舒心看着聊天信息，眨了眨双眼，什么意思？他就只是想租赁而已，什么骗人？姐，他这什么意思啊？舒逸看了一眼，你跟他说明白，是租赁，估计他还不知道有租赁功能吧？这种小功能估计也没有人去在意，毕竟不是谁都像舒心这样详细研究这个面板的使用。大哥，我是想要租赁武器，租赁3个小时就行，价格你开。叮，铃木被雪得反光刺眼的难受，又听到信息的声音异常心烦，但当看到上面的文字后，整个人一愣，这还有租赁功能吗？好像还真的有。你想要什么武器？能够对付车辆的就行。对付这辆，看来对方遇到车了，要对方的核心，估计不能给。铃木眼睛一转，我可以租赁给你们武器，但是我要对方一半的材料，如果同意，现在就可以租赁。铃木不担心对方不同意，这是双赢好不好？你既然没有武器，我给你提供武器不就好了？但东西要一半很合理吧？毕竟你没有我的武器，你连一半都没有。过了2分钟，对方同意了。抵押物很简单，就是普通的材料一样20份，就算对方最后反悔了，铃木也是赚的，但以后这个人直接就会被他拉黑。姐，这是你当时交易的那把手枪和子弹，早知道当时咱们留下来好了。舒心心脏是痛的，这2个都是他们的东西啊，这也太扎心了吧。舒逸嘴角抽了抽，关键当时咱们也不知道能够弄到子弹设计图纸，算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舒逸运气是好，但也不是天天好，大多数都是一些没有什么用的图纸和材料，食物和水反而少得可怜，不得已才拿出来那么东西去贩卖，养活2人。一会可能会发生碰撞，你小心一点。你先去后面，等到车窗破碎的时候，直接对着对方开枪。舒心咽了咽唾沫，直接开枪杀了对方吗？他的手微微颤抖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他可是连鸡都没杀过的人啊。舒心记住，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未知的世界，你看看那每天都在下降的人数，再想想我们姐妹2个，你必须动手。舒逸神色严肃，你回头看看那人的神情，你觉得他会放过我们吗？舒心转头看去，那个男人笑容异常瘆人。我知道了。舒心直接爬到后方，右手握着手枪，不断深呼吸。准备好了，对方要来了。在碰撞的瞬间，舒逸踩下了刹车，砰，哗啦，后面的玻璃经过几次碰撞后破碎了。后方的男人也不好过，突然的剧烈碰撞让对方撞在了方向盘上，整个人晕乎乎的。舒心第一时间站起身子，顶着凛冽的寒风扣动手中的扳机，砰砰砰，一连几枪射出，男人脸上带着惊恐的神情倒在椅子上。舒心喘着粗气，双手颤动，刺骨的寒风让他惊醒。我杀人了，我杀人了。舒逸摇摇头，连忙打开车门，来到后面，跳上对方的越野车，翻找一圈，不禁皱紧眉头。你问一下面板，我们能不能换到这辆车上？还有那个仓库在那里。10分钟后，两女直接将越野车开走，男人的尸体和他们之前那辆金杯车留在了原地。如果这是被铃木知道了，绝对会说他们败家。越野车后面的面积才多大，金杯车后面面积多大，这一下亏大发了。呀，这人东西好多啊，真的要给对方一半吗？舒心看着多出来的这么多材料和食物，有些不舍。既然答应就给吧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。虽说以后我们也会有武器，但万一需要别的呢？舒逸看着背包中的一把霰弹枪，内心一阵后怕。这要是没有接到武器，他俩估计都要交代在这里。好吧，那我给对方发过去。扣除之前抵押在铃木那里的材料，舒心又给铃木发送了一些食物以及3张图纸。心好痛啊，一下子给了那么多东西回去。那有什么的，抓紧时间将车辆升级吧。一会弄出一个炉子，咱们也引上火，这温度实在让人受不了。第24章，舒适棉服。交易中心探探底。铃木看着交易过来的物品，挑了挑眉。他们运气还真不错，遇到了个大户。随后一个视频发送了过来，是提取物资的视频。这人做事还真是滴水不漏，让人挑不出毛病来。但这玩意居然还能拍视频，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？第一次知道拍照片是在区域频道中知道的，现在拍视频也是通过别人知道的。租赁功能也是这个人告诉的。铃木摇摇头，自己这是啥都不知道啊。但无所谓，功能有什么用？能够有我材料有用吗？能够有我食物有用吗？铃木看着自己的车，突然想到了特性这回事，他连忙给对方发送信息。你们的车辆升级到2级特性是什么？舒心看到这条信息，立马看向舒逸。姐，对方问我们车辆特性，我们要不要告诉对方？舒逸想了想，点点头，告诉他吧。既然他问了，那就说明这个东西大家都有，顺便也问问他。好，舒心连忙输入信息。我们之前是一个金杯车，特性是巨能装，空间背包1000个。
现在换了一个越野车，特性是坚固，增加自身防御力200%，随等级提升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特性怎么感觉好像没有什么意思呢？背包1000个，他现在也不过55格，好像已经不够用了呀。铃木想到那个车辆核心材料都是从那里面提取的，那就说明只要提升车辆核心，那背包格数应该就会变多吧。也许别人1000格没有用，但他1000格说不定还真的不够用。至于所谓的增加防御力，自己那个改装技能就足够了。别说是提升到200%，就算提升到1000%也能够做到。这特性用处还真不大。大哥，你的特性是什么？看着对方发送的消息，铃木随意的回道：我的车辆是加速，可以提升20%速度上限。至于车辆品质，谁都没有提及。下午5点，铃木遇到了第3批箱子，果然跟之前一样，一天增加100公里的距离。那看来后面3天应该依旧是500公里一波呀。铃木摇摇头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以他现在的速度，一天顶多一波。咚！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舒适棉服图纸 X2。铃木挑挑眉，棉服这个东西，工作台不是能够制作吗？舒适棉服图纸，布料 X5，棉花 X5，塑料 X1，好像有点不同。这材料比工作台需要的材料要多得多。他没有着急继续找资源箱，毕竟现在知道前面没有车，所以也就不着急。铃木打开工作台，先是用2布料2棉花制作出一件自带的棉服，拿出来一看，就是普通短款的棉服，很薄，保暖肯定是保暖，但看这个厚薄程度，估计不咋地，效果还不如那个粗糙的毛皮大衣一半。随后他先将2个图纸变成永久图纸，随后直接制作一件衣服出来。通过图纸制作的衣服是中长款，差不多能够到膝盖的位置，整体也厚实了许多，但和他的羽绒服套装比起来，保暖要差得多。舒适棉服提供一定的保暖性，搭配一件外套，效果会更好。铃木点点头，这效果确实是比自带的要好得多。多少写的是一定保暖性，自带的连保暖都没说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东西自己又没有用，卖的话定价多少合适？他思索片刻后，将舒适棉服上架，先试试有没有人买。舒适棉服兑换棉花 X7 加一件无缺损衣服加任意垃圾 X3， 衣服可以提供布料，垃圾可以提供其他的材料。不管怎么想都是赚，我特娘真是个天才。铃木相信寒冷结束之后，这个衣服大概率是没有用了，到时候再低价回收回来，再换成材料。完美。上架之后，铃木便不再搭理，继续开资源箱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石料 X5， 汽油 10L。 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小型冰箱图纸 X1， 通用材料 X1， 解毒药剂 X1。 又出现了一个新物资，解毒药剂，难道下一次出现的是毒物而不是高温？铃木摇摇头，不管了，反正不管是什么，他反正也不出去。今天运气不错，一直到夜晚最后一批箱子回收完毕后，铃木也没有遇到任何野兽。铃木伸了懒腰，准备吃饭。叮！成功回收普通衣物 X1， 获得布料 X5。 果然啊，自己的想法就是对的，这东西还是可以卖出去的，并且自己一点都不亏。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制作了20件棉服放到交易中心中，看看交易速度。你们慢慢换，等这次冰雪天结束之后，才是他赚钱的时候。铃木吹着小曲，拿着个铁锅架在炉子上，随后将鸡肉扔进去，调料包什么的往里一扔。今天不着急睡觉，弄个炖母鸡吃吃。等待的同时，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20881，死亡不到2000人。今天的死亡大多都是因为天气的原因，毕竟有一部分可是没有击杀野人的。其实只要击杀野人，这个温度抗一抗，其实就过去了，顶多就是难受。当然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没有使用炉子，那这又能够怪得了谁？按照现在的进程看，最后一天岂不是要零下100度了？我靠，那还活不活了？就外面现在的温度，我车内都已经零下10度了。你们还真不用炉子啊？空调也不用吗？不是，哪里来的空调？铃木诧异地看着上面的信息，居然还有人没有空调，那岂不是说还有一些人的车辆连3级都没到？不是，没有3级，这些人是怎么走到现在的？不只是铃木一个人疑惑，另外一部分获得过车辆核心的人也很疑惑。只要正常开箱子，大多数人都能够升级成功，除非运气特别不好的。嗡嗡，铃木抬起头，从右侧的后视镜中，铃木看到了一抹亮光，并且距离他越来越近。第25章，既然你不动手，那我就动手了。铃木也不管炉子上炖的鸡了，直接打着车辆缓缓行驶起来。虽说他的车经过了数次强化，已经非常坚固，但这要是被撞一下也不好受。后方的车辆距离越来越近，但因为黑夜的原因，
他除了知道那是一辆车外，其他什么也看不见。5分钟后，你倒是往前开啊！你跟在我屁股后面干什么？大哥，我就一个垃圾车而已，你至于怕我吗？铃木真是服了，从对方车灯高度看来，这辆车的高度绝对比他高，那这说明对方怎么也比他大才对，最差也得是个越野车吧。结果这个车就是不走前面来，他车速都降到40公里了，后面的车也不超车。铃木看了一眼炉子上的盾机，上面显示着还有10分钟的倒计时。你不是不过来吗？你等我的鸡炖好的，你看我怎么治你的。铃木打开工作台，制作出长毛的毛尖，随后打开改装技能，一个格子中放入毛尖，一个里面放入铁锭。选项1，车后方安装固定长毛，长度2米。选项2，车后方安装延长性武器，可控长毛。选项3，车后方连排武器，增加数量1。选3，车身轻微晃动几下便结束了。一会我一定让你爽一把。铃木继续使用改装技能，将每个长毛进行了2次改装。叮！经过宿主多次使用无限改装技能后，技能升级。铃木看着突然跳出来的信息，有些摸不到头脑，这玩意还能升级的？他看着跳出来的界面，也没有什么区别啊，不还是原先那个样子吗？铃木打开改装技能，整个人愣住了。原先是2个框，现在变成了3个框。除此之外，多了一句话，也正是这句话让这个技能再次提升了一个层次。玩家可提供一个改装方向。没错，可以提供方向，这不比他那个智能强多了。每一次他强化的时候，总是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改装选项，简直就是无语。而且就算他重新将材料放进去，几个强化选项几乎就没有太大的变化，最终浪费了不少材料后才达到他想要的一个效果。可是这玩意为啥能够升级？他再次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对方已经跟在他身后。既然不上来，他再研究一下。面板大哥，这个技能是可以升级的吗？所有的技能都是可以升级的，可是这上面也没有写能够升级啊，也看不见任何条件啊。技能升级显示预计在第3周开放，请耐心等待。不是，你们这怎么还每隔一段时间更新一次的？这位玩家请冷静，我们没有想到有人会获得技能，更没有想到有人会使用的这么频繁，请耐心等待，时间到了自然会开启。铃木撇撇嘴，合着还是他的问题了呗。这其实也不怪求生游戏，按照他们的计算，这些东西每隔一段时间开启一个功能就好了，根本就没有想过有人在刚开始就获得了技能。就算是有人获得了这个技能，也不会有人会选择没事就改装，毕竟材料这东西可是很珍贵的。但他们好死不死的遇到了铃木这个逆天的存在。铃木不管这个游戏幕后的人是怎么想的，他就知道盾机已经好了，他直接连锅带机一起收进了空间中。既然你不上前面来，那我可就动手了。他一脚刹车下去，随后车尾灯的部位伸出一排长约1米的长毛，后方的车也连忙踩下刹车，但由于没有防护链，再加上距离有些近，两车直接相撞。铃木只是感到轻微震感，后方的车也一样，并没有什么太大感觉。后方的司机还一脸奇怪，为什么明明相撞了，但没什么感觉的呢？铃木嘴角勾起一丝笑意，只见每一个长毛伸出一根根倒钩，将车头内部的一些零件狠狠勾住。他挂上前进档位，一脚油门，直接带着后方车辆前行。后方车头与铃木车位相连的位置发出嘎吱嘎吱声，砰！一堆零件掉落在地上。后方司机见状大惊，我靠，这什么玩意？他害怕了，早知道还不如超车过去了。他在后面一直想办法怎么获得最大的利益，还没等他想出来呢，铃木就动手了。然而铃木可不会给他逃走的机会，在后方车辆刚一打方向盘准备逃跑的时候，铃木倒车了，砰！长毛插进车中，倒钩升起。后方司机看着副驾驶伸出来的倒钩长毛，咽了咽口水，这什么东西？咚咚咚！后方司机僵硬地转过头，只见铃木呲着牙看着他。啊！男人惨叫一声。铃木挠挠头，你见鬼啊，喊什么喊？他抬起右手，一斧子下去，直接将玻璃打碎，随后掏出手枪，对着对方的头颅就是一枪。打开车门，将尸体扔到外面。跳上车，第一时间就是拿下上面的车辆核心。车辆核心 LV2。铃木挑挑眉，居然是个2级的，那看来这应该是几条路合成的一条路。看来死亡的那些人应该不只是冻死那么简单。铃木将核心收进背包中，随后检查了一下车辆，没有特殊的物品。跳下车，将车子收进背包中。一会回去问问那人，他们有没有尝试将车子收进背包中，看看到底是所有人都能收车子，还是只有自己能。临走的时候，他看了一眼地上的人，思索片刻，铃木直接上手将对方身上的外套扒了下来，
裤子也扒了下来，就给对方留下一条秋裤和秋衣，怎么也要让人做个体面人不是？回到车上，随手扔进回收空间中。半小时后，铃木擦干嘴角的油渍，不得不说，这个求生游戏还真会体谅人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就算是不会做饭的人也能吃到美味的食物了。他本就厨艺一般，做出来的东西能吃，但好吃不到哪里去。但在这里，只要将东西扔进锅里，倒上水，其他什么都不用管。时间一到，就是美味的饭菜。接下来就是升级的时候了。第26章，车辆升级，特性加强了。叮，车辆核心提升至 LV3， 荷载人数3，背包扩充100。哟吼，没想到背包居然变大了。他打开车辆核心的数据，车辆核心等级 LV3， 荷载3人。看来应该是每提升1级就会增加一个荷载人数。但是你升级核心就要吞噬其他车辆，按理来说大家都是敌人才对，可这荷载人数又像是让大家合作，还真是会玩啊。他不禁想到最开始的那句话，人心是值得深究的东西。也许是想弱小的人联合，强大的人独行吧。铃木耸耸肩，这跟他可没有什么关系，他更喜欢一个人。如果真有人一起组队的话，他反而不安心。随后他看向车辆界面，看了一眼材料，全都有。升级，车辆震动，光芒闪烁。这一次比之前任何一次花费的时间都要长。5分钟后，车辆升级成功。叮，车辆提升至 LV5， 车辆空间扩张1倍，开启工作台自由制作模式，特性效果提升。铃木回头看了一眼车子，确实变大了，长度翻了1倍。自由制作，玩家可按照自己的想法制作物品，材料与所制作物品大小有关。铃木看着这个东西陷入了沉思。片刻后，他问向面板：我可以制作坚心炮吗？可以，只要玩家制作出所有零件并组装完成即可使用。所有零件果然是有难度，不过这对于那些军工人士可是一个超级福利啊，手搓 AK 应该没有问题吧。死！铃木突然觉得事情变得棘手起来。好在大家现在大多都是 LV2， 好一些也不过是 LV3， 至少现阶段不需要担心。看来自己要抓紧时间继续改造车辆了，不然等后面有人创造出大狙，自己岂不是落后了？铃木摇摇头，应该没有那么快，他们想要晋升到 LV4， 至少也有1周到2周的时间。就算有人晋升了，也未必能够制作出来，子弹就是一个大问题。而且就算是遇到了，他也会先下手的。铃木打开车辆信息，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D 级，等级 LV5， 油箱 200L 200L， 油耗 1L 10公里，车速100公里每小时，功能高级防寒，中级隔热，中级防御强度，初级攻击能力。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座回收口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，分解率提升 50%。升级要求：铁锭 X50， 银锭 X10， 铜锭 X10， 玻璃 X8， 橡胶 X4， 车辆核心 LV4。功能上提升了一些，不过这个初级攻击能力是个什么情况？他的脑海中并没有感受到车辆有什么攻击能力啊。玩家自行改装的能力也算作功能的一部分，合着这里面大多都是自己弄出来的呗。面板大哥，正常的话功能数据是什么样子的呢？1到2级只有基本御寒能力，3级有隔热能力，4级增加防御和攻击能力，具体情况跟各个车的品质和品种有关。关于最后一点他是认同的，一个坦克出门的防御力绝对是拉满的，攻击力没有炮弹有个屁的攻击力。技能升级他已经看过了，暂时不着急用。而特性提升 50%， 也就是说他能够获取8个材料的垃圾直接变成12个。不过还是要问一问面板大哥，问一下，如果一个物品只分解出5个，那这个提升之后怎么算？7个，这就被吞了 0.5， 这自己不是很亏吗？ 0.5 个也是材料好不好？面板大哥，你这个不合理啊，4舍5入你得入啊，你这数学学习的不好啊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虽说是白来的东西，但车辆升级可是靠自己努力获得的东西，自己必须要争取一番。面板大哥，那我要是一次放2个分解5个的垃圾，会给我多少？15个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我不问你是真不说啊，差点就错过了。想到这里，他心思一动，面板大哥，和我拥有相同特性的车有多少？就目前情况来看，这些天他没有在交易中心中看到有人购买垃圾，只有用了的人才知道这辆车的恐怖之处。就算没有他这个改装技能，但他用来制作物品、出售材料也能赚翻。升级车辆简直就是轻而易举。没有啊？铃木很是讶异，这车不就是一个 D 级车吗？垃圾清理车，一个 D 级车而已，怎
怎么就一个都没有？玩家50%是 C 级车，35%是 B 级车，15% A 级车，至于 D 级只占据0.5%，其他则是 S 级以上的车。垃圾车此次世界中只有8辆，不过其中7辆已经消失了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合着我这 D 级车辆还是个稀有物种呗。他直呼好家伙，居然能够跟高等级车辆相比，简直就是闻所未闻。铃木摇摇头，这样最好，全世界只有这么一辆车拥有这种能力，那我不就是唯一了吗？哈哈，以后自己一定要做世界最大的垃圾公路之王。他看向最后的升级条件，所有的材料他都有，就差车辆核心升级了。看来还是要多动手啊。铃木不禁想到，按照这么弄的话，他需要击杀8个车辆才能够将核心提升到 LV4， 最终的目的还不是互相动手吗？车辆核心只有这一条获取方式吗？不，之前的盲盒也获取过，可惜盲盒遇见的几率太小了，少到忽略不计。他询问了面板，但面板并没有说车辆核心具体获得方式，只让他自行探索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晚上11点。他打开交易中心，看向交易记录。自他20件衣服上架后，几乎每过1分钟就会成交1件，总共花费不到20分钟的时间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来大家手上材料还是挺多的嘛。第27章，车队传送功能。容易控制不住自己，他将所获得的衣服和垃圾扔进垃圾回收装置中，之后又制作了20件舒适棉服上架。舒适棉服兑换棉花 X10 加布料 X2 加1件无缺损衣服加任意垃圾 X3。他加价已经很良心了好不好？就加了这么一点，像他这么有良心的商家已经不多了。当然，他不会承认是因为制作台中的衣服要求的材料数量太少了的原因。铃木伸了个懒腰，顺着梯子爬到2楼。车辆升级完，不仅仅是车子变长了，1楼的层高也变成了 2.2 米。这一下，铃木终于可以站着走了。来到楼上，直接钻进暖和的被窝中，进入了梦乡。他是睡了，但有的人还没有睡。不行了，我车内温度已经零下15度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睡觉。谁让你们舍不得用木材了？一个木材可以分成10根木棍，3个木棍1小时，已经够划算了。告诉大家一个秘密，车辆提升到3级就有空调了。材料我都有，哪个雕大的送我一个车辆核心。交易市场又出现舒适棉服了，那玩意确实比自己做的要好，抓紧去抢吧。然而片刻后，有的人购买了，有的人则是开始骂了起来。叔父，这可比工作台制作的强多了，估计工作台那个穿4、5件才能有这个效果，但那样太过臃肿了。你们还真买啊？这价格比下午贵太多了。大家都是华国人，应该互相帮助才对。就是说啊，怎么能够只想着赚钱呢？楼上俩傻子，谁逼你们买了？你不买，有的是人买。次日，凛冬之怒第3天，室外零下65度，室内零上18度，温度果然再次降低了5度，与他预想的一样。房间中的温度倒是保持得很好，下降的并不多，可能是因为升级的原因，车子保暖效果特别好。铃木接上干净的水，洗漱一番，随后在炉子上热上早饭。如果让别人看到，估计又要说他奢侈了。其他人恨不得将自己的尿保存起来，他直接就用纯净水洗脸。等待早饭期间，铃木打开交易中心，看来这个价格还是有些低了啊。不过这个价格不适合多加，布料再多2个吧，垃圾再多3个，他们应该能够接受。这一次他直接上架50件，没办法，卖出去的越多，他各种材料获取的越多，根本就用不完。毕竟昨天晚上的衣服回收后，就给他了110个布料，外加20棉花，而这还是那些破旧衣服回收出来的。而那些垃圾也给他带来不少塑料和玻璃，还有汽油。总之就是用不完，根本就用不完。当然，他也不是没有少的材料，比如橡胶和电子元件这2个数量不超过15个，通用材料也不到30个。唉，还是太少了。他打开区域频道19923，昨天又死亡了一部分人。铃木心中猜测，可能是相遇的车辆变多的原因，发生类似昨天他那种情况。毕竟这死亡人数中，其中有1个就是他贡献的。搞没搞错？今天卖的比昨天还要贵？你们慢慢觉得贵吧，反正我先买了。我靠，给兄弟留一个呀，别都买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排名第8的车队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车队中。大家别信，这货坑杀了不知道多少车辆了，他车子都提升到 LV4 了。铃木一怔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是，你这个功能就不能说全吗？为啥每次都有他不理解的文字出现？通过观察聊天框，他大概明白了。车队有一个传送能力，一个车队的人可以传送到一起去，而退出车队可以选择传送回原有的道路。但是这个功能是加入车队2天后才会开启，而在这2天里，如果意外死亡，那车辆就会变成车队公有财产。没错，就是意外死亡。
而这个排名第8的车队就利用各种意外死亡的方式获取大量物资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不禁想到这2个车辆核心获得的物资，第一个就不说了，根本就没有多少，而第2个物资那是真的不少，光是铁锭就给了200个。虽说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大用，但这说明这种掠夺真的是最好的发家方式。还有上次租赁他武器的兄弟，那一波只有1半，但数量也不少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修桥补路无尸骸，辛勤寻找资源箱，结果最后不如人家弄死一个队员来得多，还没有危险。铃木打开车队那一栏，帅比车队1/30，第1名，积分3882；无敌车队8/30，第2名，积分3212；团结车队5/30，第8名，积分2016。啧，依旧是自己遥遥领先。不过他现在很焦虑，第2名和他就差600多积分，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他的物资少啊，还需要继续努力啊。他的目光不禁放到了团结车队身上，要是自己加入进去，把这个5个人……铃木连忙摇头，放弃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，只能意外死亡，这就很难办。最主要的是，他无法保证自己一定能够解决5个人，毕竟光解决1、2个对他来说实在是太亏了，要解决一定是5个，不然他浑身难受。吃完饭后，铃木开车上路，车辆升级速度变快了，但他开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毕竟雪地开车就这样。300公里的距离，铃木预计能够在5个小时开完就不错了。闲着也是闲着，改装技能昨天升级后还没研究呢。打开之后就是3个矿和那句话，不过这怎么用呢？也没有适宜输入的地方，就直接想不管了，先试试再说。他先选定一个防滑链，一个防滑链的虚影出现在其中，随后他放进去3个铁锭，心中想到增加防滑能力。叮，正在生成最佳方案。选项1，防滑链升级为8条铁链；选项2，防滑链升级为6条铁链，每条铁链增加防滑钉；选项3，可放入2个防滑链加50块铁锭，直接升级为履带。第28章，砍价砍少了，有点亏。他看到了什么？第3个选项，那是个什么鬼？铃木揉了揉眼睛，他没有看错，就是说放50个铁锭。他本以为此次升级只不过是多了一个矿以及一个定向升级罢了，结果告诉他一次可以多放一些材料，并且还告诉他新的强化方向。难道这才是改装技能真正的用法？他尝试着在一个矿里面多放一个铁锭，真的放进去了。铃木搓搓手，将其中一个铁锭拿出，将后轮的防滑链放了进去，随后又在后面的矿中放入50个铁锭。选项只剩下了一个，改装履带。那还等什么？当然是改装了啊！虽说消耗很大，一次就要50个，但他别的东西不多，就是材料多。光是铁锭他现在就有300多，接近400。叮，建议停车改装。铃木缓缓停下车，随后点击确认。车辆震动。片刻后，铃木通过后视镜发现车辆左侧变成了履带，将2个轮子包裹在其中，而在履带中多出来不少轮子作为支撑。随后他又将右侧也给改装了。缓缓启动车辆，车速慢慢提升，但速度上到50之后上不去了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该不会是极限速度了吧？冰天雪地就算了，毕竟地本来就有些滑，就算是原来的状态，最高也不过能开到60-70公里每小时罢了。但结束后呢？不行，这是必须问问面板。面板大哥，我这车轮还能恢复吗？请自行查看车辆信息。铃木吧嗒吧嗒嘴，这2个感叹号，这是恼羞成怒了。他不就是问题多了点吗？至于吗？铃木只敢在内心吐槽，不敢说出口。万一那个发起游戏的人对付他怎么办？他很从心地打开车辆信息，信息多了一条形态转换，车轮可以在轮胎和履带2者之间进行转换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着车辆信息，心中思索：形态转换，该不会以后其他人也会出现这个吧？虽说他这个改装技能是唯一的，但不代表别人不能改装。亦或者说，在资源箱中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汽车零件？毕竟这里是一个奇异的世界，什么都可能发生。看来材料应该多准备一些，万一有个什么事还能应对一下。想到这里，铃木打开交易中心，查看自己上架的棉服。这一次出售的速度变慢了许多，足足2个小时才卖出去。要知道，这可是接近2万人的大区啊，居然还要卖2小时，足以说明这个价格已经是极限了。幸好这东西没有评价系统，不然他都怀疑自己会不会骂。本想着多赚点，看来只能保持原有价格了。但不管怎么算，他自己反正是不亏。铃木二话不说，再次上架100件，相比2万人的基数，连个水花都打不起来。叮，一条信息跳了出来，是上次租赁他枪械的人。大佬，小型冰箱图纸你要不要？价格便宜哦。铃木挑挑眉，这人已经卖了多少图纸了？难道对方也是每个箱子都打开吗？
运气未免也太好了吧！要说个价格，铁锭 X10，铜锭 X2，电子元件 X2，纯净水 1L。说实话，这个价格确实并不高，再怎么说这也是一张图纸，但该讲价还是要讲的。兄弟，你这个价格属实有些高了呀！这大冬天的，我弄一个冰箱干什么？舒心看着过来的文字，眉头一皱，这个价格已经很低了。随着时间变化，图纸的重要性越来越显现出来。姐，现在怎么办？对方要压价，再加1袋盐，问他换不换。可是姐，我们手上总共就2袋盐，这东西可是很难获得的。放心好了，这应该是新物资，后面早晚遇到。舒心点点头，那我问问吧，万一对方有的话，只能降价了。他随后将盐也加入了进去。林看到盐这个字也是一愣，他就说差点什么，盐这个东西还没有出现。对于一个人来说，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水和盐。没有食物大不了饿一顿，但是没有水，人可是容易脱水的。盐也同样的道理，没有盐人就会感到乏力。不过他运气不错，很多食物都带有盐，倒是没有什么感觉。可以，虽说他的调料包中有1袋盐，但早晚有用完的一天。双方交易，铃木直接将小型冰箱变成永久的，等到天热的时候直接加倍卖出去。随后他将那袋盐拿出来，上面没有什么图案，只是写着250克，看起来还挺细腻的，不错。300公里的距离，足足花了他7小时的时间。下雪天就是坑啊，再过一会天都要黑了。看着眼前的白银箱子，铃木热泪盈眶，总算是到了。咚！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250克精致食盐 X2， 取暖器图纸 X1， 中型纯净水采集装置图纸 X1。刚才亏了呀，自己应该让他多让点力才对啊。算了，就当是做慈善了。依旧是1公里一个箱子，铃木开得很开心，材料物资数量真多。虽说后面遇到图纸，但也已经足够用了。咚！一个黄金资源箱打开，3个身影出现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他还以为出现了这种天气，这玩意就不会有了，没想到还真有啊！雪人，危险等级 A， 建议微微一出手，已经是他们承受的极限。啧啧，这话他爱听，建议多说2句。可惜这只是一个数据面板而已，根本就不会给他多说。车头一把长刀出现，3两下就将3只雪人砍倒在地。叮！恭喜玩家击杀 A 级危险雪人 X3， 获得雪人皮 X3。新强化的武器就是好用，这灵活度就跟自己控制一般。他利用材料对武器进行了加强，但铃木依旧不满意，杀伤力太过于局限。要是有热武器就好了，可惜他自己不会制作。铃木抹撒下巴，要是自己制作一个钢管，然后安装在车上，之后利用改造技能，好像也不是不可能。第29章，好东西，生活辅助机器人。他看向刚才的通知，铃木揉了揉眼睛，真就是3张雪人皮，这玩意有什么用啊？他都有保暖衣服了，谁还要这种东西？他现在手中有不少毛皮，至今都没有使用。倒不是他不想用，而是不知道该用到什么地方。保暖吧，他有羽绒服，虽说皮草更加保暖，但他根本就不下车呀。就算是下车，也就一会，根本不需要更好的保暖装备。要说制作成皮甲，还是那个原因，不下车。这也使得他一直都没有用。随后关闭背包，继续前行。前方还有2个资源箱等待着他开启。1公里后，一个钻石停放在道路中央。咚！恭喜打开钻石资源箱，获得木材 X50， 金锭 X20， 通用材料 X5。看着宝箱中的东西，铃木一脸嫌弃，这玩意他多的是好不好，都不如多给他一点图纸来的好。收起宝箱，继续前行。最后一个宝箱出现了，一个盲盒。好东西，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。轻轻打开，冒出来2个光球，居然还是2个，不知道这一次会给什么。铃木点开第1个光球，一个羊皮卷掉落在外面的地上。他讶异地看着地面上的东西，这又是一个新东西。他连忙拿回背包中。低级寻宝场传送卷，可在寻宝场待3小时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但寻宝2字他还是认识的，看起来是个不错的东西，明天可以去看看。反正明天是400公里才会遇到宝箱，他不管怎么努力也是一波宝箱，所以早出发晚出发都无所谓，除非凌晨就开始赶路，但没必要。他看向最后一个光球，伸手一点，一个金色的纸上掉落在了地上。铃木咽了咽唾沫，他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这种样式的纸应该是设计图吧。他连忙用斧子将其收进背包中，连忙查看。生活辅助机器人，一次性图纸可帮助玩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，包括但不限于洗衣做饭、上架购买物品、采集资源等。好东西，绝对的好东西。
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开车，要是能够开车就好了。他连忙查看所需要的材料：生活辅助机器人铁锭 X100， 铜锭 X30， 银锭 X30， 金锭 X10， 通用材料 X5， 橡胶 X2， 玻璃 X1， 电子元件 X150。铃木眼皮狂跳，一开始的材料他有的是，可以说所有材料几乎全都有，比他要的还要多。但唯独最后一个电子元件，他是真没有。回收了那么多的垃圾，电子元件没出现过几次。他现在手上一共也不过只有38个电子元件罢了。按照这么算，他要凑齐这么多电子元件，至少也要1个多月的时间。不行，得兑换一些电子元件才行。他连忙打开交易市场，所有上架的物品全都销售一空，速度依旧是那么快。重新制作100件棉服，舒适棉服兑换棉花 X10 加电子元件 X2 加1件无缺损衣服加任意垃圾 X3。1件无缺损衣服可以分解成5至10个布料，不亏不赚吧。100毫升纯净水兑换电子元件 X2 加任意垃圾 X3。50克生肉兑换电子元件 X1 加任意垃圾 X2。随着时间，大家基本不缺水，或者说是外面的雪化了之后烧水就能喝，所以这2天他已经很少上架水了。但不管怎么说，水的市场还是有的，尤其是那些资源丰富的人依旧会兑换。毕竟雪水终究是雪水，明明能够喝纯净水，为什么喝雪水？最搞笑的是，有一次一个人上架了一瓶冰红茶，他显然没想到别人在点击的时候是可以看到介绍的，这一点就很人性化，根本就不会担心自己买到货不对版的商品。希望有电子元件的人多吧，反正用的地方又不多。以铃木的情况都只获得那么一点电子元件，可想其他人会是什么样的情况。铃木弄好后就打开区域聊天，想看看有没有人关注他的物品。我去，你们快看，聊天信息更新了。我也看到了，原来人的死亡还真是五花八门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红色字幕出现，玩家 9527LZM016131 被 A 级危险血人击杀。又有人死了，谁能告诉我到底是什么箱子啊？我现在在第一个箱子身前，不敢打开啊。这谁知道，这玩意都不是固定出现的。死亡信息通告，这玩意有什么用？5分钟过去了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到他上架的水，这怎么可能？然而当他打开交易中心，水和肉已经卖出去一部分了，就连棉服也卖出去了2件。好家伙，现在大家都闷声发大财了吗？他再次打开区域频道，里面依旧讨论着资源、武器、家长里短这些，没有像以前一样出现什么就在频道里大喊。啧啧，这帮人还真是变聪明了不少啊。关掉频道界面，铃木启动车辆继续前行。下一次遇到资源箱就是晚上了。大哥，咱们前方4公里外有一个车辆。一名壮汉拿起对讲机，瘦猴，确定吗？大哥，这还能说错？这开始雷达。好，我就说怎么半天看不到资源箱，原来前面有车。全速前进，吃了对方。张爸一脸兴奋，看了一眼前方的车辆。他这个车队成了5天了，拉来了4辆车，凑了个5人车队。形成车队后，这个游戏会自动给每一辆车配备一个对讲机，方便通话。就在3天前，他们获得了一个小型雷达图纸。这个雷达扫描范围不大，只有5公里，但对于这种雪天已经足够了。他们利用这个雷达已经击杀了2辆车，不仅让车辆核心提升了等级，还获取了不少资源。现在只要一看到车，整个车队的人都会很兴奋，这意味着他们又有资源进账了。这抢劫可比自己开箱子获取的资源多太多了，更何况道路上的箱子根本就不够5个车子分。第30章遭遇车队，拿来吧你！嗡嗡，嘈杂的车辆发动机轰鸣声出现在铃木的耳朵中。铃木看向后视镜，一辆车出现在他的视野中。然而就在他高兴的时候，又一辆车出现了。哟，2辆车，看来自己运气。随着侧面那辆车加速，后面又冒出来一辆，一共5辆车。铃木开心的表情僵在了脸上，这是遇到车队了呀。他看着后视镜，1辆小巴，2辆轿车，1辆皮卡，1辆越野车。看到这个配置，铃木松了口气。只要不是坦克、装甲车一类的话，他还能有操作空间。他连忙打开强化技能，侧方武器装备。无法理解，铃木感到头大。本以为他变智能了许多，看来是他高估了。他看了一眼身后的车，距离越来越近了。铃木连忙打开工作台，他记得前2天说开启了自由锻造来着。果然，选择自由锻造里面并没有固定的图纸，也就是说他只要想的东西，这里都能够锻造出来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想一个直径1米的锯片，未命名1铁锭 X2。铃木直接锻造出来3个，之后拿着这3个放到强化栏中。此时他已经没有时间去想这东西合不合适了。车辆左侧武器最好像车头方向一样，平时不用能够收回。
巨片攻击型武器，缺乏电力，建议建造发电装置或者储电装置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就不能用车内的电力吗？他将风力发电机升级为永久，等这次结束，他一定要将所有获取的东西全部变成永久，并建造出来。风力发电机建造好后，直接安装在车顶。随后，改造技能上的信息开始浮现。巨片攻击型武器，铁锭 X3， 银锭 X3， 铜锭 X2， 电子元件 X3。看到电子元件这个材料，铃木很心痛，这可是他现在最需要的材料，居然在这里就用了。你们5个完了，一会看我怎么弄死你们！光芒闪过，3个巨片安装好，铃木意识到自己可以控制巨片的方向转速。此时，一辆越野车超过了铃木，来到了他的前方，侧面也有2辆车挡住了他的去路。3辆车慢慢逼停铃木，铃木勾起嘴角，就你们还想对我动手？3个巨片从车身左侧出现，伸向侧方的车辆。吱吱吱，3个巨片轻轻松松地将对方右侧切开一个口子，冷风呼呼地往里面灌。铃木没想过将对方直接摧毁，毕竟武器是临时想的，还做不到伤害那么大。早知道做成并排3排好了。铃木没有管前方的那辆车，而是看向侧面第2辆车。他降低速度，将巨片伸了过去。吱吱吱声不断响起。大哥，这个车它有武器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被切开口子车内，开车的人冻得瑟瑟发抖，即便身上穿着衣服，这股冷风他是一点也扛不住。本来车内就没有取暖装置，结果这零下70度的凉风灌进来，是真的一点也受不了。张爸此时也有点懵，对方车里出来的那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什么他从来就没有遇见过？此时那个巨片已经切向另一辆车，这可怎么办？名字，直接踩刹车，把他直接逼停。我的车后面坏不了，他车头就是个破面包车。好，铃木前方的越野车直接踩下刹车，撞到铃木的车上，随后铃木的车撞在后面的越野车上，他彻底被夹住了。对此铃木一点也不意外，他们要是不这么做才怪了。正好借着这个机会，直接将侧面2个轿车玻璃打碎，随后又将后方的长矛扎入后方的车头中，前面更是控制长刀，一刀打碎对方后玻璃。这一连串的动作就在几秒钟完成。八哥，我窗户破了。八哥，我窗户也破了。我也一样。我好像没事。张爸此时看向铃木的车，眼神中充满了贪婪。虽不知道这个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攻击武器，但这不就是他想要的车吗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归我了。拿上武器，下车直接抢。在铃木疑惑的目光中，5个穿着厚实衣服的男人来到他的右侧，站在原地小声嘀咕着：“八哥，这打不开吧？”瘦猴看着这包裹车身的铁网，有些怀疑人生。这都是什么鬼东西？有什么打不开的？这不是有玻璃吗？直接打碎玻璃。瘦猴不疑有他，拿着铁棍就砸向玻璃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他这玻璃又是车辆升级，又是自己强化的，别说是用铁棍了，就是用枪也打不碎好不好？铃木来到副驾驶，对着外面的人摆摆手：“老大，他是不是要投降？”张爸看着铃木点点头，应该是投降，你先让开。瘦猴听话的撤了回去。铃木挑挑眉，什么意思？你们这么站着一排，我多不好意思。只见车窗缓缓落下，老大，他绝对是要求饶。瘦猴一脸惊恐地看着窗户上方伸出来的东西，砰砰砰砰，咔嗒，一弹夹子弹全部清空。没办法，他枪法不准，只能以量取胜。好在5人全部解决。你说你们非要对我动手干什么？他看着四周这5辆车，眼神冒着光。大收获，绝对的大收获。半小时后，地面上徒留5个血包。铃木早起开车离去。铃木开着车，看着刚刚从车辆核心中获取的资源，这数量都快赶上他1/4了。爽啊！光是电子元件就弄了53个，这一下就帮他解决了1/3。看到这个收获，他现在特别希望有人来抢劫他，最好多来一些。此时他的手上有4个 LV1 车辆核心以及2个 LV2 车辆核心。这么说，他不是又能够升级了吗？铃木打开车辆核心，果然可以升级了。消耗2枚 LV2 升级。叮！车辆核心提升至 LV4， 荷载人数4，开启人员传送功能。铃木无语地看着这条信息，人员传送，你给我这个有个什么用？他早就该猜到的，在核心显示荷载人数的时候，他就该知道的。第31章，车辆核心4级，资源获取翻倍。铃木还是决定问一下面板，不可能只是一个传送能力才对。面板，车辆升级到 LV4 就单纯这一个功能吗？未来玩家们会遇到更多灾难，团结协作必不可少。铃木撇撇嘴，他一人成军好不好？车辆核心升级到4级后，
车辆中有多少人就会遇到对应人数的资源，人数不得超过荷载人数。也就是说，我车里要是有4个人，一次可以遇到4人的资源。没错，不得不说这个东西有些吸引铃木了。难道真的要找人过来？人？铃木眼睛一转，嗨，只要是人就行是吧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他这个面板是不是坏的？怎么动不动就卡顿了？必须是活人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残疾的应该也算是活人吧？要不自己把2楼改成监狱，之后往里面放上3个人。铃木猛地一拍大腿，绝对可行。他不禁想到后面的车队，那想后面的车队是不是也会遇到5人的资源？并不会，只有在车辆核心提升到4级后才会解锁这一隐藏功能。那这么说，岂不是车队只能遇到10个箱子，1人份的？那这么说，铃木想到了之前区域频道中的话，那个排名第8的车队。所以现在的车队组建了，多半也是以抢劫为主。抢劫就必然代表着要杀人。死，好狠的游戏啊！背包中5辆车，其中2辆车与他的车融为一体，各方面都有小幅度提升，并且他的车辆外形发生了变化，变成了越野车的车身，两侧为履带，后方拖着一个垃圾箱。现在车子变成了一个很奇特的形状，估计一般人认不出来这原先是一个什么车。但这个不重要。他刚刚问了一下和他交易多次的那个兄弟，他也可以将车收进空间中，但收进去也没有用。为什么要收车啊？零件又不通用，烧又烧不了。就算是零件能用，我也不会啊。想想也是，毕竟他这个能力现在就他有，那自己要不要上架兑换汽车残骸呢？片刻后，铃木连忙摇头，这不相当于将自己暴露在所有人面前吗？这事可不能干。虽说现在信息都是保密的，但鬼知道这个游戏什么时候会更新出新东西来。他现在算是看明白了，这个游戏更新就是在玩人，说不定谁就因为信息更细导致自己的死亡，绝对有这个可能。夜里11点，铃木看了一眼交易中心，他上架的那3个商品已经全部卖了出去。看来自己白担心了，原来这么多人有电子元件啊！他现在手上有322个电子元件，别说造一个机器人，就是造2个都够了。铃木打开工作台，选择生活辅助机器人制作。叮，生活辅助机器人制作成功。一台仿真人形机器人直接出现在后方的空地上。主人您好，我是生活辅助机器人001号，是真人形，表面跟人的皮肤一模一样，怪不得要橡胶呢，而且居然还是个女性机器人。铃木连忙拿出一套他不穿的衣服裤子扔给对方，你先把衣服穿上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注视着机器人，发现他任何动作都不生涩，如果不是说话有股子电子音的味道，谁能知道这是一个机器人？我饿了，先给我做个饭。是的，主人，请拿出材料。铃木从背包中取出2块猪肉以及一些配料。001号熟练地使用刀具切块、烧水、焯水。铃木满意的点点头，这以后生活可就轻松多了。次日一早，铃木从楼上爬了下来，楼下的温度很暖和。主人需要为您准备早餐吗？给我烧点水，泡一碗面就行了。是的，主人。铃木来到驾驶位，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下75度，室内零上27度，果然是一天下降5度啊！他从空间中取出那张传送券，今天他就打算去寻宝，也不知道寻宝场有多大，3小时足够我用的了。要知道他可是有200格储物空间的。吃完饭后，铃木直接使用了寻宝传送券，一道乳白色的光芒将车辆笼罩，铃木连忙戴着墨镜，刺眼的光芒瞬间减弱了不少。过了1分钟，光芒慢慢减弱，要到地方了吗？铃木的手放在钥匙上，随时准备打着车辆，不浪费任何机会。光芒渐渐消失，外面的景象缓慢地出现在铃木眼中，蓝天白云草地，没有积雪，甚至外界的温度也从零下75度变成了零上23度，温度舒服至极。铃木喘着粗气，瞪大双眼，由此可见他此时激动的心情，就连他说话的语气都带着激动。这是寻宝场。他打开面板，大哥，你确定我没有传送错地方吗？玩家不要激动，我知道你很开心，这里确实是寻宝场。我激动什么啊？那远处不是一个垃圾堆吗？不对，是成片的垃圾堆。玩家，这里是求生游戏，垃圾场对于玩家来说就是寻宝地，并且在垃圾堆中也存在着各种材料以及资源箱。铃木张了张嘴，好像也没有毛病。况且人家也说了这里有材料和资源箱了，那他还能说什么？而且对于他来说，这里也许比他想象的地方更加的适合他。在他想来，这里应该是资源箱遍地，那才对得起寻宝场这3个字才对。提醒玩家，只有3小时时间，注意合理分配。铃木嗤笑一声，3小时？我能把你这里全都清空了。
当铃木将车辆开进寻宝场后，他承认自己声音太大了。垃圾堆一眼望不见头，铃木直接在垃圾堆上方打开垃圾处理站的入口。然而想象中将垃圾吸进去的场面并没有发生，无论他怎么用力，那个入口就是没有用。面板，为什么进不去？这里为寻宝场，请玩家亲力亲为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这限制还真多啊！本以为一波发财，不说全收了吧，弄没10几个垃圾堆没有问题。现在别说10个了，就这1个都费劲了。呵呵，你还是太年轻。001，这个板敲给你，看到那个黑色洞口没有？把地面上那些垃圾都给我倒进去。他可能会累，但机器人绝对不会累。好的，主人。第32章，我的东西呢？宝藏迷宫。铃木也换上一身清凉的衣服，手拿板锹，不断的将垃圾铲那个小黑洞中。让你不让能自动吸，我铲，我铲。10分钟后，铃木收回铁锹，很多东西太大了，根本就没有办法铲起来，他不得不换成用手扔。而一旁的001号是一点不知道疲惫，一直保持着一个速度。别管多沉的东西，都是一铲子的事。嘿嘿，你没想到吧？我有机器人，虽然达不到100万材料，但弄个几万应该没有问题。又过了10分钟，一个木质资源箱出现在他的眼前。看着眼前的资源箱，铃木思考要不要打开。他本想将箱子自己装进背包中的，结果背包根本就装不了。反正他现在要么就直接离开，要么就打开。怕个锤子，自己可是有手枪的好不好？将手枪上好膛，打开保险。铃木照箱子拍了一下，立马后退。箱子打开，里面摆放着材料，并没有出现什么野兽一类的东西。收好物品后，继续回收物品。铃木争分夺秒，时时刻刻都在将垃圾场中的物品扔进那个黑洞中。而在这期间，回收装置也不断给出信息，可惜他看不见。叮！成功回收各类木制品 X584，获得木材 X5840。叮！成功回收各类杂物 X232，获得汽油 112L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还剩下10分钟，总算是结束了。他坐在地上打算歇一会，刚坐下就看到10几米外的位置，一个带有问号模样的盲盒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我靠，这运气爆表啊！他连忙站起身，跑到盲盒身边，一个光球出现在他眼前。铃木右手握着枪，虽说知道盲盒一般是碰不到危险的，但他还是习惯性的拿着枪，毕竟这里是车外，小心一点无大错。他戳破光球后，我东西呢？我光球里面东西呢？除了啵的一声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天空中传来声音：恭喜匿名玩家开启冰雪藏宝迷宫24小时，1小时后集体玩家将传送到迷宫之中。迷宫中玩家可以获得比在公路上更多的资源箱，当然也可能会遭受野兽袭击以及未知灾难，请各位玩家小心谨慎。铃木抬头看了看天空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，自己刚才碰到的光球不会就是这个迷宫吧？不是，他打了这么多次的盲盒，也没有遇见这种事啊。他的好东西呢？结果就这。希望里面最好像他说的那个样子，里面资源箱要多，不然亏死了。001，回车里了。刚回到车内没多久，一阵白光闪过，铃木再次回到了这个冰天雪地的公路上。还有1个小时就要传送到那个所谓的迷宫中，自己就算现在往前开也遇不到资源箱。既然这样，他还开个锤子。001，弄点，算了，你自己忙吧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将座椅调到一个舒适的角度，半躺下来，打开区域聊天，人数又少了一点，但不多。聊天框中的消息与铃木想的没有什么区别。啊，又是哪个傻子怎么弄出来个冰雪迷宫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里面都是资源箱，正好补充一波资源。自从有人说在一条路上遇到别的车辆过后，我已经2天没有获得资源箱了。危险你是一点也不提啊？没听他说里面除了资源箱还有野兽和危险吗？危险与机遇并存，这又有什么？现在不也一样？有人认为好，也有人认为是坏，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为什么骂他。虽说上次他也骂了那个开启迷雾的人，但算了。他还看了一眼世界频道，上面也有不少骂的。溜了，眼不见为净。他打开个人信息中车队信息，眼睛瞬间睁大。帅比车队1/30，第1名，积分17652。无敌车队10%，第2名，积分5112。自己什么时候有这么多积分了？他连忙看一眼面板，原来刚才在垃圾寻宝场获得的物品已经开始分解了，而且还在不停的分解中，毕竟是3小时获取的资源，还有很多没有分解完呢。叮！成功回收电子产品 X121，获得塑料 X55，铁锭 X23，银锭 X2，金锭 X1，电子元件 X344。铃木挑挑眉，这数据可比他想象的好多了，不愧是多了50%，真不错。叮！成功回收破旧衣物 X98，
获得布料 X765、棉花 X213、塑料 X5。回收成功的通知不停地出现。看着背包中不停上涨的材料，铃木表示根本就用不完。其中木材数量是最大的，6000多木材，直接占据了7个格子。背包一个格子能够叠加999，也幸好是这个数字，要是只能叠放99，它这200个格子还真未必能够放下这么多。看来这个车辆核心升级是重中之重。他不禁想到了一会要开始的冰雪迷宫，里面遇到车辆概率应该会变高吧？要是到时候再绑上3个人，嘿嘿嘿。铃木越想越开心，到时候随便一个箱子就能够获得4人份的物品。至于食物，那点东西对他来说算个什么事？1小时时间一到，只见整个星球上亮起了无数的光柱。视线一转，铃木已经来到了一处迷宫中。在阳光的照射下，地面墙壁都反射着刺眼的白光。铃木第一时间将墨镜戴上。当时获得这个墨镜的时候，他还觉得没有用，没想到冰雪天一到，立马就用上了。尤其是在晴天不下雪的时候，这个墨镜实在是太有用了。有了墨镜，铃木也能看清迷宫的路了。地面是那种压实的雪，看起来很滑，估计没有防滑链车辆行驶会很困难。不过在工作台中是有防滑链的，只不过他当时是用自己的改装技能制作的。而两面的墙壁也是用冰雪制作的，铃木控制着长刀对着墙壁砍了一刀，上面泛起一阵波纹。看来这是不让搞破坏啊。铃木一脸可惜，他本想利用改装技能搞出来一个强拆工具来着，然而对方直接就掐灭了他这个想法。第33章，你的手法从哪里学的？新队员加入。两侧墙壁不仅仅被保护，而且还很高，目测能有6-7米那么高，这是不想让人爬上去观察路线。最后便是这个路的宽度，看样子不到4米。要知道，随便一个车的宽度都在2米多，这从根本上杜绝的2辆车错开行驶的可能。也就是说，2车相遇，要么后退原路返回给人让路，要么摧毁对方将车辆收进空间中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再次打开区域频道。我靠，后面有一辆车一直在追我。大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遇到后哥退一步好不好？我只是一个小面包而已。我找到了一个200平的小空间，里面全都是资源箱，看数量得有40-50个。车辆相遇已经发生了，看情况必然有一个要死亡。资源箱也有人遇到了，是在一个小空间中。看来这个资源箱出现的位置并不是铃木所想的在路上，而是在一处单独的地方存放的。铃木点点头，大致情况了解完了，也该开始行动了。不过他没有开车离开，而是打开交易中心。铁锭 X50 兑换任意汽车残骸，玻璃 X4 兑换任意汽车残骸，布料 X10兑换任意汽车残骸。他足足上架了10个商品。铃木很满意的看着自己上架的商品，要知道之前那3个汽车残骸可是给了他不少的好东西的。光是铁锭一辆车就给了他700个，其中还有布料、橡胶、金锭等等一系列材料。只不过像布料这种东西，一辆车也就给20多个罢了。启动车辆，履带在这种地面上如履平地。001，你有没有什么探测功能？这么找什么时候能够遇到？主人，您是要什么探测功能？是资源箱探测功能，还是车辆探测功能？都要，全都要。铃木连忙点头。机器人双眼如同投影仪一般，将一个类似雷达图标投影到玻璃上。虽说因为阳光的原因，颜色偏淡，但对铃木来说刚好够用。从上面的显示来看，有一辆车正在他的侧面的方向。他看向侧面的雪墙，这东西还真是碍事。不过前面就有一个路口了，只要拐过去就能遇见。他猛踩油门，车速提升起来。到了路口直接左转，然而依旧是一面墙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要不要这么惨？他只见那个红点慢慢的消失在那个圆圈中。001，你的探测范围多大？报告主人，只有1公里。铃木吧嗒一下嘴，这面积多少是有些小了，不过在这种地方也够用了。10分钟后，一个黄色方框出现在地图上。001，这个标志是什么意思？资源箱所在的位置这么近吗？他连忙奔着目标前进，抵达后发现箱子在隔壁，然而怎么过去的路线根本就不知道。此时他发现001这个能力在这里好像并没有什么用。001，你能规划路线吗？抱歉主人，我并没有这个能力。铃木一脸可惜，知道资源箱的位置，过不去还真是心塞啊。他只能继续前行。这时迎面开过来一辆皮卡车，车身整洁如新，一看就知道这车至少是个2级的车辆。对方看到铃木这辆车的造型，连忙减速，开始慌忙倒退。然而这种冰雪路面，即便是有防滑链，其速度也没有快到哪里去。铃木一脚油门，直接冲了过去。靠近后，铃木挑挑眉，居然还是个女人，长得看起来还不错。但是他遇到的是铃木。
车头前方伸出一排长矛，铃木直撞了上去，倒刺伸出，直接卡在对方车头的位置。铃木踩下刹车，直接将对方车辆强制停了下来。铃木手拿手枪，带着一个铁盔，身上穿着皮甲跳下车。女人一脸慌张，看着不停走过来的铃木，口中不停念叨着：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人不会是要杀了我吧，我还不想死。铃木可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，拿出手枪指着对方玻璃摆了摆手。女人打开车门，浑身一抖：大哥别开枪，我身高170，体重108，3围，学习资料2T，观影1000小时，专业瑜伽老师，放我一条生路。女人嘴如同机关枪一般，将自己的信息噼里啪啦介绍了个遍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：你这介绍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？谁管你看电影，谁管你是不是瑜伽老师？你站在这里别动，敢动一下。铃木用手枪触碰了一下女人的额头，冰冷的触感让他心中一凉。不是吧，他都说的这么明显了，还不懂吗？这人怕不是个钛合金钢铁直男吧？铃木一边用枪指着女人，一边将车上的车辆核心收入到空间中，随后将车辆也收了进去。随后他看向女人的衣服，这怎么也能回收20个布料呢？不过想到以后还要留着这个女人，暂时就算了吧。跟我回车里。女人走在前面，铃木走在后面。进到铃木车里，看到车内的空间，女人感到惊奇，原来一个车里居然还可以变得这么大。就在她好奇的时候，一条麻绳出现在她的身上。001，把她绑起来。啊，哎，是的，主人。女人不敢反抗，毕竟那个手枪可是一直都指着她呢。10秒后，铃木眼角抽了抽：你这是捆绑的手法，是不是有些太过于专业了吧？001，你这个手法哪里来的？系统自带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他现在怀疑这个游戏的创作者是不是也看过学习资料。女人脸色通红，这身上的绳子实在是太令人羞涩了。嗨嗨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自哪里？我叫江颖，来自华国丰京市。铃木点点头，果然是跟自己是一个地区的，看来这个区域频道中应该都是丰京的人。按照人数算的话，丰京市应该被划分到200多个区域中。你身上有没有携带武器？江颖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。我腰上有一把匕首。001，给我好好检查一下。确实只有一把匕首。你呢，别想着逃跑，食物和水会给你准备。也就是说，我给你公吃，不用担心资源和生命安全问题。所以你不用想着跑，不然我可不管你是不是女人。江颖脸颊跳了跳，你都把我绑住了，我能不担心安全问题？但他这个情况就算担心也没有用，只能无奈的点点头。对此铃木很满意，第一个车辆人员已找到，接下来再找2个就行了。第34章冰晶生物，给我来一个喷火器。开辟3楼，芥子石 X10，铁锭 X200，铜锭 X10，银锭 X10。之前没有升级是因为没有必要，再一个也是因为材料当时比较少，现在材料多的是了，也无需继续分解了。升级，车辆光芒闪过，3楼开启。铃木看了一眼后面的江颖，暂时先不着急安放他，等这个迷宫结束了再说。时间只有24小时，他可不敢浪费。继续开车寻找资源箱。半小时后，铃木终于找到了一个资源箱宝库，太不容易了，终于找到了。随后他连忙控制斧子开箱子。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玻璃 X10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芥子石 X4， 汽油 40L， 精致食盐 X4。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中型纯净水采集装置图纸 X2， 食料 X40， 肯基基全家桶 X4。资源实在是太丰富了，他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后方的江颖，果然多了一个人后就是不一样，这资源翻倍的给。他现在特别希望再遇见2个车辆，到时候将里面的人变为队员，那他将获得4倍物资，想想就开心。他一开始以为的倍数资源是指遇到倍数资源箱，没想到是一个箱子里面获得的资源翻倍，这简直是太好了。后面的江颖瞪大双眼，这个人居然在车子中就能够开箱子获得资源，这未免也太安全了吧。想他之前每一次开箱子都要担心里面会不会蹦出来什么，这根本就不需要啊。人和人的差距为什么会这么大？整个资源箱宝库中，铃木已经开始20多个箱子，资源已经看不过来了。虽然不如他分解获得多，但很多资源是无法分解出来的，比如说食物就无法分解出来。这期间他还获得了一套保暖内衣，也算是给他增加了一定的保暖。可惜啊，他在车上都是穿着单衣，羽绒服都已经放到驾驶位的靠背上了。动，冰晶巨熊，危险等级 S。 建议，我没有什么建议。好，巨熊人立而起，怒吼一声。铃木看着眼前这个巨熊一脸惊讶，巨熊浑身都是冰晶，这怎么会是一个生命？但他就算是不信也得信，都打过来了。后面的江颖瞳孔骤缩，这么大的熊，他们死定了。
大哥大哥放开我，咱们两个一起对付还有点希望，你自己一个人。只见一排长矛瞬间插了过去，巨熊的双腿被擦掉好多冰晶，随后一把钢刀出现，不停地对着巨熊攻击着。一刀砍不死，那就多砍几刀，每一刀都会带走巨熊身上的冰晶。你要说什么？大哥威武，大哥霸气，大哥666。江颖嘴角抽了抽，你不下车开资源箱也就罢了，怎么击杀这种生物也不用下车啊？嘿，我也是这么认为的。有着1米长的长矛阻挡着巨熊的脚步，巨熊想要攻击也对铃木的车造不成什么伤害，更何况车身可是被一层铁网保护着，就连玻璃上都有网。就是这长刀对这个冰晶巨熊伤害力有些差。你遇到过这种生物吗？铃木突然问道。江颖愣了一下，随后摇摇头，没有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冰晶？难道是这里独有的生物？看着窗外的巨熊，一时半会应该结束不了。先看一下其他人的情况吧。太吓人了，我打开一个箱子，里面跳出来7只1米多高的冰晶巨狼，根本就打不过。别说了，我遇见的是一只大鹅，危险倒没有什么，就是那个嘴扭人巨疼，关键还打不死。我忍着痛开的资源箱。大哥，你们有没有人知道这玩意怎么打死啊？太耽误事了。看来不只是他遇见了，其他人也遇见了，而且品种都不一样。但他这个未免也太过于大了吧？为什么不给他一个冰晶大鹅呀？此时已经距离出现冰晶巨熊过去了5分钟了，打了这么久，冰晶巨熊除了瘦了一点，好像没有什么变化。铃木打开背包查看这里面的资源，冰晶应该怕火吧？说干就干，他打开工作台，先制作了一根圆管。没错，他准备制作一个喷火器。是，他确实是不懂喷火器的构造，但改造技能他懂啊。将钢管放入其中一个矿内，改造一个喷火器。和往常不同的是，这一次花费的时间比较长，3分钟后才给出材料要求。简易喷火器，铁锭 X10，银锭 X1，铜锭 X2，电子元件 X5。改装，安装位置选择了前脸上方的位置。简易喷火器，温度可达3000度，每分钟消耗20L 汽油。这消耗属实是有些大了，如果有效果的话也值了。噗！一条火龙出现，喷在巨熊身上，噼里啪啦的声音不断传来。好！冰晶巨熊随后的挣扎，不断拍打车头的位置，然而却造成不了任何伤害。1分钟后，冰晶巨型小石。恭喜玩家击杀 A 级危险冰晶巨熊，你真棒！他东西呢？击杀这种生物不应该给东西吗？面板，这生物的东西呢？为什么击杀了什么都没有？他费尽心思击杀了，结果就跟他说了一句你真棒。冰晶生物为冰雪迷宫特有生物，没有任何奖励。行吧，不然他还能说什么？铃木看了一眼地面上的箱子，继续开吧。好在后面没有冰晶生物出现，不然他就要开骂了。6个小时过去了，铃木收获了近100个资源箱，一共遇见了2次冰晶生物，但车辆就只遇见了江颖这一辆车，这让他感觉自己亏了一半的物资。他现在算是看出来了，这个迷宫面积很大，遇见车辆的几率很小。001的雷达范围内部，遇见车辆的次数屈指可数。而冰晶生物，铃木也清楚了，一个资源箱宝库必定会出现一只，躲都躲不掉，除非你不开箱子，但怎么可能？第35章，抓紧吃饭，找个舒服的姿势绑起来。那个，能不能让我上个厕所？江颖有些坐立不安，他已经被绑住快4个小时了，真的忍不住了。铃木眉头紧皱，你还要上厕所呀？这是什么话？江颖瞪着双眼看着铃木，他是人啊，怎么可能不上厕所？可是我这里没有厕所，要不你忍忍。话说他车辆升级这么多次了，厕所怎么一直都没有出现？求求你让我去吧，我快憋不住了。江颖感觉自己膀胱都要炸了。001，给他松绑，你陪他去外面上厕所。铃木摆摆手，好的主人。江颖一脸懵地看着对方，去外面？外面可是零下75度啊，这不得冻拉拉尿啊。你去啊，一会吃完饭我还要继续呢。那个我在这后面上就行，能不能给我个工具？铃木挑挑眉，你还要在车里上，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那味道得多久才能散出去？车里只能他上，其他人可不行。江颖叹了口气，算了，去外面就外面吧，大不了速度快一点。从铃木这里拿了点纸，随后跟随001来到外面，找了个位置蹲了下来。他不是没想过逃跑，但没有车辆他能往哪里跑？3分钟后，他急匆匆地回到了车里，脸蛋冻得通红。零下75度，真不是人待的温度。上车后，铃木倒是没有第一时间将他绑起来，而是拿出2盒全家桶，将其中一份递给了对方。抓紧时间吃饭，吃完之后你选择一个舒服的姿势，我再给你绑起来。江颖嘴角抽了抽，我这么一个美女，你就不能怜香惜玉一番吗？我都没有武器了，你至于看得这么紧吗？他都放弃逃跑的想法了，这个男人居然还想着绑他，这未免也太过分了吧。
铃木不知道对方的想法，他只知道绑起来最为安全。看着再次出现在自己身上的麻绳，江颖放弃了，直接躺在了后面的地上，慢慢蠕动自己的身体，靠近一旁的火炉。这样也不错，有吃有喝，还有温暖的房间。吃完饭已经晚上6点了，铃木不敢浪费时间，连忙启动车辆，继续寻找着物资。刚开出去半小时，就遇到了一辆小轿车。铃木眼睛冒着光，一脚油门就撞了上去。砰！躺在地上的江颖直接一个翻滚，靠在了炉子上。啊！他连忙翻滚过来，转头看了一眼自己的屁股，还好没有烫穿。江颖这一嗓子吓了铃木一跳。你没事乱吼什么？吓我一跳。江颖委屈，你把人家绑起来，还有理了呀？可是这句话他不敢说出来，担心这个大直男会杀了他。铃木转头继续对付眼前这个小轿车，长矛勾住，踩进油门，直直的朝着前方的雪墙撞去。前方的车想要转弯，可怎么转都没有用。砰！又是一次撞击，直接将车辆卡在了中间。铃木套上衣服，拿着手枪跳下了车。江颖抬头望去，不知道这又是哪个倒霉蛋，不知道他会杀了对方还是带上来。外面，铃木拿枪指着对方的头，下车。金丝眼镜男露出和善的笑容，兄弟，大家都是华国人，没有必要吧？别，虽然大家都是华国人，但是这是在求生游戏中，现在下车一切都好说，天冷手抖走火了，可就别怪了。金丝眼镜男嘴角抽了抽，这难道是这个真家伙？他不敢赌，麻溜下车站到了一边。铃木收好东西，直接带着男人回到了车内。001，把他也给我绑上。只不过这一次扔给001的是一根铁链，麻绳他就那么一根。赵明伟，江颖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，主要这敢粘的头发有些让他不敢确认。赵明伟抬起头，这才发现这里面还有一个被绑着的人。江颖，你这也是被抓了？江颖诧异，没想到还真是这个渣男。哼，他直接转过头去，不再看着对方。铃木看着两人，对着江颖问道，怎么，这个人你认识？他也是没想到，随意抓的两个人居然还认识，这还真是有意思。一个渣男而已，骗了我姐妹的感情，同时跟6个女人谈恋爱，自称时间管理大师，公司中溜须拍马小能手，总之不是什么好人。铃木诧异地看着这个赵明伟，没想到这个戴着金丝眼镜文质彬彬的人居然这么厉害，同时跟6个人谈恋爱，这是个高手啊。听江颖将他的底全都给露出来了，赵明伟内心发慌，这人不会要杀了自己吧？可惜他想多了，铃木对谈恋爱没什么兴趣。如果说这里是蓝星，他可能会虚心请教一番，但现在这个情况，舒服的生活才是他的追求。车辆继续开，铃木并没有将赵明伟的车子放到他自己车上改装，而是直接扔进后方的垃圾处理装置中。这种轿车对他自己车子的提升很有限，用于改装属实是浪费，不如换一些材料出来。此时他手上有4个 LV1 的车辆核心以及2个 LV2 的核心，刚好够提升车辆核心等级的。他打开车辆核心界面，直接点击升级。叮，车辆核心提升至 LV5， 荷载人数5，背包加200。车辆核心等级 LV5， 荷载5人。升级条件1颗 LV5 车辆核心或同等车辆核心。运气不错，居然多给了200个背包，荷载人数增加了，那岂不是说他还可以找2个人了？就在这时，一个资源箱宝库出现在他的面前。呼，这回运气还真是不错，居然就是在眼前。铃木连忙将车开进去，音响中传来叮的一声。叮，回收木质资源箱 X21， 获得木材 X157。铃木看了一眼面板，第2批的木质宝箱也回收了，今天必然有一大波收获呀。至于下面的那些提示，铃木根本就没有时间去看，现在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找人找资源箱。咚！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铁锭 X60、汽油 60L、500毫升矿泉水 X15，3倍收益，完美。第36章，为了资源，吃了。铃木看着箱子里不断出现的资源，瞬间嗨皮了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 AK47 图纸 X3、精致石岩 X6、袋装火腿肠 X15。我靠，居然还有 AK， 这不牛大发了？不过他能够获得，那说明别人也能够获得，这个图纸不能卖。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万能药 X9、通用材料 X30、立式风扇图纸 X3。咚！4只冰晶狼跳了出来，一道烈火直接烧向他们，很快就化作一滩水。啧，别说是4只狼了，就是4只熊你也得给我死。夜里11点，铃木才将车辆停了下来。可以说这几个小时他收获颇丰。你们3个放心待着，001松绑，给你们几个面包和水。晚上他又找到了一个队员，这次是一个胖小子。谢谢木哥。铃木满意的点点头，这小胖子可比那2个人懂事多了，
还知道叫哥。一旁的江颖翻了个白眼，溜须拍马都不是个好东西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此时距离开始已经过去了接近12个小时，再有12小时，这个迷宫就结束了。时间过得还真是快啊！吃完饭后，铃木第一时间打开交易中心，上架的物品已经卖出去了5个了，看来大家的战斗力都很强嘛。他将5个车辆提取出来，扔进了后面的回收站中。随后他看向物品售卖界面，第一时间查看出售的图纸。好家伙，这些人都不卖图纸的吗？现在出售的图纸数量屈指可数，即便是在售卖的图纸，也只是一些普通的图纸，对铃木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铃木想要捡漏是捡不了了。至于其他的物品，依旧是以食物以及简单的武器为主，就连他车上的小型纯净水采集装置里面都没有售卖的，卖的只有成品。铃木关闭掉交易中心，打开区域频道19423，玩家9527 LWL021131被 S 级危险冰晶狼击杀，玩家9527L 被 S 级危险冰晶巨熊击杀，玩家9527L 被玩家9527L 击杀。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冒出这种红色字体。铃木不禁想到自己出售的物品，不应该啊，刚才已经看到出现10几个是玩家击杀的，他们的车子留下来有什么用？放在背包中当个装饰品。大家伙，咱们人已经够少的了，要不咱们和平相处算了。你说这打起来多浪费时间，这可是宝藏迷宫，大家一起找宝藏不好吗？就是说啊，互相打架多不好，找箱子哪有打劫来得快？铃木大致看了一眼，便关闭了频道，随后打开信息邮箱。好家伙，一堆信息，怪不得邮箱上显示着99加。铃木大致看了几个聊天内容，都是让他在交易中心多放一些材料的，只要材料放得多他们就卖。其中有几个居然让他上架100铁锭的，这口子他能开吗？绝对不行。反正他又不缺这点材料，有能耐你们继续留在手中，至少现阶段他不担心，什么时候别人也有回收材料能力的时候，他才会增加数量。铃木回头看了一眼3人，001，将他们绑好，千万别松了。是的，主人。3人对此也不意外，很顺从的让001将他们绑起来。反抗是不可能反抗的，谁的速度能快过枪？更何况赵明伟那种的像猪头的脸已经说明了一切，旁边这个机器人不是一般的厉害。一开始他们以为这只是一个柔弱的女人，直到对方的脑袋能够拿下来当投影仪的时候，他们才意识到这居然是个机器人。大家是在一个求生世界吗？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多好东西？铃木打了哈欠，揉了揉眼睛。趁着天黑，他要继续寻找资源箱宝库，顺便再找一个队员，这样他就满员了。太困了。铃木打开背包，将一根长条物品拿了出来，还血里呼啦的。这玩意真的能行吗？虎鞭，吃一口，亢奋3小时，无任何副作用。夜间行车必备良药，10%。还是先询问一下面板吧，这东西应该不用生吃吧？可以做熟，但效果会变差。变差就变差吧，这玩意生啃多少是有些下不去那个嘴。001，把这个给我烤熟了。是的，主人。半小时后，一个红彤彤的条状物变成了黑色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怎么感觉更像了？这让他怎么下口？哈，一个大大的哈欠，眼泪都流出来了。看来不吃是不行了。面板大哥，求求你们下次弄点正常的东西好不好？比如带有效果的红牛是不是？那多少是个正经东西。建议采纳。铃木挑挑眉，这么人性的吗？想来这应该本就在他们的计划中吧，不然之前他让准备一些大炮什么的，怎么不采纳？他看向手中的虎鞭，狠狠心咬下来一口。还别说，味道还算不错，还挺有嚼劲的。咽下去之后，铃木感觉一股热气弥漫全身。死，好热啊！铃木感觉自己浑身热得慌，直接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，光着膀子开车，人也瞬间精神了，注意力立马就集中了起来。你这效果未免也太猛了吧，确实够兴奋。随着车辆行驶产生的震动，后面3人在这种环境中困意慢慢袭来。小胖子已经睡着了，江颖找了一个远离2人的地方躺了下来，闭上了眼睛。反正都这样了，不睡觉干什么？赵明伟也想睡觉，但是这个肿胀的脸他真不知道怎么躺，只能靠在墙壁上小憩。凌晨2点钟，铃木再次找到一个资源箱宝库。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银锭 X20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红烧牛肉面 X20、橡胶 X20、电子元件 X12。所有物资直接乘以4。我要队员，我要队员，我要队员。铃木一边开着箱子，一边捣鼓着。第37章，大哥，我尿不尽啊！砰！后面的3人瞬间惊醒。砰！又是一声。3人连忙看向窗外。赵明伟看到眼前的情形，眼角狂跳。
这不是他当时遇见的情况吗？铃木倒车，随后挂上前进档，与对方撞到了一起。砰！又是一声，随后倒车回来，一堆零件从对方车上带了下来。江颖咽了咽口水，大哥，对面可是一个小型货车啊，你这未免有些太刚了吧？可在铃木眼中，这种车根本没有什么防御可言。如果说是一辆装甲车，铃木可能会退去，但一个小小的货车想让他后退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对方开车的人也是轴，明明对铃木造不成伤害，还偏要撞。当第5次撞击后，对方车子直接熄火，一个男人从驾驶座上跳了下来。铃木眯着眼睛，对方手上拿着的是把什么枪？好像是霰弹枪。砰！噼里啪啦，一堆钢珠打在前挡风玻璃上，除了弄出了一些声响外，并没有对玻璃造成什么伤害。对方也是一愣，外面包裹的护网他并没有在意，这种东西也就是防一防野兽生物罢了，对人类来说没用。结果铃木这防护根本就是靠玻璃自己。一时之间，这个人不知道自己要不要继续开枪。铃木可不给他机会，长刀从车头中伸出，一刀插进对方的胸膛中，直接将人挑了起来。一开始他是打算用那个火焰枪的，不过考虑对方手中的霰弹枪，还是用冷兵器比较好。你说你为什么要拿出枪？要不你不就能够成为我的队员了？铃木一脸可惜，4倍收益他已经尝试到了，现在也想看看5倍收益，可惜这人不给他机会。后方的3人齐齐舒了口气，当时幸好没有反抗，不然这个人的下场就是他们的下场。哗啦，一股冷风灌了进来，3人迷迷糊糊的清醒了过来。外面的天色已经亮了起来，只见铃木押着一个女人走了进来，001熟练的用铁链将人绑好。这里有什么注意事项，他们会告诉你的。女人一脸无奈，她看3人一眼，最终来到江颖身边坐下。被冷风这么一吹，江颖也清醒了过来。这个铃木该不会是开了一晚上的车吧？也太拼了一点吧。你好，你也是被他抓来的？是啊，我都开车跑了，他在后面不停地追赶，追了我10几公里，最后在一个死胡同中把我堵在里面。女人轻叹一声，他都已经尽量逃了，对方就这么锲而不舍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我们3个人也是差不多的情况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抓我们。你说为了色吧，他又没有动我；你说为了财吧，完全可以把我们杀了，他居然还给我们水和食物，真是够奇怪的。好不容易来了一个女性，江颖将憋在心里的话全都说了出来。是吗？还真是怪事。我叫顾婉清，你呢？江颖既然知道自己死不了，还能活着，顾婉清也松了口气。就是这链子多少有些紧了。小胖子看着顾婉清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他发现这个机器人绑人手法实在是过于熟练啊，这造型谁能顶得住？死胖子，看什么看？再看把你眼珠子挖出来！江颖看着小胖子的眼神，不禁怒喝道：你们给我小点声，不然我把你们扔到外面待上半小时再回来。铃木看了一眼车内的后视镜，说道：不好意思，不小心声音大了点。江颖从心的道歉，他刚才可是注意到外界的温度已经到了-80度了，别说是半小时了，就是半分钟他也受不了。铃木转头继续看着前方的路，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10点多了，再有1个多小时时间就要出去了。可是此时前挡风挡玻璃上的雷达没有一丝反应，说明他附近没有车辆，也没有宝库。不对啊，这都多久了，怎么没有宝库的身影呢？可惜直到迷宫结束，铃木也没有看到一个宝库。哈欠，铃木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，看着手中剩下一半的虎鞭，再次扔进了背包中。还有5次可用，不能浪费。他拿出一些食物扔到了几人面前，随后爬上了2楼。001给他们解绑，让他们吃饭，吃完饭记得绑起来，谁要是敢逃跑，就让他跑不用管。铃木的声音从2楼传来，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些人敢逃跑，这-80度的天气，他都不敢在外面多待。这几个人的厚衣服他确实没有收起来，但想要靠着这么几件不如他身上穿的衣服在外面活下去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4人看着那个洞口啧啧称奇，没想到车里居然还能有2楼，为什么他们的车里没有这种能力？铃木大哥，我想要上厕所。江颖小心翼翼地看着洞口，他也不想去，但真的是有些忍不住。片刻后，001，他们要是想去厕所，就让他们去。好的，主人。得到回应，江颖乐呵呵地拿起2份泡面、2根肠和2瓶水，回到位置上。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挺好的，至少不用担心食物没了。顾婉清听到这句话，认同的点点头，确实是有那么点道理。但是他担心的看了一眼那个洞口，万一对方喜欢什么残忍的玩法，这还不如死了呢。赵明伟脸色晦暗不明，不过在看了一眼001后，眼中的那些神色瞬间消失。不敢想，根本就不敢想。一直到下午4点钟，铃木才从楼上下来，伸了个懒腰，坐在驾驶位上。主人，这是给您准备的饭，虽然只是一碗普通的方便面，但里面的肉是真的多。
不错不错，他们几个没有闹事情吧？没有，不过这个女人厕所上的有些频繁。001伸手指向江颖，江颖一呆，不是他就多上了2次厕所而已，不至于吧？铃木看着江颖，心中思考要不要换一个人，这总上厕所可不行。你，大哥，尿不尽啊，这个没办法的。你看我从来不闹事，不像这个赵明伟他那个时候还想逃来着。赵明伟顶着猪头，一脸懵逼的看着江颖，他都没想法了，能不能别提他？第38章，现在才是真的开始。铃木看了一眼赵明伟，这个男人确实想法有些多。这个女人虽说上厕所频繁了一些，但是想法很少。赵明伟看着铃木的目光，咽了咽唾沫，这个蠢女人是要坑死他。大哥，我现在没想法了，这里有谁有吃的，我怎么可能还有想法？赵明伟脸上露出难看的笑容，其实原先还是挺好看的，但没有办法，谁让他现在变成猪头了呢？最好是这样，不然，哼哼。赵明伟连忙点头，只要能够活下来，怎样都行。江颖撇撇嘴，没有坑到可惜了。一旁的顾婉清见状，小声的问道：“这个人惹到你了？”我跟他原先是一个公司的，这就是一个马屁精，工作啥也不是，拍马屁拍到了管理层。江颖一顿吐槽。前面吃饭的铃木摇摇头，拍马屁的人他也不喜欢，但架不住老板喜欢啊。他看了一眼温度计，今天是凛冬第6天，温度已经达到了-80度，只要再过1天就彻底结束了，就是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。他看向自己的图纸，难道是酷热天气？也不是不可能。次日，凛冬之怒第7天，也是最后1天。这2天后面的4人过得是真舒服，到时候有饭吃有水喝，每天还不用找资源箱，不用担心任何危险。现在就算是让他们离开这里，他们也不想离开。铃木坐在椅子上，第一时间看温度，室外-100度，室内-24度。铃木啧舌，这温度已经离谱到家了好不好？他打开车门，一股刺骨冷风吹了进来，房间温度瞬间下降。后方4人惊恐地看着铃木，大哥，你是要把我们冻死吗？要知道在车里，他们身上可没有穿着厚衣服啊，都在一旁放着呢。铃木并没有开多久，不到1分钟就关上了，车内温度瞬间就变成了-20度。后面4人浑身发抖，江颖直接朝着自己衣服钻了进去，可惜双手被绑在后面，不然他说什么也要将衣服穿好。随着时间，车内的温度缓慢提升，没一会温度就提升了回来。铃木打开交易市场，之前的材料卖出去了20多份，想来那些人也想明白了，这种废弃车辆留在身上不如卖出去。铃木也因此又收获了不少材料。他看向面板，叮，成功回收白银资源箱 X35， 获得银锭 X52。叮，成功回收废弃轿车 X2， 铁锭 X600， 橡胶 X24， 玻璃 X24， 塑料 X52， 电子元件 X88， 布料 X76， 铜锭 X4， 银锭 X2， 通用材料 X22。太多了，实在是太多了。他现在光是铁锭就有9000多，直接占据了10个格子，木材更是达到了 1.1万，占据了11个格子。其他的虽然数量并不如这2种材料多，但数量绝对够他使用的。他打开个人信息中的车队信息，帅比车队1/30，第1名，积分52114；无敌车队1/15，第2名，积分9212。他靠着自己一个人占据榜首，并拉开第2名4万多积分，那是一点道理都不讲。随后他打开区域频道18762，果然啊，死亡速度变慢太多了。这些死亡的人大多都是被人所击杀，被那些生物击杀的便少了许多。其他人又不傻，打不过还不能跑吗？终于到了最后1天，过了今天是不是就结束了？呵呵，你想多了。我估计这1年半载都不会停，停了也就不叫什么求生游戏了。结不结束我不管，至少这个凛冬过去就行了。我快受不了这个天了，上个厕所都要抓紧时间。你们就不会，我直接就在车里上，等到结束之后一起扔掉。有用的信息，铃木是一条都没看到，一个个的都想赶紧结束。你们倒是说点有用的东西啊。铃木撇撇嘴，关闭了区域频道。500公里，铃木从天亮开到了天黑，获得了10个箱子5倍的资源，这收益简直不要太高。而他只需要提供一些食物和水而已，在他这里，水和食物是最不缺的。夜里12点，暴雪停止，天空中再次响起了那个声音：恭喜你们度过了福利期，接下来将进入到真正的公路求生游戏中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上次说新手期，现在是福利期，那你下一次是不是又要搞什么初级阶段啊？天空中的声音继续响起。公路求生基础规则：14天为1周期，前7天不会有灾难，后7天为灾难期。从今天开始，福利取消。之前具体是什么福利，各位玩家很快就知道了。
7天之后，你们将进入下一个灾难，那个灾难就是7天之后揭晓。哈哈哈哈！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只见一道光芒笼罩在铃木的车身上，整个车内亮如白昼。铃木将手挡在自己眼前，过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，外面的光芒才散去。他透过挡风玻璃看去，外面的世界发生了变化，白雪覆盖的地面消失了，露出了沥青路面，而道路两边多出来了一些植物。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是不是看到了外界的情况？没错，你们换了一个充满生机的星球，是不是很开心？是不是很快乐？接下来我说的，你们一定要记住，资源箱出现的位置将不再是马路上，而是一个长宽各10公里的小镇中。面积虽然变大了，但是数量却也变多了，从10个变成了20个。此外，邻近的5个区域频道将合并为一个频道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，再见。铃木等了片刻，这个声音确实没有再出现。他摩挲着下巴，思考着刚才那个声音的话。14天一周期对铃木来说没有任何影响，有了改造技能，他可以随时应对任何灾难，除了必死的局面都能够应对。重头戏是来到这个地方后，他所说的那些。第39章，江野，你早掏出来，我不就去了。第一个便是资源箱将不在路上，也就是说不能再像现在这般在路上就能够将箱子捡走，而是放在了小镇中。100平方公里的小镇，这说实话一点也不小，而且还是只有20个箱子，平均分配的话5公里一个箱子，看似多了，实际少了。不过他看了一眼001，他可是有雷达的，这对他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。第二件事便是那个河区，其他人什么想法他不管，但他可就爽了。要知道，因为人数的问题，他一次都不敢上架太多的东西。物以稀为贵，上架过多，价格上不去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5个区域合成一个区域，这对他来说简直是完美。人数就算再少，也能够有8万人吧。赚钱的机会来了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区域频道出现了新的变化，在最上方显示着区域序号562区，人数118621，人数比预想的要多。他切换到全球频道中，人数显示 18.8亿人。按照10万人一个区的话，那应该差不多有 1.9万个区。这么一看，好像也挺多的。回到区域频道，终于结束了，太好了，这外面温度居然有24度，实在是太舒服了。你们快去外面的路边草丛中，里面有很多果实。玩家叶磊中毒身亡。等等，居然有名字？不对啊，咱们说话没有名字啊，这什么情况？铃木眉头紧皱，居然会暴露名字。他连忙打开自己的个人信息，编号还在。随后打开交易中心，自己的信息依旧是隐藏的一个状态。这么看来，只有死亡的时候会暴露名字。那还好，反正自己也死不了。难道所谓的福利取消，就是把编号隐藏取消了？铃木摇摇头，表示不懂。不管了，明天再研究吧。次日一早，铃木从楼上走了下来。此时的时间不过早上6点半而已。早起的鸟儿有虫吃，他不想浪费任何时间。不过，当他看到睡得如同死猪一般的4个人，心中不禁有些生气。凭什么他早上起来工作，这几个或在睡觉？不行，必须都得给我起来。001，把他们都给我叫起来。睡什么睡，都给我起床。2分钟后，4人都清醒了过来。不清醒不行啊，这个机器人是真下手啊。此时江莹脸上就多出来一个小小的巴掌印，他委屈啊，不就是晚了几秒钟而已吗？至于下手这么狠吗？顾姐，我没破相吧？顾婉清摇摇头，没有，就是红了一点。铃木先是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上22度，室内零上26度。铃木将车窗打开，一股温柔的凉风吹了进来。啊，舒服啊。铃木拿出一些食物和水，扔到后方。001按照以往的流程松绑，带着上厕所带回来吃饭，继续绑上。铃木打开工作台，既然已经到了暖和的地方了，那风扇什么的也都该制作出来了。制冰机、风扇、冰箱该做的东西全都做，制作好的物品全都放到后方的位置。福利取消，到现在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啊。铃木看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发现，他看向背包中的图纸 AK47 图纸 A 级，多了评级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除了图纸，一些物品也出现了评级，虎鞭 A 级，蛇皮 S 级，虎皮 S 级。铃木摇摇头，多了个评级对他好像并没有什么影响。铃木不管这些了，直接启动车辆发车。咔啦咔啦，铃木一脚刹车停了下来，忘记更改模式了。他连忙将履带更换为轮胎模式，再次开启。这回速度上去了，车速很快便来到了120公里的速度，这是他多次强化后的结果。40多分钟后，铃木远远的就看到了一处建筑，想必那里就是所谓的小镇。后面的赵明伟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又看了一眼远处的建筑，眼神四处乱转。这个温度要是跑了的话，应该能活下来吧？
但一想到那个声音说一个小镇只有20个箱子，就算逃出去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他那颗躁动的心又平静了下来。铃木可不管后面人有没有其他想法，他现在就想知道小镇中是什么样子。开进小镇，铃木放缓车速，刚进去没多久就出现一个十字路口。铃木想了想，转向了左侧。001，记得开启扫描，将资源箱的位置告诉我。是的，主人。然而车辆刚转过来，铃木便停了下来。小镇的房子并不是很高，大多都是2、3层楼这种房子。刚转过来，铃木就看到了一个商店。没错，上面的牌匾挂着商店的名字。铃木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里面的货架上摆放的各种产品。这什么情况？天上肯定没有掉馅饼的好事。铃木从背包中取出一个等身人形玩偶扔到了外面，随后用斧子推开房门，用长刀将等身玩偶推了进去。没事，不就应该啊。你过来。铃木指着江影。江影迷茫地看着铃木。没错，你过来。江影来到铃木身边。一会你走进去，拿起一个食物就跑，知道吗？听到这话，江影瞬间清醒。戴哥，你这不是坑人的吗？你都不敢进去让我进去，这不是让我死吗？铃木大哥，人家还不想死，能不能换别人？别急着拒绝，我可以在你身上绑上一根绳子，你的安全不需要担心。回来之后，我会给你比他们好的食物。铃木拿出一盒肯基基全家桶以及一瓶肥宅快乐水。江影看着眼前的食物，咽了咽口水。我去。001给他松绑。铃木收回了手枪。江影眼角抽了抽，你还不如一开始就掏枪呢。将他松绑之后，铃木拿出一根铁链拴在对方的腰上，别走太深，不然那我也救不了你。到时候护住自己的头，别因为没有保护好自己死了，那可不能怪我。江影双腿颤抖，你还不如不说这句话呢。铃木将车横在马路上，车头的位置的斧子全都伸了出来，足足有10米长。他将链子另一端拴在斧子上。第40章，没钱，只要从身上取下同等价值的就可以。江影站在门口，半天没有动静。走啊，愣着干嘛？江影转过头，一脸僵硬的笑容。真要我进去啊？你不进去，难道还要我进去吗？放心，有绳子呢。铃木说完，直接跑进车中，并将窗户关死。后面的3人见状齐齐咽了口唾沫，好像在这里安全性也没有那么高啊。江影看着前面的店铺，缓缓推开房门，货架上确实摆放了很多食物。他敢往前走，只敢在门口的位置拿起一袋薯片。江影观察一番，上面只是写着薯片2字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见没有什么变化，他又拿了2袋饼干，慢慢后退。砰！房门关闭。不过因为铁链子的存在，房门并没有关死。一个身穿黑袍的人出现在收银台的位置，脸部漆黑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欢迎来到公路超市，如果带走物品请付款。江影小声问道。用什么付款？具有相同价值的物品即可，您手上的物品总价值一共20积分，请拿出相应的价值物品。那要是没有呢？那就从你身上拿出等价的商品出来。不过你是第一次，可以给你一次出门的机会。一把手术刀被黑袍人放到了桌子上。看到手术刀，江影明白对方的意思了，这是一个嘎腰子的地方。好，我把东西放在这里，我先走了。江影连忙将商品放到收银台，连忙跑出店铺，打开车门就跳了进去。太吓人了，太吓人了！里面那个黑袍人要嘎人腰子。冷静点，里面什么情况？江影将他所遇到的一切收了出来。1袋薯片，2袋饼干，要20积分，也就是说20个铁锭才能换来这3个物品，这价格未免有些离谱了吧？要知道，在交易市场中，一袋100克的面包也只能换取2个铁锭而已，在这里翻了有2倍都不止。奸商啊！那这个东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还说正常的价格就是这样，但仔细一想，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。透过窗户可以看到任何商品，光是饮料就有几十种，甚至还有啤酒、白酒等饮品。要不要进去看看呢？铃木犹豫了一下，去一趟吧，反正自己积分那么多，换点东西回来。他将一个人形玩偶放到了驾驶位上。替死玩偶 SS 级，玩家遭受死亡威胁时可瞬间兑换位置，这是他在一个钻石宝箱中获得的一个物品，可以说是能够保他一命的东西。进入店铺，铃木并没有看到江影所说的黑袍人。他扫了一眼店铺，这里跟便利店一模一样。他从地上拿起一个篮子，开始从货架上往里装东西。老坛酸菜来上5盒，薯片可以弄点，这还有花生米可以弄点，啤酒也弄上一点。他一开始尝试往背包中装，结果无法选取，果然漏洞不好钻啊。铃木没有拿太多，只拿了一部分而已。就在他转身的时候，一名黑袍人出现在收银台的位置，给铃木吓了一跳。一共212积分，一木才几个积分？2分。铃木挑挑眉，
这里的积分计算方式好像和车队积分的不一样，竟然翻倍了。那铁锭呢？也是2分。行吧，就是翻倍了，跟什么材料好像并没有什么关系。这么一看，价格好像并不高，毕竟都是一些没用的东西。在铃木付完款之后，这些物品他就可以收进背包中了。走出便利店，铃木回头看了一眼，瞬间愣在了原地。整个店铺变成了一个废弃的商店，里面布满了灰尘、遍地垃圾。铃木回到车内，你们刚才看到店铺是什么情况吗？4人连连点头，看到了，就是一阵白光过后就成这个样子。铃木看向店铺，此时他发现这个店铺与他想还是有些区别的。一开始他以为这个店铺会一直在这里，谁来了都可以买东西，但现在看来，这店铺卖出去一次，物品就会消失，有点像神秘商人。难道这也是游戏的一个改编？算了，不管了，先找箱子再说吧。不过在此之前，铃木下车走进变成废墟的便利店中，随手一指，一道黑洞出现，便将房子中的一切吸了进去。果然可以，一层东西少，只花了10秒多钟就吸没了。随后来到2楼，这里空空如也。铃木表示很不满，你们是不是雇佣清洁工了？这未免也太干净了吧，什么都没有。接下来001负责开着车，铃木则挨个房间进去收集垃圾。要不是因为房子无法收进回收站内，他非把整个小镇全都收了不可。虽说是100平方公里的地方，但房子数量并没有多少，地方都是一片一片分割开来，错落着摆放。报告主人，这个楼有3个箱子。铃木看着眼前独栋的3层楼，这有箱子，你知道在哪吗？只见投影在挡风玻璃上的雷达瞬间摆成了这个建筑物的立体图。我靠，还有这个功能呢！看来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开发出来啊。主人，在楼顶的位置，不过并没有地方可以上去。楼顶，铃木看着眼前的3阶楼，这高度差不多有11米多吧。他回到车内，打开强化技能，将资源采集装置选定，延长采集装置长度。方案生成：20米范围灵活采集装置，铁锭 X50， 银锭 X5， 铜锭 X5， 橡胶 X1。材料比之前多太多了，想来是因为越长需要的东西越多吧。要不是这个技能不会回答问题，他少说也要问2句。改装完毕后，铃木控制着斧头在房顶寻找箱子，要是在上面安装一个摄像头好了。可惜他尝试过，改装技能根本就制造不出来。3个箱子从楼顶被扒拉到了地上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能量饮料 X5， 银锭 X25， 500克酱牛肉 X10。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万能药 X15， 玻璃 X50， 10千克大米 X5。今天遇见的新东西数量还真是不少。至于数量，铃木已经习惯了，毕竟这可是5人的量好不好？第41章自由。自由能当饭吃吗？最后一个白金箱子中冒出来5只大鹅。铃木一脸懵逼地看着大鹅，这算什么危险？这不是来送货的吗？控制着钢刀，一只大鹅一刀直接解决。铃木的背包中多出来5只4公斤重的大鹅肉，真送货呀！铃木转头看向后方的人，你们之前有人遇到过大鹅吗？江颖连忙点头，我遇见过，一个白银箱子里面开出来的2只活的大鹅，泥人可疼了，追着我跑了100多米，我才把大鹅杀了。还真有啊，杀伤力不强，侮辱性极大。铃木再次踏上征程，朝着远处开去。而刚开出50公里不到，一个十字路口出现在铃木眼前，没有任何标识。铃木将车停在路口上，左右看了一眼，根本看不出来。无论是两边的树木，亦或者说是远处的道路，都没有任何标识。011，你有导航功能吗？不好意思主人，没有这个功能。行吧。铃木没有转弯，继续向前。反正无论朝哪里走，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。铃木一边开着车，一边打开区域频道，人数并没有变化，留下来的没有太差的人。我已经在这个城镇中2个小时了，居然只找到了10个箱子。你能找到10个，我就找到了5个。整个小镇密密麻麻的全是房子，根本就找不过来。还是我好，整个小镇就4栋房子，箱子就在地上随意摆放，3分钟全部搞定。就是那个大鹅泥人有点痛，虽然挺好吃，但我真不想遇见了。你也遇到了大鹅？我也是大鹅，我也是大鹅。铃木挑挑眉，这信息量有点大啊。原来每个城镇都是不同的，而且这一次大家遇见的都是大鹅，看来这应该也算是福利的一种。就是这福利不是那么好拿。还有就是居然没有人提公路便利店的事，是没有人遇到，还是说遇到了不想说出来？他想了想，既然大家都不说，那他也不说了。20分钟后，铃木看向眼前的城镇，这小镇要比刚才的建筑物多呀。这对铃木来说既是好事也是坏事。好事就是能够收集的垃圾变多了，而他回收的材料就多了。
不好的就是这里花费的时间就会变长，估计没有个3、4个小时，未必能够走出这个城镇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中午12点了。你们有没有要上厕所的？有。江颖连忙站起身，举起手。铃木一愣，你怎么没有被绑着？这不是绑着呢吗？江颖指着自己腰间的铁链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看向001，他这什么情况？主人，您刚才没有说要绑起来？那我之前不是说过都要绑上吗？主人，您当然说的是上完厕所之后绑上，但他刚才是帮您办事去了，并不是上厕所。说好的智能机器人呢？你就不能灵活一点吗？铃木深吸一口气，不生气不生气，就是一个机器人而已，没必要。下一次记住，只要他们在这里就绑好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主人。那个，我快要憋不住了，能先上个厕所吗？江颖此时双腿不断扭动，真的已经到了极限了。快去快去！其他3人也纷纷出声，想要去厕所。铃木心烦的摆摆手，001给他们解开。4人下车后，纷纷找角落解决生理问题。铃木拿出一袋大米，这玩意怎么吃？升起炉子直接煮。既然都给了大米了，电饭锅应该不远了吧？001，你算了，就在这里煮吧，5人份的。这个大鹅炖1只吧，这些应该够了。铃木将4个窗户全都放了下来，车内用炉子，这温度必然会上去。江颖下车后就朝着不远处的一个房子走去。江颖，等等我。婉清姐，你快点，我不行了。江颖捂着自己的肚子，她也不想这样，但这些年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她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2个女人走进一个房间中，婉清姐，你先看一下，小心那2个人过来，一会我换你。好。另一面，小胖子和赵明伟去了2个房子中间。小胖子，你想没想过要跑？赵明伟斜眼看了一眼，果然很短。小胖子一愣，为啥要跑？这有吃有喝，还不用自己找资源，多好。赵明伟微微一滞，可是我们天天都被绑着呀，难道你没想过自由吗？自由？自由能当饭吃吗？反正我就只想活着而已。你这话我就当没听说过，你下次可别说了。铃木这个人下手是真的狠，你自己小心一点。小胖子鄙夷地看了一眼赵明伟，在他看来，这个赵明伟就是典型的吃饱骂厨子，不要脸。赵明伟嘴角抽了抽，轻叹一声，他确实想跑，但往哪里跑啊？算了，认命吧。跑不跑对铃木没什么影响，大不了就是少了1人份的物资罢了，到时候再找1个人就完了。2分钟后，2个男的先回来了，5分钟后2个女人才回来。确定都上完了吧？确定就抓紧吃。那个，我一会可能还要再去一趟。江颖举起手，小声地说道。铃木看了他一眼，要不把他扔了吧？这膀胱多少有些是已经报废了。你这才出场多少年，就已经变成这么差了？那就一会再说，赶紧吃饭。看着新鲜出炉的米饭和大鹅，4人咽了咽口水，终于吃到一顿像样的食物了。这大米真好吃，这大鹅也好吃，太香了。江颖的筷子不停地夹着菜，跟饿死鬼一样。铃木翻了白眼，你这个样子让我很没面子好不好？怎么就一点被抓的觉悟都没有？江颖才不管这些，有吃有喝就挺好了。可以说，这4个人除了赵明伟以外都已经认命了。当然，赵明伟现在的小心思已经消失了。第42章，来吧，小宝贝，你不要过来啊！吃完饭后，铃木身上套上皮甲，手上拿着手枪下了车，驾驶位依旧是001接手。哎，这地方房子未免也太多了吧？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房子，铃木一脸苦恼。要是不管这些房子，只拿箱子吧，确实速度快，但那样的话，他也会少很多材料。光是之前那个小城中，他就获得了铁锭600多，木材400多，电子元件100多，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一堆。那里的房子还没有这么多呢。铃木怎么可能会放弃？只能一点点扫荡了。要不是怕浪费时间，他都想将窗户拆下来，一个个的收进去。也好在吸的速度足够快，左侧一条街长5公里，只花费了他20分钟的时间。我靠，我这得弄到什么时候去啊？铃木抓着头发，一脸苦恼。但不得不说，这20分钟收获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要是能够直接将墙砸开就好了。他不是没想过弄一个大铁球，但车子根本就承受不住那个重量。按照技能上的显示来看，自重不够，车辆等级也不够，总之没办法安装，强行改装也无法使用。他不是没想过让车里的4人下来一起干活，但那效率还没他一个人来得快。扫荡了左侧2条街后，铃木直接加快速度，冲进去直接开始吸，吸不进去的也不管，继续下一个房子。如果东西少，直接不进。总之能快则快，蝇头小利不要。就这样，左侧全部弄完也花费了3个多小时的时间。要不是他吃了个蛇胆，增加了体质，估计花费的时间还要长。报告主人，
有车进入了雷达范围内。铃木刚上车休息1分钟，001就在他旁边说道：“有车。”铃木瞬间就不累了，一辆车抵得上2条街，甚至3条街。铃木启动车辆，朝着光点开去。江颖靠近顾婉清：“你说他会不会再抓来了一个人？应该不会了吧？他的车辆核心总不能是6级的吧？那未免就太逆天了。虽说5级已经是很逆天了，但6级就有些逆天过头了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抓这么多人干什么，但要继续抓的话，他食物和谁也会不够的吧？铃木当然不会抓人了，何在人数就这么多，就算抓进来也没有什么用，估计都放不到车里去。”来到主街上，铃木看到了对方的车辆，一辆有些过于离谱的皮卡车出现在铃木眼中。这车轮怕不是有1米多了吧？这车未免有些过于大了吧？对面的车不仅比他大，还比他宽比他高。对方也看见了铃木，直接冲了过来。显然对方并没有将铃木看在眼里。皮卡车内，一名额头纹着天眼，脖子纹着虾线的男人狞笑着：“来吧，小宝贝，让我抢了你。”他的皮卡车原先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，在历经3次升级之后，车辆才一点点变成这个样子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最近的几次成功抢劫才换了的这辆车。自此，他爱上了这种抢夺物资的感觉。两车越来越近，砰！两辆车的车头狠狠地撞在了一起。铃木的车顶多是掉了一点皮，而皮卡车车头出现了轻微凹陷。天眼男摇摇有些晕眩的头看向前面，这不可能，这根本不可能。对面那个车为什么没事？要知道，他最近几次可都是把别人的车头撞瘪的，这一次却是自己的车头凹陷了。他怎么可能会接受？他挂上倒档，准备倒车再撞一次。然而铃木怎么可能会给他机会？长矛已经插进对方车体内部，倒钩钩死，想跑都跑不了。经过铃木的强化，倒钩的长度再次增长了15公分，并且锋利度增加，可以轻而易举地刺穿对方的车体。铃木直接操着钢刀砸向对方的风挡玻璃，当当当，哗啦！天眼男一脸惊恐地看着钢刀，我到底遇见了个什么东西啊？你不要过来啊！噗呲！他直到死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车头上会长着一把灵活的钢刀。铃木身后的4人咽了口唾沫，这个车要比他们4个人的车厉害多了，那人就这么死了。我很庆幸我还活着。江颖不禁挪动了一下身体。顾婉清僵硬的点点头，他可是第4个被抓上来的，要是他是第5个的话，可能自己就是这个下场。这个男人，他看向铃木，应该不会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就会放水的。铃木将长矛收回，随后下了车，第一时间就取下对方的车辆核心。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居然是一个 LV3 的车辆核心。看来他也搞了不少车呀，不只是车辆核心等级高，就连车辆等级都已经 LV4 了。看到这个等级后，铃木不打算将车辆回收了，收好东西后继续探索小镇，一直到晚上7点，他才将整个小镇中大部分垃圾清扫一空。也幸好其中大部分都是1层楼，如果是2、3层楼那种，铃木估计还要好久。而这还没有开资源箱呢。001先弄点饭菜出来。是的，主人。箱子不着急，先休息休息再说。铃木刚打开区域频道，打算了解一下信息。那个，可以先上个厕所吗？铃木翻了个白眼，要不是看在他懂事的份上，说什么也要换一个人。去，赶紧去。你们还有没有人要去的？这一问，4个人都要去上厕所。放4个人出去，铃木继续打开区域频道。562区，人数113272。铃木看着上面的数字，有些不解呀。今天难道不是第1天吗？怎么一下子没了接近5000人？他连忙看向聊天框，谁他妈有病吧？没事攻击我干什么？大家在城镇中小心一点，我遇到了4辆车，还有十字路口，说不定你身后就冒出来一辆车。玩家张倩击杀玩家王旭阳，一个血红的文字冒了出来，上面的人数又减少了1个。这个张倩到底是怎么杀这么多的？我都看到了3次这个名字了。大家遇见女人都小心一点，活到现在的没有一个简单的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他还真好奇这人具体怎么杀死这么多的，他真想遇见这个张倩啊。第43章，我一眼就看出你不是人。15天的时间让人们的心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。头7天还会有人互相帮助，遇到好东西相互呼喊，后7天为了活下去干什么都行。人性就是这样，就是铃木他也是一样的，谁不想自己能够活到最后呢？张气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按照这个情况来看，这个女人的车辆核心至少也在 LV3， 甚至可能达到 LV4， 资源数量也少不了。这怎么办？他好心动啊！啊！江颖的尖叫声突然响起，铃木拿着手枪伸出头去，可惜天色太暗，看不清远处。他利用工作台制作出一个手电筒，照亮侧面的房子。
只见江颖慌慌张张的跑了回来，身后跟着顾婉清。什么情况？有什么啊？后方的顾婉清走上前来，有野兽、妖怪，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，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生物，速度还特别快。天色太黑，他们只能看到一道身影快速掠过。你们先上车。两女连忙打开后面车门，来到车中，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。只要在这个车里，他们就能够感到足够的安全感。他们两个呢？两女连连摇头，不知道，上厕所我们不在一个地方。啊！救命啊！太恐怖了！小胖子一手抓着裤子，一边朝这面跑，来到车旁，打开车门，直接跳了进来，反手就将车门关上。一股臭味慢慢弥漫开来，两女连忙远离，捂着鼻子。铃木皱着眉看着他，你鬼叫个什么？我怎么什么都没有看见？还有你上厕所没带纸吗？味道越来越大了，铃木连忙打开空调换空气。由于他们的喊叫，铃木已经将窗户关上了，只留下了1毫米左右的缝隙。一个妖怪，一会4条腿走路，一会来2条腿走路，可吓人了。我刚才还看见了呢，可能跑了吧？你身上的味道怎么回事？那个摔倒了，所以沾了一点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把你的裤子给我扔了。可我没有别的裤子了呀。铃木随手扔给他一条裤子，立刻马上赶紧给我换。两女连忙背过身去，这不能看。铃木看着倒车镜，后方依旧什么都没有，侧面也没有。赵明伟呢？他可能是被吃了吧？铃木眉头紧皱，逃跑是不可能的，除非是不想活了。夜晚是危险的，每个人都知道，但要说是吃了，他也没看到什么东西啊。就在这时，赵明伟的身影出现了。铃木眯着眼睛，小声问着001，你能看出来他有什么异样吗？报告主人，001没有相关功能。小胖子，你确定他被吃了？这个我不确定，但是他突然从我身边消失之后，我就看到那个影子了。小胖子有些不确定地说道。赵明伟此时已经来到了铃木窗户这里。铃木，我上完厕所了，让我进去呗。看着赵明伟那正常的表情，铃木怎么看都觉得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人。难道他们3个人遇到幻觉了？天王盖地虎。赵明伟脸上一愣，铃木你在说什么？即便我不变。赵明伟此时也反应了过来，这是对暗号啊。他脸色难看，只见他的脑袋裂开，一个黑色的头伸了出来，滋滋滋，4个电锯伸了出来，直接将其锯成了2截。黑色生物无助哀嚎，小样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你不是人，居然还敢吃我的队友。队友？后面的3人疑惑地看着铃木，你家队友是用链子绑起来的吗？铃木看着地面上的生物，寄生兽，危险等级 SS 级，建议不要靠近它，不然你就不是你了。一把钢刀落下，直接将寄生兽的脑袋切成2半。叮！击杀 SS 级危险寄生兽，获得体质药剂 X3， 体质 S， 1瓶可增加5体质，一人最多服用5瓶。为什么这东西会爆出这种东西？还真是够奇怪的。你们看到了吧，在我的车里足够安全吧？所以不要想着逃跑，这就是下场。3人嘴角抽了抽，他好像也没想跑吧。损失了一个队员，对铃木来说是一种损失，资源获取瞬间少了1人份。抓紧吃饭吧。半小时后，那个，你刚才不是说我们是你的队员吗？要不这个铁链还是不要拴着了吧，时间长了有些麻。江颖小心翼翼地看着铃木，这东西拴上之后是真的难受。啪！麻吗？江颖看着拍在那里的手枪，连连摇头，不麻，其实还挺好的，大姐绑紧点，我没事。3人绑好后，安安静静地坐在后面。铃木开着车直接前往寻找资源箱，刚刚已经将20个资源箱的位置记录了下来，只要抵达对应的位置就行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能量饮料 X4， 铁锭 X40。果然啊，直接变成了4人份的物资，亏了呀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监控摄像头图纸 A，X4， 霰弹枪通用子弹图纸 A，X4， 精致白糖 500G，X4。铃木瞪大眼睛，霰弹枪子弹，他获得霰弹枪好几天了，一直都没有拿出来使用，子弹一共就只获得了20颗。当然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机会，但这不一样啊，不能用和没机会用，这是2个概念。不着急不着急，将所有箱子弄完再说吧。一路收集箱子，全都是4人份物资，铃木直呼亏大了。其中一个箱子里冒出来4只野猪，让他补充了一下肉类食物。叮，一条信息发送了过来。温如玉打开一看，依旧是上次和他兑换的人。兄弟，你有没有食物？我想兑换一点。铃木看着刚刚获得的16斤猪肉，你用什么兑换？这个5公里范围小型雷达图纸 A， 换2人份3天的食物。雷达？还是5公里的？这未免也太划算了吧。
第44章，好像被坑了，又好像赚了。姐，对方能换吗？舒心有些担忧的看着对话框，怎么可能不兑换？这很便宜的好不好？可是 A 级图纸可是要4张才能够成为永久的，所以我才要了2人份3天的食物。要是1张可以变成永久的话，直接要半个月的食物。舒心点点头，好像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另一面，铃木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，食物很充足，3天量没问题，面包18个，水9升。大哥，你搞没搞错啊？一个面包才100克，你这一顿饭未免也太少了吧？不行，必须再加点。还有谁也太少了，他也要加。我这是看和你熟悉，才优先卖给你的，不然我直接挂到交易市场上，也能卖出去高价的。铃木打开交易市场，上面卖的图纸现在都很垃圾，一点用处都没有，他连交易的欲望都没有。铃木不禁思考，如果这个东西出现在交易市场上，自己会不会买？大概率是会的。他思考了一下，再加1份500克猪肉以及2L 水，行就交易，不行就算了。片刻后，可以，但要再加2片万能药。没问题。由于多了几个队员的原因，他现在手上有50多片万能药，给2片一点都不心疼。交易后，铃木连忙打开工作台，这种东西就不等弄成永久了，直接制作。无法制作，4个大字出现在工作台上。他仔细看了一下，上面显示着1/4。铃木连忙看向其他的图纸，之前已经转变成永久的图纸没有改变，但后续获取的物品却显示相同的情况。监控摄像头图纸 A 4/4，霰弹枪通用子弹图纸 A 4/4。死，这就有点坑了呀！原来现在改成这个样子了。他第一时间将2个图纸转变成永久，果然可以制作。坑，真坑！一开始2张图纸就可以变成永久，现在却要求这么多，怪不得现在图纸售卖的这么少，原来是这个原因。铃木完全是因为获取物资太多了，一直都没有看其他的东西。算了，以后再研究吧。至于和他兑换的那个人，倒也不算是坑他。铃木也懒得计较这种事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决定先开到下一个小镇，先将箱子获取了再说。夜晚的箱子资源要比白天丰富。夜里9点半，铃木将20个箱子收好，直接关闭车辆休息。001，如果发现有其他车辆出现，记得叫我。好的，主人。在3人的注视下，铃木来到了2楼，躺在松软的床上，慢慢进入了梦乡。江影轻叹一声，啥时候我能好好的睡一觉？他扭了扭身体，这铁链子属实是不舒服，躺在地上硌得慌，只能靠在墙边，好像不太可能。其实铃木想过将他们扔到3楼去的，在那里弄4个单间，其实也不是不行，但现在没有厕所，不是很方便，铃木也就没再想这个事。次日一早，3人还在昏昏欲睡中，车辆行驶了起来。今天这么早吗？江影看到外面的天才刚刚亮起，时间应该在6点多7点左右。他好像每天都挺早的。顾婉清说道：哎，我当时每天9点多才起床，10点才开始找物资，怪不得人家实力这么强，原来是我太懒了。顾婉清嘴角抽了抽，你这个时间确实是有点晚了。这一次的小镇比较好收拾，建筑数量并不多，并且都是平房，全部弄下来不到3小时的时间。铃木看了一眼400个的背包，此时只剩下了80多个格子，背包不够用啊！无论是材料也好，还是说各种食物也罢，铃木感觉自己根本就用不完。不过也好，下一个地方他就可以不用去寻找垃圾了。至少在背包扩展之前，铃木是没有办法弄材料了。那个，能上个厕所吗？去，赶紧去！铃木觉得厕所的事情迫在眉睫。趁着他们上厕所的时候，铃木打开改装技能，加装一个厕所。无法改装。铃木直接将一个坐便器扔进了强化栏。给我弄一个厕所。选项1，简易卫生间，木材 X20，石料 X5。先改造出来再说。一个卫生间出现在后面的位置。大哥，你不觉得这里又是吃饭又是睡觉的，将卫生间放在这里好吗？然而改装技能只是一个技能而已，根本无法理解铃木其他的话语，只能铃木自己调整。他最后将卫生间放到了3楼，一会他们回来后就让他们在这里等着，这些给你一会弄点饭菜出来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来到3楼，屋里黑得不像样子。铃木连忙用改装技能在3楼安装了几个灯，随后打开卫生间。卫生间面积很小，只有4平米的样子，除了上厕所什么也干不了。爱已经半个多月没有洗澡了，太拉手了。他真想将卫生间改装成一个浴室，可惜他的水再多也不够洗澡用的。他将卫生间再次进行改造，一个普通的卫生间变成了一个带有镜子和照明的卫生间。没错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。早饭过后，铃木打开背包，看向那辆等级达到 LV4 的皮卡车，直接扔进技能矿中。叮！
监测到 LV4 车辆是否用于强化车辆。强化，果然啊，只有高等级的才对他的车有用。这句话他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了。计划生成中，选项车体强化，铁定 X200，芥子石 X2，只有一个选项，那就强化吧。车辆开始震动，散发着光芒。后面三人一脸惊恐地看着眼前的情况。铃木大哥，这车是不是要爆炸呀？咱们要不下车吧？小胖子躲到角落中大声喊道。铃木翻了个白眼，你家车子才要爆炸。等到光芒散去后，整个车辆的视野变高了不少。铃木下车打量了一番，轮胎变高了，车身变长了，车体感觉厚实了不少，在车顶还多了4个灯。这一次变化还挺大的，就是不知道数据怎么样。第45章，车辆超出现阶段等级。回到车中，他打开车辆信息面板，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D 级，等级 LV5， 油箱 120L400L， 油耗 1L5 公里，车速130公里每小时，功能超级防寒、高级隔热、高级防御强度、中级攻击能力。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座回收口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，分解率提升 50%。 升级要求铁定 X50， 银锭 X10， 铜锭 X10， 玻璃 X8， 橡胶 X4， 车辆核心 LV4。 等等，自己的车子可以升级了。铃木这才发现自己早就可以升级了。靠，自己这是错过多少？材料他有的是，升级就是点一下的事。叮，车辆提升至 LV6， 车辆空间扩张1倍。继续。叮，车辆提升至 LV7， 开启房车属性功能，开启功能区，开启工作台相关制作。我去，原来在这里。他之前就想将2楼改造一下，可是改装技能一直都告诉他不行，也就是那个床让他改造的很舒服，而那个卫生间都是他拿了一件马桶才弄出来的。他就说嘛，车子空间变得这么大，你总该能够让改装吧。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C 级，等级 LV7， 油箱 120L700L， 油耗 1L10 公里，车速160公里每小时，功能超级防寒、超级隔热、高级防御强度、中级攻击能力、热武器组件、封印。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座回收口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，分解率提升 50%。 升级要求铁锭 X200， 银锭 X100， 铜锭 X100， 玻璃 X80， 橡胶 X12， 电子元件 X100， 车辆核心 LV6。 所有的东西他都能理解，无论是等级也好，还是油耗恢复也罢，都在理解范畴内。唯有功能中热武器组件封印是什么意思？面板大哥，热武器组件封印状态是什么意思？车辆等级超出了现有阶段，无法使用。那你这得给我补偿。无需补偿，热武器组件暂未出现在宝箱中。你要是觉得不好看，我可以给你将封印2字去掉。铃木无语地看着上面的文字，这个面板还真是不好忽悠。那你总该说说什么时候才会开启这个热武器组件功能吧？下一次灾难时，预计会有一部分车辆会达到 LV7。 铃木点点头，也就是说14天不到，还可以接受。江影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空间变大了？顾婉清打量着后面的地方，好像确实是变大了，应该是车辆升级了吧？只不过它的升级动静为什么这么大？不清楚，我记得我升级的，算了，我那个才 LV2， 根本没啥动静，比不了，根本就比不了。这人的车已经超出了常人理解的地步，难道那些厉害的人车辆等级都这么高吗？铃木关闭车辆信息，启动车辆前往下一个目的地。车辆速度提升了，那他前往下一个小镇的速度也快了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562区，人数110111，还真是个好数字。你们有没有人开出过公路去野外探索的？啊，这还能开下去？嘿，一猜你们就没有人去。我在野外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在里面发现了材料库，看看什么叫做一波肥。图片 JPG。 铃木点开照片，只见照片中各种基础材料堆放在一起，他甚至在桌子上看到了2颗车辆核心。死！野外还有这种地方吗？铃木转头看向野外，除了草地就是草地，什么也没有啊。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我也开出去过野外，什么也没有遇见。别听他扯淡了，我去过，差点没死在野外区域，那里除了野兽还有未知危险。铃木看到这句话，瞬间打消了心思。野兽他倒是不怕，他怕的是未知的危险，万一自己不小心遇到了，那岂不是毁了？他现在可是拥有超高等级的车辆，
以及高等级车辆核心，完全没有必要冒风险。那里唯一吸引他的，也只是那几个车辆核心罢了。铃木摇摇头，还是按部就班的走才好。铃木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上25度，室内零上26度，室外温度提升了，不过暂时还看不出来什么。如果接下来2天的时间里温度还继续提升的话，那说明接下来就是炎热天气了。后面，婉清姐，我又想上厕所了怎么办？江颖快哭了。万能药他也吃过一粒，但根本就没有用。顾婉清看了一眼前方开车的铃木，要不你忍忍吧。按照正常来说，200公里就是下一个地点，以现在的车速也就1个多小时罢了。1个多小时？江颖扭捏着身体，好难忍耐啊。一路上，他多次想要开口上厕所，都被他忍下来了。透过前风挡玻璃，他看到了远处的建筑物，他瞬间热泪盈眶。总算是要到地方了。鬼知道他忍了多久，他现在是一动都不敢动，生怕忍不住。铃木看着远处的建筑，不禁皱紧眉头，居然都是7层楼的建筑。垃圾他倒是不在意了，毕竟背包没有多少格子了，但箱子他要啊。这么高的楼，万一箱子在楼顶，那可是一件麻烦事。001，寻找箱子，注意车辆。明白主人。这一次他并没有从左边开始，而是先将车开到最右侧，再调转车头，这样一条街一条街的扫荡。运气不错，第一条街就遇到了箱子。要知道这个小镇，一条街与一条街之间的距离普遍只有100至200米，建造的非常密集。而10公里的长度，街道大约在70条左右。即便是001的范围有1公里，那也要铃木开车过去找才行。就在这时，2个车队一前一后从其他的2条公路开了进来。第46章，低劣的手法，钻石箱子引发的血案。秦哥，没想到拐过来也有小镇啊！你这不是说的废话吗？第2天每200公里必然有箱子。秦向阳一脸无语地看着手中的对讲机，自己的队员脑子都是怎么长的？秦哥，迎面来了一个车队，现在怎么搞？秦向阳将车开到侧面，看到对面的车队。经理，能看出对方有几辆车不？走在最前方的小型货车中，一个光头眯着眼睛看了看。秦哥，对方领头也是个大车，看不到后面的情况，我只能看出有4辆。秦向阳敲打着方向盘，他这个车队是6辆车，按理对方想要发展，必然不能有太多的车辆才对。当然也有可能有多的，比如第2的车队。他也不知道那个车队是怎么活下来的，居然能有那么多人。速度降下来，等对方转弯。如果对方开过来的话，经理给我撞上去。是。秦向阳的车队慢慢降速，而对面的车队也是同样的操作，慢慢降了下来。双方同时停在了最大的十字路口处。主人，发现13辆车。铃木连忙看向投影出来的雷达，一字长蛇阵。看着那排成一排的红点，铃木有些迷惑，这一动不动的留在原地做什么？难道那里有便利店出现了？那也不应该啊。铃木找了一条路窜了过去，一路来到队尾的位置。他没将车开出去，而是自己走下车，来到一处房子的后面伸出头。这是在做什么？2队人怎么都不动？此时2个车队就这么对峙着，谁也不开车。铃木看着这13辆车，嘴角都要流口水了。13个车辆核心，自己的核心等级又要提升了，队员又要多了，真开心啊。但看着这13辆车，自己一个人可对付不过来。铃木眼睛一转，从背包中取出一瓶啤酒，随后又拿出一件衣服，简单的制作了一个燃烧瓶，用打火机点燃后用力一扔，只见燃烧瓶划过一道完美的弧线，砸中其中一辆车上。见状，铃木连忙回到车上，将车开到侧面的公路上。秦向阳还在用对讲机与队员沟通着，结果一团火焰在他车子上燃烧了起来。我靠，哪来的火？秦哥，好像是个燃烧瓶。秦哥，你说会不会是对面扔的？秦向阳也不禁有些怀疑，但对方不是没人下车吗？经理，你有没有看到对方有人扔燃烧瓶？秦哥，没看到啊。随后他又问了其他车辆，没有一个看到燃烧瓶从哪里来的。秦向阳挠挠头，闹鬼了。他不禁看向侧面的房子，这也不像是有人的地方。就算有，自己也不能这么倒霉吧。另一侧街道上，铃木看着眼前的投影雷达，我去，居然没有动手，这人居然忍住了。按照他的想法，这2队人应该打起来才对，但居然没动手，依旧在对峙，这就有些难办了。他除了能够弄出这种东西外，再就是用枪了。但用枪就要考虑一个问题，那就是2队人突然联合弄他，那他就不得不溜走了。这要是有一个榴弹炮，我直接就上去弄他。主人，这个房间中有一个箱子，要不要拿？001指着一旁的店铺说道。箱子一会再弄，我靠，居然是一个钻石箱子。铃木舔舔嘴唇，他好像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另一个车队内，兔子，要不咱们算了吧，对面至少也是4辆车。
浪费时间，咱们还是去找箱子吧。这怎么能算了？咱们车辆核心就差几个就能够升级了，只要弄死这个车队，绝对够了。秃子可不想放弃，车辆核心可是个好东西。那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下车对方肯定会撞过来，但不下车，估计没有个1小时都结束不了。如果是现实生活中，只要撞几次就废，但在这里，你根本不知道对方车子的防御程度。有这个时间，真不如去找箱子了。以后找到单独一辆车的再动手就是了，何必要和车队过不去？砰！一个箱子从天上掉落了下来。秃子，你猜我看见了什么？天上掉下来了一个钻石箱子。钻石箱子？天上掉下来的？你确定天上掉下来的？我确定，就突然出现的，估计是上面刮风从楼上掉下来的吧。如果只是一个黑铁资源箱，他们也不会在意；就算是白银资源箱，他们也不至于如此激动。但钻石箱子就不一样了，里面要么是好材料，要么就是大量基础材料。总之对车队而言，这个箱子实在是太重要了。秃子握了握方向盘，所有人拿上武器，准备抢箱子，之后与对面车队开战。此时的铃木正在6楼的一个窗户后面注视着下面的情况，看着2个车队的人相继出来后，他总算松了口气。就说嘛，怎么可能看到钻石箱子不出来呢？要知道这么多天过去了，铃木也不是天天遇见钻石箱子。要知道铃木最高的时候一天能够有60个箱子，就这都未必能够遇见钻石箱子。由此可见钻石箱子是多难遇见。当然最难遇见的当属盲盒了。很快一个钻石箱子引发的血案就此发生。喂，别都杀了呀，给我留点人啊！铃木连忙从楼上往下跑，结果当跑到楼下的时候，地上已经全都是尸体了。不，还有一个活人，身上扎着一把长刀的男人，只不过离死不远了。万能药，对，万能药应该可以。铃木上前直接将对方的身上的长刀抽了出来。噗呲，本来没有流血的伤口，鲜血开始不停地往外冒。秦向阳一脸惊恐地看着铃木，这人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上来就把刀抽出来了？他倒在地上，慢慢闭眼睛。他本就是强弩之末，如果不拔刀先吃药还是能活的。但铃木想的是刀身在身体中治不好，所以先拔的刀。此时铃木好不容易从背包中找到了万能药的位置，没办法，谁让背包格数那么多？这个东西一点也不智能，就不能想要什么就拿什么，死了。第47章，张倩，别打死我有用。铃木看着趴在地上的秦向阳，一脸错愕。不就是1分钟吗？怎么就倒在了地上？他摸了一下秦向阳的动脉的位置，已经停了。我的队友就这么没了？铃木摇摇头，他觉得自己运气还真是差。一共13个人，连一个活着的队友都没弄到，太惨了。他看向留在这里的车，没有队友就没有吧，有车就好。车辆核心升级之后，自己的车子又能够升级了。1小时后，铃木回到了车子上，至于十字路口那里，留了一地没有衣服的尸体。1个小时的时间，5分钟收车，剩下的时间都来扒衣服了。铃木坐在驾驶位，清点着自己的收获。LV2 车辆核心10个 ，LV3 核心 X3。至于物资，铃木直接略过。2个车队的基础物资都没有他多，倒是食物的品种扩充了一部分。而收获最大的是图纸，而图纸中最好的一个就是那个雷达，让铃木凑够了。他二话不说，直接制作出来一个安装在了车上。他看着手上的核心，没问题，可以升级。升级之后还有剩余，不过想要再升级就难了。叮！车辆核心提升至 LV6， 荷载人数6，背包加200，开启避难所模式。铃木有些疑惑地看着信息，避难所模式，这后面是要发生什么事吗？怎么感觉有些危险呢？铃木连忙打开车辆核心信息，车辆核心等级 LV6， 荷载6人，升级条件1颗 LV6 车辆核心或同等车辆核心。然而在这里并没有显示所谓的避難所模式。他又打开车辆信息，在这里他看到了所谓的避難所模式。避難所模式，车辆将变为房屋抵御危险，其防御增加 100%， 面积等同于车辆内部空间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车辆达到 LV7 拥有了热武器组件，车辆核心达到 LV6 则有了避難所模式。而 LV7 按理来说也应该是在3周之后才会出现，按照这个推算的话，应该是在第4次灾难的时候，这个避難所模式才会用上。这么看来，第4次应该不是公路求生，换地方了。但这不应该啊，说好的公路求生的，后面怎么会改变呢？他想了想，还是打算问一下面板，但还不能太刻意。嗨，面板啊，我问所有的灾难都是发生在公路上吗？是的。既然是公路上，为什么会有避難所模式呢？铃木摇摇头，根本就想不通。算了，爱咋咋吧，反正只要自己等级提升的足够快，那自己安全就能够得到保证。铃木顺便也给自己的车辆提升了一个等级，大的变化没有，
就是升级条件从车辆核心 LV6 提升到了 LV8。故意的，绝对故意的。这得弄到多少车辆核心才能将核心弄到 LV8？ 太难了。背包虽然大了，铃木也没有兴趣收拾垃圾了，因为13辆车就是最大的收获。在收集好箱子之后，铃木继续踏上征程。路上，铃木将摄像头和雷达都制作了出来，其中一个摄像头让他安装在了后方，通过车子的多媒体就可以直接看后方的情况。嘿，还别说，真的够方便的。一连2天，铃木再也没有遇见过一辆车，这让铃木十分失落。看了一眼身后的3人，铃木摇摇头。队员还差2个，但遇不到，想要获得那2人的物资都获取不到。第6天，室外零上45度，室内零上23度。铃木看着一直在运转的风扇以及脚下的空调，松了口气。要不是车辆升级这么快，他估计得热死。想到之前获得车辆，那么多人都还在 LV2， 就觉得他们真的好惨啊。此时后面的位置已经从3人变成了5个人，这是铃木这2天弄到的新队员。为了欢迎他们的加入，铃木当时可是煞费苦心，才将这一男一女弄到了车内。只不过女的胳膊没了一个，另一个男的2个小腿不见了。江颖每次看到这2个人，眼神中都充满了怜悯。你说你们为什么要反抗呢？好好配合不好吗？啧啧真惨。女人眼神中充满了凶狠。婉清姐，她在说什么？你懂吗？顾婉清翻了个白眼，这嘴都被贴死了，上哪能听懂去？铃木通过后视镜看着后面2人，摇摇头。昨天晚上10点，铃木已经打算休息了，雷达传出来了滴滴声。只见一个红点从后方一点点靠近铃木，最后停在了他的旁边，从中走下来一个柔弱的女人。你好，能帮忙吗？我的车好像出了一些问题。铃木看着对方楚楚可怜的神情，再加上那傲人的身材，这一看就有问题。正经人谁会半夜走出来，就不怕危险？他拎着手枪走了下来，余光看到对方车后蹲着一个人影。车子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车头的位置总是发生异响，听起来就像坏了一样。我看看吧。不过你一个女孩大半夜的这样多危险，要不上哥的车上待一会。铃木的眼神变成色眯眯的样子。女人一点也不介意，修好之后的吧，不急这一时。还给铃木抛了个媚眼。铃木假模假样的打开前机盖，眼神却始终注意着两侧。001此时已经从副驾驶走了下来，手上则是拿着霰弹枪，绕到了车子后方。妹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张倩。铃木一愣，没想到居然还是一个大客户，这不发达了吗？001，别打死，我还有用。是的，主人。一道声音从张倩2人身后响起，2人瞬间一惊。男人拎着长刀就朝着001砍去，砰！一堆钢珠打在了对方的膝盖以下，男人直接跪在了地上。张倩一愣，连忙从衣服中取出手枪，瞄准铃木。随后一愣，只见一个超大的盾牌立在他的面前。这盾牌，001抽出腰间的长刀，用刀背一刀砍向了张倩拿枪的胳膊上。危险解除。至于为什么不用刀身，当然是为了节省物资。欢迎2位成为我的队员，以后我们和谐相处哦。你做梦，我死都不会成为你的队员。张倩眼神凶狠，他怎么也没想到百试不厌的方法居然失效了，这还是不是个男人啊？第48章，好东西，只要带上，你们就不用拴锁链。第6天，一个小镇距离500公里，铃木就算走得再早，也要花费3小时的时间才能够抵达目的地。第一个小镇看起来很好，全都是废墟，碎石一地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10点半快11点了。001，开火做饭。好的，主人。001拿起一旁的电饭锅和电磁炉，开始准备起今天的饭菜。也许是因为接下来的灾难是炎热天气吧，最近2天遇到的电器特别的多。什么电饭锅、电磁炉、电烤箱，铃木都弄到了好几个，有些已经被他卖了，换取了大量物资。没错，就是大量的物资。毕竟外面天气炎热，又不敢在外面做饭，只能在车里。这火炉一生火，那车内的温度直线飙升。铃木靠在驾驶位上，查看起张倩车辆核心，居然还是一个 LV5 的核心，这是迄今为止铃木第一次遇见这么高的等级。江颖将他嘴上的胶带弄下来，顺便把他口中的袜子拿出来。哦！江颖不情愿地动了起来。张倩嘴上袜子被拿下来后，狠狠地喘着粗气，眼神紧紧地盯着江颖。干嘛？没有水洗脚，脚臭一点怎么了？酸一点怎么了？但我没有脚气，别这么看着我。江颖理直气壮地大声说道。反正大家除了铃木以外，其他人的味道都不好。张倩此时的眼神想要刀人。这一晚上，她的嘴里又酸又咸，就连鼻子里都是一股子臭袜子味。嘿嘿，你的脚味道确实有点大，就是小胖子都没有你味道大。铃木看不下去了，
他也没想到江颖的脚味道会如此之重，看来车辆改装也该行动了。自从功能区开启，他还没有研究过，主要还是一天时间太少了，每天都在争分夺秒。那个张倩，你这个车辆核心升级所用的核心都是击杀别人获取的吗？张倩看着铃木，是又怎么样？铃木眉头紧皱，就没有其他获取车辆核心的方式？哼，有也不告诉你。张倩将头一扭，不再说话。铃木不禁气笑了，分不清谁是大小王是不是？要不是看在你还有用的份上，早就给你埋了。江颖，把你2双袜子都给我塞进他嘴里去。好。江颖无奈地脱下另一只袜子。张倩拼命挣扎，一旁的小胖和顾婉清也上来帮忙，只不过就是呼吸上多少有些难受。被胶带封住的张倩眼眶带泪，也不知道是受到屈辱，还是说被袜子熏的。看着那依旧充满恨意的眼神，铃木打算遇到新队员后就将这个人弄死，不，那个男的也弄死。001，一会这2个人没有饭吃。好的主人，反正过几天也是要死的人，就不要浪费粮食了。等待吃饭的同时，铃木打开了区域频道，562区，人数92452。可以说最近这2-3天的时间，人员下降的很厉害，但和最开始比的话，情况倒还好。死亡方式最多的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厮杀，而被野兽以及奇异生物击杀的只占据很少的一部分。你们发现没有，这个小镇啊，它每个都不一样。废话文学，可是让你学得明明白白的，只要是个人都知道好不好？大家别说这个了，现在因为车辆核心的问题，大家见面就打，有没有其他方式获取啊？话说下周会是什么灾难？高温天气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着上面不断跳起的文字。废话虽然多了一点，但也不是没有价值的东西，至少他知道废话应该怎么说了。现在一个个的嘴是真言啊，一点东西也不往外放啊。他现在太怀念一开始的时候，那信息共享的简直不要太爽。铃木看了一眼身后的几人，话说他遇到的好像都是区域频道中的人，难道说一个区域频道的人在一个星球？那这得多少个星球啊？但要不是这样的话，怎么会遇不到其他的人呢？他还是挺想遇到全球频道中的人的，那他动起手来就不会犹豫那么几秒。吃完饭后，3人再次被绑了起来。即便说这3人现在对铃木的话言听计从，但铃木依旧保持着警惕，想要松开锁链，至少要再观察一段时间，通过几次小测试再说。看着路边废墟一般的小镇，铃木直接召唤出黑洞开吸。没错，他连车都不下了，就贴着路边开，各种物品就连石头都被那个黑洞吸收了进去。舒服，这是铃木来的最爽的一座城市。黑洞吸完之后，装有资源的箱子会留在原地，敲开拿走，就这么简单。1小时后，一个带有问号的箱子出现在铃木眼前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回应该不会出现什么幺蛾子了吧？他敲开盒子，一个光球出现在他的眼前。好熟悉场景啊，一样的垃圾堆，一样的盒子，一样的一个光球，简直就是一模一样。不过想到上一次的收获，这必然要打开啊。就算是什么危险的游戏，对他来说就是普通的游乐园罢了。不，光球破碎，禁锢项圈 SS 戴上之后，每次产生对玩家不好的想法便会受到惩罚。铃木看着背包中的项圈，眼神一亮，他透过后视镜看向身后的5人。你们不是想解开绳索吗？只要带上这个东西就好。铃木的手上飘着一个银色的项圈，质地是皮质的，只不过在上面有一个小金属块。这不好吧，我不是那种人。江颖看着那个项圈，一脸羞涩，脑海中不知道在脑补什么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孩子一天天都在想什么东西。嗨嗨，带了就能够不用绳索了，机会就这一次哦。江颖立马站起来，我带。一次机会，那必须要把握住。顾婉清和小胖子也点点头。001给他们带上，地上那俩也一样。片刻后，5人的绳索全部都解开了。江颖活动着身体，这感觉真是太好了，终于不用被束缚着了。滋滋滋，一股电流声从张倩身上传来，张倩整个人轻微颤抖。铃木看着背包剩余的5个项圈笑了笑，非常完美的物品。第49章，不去，有能耐你继续电我。江颖看了看地上的张倩，又摸了摸自己脖子上的项圈，好像这东西还不如铁链呢。他连忙坐在顾婉清身边，小声问道：你说他刚才那个样子，不会是因为这个项圈吧？顾婉清点点头，应该是的，不过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，铃木应该不会无缘无故的电人的吧？应该吧。这3个字听得江颖浑身哆嗦。夜晚8点钟，铃木搞定了一天的事情，闻了闻身上的气味，连忙打开车功能区划分。现在每一层的空间面积都在40多平的样子，地方足够大。他第一时间将2层进行划分，一半空间用来睡觉，剩下一半用来洗澡上厕所。
单人浴缸，石料 X20，铁锭 X2，铜锭 X2，塑料 X2。建造！建造完后，铃木不禁有些发愁，这个水它没有这么多啊。小型纯净水才能够采集100毫升水，中级的也不过是500毫升，而一个浴缸怎么也要装200L 以上的水吧？看来要多制作一些纯净水采集装置才行，最好是弄到大型的纯净采集装置，或者是更大的才行，不然那太过于麻烦了。中级纯净水收集器，铁锭 X5，塑料 X10，木炭 X20，电子元件 X4，玻璃 X2，直接制造10个。一台接一台的机器被制作出来，被铃木扔到了厕所中，以后这就是专门洗澡的地方。随后又弄了一个储水桶放到了卫生间。至于江颖他们，到时候直接用他的洗澡水就行了，再弄一个怪浪费材料的。铃木眼睛一转，来到2楼，对着浴缸和10个淡水收集器拍了个照片。回到座椅上，打开区域频道。匿名，终于可以洗澡了，已经20天没洗澡了，浑身难受。这一次要好好搓搓，不然这怎么能够受得了？最后问一下，大家一般多久洗一次？图片 JPG。 我看到了什么？纯净水采集装置这么多，居然为了洗澡？不是，大哥，你至于这么奢侈吗？洗澡水卖不卖？我要求不高，温度38度就行了。对于铃木这种浪费水的行为，这些人发出强烈的谴责。看着聊天框中不断跳出的文字，铃木嘿嘿一乐。谁说这里生活无趣？这不挺好的吗？随后他播放一首音乐，准备放松一会，手里捧着个窝窝头，菜里没有，切割，必须切割。一个人的寂寞，切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。铃木点点头，这个还不错，至少比前2个强太多了。次日，这一周的最后一天，中午12点，众人正在吃饭，天空中传来了那个人的声音：恭喜各位玩家再次挺过了1个星期，剩余的人数比我预想的还要多，这让我很伤心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看了一眼区域聊天框上的数字，562区，人数85116，这还多吗？不过不用担心，所有的进程都是安排好的，明天开始将是第2次灾难的开始，炎热地狱。提醒各位玩家，一定要将车辆提升到 LV4 哦，不然可是真的会死人的。祝你们玩得开心，各位玩家们。声音消失。这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想要回家。江颖吃着饭菜，一脸忧愁。其他人谁不想回家呢？就连铃木也想要回家，毕竟这里随时都面临着失去生命的危险，而回家后顶多面临失业的风险。我给你出个主意，你自杀试试，说不定就回去了。江颖嘴角抽了抽，看了一眼铃木。大哥，我一点都不傻好不好？铃木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上50度，室内零上24度，问题不是很大。江颖，下车去逛逛。江颖连连摇头，我才不要，那下面那么热，人会熟的。嗨，你也不想被电吧？铃木轻咳一声，给江颖释放了一点轻微的电流。江颖瞬间浑身过电，轻声哼唧了2声，脸色瞬间变得通红，双眼含泪看着铃木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人怎么感觉一脸享受啊？去不去？不去，有能耐你继续电我。我擦，你还是个抖 M 啊！铃木直接加大电量。去，我现在就去。江颖浑身一抖，连忙站起身，打开车门。一股热浪吹进车内，只见温度计上的温度开始缓慢上升。江颖下车后，只觉得整个人如同在火炉中一般，胳膊如同火烤一般。大哥，行了吧？再过一会儿我真的熟了。江颖一脸可怜兮兮地看着铃木。有什么感觉？火辣辣的感觉，如果时间长了，皮肤应该会发红。回来吧。听到这话，江颖连忙转身，然而脚上的鞋粘住了，他整个人直接扑在了地上。噗呲！啊，好痛！他火速从地上站起来，冲进车中，反手关上车门，随后看向自己的胳膊和腿，只见上面贴到地面的位置已经开始泛红，甚至有些熟肉的感觉。轻轻一碰，火辣辣的疼痛，远比太阳暴晒还要痛。拿着。铃木递给对方一粒万能药，江颖连忙吃了进去，刚才受伤的地方正在缓慢恢复。见状他松了口气，差点以为自己会变成一个熟女。铃木开着车寻找着宝箱，既然外面这么热，他也懒得下去了。至于够不到宝箱是不可能的，此时的采集装置已经让他延伸到了40米，并且在上面安装了一个监控器，可以通过画面来调整采集装置所对应的位置，简直不要太爽。001，帮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快乐水。好的，主人。一瓶泛起水珠的快乐水递到铃木手中。吨，哈格，这个天气就要喝冰镇的，舒服。江颖看得直咽口水，他也好想喝呀，但他不敢问，难受想哭。铃木透过后视镜
看着三人那可怜的样子，不禁有些好笑。001给他们一人一瓶，三人眼神一亮，谢谢大哥。小胖子和顾晚清的称呼也随着僵硬变成了大哥。铃木好笑地看着这一幕，不就是几瓶快乐水吗？至于吗？他随意地看了一眼背包，里面的快乐水足足有200多瓶，就是这么豪横。第50章，你管这个叫小型手术？当然，只有江颖三人有，另外2人想都不要想。这最后一天，铃木并不着急，慢悠悠地开着车来到小镇，也是慢悠悠的，一点紧迫感都没有。而其他的车辆都在争分夺秒地寻找着资源箱，毕竟他们可没有001这种辅助机器人帮忙找宝箱。咚！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防晒服套装图纸 A、X6、蜜银锭 X18、能量饮料 X30。铃木挑挑眉，又是2个奇怪的物资。防晒服铃木倒是能够理解，这个时候遇到大概率是为了让人能够在外面开箱子用的。但这个蜜银锭是什么？在他的意识中，这不就是小说里的东西吗？他点了一下蜜银，蜜银锭 A， 轻如羽毛，坚如龙鳞，对特殊生物有奇效。特殊生物？难道说下一周会遇到用蜜银的生物？既然都这么说了，那他可要开始强化了。第一件事便是将车辆用蜜银锭改装一下，坚固抗磨车体。选项蜜银锭10，那必然强化。之后长刀也被他强化了一下，现在整个长刀上面闪烁着荧光，具体有什么效果还是要看看实战。这东西数量有些少啊，随便一用就只剩下了7个。而接下来的箱子中，铃木一个都没有遇到。他眼睛一转，直接打开交易中心，100克生猪肉兑换蜜银锭 X1，500毫升冰镇快乐水兑换蜜银锭 X3，500毫升冰镇矿泉水兑换蜜银锭 X2。水大家几乎都有，但是冰镇的未必都有吧。铃木不求多，能够兑换回来10个他就知足。随后他又打开工作台，先将防晒服套装变成永久，他担心后面这货再弄出什么幺蛾子来，那可就得不偿失了。防晒服套装 A， 布料 X7， 蜜银锭 X1。等等，为什么会多出来一个蜜银锭？铃木有些难以理解，一件衣服怎么还跟金属扯上关系了？虽然很疑惑，但他依旧制作出来了一套。看着手中出现的套装，一个套装包括衣服、裤子以及帽子，还有面罩，甚至还有一副薄如蝉翼的手套，几乎把所有皮肤都包裹了起来。而在衣服上可以看到一条条银色的丝线，想来这就是蜜银的制作的丝线吧。铃木来到2楼换上衣服，瞬间就觉得凉爽了许多。他感觉车内即使是不开空调，他也不会感受到热。铃木打开车门，一股热气涌入了进来，然而他却没有什么感觉。他看了一眼外面的沥青地面，走下去的想法立马被打消。防晒套装可是没有鞋的，就他这运动鞋下去估计就坏。既然测试好了，那就出发。至于卖，铃木暂时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不过有些东西确实是该回收了。他开着车再次打开交易中心，刚才上架的物品卖出去了5个，看来还是有销路。他思考了一下，冰块100克兑换任意棉服 X1， 之前用棉服赚了一波，这一次再赚一波，赚大了。001制冰机全部工作，随时看着点商城。卖完了，继续按照我的上架。对了，只是那个棉服哈，其他的不用。铃木不放心的叮嘱一番。001吧，你说他聪明吧，也确实是聪明，但就是有时候脑子有些轴，一点都不灵活。好的，主人。夜里10点，这周最后的2个小时，铃木将最后一个城镇清扫完毕。看了一眼身后的张倩2人，面色已经变得有些苍白。001，看好了，别让他们死了。好的，主人。001思考了片刻，主人，我可以做一下小型手术，要不要我在胃部开个孔，直接将食物和水倒进去？说着便将自己的一根手指变成了一把手术刀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管这个叫小型手术？还给人胃上开口，你比我还狠。江颖3人一脸惊恐地看着001，这个机器人好像有点不正常啊。他们很庆幸当时都很听话，不然谁知道这个001会想到什么鬼主意。铃木连连摆手，暂时没有必要，只要不死就行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仔细看了一眼001，这确实是机器人啊，怎么感觉思想这么奇葩呢？他摇摇头，打开区域频道。最后2小时了，看看大家都在干什么。12点1过便是新的开始。大哥，你们的核心都从哪里弄的呀？我现在就差一个 LV2 的核心就可以达到4级了。别好了，多遇见几个车子就够了。还遇到车呢，我差点没死了。整整一个车队的人，真不知道这些车队是怎么活下来的。现在给的资源那么多，一个车队省着点吃还是没有问题的。我的车好热啊，开着空调油消耗的特别大，根本就不是固定消耗，而是外面温度越高消耗的越大。铃木看到这个消息一愣，
随后打开自己的车辆信息，在下方的注意事项那里看到了空调消耗。没错呀，就是10公里1升油啊，也没多啊。铃木将信息发送了出去。呵呵，你点一下那个空调2字。啊，这还能点吗？铃木尝试的点了一下，跳出来一个类似于批注的东西。空调零下30到零上30度，基础消耗 1L 10公里，温度每相差10度，消耗增加 0.5L， 实时消耗 2L 10公里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看似是不多，但要知道铃木今天可是开了近1700公里，这一算光是空调就消耗了 340L， 而行驶消耗则是 170L， 也就是说一天消耗了 510L 的汽油。不过他看着自己背包中那 8000L 的汽油，好像也没有太多吧。一个是现在遇到汽油就是一次 600L 那么给，再一个是他回收的汽油一天也有差不多 500L， 根本就用不完好不好？至于其他人嘛，可能会比他少一些，不过只要不开空调，问题都不大。果然在聊天框中很多人都选择不开空调，只要开着车其实也热不到哪里去，还能够坚持。不过12点1过可就不一定了。想到这里，铃木看向了风扇，这赚材料的机会不就来了？立式风扇兑换密银锭 X5 加电子元件 X10， 立式风扇兑换任意垃圾 X40， 立式风扇兑换车辆核心 LV1 X1。 能不能卖出去不说，先上架再说。第51章新灾难新资源。凌晨12点1过，代表着新一轮灾难开始。铃木就看到温度计的室外温度开始发生变化，10分钟的时间温度直接上升了10度，就是不知道明天会达到多少度。按照之前的情况来看，凛冬的时候温度最多也不过是零下100度，但那个穿着衣服还能待上个几分钟。高温天气可不一样，不是每个人都有他这个防晒服的。铃木摇摇头，明天起来再看吧。在铃木上去睡觉之后，其他几人也进入了梦乡，而外界的变化才刚刚开始。温度升高只是其次，公路两侧的植物全部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岩浆，一望无际的岩浆。但这些岩浆的温度并不是很热，在其中可以看到一些生物在翻涌，而这就是他们即将遇到的特殊生物——岩浆系生物。次日一早，铃木从楼上下来，看着外界的景象，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。我靠，这什么情况？冒泡的岩浆，而温度却没有升高，这违反科学。在这里有个屁的科学！铃木这一声直接将后面的几人惊醒。当透过侧面的窗户看向外界的时候，他们也是被震惊的说不出话，同时内心庆幸上了铃木的车，不然他们自己还真不知道怎么去应对。不就是一个项圈吗？无所谓的。吃完饭后，铃木开着车，小镇也变了模样，那些破败的楼房此时已经消失，全部变成了岩浆池，而那些箱子就漂浮在岩浆池边缘的位置。铃木停好车，看着岩浆池中漂浮的箱子，就这，感觉没有什么问题啊。他将采集装置伸了过去，刚一敲开箱子，一个浑身冒着火焰的狗从岩浆池中跳了出来，一口咬在了斧头之上。在铃木的注视之下，只见那个斧头慢慢变红变形，倒是没有化掉。他连忙调出长刀，一刀砍向岩浆狗。叮！击杀 S 级危险岩浆猎犬，获得熔岩石 X1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密银锭 X18， 汽油 X950L， 密银长剑 X6。铃木没有着急找下一个箱子，而是查看新获得的物品。熔岩石 S1 直接使用，可形成1小时防护膜，降低 50% 室外温度，降低 80% 来自熔岩类生物伤害。2武器附膜，降低武器融化风险，且对熔岩类生物伤害提升 5%， 最多可叠加5次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他就说嘛，这种生物肯定有克制的办法。不过这个熔岩石可不是这么好获得，要先击杀才行。随后他看向那把密银长剑，密银长剑 A 添加了密银的武器，对特殊生物伤害提升 50%， 所以是先获得武器，之后再击杀熔岩兽吗？这感觉好像也不是不行。他想了想，将那把强化多次的长刀取了下来。钢刀虽然也添加了密银，但显然那没有这个效果好。不过这并没有结束，他利用改造技能，又将这把长剑进行了改造。光是密银就用了6块，而这把长剑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，整个长剑散发着白色的荧光，看起来与众不同。密银长剑 S 添加了大量密银的武器，对特殊生物伤害提升 100%。 至于锋利度，铃木并没有提升，感觉根本就不需要。采集装置也让他改造了一下，现在不怕高温了。来到第2个箱子地点，这一次里面并没有熔岩生物出现。说实话，铃木还是挺失望的，毕竟那个熔岩石他还是觉得挺有意思的。咚咚咚，连开了12个箱子，既没有遇见危险，也没有遇见新的物品。直到第14个，又一只岩浆生物从岩浆池中跳了出来，是一条蟒蛇。
嘶，噗呲，舌头落地，又一颗熔岩石到手，让你吐舌头，直接给你砍掉。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秘银皮甲 X6、冰冻药剂 X6、冰镇矿泉水 X30、200克烤肉 X30。新地方获得的新东西还真是不少。秘银皮甲 A， 降低室外 20% 温度，降低 30% 来自熔岩类生物伤害。可以说这个物品与熔岩石的效果还真是像，只不过熔岩石是临时效果，而这个是穿上就会一直有。冰冻药剂，涂抹武器后30秒内对一切生物可造成冰冻伤害，降低对方 50% 速度， 5% 几率陷入冰冻状态3秒，对熔岩生物伤害提升 200%。 铃木挑挑眉，从这些东西可以看出，现在的物资基本都和现在的温度以及熔岩生物有关系。看来制作这个游戏的人也知道，人类是无法直接与熔岩生物战斗的，不然这就是一个必死的局面。剩下几个箱子打开，情况基本上也都差不多。基础性物资、燃油、食物以及对付熔岩生物的各种武器装备药剂。铃木将车找个地方停好后，第一时间打开区域频道，想看看其他人现在是什么情况。他依靠车辆才取得现在的效果。我车子化了呀，一不小心开进岩浆里，幸好老子跑得快。不是我想打击你，就这温度，你一会估计也会死。那岩浆的生物你们怎么搞定的？我现在躲在车里，根本就不敢出去。工作台有最基础的秘银武器，制作一个跟他干就完了。我靠，我秘银都让我换成食物和风扇了。原来买他那么多物品的是这个人啊，谢谢啊。就这一个人就给他贡献了8个秘银锭，妥妥的大好人。他看了一眼上面的数字，562区，人数72116。可以说今天就这么一会的功夫，直接死了上万人。果然每个灾难的第一天，死亡人数都是最低的。不过他们说的工作台是个什么情况？铃木打开工作台，侧面栏中多了秘银选项，点开之后里面就几个物品，但对当下还是有用的。秘银弓箭、秘银弩箭、秘银长矛、秘银长刀，全部都是攻击性武器，一个防御的都没有，给了生存的希望，但好像又没全给。第52章，真是一群可爱的人，全卖光了。铃木开始加快速度，100公里一处箱子，简直不要太爽。更何况还是20个6人份，铃木一天时间直接就赚大了。从早晨8点多出发，一直到晚上9点钟，铃木一共收了10波箱子。没错，整整10波200个箱子。光是冰冻药剂他就弄了有60个，熔岩石30多个。当然秘银装备他也有不少，长剑和皮甲有10几个。没办法，谁让他能够拿6人份？就是有一点可惜，那就是安装在车上面的那把 S 级的秘银长剑。他发现经过改装技能改造后的武器他居然用不了。本来他还想着高价卖，结果一下就灭了他的心思。木哥哥，这什么鬼动静？铃木浑身一激灵，他一转身就看到江银扭捏地看着他。怎么，你又要上厕所？江银整个人一僵，心中崩溃。难道我就只有上厕所这件事让你这么记忆深刻吗？那个，我和顾婉清想洗个澡。木哥你是知道的，女孩子她不一样，万一生病了还要浪费，你一定要是不是？后面的顾婉清瞪大双眼。等等，我什么时候说过要洗澡了？虽然他确实想，但不敢说啊。铃木一想，好像确实有道理，那些水自己又用不完。再一个，这几个人身上的味道确实也不好闻。行，你们2个人去洗吧。那个浴缸虽然是单人的，但还是挺大的，2个女孩挤一挤还是可以的。江银眼神一亮，他都已经做好被训的准备了，结果就这么成功了。谢谢木哥，爱你么么哒。铃木只觉得自己身上的鸡皮疙瘩掉一地，真受不了这玩意。2人在001的指引下来到了2楼，当看到2楼的配置时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也太会享受了吧，木质地板、双人软床，还有地毯。哇，这卫生间好大，原来车辆还能升级成这个样子吗？江颖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切。如果不是说外面经历是真实的，他都要怀疑他是不是回到了蓝星。你们可以使用卫生间中的物品，但外面的物品不许碰，不然001的中指直接化作一把手术刀。2户人齐齐点头，这机器人惹不起。烧水用这个炉子，他们之间是连接的，我先下去了。2人如同听话的小孩，齐齐站在门口，目送着001走下楼。001下楼后，铃木便将做饭的任务交给了他。随后他便打开区域频道，看看现在情况如何。562区，人数66013。不得不说，灾难开启的日子就是人类受难的日子。可以说之前的7天就是和谐的7天，死亡的人几乎都是被人类自相残杀死的。但这是不可避免的，毕竟都要升级。唯一让铃木不解的是，
那么多的核心都没了，车子怎么升级？而今天一整天下来，人数消失了1万多人，哪怕是凛冬之怒也没有这么惨吧？一天去了4个地方，就拿了20多个箱子，根本就不敢开箱子。可别说了，我现在连空调都不敢打开，一天下来汽油就弄了200多升。气温不会再升高了吧？在高车内可受不了了，都40度了。要不是我水多，我早就渴死了。你男的女的就水多。可以说绝大部分人都只拿了小部分的箱子，只要遇见危险立马就撤退，丝毫不带停留的。即便手拿密银锭也不敢多制作武器，最主要的还是没有防具。铃木看向自己背包中的密银皮甲，说不定可以卖一个好价钱。他打开交易中心，之前上架的商品几乎全部卖空。真是一群可爱的人啊，啥时候要是能够开启世界交易就好了，估计要下一次吧。铃木现在已经看出一些规律了，每一次开启新的灾难之前必然有一段舒服的旅程，而随后便是开启一些功能。密银皮甲 A 兑换密银锭 X8 加熔岩石 X2。 密银皮甲 A 兑换密银锭 X8 加冰冻药剂 X2。 密银皮甲 A 任意热武器相关图纸 X4。 上架的并不是很多，每一个只上架了3个。看似8个密银锭很多，实际上拥有这些的人并不在少数，毕竟一个箱子里一般都有3、5个。你要是没有密银锭，那就可以用热武器相关图纸兑换。为了活命，留着图纸有什么用？随后他将一个熔岩石拿了出来，看着手中的熔岩石，他想了想，打开了改造技能，增加温度或者对熔岩生物的抗性。想完这句话，铃木就看到一个光圈在转动。有戏！正常来说，如果办不到，这个界面就会显示做不到，并不会转圈。但只要转圈出现，那就说明是有希望的。半分钟后，选项跳了出来。选项1，增加温度抵御护罩，熔岩石 X6， 冰冻药剂 X2， 通用材料 X10。选项2，增加对熔岩生物防御，熔岩石 X10， 密银锭 X10， 通用材料 X2。那就先降温再说。光芒过后，铃木控制着采集装置上面的摄像头查看车身，只见原先黑色的车身变成了淡红色，而在车身上有白色构成的神秘图案，看起来很像是小说中的阵法图。随后他又改装了一次，这一次是增加防御，熔岩石的需求少了2个。改造完后，车身从浅红色变成了红色，白色纹路又多了一些。只不过一开始的白色是纯白，而这一次的白是银白。白色法阵样式只有车头位置有，而银色丝线则是全车身都有。还别说，还挺好看。吃完晚饭，铃木来到了3楼。此时的3楼还很空旷，要不要在这里安排上监狱呢？还是说将这里改造成别的东西？像江颖3人脖子上戴着项圈，铃木也不担心对方会做出什么不好的事。而另外2个早晚会消失的，只能等他遇到新的队友了。要不就改造出2个卧室吧，一个男寝一个女寝，之后再弄一个小型监狱，不听话的直接就给塞进去。第53章，老话说长痛不如短痛。次日一早吃完饭，铃木就开着车上路，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上65度，室内零上26度，室外的温度只上涨了5度。按照这个进度看的话，6天也就是30度，最后一天顶多零上90度。妈呀，这都能冲茶叶了！幸好他不用下车，不然他可受不了。即便是有各种保护，他也不喜欢这么高的温度。至于室内的温度，那是相当舒爽，而这他都没有开空调，纯粹是自身车内的温度。这都要感谢昨天自己突然的想法，正式改装后才让他车内的温度如此的低。对了，在3楼给你们3人准备了住宿的地方，你们在这里有些耽误我开车，尤其是你江颖，这一次3楼有厕所。江颖红着脸低下了头，怎么还说这件事啊？但他不敢还嘴，因为铃木说的是事实。谢谢铃木，谢谢木哥。行了，你们上去看看吧。3人爬上3楼，第一眼就看到了卫生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江颖瞬间就有了上厕所的冲动。你们先去看，我先去个厕所。小胖子脸皮跳了跳，这人还真是憋不住啊。2人一句话没有说，各自来到门前。房间很好找，上面写着大字呢。来到房间，就是一张大床，睡3个人绰绰有余。铃木想的很简单，队员嘛，有住的地方就行了，要那么精致干什么？这张床榻可是特意打造的，宽达2.5米，别说3个人了，就是4个5个也能睡下，无非是挤一挤的事。婉清姐，我回来了。哇，这个床好大。看到这个床，铃木双眼冒光，这可比楼下硬地板睡的舒服多了。顾婉清摇摇头，现在看着大，以后就未必大了。啊？为什么？现在只是咱们这几个人，以后呢？其实他心里挺想要自由的，哪怕是待在这里面的自由。顾婉清摸了摸脖子上的项圈，可惜根本不可能。如果换做他是铃木，即便是带着项圈，也一定要拴上链子，
防止一切意外的发生。江颖三人从楼上走了下来，安静地坐回了地面上。你们3个怎么还下来了？啊，上面太无聊了，还是下面有意思啊？你们怕不是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居然还愿意来下面？那正好，给这俩人喂点食物和水。铃木扔出去1瓶水和2个面包。张倩2人一直被封着嘴，已经插了好几顿饭了，至于水更是一滴都没喝。他可不想让这2人现在就死掉，那他可是会很亏的。哦，好吧。江颖看了一眼自己光着的脚，铃木哥哥能不能给人家弄双袜子？铃木眼角抽了抽，你要是再这么说话，信不信我直接给你扔到外面去？哦，我以为你们男的都喜欢这种夹子音呢。铃木翻个白眼，听别人的夹子音是享受，听你的是摧残。他通过工作台制作出来一沓袜子扔到后面，你们几个人分吧。不得不说，工作台中一些常用的物品还是不少的，只要你有材料，这些没什么大用的东西你随便制作。但要是想要类似棉服那种东西，必须要有图纸才行，这个东西算是把人玩得明明白白的。江颖来到张倩身前撇撇嘴，将手搭在对方嘴上的胶布上，是轻轻撕不痛还是用力撕不痛？应该是轻轻撕吧。顾婉清不确定道，应该是轻轻撕，老话说长痛不如短痛，快撕属于短痛。铃木听着小胖子的话，嘴角抽了抽，这话是这么解释的吗？你还真是把老话解释出了新高度啊！那我知道了，同为女人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对此铃木倒是不在意，只要人不死怎么样都行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游戏出来的东西都不能按照常理来。只见江颖慢慢撕扯胶带，撕拉声不断响起，已经有些迷糊的张倩被一阵剧痛瞬间惊醒，呜，眼泪在张倩眼中直打转。好了好了，不用喊了，这不是给你接下来吗？我还特意给你慢一点，就是怕你痛，马上就能喝水了。你说你也是，好好配合不就好了？江颖手上动作很慢，嘴上不停地捣鼓着。张倩眼睛瞬间瞪大，她想要自己用力，却使不上力气。痛，太痛了！为什么这个胶带撕得这么慢，还这么痛？这不合理啊！只见胶带上沾满了一个个汗毛，江颖和张倩都没有看到。1分钟后，整个胶带从张倩嘴上撕扯了下来。张倩深深地喘了口气，总算是结束了。至于口中袜子的味道，她已经早就习惯了。咦，我都扯得很慢了，为什么上面依旧有这么多汗毛？可能是褪毛了吧？小胖子猜测道。江颖翻了个白眼，你家人还有褪毛的？江颖看向张倩的嘴，上面留下一条与胶带相同宽度的红色印记。死，好惨！看着张倩口中自己的袜子，江颖有些嫌弃。正是因为是自己的，她才更嫌弃。毕竟那双袜子她可是穿了1周多的时间，味道那简直难以想象。但她还不得不动手，不然这面包和谁怎么喂？后面的事情铃木没有太过于关注，因为前面不远处就是今天第一个宝箱安放地。铃木嘴角咧出一丝笑意，来让我试试改装的效果。来到第一个宝箱处，铃木伸出采集装置，没有熔岩生物。莫意思，去下一个，再去下一个，直到第6个，铃木才遇到第1只熔岩生物。这次是3只乌龟，会喷火的乌龟。然而这些火焰在触碰到车体的时候，瞬间就灭了。这效果就是好。密银长剑刷刷2下，3只乌龟消散。3个熔岩石出现在他的背包中。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获得铜锭 X120、汽油300L、500克坚果礼包 X6。奇奇怪怪的物资又多了一个。自从昨天开始，稀奇古怪的物资出现的越来越多，他甚至还获得过30份油炸臭豆腐。主人，有车辆来了。第54章，熟人。那项圈也要带上。铃木眼神一亮，来车了。这么说，他终于可以换队友了。张倩这2个人，他还要照顾，生怕2人渴死饿死。他早就厌烦了。铃木看向玻璃上的雷达，刚进入到距离内，看来这个地方是一个十字路口。他直接连资源箱也不开了，直接朝着出现车辆的位置开去。姐，前面就到了，也不知道这一次会不会遇到那个熔岩生物了。我好想测试一下新武器。舒心身上穿着一件皮甲，手中拿着长剑，这一身装备正是铃木出手的那些装备。有了装备也要小心一点，别因为装备就过于自信。哎呀姐啊，咱们都来到这里了，就不要一直教育我了好不好？舒逸看了他一眼，你要是做得好，我肯定不说你。舒心撅着嘴，这话他还真没办法反驳。咦，姐那面有一辆奇怪的车。舒逸看了一眼，好像是个垃圾车，不过这车头为什么是个越野车头？不应该啊。那咱们还进去吗？舒逸皱着眉头，200公里一个拥有资源箱的地方，如果错过的话，那还需要再走200公里，太浪费时间了。但要是不走的话，对方会不会对他们出手？越野车呀，
看起来有些不好惹啊。毕竟他本身开的就是越野车，知道这类车型难对付。进去看看吧，打不过就跑。大家都是一样的车，打不过跑还是能跑过的。只是他遇到的车有些不同。铃木看着开进来的越野车，很开心地绕了一条路来到对方的身后，而舒逸也想绕到铃木身后，可惜这四周都是岩浆，速度根本就不敢太快。铃木砰地撞了上去，舒逸的车尾立马凹陷了进去，长毛勾住，直接将对方的车体扯坏。舒心，快给那个人发信息，这个车咱们好像对付不了啊。好好好，舒逸也不恋战，直接朝外面开去，不想在这个小镇中行驶。铃木见状，嘴角一咧，出去你不是更死定了吗？要知道他的车速可是达到160的，一般人都没有这个速度。叮，一条信息出现。铃木看了一眼前面的车，随手打开信息。他设定的是只有交易过的人才能够给他发送信息。大哥，救命，我要租武器，有人正在追我。行啊，你要租什么？手枪。那个人的车子太厉害了，也不知道那人车子是怎么回事，一下子就进。铃木越看越古怪，随后踩下油门，一脚撞了上去，又带下了不少零件。啊，大哥，快租给我，车子快坚持不住了，到时候资源分你一半，不全给你都行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不好意思，东西本来就是我的，根本就不需要你分给我。他关掉对话，看向前方的车，没想到运气这么好，居然遇到之前卖给他东西的人。兄弟，既然遇到了，那我肯定会帮你一把的。来吧，当我的队友吧。铃木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先将那个张倩扔掉再说。那个男的可以先留下来，一天不说话，当个哑巴养着也还行。砰！啊，姐，这人不回我信息了，现在怎么办？用这把左轮手枪吧。舒逸将一把手枪交到舒心手中，这能行吗？试试吧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咱们……他怎么也没想到对方车速会这么快，要知道他的车速最高可是能够达到145的，结果依旧逃脱不掉。楚心看着手中的左轮，钻到车后，保佑，6发子弹，一定要打中啊！这个手枪是他们抢别人的，本来是有20发子弹的，几乎已经让他们2个用完了。舒心用铁棍打碎后玻璃，将手枪伸了出去。后方的铃木一愣，啊，怎么会是个女的？而且居然是2个人。从一开始，铃木一直都以为和他交易的是男的，毕竟那个语气很难不这么认为。没想到居然是女的，不知道里面开车的是男还是女。但可惜，他们遇见的是铃木这个不讲道理的男人，在他眼中无关男女，只有队友和非队友。砰，一连3枪，枪命中在了铃木的车上，可却未曾对铃木的车造成什么伤害，子弹全部被玻璃磕飞了。舒心看到这一幕，揉了揉眼睛，姐，好像有些不对啊，对方玻璃居然是防弹的。要知道他们现在的车子等级也挺高，但也没有达到能够阻隔子弹的地步。砰，车子撞了过来，舒心可以清晰看到那个笑眯眯的男人，真的好恶心。铃木，我不笑难道要哭吗？用斧子试试。好，舒心从侧面拎出一把斧子，然而在他刚准备扔的时候，就看到一个铁网瞬间覆盖整个车身。舒心看了一眼手中的斧子，再看一眼那个铁网，这确定还扔吗？姐，好像不行啊，对方弄了一个铁网啊，根本就打不了。舒逸通过后视镜看到后面的车辆呼吸一致，难道每个人的车辆升级不一样吗？但别的车子也不是这个样子啊。铃木可不管他们怎么想，接下来就是逼停对方。一把长刀从车头出现，随后出现在对方车子中央的位置，一刀插了上去。面对这次的武器，舒心他们的车子防御形同虚设。铃木只是轻轻用力，刀身就将车子上面划开，随后一步一步来到了侧面。姐，完蛋了，对方这个不知道是个什么鬼东西，居然将咱们车子切开了。此时刀身已经切到下面的位置，舒逸只能慢慢的降速，将车子停了下来。如果继续开下去，2个轱辘的车也跑不了。嗨，将你手上的枪放在地上。2人双手抱头蹲在地上。舒心舒逸看着眼前的长刀，无奈的蹲在地上。至于跑还是算了，这把刀实在是太长了，根本就跑不过。看着蹲在地上的2个人，铃木满意的点点头。001，把这2个项圈给他们2个带上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左手拿着手枪，如果对方2人敢反抗，大不了队友不更换就是了。第55章，带错人了，不是他们2个。舒心和舒逸2人抱头蹲在地上。姐，对方怎么不下来啊？咱们怎么动手？手枪就在脚前方放着，只要对方那人一下车，他就可以第一时间拿起手枪反击。可这人怎么坐在驾驶坐不下来？舒心冷静一点，
我感觉这个人好像不是那么好对付。舒毅透过前风挡玻璃，对方实在是太过于淡定了，一点也不着急。按照正常来说，这个时候应该出来才对啊。哗啦，001号走了下来。舒心一愣，这下来的怎么是个女的？姐，怎么办？舒毅摇摇头，算了，认命吧。可对方是个男的，要是对我们，舒心一脸担忧。这个可能是很大的，毕竟这个世界可没有什么警察。那我们就自杀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宁死也不从。001来到两女身前，上车就带上这个项圈，不上那就直接死。说完，001的中指再次化作一把锋利的手术刀。舒心看了一眼项圈，又看了一眼001手上变化的手术刀。姐，咱们遇到的是什么啊？这女人的手怎么还会变形啊？还有这个男的是不是变态？居然还用项圈，怕不是上车之后要拴链子吧？舒心脑海中已经想到了一些曾经看过的片段，浑身一抖，太可怕了。舒毅看着手术刀，可能是机器人吧，要不我们自杀吧？好，那我们就自杀。说着，舒心就要伸手捡枪，结果被001直接踩到脚下。看来你们是准备选择死亡，那就让我看看你能够坚持多少刀。手术刀距离舒心越来越近，眼看就要划中舒心脸庞的时候，舒毅连忙大喊：我们带！他不是没想过从背包中取出武器，但他头顶也悬着一把长剑，可以轻易的砍断他的手。就算拿出来看，他也干不了什么。俩人接过项圈戴在了脖子上，咔嗒，锁扣卡死，除了铃木响，不然那谁也打不开。嘎吱，铃木走下车，准备迎接他的战利品队员。嗨嗨，欢迎成为我的队员。舒毅两人眼角抽了抽，你确定你的队员需要带项圈这种东西？提醒你们一下，千万不要在脑海中想那些关于我不好的事，否则你妹妹给你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。只见一旁的舒心浑身颤抖的倒在了地上，脸色变得异常红润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要不是有张倩的例子在，他都要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弄错名字了。嗨嗨，001先带他们上车，至于那两个拉出来。001眼中数字不停跳动，随后应了一声，带着两人来到车上。铃木第一时间便来到驾驶位，将车辆核心拿了下来，只是一个 LV4 的核心，多少有些可惜。随后将车体也收到了背包中。主人，我将人带下来了。铃木一转身，直接一愣：木哥，叫我们下来就下来呗，怎么还压着我们啊？江颖忍着炙热询问道。一旁小胖子看着一旁的岩浆，浑身颤抖，这人是不是要将他们扔到岩浆中毁尸灭迹啊？铃木一脸无语地看着001，不是他们两个，是那个张倩和那个男人。好的，主人。江颖瞬间明白了过来，随后冷汗直冒。我靠，刚才差点就被这个001搞死。两人很快就被001带了下来，炙热的空气瞬间让两人感到呼吸不畅。本就没有喝多少水的人感到嗓子干裂，尤其是张倩，此时口中的臭袜子依旧在，整个人都快昏过去了。扔到一边的岩浆中就行了。是的，主人。张倩瞳孔瞪大，拼命的挣扎，可惜这点力度对001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两人掉落在岩浆中，一阵阵嘶吼声响起。看来这个岩浆温度还是挺高的嘛。回到车上，铃木看向坐在角落的两个人，看看这个东西眼熟吗？铃木拿出那把黑色的 USP 手枪，舒心越来越觉得熟悉，脑中灵光一闪，呀，你是和我兑换的那个人。此刻舒心终于明白了，除了第一次租赁过手枪外，后续他们也交易过几次，都很愉快。按理说这一次租赁武器也应该很顺利的，结果却没有租赁。他本以为是铃木这面试遇到了什么事，没有时间，结果他们遭遇的就是铃木。大哥，既然咱们都认识了，就放过我们吧。舒心连忙说道。你这话说的，我现在也没限制你们自由啊。啊？舒心看着自己的脖圈，你这话是怎么好意思说出口的？大哥别闹，看在咱们交易这么多次的份上，车子就还给我们呗，以后有好东西我肯定低价卖你。铃木一脸古怪的看着舒心，车辆核心在我手上，我为什么还给你？舒心张了张嘴，叹息一声，坐在了原地。舒毅看向铃木，所有的物资我都可以给你，看着交易这么多次的份上，放我们一马好吗？并且还可以任由你摆布一次。舒毅说完，咬着嘴唇，脸色微红。铃木无语的看着他，我凭实力获得东西，还需要你给吗？再说了，你俩看看，这俩人也带着呢，凭什么我就要给你？在线交易的时候，他还觉得这俩人很精明，怎么现在这么傻呢？还美人计呢？你就是真空计、捆绑计、制服计也没有用，这些以后就不用提了。你们要是想活着，那就好好当我的队员，包吃包住，还没有危险。你们要是想死，旁边就有岩浆，直接跳进去就行了。两人连连摇头，能活着谁想死？而且看这个样子，
他好像对这方面没有神妖兴趣。不管后面两个人，铃木直接掉头，刚才那个地方的箱子还没有弄完呢。舒心和舒逸看了一眼后面的情况，直接掠过001和小胖子，来到江颖两人身边。你们来这里多久了？10多天了吧，我是在迷宫中被抓的。江颖叹息一声，不知不觉都10天了呀。你们没有被他那什么吧？江颖和顾婉清两人摇摇头。那他是不是那方面不行啊？舒心话音一落，江颖二人陷入了沉思。也许他……第56章，亏了，亏麻了。江颖古怪地说道。也许不是不行，是他取向。他的目光看向了小胖子。要是没记错的话，每次洗澡，铃木都会将小胖子叫走。死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听江颖这么一说，舒心和舒逸的心放了下来。至于是不是取向问题，他们并不在意，只要这两人没有经历那种事，这一点就足够了。铃木在前面开车，并没听到后面在聊什么。通过后视镜看着四女熟络的样子，他心中很奇怪，女人与女人之间的友谊建立的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。铃木摇摇头，看向舒心他们的车辆核心，将里面的东西提取出来。材料实物增加的并不多，但图纸是真多呀，足足100多张图纸，但都不足够兑换出一个永久的，哪怕只是其中1/3兑换成永久的，那他们的东西也多了去了呀。这什么个鬼东西？要知道他车内装了这么多人，后面开出好多6倍图纸，但那也不到100张啊。难道他们两人之间有一个是图纸圣体？铃木看了一眼两人，要是让他们来开箱子的话，自己是不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图纸？你们的图纸都用了？用了。舒逸点点头。那你们怎么还能没有武器？铃木可是在这些装备中看到了武器图纸的。舒逸一脸无奈，可我们没有材料啊。子弹需要通用材料，而这个材料获取难度实在是太高了，一天下来能有10个就不错了，那还是运气好的。铃木吧嗒一下嘴，行吧，看来材料才是重中之重。对了，你们知道车队他们是怎么活下来的吗？铃木到现在也不明白，那么多车队是怎么靠一个箱子活下来的？就捡资源箱就好了呀。我当然知道了，我的意思是一个车队不就只有一波箱子吗？里面东西不是就1人份吗？舒心思索了片刻，不是吧？我记得只要队伍中队长的车辆核心达到 LV4 后，将获得2倍车辆数的物资，也就是说车队有5辆车就可以获得10份物资。要是这么说，他岂不是亏了？铃木连忙将问题抛给面板。没错，那你上一次怎么不告诉我，只告诉我车内队友有相应物资啊？根据记录，你只问了车辆功能，并没有问车队功能。铃木真的好想骂人，但对方说的好像也没有什么毛病。关闭对话框，铃木看着远处的路，心中则是思考着舒心的话。2倍车辆数，但这也不对啊，他自己就是车队啊，那应该再乘以2才对，应该给他12分才对。他重新打开对话框，将自己的想法说了一遍。也许是被铃木的话给惊到了，面板又是半天没有反应过来。直到1分钟后，铃木沉默地看着眼前的对话框。你在想屁吃？他居然骂人！你怎么还能骂人呢？我投诉你哈！然而面板根本不管他，在面板看来，铃木就属于那种厚颜无耻之人。车队想要获得更多2倍物资，车辆至少要达到2辆。其次，核心 LV4 车辆荷载人员物资并不参与叠加。看在您智力上的某些原因上，给您解释一下。假设你有2辆车，那您将获得的是2倍车辆物资，加上车内除车辆所有人外相同人数的物资。请问你懂了吗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什么叫智力上的原因？我不就是想弄点好处吗？你至于吗？按照这么计算的话，他要是再弄出来一个车辆全部满载的情况下，就可以获得4+5，也就是9份物资。死，直接多了3份物资啊！随后他连忙打开车队信息，帅比车队1/30，第1名，积分108321；无敌车队20%，第2名，积分78231；赤兔车队15%，第3名，积分52642。死，这些车队的积分亏大了呀！20个车辆，那就是40倍物资，亏了，绝对亏了。铃木一脚油门将刹车踩死，随后将舒逸他们的车子放了出来。你是叫舒逸是吧？去开这辆车啊？舒逸看着那辆破烂的车，这怎么开啊？铃木拿出一个 LV1 的核心递给舒逸，用这个将车修好之后开着车跟着我。他现在要试验一下，如果开出来的东西是8人份，那就说明是对的。到时候他可以给10个人弄车，剩下的5人扔到他的车里。如果这个进步项圈可以多一点就好了，如果能够自己制作，那就更好了。舒逸迷迷糊糊的来到外面的车上，将车辆核心放到车辆后视镜上，检测到无主核心，是否绑定。
在失去自己核心之后，舒逸连对话框都打不开。而回到车上后，对话框再次出现，只不过是要重新绑定。绑定，定，所有功能重新开启。下一次丢失车辆核心后，将有7天封禁时间，请注意保护车辆核心。舒逸无奈地看着眼前的字幕，他也不想丢失啊，但对方实力太强了。随后，铃木将舒逸加入到自己的车队中，车子前面出现一个黑色的控制台，上面多了一个对讲机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车辆修复完成了吧？一会跟在我身后一起出发。是。发动车辆，继续前行。嘿嘿，要不我和我姐在一个车里呗，反正项圈不也带着呢吗？不行，再废话，直接给你扔岩浆里去。舒心嘴角抽了抽，不让就不让呗，怎么动不动就要把人扔岩浆里？这还有王法吗？这还有法律吗？不好意思，这里还真没有。舒心回到两女身边，一脸惆怅。他不让啊？不让就对了，他要是让的话，你可就要小心了，估计那时候你离死就不远了。江莹耸了耸肩。1小时后抵达新的熔岩池小镇。舒逸，你先回来一趟。舒逸很听话的停好车，来到铃木的车上。铃木反手扔给他一套装备。第57章，成为我的队员与带项圈并不冲突。这是防晒服套装，穿在里面可以隔热。这是密银皮甲以及密银长剑，一会你去开箱子，不用担心安全的问题，出现岩浆生物我会解决。铃木想看看8人份材料是谁开都有，还是只有他开才行。舒逸看着手中的衣服，这不就是他给他妹妹买的吗？原来是铃木卖的。他二话不说，换衣服我在哪里换？本想穿上的，但这还有2个男人呢。去2楼换吧，001带他上去。2楼？车子居然还能有2楼？为什么他们的车子没有？不明所以的舒逸跟着001来到了2楼，当看到2楼的装饰，整个人都呆住了。这简直就是一个大开间好不好？你确定这是车子里？舒逸心中想到，也许被抓也不是一件坏事。他麻利的换好衣服，跟着001来到楼下。你放心大胆的去，危险我帮你解决。铃木拍着胸脯保证道。对他来说，找到一个合适的队员可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他可不希望队员死掉。舒逸下车感受一番，温度确实下降了不少，现在能够感觉到的温度顶多在35度左右，是人类可以接受的温度。来到箱子前，深吸一口气，用长剑将箱子打开后，舒逸连忙后退，确定没有熔岩生物后，他才将里面的东西收好。至于箱子，他没有管。回到车上，舒逸将刚才获得材料信息发送给铃木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蜜红烧牛肉面 X40， 汽油 X400L， 8份。至于为什么能够猜出来，那是因为1人份绝对不是这么多。走去下一个箱子。至于空宝箱，铃木自然是收了起来。来到下一个地方，小胖子，你去开箱子。好。穿着装备的小胖子也不害怕，直奔宝箱。一只熔岩犬从岩浆池中跳了出来，小胖子连动都没动，长剑从天而降，非常轻松地被铃木消灭掉。回到车上，木哥，我能打开资源箱，但是拿不了里面的东西。铃木拍了一下自己的脑门，忘记小胖子没有自己的车子这件事了。没事，我自己收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密银锭 X24， 食用油 ELX8， 解毒药剂 X8。果然可以，哪怕是车辆队员打开的箱子，也依旧是8倍。不过效率还是太差了。由于要小心岩浆生物，不论是舒逸也好，还是小胖子也好，都要小心应对，这就造成了效率降低。最终还是要铃木自己一个人来弄。不过问题不大，等以后换地区了，再让他们出手就好了。晚上8点，最后一波资源箱全部收好后，铃木将车停了下来，准备吃饭。为了庆祝新队员加入，今天吃点好的。铃木拿出一堆材料，鸡鸭鱼肉、蔬菜大礼包全都拿了出来，这些他早就获得了，而且数量一点也不少。舒心、舒逸2人瞪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东西，这未免也太过奢侈了吧？他们一天都未必能够遇见一种，这怎么会这么多？果然啊，箱子就是要全开才行。你们平时也吃这些吗？天天吃，这不就是很平常的食物吗？江颖一脸疑惑地说道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用我的东西凡尔赛，你也真好意思。嗨嗨，只要你们将每天的箱子都打开，总会遇见的。舒逸摇摇头，我们不像你可以在车子中直接开箱子，在外面很多箱子是无法打开的，有守护生物。守护生物？你是说岩浆生物是吧？不是，就是你开箱子的时候，有可能从野外跑过来一些野兽。铃木眨巴眨巴眼睛，这是什么东西？难道你们遇见过吗？铃木连连摇头，随后看向其他人，你们遇见过吗？江颖3人连连点头，遇见过，当时差点没给我吓死。不过也不是每一个都会有，但一天至少会遇见一次。啊，还有这种操作吗？
可从开始到现在，我怎么一次都没见过？而且频道中也没有人谈论这种事，我都不知道。舒意思索片刻说道：“也许是因为你不用下车的原因吧，也唯有这一点才能够解释为什么铃木遇不到。至于频道中一开始有人讨论的，后来发现是常态，也就没人说了。”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回想了一开始，可能自己聊天次数少吧，每次看几眼就关了，没注意吧。不说这些了，001把饭菜做一下，好好庆祝一番。不管队员想不想庆祝，他反正是想，毕竟又知道了一个增加资源的方法，能不开心吗？舒心舒意两人对视一眼，心中既庆幸又无奈。至于江颖和小胖子，两人早就习惯了，一脸开心的帮着忙。顾婉清也同样如此。2小时后，饭菜做好，江颖从冰箱里拿点啤酒饮料，你们愿意喝什么就来什么。好嘞。听到有喝的，江颖脸上都快乐开了花。为了这次吃饭，铃木还利用工作台制作了一张大桌子和7把椅子。001虽然不用吃饭，但依旧让铃木叫到桌子这里。首先庆祝我们成为了队员，你们放心，跟着我，你们肯定能够活下去，吃喝绝对不愁，生活也比其他人过得要好。听到这话，江颖3人不禁摸向自己的脖子，这队员当的属实有些难啊。看到众人的动作，铃木也不在意，项圈的作用只是我的自我保护，它并不影响你们的行动，不是吗？几人下意识的点点头。不过要是让我知道谁心里有不好的想法，那张倩两人的下场你们是知道的。铃木也不想频繁更换队员，遇到合适的人可是很难的。木哥你放心，我就喜欢现在这样的生活。小胖子一脸开心的说道。江颖也连连点头，对他们来说这种生活已经是很好了，还要求啥啊？他们又没有别的心思，活下来就不错了。舒意和舒心两人一脸苦笑，现在让他们有想法，他们也不敢啊。如果一直是这种生活也不错，就是不知道。两人看了一眼铃木，不知道他是装的还是真的不感兴趣。第58章，车辆核心抢夺战。好地方，一连3天平平淡淡，除了开箱子就是开箱子。至于车辆，他是一次都没有遇见。周六倒数第2天，铃木早早的起床，坐到了驾驶位。只要再挺过这最后2天的时间，这个所谓的炎热地狱就过去了。他打开面板，蹦出来一条信息：车辆轮胎需要修理。他打开车辆信息一栏，只见车辆横截面图4个车轮已经变红了，说明处在坏掉的边缘。利用4个橡胶，铃木将车胎修复好。他忍不住吐槽道：车体改装居然还不带轮胎的，你这不就是想要多让我花材料吗？随后看了一眼背包中那将近500的密银锭，好像也挺多的哈。改装车胎只花费了1个密银锭和1个熔岩石，可以说是相当少。他看了一眼左上角的温度，室外零上85度，室内零上23度，车内空调就没有停下来过。其实停下来也没什么，顶多温度达到30度罢了，也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呢。但明明有那么多汽油，为啥不用？此时他的汽油已经达到了1万多升，占据了11个格子。将食物扔给001后，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562区，人数32832，而世界频道中人数只剩下10亿多一点，又是1半的人口消失。而这还不到1个月的时间，如果一直这么下去，铃木怀疑能够剩下1万人就不错了。死亡概率太高了，而最近的死亡原因大多数都是因为脱水。我不行了，车内温度已经达到了42度了，我感觉我要死了。没事，不只是你一个人，我车内温度已经38度了。你们车辆等级太低了，车辆等级达到 LV4， 即便不开空调，温度也不会超过36度，忍一忍就过去了。那是我不想提升吗？车辆核心太难获取了，我19天过去了，一辆车都没遇见。看着聊天框中的消息，铃木摇摇头。像那种遇不见其他车辆的人，说他运气好吧，确实好，没有外界的危险；说他不好吧，也确实是不好，连车辆核心等级都提升不上去，只需要1个 LV1 核心就足够了。而他居然连1辆车都没遇见过，这是有多离谱？早饭好了后，众人从楼上走了下来。2天时间过去了，舒心舒意两人也适应了现在的生活。最后2天了，也不知道下一次是什么。江颖口中塞满食物，嘟嘟囔囔的说道：说话就说话，你这怎么还带往外喷的？铃木眉头紧皱，看着桌子上的一块馒头块。江颖连忙道歉：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他连忙捡起馒头放进口中。铃木大哥，你说下周是什么？小胖子疑惑的问道。是什么？当然是休息了，这还用想？众人眼角抽了抽，有道理。但是他们想问的不是这个呀。木哥，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？铃木看了一眼解毒药剂、防毒面具、防护服这些新获得的东西，大概率是跟毒有关的东西，具体是毒物还是毒气液或者毒雨，那就不清楚了。
舒一想到那天开箱子获得的物品，不禁点点头，可能性很大。想到那些东西，铃木不禁将目光放到舒心身上。通过他手开启的箱子，好东西是真的多。他不得不怀疑，这个舒心是不是有什么作用于自身的能力？然而他确实是没有。可惜现在这个车辆采集器的控制权无法分给舒心，不然他肯定要将这个交给他，那他的资源质量绝对能够提升一个档次。主人，防晒服套装已经售罄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铃木3两下吃完饭，连忙回到驾驶位上，连忙利用工作台制作出100套，上架直接兑换基本材料外加上解毒剂。无论是氧气瓶，亦或者说是防毒面具，这2个都需要解毒剂这个物品。原先他一直以为这个解毒剂单纯就是打针用的，没想到它居然也是原材料的一种。弄好之后，铃木直接启动车辆。第6天了，距离第1个资源箱位置是500公里，时间不等人。至于舒逸，等抵达位置之后再让他驾驶车辆就行了。这也是昨天发现的，车队不一定要一直开，只要在开箱子之前车队有车辆就可以。为此铃木一直想要多弄一些车和人，可惜一直都没有给他机会。后面几个人坐在一起聊着天，当然这其中并没有小胖子什么事，小胖子也不介意，和一群女人在一起他也不知道聊什么，就这么一个人坐在一旁看着窗外。可惜外面只有岩浆，看时间长了也就没有什么了。很快铃木便抵达了第1个岩浆池小镇。地方到了，舒逸准备一下。嗡！恭喜匿名玩家开启车辆核心抢夺战24小时，抢夺战期间没有任何危险，请各位玩家放心参加。提醒一下，小心你们的队友哦。铃木看着近在眼前的小镇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你就不能等我取完资源箱再说？至于那道声音所说的没有危险，他是一点都不信。这要是没有危险就怪了。白光包裹着车辆，铃木靠在椅背上安静地戴上墨镜，对这种场景他已经很习惯了。后方的5人纷纷闭上眼睛。几分钟后，光芒消散，铃木打量着外界的环境，难道真的没有危险？只见车辆就停在一处森林中，至于沥青公路消失了，有的只是被压出来的若有似无的路。他看了一眼温度计，室外零上22度，室内零上23度。铃木直接关掉空调。哇，你们快看，那居然有野猪吗？我们要是杀了它，是不是也能够获得猪肉？肉食已经让他们吃的差不多了，最近的饭菜远没有那么丰盛了，想吃你就去弄呗。铃木看着窗外，摩挲着下巴。舒心一想也对，说着就将车门打开。一旁的江影直接跳下了车，而舒心却愣在了原地。不对劲，绝对不对劲。外面的江影走出去了5-6米后，没有听到别人的声音，回头望去，不是说杀野猪吗？怎么都不下来？第59章，你经历了什么？这是身份的象征。舒心嘴角抽了抽，看了一眼驾驶位上一脸若有所思的铃木，又看了一眼江影。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？江影一脸疑惑地看着舒心，什么其他的感觉？这空气挺清新的，温度也挺凉快的呀。顾婉清叹了口气，这孩子怎么这么傻呢？他到底是怎么在这里活到那个时候的？你有没有什么不适感？不适感？江影僵住了，他透过车窗看向铃木，铃木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。两人对视10秒，铃木依旧还在看着他。如果他要是再不知道怎么回事的话，那可真就是个傻子了。他飞快地跑进车中，迅速关上车门。砰！你要拆车啊？用这么大力？铃木有些好笑地说道。你拿我做实验？这可别乱扣帽子哈，是舒心开的门，你自己跳下去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是我拿你做实验，你敢不去吗？江影面色一僵，说的好有道理，我竟无言以对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到江影的情况，外界情况好像并没有什么危险。他本以为下一次遇到的是毒有关的灾难，这里会出现相关的东西，没想到是虚惊一场。既然外面没有危险，你们下去杀了那个野猪吧。几人对视一眼，叹了口气，那就去吧。江影看了一眼车头的位置，为啥不直接开过去一刀捅死？可他不敢问。5人下去后，拿着武器来到野猪身前，也许是感觉到了危险，野猪抬起头看向眼前闯入到他领地的几人，哼哧哼哧2声，压低头将獠牙对准众人。这有点难搞吧，再怎么也是野猪啊。江影握紧长刀的手骨节泛白，咽了咽唾沫，紧张的心情无以复加。没事，只要配合好，问题不大。车内的铃木一脑门子的问号，他就低着头找武器的功夫，怎么就下去了？有热武器不用，非要用冷兵器，这什么爱好？他想了想，拿着霰弹枪走下了车。而远处战斗已经打响，江影尖叫的疯狂逃跑，野猪追在身后。其他人一脸讶异的看着野猪，他怎么就追江影啊？救命啊！你们快帮忙，不要看了，
我跑不动了！江颖大喊道。此时他奔跑的速度已经远超他上学时候的体育成绩，是远远的超过。众人连忙追过去，跑太快了，掉头掉头！舒心连忙大喊，这个速度他们追不上。江颖连忙转弯，随后带着野猪往回跑。小胖子在一棵树上系上绳索，这是曾经绑着他的铁链，在另一面将绳索绕了一圈，只要江颖跑过去，他会立马拉直。只见到江颖飞速跑过锁链，小胖子立马拉起绳索，野猪准准地绊倒在地。其他人上前用手上的武器对着野猪猛砍。已经快走到跟前的铃木突然听见身后传来声响，只见001正踩着一名男人，他连忙跑回车子旁。主人，这人是从那面偷溜过来的。001脚下的男人还在挣扎，但每一次挣扎后背都传来一阵刺痛。挣扎了几次后，他也认命了。铃木蹲在地上看着眼前这个有些秃顶的老男人，大叔，你说你都40多快50的人了，怎么还做这种偷偷摸摸的事情？你要是饿了，你跟我说是不是？虽然不一定给，但你要问对不对？脚下的男人一愣，随后脸色难看的反驳道，你才40多岁，我今年才30好不好？叫谁大叔呢？他不就长得着急了一点，头发稀疏一点吗？这能赖他吗？铃木震惊的看着眼前脸上苍老的男人，你告诉我只有30，这跟谁说也不能信吧？你经历了什么？男人翻了个白眼，这是身份的象征，你不懂。铃木恍然大悟， IT 人是不是？男人嘴角抽了抽，特征有这么明显吗？铃木看了男人一眼，职业什么的先放一放，你的车在哪里？一个人还是一队人？男人一句话也不说，脑袋一转，不去看铃木。他看了一眼手中的枪，你眼睛是瞎了吗？咔嚓，感受到头顶的冰凉，男人连忙换上笑容，大哥别激动，你问，说一下你的情况。我叫王长军，年龄30，职业 IT， 爱好女。停，我不关心你的爱好，你只要告诉我你车在哪里，是一个人还是一个车队？铃木用枪头对了对男人的额头。王长军咽了咽唾沫，就我一个人，没有车队，车子就在那个树林中不远处。就在这时，5人带着野猪回来了。野猪就这么回来了？他们带回来的是一整个野猪。是啊，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车的原因吧。铃木看向舒毅，舒毅耸耸肩，核心在你那里，今天还没给我。铃木将核心扔给舒毅，舒毅来到野猪身前，将手搭在上面，随后一愣，不行，还是一头野猪。舒毅将野猪放出来，依旧是那一整头猪。铃木不信邪地走上前，用刀插了一下野猪，收进空间，依旧是一头猪。难道说这里杀掉的生物不会被分解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可就麻烦多了。王长军呲了呲啊，大哥，能不能放我出来？我这后背好痛。001，给他戴上项圈，之后放开就行了。是的，主人。001抬起了脚，露出了王长军血淋淋的后背，上面一个清晰的血脚印出现在众人的视野中。铃木看了一眼001，你的脚。主人，为了防止对方逃跑，我将脚底布满了小刺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你这未免也太密了吧。一个个长度不过3-4毫米的铁刺布满了001的脚掌。他现在算是明白为什么001一直不愿意穿鞋子了，这是他的武器啊。王长俊摸了摸项圈，不明所以的站起身来，然而刚往前走了一步，整个人便颤抖的倒在了地上。铃木挑挑眉，看这个效果，脑子里想的东西不简单啊。第60章，不致死，顶多致残。片刻后，王长俊悠悠醒转了过来，死，好痛！他此时感觉自己浑身如同针扎般的疼痛。王长军想要从背包中取出冰镇矿泉水，我背包呢？我那么大的背包哪里去了？他连忙转头看向一边，此时铃木手中把玩着一个车辆核心。铃木没想到眼前这个秃头男核心居然是 LV4，还挺有实力的。他看向王长军，刚才那是给你的一点惩罚，可不要再……滋滋滋，一股青烟从对方身上冒出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不会死了吧？这可是他看好的队友啊！嗨，先抬车里去，至于这个野猪001处理一下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自己肯定是不会处理的，至于其他人看着就不像能够处理的人。回到车内，铃木连忙打开面板。面板大哥，这个紧固项圈不会把人弄死吧？玩家请放心，禁锢项圈并不会致死，顶多致残。铃木吧嗒一下嘴，残废了也不行啊，他这还有用的。他遇见一个人是多不容易啊。看了一眼王长俊，希望你刚才的想法不是太过离谱的好。10分钟，001拿着分割好的肉食回到了车里，做成午餐吧，咱们吃完饭再出发。虽然说铃木不知道所谓的抢夺战是什么，但他知道一点，那就是死的人绝对不会少。所谓的车辆核心，铃木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是由他们自己提供的。2小时后，铃木驾驶着车辆
行驶在这看似是路的草地上。其他几人看着窗外，这难得的风景要好好享受一番。001，车辆核心能够探查到吗？主人，单纯的车辆核心是无法探查的。铃木眉头一皱，这可就有些难办了。但他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，这四周除了树林就是树林，要么就是一堆野兽，但这些并不是他的目标。他漫无目的地行驶了半小时后，一处开阔地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而在开阔地的边缘位置，一栋木头房子矗立在那里。虽说铃木不知道那里是做什么用的，但出现在这里肯定有它存在的意义。他朝右打了个转向，来到木屋前方。从外表来看，这个木屋很破旧，看起来有些年头，而大门紧紧关闭着，上面没有锁头的痕迹。铃木左右富有节奏地敲打着方向盘，仔细观察的房子想了想，利用拍照功能将房子拍了下来，随后将斧子从车头召唤出来，照着房子就砍了下去。轰！房子瞬间变成两半，4只黑熊从中冒了出来。他就知道，铃木刚才就猜测这房子是不是跟宝箱是一样的，果然被他猜对了。4只小小黑熊竟敢如此放肆，看招！一把长剑从天而降，将其中一只黑熊从中间一刀两断。其他的黑熊也没有坚持多久，全部阵亡。叮！击杀 S 级危险黑熊 X4， 获得熊掌 X8、500克熊肉 X80、熊皮 X2。等等，不应该是4张吗？面板，这个数字不对啊！损毁过于严重，修复需要手续费，2张很合理。你是面板，你牛行吧？坐在后面的王长君早就醒了，此时脸色煞白，不断吞咽着口水，冷汗顺着鬓角往下流，双手不禁握紧。看到那4只熊的惨状，他不禁想到自己，如果自己真的动手的话，是不是会和这4只熊一个样？太恐怖了！他遇见那么多人，没有一个人像铃木这么凶残。行了，你是真牛，我们这么多佩戴项圈的，除了那个女人被轻微电过外，其他人都没有。不对，还有一个也被电成你这个样子，不过没2天就被他扔到岩浆池中，化作黑烟消失了。你想吃什么吃点什么，心情愉悦一些。小胖子拍了拍王长君的肩膀，摇头叹息。好不容易缓过来的王长君整个人更加害怕了，难道他就要死了？他看向铃木的目光越发的恐惧。铃木此时正忙着用斧子清理木屋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。3分钟后，在废墟之中找到了一个 LV2 的车辆核心。所以房子中是核心吗？要真是这样的话，这死的人是不是有点多了？4只黑熊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对付的了的。他继续扒拉一下房子废墟，在里面他看到了桌子、床、衣柜等东西的零件。难道这里有人居住吗？铃木摇摇头，这让他来思考多少有些难为人。一个黑洞出现，直接将这些废品吸收了进去。蚊子再小也是块肉不是？3小时后，铃木遇见了7个房子，概率不是很高，毕竟没有公路，能不能找到看运气。这7个房子中只有3个有危险，而且危险性并不大。一共获得了6个 LV1 的车辆核心以及1个 LV2 的核心，收获还算可以。主人，雷达上显示有2辆车。铃木连忙看向雷达，在雷达的边缘位置有2辆车正在一前一后的在他3公里外的位置前进。这还等什么？还不追上去？车子瞬间从0来到100公里每小时，后面几人直接摔倒在地上。江颖揉了揉屁股，看了一眼嘴角裂开的铃木，瞬间闭上了嘴。爱人生艰难，距离2个小点越来越近，一片树林将铃木阻挡了下来。该死啊！刚开2公里，怎么刚穿过一个树林，就又有一个树林挡住了呀？铃木一脸无奈地朝右转去，越开，铃木越发的无奈。那2个黄点已经转弯了，而他还没有找到往他们那里走的路。随后一个向左转的路口出现在他的眼中，转过去之后，两侧依旧是树林，中间是可以通行3辆车的道路。越看铃木越发觉得有些不对劲，但看着雷达上的黄点，他也没空去研究。刚开出去100米，又一条向左的路，再一拐，又一片树林挡住了他的路。但没关系，只要向右一转，就能够出现在那2辆车后面。姐，你有没有感觉这和那个冰雪迷宫很像？舒心看着两侧的风景说道。舒一点点头，确实很像，只不过那个是由雪构建的迷宫，而这是由树构建的地图。第61章迷宫。你们的体重是多少？那你们说这个地图会不会和那个一样大？江颖突然问道。要知道当时那个地图，铃木可是开了1天1夜的时间，依旧在迷宫中。舒一摇摇头，这个就不清楚了，毕竟之前车子一直都在外面，而这个面积应该不会很大吧。他也不是很确定，毕竟不是一开始就出现在迷宫之中。铃木很快就发现前方的车辆，眼神亮起来。杰，嗨嗨，让我找到你们了吧？他是个好人，怎么能那么笑呢？嗨嗨，
要保持好自己的人设。砰！长矛插入，倒钩升起，抓住了。按照以往，他肯定会减速，将对方车体破坏。但前面还有一辆车，铃木不想放过，油门踩到底，车子不停地加速。只见速度开始不断增加，70、80、120。铃木透过对方玻璃看着最前方的车辆，狠狠地撞了上去。也幸好这条路很直，不然他还真没有办法。然而最前方的车辆突然转弯，顺着刚刚出现的路口逃跑了，而铃木只能盯着前面的车子撞在树林上。按照铃木的想法，撞一下树林问题不大。然而树林表面一阵光芒亮起，只见前方的车子与树林之间还有10公分的距离，而车头已经扁了下去。铃木的车狠狠地与对方的车贴合在一起，前车后风挡玻璃破碎，哗啦，砰！铃木的车子被迫停了下来。他因为戴着安全带，什么事也没有，但后面的人就惨了，砰砰声不绝于耳。最惨的当时王长俊在，直接飞到了副驾驶里面，脑袋直接撞在了手扣的位置上，砰！整个人再次晕了过去。死！倒吸冷气声不断从后面响起。铃木暂时没空关注他们，他现在只想知道外面这个人是死是活，这将来可都是他车队的成员。001，跟我下车。他左手拎着薄盾牌，右手拿着手枪，慢慢来到驾驶位。看到驾驶位的场景后，铃木摇摇头，唉，损失太大了。鲜血顺着门缝不停地往下流，地面上已经形成了一小滩鲜血，人肯定是活不成了，就算活下来也废了。万能药虽万能，但残废可治不了。铃木将手伸进驾驶位，在对方鼻子下面比量了一下，气息微弱到已经快要感受不到了。他将手伸到里面，从后视镜上将车辆核心拿了下来。运气不错，是个 LV4 的核心，这回他就可以放心给自己的车辆核心升级了。他拉扯一下车门，还挺结实。001，把这面车门拉开。好的，主人。001直接从车上方跳了过来，随手拉住驾驶位的门把手，噗呲，车门直接被他扯了下来，露出里面的驾驶员。没想到还是个女人。铃木想了想，将对方从车上拽了下来，放在了地上，随手便将对方的车子收进了背包中。看在你是女人的份上，你的衣服我就留给你了，看我多给你面子。铃木看了眼自己的车，又看了一眼地上的女人，他拉起对方的脚，将人拖到右侧的位置放好。OK， 这个距离就不挡路了。回到车上修理一下车辆，继续前行。耽误了一点时间，那辆车早已从雷达上消失了。在这个密林中行驶了2分钟，铃木停了下来。这是迷宫吧？看着3面一模一样的树木，怎么看都不像正常生长的。还有刚才撞车的位置，车子怎么可能会停在那里？木哥，你也看出来了吧？这好像就是迷宫。你们撞车的时候，那个白光和冰雪迷宫中的很像。江颖连忙说道。铃木下意识的点点头，确实很像，是个迷宫。但他现在可不怕，不就是迷宫吗？我给你们看看什么叫高科技，在摄像头面前，什么迷宫都没。固定在斧子后面位置的摄像头升入空中后，车内多媒体画面上所显现的并不是铃木所想的迷宫，而是一层迷雾笼罩在上方。铃木透过风挡玻璃看向天空，确实是蓝色的天空啊，能看出去啊，但怎么用摄像头看不见呢？他控制采集装置回到车子上方，将摄像头对准天空，之前的白雾消失，变成了蓝色的天空。来回试了几次，铃木发现只要超过10米，摄像头看下方就是迷雾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这不是迷宫世界，要不要这么狠啊？他再次看了一眼天空，那要是放个人上去呢？铃木透过后视镜看向后面，你们都多重？啊！众人惊讶地看着铃木，没事问体重什么意思？问你们多重，快点说。我115。舒逸无奈说道，这个体重真的是一言难尽。113。顾婉清说完低下头。108。舒心撇了撇嘴。180。小胖子举起手。至于王长俊，还晕着呢。江颖看了一圈，脸上带着笑意，我93斤。001想了想，也不知道铃木有没有问他，不过他还是回答了180斤。铃木没有管其他人，直接将目光放到江颖身上。你真的只有93斤？江颖挺了挺胸膛，那是刚好93斤，不过最近没有称体重，但应该不会重超过2斤。铃木想了想，打开工作台，在里面真的找到了一个体重秤，让众人重新称了一遍，依旧是江颖最轻，只有90斤。江颖低头看了一眼，怪不得最近感觉小了点，原来又轻了。铃木见此点点头，90斤应该差不多。这个锁链给你，一会绑紧一点。好的，主人。江颖跟我出来。铃木摆摆手。江颖面色僵硬地看着001手上熟悉的锁链，好像明白了什么。不是，
你刚刚问体重，该不会是……江颖真的希望不是他想的那个样子的，但是看着多媒体屏幕上白花花的一片，铃木笑了笑，和你想的差不多，放心，很安全的。第62章，如果看不见，我可以继续加长。来到车外，江颖看着眼前还没有他小胳膊粗的连接杆，确定这个东西能够安全。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咱们随便开就出去了。况且摄像头看不见，那我这个人也看不见，对不对？江颖快哭了，这东西他可知道，那7层楼的箱子都能够碰得到，可想而知有多长。这要是从上面掉下去，他不死就怪了。铃木摊了摊双手，可这里面就你最轻不是吗？江颖看了一眼身后的众人，舒心几人脸上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，心中十分庆幸，幸好自己体重够重，不然看着眼前的细杆，浑身一哆嗦。001，把他绑上去，记得弄结实一点，我找个队友很不容易的。队友？江颖很想吐槽，你这哪有一点把我当队友的意思？你家队友就是大热天扔到外面感受温度的？你家队友在未知情况不提醒的？你家队友挂在天上当人体摄像头的？你家……江颖叹了口气，这么多有什么用？还不是被绑在上面了？没错，他在想这些的时候，001已经将他死死地绑在了上面。你一会抓稳斧子，不然掉下来可和我没有什么关系。铃木提醒道，毕竟连接斧头的铁杆很光滑，即便是绑住了，也只是让他能够顺着杆子掉下来而已。不过001帮他在斧子上绕了2圈，问题应该不大。江颖有心下来，可他知道这根本就不可能。后面几人看着眼前的一幕，心中着实是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他们自己就好。虽说不一定会掉下来，但万一呢？这个能够伸多长？舒心有些疑惑。这个加长的时候，两人还没有加入，对这个东西并不是很了解。一旁的小胖子想了想，30米左右吧，反正比7层楼要高得多。舒心舒意嘴角抽了抽，再一次庆幸自己两人体重不轻。姐，要我说，咱们以后多吃一点，哪怕吃不下去也要吃，不然下一次说不定就轮到咱俩了。至于顾婉清，只要保持住原本的体重就行了。其实吉女并不胖，只不过是身高在那里放着呢。至于江颖，她是真的瘦，这就没有办法了。想必以后再出现这种事，她估计还是要上场。确定绑好后，铃木直接控制着采集器升空，多了一个江颖的采集器，铃木并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，但天上的江颖就难受了。看着越来越远的地面，江颖整个人都麻了，这太高了吧！啊，够了够了，别再上升了。此时距离地面已经20米了，采集器停了下来。四周的树木并不高，大概只有10米多的样子，20米足以看清附近的情况了。喂，能不能找到出去的路？铃木在下方大声喊道。江颖面色僵硬地看着远处，这让他怎么说？铃木将车开得太远，几乎是进入到了迷宫中心的位置。在天上的江颖可以看到四周都是密密麻麻的树木，这根本就看不到尽头，而且只是比树墙高不到10米，还真看不见什么。可是这话他也不敢说啊，说了岂不是？其实不用他说，此时采集器继续升高。铃木见他不说话，就知道他肯定看不见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升高一点。如果还不够的话，那就改造一下，继续升高。而且他没说看不见，那就说明人眼是可以看得见的。铃木摇摇头，就是可惜没有对讲机。如果有对讲机的话，对讲机，所有人上车，我们出发。铃木坐回驾驶位，看向多媒体。他记得这个摄像头好像是有收音功能的。在将江颖挂在上面的时候，摄像机的位置刚好在他正上方。铃木控制着摄像头调转方向，那张苍白的脸布满了屏幕。天空上，江颖死死抱紧铁杆，丝毫都不敢松开。他看到摄像头冲向了自己，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你能不能看清出路？如果距离不够的话，我可以继续加长。江颖瞳孔骤缩，还加？那我不如死了算了。看得见，看得见，看得见！江颖连忙大喊，就算看不见也得努力看。整个迷宫其实并不大，虽说远处看起来很模糊，但至少是可以看到边界的。既然看得见，那就指路吧。指路？那也要让我知道怎么走才行啊，我这才刚开始看好不好？江颖心累，给我10分钟，让我看看哪条路可以走出去。1小时后，好像死胡同，没关系，我们掉头。又半小时，我找到了，这次绝对是对的。又半小时，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够找到。铃木脸色越发阴沉，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，这个不大的迷宫他们还没有走出去。他现在越发怀疑江颖的智商是不是有问题。天空之上的江颖脸色通红，羞得通红。小小的一个迷宫，他居然半天走不出去，这多影响他的名声。不过此时他已经看到了出口了，只要寻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就可以了。
江颖在心中默默地规划着路线，先直行，再左转，之后右转，再右转，再左转，再左转。终于在半小时后，车子驶出迷宫。看着外面空旷的草地，铃木松了口气。光是这个迷宫就让他浪费了近3个小时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已经下午4点了。唉，还什么车辆核心抢夺战呢？核心没弄多少，汽油倒是浪费了一堆。不过这也怪他，遇到个车辆瞬间就失控了。江颖眨巴眨巴眼睛，这车子怎么还不停啊？这不都出来了吗？木哥，放我下来吧，这上面风怪大的。等会前面有一个房子，到了再说。江颖看向前方，好吧，几公里他还是能够忍受的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欣赏一下风景吧。怪不得说站得高看得远，在这上面他看的风景绝对不是车里能够比得了的。就是这个屁股不是很舒服，他屁股下面绑了一堆锁链，时间长了真的很痛。咦，我靠！第63章车辆对战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铃木看向多媒体，随后将摄像头调整到和江颖一个视角。这有什么啊？屏幕太小，铃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。发生了什么？在左前方的位置，一堆车发生了混战，看不清是多少车，但肯定很多。毕竟太远了，江颖无法分辨，但车的形状他还是可以看得清的。再说了，都在移动，再认不出来车就奇怪了。铃木看了一眼房子，算了，先过去再说。车子猛然加速，直接开到了120。啊！土路！车子加速吓了江颖一跳，然而刚开口大喊，一股强风就吹进了他的口中。他连忙闭上嘴，闭上眼睛，心中暗骂，不敢骂，根本不敢骂。他心中刚想，脖子上的项圈就传出来一股电流，这要是真骂了，估计得电够呛。就这样，一个竖着旗杆的车辆飞速靠近那些车辆，说是一堆车，实际上只有7、8辆而已。此时正混战在一起。靠近后，铃木连忙将采集器从空中降了下来，这要是被看见跑了怎么办？然而他忘记天上还有江颖这么一个人。江颖感觉自己下降，脸上露出一丝窃喜。当他看到下方的情况时，窃喜消失了，有的只是惊恐。我靠！噼里啪啦，树枝不停地打在他的身上，无奈的他只能护住脸。身上的疼痛可以忍受，但是脸要是破相了，绝对无法忍受。忍受着疼痛，他一直下降到车顶。铃木眉头紧皱，怎么就收不回去呢？砰！一双长腿落在了挡风玻璃上。铃木一愣，对哈，上面还挂着江颖呢。他看了一眼雷达，上面8个光点还在追逐，速度并不快。001，下车，将江颖接下来。好的，主人。5分钟后，江颖躺在后面的地上，一动也不想动。痛，浑身都痛。婉清姐，帮我看看身上。江颖欲哭无泪地看着顾婉清，她真的无语啊。顾婉清忍着笑，掀开江颖的衣领，只见后背上一道道红色的印记浮现，明显是肿了。已经肿了。呜，好惨啊！江颖哭了，泪水顺着眼角流了下来。铃木透过后视镜看向后面，嘴角抽了抽，这回是真的哭了。不过这也赖他，把人给忘了。嗨，这个万能药吃了就好了。铃木将一颗万能药递给001，让他给江颖。江颖连忙将药吃了下去，身上的疼痛感迅速消失。他偷偷掀开衣服，偷偷看了一眼，全都好了。呼，只要不留疤就好。他抱着双腿靠在顾婉清身边，下一次他绝对不得意。10分钟后，铃木开出森林，来到几辆车的后方，看着远处的车辆，铃木一脸疑惑，这些车辆是怎么凑到一起的？要知道这一天下来，他也不过是遇见了3辆车而已，其中王长军在他的车上，剩下一个跑了，还有一个死了。而这8辆车怎么就凑到这里了？沙啦沙啦，车辆行驶在沙土地面上，发出不同的声音，铃木也没有在意。然而就在铃木来到几辆车身边，准备扑杀其中一辆车的时候，地面开始震动。在铃木的视线中，一道巨大的石墙从远处升起，没有一个出口。后方的舒心将头伸出外面看了一眼后方，不好了，后面也升起了围墙，咱们好像被围起来了。根据这段时间的经历，舒心感觉这好像并不是什么好事。欢迎来到斗车场。光芒一闪，铃木瞬间被传送到围墙的下方，被一个铁栅栏困在了里面。铃木有些懵逼，他马上就要动手了，你给我传送过来了，你是不是在搞我？斗车场，你咋不斗兽场呢？然而变化并没有停止，在刚刚沙土的地面中央升起一个由铁网围起来的空间，一个通道连接在铃木与中间的场地。接下来将进行车辆对战，获胜者不仅可以获得其他9辆车的车辆核心，还会获得额外10个 LV1 车辆核心。铃木眼神一亮，好像也不是不能接受。你们没有听错，只有1名获胜者。
每次开始可选择一次车辆配件进行战斗。最后提醒一句，只有死亡才算失败。此时天空中出现一个大屏幕，屏幕上写着1号对阵10号，请准备。铃木面前出现了一个数字8，也就是说他是8号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好像还挺有意思的样子。后面的人一脸好奇地凑了过来，看向天空中的屏幕。没一会就看到2辆车出现在屏幕中，在车身上喷涂着1号和10号的字样。1号车在车头的位置选择了一个由10几把钢刀构成的车前脸，10号车则是在两侧各自安装了3把钢刀，一个选择对面冲撞，一个选择侧面剐蹭。后面几人看得有滋有味，而铃木则是一脸疑惑，这跟他的改装技能很像吗？只不过他们是临时的，而他是永久的，并且还是可以进行强化的，所以这算不算欺负人？哇，还能这么干？我理解那句话了，死亡算失败了。铃木定了定神，此时胜负已分。如果从车子情况来看，1号车已经输了，车体损坏的极其严重，但根据规则，死亡才算失败。10号车的车主已经死透了，前风挡玻璃已经破碎，胸口中弹死的不能再死了。铃木恍然大悟，原来还可以使用武器。其他车辆也差不多的情形，他们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利用车辆战斗，没想到武器是可以使用的。1号胜利，接下来2号和9号，请准备。铃木敲打着方向盘，感觉好像没有任何难度。10分钟后，8号车，请从以下选项中进行勾选。它的面板自动跳了出来，上面有一系列的选项：车辆的位置、改装的部件以及数量。部件之间长刀、短刀2种。至于数量，则根据你所选择的位置有关。不过这对铃木来说无所谓，他自身改装的远超于其他人。他随意勾选了一下，点击了确认。在车头外的数字8下面显示着一个倒计时，倒计时归零的那一刻，大门打开。铃木嘴角一翘，来吧兄弟，你们的核心全都归我了。第64章，轻松获胜，收获满满。铃木踩下油门，车速提起，3秒钟，车速已经来到了70。开进中间区域，对面的车刚从通道中开进来，而铃木根本就不给对方机会，直接冲撞了过去。砰！刚开出来的2号车被铃木撞回了通道中，车头塌陷，司机整个人昏迷。长矛倒钩伸出，一把长刀从天而降，顺着风挡玻璃插了进去。整个过程不过10秒而已。四周的车子内一片寂静，这还怎么玩？铃木嘴角一笑，赢得实在是太轻松了。8号胜利，接下来4号和7号，请准备。10分钟后，5辆车车主死亡。第2轮将有1名选手轮空，幸运转盘开始。上方的屏幕上5个数字不断跳动，其他4名车主紧张地看着屏幕，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轮空。而铃木则是一脸无所谓的态度，以他现在车辆的改装程度，别说是现在的车了，就是2周后的车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恭喜8号车选手，此次轮空，其他4人请准备。铃木看了一眼上面的文字，摇摇头，就当休息了。后面几人咽了咽口水，这怎么会这么危险？尤其是刚刚清醒没多久王长俊，毕竟他可是开着车进来的，要是自己加入到这么个游戏中，估计死的不能再死了。王长俊咽了咽口水，这个铃木一直都这么生猛吗？刚才撞车的时候，他可是看着铃木脸上表情没有丝毫变化，哪怕是撞到了一起，眼睛都不带眨的。好像应该一直都这样吧。江颖回忆了一下，好像就没见到他怕过。江颖浑身一抖，这么一想，确实可怕。一旁的舒心舒逸两人一脸忧愁，他们2个不禁想到了当时被抓的时候，好像也是这样。尤其是舒心，他记忆最深。铃木当时可是笑得很开心的，他当时差点以为铃木是个变态。好像确实挺变态的。又10分钟过去了，现场就剩下3辆车。铃木伸了懒腰，这一次他应该不是轮空了吧？他坐好身子，看向上面的屏幕。恭喜3位活到最后，最后一轮3人混战，记住只有1名获胜者。画面消失，铃木的车子缓慢向前移动，不是他开的车，而是地面将他送到里面，而外面的阻拦网开始往里缩，最终将场地变成了一个直径只有100米的圆形。战斗开始，声音落下，围着3人的栅栏消失。看着近在眼前的2辆车，铃木嘴角翘起，长刀瞬间伸出，扎向其中1人的驾驶位，一刀解决。他也不想动手，对不对？但这个规则就是这样的。一旁的另一名玩家一愣，这就死了一个。他连忙挂上倒档，离开铃木。然而一切都是徒劳的，地方就这么大，想跑也没有地方跑。解决完最后一个后，四周的围墙消失，中间的场地围挡也化作光点消散。而在地面上，一个木质资源箱缓缓从地底升起。铃木看了一眼四周的变化，终于结束了吗？来到资源箱前，
铃木控制着采集装置，将宝箱打开，19个核心进入到了他的背包，其中10个核心是奖品，而另外9个就是另外几辆车的。铃木看了一眼，5个 LV4，4个 LV3，赚了。不过这些个 LV3是怎么在这种环境下生存的呢？铃木摇摇头，估计是硬抗吧。除了这个解释，他根本想不到其他的可能。毕竟人的潜力是无穷的，想活着怎么都有办法。他尝试的点击一下，铃木眼神一亮，没想到还有意外惊喜。他获得的不仅仅是车辆核心，还有他们车辆核心中放着的资源。果然这才是暴富的秘诀，就是可惜了那些车体了。铃木看了看天，此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。咱们先吃饭吧，我看这里挺安全的，你们要不要下车？长期待在车中，时间长了人都感觉有些麻木了。好啊好啊，江颖连忙点头。车上的空气并不清新，其他几人早就想下车了，只是根本就没有机会。要不我们自己动手做饭怎么样？舒心提议道。既然都已经上了铃木这个贼船，跑又跑不掉，不如好好打打关系，让自己住得舒服一点。他下意识地摸了摸脖子。铃木耸耸肩，我倒是无所谓，只是你们做的饭菜能吃吗？瞧不起谁呢？我做的烧烤可是最好吃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烧烤？你要是说把肉烤熟撒上调料算好吃的话，好像是个人都行吧。看着他们几个兴致勃勃的样子，铃木也不想扫兴。当然这其中并不包括今天被抓到的王长军。铃木将一些材料从背包中取出，递给了他们，你们自己看着来吧，你就瞧好吧。一样样工具从车上搬了下来，桌子上放满食材，几女拿着菜刀开始分割食材。至于危险，他们并没有考虑过，有铃木在，他们相信没有什么危险能够威胁到他们的生命。铃木靠在椅子上，打开车辆核心界面，是时候升级了。叮，车辆核心提升至 LV7， 荷载人数7，背包加200。就增加了一个背包容量，这未免也太抠了点吧。铃木无语地看着眼前的文字，但他能怎么办？只能升级。继续。叮，车辆核心提升至 LV8， 荷载人数8，移动面板开启。只见铃木手上多了一块手表，手表的界面就是普通的电子表界面。他尝试呼唤面板，一块透明面板从手表上浮现出来，大小在10寸左右，看起来还不错。这么看来，自己离开车辆后也能够使用面板了。但铃木又仔细想了想，好像这功能对他没有任何用啊。他又不下车。没错，铃木属于那种非必要不下车的人，能在车上干的事绝对不下车去弄，安全永远都放在首位。这一次升级几乎将铃木手上的高等级车辆核心全部掏空，结果就弄来2个这么垃圾的东西，铃木一想都心烦。第65章，今天不许有剩菜，全吃完。他计算了一下，想将车辆核心晋升 LV9， 假设遇见的都是 LV4 核心的车辆，需要16辆，那可是16辆啊！今天一天才遇到多少？要不是来到这个所谓的斗车场，他还不一定能够获得这么多核心呢。而且现在时间已经到了7点了，距离结束也不过还有13-14个小时罢了。想要获得16个核心，属实是有些难度。这么一看，一些车子只有 LV3到也能够理解了。想要升级核心，不仅仅是实力，还有运气。关闭掉车辆核心界面，打开车辆界面。既然车辆核心达到了 LV8， 那车辆也可以升级了。铃木搓搓手，这么难得一次升级，总该给点好东西吧。叮，车辆提升至 LV9， 车辆空间整体扩大1倍，第2形态功能开启。车辆垃圾清理车，品质 C 级，等级 LV9， 油箱 652L1000L， 油耗 1L 20公里，车速180公里每小时。功能超级防寒，超级隔热，超级防御强度，终极攻击能力，热武器组件。车辆技能 SSS 级车辆技能为1，无限改装。特性废物利用，将废品通过后座回收口放入身后的垃圾处理器中，可分解出相应物品，分解率提升 50%。 升级要求：密银锭 X500， 通用材料 X500， 铁锭 X2000， 玻璃 X40， 电子元件 X1000， 车辆核心 LV10。 看着升级所需要的材料，铃木眉头皱紧，这确定不是写错了？你这需求是不是有些太高了？铁锭居然需要2000个，这正经一般人能有这么多吗？想了想，还是问一下面板吧。请玩家看完第2形态后再说。对了，开启第2形态还没看呢，难道跟这个有关？在车辆面板的下面多了一个选项第2形态，点开之后出现2个选项。形态1，飞行形态，耗油量高，速度快。形态2，水路形态，耗油量低，速度一般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就没了。一个选型就2句话，说一下速度和耗油就结束了，这未免也太敷衍了吧。
铃木摩挲着下巴看着两个选项，其实表述的很简单，无非一个飞机，一个是船罢了。看来以后可能会面临两者之一，或者说共有的局面。想到这里，他还是先询问一下面板，车辆形态可以一直使用吗？也就是说，公路会一直在吗？车辆形态可以一直使用，公路求生主要还是以公路为主。看到这句话，铃木陷入了深思。也就是说，无论怎样，公路都是有的，但出现了两个形态肯定是有用的，甚至以后还可能会出现第三个形态，也就是这一次没有选择的形态。既然这样，肯定选择飞行形态啊，这还用想吗？谁说飞机就不能当船用了？水上飞机就不是飞机了？它有改装技能在，别说是有选项，就是没有选项，它也能够制作出选项。铃木嘴角一翘，直接点击选项1，一个飞行器界面出现，一个最初始的螺旋桨飞机出现在他的目光中。飞机形态开启后1分钟，车辆将变形为飞机模式，具体数值将在第一次使用后解锁。注意，每次形态转换后有48小时冷却期，能源不足的情况下请慎用。48小时冷却期，铃木眯着眼睛，这个第二形态看来不是那么简单，搞不好还是一个坑。如果按照现实世界来看，这东西耗油量绝对超级大，绝不是选项上形容的耗油量高这么简单。吃饭了，木哥。江颖对着铃木摆手道：“来了。”铃木走下车，来到桌子旁，有些讶异的看着桌子上的饭菜：“你们弄得还挺像样子啊，居然还做了这么多，都是一些家常菜，但确实是蓝星才有的样式。虽说001也会制作一些炒菜，但远没有现在这么多品种。它只是将东西做熟而已，各种调料也都是按照比例去使用，每一次的味道都完全相同。快来尝尝这道拍黄瓜，绝对好吃。”江颖连忙将一盘菜推到铃木眼前，只要讨好铃木，说不定还能够获得一些零食吃，完美。江颖越想越开心，看着眼前盘子中有些偏黑的黄瓜以及里面的黑色酱汤汁，铃木嘴角抽了抽：“你是第一次做菜吧？他们几个尝了吗？”“你怎么知道的？他们没有尝，这不是想着先给你吃第一口吗？我们毕竟是在你手下混饭吃的，大可不必。”他用筷子头沾了一下里面的汤汁，一脸纠结。果然猜的没错，这么黑的颜色，这种味道绝对是老抽。这到底是从哪里学来的拍黄瓜？嗨嗨，我比较喜欢吃肉菜，素菜你们自己吃吧。铃木放下筷子，又想了一下，那个今天不许有剩菜哈，所有的今天必须吃完，不准浪费，实在吃不完的，那就自己做的自己吃完。啊，那我岂不是要撑死了？舒心一脸愁容，要知道这桌子上有一半都是他做的，这样是吃不完，肚子不得爆炸。一旁的小胖子拍着自己的肚子：“舒心姐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在呢。”舒心翻了个白眼：“去，小孩子别凑热闹。”王长军站在一旁，眼睛不停地在几人身边扫视着。脖圈的电流时大时小，他的胳膊时不时地抬起来一下，眼皮直跳。这东西怎么就这么智能？他只要一想对铃木做点什么，这东西就是放电流，对铃木造成伤害越大的想法，电流就越大。最后，因为他想的太多了，只要脑海中出现铃木2个字，就会有电流。王长军现在都怀疑这玩意是不是坏了。铃木看到王长军不停抽搐的左手：“你该不会还在想怎么弄我呢吧？那我可敬你是条汉子。”王长军整个人都快哭了，这个东西好像坏了，只要一想到你的名字这个东西就电我，我真的什么也没想啊，我都放弃了。第66章，嘴上逼逼赖赖，商品卖得飞快。真的。王长军一边抽着胳膊，一边点着头，时不时的在脖子扭动一下，口歪眼斜，整个人都快被这个项圈玩坏了。铃木打开面板，询问了一下这个东西的情况，要是坏了，那必须让面板给他赔上10个。1天内有对拥有者超过5次不好的想法，就会持续电。请放心，这属于正常现象，24小时后就会恢复正常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：“你到底是有多不死心，居然想害我这么多次？”他不着痕迹地看了王长军一眼，这个男得找机会换了他，这种人不能要。嘿嘿，24小时之后就好了，你先忍忍吧。王长军瞪大双眼：“啥玩意？24小时？那他还怎么睡觉啊？要不你把这个给我摘了吧，用铁链把我拴上也行，只要不抽，怎么样他都能够接受。”铃木耸耸肩：“这个东西只有濒死的时候才能够摘下来，你要真想摘也行。”他手中突然多出一把匕首：“我给你放点血，进入濒死状态就行了。”看着铃木手中的匕首，王长军连忙摇头：“不用了，现在这样也不是不能接受。这人脑子不正常，哪有这样的呀？”吃完饭后，众人回到车上，铃木开着车漫无目的的前行。然而到了晚上10点，别说是车了，就连房子他都没有遇见过。啥意思啊？晚上都下班了？吱嘎！铃木将车停了下来，打开区域频道。
562区，人数18856。死了这么多。不过想想也对，光是他遇见的那个斗车场就直接死掉了9个。这么看着人数死的其实并不是很多。疯了呀！这车辆核心纯靠抢啊！那是你们命不好，我遇到了20个房子，一共获得了26个核心，花费也不过是一条胳膊而已。话说，你们有没有遇见外国人？为什么我遇见的都是咱们国家的人？这么一说，好像是哈。难道不同的区域去的不同的地域？好像并不是。今天我遇见了一个432区的人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下意识点点头，确实没有遇见别的国家的人。难道其他国家的人不在这里？他转头看向身后的王长军，你是哪个区的？544区。铃木点点头，果然是不同区的人。难道说400至600之间是华国人？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，毕竟华国人比较多嘛。想到这里，他打开全球频道，人数显示7.1亿。看来全世界的人都很惨啊。不过这个游戏到底要干什么？再这样下去，人可是都没了呀。匿名、鹰将、法克，这到底什么时候结束？匿名、樱花，哈哈，我已经是6级车辆了，真想遇见其他国家的人啊。匿名、华国，楼上，你个垃圾。铃木摇摇头，全球频道屁用都没有，连一条有用的信息都找不到。唯一有用的，也就是那个人数了。唉，关闭面板，铃木看向外面摇摇头，睡觉吧，明天早上起早点看看再说。次日一早，铃木5点就来到了驾驶位，其他人此时还在熟睡中。铃木启动车辆，朝着远处开去。他还就不信了，别人能遇到那么多房子，他就遇不到。此时距离这个地方结束还有5个小时左右，他不求多，只要能够遇到10个房子就行了。然而1小时过去了，依旧一无所获。铃木开始怀疑人生，难道自己是个飞球？但不应该啊，要是飞球怎么能够获得这么好的车辆呢？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想看看其他人的情况。我靠，你们有没有人出售汽油？我快没油了。大哥，别说了，我都抛锚1个多小时了。我就说哪里不对，一整天一个资源箱都没遇到。铃木一愣，都没油了？什么情况？他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，几万升的汽油根本就不可能用完好不好？铃木眼睛一转，直接打开交易中心。100L 汽油兑换车辆核心 LV1，150L 汽油兑换车辆核心 LV2，300L 汽油兑换车辆核心 LV3。黑心？不，这怎么能叫黑心呢？这叫各取所需好不好？没有汽油你都动不了是不是？万一有人出现你身边，你多危险。他想了想，10L 汽油兑换解毒剂 X1。铃木点点头，这样就更完美了。随着铃木商品上架，区域频道中骂声一片。这他妈谁啊？想钱想疯了是吧？100L 汽油居然敢买一个 LV1 核心，这算什么？你看那个 LV3 核心才兑换多少？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？谁不知道 LV3 等于多少 LV1 呀？你们不会用解毒剂购买吗？是不是傻？我看是你傻吧。经历了这2次，谁不知道新出的资源必然和下次的灾难有关？嘴上逼逼赖赖的骂着，铃木上架的商品正在飞速减少，东西上架的量并不是很多，一样只有10个而已。只有兑换解毒剂上架的比较多，足足有100个，接近2万人，这点东西真不够分的。大部分人确实认为这么兑换不合适，但还有一部分人觉得这个没有什么问题。毕竟活下来资源才有用，活不下来就算有一背包资源有什么用？难道要当一个送快递的，将这些资源送给别人吗？铃木的信箱中私信不断，可惜这种没有产生对话的信息面板是不会提醒的，就算提醒了，铃木也不会细看，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。8点钟，铃木终于在001投射出的雷达上发现了第一个房子，终于出现了，铃木都快哭了。路开出去了不少，房子是一个都没看到，整整3个小时才遇到第一个房子，多不容易。来到房子前，直接就一斧子下去，将房子劈开。没有野兽，非常古德。将房子扒开，铃木诧异，因为房间中并没有核心，有的是一个盲盒。居然是盲盒，好东西啊！他连忙用斧子撬开。砰！第67章禁锢项圈图纸。2个光球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他用手戳破第一个光球，一个金色设计图掉落在地上。铃木眼神一亮，难道又是机器人设计图纸？001他现在用的是相当顺手，要是再弄出来一个，简直就是太爽了。将图纸收进背包，他连忙查看禁锢项圈图纸 SS。 铃木瞳孔骤缩，居然是这个！他还在想，自己要是组建车队的话，怎么控制这些人呢？这不正中下怀吗？而最让铃木没想到的是，
盲盒中的资源也会翻倍。那要是开出的是迷宫，铃木连忙摇头，这应该不会，肯定不会。随后他打开第二个光球，里面是车辆核心 LV1，一共给了14个。运气不错，这可比在房子中直接获得核心要好得多，毕竟房子中可不算倍数。他打开工作台，查看禁锢项圈的材料。禁锢项圈密银锭 X1， 通用材料 X2， 电子元件 X2， 橡胶 X1。铃木挑挑眉，没想到材料居然会这么简单，效果和消耗还真是不符啊。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制作出30个备用，抓到一个带一个，问题不大。之后的路上，房子遇见的次数渐渐变多，也许是时间到了，也许是走对地方了。一直到10点半，铃木遇见了6个房子，获得了8个 LV1 核心。看了一眼时间，铃木将车停了下来，距离出去估计还有半小时到1小时的时间，找不着已经无所谓了。铃木拿出做饭的材料扔给后面，你们自己看着做，弄不会的东西找001。好的。江颖他们9点多钟就下来了，可以说他们已经很久没有这么舒服的睡觉了。就这么2天的功夫，舒心舒逸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，更别说江颖3人。至于王长军，此时哈欠连天，时不时的抽搐2下。就这样的情况，他就算是想好好休息也休息不好。铃木打开交易中心，挑了挑眉，看来拥有核心的人还真是不少。LV1 核心获得了10个， LV2 核心获得了6个，至于 LV3 核心只有1个。至于解毒剂，直接全都兑换掉了，非常完美。随后他打开区域频道，脸色一黑，靠，真有傻子去买那个2货的商品啊！你们这是助纣为虐！你懂个锤子！再不买，出去之后我连1公里都开不出去。那个奸商是不是之前总卖东西的？我感觉他的东西是真的多，是不是和这个游戏达成了 PY 交易？你才是2货，你才是奸商！铃木直接将这几个人拉黑，永远都不卖给这几个人商品。他这怎么能叫奸商呢？这明明就是正经的市场波动好不好？看着4周的岩浆，这场游戏终于结束了。而今天也是第7天，也意味着这个灾难也即将结束。铃木伸了个懒腰，转头看向身后，一会还是老样子。抵达岩浆小镇后，你开一辆车。说一点点头。有了铃木提供的装备，外界温度真不算什么。至于另外一辆车，铃木看了一眼还在抽搐的王长俊，这个人到时候换了吧。他看向小胖子，小胖，一会你也开一辆，这个核心给你。铃木将一个 LV1 的核心扔给了小胖子，小胖子一脸开心，好的木哥。铃木笑着摇摇头，要是所有人都能够像小胖子这样多好。下午3点半，抵达了今天第1个小镇。其实他以为自己从哪里离开的就会回到哪里，结果第1个地方依旧要开500公里才能到，这一点就很坑。砰砰，2辆车出现在公路上，其中一台正是王长军的车子。材料和汽油都给你放好了，先把车修理一下。趁着这个功夫，铃木将小胖子也拉进了车队中，这样他的车队就变成了3辆车。弄好之后，铃木开车来到第1个箱子处，打开了箱子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汽油 500L， 解毒剂 X20，10倍物资。他看了一眼车辆核心，此时车辆荷载人数已经达到了8人，只要加满人数，他获得的物资会更多。不过这人可不好遇见啊，现在整个小队也不过只有7个人而已，早知道那个张倩他就不弄死好了。铃木心中有那么一丝丝后悔，他现在只希望后面能够多遇见一些车辆才好，最好是遇见车队。嘿嘿，他看了一眼背包中的禁锢项圈，嘴角咧出笑意，到时候将一个车队的人全部带上银色项圈。杰杰嗨嗨，收敛一下，他就是那个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人。清空这个小区的资源箱后，小胖子和舒逸回到了车里，车子也被铃木收了起来。所说他资源丰富，但能少用还是少用，毕竟那个飞行姿态的耗油量还是个未知数，要是耗油量大的话，那可是一个麻烦事。下午7点钟去了一个小镇，结束的时候时间已经到了晚上8点多，距离这周结束只剩下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。铃木看了一眼手上的资源，从中拿出了一些蔬菜和肉，数量很多。灾难的最后一天，怎么也要好好庆祝一番。东西还是交给吉女，让他们自己去做。铃木的眼神不禁扫了一眼王长俊，这个人暂时不能扔掉了，还真是有些可惜。要不是因为需求的人太多了，他肯定要干掉他。夜里11点半，其他人已经前往3楼的房间，而铃木则和001在驾驶室中。铃木看着区域频道的聊天记录，等待着凌晨12点。要是凌晨那道声音没有响的话，他就去睡觉。低温和高温已经经历了，按照正常来说，下一个应该是地震海啸还是极昼极夜。你怕不是个傻子，解毒剂有了，防毒面具图纸都有了，你说能是啥？真不知道
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？不用想了，下周休息。时间流逝，凌晨12点已到。恭喜各位玩家存活到现在，这让我很欣慰。是不是很想知道下周你们会经历什么？别着急，我现在就来告诉你们。你们下次要经历的灾难是明天早上9点再通知你们。哈哈哈哈！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人怕不是有什么大病吧？你出来就说了个这。铃木摇摇头，001，睡觉了。第68章，迷雾迷宫对他的影响几乎等于0。新的一天开始了，炎热地狱昨夜12点已经结束了，温度再次恢复了正常，四周的景物也发生了变化。这一次的变化，估计依旧是将所有的人都转移到新的地方。铃木看了一眼温度，室外零上26度，室内零上25度。这就是车辆升级之后的好处，车内始终会保持一个舒适的温度，即便是高温，车内也能够保持一个很好的温度，不需要开空调。今天其他人下来的也比较早，毕竟今天是新的一天，按照正常情况，今天必然是那个声音讲解这一次的灾难。真的会是毒吗？是毒物还是毒气？江颖盘腿坐在地面上，一脸好奇，当然也仅仅只是好奇而已。他不禁看了前面铃木一眼，这一次他总不能再坑人了吧？江颖浑身一抖，这公吃公住的也不是这么好拿的，搞不好可是会死的。9点1到，天空中传来了那道声音，再次恭喜各位玩家挺过了一次小小的灾难。不过你们死亡的人数再一次增加，这让我很苦恼，所以我只能再一次的给你们进行一次核区，不用感谢我，这是我该做的。铃木翻了个白眼，你倒是抓紧说话，时间就是金钱，你不懂吗？我想一定有人等得着急了，但是你别急，事情要一点点的来。第3次灾难，迷宫迷雾，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发明，你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给你们一点重要的提示，解毒剂可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，从第1次灾难开始，这个物资就出现过了。但这些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公路地形迷宫。你可以选择在公路上行走，也可以选择在草地上抄近路，具体怎么选择，只能靠你们自己。对了，为了能够让你们顺利活下去，我可以给你们一点点提示。资源箱会在公路上出现，具体距离多远，那要看你们自己选择的道路。而且这一次的资源箱足足有30个，但是其中15个是在出现资源箱附近的500米内的草地上。看我对你们好吧，活下去吧，玩家们！下一次你们将感受到什么才是真正的公路求生。最后再提一句，前7天一定要好好利用哦。声音消失了，铃木看着窗外渐渐升起的白色雾气，摩挲着下巴。迷雾他大致猜到了，这个雾气应该是有毒的，至于现在有毒还是7天之后有毒，那就不知道了。但迷宫这件事他是真没猜到，但现在所谓的迷宫并不是之前的那种迷宫，按照他说的，大概率就是岔路多了一些罢了，问题不大。去除掉他说的那些废话，他总结了一下，路可以随便走，大概率会有危险。资源箱比上一次多了10个，但其中15个是在迷雾中的草地上。至于所谓的500米范围，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。001可是能够探查附近资源箱的，综合来看，对他的影响几乎等于0。唯一的问题就是公路迷宫找资源是个问题。铃木伸个懒腰，还真是一次无趣的灾难。他身后的众人透过车窗看向窗外，这迷雾为什么不靠近？舒心奇怪地看着外面的迷雾，舒逸思索了一下说道，也许是因为这个车等级高吧。只见外面的迷雾距离铃木的车子足有10几米远，路边的草地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对于这一点，铃木倒是没有在意。按照那一次突如其来的迷雾的情况来看，单纯就是因为他的车辆和核心等级高造成的。车辆每级可驱散1米，车辆核心每1级可驱散2米。根据他现有的等级，一共可以驱散25米，而其他人核心都在 LV4， 车辆一般都在 LV5， 基本也能驱散个13米。可以说区别不是很大。但铃木知道，这事情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简不简单，往里开就知道了。启动车辆，车辆缓慢离开原地，身后的迷雾将车辆后面的空地填满。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一大团绿色雾气正在缓慢推进。铃木刚开出去10公里，就遇见了第一个岔路口。他没有迟疑，继续向前行进。而后几乎是每隔10公里就会出现一个岔路口，铃木都没有选择岔路，而是一直朝前。100公里后，15个箱子整齐地放在道路中央，将路堵住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现在都这么好的吗？连间隔都不放了。报告主人，四周草地中摆放着15个箱子，距离远近都有。一个雷达图投放到了前风挡玻璃上。铃木看了一眼上面黄点，还真是够散乱的。正中间则是一个巨大的黄点，代表着前面这15个箱子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先搞定草地中的箱子再说。铃木向左一转，直接开进草坪中，眼神紧紧盯着迷雾。抵达位置后，铃木一愣，
就这么简单？不应该啊，你不该准备一些奇怪的生物吗？铃木摇摇头，没有就没有吧，反正跟他没关系。恭喜打开木质资源箱，获得解毒药剂 X7，还真是够扣的，都已经是第3次灾难了，要不要这么扣啊？居然还有木质资源箱，真够离谱的。接下来的一批资源箱都没有遇到什么奇怪的生物，就连资源箱内都没有野兽一类的生物。等所有东西弄完之后，铃木看着通知信息，猛然拍了一下脑门。刚才他怎么忘记让他们去开车了？他连忙打开工作台，将防毒面具和防护服制作了出来。防毒面具就是普通的防毒面具，没有什么特别的，而防护服则是需要氧气瓶才能够制作。他将2套装备发给了舒逸和小胖子，你们穿上这个去外面开车。舒逸看了一眼外面，这行吧？他真的担心这2个东西能不能保护好自己。2人换上衣服，一胖一瘦2道银色身影出现在人们面前。整个防护服都是银色的，上面闪烁着银色的光点。在他们后背上则是一个玻璃瓶，里面装着碧绿色的液体。舒心一脸担忧地看着他姐姐后面的玻璃瓶，这东西能结实吗？第69章，车载重机枪组件，这不无敌了，应该能结实吧？铃木也不是很确定。随后他继续说道，这个不用担心，车子内部是安全的，这个只是让你们在外面安全行走的，只是从这个车到另一个车的距离而已，又不需要他们去和野外生物战斗，这有什么结实不结实的？舒逸和小胖子2人点点头。铃木眼睛一转，看向王长军，你下车走2圈。王长军左右看了看，指着自己鼻子，我。铃木点点头，就是你，我们这里很公平，每一次都会换一个人。上一次是江颖，这一次就该轮到你了。江颖身旁的顾婉清有些诧异，他本以为这一次是他，没想到居然会是这个新来的人。这么看来，这个男人最后可能是要放弃的人。王长军有些不情愿，那能给我一套装备吗？铃木嗤笑一声，还跟我讨价还价上了，让你去就去，放心你死不了。唉，人在屋檐下，不得不低头。王长军打开车子，走下了车，快速的贴着车身跑了2圈，连忙上车。上车第一时间就是检查自己的身体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。10分钟后，王长军身上依旧没有什么问题。铃木点点头，看来在车子附近还是很安全的。铃木叫上舒逸和小胖子2人，走下了车，将2辆车子取了出来。记住，一直跟在我的身后，不要乱跑。我要是去草地里找资源箱，你们就留在原地不要动，我会来找你们。2人严肃的点点头，这可是涉及到他们安全的问题，不能马虎。铃木感受一下自身情况，好像没有什么问题。难道真的只有在雾气中才有毒吗？要真是这样，也没有什么危险吧？哪怕是最差的车，车子附近怎么也有10多米的距离？那解毒剂有什么用？他们这身装备有什么用？铃木摇摇头，想不明白，根本就想不明白。总不能说那道声音把所有人都给耍了吧？铃木回到车上，启动车辆，身后2辆车连忙跟在后方，丝毫不敢松懈。10公里，第一个岔路口出现。这一次铃木停下了车，这尼玛故意的是吧？只见前方并不是十字路口，而是一个3叉路口，要邀你就走左前方，要么你就走右前方。如果说之前的资源箱不是整个都放在公路上，铃木说什么也要继续执行。然而现在要是执行的话，那资源箱可就没了。铃木轻叹一声，这个鬼游戏果然不是那么好糊弄的，就是强迫你做选项啊。没办法，铃木只能随意的选择一条路。1小时过去了，铃木一脸怀疑的看着什么都没有的路面，又看了一眼里程表，确实是走了100公里啊，居然真的没有。果然现在资源箱的位置开始变得不确定了。又往前开了一段距离，又一个路口出现。看着眼前超级大的路口，铃木眼角抽了抽，这怕不是个米字路口吧？从上个资源箱的位置一直到这里，他遇见过丁字路口、3叉路口、10字路口，这些他还都觉得算是正常，但这正前面分出5个的，他还是第一次见。也许是他孤陋寡闻了，但这路口未免有些太多了一些了吧？铃木挠了挠头，随便找个路走吧。他不禁吐槽，这要是好找资源箱就怪了，估计很多人都找到不到资源箱。报告主人，资源箱在另一侧的路上。铃木看了一眼001投射的雷达，嘴角抽了抽。尼玛，这么坑爹的吗？他看了一眼侧面的迷雾，呵呵，那些人可惨了。他拿起对讲机，你们2个跟在我身后，咱们直接穿过草地。收到，收到。铃木一打方向盘，直接朝着右侧开去，行驶了大概有200多米的距离，他来到另一侧的公路上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捷径吧。上了这条路后，再往前行驶了大约200米的距离，一摞资源箱出现在了他的眼前。这一次足足开了200多公里才遇见，还真是够难的。铃木又和后面2人强调了一下，
才去寻找草地上的箱子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秘银锭 X30，食用油 ELX10，解毒药剂 X30。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铜锭 X30，500克面包 X10。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获得100克牛肉 X20，100克茶叶 X10，车载重机枪组件设计图 SX10。等等，他看到了什么？重机枪组件！铃木脑子中灵光一闪，他记得上一次面板说过14天会解锁组件，他一直以为的是度过这一次的14天，结果是炎热地狱的那14天。好啊，终于有正经热武器改装用具了。他不是没有想过用 AKA 或者霰弹枪改装，但改装之后怎么安装子弹是一个问题。就算是他有芥子石对其进行改装，也只是增加了容弹量。至于自动上弹这件事，根本无法做到。所以那2个武器被他拆了下来，结果拆下来之后，他自己也无法使用了。最终2个武器只能扔进回收站。幸好当时用的是多余的武器，不然还真不好办。希望这个武器组件有自动上弹功能，不然又是一个鸡肋武器。半小时后，铃木将所有资源箱采集完，将车停到路中间。他连忙打开工作台，车载重机枪组件铁锭 X100， 铜锭 X10， 银锭 X1， 通用材料 X50， 芥子石 X5， 电子元件 X5。需要的材料种类还挺多啊。铃木挑挑眉，在他看来，只要金属就足够了，没想到还要芥子石。这一点材料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直接制造。东西制作出来后，铃木直接打开车辆信息。之前被封印的车辆组件此时已经解封，铃木看了一眼，眉头一皱，居然只能够添加3个组件，这未免也太抠了吧。并且这3个组件的位置是固定的，车头、车顶以及车尾。铃木看着车辆图，将这个重机枪安装在了车顶的位置。关闭界面，铃木一脸兴奋，脑中一想，只见车顶打开了一个黑色的洞，一个车载重型机枪从中升了起来。让我们第70章，那个汽车组件是真的没用，不如防毒套装。咔嗒咔嗒，铃木面容一僵，这子弹不会要自己造吧？可是这工作台上并没有关于组件武器子弹的制作啊，总不能是额外弄个图纸吧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打开面板界面。面板大兄弟，这个武器组件不会是有单独的子弹图纸吧？恭喜你，答对了。铃木一脸无语的看着上面的文字，这有什么好恭喜的？不过在看到自己身后的人以及2辆车，问题不大。铃木不禁想到那些车队，他们手上资源会更加的丰富。不过这一次就未必了，这种地方他找资源都费劲呢，更别说其他人了。夜里8点，最后一波资源箱收集结束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将小胖子2人叫到车上，随后将2辆车收了起来。今天的任务算是结束了。吃完晚饭9点多，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也该了解一下情况了。62区 23.3万。铃木挑挑眉，这是多少个区域合成一起的？10个还是20个？人多也好，这样他卖起东西就更好了。弄了半天，这个区是丰京市所有区的合并，但这人数未免也太少了吧？少不少我不知道，我就知道今天一天我就弄了30个箱子，可别提了，汽油消耗了不少，东西啥都没有。话说，汽车组件是个什么东西？看到那人说汽车组件，铃木脑中灵光一闪。对啊，这些人肯定不知道车辆组件是什么，毕竟这个东西可是车辆达到 LV7 才会解锁的东西，而现在车辆最多也就是 LV6， 这都给他们算的最高了。其实能有 LV5 就不错了，那他就有很大的机会通过交易中心获取组件。铃木越想越觉得可能，但怎么才能不引人注意呢？看着自己手上的物资，铃木思考片刻后打开了交易中心。吃亏是福，舍不得孩子套不到狼啊。解毒剂 X1， 兑换垃圾 X10 或任意图纸 X1。500克猪肉，兑换垃圾 X50 或任意图纸 X2。250克精制食盐，兑换垃圾 X100 或任意图纸 X3。防毒套装，兑换优质图纸 X3。铃木将一些多余的资源全部上架，其中必然会有一部分会兑换出垃圾物品，虽然会亏一部分，但绝对不会多。至于图纸这东西，多余的大不了再出售就是，实在不行也能够回收一下。就是不知道这种东西能够回收出来个什么，但这样还不够。铃木再次打开区域频道，那个汽车组件是真的没用，跟其他的子弹根本不通用，都不如我手上的霰弹枪。最后还是跟人换了防毒套装，简直是赚麻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个防毒套装是真的好，在雾气中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铃木看着自己假的过分的话语，满意的点点头。20多万人，总有几个上当的。不要说什么能够活到现在的都是聪明人，要真是这样，也就不会有高学历被骗了。而且他这还不是骗，东西就在那里，你要是兑换就动手试了。关掉面板，
铃木伸了个懒腰，看着外面漆黑的环境摇摇头，这第一周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，有问题的还是要看下一周。平静，实在是太平静了，比第一次的全球迷雾都要安静。次日，铃木看着外面，等着楼上的人下来，他想看看这一周到底有没有危险。8点多钟，众人从楼上走了下来，铃木转过头看向身后的几人，我这个人向来都很公平，现在又需要有人出去一趟，这一次轮到了顾晚清你了。顾晚清早想到有这一天，所以什么也没说，直接站了起来。看着面色平静的顾晚清，铃木拿出一套盔甲武器，这个你穿上，001一会拿锁链将它拴好。你放心，只要你活着回来，可以满足你一个我认为合理的愿望。想让马儿跑，就要给点草。顾晚清嘴角抽了抽，你认为合理的愿望，万一都不合理怎么办？他深吸一口气，点点头，我知道了。其他几人对视一眼，并不知道铃木想要做什么，只能默默地待在原地。几分钟后，顾晚清从楼上走了下来。下车后，001将锁链绑在了他的腰上，而另一头则是绑在了采集器上。我会让采集器一直跟着你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就打碎这个监视器。顾晚清点点头，感受着腰部缠着的铁链，感到一阵心安。一步一步朝前方走，越靠近迷雾，他就越紧张。从单手握剑到双手握剑，眼神慢慢的充满了警惕。车内的众人看到这一幕，纷纷屏住呼吸，不带防护措施就进迷雾。这不会死人吗？外面的顾晚清已经走在了迷雾边缘，他只要一伸手就能进入迷雾之中。没有人知道这个迷雾到底什么，是吸进去中毒，还是说触碰就会中毒？他现在就是这个实验的人。你一定可以活下去的。顾晚清深吸一口气，闭着眼睛迈了一步，停顿片刻，身上并没有感受到不适。他睁开眼睛，一脸愕然。他四周并没有雾气，反而大概有2米的样子。这雾气没事。顾晚清继续向前走，雾气自动散开，他身边始终保持着2米的空白区域。车上，铃木看着多媒体一脸无奈，除了白色就是白色，什么都看不见。这个监控在这种情况下根本就无法使用。他看了一眼前方顾晚清消失的地方，能不能活命现在只能看你自己了。一开始他还能控制着采集器跟随顾晚清，但现在顾晚清进去了，采集器就无法跟随了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，这要是死了，可是少了一份物资呢。江颖一脸担忧地看着外面，顾晚清面临的情况可比他严重多了。王长军头上冒着冷汗，现在他算是看透铃木这个人了，这根本就是把他们当工具使用啊。10分钟后，一道人影从迷雾中走了出来，毫发无损，但铃木眼神中充满了警惕。赵明伟的事可是历历在目。第71章，路怎么选？当然是你选。经过几次的暗号，铃木确定眼前的顾晚清就是本人，并没有被什么东西替代。里面情况怎么样？顾晚清摇摇头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有迷雾。可能这附近没有什么野兽和其他生物吧。不过有一点，那就人在迷雾中，2米内是没有迷雾的。铃木点点头，让他先上车。昨天在听到那道声音的时候，他以为灾难是提前了，亦或者说此次灾难持续时间是14天。毕竟这个声音上一次是在灾难前一天才开始的通知，而这一次却是刚开始，这不得不让人怀疑。看来什么时候通知和什么时候有灾难，并没有什么必然联系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弄了半天是他自己吓自己。你有什么愿望可以跟我说？顾晚清犹豫片刻，我还没想好，能留着吗？铃木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行。吃完饭后，铃木将车取出，小胖子和舒逸2人下去开车。只不过今天2人并没有穿戴防护装备。顾晚清证明外界没有有毒物质，那东西就没有必要去浪费。在他们后方200公里外，一片绿色的雾气移动了过来，所过之处的草地纷纷枯萎，四周的雾气也变成了绿色。相比于昨天，雾气的移动速度变快了不少，而这一情况并没有人发现。001，给我拿瓶冰镇快乐水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一手抓着方向盘，另一手无聊地敲打着方向盘。他们已经开出来2个小时了，居然连第一个资源箱都没有遇见。这可是300多公里啊，接近400公里了。按照正常情况，第2个资源点都该到了，结果什么都没有。难道他真的是飞球？接过001递过来的快乐水，狠狠地喝了一口，躁动的心平静了下来。他降低车速，舒逸，你在前面带头领队。啊，那路的选择你选。排运不好换换位置，也许在这里也适用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与他相同境遇的人一点都不少，找到资源箱的人寥寥无几。咱们是不是被骗了？这里的资源少得可怜啊！别说了，我从早上6点开到现在，一个资源箱都没有，整整500多公里啊，一个都没有。呵呵，我找到了资源箱，结果遇见了一个巨人。我说什么了？巨人？难道今天会遇到危险？危险不危险先不说，先遇到资源。10分钟后，
主人，前方发现了资源箱。001将雷达投放到风挡玻璃上。听到这句话，铃木总算是松了口气，太不容易了，总算是到了。将这一波收集完之后，继续上路。1小时不到，又收获了第2波资源箱。中午吃完饭后，继续上路。2小时后，再次遇见第3波资源箱。铃木看着地面上的资源箱，又看了一眼负责领头的书毅。难道这玩意真的看命？收集好第3波箱子后，铃木来到书毅车子旁。你是怎么选择的道路？啊，就正常选啊。书毅有些不明所以的看着铃木。这有什么好选的？就随便走就行了呗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难道自己真的是飞球？从下午2点半一直到晚上8点满，短短5个半小时的时间，他们再次遇见了3次资源箱。一天6波，一共180个资源箱，让铃木赚盆满钵满，舒服，实在是太舒服。第3天，他依旧是打头阵。今天走得比较早，6点半就出发了，依旧是5个小时，只获得了2波箱子，并且都是从这条路横穿草地去往侧面的路上才遇见的。铃木眼角狂跳，这不合理呀！但就算再怎么不合理，下午也就变得合理了。下午换成书毅后，同样的时间获取的物资比他多太多了。铃木不得不承认，这东西还真是看运气。第4天，一行人吃完饭正常上路，依旧是书毅走在前面。铃木打开交易中心，东西卖出去了不少，但大多都是垃圾。不过组件图纸也获得了不少，说明还是有人会出手的。而子弹的图纸他也有了3张。热武器组件通用子弹图纸 SS 适用于基础武器弹药，制作时规格可自选，比铃木想象的还要好。在他看来，一个组件需要1种图纸，没想到1张图纸就搞定，这可省去他不少事。吱嘎！前方的书毅停下了车，铃木也连忙停下车辆。木哥，木哥！前面出现了一个5米多高的巨人，站在马路中间，怎么办？书毅的声音微微颤抖，这要是给他一下子，估计人都成泥了。有吼！居然遇到了巨人，那得去看看。我过去看看，你和小胖子待在原地。铃木朝左一拐，一个5米高的巨人，手中拿着一根不知道是金属还是石头制作的棍子，站在原地看着他们。山地巨人，危险等级 SS 级，建议用你的刀砍了他。这种一刀砍死的货色，危险等级还能有 SS。一把银色长剑突然从车头中伸出，准准地插进了巨人的脖子中，向左一滑，居然倒地。从长剑出来到巨人倒地，整个过程不到2秒钟。面对此景，铃木心中没有一丝波澜。体型大有什么用？能挡得住我40米长的长剑吗？虽说剑刃只有半米多，但你不可否认，这就是40米长的剑。恭喜玩家击杀 SS 级危险山地巨人，获得巨人之心 SS X1 巨人眼球 S X2 巨人武器 A X1。看着刚获得的物品，铃木一脸凌乱，这都什么鬼东西？以前击杀了多少还给一些皮毛肉类，而这一次给了一堆零碎。巨人武器 A 重达500斤的棍棒武器，敲打肉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什么个鬼东西？500公斤？你就算是500斤，这东西我也用不了好不好？他随手将这个破烂武器扔到了回收空间中，这种无用的东西在他手上就要化作最原始的材料。至于剩下的2个，就单纯写了材料2字，具体做什么的他也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刚才这个巨人为什么看见他们却不动呢？还真是奇怪。第72章，车队区域第1，全球也是第1。铃木摇摇头，估计是规则不允许吧，或者他看向四周的迷雾，也许这里面存在着什么危险也说不定。毕竟正常人看到这种巨人，第一时间想的就是远离这里，那他们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开进草地中。车辆继续前行。木哥，前方发现资源箱。收到。铃木看了一眼风挡上的雷达，还是要让书毅领路啊，这运气实在是太好了。抵达位置后，铃木依旧是先寻找草地中的箱子。刚进入到草地没多久，一只灰熊出现在铃木的视野中，瞬间便冲向铃木的车辆。我操！他一激动，车头上的喷火器一股火焰瞬间喷了出去。好！灰熊满地打滚，铃木也反应了过来，一刀劈了下去。恭喜玩家击杀 S 级危险灰熊，获得500克熊肉 X20， 熊掌 X4。没有看到熊皮，铃木也不在意，毕竟都烧成那个鬼样子，能给他就怪了。咚！恭喜打开黑铁资源箱，获得500克面包 X10， 热武器组件通用炮弹图纸 SS X10。铃木眼神一亮，好东西啊！没想到一个黑铁资源箱中居然给了图纸，还是弹药图纸。唯一可惜的就是他没有炮类武器，这要是给的是子弹图纸就好了，那现在就能够使用那个机枪了。想到这里，
铃木不禁想到那些车队，车辆核心达到 LV4 的人应该不少吧？他们物资岂不是会更加丰富？他打开车队榜单，帅比车队3/3，第一名，积分171652；红星车队18%，第二名，积分21191；无敌车队12%，第三名，积分14842。发生了什么？第二个车队换人了，这个无敌车队的人怎么还少了这么多？不仅如此，就连积分也降低了不少。对于他这种不怎么看区域频道的人，对外界发展是两眼一抹黑，这可不行。这时，他发现车队界面多了一个选项——全球车队。点开之后，这上面写着全球100强车队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好像那种小程序游戏啊，100强公会有木有？华国帅比车队3/3，第一名，积分171652；鹰将爱德华车队30%28%，第二名，积分32492；汉斯库特尔车队30%22%，第三名，积分27841。前10名中只有2个华国车队。铃木摇摇头，还真是令人出乎意料。如果不是那个无敌车队出现了意外，那前10名华国能占据3个席位。就是不知道这个排名有没有用。车队排名早就出现了，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也没有说给什么奖励。至于这个全球排名，应该也是刚出现的。算了，反正和他没有什么关系，只要自己能够好好活下去，就算排到最后又能怎么样？收集完所有资源箱后，铃木看向后面的舒心。你和你姐在一起的时候是怎么和我通话的？当时他记得他们车上只有那么一个核心，但和他通话的并不是车辆所有人输液，反而是这个舒心。就给个权限就好了，车辆核心达到 LV2 的时候就可以分权限。铃木尴尬 ，LV2 还有这功能呢？他怎么不知道？不过想想也对，他车上又没有人，知道了也没有什么用。权限从哪里给？个人信息那里可以设置权限。铃木打开自己的个人信息，果然在最下方的位置有一个权限中心。点开之后，他发现自己可以直接设定3个管理员，这些管理员的权限可以由他自由设定。不过他并不想设置那么多，只给了舒心分配了一个管理员，权限也只是给了区域频道以及全球频道这2个频道。至于其他的东西，他看不了。给你个任务，每天关注着上面的聊天内容，发生了什么事，及时告诉我。舒心看着上面不断跳动的信息，嘴角抽了抽。你的意思是所有的信息？这20多万人怎么可能注意的全？尽量只关注大事就好，比如遇到了什么新的资源、新的野外生物，以及一些车队的情况。那种八卦的东西就不用跟我说了。铃木之前也不是没有让001去负责这个东西，只是效果并不是很理想。信息搜集的是快，但在处理信息上还是差了一点。只能说他对001的智能程度高估了。果然啊，刚开始获得的东西总是要有点缺点的。好吧，我明白了。舒心坐在后面的地面上，一脸忧愁地看着眼前的弹幕。这怎么看啊？你们能不能说得慢一点？那个，能不能给我一个本子？我怕我忘记了。实在是太多了，这要是不记录，根本就记不住。铃木打开工作台，制作了10个笔记本以及10支铅笔。他倒是想弄点中性笔，可工作台他没有这些。那，给你。看着眼前厚厚的笔记本，舒心叹了口气，认命吧。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解毒剂 X40、汽油1000L、密银锭 X50、热武器组件通用子弹图纸 SS-X10。好消息，子弹可以生产了。坏消息，图纸有些多了。他要这么多图纸有什么用？卖了。他怎么可能会将这种马上就要使用的东西卖掉？那不成了资敌了？铃木摇摇头，直接扔进了回收站中。丁回收 S 级设计图纸 X2， 获得神秘元素 X6。铃木看着刚刚显示出来的金色字体，一脸惊讶。神秘元素，这就是图纸回收后给的东西吗？他本以为这些图纸废物利用是给一些什么金锭、银锭一类的基础材料而已，没想到居然是新的物资，一个从来没有遇见过的物资。但当看到这个描述的时候，铃木有些不明所以，这让他感觉自己智商有些不够用。第73章，最后一天，迷雾在靠近。神秘元素 SSS， 一种神奇的材料，它可以替代任何一种材料，且不受数量限制。意思他懂，但是现在无论是制作任何一种物品，现有的资源就能制作呀，根本就不存在需要替代的情况。即便说是本人没有，那交易中心也应该存在才对。那这个东西还有是什么用？算了，就放在那里吧，存在集合里。既然能够出现，早晚能够用得上的。很快，1周的时间只剩下了最后一天，外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，依旧是那么多的迷雾，那么多的岔路口。唯一的变化，那就是铃木现在的资源太多了，多到最近2天，他们每天的饭菜奢侈的不行。咱们早餐就吃这么多肉，
真的好吗？看着桌子上的肉菜，舒逸嘴角抽了抽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每天都想吃点肉，然而现在他真的好怀念蔬菜啊，有的吃就不错了，还挑三拣四的。铃木无语的看了舒逸一眼，他愿意吃吗？还不是因为就是肉多，其他东西少吗？不然早就换别的吃了。嘿嘿，要不东西交给我一部分，我给做成肉干算了。舒心看着一桌子也是苦恼，肉吃多了不只是胖的问题，他上厕所也不舒服啊，那个胃自己都快受不了。铃木看着自己背包中那几百斤的肉食，想都不想的答应了下来，拿出一个核心扔给了舒心。这些都做了吧？估计做完也没有多少了。那肯定的，能剩下10几斤就不错了。然而当看见里面肉的数量后，舒心整个人僵在了原地，怎么会这么多？铃木足足往里放了300斤的肉，就这他背包里还有不少。现在知道为什么要吃肉了吧？东西太多了。这2天遇见的野兽实在是太多了，随便一只都有50斤的肉，你说能不多吗？他们几乎每遇见一次资源箱，就会在迷雾中遇见野兽，而最近人们的死亡数量也开始上升，但远比之前2次好得多。婉清姐、江颖，你们可要帮我啊！还有小胖子，一会也过来打下手。至于王长俊，则在那里不停地抽搐着，根本帮不上一点忙。铃木也是无奈，他也想早点换个人，但车是一个都遇不到。要知道，车上那个雷达可是能够笼罩附近5公里范围的，远比001的雷达远。然而即便是这样，依旧没有遇见一辆车。按理说，这种迷宫式的公路，遇见车辆应该是很轻松的才对，除非一个可能，那就是这个地方足够大，大到7亿多人根本遇不到一起。但这个根本不可，也许可能吧。吃完饭后，铃木坐到驾驶座上，打开区域频道。62区 19.9 万，人数还有不少。要死了要死了，汽油就剩500L，根本就不够用。500L 还不够用，这都够开5000公里了。5000公里够干什么的？我已经连续3天没有获得汽油了。话说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身后绿色的迷雾？绿色迷雾，毒雾。铃木透过后视镜向后看，这不是白色的雾气吗？舒心，绿色的雾气，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舒心拿出一个笔记本，绿色的雾气，昨天有人提及，但说的人很少，我也没在意。最大的可能就是毒气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遇见的人很少吗？但以这个游戏的尿性，估计明天就是遍地都是绿色。你依旧注意一点频道信息。可是我今天要弄这些肉干啊，炉子什么的都准备好了，到时候在3楼就可以慢慢烘干了。铃木深吸一口气，看向其他人，那你先弄肉干吧，信息不差这几天。这一次下车，小胖子和舒逸2人穿戴好全套的防护服，谁知道会不会出什么幺蛾子，还是保护的严实的一些比较好。出发！而在他们身后很远的距离，绿色的迷雾依旧在缓缓移动，但比之前速度又快了不少。从天空中看，有些车辆距离绿色迷雾非常近，最近的一辆不到100米的距离。铃木车上的3楼，舒心4人一人一把菜刀，分割着肉类，之后用工具将其串好，挂在一个空房间中，里面摆放着4个炉子。我发现铃木的资源真的是太多了，虽然说肉都要吃腻了，但江颖是真的羡慕。当时他要是有这么多物资，那得多爽。那你也不看看他这个车多厉害，都不用下车，什么都解决了。顾婉清摇摇头，想要这么多物资，不是谁都能够办得到的。众人齐齐叹气，比不了啊。铃木开着车，时不时得看向侧面。001，你有没有觉得外面的迷雾距离好像变近了？001看向窗外，眼中冒着淡蓝色的光芒。此时迷雾距离车辆19米。19米？是的，主人。铃木眉头紧皱，既然他这里是19米的话，001，你注意一下区域频道，看看有没有人提及迷雾的距离。铃木心中默默计算，一共7天，第1天是25米，今天第7天，也就是说1天减少1米的距离。按照这么去计算的话，那下一周要是继续的话，那他也能剩下10多米的距离，也足够了。再说开灯之后，还会将前方的迷雾驱散，对他来说没有什么影响。想到这里，他松了口气，问题不大。不过还是要将车改造一下再说。最近他只是对车进行了小幅度的强化，并没有改动太大的细节。铃木打开改装技能，它显示将解毒剂放到矿内，车辆净化毒气的能力。改装技能开始浮现一个旋转的圈，说明可以。过了能有3分钟。选项1，解毒过滤器装置，解毒剂 X20， 密银锭 X10， 塑料 X2， 通用材料 X2。选项2，全车净化防御，解毒剂 X100， 密银锭 X50， 通用材料 X20。这还用想吗？当然是全车净化防御了，傻子都知道怎么选。好像一不小心把自己骂了。第74章，
不想了解，那就别留下来了。这一次的车辆改装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，要不是车辆信息上多了一串文字，他都怀疑是不是这个技能将他的材料给吞了。中午11点，舒心几人从楼上走了下来。铃木一边开着车一边问道：“那些肉弄完了？”“弄得差不多了，现在烘干就差不多了。”铃木点点头，如果可行的话，那些肉就都弄了吧，不然还怪占地方的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食用油 ELX10、解毒药剂 X30、汽油1000L。看着这些资源，他心里没有一丝波动。10倍多吗？一点都不多。要是将车队弄满，车内人员弄不满，再把其他车子的车辆核心也弄到 LV4， 那就是不是10倍，而是100倍。可惜啊，这一周别说人影了，就是尸体都没有见到一个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达到这一目标。不说100倍，先达成个20倍也行啊。铃木看了一眼背包中的项圈，这么多项圈没用，多少有些可惜。吃完午饭，车辆继续前行。按照那个声音的说法，这一周是最安全的一周。想想之前也是一样，每一次灾难开始的前一周都是安全的，至少在死人这方面确实是要比下一周少得多。趁着这个时间多弄点好东西才是硬道理。晚上7点，弄完最后一批资源箱后，车队停了下来。舒毅和小胖子两人也回到了车中。铃木站在原地看着附近的迷雾，好像情况有些不对。001，迷雾距离有多少？15米。又少了4米，这什么算法啊？这是……铃木一脸无语，这么下去岂不是迷雾都要挨着车子了？那他等级这个高还有什么用？回到车上，关好车窗，铃木打开面板。迷雾的距离会一直减少吗？时间未到，无可奉告。喂，我可是玩家好不好？这不告诉合理吗？最终解释全归游戏所有。你牛逼行吧？铃木看向窗外，不说就不说，反正早晚能够知道，大不了明天再问呗。做饭吃饭，众人坐在后面休息。时间还早，并不急着睡觉。铃木靠在椅子上，等待着夜晚12点的到来。如果那个声音出现，那就听对方说什么。即便什么也不说，也会通知明天几点开始说明。看这个情况，一定是毒物了。东西都这么齐全了，是不是又能怎么样呢？反正江颖耸耸肩，对于外界会发生什么灾难，他倒是无所谓。现在有吃有喝就行了，要求太高反而不好。江颖，你真的好没追求。难道你就不想在外面开车吗？不想，外面太危险。舒心呼吸一致，说得很有道理。这里面唯一格格不入的就是还在抽搐着的王长俊，即便来了几天了，依旧融入不到这个队伍中。当然，他也不想融入，每天就在研究脖子上的项圈。铃木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王长军，摇摇头，人还真是不知足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查看上面的消息：62区 19.4 万人，我要开摆了，真是不给活路。你们知道吗？雾气距离我已经不到10米了。你那算什么？我就不到8米了，鬼知道什么情况。谁那有多余的防御装备，卖我一点。谁有车辆核心啊？能不能卖点出来？看来所有人身边的雾气都开始靠近了，等级越低的人武器靠得越近，那自己还算比较有优势。铃木打开车灯，眼前的迷雾瞬间消失，距离差不多有50多米的样子，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太在意。更何况车顶4盏灯瞬间亮起，车头前方两侧也瞬间消散了一部分，大约也有个10多米的样子。别人他不知道，但是他想要多少灯就有多少灯。打开改装技能，我要车四周每个方向都有灯，不知道放什么，那就许愿。选项1，每侧4盏普通射灯，铁锭 X8， 银锭 X2， 铜锭 X4， 玻璃 X8， 塑料 X4。选项2，每侧4盏普通驱散迷雾射灯，铁锭 X4， 密银锭 X10， 玻璃 X4， 塑料 X4。相当完美。选择选项2。在铃木选择好后，车外的车顶上方泛起一阵涟漪，车灯剩余的3个方向慢慢浮现12个射灯。砰！12个灯亮起，附近30米全部亮起，迷雾消散。就问环，有谁？众人被两侧突然亮起的光亮所吸引，看到窗外的景象，眼睛瞬间瞪大。这什么情况？他们不约而同地看向铃木，难道他又弄到什么装备了吗？要是在下一周还能够拥有这种效果，那岂不是无敌了？希望别出幺蛾子。凌晨11点59分，除了王长军回到了房间，其他人依旧留在这里。他们也好奇下一周是不是单纯只是毒物。12点1到，那个声音准时出现了。让我看看是不是所有人都在等待着我的声音。看来有些人并不想了解新灾难的情况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没有必要留下来了。铃木瞳孔骤缩，什么情况？他连忙打开区域频道。62区 16.7 万人，2万多人就这么消失了。玩家张磊，未知原因死亡。
玩家陈笃生未知原因死亡，玩家王春花未知原因死亡。血红色的文字占据了整个屏幕。他关闭区域频道，打开全球频道。全球频道 6.3 亿人，依旧是成片的血红色文字。铃木很庆幸他等待在这里，不然的话，他面色一变。小胖子，你去看看3楼那个王长君，那可是一份资源，千万不要死。小胖子连忙楼上爬去。好了，一些没用的人已经清理干净了，我们该说回正题了。看了大家的情况，看来你们还是很用心的，物资准备得很充分嘛。那就恭喜各位有了活下去的资格。各位做好迎接迷雾迷宫的准备了吗？那么就开始吧。第75章新的开始，先改装一下车辆。一声风鸣声响起，外界的迷雾颜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化着，很快就变成了淡绿色。如各位玩家所见，迷雾变了颜色，想必有些人在一开始也猜到了。当然要是没有猜到，只能说你的智商确实有些问题，能够活到现在简直就是个奇迹。但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在你们身后有一片墨绿迷雾在推进，如果被追上，我想那个场景一定会很有意思。但各位不用担心，墨绿色的迷雾第一天只会前行200公里，而在最后一天则会推进1000公里。只要前行，你们会没事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就是他们所说的迷雾，就是这个颜色好像有些对不上，但想必后面的迷雾更厉害吧。好了，享受你们的游戏人生吧。最后提醒一句，迷宫发生了一点轻微变化，哈哈哈哈！声音消失，一切恢复了平静。铃木擦了擦头顶的冷汗，这都是刚才那一大片人死亡的时候吓出来的。尼玛，这东西怎么还在突然弄出这么一下子的？身后的小胖子见声音消失，小声的说道：“木哥，那个王长君什么事都没有，睡得可死了。”铃木一愣，他居然没事？那这些死亡的人，车辆拥有人，好像还真有可能是这样。好了，新的灾难开始了，你们该睡觉去睡觉吧。等所有人走后，他打开面板，那些车辆驱散迷雾是怎么计算的？铃木本想问关于那些死亡的人来着，后来想想还是算了。而且以后他再也不调戏面板了，这人是真杀人，还是无缘无故的杀人？万一自己把面板惹毛了，惹怒了那道声音，岂不是废了？他决定从今天起做一个具有高道德的人。当然，这个道德仅仅是对于面板来说，其他人再说吧。车辆等级 X0.5 加车辆核心等级 X1。铃木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。那这么看来，自己的车子基础就变成了 12.5 米。不过他可是加装了不少灯的，按照目前情况25米应该差不多有保障。要是继续改装强化，50米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铃木看向窗外，被头顶射灯照射的位置，要不现在就改装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是先看一下车辆信息为好，万一出现什么特殊消耗就不太好了。打开之后，上面并没有显示车灯会消耗什么资源，倒是电力不够使用了。他再次建造2个风力发电机，放到后面的垃圾储物箱上方。也幸好有这种东西，不然还真放不下。本来他是想继续放在车顶的，但面板显示无法安放，唯一能够安放的位置只能是后面。要是什么时候来一个核聚变发电机就好了。铃木一脸可惜。次日一早，铃木来到驾驶位。白天可以清晰看清外面的迷雾情况。如果说昨天的迷雾是淡绿色，但今天就是那种草绿色，比昨天的颜色更深了一些。铃木想了想，从背包中取出半只鸡，递给了001，将这个绑在采集器上面。好的，主人。绑好之后，铃木控制着采集器，将半只鸡慢慢地伸进绿色迷雾中。5分钟后，透过车窗看着没有丝毫变化的鸡肉，铃木陷入了沉思。看来这个毒物应该只对活物有效，也就是吸入式毒气。不知道毛孔呼吸算不算呼吸？他让001将鸡肉扔到远处，这个肉反正他是不敢吃。半小时后，车辆启动，一行3辆车缓缓驶离。而留在原地的那半只鸡，表面颜色开始慢慢变黑，随后开始腐烂，化作一滩黑水。行驶在路上，看着四周的绿雾，铃木淡定地打开车顶上的车灯，看着驱散的绿雾，铃木放心多了。木哥，前方有情况，怎么办？铃木控制着采集器升到空中，新安装的监控将前方的情况拍摄了下来。看着多媒体的画面，铃木无语，这尼玛又是什么鬼东西？只见前方出现2条岔路，而与之前岔路不同的是，这2条路如同 M 的上半部，其他地方都被迷雾所遮挡，即便是铃木现在的车灯也无法看向2条路到底是向后走还是会向前走。要知道，在他们身后还有所谓的墨绿色毒物，谁知道现在那个墨绿色的雾在哪里？万一这条路一直向后怎么办？铃木打开改装技能，增强照射范围。他想了想，将解毒剂放上了一个，以解毒剂为基础，让技能给他给出选项。等了不到1分钟，2个选项跳了出来。
选项一，普通版迷雾液体能量射灯，解毒剂 X5， 密银 X10。注：每小时消耗一支解毒剂，照射范围恒定50米。选项二，增强版迷雾固态能量射灯，解毒剂 X10， 密银 X10。注：每天消耗一支解毒膏，照射范围50至200米，可调节。解毒膏是什么鬼？遇事不决问面板准没错。解毒膏是一种炼金产物，请前往工作台打开炼金界面自行了解。铃木忍住吐槽的心打开工作台，为什么每次出现新东西的时候，为什么就不说一声呢？每次都要在需要的时候来这么一下子。打开工作台，在下方的位置确实出现了一个炼金，而之前的界面叫做制造，在界面侧面则放着一个配方，解毒膏配方，而在解毒膏下面还有许多配方，什么生命药剂、体力药剂、雷电合剂，除了开始那些东西他能够看得懂，其他没有一个看得懂的。解毒膏、解毒药剂 X20， 效果：中毒后涂抹，可阻隔扩散，严重者可吞服，强效驱毒。铃木眼皮挑了挑，这什么意思？中毒涂抹？难道说吸进去的毒气还会反映到皮肤上？还是说中毒不会立刻死亡？铃木摇摇头，这东西好像还挺有用的，弄一些备上点。看着自己那近2000的解毒药剂，铃木直接制作它20份再说。制作好后，直接改装增强版迷雾固态能量射灯，一个刻有神秘纹路的银色正方体出现在车顶空白处。第76章，奇怪的物资，游戏成分变得复杂起来。车顶上的射灯开始发生变化，4组射灯的后面灯壳变成了亮色灯壳，随后16个射灯后方伸出淡银色的管道，全部聚集在车顶中间部位上的一个银色正方体上。那个银色正方体中放着的便是解毒膏，通过加热将解毒膏进行气化后，顺着管道进入到射灯中，以此来让射灯具有驱散迷雾的作用。改装好后，铃木直接将射灯功率调到最大，将附近200米范围的迷雾驱散开来。车内的众人瞪大双眼，这发生了什么？怎么绿色迷雾不见了？铃木看向两侧道路，其中一条路依旧是向后转，幅度虽小，但方向确实算是向后走的，而另一个则是斜着向上的。他拿起对讲机，输入走右侧那条路。收到。1小时后，铃木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，只不过与之前的情况有些不同。看着风挡玻璃上投射出来的情况来看，这一次遇到箱子数量确实是不少，但那曾经公路中央成堆的箱子呢？怎么不见了？书意，你前方是几个箱子？只有一个。书意看着前面的箱子有些迷茫，不是应该有15个吗？他此时也很疑惑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该不会所谓的变化是这个吧？他数了一下，一共有22个箱子，还缺少8个箱子。可惜车灯只能照射200米，要是能够照射500米，就算照射他也看不见，太远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1000米范围内居然只有22个箱子，那就说明箱子至少还是30个，只不过范围扩大了而已。唉，真是为难人啊！你们2个留在这里，我去找箱子。铃木开着车，先从左侧的箱子找起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食用油 ELX10、解毒药剂 X30、汽油1000L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黄纸 X50、10克朱砂 X50、精致十字架图纸 SX10。看着第2个箱子的东西，铃木一脸懵逼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黄纸、朱砂，咋地？一会地里会出现僵尸？还有这个十字架，你该不会弄出什么吸血鬼出来吧？说好的公路游戏，怎么感觉这个成分复杂了起来？铃木一脸无语地看着第2个箱子中的物品，但他知道箱子既然出现这些东西，那就说明是有用的，就是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现在用的还是下一次用的。铃木摇摇头，继续前往下一个箱子，时不时的就会出现黄纸和朱砂，看来这个东西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物资。左侧一共收集了12个箱子。铃木注视着风挡玻璃上的雷达，小胖子2人的车子已经抵达了雷达边缘的位置，他已经开出来1公里了。而在另一面还有4个箱子，这么一算就是26个，也就是右侧应该也有4个箱子在1公里外的位置，要么还就是另一面有公路，一堆箱子连在了一起，但显然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。铃木掉头回到公路上，他拿起对讲机，小胖子跟我走，书意你自己留在原地。收到。小胖子开着车跟在铃木身后，在1公里的位置处让小胖子留在了这里。你就停在这里，哪也不要去，丢了可别怪我。小胖子咽了咽唾沫，拿起对讲机，知道了莫哥。铃木的车子消失，小胖子的车子附近的绿雾聚拢了过来。看着近在眼前的绿雾，小胖子浑身不自在。刚才多少还有2辆车呢，现在就他自己，心里别提有多害怕了。
20分钟后，铃木回来了，带着小胖子来到了右侧。两侧所有资源相加一起，一共有33个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么看来，这附近应该还是有箱子，40个应该是有可能，但太浪费时间了。其实也不是不行，只要将3辆车连接在一起，到时候寻找起来问题应该不大。下一波可以试试。回到公路上，3辆车继续前进。铃木看向工作台，驱邪、镇邪、诛邪，和黄纸有关的只有这3个东西。在炼金界面中，并没有和黄纸和朱砂有关的物品。至于那个十字架，可能就是一个单独使用的物品吧。铃木从背包中取出一张驱邪符纸，驱邪对目标使用后可驱散异常，多么简单朴实的一句话。希望不要后面再给他弄什么黑驴蹄子、黑狗血什么的，那他可真要骂人了。一个好好的求生游戏，非要弄成灵异游戏，是想吓死谁吗？但想到那道声音一言不合，直接弄死那么多人，又释怀了。唉，希望别太。铃木突然一愣，既然解毒剂可以制作成射灯，那他是不是可以利用所谓的符纸给车子来个全身附魔呢？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晚上弄一下，别管用不用得上，先改装了再说，别到时候手忙脚乱。有书意在前面带路，铃木可以安心摸鱼。打开区域频道，62区 16.4 万人。相比前2次，这一次的死亡人数并不是很多。大哥们，你们找到箱子了吗？我到现在就找到了一个箱子。别提了，我也只有一个，上周公路上还15个呢，现在就给一个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来加我车队，直接横推。这个阶段，独狼玩家已经很难生存了，这是逼着大家组队。铃木不得不称赞一声，横推的方式确实是最好的方法。不说所有资源箱都能获得，但一半是有可能的，再加上翻倍获取，足够一个车队生存了。他打开车队界面，帅比车队3/3，第一名，积分211172；红星车队18%，第二名，积分15216；无敌车队12%，第三名，积分9142。但和他相比，还差得远呢。至于全球排名，不看也罢，反正犹豫不见。报告主人，有车辆出现。第77章，别开枪，我早就投降了。铃木连忙看向挡风玻璃上的雷达，奶呢？奶呢？主人，是下面那个。他连忙看向车载雷达，一共12个光点出现在雷达边缘的位置，看位置是在他们左侧，想来对方也发现了他，穿过去好像也不是不可以。好不容易遇见了一个车队，就这么放过他们可不行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我打头，你们在我身后跟紧了，一会发生战斗，你们都小心一点。收到，收到。战斗？难道有车队在附近？铃木车中有雷达，他是知道的，但他们2个人可没有什么战斗力，这单靠铃木一个人能够打得过？铃木不只是能打得过，更能全面碾压。一个重型机枪从他的车顶缓缓升起，现在整个车顶挤得满满登登。铃木看着越来越近的光点，嘴角咧出笑意。乖宝贝们，我会好好疼你们的，千万别反抗，不然结嗨嗨，串台了。各车辆注意，那边的车过来了，只有3辆车，一会都给我扣下来。中间的车辆中，一名戴着金丝眼镜的青年一脸笑意。只是3辆车而已，这不是送菜呢吗？谦哥，放心吧，咱们可是12辆车呢。铃木的车队并没有他们看在眼中，在他们看来，这纯是来送菜的。至于这个车队为什么会过来，大概率是手上有热武器。但现在这个阶段，谁手上没有热武器？嗡！车辆声音越来越近，整个车队的人一起减速，等待着铃木的到来。张谦看着雷达，就在侧面。突然之间，他眼前的迷雾散尽，一股刺眼的亮光照射在他的眼睛上。张谦下意识地闭上眼睛，哼，居然还玩这一套，在绝对实力面前，一切诡计都没。他眼睛露出个缝，看到眼前的车辆后，瞬间瞪大双眼，被强光刺眼的酸痛感也不在意了。这特么是战乱区域的战车吗？上面的重机枪是个什么鬼？很快他见识到了什么叫绝对实力了，不是他的绝对实力，而是铃木的绝对实力。哒哒哒，子弹如同不要钱一般的射了出去。噗呲，噗呲，铃木并没有将子弹打在车体上，而是打在了车胎上。没错，他一开始瞄准的目标就是车胎。随着车胎破碎，车轮露出了轮毂。呲呲，火星四溅。谦哥，怎么办？这火力，还说人家找死呢，就算再来10个车队也不行啊！这特么乃是热武器啊，这特么是战略武器吧？他们一个个的拿着手枪还自豪着呢，结果人家直接拿出重机枪，这怎么比？铃木后方的小胖子，2人一脸震惊的看着他车上的重机枪，这东西
是什么时候有的？这未免有些离谱了吧？这要是他们车上也安装一个，岂不是无敌了？这时候，外面传来了铃木的声音：“喂喂喂，能听得见吗？”铃木摆弄着手上的对讲机，这是他第一次使用对外说话的功能。喂喂喂，哒哒哒，3发子弹随意打在一辆车上，能不能听见？回个话。这么多人呢，他可不会下车。一会要是还听不见，那就让001下去。张谦咽了咽口水，看着自己座椅处3个弹孔，该说什么？他特么回话了呀！你听不见就开枪，这什么道理？张谦没有办法，只能利用夸张动作告诉铃木：“主人，您可能没有开启收声功能。”001指着屏幕上的一个红色符号说道。铃木一看，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一直听不到外界的声音。红色符号变成绿色，一道声音传了进来：“大哥，能听见吗？我投降了，别开枪了。我早就投降了，你打爆车胎的时候我就投降了，别开枪。”铃木看着坐在车里不断挥舞着手臂的金丝眼镜男，轻咳一声，掩饰一下内心的尴尬。他怎么知道还有一个这个按钮？也没人说过是不，这可不能怪他。幸好这人没死，不然可就亏大了。嗨嗨，你们车队一共多少人？12个。张谦擦擦头上的汗，总算是听见了。他真怕这人听不见，再给他来几枪。全都下车，站成一排。铃木刚将项圈拿出来，就出问题了。木哥，有3辆车倒车要跑。小胖子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了出来。要跑？这怎么可以？你一面都只剩下轮毂了，还想跑？重机枪立马调转方向，一条火蛇瞬间射了出去。哒哒哒，子弹直接射穿车身。轰轰轰，3辆车直接爆炸。至于里面的人，哼，想跑的人必须要死。他透过车内后视镜看了一眼王长军，将重机枪对准其他车辆。看见了吗？谁要是敢跑，这就是下场。铃木这个气，一辆车可代表着2份物资，直接就浪费了。001，去将这些项圈给他们带上，谁要是不带，直接杀了。铃木用最平和的语气说出最狠的话。后方的王长军低着头，刚才的那个眼神实在是太可怕了，要不还是别想乱七八糟的了吧。他的手不自然地抽搐了一下。外面，张谦看着身后的火焰，不禁咽了咽口水。这火力未免也太猛烈了吧！跑？傻子才跑呢！剩余的车辆的人连忙跑下车，站成一排。就看到一个女人走了下来。张谦旁边的穿着短裤的男人眼珠一转，小声地对张谦说道：“咱们抓住这个女人，威胁车里的人，说不定可以获得这辆车。”张谦看了他一眼：“你怕不是个傻子？对方要是没有把握能够派人下来，你脑子让丧尸吃了吗？这种想法都能想得出。”心里虽然这么想，但他表面上却认同他的话。你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一会你记得动手稳准狠，千万别失败。放心吧，谦哥。张谦心中冷笑，你要是能成功就怪了，千万不要怪我，谁让你总想抢我的位置呢？在张谦心中，这个女人绝对不一般。001来到众人身前，伸出手，你们一人，嘿嘿嘿，过来吧，小宝贝。第78章，效果很好，但怎么下嘴是个问题。短裤男露出一脸狞笑，一把抓住001纤细的手腕，成功了。短裤男一愣，怎么拉不动？无论怎么用力，他都拽不动001。难道是个练家子？短裤男思索不到1秒，既然拉不动你，那我过去把你劫持不就好了？从后腰掏出一把手枪，冲了过去，勒住001的脖子，调转身体。当然，这期间少不了001的配合。001离开的地方，下面布满了小洞，里面的人听着，给我下车，不然我一枪崩了你的女人！听着外面的人大喊大叫，铃木一脸古怪，这人怕不是个傻子吧？居然还敢挟持001，真敬佩，你是一条汉子，牛啊！铃木用手对着自己脖子比划了一下，001的右手化作一把锋利的手术刀，顺着自己的脖子插了过去。短裤男感觉脖子一阵冰凉，一脸震惊地看着眼前的女人。我死了，你也别想活！砰！一声枪响，短裤男在震惊中死去。一旁的张谦双腿颤抖，他看见了什么？子弹居然没打进去。001转过头，一边将手上的项圈递给张谦，一边用手将子弹从太阳穴的位置扒拉下来。破损的皮肤在子弹掉落在地面后，直接修复成原有的样子。张谦看着项圈，很顺从地戴在脖子上，根本无需001亲自动手。项圈一戴，上面的绿色的灯亮起，其他人有模有样地学着。砰！见所有人都戴上了项圈，铃木也从车上走了下来。虽然死去了4人，但剩下的也足够了。8辆车就是12份物资，非常完美。以后你们就是我的队员，我会将你们拉进车队中。放心，有我一口吃的，就有你们吃的，你们绝对不会在这里饿死。8人连忙点头，
这个时候怎么敢说别的啊？怕不是要被这个女人弄死？队友，看着这个项圈的名字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。你家队友还需要防备啊？铃木可不管他们怎么想，他开心就足够了。半小时后，车队重新踏上旅程，这一次变成了一支大车队。车内，铃木一脸满意的看着刚刚收上来的核心，2个 LV4， 10个 LV3， 不错的收获。至于后面的车子，全都给换成了 LV1， 能用就行，要那么高做什么？至于车身等级，现在只是毒而已，有一身防护套装就足够了。更何况在铃木车灯的照射下，四周200米都没有迷雾，可以说相当安全。张谦开着车紧跟在铃木身后，一脸惆怅，自己怎么就这么倒霉？好好的一个车队队长，直接变成了一名队员，还是带着一个禁锢项圈的队员。张谦透过后视镜看着自己脖子上的项圈，这玩意他是从哪里来的？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东西？中午11点，第2波箱子出现，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密银锭 X130， 解毒药剂 X78， 汽油 2600L， 爽！26倍的物资。虽然说其他车队也有同样的效果，但绝对没有他获取的资源多。至少从现在看，这些宝箱物资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获取的。就在铃木欢快的收取宝箱的时候，一道惊恐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了出来：“木哥，一个绿巨人出现了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我靠，我能不能逃啊？救命啊！真绿巨人啊！”公路上停着的车辆留在原地，动都不敢动。倒不是说被绿巨人吓坏了，而是根本就不敢。这项圈鬼知道什么效果？我知道了，你们朝左边开，速度慢点，我马上就到。舒毅第一个启动车辆，直接向左转，身后的车辆一个接一个的跟在身后。绿色的神鹰再次回到迷雾中，很快他们便与铃木相遇。木哥，你听声音，马上就要到了。只见200米外的淡绿色迷雾中，一道高大的阴影出现。看着这道身影，铃木不禁想到那个站在公路中央的山地巨人。但山地巨人是灰色皮肤，那绿巨人是个什么鬼？很快，身影走出了迷雾。死，还真是绿巨人，硕大的胸肌外加8块腹肌，真够健壮的呀！毒翅巨人，危险等级 SSS 级，建议一定要小心他的指甲。不过你的武器足够好了，别担心。指甲？铃木将采集器伸了过去，透过多媒体画面可以看到，他每个手上的直接指甲都有20多公分长，上面闪烁着碧绿的光芒，一看就知道不好惹。所以以后遇到的都这种绿了吧唧的生物，这玩意还能吃吗？此时铃木心中有那么一丝丝后悔，他可是把2/3的肉全部制作成了肉干啊！后面要是吃没了新鲜的肉，那就只能把肉干拿出来做了吃了。好，绿色居然双手张开，一声怒吼，大大大！一条火蛇从铃木车顶射出。你吼个锤子！铃木抠了抠耳朵，连忙将外界声音调小，这一声差点没把他震聋了。砰！恭喜玩家击杀 SSS 级危险毒翅巨人，获得毒翅指甲 SSS X10， 毒囊 SSS X1， 巨人之鞭 SX1。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混了进去？他连忙打开背包，希望不是他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东西谁敢用？巨人之鞭 S， 稀有炼金材料，可做熟直接食用，每斤可增加1点力量，一共10点。但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吸引人了。他现在体质有35点，他都感觉自己身体素质加强了不少。要是力量再增加10点，自己的身体素质绝对可以超过普通人。只是这多少有些下不去嘴。他想了想，直接将其取了出来。死，居然还是剥过皮的，就是这个肉的颜色多少有些绿。看着手中半米多长的家伙时，铃木陷入了沉思。在他陷入沉思的时候，其他车辆的人早已沉默。一个5、6米高的家伙就这么叫了一声嘎了。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铃木车顶上的重机枪，果然还是要热武器才行。第79章3000张，你怎么不去抢？车辆重新上路，只不过这一次再次多了3辆车。江影3女被铃木扔了出去，15辆车就代表着30倍的物资，再加上车中的王长军，那就是31倍，完美。至于王长军，还是留在车里算了。一直到夜里8点，整整1天时间，铃木再次获得了3批资源箱，最多的一次直接获取了44个资源箱。可以看出，这一次的资源箱数量并不是固定的。这一点对别人友不友好不知道，但对他来说实在是友好不过了。丁毒翅巨人回收成功，获得汽油 300L， 炽热毒液500毫升。铃木挑挑眉，回收出现新物资了。炽热毒液 S， 火毒，沾之浑身腐烂。所以刚才的那只绿巨人的攻击就是这样吗？这么一看，所谓的防毒套装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用。那种指甲可是很容易就能穿透的。
铃木这才明白过来，毒物确实有毒，但可以防御，但这种生物却只能靠武器，并不一定非要靠汽车组件的武器，用普通的热武器就可以。既然这样，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62区 15.1万人，第一天整整1万多人消失，这也在铃木的意料之中，毕竟这一次的危险远大于之前。我靠，你们谁见过那种绿巨人，简直就是吓人！傻呀，用热武器啊，随便一件热武器就能够解决。我倒是想用，关键要有才行啊。并不是所有人都有热武器，而且就算有热武器，子弹也是一笔巨大的消费。看，这生意不就来了？铃木打开工作台，直接开始制作武器和子弹。他别的不多，就是基础材料多。USP 手枪兑换车辆组件图纸 X1， 手枪通用子弹 X50 兑换车辆组件图纸 X1， AK47 兑换车辆组件图纸 X2， 步枪通用子弹 X30 兑换车辆组件图纸 X1。一堆基础材料堆砌的武器而已，卖了。无论在哪里，都有聪明人。当看到这些兑换的物品出现，很多人第一时间就反应过来，这个所谓的车辆组件肯定是有用的，但具体怎么有用，他们并不清楚。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积累组件图纸。虽说对铃木有些影响，但也没有影响到哪里去。弄完这个之后，铃木就打算开始给车辆附魔。驱邪、镇邪、诛邪符纸一样弄上10张，就连十字架他都弄了几个出来。根据材料给出合理改装选项，铃木在心中如此想到。很快，一个旋转的圆圈出现。过了差不多有5分钟，2个选项跳了出来。选项1，诛邪 BE 简易版永久使用，驱邪、镇邪、诛邪符纸各1000张。效果：此类生物自动躲避该车辆。选项2，符咒发射装置，密银锭 X10，黄纸100张，朱砂200克，电子元件 X2。效果：傻瓜式操作，自动生成相应符咒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3000张你可真敢要啊！他手上满打满算黄纸总共才300多张，你这不逗人玩的吗？这种选项给出来有什么用？就算是有，他也不想要。很简单，自动躲避这4个字出现的时候，他就没有了想法。除非说击杀这种生物他没有收获，他才会选择安装。但根据这段时间的遭遇来看，可能性不大。铃木伸了个懒腰，直接选择选项2，发射装置还是傻瓜式操作，这就非常贴心。一个车子的3D 图出现在他的眼前，车顶上已经没有位置可安放了，其他的地方都可以。铃木思考了一下，最终选择安装在车头的位置。至于之前的喷火器，直接拆掉，最近估计是用不上了。关闭面板，铃木看了一眼后视镜，后面车辆都待在射灯范围内，安全问题应该没事。王长军情况怎么样？报告主人，并没有什么异常。如果主人不放心，我可以将他的手脚打断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这个想法很危险。嗨嗨，用不着。晚上你注意一下四周，如果有问题，去2楼找我。好的，主人。现在的车中只有铃木、001以及王长俊，等到人满的时候，王长俊就可以不要了。可惜啊，遇见人的几率太低了。铃木来到卧室，先是美美的泡了一个热水澡，随后便躺在松软的床上，进入了梦乡。舒逸的车上，啊，姐，咱们回不去车里了。舒心那哀嚎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了出来。不去就不去呗，你当时不还担心铃木会对咱们做什么吗？舒逸一脸无奈。可是我好怀念那个床啊。舒心躺在椅子上，浑身不舒服。椅子终究是椅子，就算是升级多少级的车辆，它依旧是个椅子，怎么能够比得了床呢？那能怎么办？要不明天你自己和铃木去说？那还是算了吧。舒心现在都担心后面是不是都吃不上那么好吃的饭菜了。江颖和顾婉清也一样，开始怀念铃木车子中的生活。毕竟什么也不用干，只要坐在里面就行。现在还要睡在椅子上，又要开车，这生活水平直线下降。至于小胖子倒是没有这方面的想法，只要能够活下来，干什么都行。众人在各自的频道中聊着天，001则是通过多媒体注意着四周，耳朵则听着对讲机中传来的声音。这些事情明天他是要汇报给铃木的。当然这里面张骞的声音也很少，作为队长当然知道对讲机的功能。夜里11点，众人全都进入了梦乡，车队陷入了安静，唯有那16盏射灯照耀着四周，驱散着绿雾。就连区域频道、全球频道中说话的人都变少了，渐渐安静了下去。午夜12点1到，绿雾不断翻涌。001看着窗外的绿雾，眼睛中闪过光芒。绿雾移动，距离车辆180米，发现可疑目标，正在解析。右侧迷雾中跑出几道矮小的身影，手中拿着各式武器，口中嘀嘀咕咕着，眼睛时不时看向车辆，眼神中充满了贪婪，口水滴落在地面，
冒出阵阵黑烟。第80章，近在眼前却无法营救，发现可疑目标。001站起身，直奔2楼，而外界那些矮个子生物纷纷跑向车辆，速度奇快无比。砰！一声闷响，将车中的人惊醒，而车里的人疑惑地看着外面，什么都没有。就在这时，一张枯老沧桑的绿色脸庞出现在副驾驶的玻璃上。我操！什么鬼东西？车内的男人惊呼一声，玻璃在奇异生物的口水作用下慢慢融化。前方的车辆中，顾婉清一脸惊恐地看着已经要钻进来的生物，连忙从背包中取出银色长剑砍了过去，将绿色生物的手砍了下来。喷洒出来的血液落在车内，冒出阵阵黑烟。绿毒小矮人，危险等级 S， 提示：他身上的任何液体都不要触碰哦。然而，在他身后的主驾驶的大门瞬间打开，顾婉清直接后仰倒地，一道绿色身影出现在他的眼中。啊！绿毒小矮人一口咬在他的身上，只见顾婉清的肩膀冒起黑烟，一点点腐蚀。另外一名爬进车中，将车辆核心扯了下来，直接扔进了口中，身上瞬间冒出绿色的光芒。铃木正在睡梦中被001摇醒，主人，有未知生物出现。铃木瞬间清醒，连忙穿好衣服来到驾驶室。通过摄像头，铃木发现正在攻击车辆的小矮人。一共15辆车，有5辆车留在原地，其他的车辆围绕着这里不断绕圈。这什么鬼东西？车顶升起重机枪，铃木调转车头冲向身后。哒哒哒，一条火蛇扫向小矮人，同时3个矮人被击杀，同时发生爆炸，原地3米范围内升起阵阵黑烟。铃木一愣，居然还能爆炸，但他也不得不动手，不然其他人怎么办？哒哒哒，1分钟后，地面上留下10几个冒着浓烟的黑坑。铃木脸色难看地看着废弃的车辆，车可以维修，但人却救不回来了。他本想着就算遇到野兽也足够反应过来，结果这些东西伤害居然这么强。不是 S 级危险吗？这怎么比 SSS 级还要危险？早知道这样，他就让所有人都在他的车里居住，就不会发生这种事。算上他的15辆车，现在就剩下10辆，资源瞬间少了10份。坑爹！铃木拿起对讲机，你们情况怎么样？车辆受损，需要进行维修。我这里没什么问题。活下来10个人都是在第一时间启动车辆逃走的。3分钟后，所有人来到了铃木的车上。木哥、顾婉清和舒心僵硬红着眼睛，哽咽的说不出话。舒心的姐姐更是泣不成声。他们2个车明明挨在一起，当他发现的时候，他妹妹的车中已经进去了2只生物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妹妹死去。这是求生游戏，死亡也是正常的。你们上3楼睡觉去吧，3楼我又弄了2个男生宿舍，小胖子你给分配一下。小胖子点点头，带着众人朝3楼走去。铃木坐回驾驶室，看着外面被损毁的车辆，收回了背包中。就睡了一会的功夫，损失惨重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眼睛瞬间瞪大。62区 14.3 万人，4个多小时，8000多人就这么没了，这什么速度？玩家李春阳被绿毒小矮人击杀，玩家赵无忧被绿毒小矮人击杀，玩家李铁蛋绿毒小矮人击杀。血红色的文字不断的在刷屏，说话的人寥寥无几，即便是说话，也只是询问什么情况的。铃木看了一眼全球频道，情况和这里差不多。过了10分钟，区域频道中的红色弹幕已经开始变少，黑色弹幕变多，而上面的人数也降到了 12.9 万人。也就是说，这短短10分钟，再一次死亡 1.4 万人。这才是第一点的晚上啊！不是，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怎么这么多人死亡？这个绿色小矮人是什么？是今天晚上出现的生物？怎么没有注意到？是我睡得太死了吗？不是，你们就没有遇见那种身高1.2米左右，浑身绿色穿着裤衩的枯瘦老头吗？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着上面的文字，一脸沉思。可以看到，很多人并不知道今天晚上遇见的生物。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发言，事情渐渐清晰了起来。今天夜里遭受攻击的都是车队，多的遭受到50多只，少的10几只。铃木虽然没有细查，但地上的黑坑可是有近20个，期间还跑了几个，想必数量应该在25个左右。铃木想到刚才收起的汽车，好像里面的核心不见了，也就是说，这次来的生物是奔着车辆核心来的。那之后不会还会遇见这种生物吧？头疼啊！看来这些人要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了。铃木打开面板信息，恭喜玩家击杀 S 级危险绿毒小矮人，获得毒囊 SSS X18， 聊胜于无吧。只是一个 S 级生物中会产出 SSS 级材料，这是他没想到的。次日，迷雾迷宫，不，应该说是毒雾迷宫才对。今天也是毒雾迷宫第2天。清早起床第一件事
便是查看区域频道上的人数，12.8万人。昨晚之后并没有再发生什么大事，人数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，而全球人数也只剩下了 5.4 亿，一夜近1人死亡。铃木深吸一口气，这到最后不会连1亿人都剩不下了吧？这个公路求生到底是什么意思？难道真的就这么死下去吗？吃完早饭，10辆车相继出发。舒逸在前方领路，抿着嘴唇，泪珠一滴一滴的从眼角滑落。开着车就会想起他的妹妹，他看向侧面的副驾驶，曾经他的妹妹舒心就坐在这里，舒心曾经就坐在这里和他说说笑笑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擦了擦眼泪。人要向前看，他必须要活下去。公路求生游戏要杀他们，那他偏要活。在他身后的车里，江莹也是一脸忧愁，想着和自己一起的婉清姐就这么死了，江莹很难过。其他人死亡对他来说无所谓，但当自己身边人死亡的时候，才知道死亡是如此的近。第81章牵引120火炮组件图纸。主人，绿雾距离180米。铃木一愣，你说啥？我们不是开着灯了吗？说好的200米的，怎么就只有180米了？绿雾强度增加了。死，这不是坑爹吗？第一天结束20米，7天岂不是140米了？那安全区就只有70米。铃木敲打着方向盘，这安全性多少有些低呀。他连忙打开面板，面板大哥，我明明有驱散工具，为什么迷雾依旧能够靠近？玩家请放心，这是正常情况。为了督促玩家能够更好的升级，为此我们特意增强了绿雾强度，请愉快的畅玩游戏。正常？升级？愉快？你确定不是用错了词语？这谁看了也无法愉快吧？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思索片刻后，你们有没有发现迷雾距离变近了？哼，那是变近了吗？都到眼前了好不好？距离我的车两侧就2米，你2米都算好的了，我都已经不到1米了，也就车头打开车灯能够驱散3-4米的距离，我都不敢开快。距离最远的有4-5米的样子，距离近的只有半米左右。而他们在前一天的时候，距离还有10几米的距离，估计到明天应该就会一直在毒气中度过。毒气并不可怕，只要穿戴好防毒套装，就不会出现什么问题。但要知道，这绿色毒物中可是有那些生物的，它们的攻击才是致命的。唉，要是他的改装技能能够用到其他车上就好了，可惜绑定新车有7天冷却期，不然他肯定会重新绑定车辆进行改装。相比其他人看不见路的龟速形式，他的速度可以说用飞快形容，一路上车队车速就没有低于过80，只有遇到岔路口的时候，车队速度才会停下来。2小时后遇到第一波资源箱，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红烧牛肉面 X105、解毒药剂 X63、汽油 2100L。 铃木摇摇头，一下少了这么多，亏呀。恭喜打开黄金资源箱，获得充能防护罩 X21、预警装备图纸 A X21、汽油 2100L、密银锭 X210。 又是新东西。充能防护罩开启后可获得防御为1000的防护罩。预警装备图纸 A 简易预警装置，可预警10公里范围的异常情况，好像有用又好像没用。以他的车辆根本就无需防护罩，但其他车子确实是需要，至少在面对昨晚的情况时，这还是能够保护他们的。希望多来点。至于预警装置，在这个灾难中是一点用都没有。随着铃木将车开远，其他车辆陷入到了迷雾包围中。看着四周的迷雾，众人心中恐惧，生怕有不明生物从中跑出来。铃木一路开着箱子，收获满满，其中黄纸、朱砂、能量罩成为主流资源。看着数量越来越多的黄纸朱砂，铃木心中猜测不会真的有僵尸什么的吧？毕竟僵尸也是带毒的。恭喜打开钻石资源箱，获得充能防护罩 X105、牵引120火炮组件图纸 SS X21、汽油 10500L。 等等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铃木知道钻石资源箱东西好，但这未免也太好了吧？牵引火炮都出来了。死！铃木倒吸一口凉气，这肯定不是现在用的东西，那些生物很灵活，用火炮肯定是没用的。那唯一的解释，这个东西是之后要用的。我靠，下一次灾难到底是个什么鬼东西啊？他连忙将牵引火炮弄为永久，随后将剩余的图纸扔进回收站中。铃木在附近足足找了1个小时的箱子，才回到车队中，而车队中的人都快得幽闭恐惧症了。报告，氧气瓶快用没了。报告，我也是。一连5道声音响起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们把氧气瓶怎么了？这不是今早才换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用完了？但用完还是要给的，通过车队自带功能，直接将氧气瓶发送给需要的队友。再怎么说，这些人可都是他的资产，不能出任何问题。至于今天晚上，试试那个护照吧。
一天下来，一共遇见了6波资源箱，其中不乏遇见各种带毒生物，就连遇见的大鹅都是带毒的大鹅，就离谱。夜里8点，车队停了下来，一人分配2个防护罩，等你们睡觉的时候记得打开一个。别说我没给你们保护，自己都机灵一点。收到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佬。铃木想了想，还是制作一个预警装置吧。虽说只有5公里的距离，但也算是有点效果不是？制作好，铃木点击使用，面板自动跳出一个地图，地图中央正是他的车队，上面画着小车，中间一条公路，中心是个白色圆圈，四周则是绿色。他拖拽代表着预警装置的圆圈，将车辆笼罩在其中。在铃木点击确认的同时，四周绿雾中出现一个个闪烁着红灯的小铁棍插在土地中，铁棍与铁棍连接着一条很细的丝线。预警装置就靠着这个去判定是否有东西进来。弄好这些之后，他又为每一个人分配一份面包和一瓶水。面包他不爱吃，水他多的是。嗨，这不是不想浪费资源吗？他拿出一块牛排扔给001，不吃煎牛排，我要红烧牛肉拌饭。好的，主人。001去干活，铃木自己则是从冰箱中取出一瓶冰镇快乐水鞋，躺在沙发上。没错，在他们走了之后，铃木将后面改装成了客厅。至于王长君，他则被铃木关在了3楼，上面有洗澡、上厕所、睡觉的地方。也许对他来说，这生活可比自由自在的江影他们生活更好。铃木一边喝着冰镇快乐水，一边打开区域频道。本来这件事是舒心负责的，可惜。铃木摇摇头，白瞎这么好的工具人了，怎么命就那么不好呢？62区 12.6万人，死亡人数不多，但铃木清楚，晚上12点的时候死亡不多，那才是真的不多。啥也不说了，今晚12点我不睡觉了。别说你不睡了，我们整个车队的人都不会睡。昨天整个车队直接报废了12辆车。第82章，白色看起来安全，开启游戏。铃木也不打算太早睡觉，昨天就是因为太早睡觉，害得他死亡了5个人，直接失去了10份物资。他打开车队排名，帅比车队10%，第1名，积分224019。红星车队10%，第2名，积分9621。无敌车队6%，第3名，积分6112。不只是车辆少了，他们连积分也少了不少。一朝回到解放前，啧，还真是够惨的。其他车队的物资应该是车队队长拿大头，其他人拿小头，所以在失去核心之后，这些车队积分下降了很大一部分。而铃木却没有影响，因为下面车辆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物资，而在全球车队排名中也是差不多，都有所减少，只是多与少的区别。时间1分1秒过去了，四周的车辆时不时的闪烁一下，那是防护罩使用的光芒。铃木敲打着方向盘，等待着0点的到来。然而0点到了，别说是昨天那个小矮人的身影了，就连预警装置都没有反应。难道说只来一次？铃木想了想，打开区域频道，血红色的文字再次刷屏。击杀他们的依旧是小矮人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怎么也想不明白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按照这个频率，出现的生物应该不少才对。5分钟后，弹幕慢慢停了下来，人们的弹幕也多了起来。我靠，2只那个绿毒小矮人突然出现，吓死我了。幸好老子车够快，不然肯定交代在这里。我跑得慢了一点，车子差点没报废。不对啊，我们车队没有遭遇到啊。你们是哪个车队的？我没有车队。原来如此，今天晚上遭遇到攻击的是非车队玩家。那明天呢？是休息还是攻击车队玩家？看来明天很多人要睡不好觉了。你们就没有人击杀那只小矮人吗？我杀了之后报了一个 LV3 的车辆核心，就是里面的物资少了点。铃木挑挑眉，身体中有车辆核心和物资，那他杀的怎么没有？还是说今天的这一批就是昨天攻击他们的这一批？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铃木伸了懒腰，不想了，明天晚上自然而然就知道了。毒物迷宫第3天，铃木将车辆开出公路，准备前往第1个宝箱地点。报告主人，前方道路危险，请停止前行。吱嘎！铃木一脚刹车停了下来，看着外面正常的草地，铃木看不出来这有什么危险。前方为高位沼泽，车辆容易被吞入。沼泽问题不大，铃木直接将轮胎换成履带，一脚油门开了进去。透过车窗，下面的草地看起来和平时的没有什么两样，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草下面有水迹，车身也有轻微晃动。这要是谁随便进来还真是不好说。不过想来应该是没有人会走到这里来，因为这里距离公路已经有2公里的距离了，一般不会有车会为了资源箱跑到这里来。几乎后面每隔几百米就会有一片沼泽地，地方并不大，几十平大小，
到几百瓶大小不等。可以说，只要运气够好，一般都没什么大事。半小时后，铃木来到最后一个箱子处，咚，一阵烟雾飘散，来了。至于到了这周之后，就连箱子出现野兽一类的危险，出现的方式也变了。看着那比外面迷雾颜色绿得多的烟雾，不用想也知道里面肯定带着毒。绿雾散去，铃木看着眼前3个东西，嘴角抽了抽，还真有啊。绿浆，危险等级 S， 建议射它。好建议。这一次他没有动用重机枪，而是使用的符咒发射装置。嗖嗖嗖，一道道黄色的光芒无声射中3只绿浆，爆炸声响起。恭喜击杀 S 级危险绿浆，获得尸毒 SX3， 尸皮 SX3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2个东西一看就是炼金用品。回到公路上，铃木继续带队出发。与此同时，在一处车队身前出现3道光门。老大，你到底打开了个什么东西？一名光头坐在车中，看着眼前的3个光门，有些迷茫。他们不就是遇到了个许愿瓶吗？这谁家许完愿会出现3道光门？不选都不行。领头车辆中的男人咽了咽唾沫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，我就说想要数之不尽的资源，就出现了3个门，现在怎么办？他们不是没想过从4周溜走，但4周就如同有空气墙一般，根本就开不出去。白色的光门写着基础物资，蓝色写着食物，而最后一座血红色的大门写着图纸。要不我们选择白色吧，看着好像很安全的样子。那个红色大门看起来就很危险，还是不要选了。虽说图纸的价值远大于基础物资，但也要有命拿才行。你们其他人什么看法？听老大的，老大说去哪里，咱们就去哪。反正对他们来说，这选择哪里都一样，只要能活着，怎么都行。好，那就选白色。随着这个车队将车子开进去，一个新的游戏就此开启。恭喜玩家开启资源保卫战，共计24小时，在此期间可使用任何能力，请各位玩家小心谨慎。注意，个人玩家和车队玩家遭遇不同，限给予5分钟做出选择，死亡可是真的死亡。所有人面前都跳出一个选项，个人玩家则是申请加入车队的选项，而车队的人面前则跳出的是强制退出。身在车队的一些人眼神一亮，这个退出车队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退出的，刚加入车队2天之后可以直接退出，但要是加入1个月你还没有退出的话，再想要退出就需要先点击退队，之后等待48小时，再点击1次后才会被传送走。而这48小时内可有的是办法将一个人弄死，所以即便有人对车队的生活不满，也只能忍气吞声。而现在一个机会就放在他们眼前，只要点下这个按钮，他们就可以脱离苦海，这怎么可能不让他们激动？第83章塔防游戏，不堪一击。铃木听到这个声音后停下了车，他现在都怀疑是不是每次都会来这么一场游戏。个人和车队还不一样，他面前倒是没有出现什么退队按钮，而是一个倒计时5分钟传送按钮。而刚刚他也接到小胖子单独给他的消息，退队。他可是一点都不担心这些人退队，只要一退队，那人必死无疑。张谦看着眼前的退队按钮，不停吞咽着口水。只要按下去，他就是自由身。但看着空空如也的背包，按个屁呀！外面这么危险，傻子才会选择离开呢。时间一到，铃木眼前的按钮亮起，莫等他按，按钮自然被点亮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强制游戏是吧？光芒一闪，再次出现的时候，4周的绿雾消失，车队出现在一个围墙之中。在围墙的中央位置，则是基础物资铁锭、银锭、铜锭、木材，每一种数量都在上万。铃木叹了口气，这玩意他要了有什么用啊？他抬头看向空中，一个3分钟倒计时正在一点点减少。所以，到底什么是保卫战？在最后1分钟的时候，铃木大致明白了。只见4周的围墙缓缓降落，4条公路通向中间圆圈的位置。队长，我们该怎么做？张谦询问道。拿着武器守卫，既然说是保卫战，多半是有生物袭击。看着这个场景，铃木想到了手机中的塔防游戏。如果说这4条公路都是一个方向的话，他会认为这是植物大战僵尸的3D 真人版。铃木制作了一堆 AK-47以及上万发子弹，分发给众人。随后又制作了4台牵引火炮。虽说这是组件装备，但它是属于范围型组件，也就是说你车辆等级越高，辐射范围也就越高。铃木的车辆辐射范围是20米，足够放下8台这个牵引火炮。这也是他刚刚发现的。唯一的解释就是它有避难所模式，毕竟在最开始的时候，那个声音就说了，所有能力皆可使用。灰色的避难所模式此时变成了绿色。呼，就让我看看所谓的避难所模式是什么。形态转换，
只见铃木的车辆发生变化，4个轮胎消失，整个车辆开始扩大，其大小面积和整个车辆内部空间是一致的。整个车辆化作一个3层高、12.8米乘7米的金属房子，在房顶一个中型机枪立在上方，16个射灯散布在3楼房檐，4个火炮安置在房子的前后左右4个方向。至于采集器、长剑等工具则依旧隐藏在异度空间中。张谦看着铃木车辆变化，啪，狠狠地给了自己一巴掌，好疼！说好的公路求生，你这怎么就变成金属房子了？咱们玩的是一个游戏吗？铃木的驾驶室变得更加有科技感，眼前不再是一个风挡玻璃，而是一块曲面屏，可以任意查看四周的情况。而所有的一切控制都是由铃木思想去实现，他想看哪里就可以看哪里，但也仅仅局限这50米范围内。但这并不重要。4个监视器被铃木制作出来，安放在楼顶4个角落，可是距离再次扩大。他相信这场游戏中他的视野是最好的。铃木做完这一切，上面的倒计时也结束了，数字变成文字。第一轮，灰狼100 1/5，100只，5轮，10辆车，1人10只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可以多看几次。如果是这样，好像不用他出手就可以解决，但这是不是有些太轻松了？铃木拿起对讲机，一个通道2辆车，剩下的1辆车机动。收到，收到。敢不出力吗？根本就不敢。这东西是真的电人。在4条公路的远处，一道深邃的空间通道出现，一只体型健壮的灰狼从中跑了出来。看着分割成4份的画面，确实不是很难。每2只灰狼为一匹，后面和前面的还保持着7、8米的距离，那这岂不是很轻松？随着灰狼靠近，子弹声响起，哒哒哒。可以说，在热武器面前，这些灰狼根本就不是对手。第一轮9点58分，2/5，再次变成了倒计时，居然还给休息时间，挺人性啊！汇报你们手中子弹情况，是否需要补充子弹？第一波消耗的不大，并没有需要补充的。与此同时，整个星球被一个个结界划分为无数个小块，有的里面是一整个车队，有的则是1辆车。在铃木旁边的区域就有单独的1辆车，而单独的1辆车所面临的只有1条路，总数也只有5只，情况却比车队要轻松得多。这些单独的车辆，其中不乏一些车队想要多获得一些物资，让一些队员先行离开车队的。可惜后续的发展比他们预想的要糟糕一些。第2波、第3波、第4波结束。第一轮，灰狼500 5/5，这是铃木所遭遇的情况。虽说数量变多了，但难度却依旧很简单。哪怕一条路上一次遭遇25只，依旧不是热武器的对手。而隔壁虽说只有25只，但一次要面临的5只，难度上升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这一轮下来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死亡。第一轮结束后，倒计时出现，这一次给了3小时休息时间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一次大约在4小时，那也就是说6轮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红色字幕不断，已经铺满了对话框。铃木向上滑了3、4下，根本看不到头。看了一眼人数，62区10.8万人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仅仅1小时的时间消失了小2万人，真狠。但应该会有人希望死去更多的人吧？在这些人死亡之后，这里的物资数量全都有所增加，数字有零有整，10876，这是作为基础物资的最高数字。而像电子元件、橡胶、玻璃这些数字从500至800之间不等。4小时后，第2轮开始。看着新出现的生物，下面的人一愣，这枪还能好使吗？熔岩生物，秘银武器是他们的克星，但热武器却不是。第84章，就这也太轻松了吧！看着4条路上的熔岩生物，温如玉也是一愣，你这跳转的未免也太快了吧！上一波还是灰狼，这一次直接加强难度，这不是闹呢吗？好在第一波数量很少，一共才4个，先用枪打，打不过我再出手。听到车内传来的声音，众人心神一定。你可以说这个铃木不讲道理，但是实力大家还是认可的。既然他后面会出手，那他们就不用担心了。哒哒哒，4条路上子弹不停射向熔岩生物，然而子弹直接穿过身体，并没有对熔岩生物造成什么伤害，或者说是一点伤害都没有，哪怕是击中脑袋也没有用。一把长剑从房子上方伸了出来，刷刷刷，脑袋掉落在地上，4只熔岩生物死亡。只是铃木看着没有任何反应的面板，又看了一眼天空中那个倒计时，这不是死了吗？我东西呢？通过询问面板，这一次的游戏中不会掉落物品，所有的物品只有身后这些基础物资。行吧，没有就没有吧，反正他也不差那么点东西。第5轮，
20只熔岩生物也被铃木轻松消灭。就这，铃木靠在椅子上，双腿搭在前方控制台上，这未免也太过于轻松吧。看着那些不断上涨的物资，铃木摇摇头。这个所谓的求生游戏下手还真是狠啊，这怕不是要将所有人都杀光才甘心。但当他看见第3轮生物的时候，铃木有些迷茫了，这什么套路？第3轮就如同福利一般，居然是家禽，是大鹅，带有金属装甲的大鹅。就算有装甲，那也是大鹅啊，这对人能够造成什么伤害？然而这些子弹打在装甲之上，纷纷被弹开，只有打中头部没有装甲位置，这些大鹅才会死亡。至于子弹打在身上所谓的内伤，对这些大鹅根本就不存在。额头大不大？挺大的。好打中吗？一点都不好打中。整个金属防护装甲从身体一直延伸到头部，只有额头正前方那个的位置有个5公分左右的口子，只有子弹通过那里才能够击杀。第一波足足1000只大鹅呀！看着大鹅越来越近，众人心乱了。杀是杀了不少，但架不住这数量多啊。大鹅虽然杀不死人，但被拧一下也受不了啊。铃木看着屏幕，左手不断敲打着。这什么个套路？虽说加上护甲变得难杀，但大鹅就是大鹅，1000只大鹅也是大鹅。第1轮结束，一众队员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好地方。其中一名队员甚至失去了他的子孙后代的住所，太惨了。作为激动的小胖子暗自庆幸，幸好他是机动人员，不用直面这些大鹅。江颖和舒逸站在一起，舒逸姐，你说这什么情况？上一轮是熔岩生物，而这一次居然只是大鹅，估计是这个游戏不想大家死得那么快。舒逸看了一眼副驾驶，摇摇头，还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再憋一个大的，一个足以对所有人类造成重伤的生物。第2波2000只大鹅，第3波3000只大鹅，第4波开始，铃木接手战场。再这么下去，下面那些人都快被大鹅弄出阴影了。重型机枪不断来回旋转，子弹不停倾斜，普通步枪打不穿的护甲在重机枪面前就是个玩笑。第3轮棕熊，第4轮冰晶生物，第5轮人形生物。20多个小时时间过去了，除了一开始休息的时间大家说说笑笑，后面几乎都沉默不语，甚至到后面只要一停下来就开始睡觉。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，真的坚持不下去了。看着剩余的时间，铃木摇摇头，这时间算的还真是够准的。随着轮数增加，每次消耗的时间也在不停的增加，最终剩下的时间刚好够最后一次的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挑了挑眉，人数比预想的要多得多。62区 7.8 万人，他以为能剩下3万就不错了，没想到居然还有8万人。不愧是活到现在的人，生存能力就是强。距离结束24小时还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，最后一轮开始了。木哥，我们能回车里吗？是啊，木哥，我们俩都回去吧，这个不是我们应对。队长，我也觉得我不适合。一时之间对讲机混乱了起来，这也不能怪他们，实在是这出来的生物有些超出了他们的应对范围。别说是枪了，就是大炮也没用。所有人回到车内，聚集在我这里来。铃木打开侧面的窗户，看向远处的生物，原来东西是对付这个的呀。普通地冤魂，危险等级 S， 建议他们只是求生游戏中玩家死亡之后的灵魂而已，其实没什么好怕的，用你的符纸就可以了。当然子弹点诛杀也是可以尝试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冤魂还是游戏中玩家死亡之后的灵魂，合着肉体你拉进来了，灵魂也不放过是吧？铃木看了一眼上方的文字，第6轮冤魂444，还带精神攻击的会玩。一个银色的盒子从房顶伸出，随后他将一些黄纸和朱砂填满，小意思而已。银色盒子发射出黄色光片，打到冤魂身上散发着淡黄色光芒，被打中的冤魂瞬间化作光点消失。整个过程十分顺利，比之前遇到的所有生物都要顺利。444只冤魂，整个消灭过程不到5分钟时间。这场所谓的资源保卫战就这么结束了。他看了一眼资源，数字还在不停的上涨中，只不过涨势要比之前慢了一些，但每次上涨的数字可不是一般的大。可惜对他没什么用。外面的人员看着那些快速被消灭的冤魂，有些不可置信。虽然知道铃木很强，但没想到这种生物也能够消灭。也许带着这个项圈也不错，至少安全上没有什么问题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红色字幕出现，速度明显变少。黄纸、朱砂这种物资别人肯定也有，顶多是没有他这种傻瓜机器罢了。第85章，队友变多了，你的项圈可以去了。话说，这个冤魂该不会真的像他介绍的那样吧？一样又能怎样？咱们死了之后都会变成这种东西。你们说，这个毒物之中会不会有这种冤魂？
你还真别说，还真有可能。估计应该是带毒的冤魂，毕竟现在遇到的生物都是带毒的。结束战斗的人还真不少，没想到他们速度还挺快的。很快，24小时的保卫战结束了，死亡的人永远消失，灵魂彻底留在了这里。物资清算，各种金属陵墓每种获得了2万多个，总数高达10多万积分。不用想也知道，他的车队积分再一次疯狂增长。光芒一闪，熟悉的绿雾世界出现。今天应该是第4天了，再有3天就结束了。下一周，铃木想到之前变成避难所的车子，那车队是不是也会一起变成避难所？不然那些车子怎么办？队长将车子收好吗？上午休息，下午3点我们准时出发。奋战了24小时，也该让这些人休息休息了。铃木则趁着这个时间给车身进行强化，无论是车体强化还是车体改装，只要有用的东西都安装上。重型机枪他在后方又安装了2个，不管3天之后遭遇什么，他绝对可以立于不败之地。之后的日子基本没有什么起伏，车队倒是遇见了2个，但车辆很少，一个车队只有4、5辆车。此时已经变成了他的队友。001把他脖子上的项圈去了，解决了。好的主人。王长军一脸茫然，反应了过来，木哥，我这天天吃了睡了吃的，什么也没干，这怎么救呀？因为我喜欢。王长军还想说什么，然而嘴已经被001捂住，一步一步拉到了车外。片刻后，001将一个禁锢项圈放到了铃木手中，透过后视镜看着身后的车队，铃木满意的点点头。现在一共有20辆车了，不差这一份了。现在他开启一份资源箱就是40份物资，一个车队全部打满就是60份物资，每辆车再装满人。铃木眼中充满憧憬，可惜人他遇不到，尤其是死亡了那么多之后，更是很难遇到。无论是区域频道中还是全球频道中，所有人都说其他车辆根本就遇不到，比往常少太多了。可以说现在很多人的车子的核心都卡在5级上不去，而能够晋升到6级的更是屈指可数。更不要提铃木自己的了， LV8 需求的核心数量实在是太多了，遇不到人简直就是灾难。虽不知道后面提升等级会有什么效果，但绝对比现在要更强就对了。队长，车队出发吗？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出发。今天是最后一天了，大家都小心一点。车辆缓缓启动，走在守卫的输役速度不敢太快，只敢以60的速度行进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铃木车灯照射的距离只剩下了100米，这还是昨天加强了，不然今天只能照射60米的距离。3小时过去了，今天连第一波资源箱都没有遇见。输役，是你在第一个吗？是的。铃木眉头紧皱，这不对啊，按照以往最慢也是2小时就会遇见，这一次怎么还没有？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我靠，我身后的迷雾怎么变成墨绿色了？里面还有黑色的阴影，看着好吓人。你要完蛋了，上一个这么说的人已经死了。你们遇到资源箱了吗？我已经开了4个小时了，依旧没有遇见。就算运气再不好，这么长时间也该遇见一个了。别说了，我也没遇上。+1，原来不只是他没有遇见，其他人也没有遇见。这最后一天总不能一次资源箱都遇不见吧？就在这时，一张图片发了上来，墨绿色的迷雾中一道10米高的身影，看起来有些像巨人的身影。玩家田振涛被毒雾吞噬，一条红色信息跳出，如同打开开关一般，每隔几秒钟就会跳出一条相同的信息。铃木没有关闭界面，就这么一边开车一边看，1分钟时间跳了6条信息，还算能够接受。但按照这个速度，死亡人数也少不了。中午10点，吃完午饭继续赶路。木哥，咱们还用赶路吗？这一上午一个箱子没遇到，还浪费了不少子弹和汽油。资源箱一个没遇见，野兽生物一类倒是遇见不少，就连冤魂也遇到了4、5批。也幸好铃木手上的黄纸朱砂足够多，给全队都配备上了，不然这19人能剩下几个就不知道了。开？怎么可能不开？你们自己看看区域频道，那死亡人数。小胖子看了一眼区域频道，咽了咽唾沫，这是逼着人必须跑啊！车队连忙离开原地，速度根本就不敢慢下来，这搞不好可是会丢命的。丢不丢命的铃木不管，他就想知道今天真的是一点资源都不给吗？嗖嗖！恭喜击杀 S 级危险冤魂，获得灵魂精粹 SX1， 这已经是今天击杀的第22个冤魂。唉，真一个都没有。此时时间已经下午5点，车队从中午到现在就没停过，然而却一个资源箱都没有遇见。难道输役的好运用光了？但昨天不都好好的吗？看来今天就是没有资源箱。晚上7点，车队停了下来，该分配物资的分配物资，该发吃的发吃的。那个15-20号车去四周注意一下情况，主要看毒物的颜色。是，预警装置不能忘，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。
等所有事都安排好后，铃木来到后面的沙发上一靠。001将做好的食物端到铃木面前，并为他准备好饮品。啧，001啊，天天大鱼大肉这么吃不行的，明天弄点清淡的，把那个龙虾做了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享受着美食，其他人享受着泡面、火腿肠。不是他不给，而是真的没有那么多。牛肉他手上也不过只有100斤而已，怎么可能所有人都能吃得上？第86章，新灾难。好像不像灾难，一直到夜里11点，他们也没有遭遇到什么墨绿色的毒物，倒是各种有毒生物遇见了不少。但这期间，铃木并没有出手，全靠这些小队成员自己。枪有了，子弹也有了，这要是再打不过，就有些说不过去了。铃木靠在沙发上，手中拿着一瓶冰镇快乐水，随意的查看着区域频道。62区 7.5 万人，人数还在减少，但死亡数量不算太多。按照目前来看，即便到了夜里12点，估计也不会降到7万人。我疯狂向前跑了1000公里，我就不信毒物还能撵上来。大哥们，别聊了，谁有多余的汽油卖我点，代价一个解毒药剂 EL 汽油。你特么就是个黑心商人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商机多少来的有些晚啊。不过汽油他早就上架了一批，只不过卖的有些慢。100L 汽油兑换任意垃圾 X10 加任意一张图纸，卖得慢不是没有原因，但他就是不改。反正他现在本就不需要太多资源。在悠闲中，铃木等到了12点。这一次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睡觉，即便是困，那也要等。他们可不想不明不白的死去。0点1到，那个声音响起：“恭喜各位活到现在，不愧是我选中的幸运儿。”铃木翻了个白眼，鬼才想来这种地方。如果有的选，打死都不想参加这种游戏。没想到这一次居然没有人睡觉，这让我少了一些乐趣。不过没关系，下一周你们会玩得很开心的。3次灾难已过，你们已经是一名合格的玩家了。接下来的14天，你们将没有安全期，整个14天都将是你们的灾难日。不要难过，既然灾难来了，肯定是要给你们福利的。第一个福利就是贷款，你们可以提前将你们的核心晋升到 LV6 解锁新模式。至于利息，每天500积分物资，第2天则是1000，第3天则是1500，依次类推。如果利息不够，你们懂的。什么时候将所缺核心补上，什么时候利息结束收取。当然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贷款，当一名机动车辆。最后的最后，本次灾难为团队战争，当然也可以叫做团队游戏。你们会喜欢的。从现在起，所有频道关闭，明天9点开启。这道声音消失之后，他的对讲机中乱了起来。队长，我们怎么选啊？那个贷款升级跳出来了。是啊，这个 LV6 我们需要吗？他们当然想要了，但他们还不起积分，也还不起核心。无论是材料也好，还是核心也好，全都在铃木手中，他们手上就只有汽油和维修车辆用的少量物资。至于核心，也是一样。你们不用选，车队肯定和个人是不一样的。既然铃木都这么说了，他们还能怎么办？虽然内心忐忑，但也唯有坚信铃木，不然还能怎么办？与此同时，他们车外的绿雾消散，公路不断变化，而这些变化并没有人注意到。次日一早，铃木就看车队成员聚集在一起。铃木揉了揉眼睛，带着001从车上走了下来。发生了什么事啊？铃木伸了懒腰，人还没有清醒过来。木哥，你快看，我们脚下的地面以及四周的道路。小胖子急促地说道。铃木低下头，咦，怎么变成这种水泥地面了？而且这面积是不是有些太大了？目光所至，全部都是水泥地。001测算一下这里大小，50乘以50大小，正方形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而远处的公路明显变宽了不少，并排行驶10辆车轻轻松松。队长，我们刚才过去看了，四周有一层防护罩，我们出不去，只能待在这里。张谦说道。铃木此时也清醒了过来，打开区域频道，时间还没到，上面什么也没有显示。这就是此次的变化吗？公路求生，这公路出不去，怎么个求生法？先回车上吃饭，9点再说。铃木先一步来到车上，开启避难所模式。通过之前以及昨天晚上那个声音，可以很明确的确定，避难所模式是此次最为重要的东西，不然也不会去贷款核心升级。铃木的车辆开始变身，成为一座3层高的楼房，一个重机枪在楼顶，另外2个则在两侧，4门牵引火炮立于4个方向，距离铃木不过20米的位置。这时面板跳出一条新的消息，检测到玩家为车队队长，是否将车辆连接到一起组建更大的避难所。铃木眼神一亮，果然与他猜测的差不多，战队果然有另外的能力。随后一个透明地图出现在他面前，在他车子四周有4个方框，车队车辆可以停在其中进行连接。输液
小胖子，你们停到我的两侧来。是。两人开着车停到铃木一左一右，随后1楼的位置伸出2根类似连接器的东西，将2辆车连接到一起。只见2辆车形态发生转变，只不过面积上要比铃木的1楼要小得多，大概只有20平的样子。车内的物品一一消失，只有一个工作台和简单的一张床。舒毅看着眼前的变化，有些不知所措。他的方向盘呢？他的仪表盘呢？挡风玻璃怎么变成窗户了？舒毅想到铃木的房子，难道自己这个也成避难所了？其余17辆车也纷纷变成房子矗立在这里。可惜啊，这些房子只能这样以铃木的车为中心呈十字状向外扩散这么安放，这与铃木所想的盖成3层楼差别有些大。看着一个个变成房子的车辆，这些人还是很开心的，至少他们有了一个床，终于能够好好休息了。除此之外，铃木还发现了一个好处，通过车队的界面可以查看自己避难所的平面图，而从平面图上他可以将武器放在这些房子上面，也就是说他可以将重机枪安放在这19辆车子的房顶。他可以选择自己控制，也可以选择让其他人去控制，这还用想吗？肯定是让他们自己去控制。就问还有谁的火力有他猛？第87章新的移动方式看起来也不错，别说是团队战争，就是国家战争他也是最牛的存在。9点1到，区域频道解锁。而铃木房子的房顶一闪，一根旗杆出现在上方，这并不是他的东西，而是系统附加的物品，而这些铃木还不清楚。此时的他正看着区域频道发呆。华国区8842万啊，华国区，这国区，铃木本以为这一次是几个区域的合并，没想到居然是以国家为单位的合并。难道所谓的团体战争是国战？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他可就没有任何心理负担了。虽然之前也没有心理负担，但现在是更加的没有。他没有急着看聊天框，而是打开全球频道，人数 4.5 亿，也就是说华国的人数占据了近1/5。华国未知，哈哈，我们居然占据1/5，你们也不行啊！华国未知，樱花别让我遇见你，不然砍你国旗，灭你全家。樱花未知，看看车队排名，你们华国才几个人，一群垃圾。国旗？铃木皱眉，他打开车队信息，在避难所平面图上，他的房顶确实多了一个标志，想来这就是国旗吧。他将摄像头对准房顶，果然多了一个华国国旗。那是打爆对方算赢，还是说摘掉国旗就算赢？铃木想了想，还是问一下面板吧。打败对方亦或者拆掉国旗都算赢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如果拆掉国旗也算赢的话，那其他的车队一般可能会留下一部分车辆用于强攻对方避难所，但面对类似他这种重机枪阵地，他们可捞不到好处。而拆掉国旗的话，铃木想到了自己那40米的长剑，嗨嗨，带着40米连接杆的长剑，拆掉国旗应该很简单吧？报告队长，地面开始移动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什么意思啊？铃木连忙看向显示器，只见整个公路就如同传送带一般，将整个避难所所在的区域向前推移，速度并不是很快，大概就只有个10公里每小时的样子。什么都不用管，仔细观察四周情况就好，发现资源箱汇报。是。对啊，资源箱的事情还没有说呢。铃木看着监视器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这些资源箱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现。他打开区域频道，看向聊天框。现在的分区是以国家为单位，除去一些弱小的国家，估计能有100多个区就差不多。不，我觉得应该还是200多个区。那些小国家若是指军事弱，但在这里前期比的又不是军事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现在开始遇见的都是国外的人，无所谓。还没有加入到车队的人，速速加入了。得，一开始就不该抱有什么期望，这里没有一条有用的消息。铃木只能无奈地靠坐在椅子上，看着避难所慢慢的移动。这个速度无法被控制，只能看着它移动。1小时后，前方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，避难所停在上面，前后左右4个方向都是公路。报告！天空之中出现了资源箱，不过降落距离有些远。听到这话，铃木连忙控制摄像头查看四周，果然天空中出现了颜色各异的资源箱，看着掉落的距离大概在50米的位置。按照其他车队的情况，大概帅会让其中几个车辆去取，但他怎么可能会按照那么原始的方式呢？距离不够，那就继续延长呗。虽说四周看起来安全无比，但铃木相信这遍地的草地绝对有危险，不然谁家好地方的杂草能够长到3米高？所有人不要动，原地等待。铃木想了想，打开工作台，制作了一批摄像头，这些给你们安装在你们的房顶，监控附近的情况。书毅，你在最里面
负责查看全球频道和区域频道，遇到有用的消息记录一下。听到这话，舒逸一愣，他不禁看向一旁空着的椅子。唉，还是无法忘记。收到。江颖，你负责关注交易大厅，遇到合适的图纸告诉我。是。小胖子，你将一些事情分配下去，那他只需要等待汇报就好了。铃木将采集器强化到100米的长度，等待着天上的资源箱降落。不知道这一次会出现什么资源。之前的黄纸和朱砂，他感觉一点用都没有，除了在毒物之中能够使用，在这个阶段是一点用都没有。团队战争，大家都是人类，用符咒干什么？至于下一次，铃木心中已经有了猜测，就是不知道会给什么。悬挂式导弹、舰载炮，亦或者是其他什么关于海空方面的东西。资源箱掉落在地面上，上面连接着的降落伞消失。在众人的注视下，铃木伸出采集器，直接来到60多米外的位置上，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箱子。在之前的迷雾之中，这些后来的人并不知道铃木是如何打开箱子的，现在知道了。他们一直疑惑的问题解开了，为什么他们的队长会弄到那么多箱子，却依然没有事？这怎么可能会有事？人离着8丈远，怎么可能有事？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获得500克牛肉 X80、矿泉水 X400 瓶、通用步枪子弹 X1200。恭喜打开青铜资源箱，获得通用霰弹枪子弹 X400、铜锭 X200、通用步枪子弹 X1200。这一条街上的资源箱中的资源什么都有，但必备的东西就是子弹。可以说，只要是个箱子，别管是黄金箱子，还是说木质箱子，里面子弹是必有的。子弹成了这一次的必需品。铃木一脸无语，这东西不是应该自己制造吗？难道还有人没有子弹？不过想想也是，他也没有获得过太多的子弹图纸，也许在最早的时候能够获取，现在没有了而已。子弹这么多，他要了也没有用，不如卖算了。但在卖之前，还是要了解一下市场才行。他拿起对讲机，江颖，看一下交易大厅中子弹交易情况。书毅，看一下聊天频道中大家的武器情况，顺便在区域频道侧面打听。其他人配合一下，在区域频道中当一下托。第88章，遭遇第一支车队。想要东西卖得好，托这种东西是必不可少的。酒吧就酒托，售楼处有房托，就连表演个节目都有气氛组。他卖个东西弄个捧哏怎么了？没给你弄个拍卖模式，给你抬价就不错了。也可能正因为这一点，这个游戏才没有弄拍卖模式吧。其他人队员各自忙了起来，铃木现在成了最轻松的那个。早就该这样，把所有事情都下发下去才对。双腿搭在前面的控制台，口中哼着小曲，眼睛时不时看向屏幕，真是惬意。半小时后，木哥，根据了解，子弹的需求量还是很大的，甚至于热武器的需求也很大，好像拥有图纸的小队并不是很多，就算拥有的也不会给所有人配备。不知道有多少小队的队长被狙杀，自己上位的。也因为自己是通过这种方式上位的，所以武器这种东西他们看管得很严。甚至有的小队因为拥有图纸的人死亡了，导致后续没有了子弹和武器。江颖，武器子弹售卖情况怎么样？江颖看着交易大厅，价格昂贵，50发子弹要20铜锭，外加10木材以及5通用材料，大致基本都是这个兑换价格。就算便宜的也没便宜到哪里去，至于武器的话，也比之前要贵得多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这些人就这么确定子弹有用吗？但箱子中确实都是子弹，黄纸朱砂依旧有，只不过数量没有那么多而已。子弹给我上架，兑换成黄纸和朱砂以及各种图纸，组件图纸兑换一个是一个。至于能不能兑换成功，这个问题不大。想了想，铃木继续说道，把这些基础物资也给我上架，这些也兑换同样的物资，定价稍微高一点，别太低。金银铜铁全部给了5000个，这些东西他多的是。至于价格高，这根本就不需要担心。贷款利息你总要还吧，不还你就等死吧。对于这个游戏，他现在了解的可是很多的。是，既然铃木这么要求，江颖照着办就是。很快来到第2个路口，众人已经做好准备，眼睛盯着监控器，随时准备汇报资源箱的位置。只是这一次资源箱来的方式有些诡异。报告，资源箱已经发现，但这些资源箱全都有冤魂守护。铃木看向前方的显示器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我操，这数量未免也太多了吧！一个资源箱居然有10个冤魂守护，这未免有些离谱了吧？但没关系，他会出手。银色立方体升起，对着远处的冤魂就发射符咒，一个符咒带走一个冤魂，完全没有压力。1小时后，一波资源箱收入囊中，但铃木却一点都不开心。说好的战争呢？说好的对战呢？结果就这，那他怎么扩大队伍？
他怎么获取车辆核心？报告，我们转弯了。在一个十字路口的位置，整个地面直接朝左转去，进入了侧面的一条公路上，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停留在原地。铃木连忙坐直身体，各方向人员注意一下自己朝向，一有发现立即报告。出现意外，那就说明有特殊情况出现。终于要遭遇第一个避难所了吗？八嘎！为什么那么多资源箱就弄到了10个？一名身高只有1.6米的中年人一脸不满。渡边队长，这也不能怪我们，我们手中的黄纸和朱砂数量实在是太少了，而且在早上9点一开始，游戏就扣了我们500积分的物资，就算想兑换也无法兑换。报告，地面调转方向并没有执行。通过无人机画面，远处同样有一个避难所朝我方赶来。听到对讲机的声音，渡边眼神一亮，既然自己没有那么多物资，那就抢就好了。根据分区情况来看，大概率是其他国家的避难所。看他们的旗帜是哪一国的？华国。渡边先是一愣，随后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。那我就放心了，所有人准备大战一场吧，机动车辆随时准备从两侧包抄。华国呀，那他可以更加残忍一些了。渡边舔了舔嘴唇，之前杀掉的都是自己的同胞，他都没好意思用太过残忍的方式，但这一次他要放飞自我，希望能够让我多玩一段时间，不然可就有些可惜了。铃木看着屏幕，上面一个小黑点正在慢慢放大，这个距离差不多有2-3公里的样子。哎，这摄像头未免也太垃圾了吧，居然看不清，只知道遇见的是避难所，但对方是哪个国家的并不清楚。算了，爱哪个国家就哪个国家吧，反正最终都是要被消灭的。请注意，所有人将机枪都给我收好，没有我的通知不允许任何人动手。好不容易碰上了，那就要全都留下来，万一战斗的时候可以逃跑怎么办？虽说那个声音说了只有死亡才算是失败，但成功却没有提及，防备一手还是有必要的。示敌以弱是他想到现在最好用的办法，毕竟没有人能够抵挡一个弱小的车队。铃木搓搓手，最好派遣机动车队过来，再好不过了。这一次正好可以测试一下所谓的团队战争到底是怎么个意思。当两队相距1公里的时候，双方停了下来，一时之间双方都愣住了，就连铃木也不例外。队长，现在怎么办？重机枪的射程在1500米范围，肯定是可以够得到对方的。至于他们手中的枪支，还真打不到人。毕竟重机枪是大脑控制，而枪支则是手动控制。铃木摩挲着下巴说道：“张骞，你带2个人在中间晃悠2圈就回来，看看对方的武器情况。重机枪现在肯定不能动用的，也不是说不能动用，而是无法一次将对方击杀。因为在2队人马出现的同时，面板跳了出来，上面有一个5分钟的倒计时，时间到了可以选择逃跑，但身上一半的物资会归对方。5分钟吗？也不是不行，不过还是要看这次之后，物资和人他全都要。第89章全频道通报，其实我并不想要。渡边大人，对方有2辆车开了过来，我们要动手吗？啪！渡边一巴掌打在这个人的后脑勺上。你是不是傻？咱们的枪射程才多远？等对方靠近，再让后面的车子进攻，两侧的车辆随时准备冲过去，就算打不死对方，也要让对方投降。击败对方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们手上的武器有什么，渡边心里清楚得很。他相信对方也是同样的想法，那就看看谁能够坚持到最后了。要不是看到对方房间数量那么多，他早就让人冲过去了。只是中间那3层楼的建筑是个什么东西？张骞带着他的小弟在中间晃悠了有3分钟，依旧没有见对方动手。想了想，他又向前靠了靠，然而对方依旧没有反应。谦哥，这怎么办啊？这都距离350左右了。张骞挠挠头，再靠近那可就真的要挨打了。回来吧，速度慢一点。是。2辆车直接掉头，慢慢悠悠往回开去。渡边见此眉头紧皱，这对方什么意思？怎么不靠近了？咱们追击吗？啪！又是一巴掌。你是不是傻？对方这种速度，一看就是在勾引你，你还想去上当？所有人都别给我动，我倒要看看对方耍什么花样。投降就要给对方1半物资，而失败是以死亡为结束。也就是说，只要不动手，2队人马就只能这么面对面对峙，要么死亡，要么逃跑。你总要选择一个，不然这是不会结束的。可以说双方想法几乎相同，只不过铃木有后手罢了。铃木摇摇头，看来只能获得物资了，人是得不到了。你们2个加速回来，其他人准备。等他们2个回来的第一时间，给我把重机枪升起来，照准中间那个带有旗帜的避难所，给我往死里打。他倒是想把人吸引过来，但人家不上当，这能有什么办法？既然这样，那就只能暴力解决问题了。就是白瞎了这些人了，就是不知道队长一死，这些人还能不能逃跑。如果不能逃跑，那他这波就是大赚特赚，
不然得亏1半物资。张骞一脚油门，带着另一辆车加速回到驻地。其实整个过程只不过刚过去3分钟罢了。咔咔咔咔，两侧和正前方的房子上方都生出了重机枪。正前方的房子上的重机枪越往后高度越高，总之就是互不干扰。给我开枪！对面房子中的渡边看着屏幕瞳孔一缩，这特么是个什么鬼东西？重机枪？怎么会有这种？然而瞬间子弹打在房子上，泛起一阵涟漪，密密麻麻的子弹掉落在地上。渡边见状松了口气，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但能够防御。咔嚓，这层防护罩连3秒都没有坚持住，便破碎掉，密密麻麻的子弹将墙体打碎，将人直接轰碎，旗帜倒塌。叮！恭喜华国玩家铃木击杀樱花玩家渡边春，获得对方手中80%物资，获得对方车队80%物资，获得俘虏12名。俘虏是个好东西，但这件事先放一放，为什么只有80%，剩下的20%呢？至于个人车队，这个倒没有什么，但那20%是个什么情况？面板，为什么我只能获得80%物资？为了支持一场战斗，我们需要付出贷款是比较多的，收取20%手续费不过分吧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他敢说过分吗？为了防止你一会还要再问一遍，这20%也包含了车辆核心，请知悉。铃木张了张嘴，控制住想要破口大骂的心情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脸上换上平和的表情。请问这些东西在哪里呢？在对方基地中，你只有30分钟的时间接收物资，不然这些就归游戏所有。我特么谢谢你！所有人开车将物资给我带回来，就是车辆碎片也给我带回来。既然吃我20%手续费，那什么都别想给你留。被打败的避难所全部都变成了正常车辆，往回拖车也很简单。至于车上的人，此时都陷入了昏迷状态。那个木哥，我建议你最好去看一下区域频道，你好像出名了。书毅提醒道。出名？区域频道？铃木连忙打开区域频道，就看到在区域频道聊天框上方，一个鎏金字体写着华国玩家铃木击杀樱花玩家渡边春这几个大字。此时整个聊天框都在说这件事，只不过弹幕跳得比较慢。铃木大老牛啊，这是血脉觉醒是吗？大家都刚开始，你这就结束了？要是我速度也能这么快？不只是区域频道，就连全球频道都被鎏金字体所占据，并且比区域频道的更大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这就不能听听他的意见吗？就算玩游戏也能选择匿名播报，你这直接给他公开了。也幸好他聊天是匿名。华国匿名，好厉害！他发出的字体居然是金色的。他发出去话后，弹幕数量瞬间多了起来。华国都是夸他的，樱花都是骂他，甚至要杀了他的。铃木无奈地关闭面板，骂不骂的倒是无所谓，到时候弄死就是了。就是这个金色弹幕多少有些扎眼。面板大哥，这个金色字体是个什么情况？能不能取消？可以取消，过了午夜12点就会消失，大可放心。每天第1个击杀者获得金色字体，第2个击杀者获得银色字体，第3个击杀的则获得黄色字体，持续1天。你对我可真好，我谢谢你。好在只是字体是金色，但发布消息依旧是匿名，这一点对他来说还算是个安慰。队员们一人拉着一辆车回来了，驻地又开始前进了。铃木看着这些车，心中不禁满意。那个指挥部的车是哪个？江颖指着自己身后破烂不堪的车，就是这辆。破是破了点，但里面可是一个 LV6 的车辆核心。铃木拽下车门，将里面的核心拿了下来。我 LV6 呢？第90章。这灾难到点，上班到点下班。车子里的核心只是个 LV4 的核心。铃木一脸气愤，人死了，你贷款直接收回是吧？收取20%手续费就不说什么了，结果你连发出去的贷款也要收回。唉，那能有什么办法？谁让这里游戏最大呢？把其他车辆的核心都给我拿出来。最后12辆车获得了12个俘虏，9个车辆核心。没错，就是9个。说好的4舍5入，你直接全都给舍了。9.6啊，居然直接舍掉了，真是溜啊！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未免也太坑了吧！9个车辆核心，8个 LV3 和1个 LV4。他极度怀疑被收走的3个核心是不是都是 LV4 的。至于核心中的材料，具体少了多少，他也不清楚。算了，白得的东西计较那么多干什么？再怎么说，这还有这么多车呢，也能再多一些物资。这些车辆，你们可以自行更换。众人脸色一喜，他们其中有些人的车辆品质并不好，要是能够换一个好品质的车辆也不错。谢谢队长，队长牛逼！10分钟后，废弃的车辆都让铃木扔进了回收站，而这一次的战斗基本上也告一段落，有死亡也有投降。整体来说，死亡人数偏少，并没有造成太多伤亡。
但那些投降的人能不能活得过3天都未必。处理完这些后，避难所继续前行。每间隔1-2小时就会遇到一批资源箱，每一次都会遇到野兽。冤魂今天就遇见过那一次，相对来说野兽要好处理，直接击杀就可以。而这也为他们提供了不少食物。下午6点，避难所不再前行，停在了原地。看着停下来的地面，铃木一阵无语。你这工作时间还挺固定啊，朝9晚6是不是？是不是还要再来个周末双休？铃木无语地走出避难所，其他人也纷纷从房子中走出来。队长，今天结束了。看样子今天是结束了。都停下来了，能不结束吗？对了，那些樱花人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队长，全都绑得严严实实的。按照你说的，全都用锁链捆着呢。张谦一脸笑意地说道。这些可都是资源。按照铃木的说法，只要是在车队车内待着，那就算是车队的人，12个人就是12份物资。只要不死就行。要不是为了物资，这些人他肯定直接弄死。书记，统计一下现在车子车辆核心等级以及车辆等级，之后安排一下今天的晚饭。今天弄的肉有些多，看看怎么处理。就算1天1次战斗，那也还有13次，那就是将近200人。这些车子必须要强化一遍，不然那这些人往哪里放？19个车，一辆车装4个人，也就才76个，再加上他的也就80多。死，这不行啊！铃木看了一眼自己的背包，心痛啊！看来自己车辆核心还要等等，先将这些车子核心提升一下再说。舒毅站在原地，根本就没有离开。你怎么不去？铃木眉头一皱，看来自己对他们太放松了，都已经不干活了。舒毅小声地说道：“你忘了，我们全员都是 LV1 的核心，高级核心你都收走了。”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嗨，他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。他就说刚才的物资数量怎么不对呢？原来因为那些人根本不算合在人数。嗨，这些你给他们分下去，全部都将核心提升到 LV4， 车子提升到 LV6。LV1、LV3 核心，每种都拿出来了19个，交到了舒毅的手上。他拿着这些核心分发下去，这些人连忙回到车上，将车辆核心等级提升上去。尴尬，实在是太尴尬了。铃木摸了摸鼻子，自己怎么能够把这件事忘了？无论是张谦那一批车子，还是后来的这些车子，他都把对方的核心换成了 LV1 的了。当时想的是将自己的车子的核心提升上去，需要大量的高等级核心，他居然把这件事给忘记了。看着剩余的核心，铃木叹了口气，数量还是太少了，希望每天能够多几次战斗才好。次日，避难所在的位置开始移动，今天的速度比昨天稍微快了一点，还真是朝9晚6，希望不是做5休2，不然太浪费时间了。其他人希望遇见战斗越少越好，他却想着战斗越多越好。今天第一个十字路口直接转弯，见此情况，铃木猜测应该要有战斗。果不其然，刚转过去不久，铃木就通过无人机看到了对方的建筑。无人机是从对方的背包中拿到的，刚好拿来使用。看到上面的旗帜，铃木挑挑眉，橙白绿，中间一个车轮子。如果没有猜错的话，这应该是三哥吧。对于国旗，铃木认识的并不多，只有那些让人熟知的国家认识。很快他便确定了，这就是三哥。毕竟谁家一辆车子能装那么多人？只见画面中一辆轿车开了过来，车子中坐着几个人他不知道，但这4个门就挂着4个人，棚顶趴着3个，多少还是保守了。这要是在蓝星，不弄10几个人都对不起三哥这个名号。队长，是三哥的人，咱们直接动手还是怎么样？直接动手就瞄准对方带旗帜的避难所。大，1分钟不到，叮！恭喜华国玩家铃木击杀阿三国玩家拉杰，获得对方手中 80% 物资，获得对方车队 80% 物资，获得俘虏33名。多少？铃木擦了擦眼睛，确实没有看错，一共33名俘虏。不是，这阵的看起来也不大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人？木哥，你的名字又挂在上面了。舒毅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看了一眼，习惯了，挂着就挂着吧，还能怎么办？这个东西就是自动的，他也不想高调啊，但实力不允许啊。很快，车子被拉了回来。报告队长，一共8辆车，装了33个人，这也太能装了吧。第91章，就问还有谁？8辆车，33人，不愧是阿三哥。铃木将8辆车的核心拿了下来，他直呼好家伙，这些人是怎么扛下来的？6个核心都是 LV3，一个 LV4 都没有，都是狠人啊。核心中的物资更是少得可怜，甚至有的核心中的物资连20个都没有。惨，太惨了。这些人你们自己分一下，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其中一名队员小声问道，要不这一批杀了吧，说不定下午还能遇到其他的人。是啊，
反正咱们也就装那么多人，怎么也都能够填满。铃木当然知道他们怎么想的，先忍一忍，一会肯定有几波物资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物资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赶紧执行。说完，铃木直接回到自己的房子内，坐到椅子上，将鼻腔里的纸掏了出来。这个味未免也太浓烈了吧？他们怎么在游戏中也能够吃到咖喱的？可以说每一辆车内都是一股子咖喱味，那些人身上也是，味道相当浓烈，即便堵住了鼻子，依旧可以闻到一些。也不怪他们不想留下这些人，等将这些人放到车里，估计用不了10分钟，整个车都是那股子味道。这一次驻地足足停留了1个半小时的时间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这一次怎么停了这么久？昨天不还挺快的吗？估计是根据最后一队战斗结束的时间吧，不然为什么每次都能够那么准，都是在相同的位置相遇？我已经投降2次了，贷款都还不完了，有没有哥哥帮助一下妹妹？我可以上门哦。图片 JPG， 楼上比你们谁都大。不得不说，那个人说的很有道理。通过无人机观察，双方相遇的时候距离都差不多，确实可能是等最后一个人结束之后，避难所才会开始移动。很快，避难所动起来了，开始继续向前走。从高空看，整个公路就如同巨大的棋盘一般，每一个避难所就如同一颗棋子一样，在每一条公路上行驶着。每次相遇就是一场战斗。下一个十字路口，资源箱出现，这一次并没有野兽，也没有冤魂，只有资源箱孤零零地摆放在四周。恭喜打开白银资源箱，获得汽油 8500L， 黄纸 X850， 芥子石 X170， 85倍。就问你爽不爽？他相信没有一个队伍能够比他的资源还要多，就算一个物资只给1分，那他一个箱子也有近万分，而这附近足足50个箱子，那就是50万分。就问还有谁？谁能够比他积分多？别看他养着这么多人，但消耗真的很低。至于那些俘虏，几乎等于没有什么消耗，毕竟只是饿不死就行，哪能够消耗个什么？1小时后，50个箱子搞定。铃木好奇地打开车辆信息，帅比车队20%，第一名，积分182、1716；玫瑰车队30%，第二名，积分989621；情人车队30%，第三名，积分71112。在区域频道中，铃木用20辆车，以180万分遥遥领先。但不得不说的是，他要是没有这个外挂技能和车子特性，还真未必能够比得过别人。看看第二名的车队，居然有近100万的积分，不是没有厉害的车队，只不过之前一直没有遇到。但没办法，谁让他运气好呢？他好奇地打开星球排行榜，华国帅比车队30%，第一名，积分182、1716；华国玫瑰车队30%，第二名，积分989621；汉斯库特尔车队30%29，第三名，积分892841；华国情人车队30%28，第八名，积分71112。前10名，华国占据了3名，而在这之前，前10名中只有铃木一人。可以说，这场战争就是一场机遇，怪不得那么多人喜欢发战争财，确实好发。随便赢得一场战斗，就能够获取对方那个80%物资，积分能涨得不快吗？时光匆匆，转眼间5天时间过去了。这7天几乎可以说是很固定，上午一场战斗，下午一场战斗，1天4波资源箱。铃木现在俘虏已经满员了，每一次都会更换一些不是很好的俘虏，而生活时间也很固定，朝9晚5，做6休1。没错，还休息1天。在这1天，避难所根本就不会移动。此时，他们的车子停在了一个靠近湖边的位置，这还是铃木第一次在行驶途中遇到水，这不禁让他想起了第二形态。靠近湖边的位置，铃木他们准备了一堆桌子，一旁还有烧烤架，欣赏着风景，吃着好吃的，再喝上点小酒，这生活好不惬意。如果这里不是求生游戏，那就更好了。木哥，你说咱们还有多久才会结束？这1周时间过去了，咱们华国现在只剩下6000万人不到，全球人数死亡人数近亿，什么时候才是个头？小胖子手中拿着一瓶冰镇快乐水，一脸忧愁。虽说跟着铃木很安全，但舒心和顾婉清的死亡还是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恐惧。即便过去了这么久，依旧历历在目。铃木看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水面，一时间出了神。结束？估计死光了就结束了吧。从一开始的50亿人，到现在的3亿多人，连2个月都不到。铃木摇摇头，活在当下，不念过往，不畏将来，不负余生。能享受就享受吧，谁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呢？难得的休息，众人一起坐在这里，享受着安逸。天色渐黑，天空中升起3个月亮，2大1小，2黄1绿。这还是铃木第一次看到月亮，之前都没有注意到，就是不知道他们是一直在一个星球之上，还是说每一次都换一个星球。午夜时分，
铃木坐在椅子上，看着屏幕愣愣的出神。一道声音突然响起：“1周时间过去了，大家过得还好吗？你们好不好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过得很不错。想必各位早就注意到车队排行了吧？现在到了下发奖励的时候了，开心吗？”铃木手中光芒一闪，关于手上物品的信息出现在他的眼前。我靠，牛啊！第92章，复活吧，我的妹妹。复活卡，效果1，放在背包中自生效，死亡之后可选择原地复活，亦或者是随机地点复活，车辆随之一起传送。效果2，直接使用，可复活已死去之人，死亡之后的记忆抹除。注：灵魂被击杀者将无法复活。牛逼，实在是太牛逼了！加上替死娃娃，他现在相当于有2条命在手。替死娃娃他一直放在2楼的床上，他如果真的出现意外，他就会瞬间回到2楼。现在加上这个，他就可以直接带着车一起跑路。不过最好还是不要用上才好。随后他看向另一张卡，决斗，对目标发动决斗后，被发起者则可以选择3种方式：个人战、团体战、阵地战。获胜者将获得对方所有物资，唯有活者才是胜利者。发动者也可能会死亡，请谨慎使用。资源啊，这就有些一般了。他别的不多，就是资源多。他现在就算是不弄资源箱，生活个3个月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，还是带着这么多人一起生活。铃木把玩着手中的卡片，一个车队中每个人都有吗？木哥，能和你商量个事情吗？舒逸有些激动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了过来。看来他的猜测好像成真了。你说，我手中有一张复活卡，我想复活我妹妹。果然一个小队中人手一个，其他人手中想必也有这个卡片，就是不知道那些俘虏手中有没有。你自己慎重考虑，卡片使用了可就没了。而你妹妹的灵魂要是被消灭，我相信我们小队可以一直保持在第1名，奖励肯定会更多的。铃木摇摇头，这种东西怎么可能会一直给？现在给1张，主要还是因为效果1，之后想要再获得应该不会这么简单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对了，你车上的俘虏手上有卡片吗？没有。看来只有车辆拥有者才能够获得卡片，看来是卡不了 bug 呀。过了2分钟，天上那道声音再次响起。是不是很开心？奖励还没有结束，刚刚是各个区域的排名奖励，接下来才是重头戏，那就是全部车队排名，是不是很激动？星球排名依旧只奖励前100名，奖励丰厚，迎接你们的奖励吧。之后每周的排名将自动通过邮箱发放给你们。这一次，铃木手中多了3张卡片：车辆核心晋级卡已绑定，车辆等级晋级卡已绑定，以及1张车队晋级卡。啊，就这？车辆核心想要晋级，他稍微用点力就能够晋级。至于车辆等级，那也是有手就行的事，不就是材料吗？他手上多的是，根本用不完。铃木瞬间失去了兴趣。至于车队晋级卡，这倒是有点用，但用处也不大呀，要不留到以后用。铃木不禁想，以后这个车子升级肯定很难，不能说这2张卡没有用，以后肯定是有用的。然而当他看到卡片信息后，就知道自己不用都不行了。车辆核心晋级卡已绑定，仅可用于此车辆核心 LV8 晋升 LV9 使用。好吗？原来在这等着呢。他就说这后面怎么还带着已绑定3个字？他本以为这个已绑定是说只能他用，原来不只是他用，还必须是现在用。铃木无奈，只能用了它。车辆核心等级提升至 LV9， 背包加500，荷载人数9。好朴实无华的通知。车辆等级提升至 LV10， 车辆空间大小整体扩大1倍。特性：废物利用，效果增加 50%， 开启第2特性，变废为宝。铃木挑挑眉，这一次给的还真够多的。废物利用效果对他来说有用，但用处已经不大了，资源根本就用不过来。变废为宝，消耗一定物资将任意物品修复至完美状态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起来很牛，但他手上没有什么需要修复的东西啊。又是一个只能看不能用的效果，就剩最后1张卡片了，直接用了吧。叮！车队等级提升至 LV2， 人数提升至50人，开启车队1000格仓库，资源获取 X1。唉，没用啊，一点都没用啊。然而铃木的嘴角越咧越大，嘴上很嫌弃，身体很诚实。他搓了搓有些僵硬的脸颊，拿起对讲机：你们获取了什么？车辆核心晋级卡和车辆等晋级卡。车辆核心晋级卡和车辆等晋级卡。看来那个车队等级卡只有队长有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就自己用吧。姐，铃木还是老样子嘛，说话还真有意思。舒心一脸笑意地看着自己的姐姐。此时舒逸脸上挂满了泪水，她真的将自己的妹妹复活了。她确实一点都没变。一会让她给你1辆车，这一次你必须一直在我身后。上次那是个意外，谁知道晚上会有东西。
舒心对上一次的死记忆依旧深刻，毕竟死亡之后的记忆他根本就没有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就是前脚被杀，闭上眼睛再睁开就来到自己姐姐的车上。通过刚刚舒逸的讲解，他也知道了大概的情况。舒心感觉自己很幸运，居然真的复活过来了。次日一早，铃木吃完饭走出房子活动活动身体，一眼就看到了舒心和舒逸两人正在散步。距离9点还有一段时间，大家都在这片区域自由活动。哇，木哥，好久不见啊！啊，是，确实是好久不见。复活感觉身体怎么样？他还没复活过呢，挺好奇的。挺好的，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，甚至感觉比以前体质更好了。说着，舒心抱着舒逸的双腿就将人抱了起来。啊！我操！铃木看见了什么？就那么轻轻松松的抱起来了。这特么死了一次再复活成大力士了。嗨嗨！铃木下意识的退后了一小步，来到001身旁。你看过自己的个人信息没有？舒心耸了耸肩，我连车辆核心都没有怎么看吗？第93章，那个车的核心没了。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拿出一枚 LV5的核心以及一辆车辆。你快看看，可别说这东西是永久的，要真是那样，自己是不是也要死一次试试？铃木连忙摇头，那可是救命的东西，怎么能够随意浪费呢？大不了把那个巨人之鞭吃了就是了。舒心弄好之后，将信息共享给铃木。姓名：舒心，编号9527LSX021131，属性：力量23，体质20，敏捷18。看到这个属性，铃木松了口气，原来只是2倍男性数值，倒也能够在接受范围内。看来自己不用尝试死亡了。如果刚才舒心要是给他表演一个单手举起汽车，他二话不说就直接自杀。不错，有这个属性，你就不用担心再被杀了。舒心嘴角抽了抽，你是会说话的。江影，舒心看到江影连忙招手，虽然记忆中还在昨天，但确实是好久没见了。江影看到舒心先是一愣，随后咧出一抹难看的笑容。你复活了？你这是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样子。江影先是看了一眼铃木，应该不会怪他把复活卡给用了吧？我用了复活卡，但是婉清姐没有复活，应该是灵魂被消灭了。虽说上面写着这个可能，但真发生的时候，他还是有些不敢相信。可事实就是如此。两人虽然认识时间很短，但两人的关系真的很好。唉，铃木摇摇头，搞不懂这些人的想法。舒逸他能够理解，毕竟舒心是他的亲妹妹。但江影呢？两人不就认识几周而已吗？又没有血缘关系，居然将这么重要的卡片使用了，只能说他理解不了这种关系。铃木看了一眼时间，差不多就该回车里了。舒心你就插在你姐和前面的车中间吧。好的。回到车上，铃木等待着出发。9点1到，整个驻地开始行进。铃木闲着没事，打开全球车队排行，他手上还有一张决斗卡没有使用。虽说物资已经多到用不完，但看着不用还不行吗？反正是选择国外的人，他下起手来一点都不会客气。要是国内的人，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一丝丝歉意。华国帅比车队50/20，第1名，积分4728762。鹰将骑士车队50/30，第2名，积分2478812。华国玫瑰车队50/28，第3名，积分2129621。华国情人车队30/28，第8名，积分1881511。前10车队都在180万积分以上，可见在这一场灾难之中，资源是多么多。当然，死去的人也有不少，只能说强者越来越强，弱者则直接消失，不是被别的车队弄死，就是利息还不上直接消散。这目标不一下就有了吗？那可是全部物资，自己积分岂不是直接就破700万了？就在他即将使用决斗卡的时候，驻地开始转向了。要开始了吗？释放无人机将对面的景象传送过来。咦，星条旗，车子还挺多的嘛。铃木没想到自己运气这么好，居然能够遇见这么多车，这一下可以补充一波俘虏了。还希望能够遇到一次国人的车，到时候带上项圈为自己开车多好。所有的俘虏他都没让他们开车，倒不是说有多嫌弃对方，而是这个游戏他不让，这不是坑人吗？按照面板的原话，暂时没开放跨区功能，难受，导致他白白浪费30个名额。要不直接发送招聘信息？还别说，这个还真可以有。是华国的人，只有20个房子，不过中间的房子是3层楼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一名金发男子拿起对讲机，不用管，直接给我用对重机枪轰击对方。足足30个重机枪对着铃木的方向，子弹瞬间倾泻而出。铃木阵地瞬间撑起能量护罩，
将子弹抵挡在外。铃木挑挑眉，枪倒是挺多，可惜防护罩的等级可是跟随队长的车等级的，更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充能防护罩，想打碎谈何容易。3个方向重机枪，给我瞄准打！比子弹他可不怕。在双方互射的同时，铃木将3个牵引火炮的炮口对准对方，轰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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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轰，3秒一炮，一连轰了3轮，外加上重机枪的子弹，直接将对方的防护罩打碎，直接取得胜利。铃木双手放到头后，靠在椅子上，赢的还真是够艰难的，居然战斗了近20秒钟。他拿起桌上的对讲机去接收战利品，一人留下1个俘虏，剩下的全杀了。队长，你的车里还没放俘虏呢，要不要留几个？我嫌弃有味，等遇到合适的再说。听到这句话的队员们不禁回头看向身后，不得不说，确实是有味。他们现在都不敢关窗户，不然晚上睡觉时真睡不了。尤其是那些车里装的都是阿三哥的人，那个味道简直就是啧啧。10分钟后，一共整整30辆车被弄了回来。木哥，这好像是个大家伙。我刚才看了一个核心，里面是满的。舒心一脸兴奋，他什么时候看见过一次能够获得这么多物资啊？铃木眼神一亮，是那个队长的车吗？舒心摇摇头，不是，那个队长的车里没有车辆核心。铃木面容一僵，啥玩意？队长车内没有物资，那个车辆核心肯定是个 LV7 的，毕竟坚持除了3轮轰炸，还有那么多的子弹，就这么没了。24个车辆核心，18个 LV5， 6个 LV4。铃木很是心痛，那个 LV7 绝对是被抽走了。大哥，你抽别的不行吗？怎么就把那个给抽走了？怪不得会有物资满的核心，原来是把核心中的东西挪了过来。你是真会玩啊！但不得不说，这个车队的核心等级还真是够高的，居然这么多 LV5 的核心。看着手上的核心，再想到里面的物资，该不会是那个车队吧？第94章，全程都是被动，这公平吗？铃木连忙打开全球车队排名，华国帅比车队50/20，第1名，积分671、6511。华国玫瑰车队50/27，第2名，积分211、4721。樱花八旗车队30/27，第3名，积分211、1437。华国情人车队30/28，第7名，积分187、8851。果然，那个鹰将车队消失了，而他则获得了80%的物资。得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决斗目标，结果还让他给弄死了。那这名樱花车队，你就成为我下一个目标吧。不过，这车队升级卡居然不是专属的，前3都有。看来第1名专属的卡片是另外2张。要这么说的话，唯一可能的就是车辆核心晋级卡了。铃木撇撇嘴，居然都是奖励一个车队的，他个人的呢？算了，要多少是多，差不多就行了。恭喜打开白银宝箱，获得汽油 15000L、密银锭 X750、铁锭 X1500。哦吼，150倍！车队升级卡牛逼。这么说，岂不是另外2支不对？那支车队被他干掉了。果然没错，玫瑰车队积分在疯狂增长。铃木咽了口唾沫，他真的馋了。虽说资源对他来说已经没有用了，但多一些他也不在意。但这个玫瑰小队是自己人，现阶段的自己人。八旗啊，谁让你是樱花呢？不选你选谁？决斗卡再忍一忍，但万一对方被打败了呢？这不是没有可能，万一他和玫瑰队碰到一起的话，还真有可能会输。那到时候，虽然同为华国的车队，但资源这种东西还是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更好。毕竟谁也不能保证之后的灾难中会不会成为敌人。回过神来，铃木不禁想到下一场战斗，希望下一次是个人战，不然我还真有那么一丝丝不好意思。收取了一波资源箱后，驻地继续前行。对于现在的情况，铃木有些拿不准。按照以往的经验来说，第2周应该比第1周要难，但这一次是从第1周开始战斗，所以以往的经验有些不适用。如果说还是跟上周一样的话，那这一次将是最为简单的一场灾难。铃木双腿搭在控制台上，整个人靠在椅子上。001，给我拿瓶冰镇快乐水，顺便给我洗点水果。好的，主人。12点整，特殊战开启，请双方选择。一枚黄色的金币出现在空中，而在铃木面前出现2个选项，正和反。什么意思啊？代表正字的选项按了下去，双方已选择好，硬币翻转。啊！铃木看着消失的界面，不是就这么强制选择了？队长，天空中有一个金色的硬币，刚才车子转弯了吗？铃木眉头紧蹙，刚才他虽然在休息，但也注意着屏幕，车辆一直都是直行的状态，根本就没有遇见十字路口，也没有转弯。按照正常情况下，需要遇到十字路口才会出现战斗或
或者资源箱才对，这怎么正在执行就开始了，而连对方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？金币为证，请选择对战方式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全程被动有没有？这公平吗？请确定。什么就确定了？团体战在5分钟后开启，此次团体战为3人团体战，请双方队长选择2名队员进行参战。此次对战可使用任何可使用武器。本次地图为城市废墟，面积为方圆1000米的圆形区域，逃离区域者抹杀。一个倒计时出现在天空之中。被动就被动吧，有东西拿就行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舒心素来我车里找我，其他人谁个人战斗素质最强有奖励。队长我能单挑4个成年大汉。那你不行，队长选我吧，我跑得飞快。你逃跑吗？队长我贼听话。听着对讲机中的吵闹声，铃木一阵无语。他选择舒心是看中对方的身体素质，那个敏捷，关键时刻可是很有用的。虽然不一定用得上，但一定要有。好了，别吵了，张坚你现在来我这里，让他们自己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完。吱嘎，木哥我来了。来的不只是舒心，还有舒逸。舒逸眼神中充满了担忧，但对铃木的话他也无法反驳。放心吧，只是一个3人团体战而已。铃木掏出一堆东西来 ，USP 手枪、AK47、手弩、密银长剑、匕首、密银皮甲、防弹衣，各种防护以及武器全都拿了出来。这个时候张谦也到了，正好你也来了，能穿的都穿上。对方手上肯定也有武器，这是不用想的，还有这2个防弹头盔也戴上。总之能够武装的全都让他拿了出来。时间还有3分钟在，众人连忙换上装备，穿好衣服，准备好武器后，3人消失在舒逸的眼前。他眼神充满了担忧。唰，3人出现在一处废墟之中，这看起来和咱们蓝星很像嘛。舒心打量着破烂的楼房，建筑风格确实挺像的，甚至连文字都一样。队长，你说这不会是我们离开之后的蓝星吧？看着墙上挂着的挂历，铃木摇摇头，这应该不是，这都2402年的日历，肯定不是。先找对面的人吧。1公里说大不大，说小也不小的。如果没有这么多废墟，那还真的很小。但这废墟全都是高楼大厦，一个个都20-30层楼，找起来可是一个麻烦事。队长，你背包能打开吗？铃木尝试一下，可以打开。张谦询问道：“咱们有没有炸弹一类的物品？咱们将附近炸平不就好了？”铃木挑了挑眉：“你小子真是个天才，可惜咱们没有炸弹。手榴弹倒是有不少。但用来炸楼还是不够看，那看来只能一点点寻找了。至于炮弹，那个根本就引爆不了，他尝试过了，根本就实现不了，倒也不用一点点寻找。铃木拿出来一台机器，红外线探测仪，相信寻找起来速度会快一些。你速度最快，拿着这个寻找。铃木将它扔给了舒心，他敏捷够快，跑起来速度也快，刚好胜任这一工作。第95章，动手要不要这么快？1000米大概就是5条街的距离。而这5条街内楼房数量可真是一点都不少，找了5分钟，依旧没找到对方的身影。队长，这好像有些难搞啊，对方是不是知道我们的实力，所以选择这么一个方式？如果在外面，也就是10秒钟的事，哪里会像现在这样，找半天还找不到的？这时候，舒心回来了。不行啊，根本就没有，他们不会躲到楼顶了吧？还别说，真有这种可能。红外线探测器虽然能探查，但也是有范围的。这些人有病吧？躲起来做什么？有能耐硬刚啊！这个破烂模式还真是够烂的。拿手榴弹炸吧，一个炸不坏，我就不信100个还炸不坏。铃木一箱子一箱子往外拿着手榴弹。远处一个大楼内，詹姆斯，咱们不能一直躲着，要迎战。杰克，人要动脑子知道吗？咱们居高临下射击刚刚好，何必要去找呢？詹姆斯耸耸肩。是啊，杰克，咱们没有什么重火力，只有手上这把步枪，等待是最好的办法。克那帮人到底用了什么东西？轰轰轰！一栋楼在他们面前倒塌。杰克咽了咽唾沫，你们确定我们要在这里等着他们吗？当然等，他们就算炸，我们的楼也要靠近吧，总不能隔着100米就轰炸吧。快看，来了，赶紧开枪！透过窗户，他们看见了铃木一行人，瞄准就开枪。至于他们身上穿戴着的防御装备，直接无视掉，只要打中胳膊和腿，他们就赢了。大大大！听到枪声，铃木第一时间跑到一块巨石后方，另外2人反应也很迅速。木哥，怎么办？炸他丫的！就算一个一个扔，也要炸他。再怎么说，这也是高爆手雷。轰轰！一声声手榴弹的爆炸声响起，每一次都带下来不少碎屑。但对于这栋楼来说，伤害并不大。见自己等人没事，杰克他们将铃木等人毒死在那2个地方。
嗖！依靠高敏捷，舒心跑到铃木这里。要不我直接把这几箱子放进大厅，全部引爆算了。这么一个个扔下去，效果实在太差了。那你注意一点，一共4个箱子，让舒心一次次摆放到大厅之中。欧法克，他们在搬运手榴弹。詹姆斯，咱们跑吧，这个楼肯定会塌的。一个个炸，他们并不怕，但要是一起炸，他们可不敢保证这栋楼的安全。然而铃木他们可不给他们反应机会，一个个手榴弹扔进大厅中。轰！一声超大的响声响起，1楼大厅墙体破碎，随后一道裂缝一点点延伸。见到这一幕，铃木松了口气。不行，以后说什么也要搞一些炸弹出来，万一再遇到这种地形，直接炸开不就好了。过了2分钟，大楼慢慢倾斜，随后倒塌在地上。你们2个小心一点，遇到人直接开枪击杀。此次手榴弹的消耗足足有2000枚，这还是因为是高爆手榴弹，如果是普通手雷的话，多少都未必有用。最重要的还是这些楼本身就是危楼，如果是正常的楼的话，想要炸它，估计没有个3000枚，根本炸不塌一栋。一切都是运气。10分钟后，木哥队长，找到了，人在这里呢。弄死吧，要不是因为他们选择这个模式，怎么会浪费这么多时间？哒哒哒，活着的那人死亡。叮！恭喜华国玩家铃木击杀阿英酱玩家詹姆斯，获得对方手中80%物资，获得对方车队80%物资，获得俘虏11名。战斗结束，3人被传送回铃木的车子中。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这怎么可能有事？我们嘎嘎乱杀。舒心一脸笑意，光芒一闪，一个木质宝箱出现在房间空地上。不会吧？不会那些人和车都在这里吧？铃木拎着箱子来到放到外面的空地上，随手打开，砰！一股烟雾升起，一共11辆车。木哥，你确定你3楼不放俘虏吗？舒心记得之前他不是挺喜欢放人的吗？不放，他们味大。即便放到3楼，他也不想。他现在有些后悔，早知道那些樱花人留下来好了。谁知道还遇不见了。之前的樱花人早就被替换成了其他国家的人了。至于那些人，则全部送去了西天。这些人全部杀掉。铃木指着这些昏迷中的人说道：“他车队已经没有地方了，留着也没有用。还说交易中心可以卖吗？”舒毅指着这些昏迷的人问道：“啊？”铃木抹撒着下巴，这应该不行吧？他想了想，还是打算问一下面板。可能是铃木的问题有些惊世骇俗，面板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。目前生物无法进行售卖。铃木耸了耸肩，卖不了，去将他们叫来，把这些人处理了。是，你们2个跟我来。3人回到房间，铃木让001给2人1人1瓶喝的。说吧，你们2个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只要合理，我都可以满足。那个，我能要一个女性俘虏吗？张谦小声地说道。啊？铃木一脸不解地看着他。我现在给你满足愿望的机会，你跟我要女人，你是不是在逗我？要是男的话就算了。铃木摆摆手，外面好像有一个，你要是喜欢你就带到你的车子里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别耽误事。放心，我绝对。木哥，已经全都解决了。张谦的笑意僵在了脸上，这下手速度就这么快呢吗？铃木憋着笑，嗨嗨，你要不就等下一次，有的话就留给你，要不就换一个。张谦想了想，关键他现在没啥想要的呀，我还等下一次遇见的吧。至于这里的3个女人，他可不敢张嘴要。铃木无奈，这人简直就是精虫上脑。随后他看向舒心，你有什么想要的？舒心看到张谦离开口，清了清嗓子，我和我姐想摘到这个项圈，我姐也是有一个机会没用呢。铃木摇摇头，这个不行，因为不合理。什么都可以满足，唯独这个不行。第96章，要求要合理。虽说现在铃木不惧怕任何人，但总有一个意外不是。这2人的心确实都放在这里，但万一呢？要知道，现在2人要是直接退出车队，可是能够直接传送走的，他可不能冒这个险。对于这个结果，2女并不意外，舒心也只是尝试一下而已，并没有想成功。虽说认识铃木的时间不长，但对这个人他自认为很了解，想从他手中抠出来天大的好处，简直是痴人说梦。尤其是这种容易对他造成损失的事情，他无论如何都不会干的。你们再好好想想，有什么想要的，前提必须要合理。铃木着重强调了合理2个字。舒毅和舒心对视一眼，合理？这合不合理还不是你说的算，这怎么能合理？2人1人1次机会，次数倒是挺多的，但他们好像真没什么要的。要不我们还是先存着吧，随意浪费，不如留下来算了。铃木摇摇头，你们就现在用吧，我怕我忘记了。谁没事还记录谁，还有要求没有提，多麻烦。唉，舒心一脸愁容，这冷不丁的让人想，也想不出阿来要什么呀。那能给我一些材料吗？
我们想制作一些女性用品，还有就是能不能在我们那里装一个洗澡的地方？自从离开这里之后，洗澡成了问题。舒心一脸希冀地看着铃木，他可是听自己姐姐说了，自从自己一个车子后，洗澡的事再也没有过了，有的只是用水简单的擦洗，虽说也能够让自己干净一些，但肯定没有洗澡来的方便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问题不大，至于地方大小问题，他们自己解决吧。没问题，这个我会给你们制作好，至于你们怎么安排，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情了。地方足够大了，车辆等级提升之后，地方比以前大太多了。虽说比不上铃木这里，但对他们来说已经够用了。铃木看向舒逸，他的说完了，那你呢？我们能留下他这身装备，外加一些零食吗？铃木看着两人，舒心说的我就不说什么了，本就是一堆材料而已，倒也不算什么。但你这个应该算是2个要求才对，你要么选择这身装备，要么选择零食。可是刚才那个张骞就把装备带走了，我只是和你确认一下，要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就要1个月的零食吧。舒逸摊了摊手，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一点你都能想到。好好，零食给你们，这套衣服也给你们。这一身装备本来就打算留给舒心的，不只是他，全队所有人他都要给。他担心后续还会出现这种作战方式。下午铃木将对方需求的东西全部给到位，就连零食也是2人份给的足足的，省着吃3个月都够了。5点钟遇到第3个驻地，和正常的情况一样，10秒钟解决战斗。这一次没有出现什么选择战斗方式，直接就是开战。战场收拾完，铃木看着自己已经被装满的背包，一脸无奈。这已经是第4个车辆核心中的背包了。铃木不禁摩挲着下巴，不知道储物箱能不能升级。由于最大的储物箱只有50个，铃木连想都没想过。但现在不行了，物资实在是有些太多了，根本装不下。床都能升级，没道理储物箱不能升级。想到这里，他打开面板，先问一下再说。储物箱这种工具可以用技能一类的升级吗？可以，可以升级就好。他的目光不禁被雷达所吸引。那雷达可以升级吗？可以，只要是与车有关的物品都可以对其进行升级。铃木挑了挑眉，那这不升级还留着干什么？他先制造了一个大型储物箱，随后打开技能，增大储物箱格数。选项1，提升50格，介子石 X5， 通用材料 X50。只有1个选项，选完之后跳出来的选项依旧是这2个。一直到500格的时候，介子石变成了10格，通用材料变成了100，但增加的格数并没有变。铃木一直弄到1000格才停下来，之后又做了5个储物箱，一共5000个格子。他将那几个装满的车辆核心中的材料全部导了出来。好在这些格子也是能够叠加999的，不然这些箱子还真未必够用。弄好这个之后，铃木又将目光放到了雷达上面，只强化了1次，范围增加到了10公里。对铃木来说，这已经足够了。最后的最后，铃木将目光放到一旁的001身上。只要是与车有关的物品，001作为一名辅助机器人，也算是与车有关的吧？应该吧？铃木也不是那么的确定，不过可以尝试一下。他将001选中，放到改装技能的框中，没想到还真的可以。铃木思索了一下，拿出一把制作好的重机枪放了进去，将重机枪作为他的武器。看到那个熟悉的旋转圆圈的出现，铃木松了口气。只要有这个出现，那就说明可以改装。铃木看向001，不禁舔了舔嘴唇。如果说在这个世界上他最信任的是谁，当然这个只属于他的机器人。至于这个游戏是不是在001身上有后门，他已经管不了了。如果游戏真的要弄死他，根本不需要001，只需要一个想法他就死了。所以他担心又有什么用，还不如放肆的改装。铃木舔了舔嘴唇，咽了一下口水。快点出来小宝贝，我快等不及了。可能是技能感到有些奇怪，为什么有一个机器人？但这个机器人确实也属于这辆车的，只能一点点想办法将2者融合。5分钟过去了，选项终于跳出来了。选项1，密银锭 X1， 银锭 X1， 通用材料 X5， 介子石 X5。 没有任何说明，有的只是材料数字。这些对铃木来说不重要，只要能够改造，一切都好说。没想到还真的可以。其实他并没有抱神妖期望，只是想尝试而已。第97章，你太菜了。一阵光芒包裹住001，改装开始。1分钟后，001从中显现出来，外表看来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。难道失败了？但不应该啊，既然有选项，必然会成功。001，你有没有感觉你的身体中多出什么来？001眨了眨眼，随后伸出右手，一个黑色圆洞出现。他将手伸入黑洞之中，拿出那把中型机枪。主人，您说的是这个吗？铃木眼角抽了抽，你这确定是改装，而不是说给001安装了一个背包？你要是这么改装的话，
那我直接给他一把现成的不就好了？这不是坑人的吗？他想了想，从背包中取出一把新的重机枪，放在地上。001能够毫不费力地拿起来，他可不行。你拿起这个，你看能不能用？001很是听话的将武器拿起来，随后摇摇头，主人，这一把我无法使用。原来是这样，这种车辆组件还必须要改装才行，直接拿还用不了。咚咚咚，画面出现舒心的身影。木哥，外面准备好了饭菜，要不要一起过来吃饭？我现在就过来。铃木带上001来到外面，在场地中央燃烧着篝火。好家伙，你们这是将材料给点了？看着这个规模，可是不少啊。当然不是，是外面那些树木，我们砍回来一些。铃木顺着舒心指着的方向，几个树桩留在原地，上面树消失不见。在篝火的附近摆放着几个被砍伐的树干。还是你们会玩，是吧？不过我们的食物有限，好吃的并不多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在这里等着我是吧？他们手上东西确实是少得可怜，一人一个面包，一个泡面，唯一利用篝火做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块烤肉。铃木一伸手，各种蔬菜水果出现在桌子上，除此之外还有烧鸡酱、牛肉等熟食。记得弄点大米饭，光吃这个东西吃不饱。对了，还有那些腐乳，别饿到了，保持个3分饱就行了。吃饱是不可能的，只要饿不死就行。次日也是本次灾难的第9天，依旧是9点开始就是一场战斗，依旧是驻地与驻地之间的战斗。最关键的还是要看中午这一场。铃木穿戴好装备，拿起对讲机，所有人都给我穿戴好装备，以防万一。是，如果和上午一样，那无所谓，顶多重新脱下来就是了。要是和昨天中午一样，那后面可就有意思了。这说明以后每个中午都是这么对战。对他来说危险性倒是没有，主要还是浪费时间。铃木看着眼前的屏幕，4个屏幕上都是蓝色的天空。12点一到，一个金色硬币出现在屏幕上，特殊战开启，请双方选择。要选也是我先选，选这。双方已选择好，硬币翻转，画面中的金币开始旋转，随后停了下来。看着那立在原地的金币，铃木一脸无语。你这确定就是翻转吗？这不是旋转吗？金币为反，请选择对战方式。你大爷，自己运气就这么不好吗？2次怎么也该中1次吧。011，你说我是不是运气不是很好？主人，只是概率有些低而已，并不是你运气不好。还是011会说话。请注意，此次团体战为5车团体战，请双方队长选择4名队员进行参战。此次对战可使用任何可使用武器。本次地图为沙漠，面积为方圆10公里的圆形区域，逃离区域者抹杀。内容与之前差不多，依旧是5分钟的等待时间，只不过这一次是5车团队赛，队员变成了4个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团体赛有很多种类型吗？人数是随机的吗？他有太多的疑问了，但不给他机会啊。明天他一定会选中，明天他还要选择反，他就不信连续3天都不是他。不过这一次对他来说还算是有利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你们的车子是不是都已经 LV7 了？报告，我是 LV7， 我只有 LV5， 我 LV6。铃木看了一眼对讲机，他不是让他们升级了吗？怎么还有这么低的？铃木每种材料直接在仓库中放了1万个，没有升级的，抓紧将车体升级。是。铃木想了想，4个人。舒毅、舒心、张谦将车恢复开出来。至于第4人，铃木眉头一皱，这第4人选择谁呀？木哥选我，我现在实力可是很强的。看到舒毅、舒心又能参与战斗，江颖很眼馋，不假思索就自荐。只要取得胜利，回来可是能够满足一个愿望的。你就算了，太菜了。这不是游戏，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当个工具人。别说是江颖，就是小胖子，在他眼中都是小趴菜。舒毅运气不错，这个得带上。舒心的话战斗力一般，但是身体素质可比这些人好得多，万一有用呢？至于张谦，战斗素质在线。但第4个，这些队员他不熟悉，毕竟在他眼中，这些人就是个工具而已，实力强弱关系不大。但现在却不一样了。队长，我推荐阿光，他10年老司机，开车战斗还是可以的。那就试试吧。那个阿光，你也将车开出来。5辆车停在一起，至于俘虏全都留在原地，让其他人看守。铃木看向天空的倒计时，下一次他一定选择一个不需要队长出面的战斗。为啥每次都要他出面？多浪费他享受生活的时间。时间一到，5辆车来到一处沙漠地带。就在这时，阿光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：队长，这沙漠里有流沙，大家开车要小心一点。流沙可是很可怕的东西，搞不整个车都进去。铃木在第一时间就将车胎变成了加宽的履带。
流沙问题不大。他嘴角勾起一丝笑意。如果你们车子下方没有流沙，就不用管，待在原地不要动。我已经找到他们了。雷达范围可是10公里，此时对方距离他差不多在7公里的位置。4座牵引火炮出现在他的车子前方。你说的什么都可以用的，那射程近10公里的火炮可以吧？第98章，只要心狠一点，什么不敢吃。轰轰轰！一发发炮弹从火炮中射出。铃木眼睛看着雷达上面的光点，1轮、2轮、3轮，整整12发炮弹，灭掉了3发炮弹。这也不能怪他，毕竟这种东西居然还要自己瞄准，距离原来准确率实在是太低。也幸好他有雷达外加上无人机，不然还真未必能够打中这么远的目标。更何况这些车还一直处于移动中。其他4人看着铃木的操作纷纷无语，就这种方式好像没有人能够打得过他们吧。他们感觉自己就是来凑数的，只要安静地待在一旁看着铃木表演就行。远处，老大，这什么啊？看着一发接一发的炮弹在自己身边爆炸，这名男子已经傻了。别停车，朝前开，我就不信他们有那么多的炮弹。然而接下来的炮弹数量依旧不减，20枚、30枚，他身边的车子一辆接着一辆的爆炸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他咧着嘴，哈哈，我是欧皇，我这都没有死。眼前出现了5辆车，找到你们，我要1条5。至于那4门火炮，他直接无视，这么近对方肯定没有办法使用火炮，就算使用他也可以快速绕开。然而一辆车的顶部升起一辆重机枪，子弹倾泻，哒哒哒，不，轰，油箱爆炸，整个汽车化作一团火焰。看吧，我就说很简单。4人嘴角抽了抽，确实挺简单的，但一般人学不了。箱子中子弹确实是有不少，但步枪和重机枪还是差了点意思。尤其是面对高等级车辆，步枪的威慑力已经大大降低。想要用步枪射穿车子，那花费的时间不是一点半点。这招数也就铃木他们这些顶级车队能用了，估计像火炮这种东西都未必都有。回到驻地，一个木质箱子出现。这一次是泡菜国的人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要是换俘虏，就把他们换了，不想换就弄死吧。换，必须要换。那些味道大的人必须要换掉。队长，这个女人。张骞指着俘虏中的一名女人，一脸希冀地看着铃木。铃木摆摆手，你自己带走。20多个男人，就这么一个女人，你也能下得去手？我看你是真饿了。舒逸和舒心两人咽了咽唾沫，幸好铃木没这方面的想法，不然他们不敢想，根本就不敢想。收好所有物资后，铃木回到车内，第一时间打开全球车队排名。华国帅比车队50%，第一名，积分7526113。樱花八旗车队30%，第二名，积分3412197。华国玫瑰车队50%，第三名，积分3301521。他这次遇到的2个车队真的好垃圾，资源就几10万积分。他的目光直接被这个樱花车队所吸引，没想到已经340万积分了。你都积攒这么多了，我要是不拿，岂不是很对不起你？铃木从背包中取出决斗卡，使用，请选择战斗方式：个人战、团体战、阵地战。团体战直接被他排除掉，个人战和阵地战其实他都可以接受。我能问一下，选择哪一个队获取物资有什么影响吗？遇事不决问面板。个人战队长本人上场，或者是指定一名队员上场，获胜方将获得对方80%物资，车队80%物资，所有车辆及所有俘虏。这不是一样吗？个人战获胜者还可选择将对方设置为自己的附属车队，其后车队获胜所获取的物资50%将上交给获胜者。附属车队，这什么鬼？不过听起来好像很有意思的样子。至于这个附属车队后续会遇到什么国家的对手，那肯定不是他能够控制的了的。如果遇到华国的队伍，那只能算他们倒霉了。我选择个人战，请指派选手。那当然是自己了。请选择武器使用情况：无武器、部分指定武器、无限制武器。我问一下，这个无武器是不是指的是不能使用攻击性武器？是的，所有用于攻击的武器都不可使用。铃木点点头，那还用想吗？那必须是无武器啊，以他现在的身体素质足够了。更何况对方是樱花，要是鹰将什么的，他连个人战都不会选。请选择战场。一共16个选项，铃木翻看一圈，最终选择了擂台。地方小就不担心对方乱跑。最后，请选择开始时间。铃木看了一眼背包，心下一狠，直接选择2小时之后。一个倒计时出现在面板之上，而这个倒计时也出现在8旗车队的队长面板中。001，把这个给我做了。
巨人之鞭被他拿了出来，他要暴虐小樱花。他曾在区域频道中询问过，大部分男性力量属性都在8至12之间，很少有超过12这个数字的。而士兵的属性在12至16之间，这与他想象的不一样。按照他的想法，士兵的属性怎么也要在20加，结果根本就不是。这么一看，他吃了这个巨人之鞭，属性可以达到22。半小时后，一个缩了水的长条物放在了铃木眼前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不会变通一下吗？就不能切成一块一块的吗？这一口咬下去算什么样子？001，把它切块。好的，主人。片刻后，一大盆肉块被端了上来，这才像话吗？力量加1，力量加1，一斤1点力量，他足足吃了4斤。嗝，打了个长长的嗝。铃木放下手中的快乐水，看着还有大盆的肉，铃木无语。这他妈是人能吃得下去的吗？早知道一开始就吃了好了。想了想，从空间中取出一粒胶囊，能量吸收药剂，使用后10分钟内可加快食物吸收速度，有几率获得属性点。一种炼金药剂，他吃了不下几十粒这个药，可惜只增加了2点敏捷，可以说几率很低。为此他清空了几百斤的肉类，吃下药，继续对眼前这盆肉发动攻势。力量加1，力量加1。吃完之后，继续拿出食物继续吃，直到药效消失。除了巨人之鞭提供的属性外，并没有额外获得属性。对此铃木并不意外。第99章，这么完事吧，我自杀好了。穿戴整齐的铃木坐在椅子等待着时间到来，打开自己的个人信息面板，姓名铃木，编号9527LLM002837，属性力量23，体质35，敏捷14，身体状况健康100，能量100，水分99。就这身体素质，单挑谁能打得过？没有技法，拳拳到肉就完了。一道光将铃木带走，出现在擂台之上，而在驻地上方出现了一块屏幕，将擂台上的情形播放出来。啊，刚才有金色硬币出现吗？他怎么又进去了？没有金币吧？可能是队长之间的战斗吧？可能吧，但咱们队长个人实力怎么样？如果说比武器，他们绝对相信获胜者是铃木。舒心看着画面，嘴角抽了抽，我觉得根本不用担心，就他这一身装备，对方类似也打不过。铃木确实没有带武器，但是防御装备并没有规定不让带。擂台上，8骑车队来的是一名光头人员，头上纹着纹身，一股凶狠之相。然而在看到铃木的时候，整个人迷茫，随后大声喊叫：他带武器了，他作弊！经过检测，对方穿戴的是防御装备，并不违反规定。光头颤抖着指着铃木，他那浑身都是尖刺，那还不是武器？铃木头上戴着防弹头盔，这倒是没什么，但上身衣服上穿戴的是锁子甲，锁子甲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3厘米左右的尖刺，这是利用自由制作的能力改造出来的。至于下身则是皮甲，只不过在大腿和小腿和膝盖处弄了3层薄薄的铁片，铁片之上是3厘米左右的尖刺，而膝盖上的尖刺更是带着倒钩。这种倒钩不只是在膝盖处，在胳膊肘的位置也安装了，长度不过3厘米。对方穿戴的属于甲胄类服装，符合规定。比赛倒计时开始。狡猾的华国人，我会让你知道有防具也是没有用的，我会扭断你的脖子，喝了你的血。不就是尖刺吗？忍忍就过去了。铃木伸出手对他摆了摆，我很期待，希望你能够坚持住。三天丸嘴角抽了抽，大喊道：他手上的手套总该是武器了吧？经检测，对方的手套为防御性装备，并不属于武器，可它上面有尖刺啊，增加摩擦力所用的部分并不认定为武器，并且长度只有1毫米，无法定位武器。好，这么完事吧，那他自杀好了。三天丸好想哭，这还怎么打？铃木驻地中，还能这么弄吗？我就想知道，咱们队长一直都这样的吗？还说这算不算钻了这个游戏的漏洞？一众成员仿佛第一天认识铃木一般，这套路未免也太不当人了吧？铃木可不管当不当人，这套装备他早就准备好了，本来是弄着玩，当个装饰品，展示架他都弄好放到了2楼了，没想到这次居然直接用上了。铃木一脸狞笑地看着对方，随后一块面罩被他扣在防弹头盔上，严丝合缝。时间一到，铃木一步一步朝着对方靠近。三天丸双腿颤抖地看着铃木，这根本就无从下手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将毒手伸向他。铃木一把抓住对方的胳膊，将对方拉进怀中，尖刺不断刺入对方的后背。啊！撕裂一般的痛，一个布满小刺的手套捂住他的脸，轻微的刺痛感让他转移了目光。撕拉！铃木的手套从对方脸上一带而过，手套上沾染着丝丝血肉。
铃木挑挑眉，效果还真是好。战斗以一边倒的形式展现给2个车队的人。八汽车队中，八嘎，这个华国人心大大的坏。作为这个车队的队长山本桥气愤不已，那身衣服明明就是武器，凭什么不算？这是包庇，这是纵容。但他再气愤有什么用？他根本就不敢继续投诉。看着面板上的话，他感到一阵无力，居然说他无理取闹。谁家的防御装备能够给人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？车队的结局他已经想到了，希望对方能够饶他一命吧。他可好不容易才活到现在，还不想死。战斗结束，铃木获胜。这个结果众人早就知道了，毕竟这近乎作弊的穿着，要是输了的话，那才叫真的奇怪。投影没有结束，整个八汽车队的人全部被传送了过来。获胜者有2个选择，第一让对方成为你的俘虏，第二成为附属车队。阁下，我们愿意成为您的附属车队，为您夺取更多的物资，请相信我们车队的实力。山本桥直接双膝跪地，趴在地上不敢抬头。其他人有模有样的学着。俘虏？他们一个俘虏都没有留，那些俘虏被使用完之后就被抛弃到野地中。对他们来说，就喜欢看这些人无助的样子。但轮到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真的害怕了。铃木本来就想着要对方成为附属车队，等没用的时候弄死就行了。没问题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就是我的附属车队了。选择成功，双方离开战场，战利品请在回去之后进行选择。光芒一闪，铃木回到了自己的车中，在他面前跳出一个面板，物资数量0分号 I80百分号，车辆数量0 I21。死！不是，你这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这都成为附属车队了，你这都要抽成？离谱，天大的离谱！你怎么不把那些人抽取20%？但这件事他无法改变，唯一能改变的就是自己抽取多少的问题。车子他肯定是不要的，这些要留给这些人使用。至于物资嘛，那肯定要给对方多留一些，毕竟还要生存不是？那就只拿70%就行了。点击确定，一个木质宝箱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铃木将手搭在宝箱上，刚想打开就顿住了。话说之前物资是装在车辆核心中的，那现在001将这个箱子放到外面的空地上。第100章绝对优势霸占第一。砰！一大堆材料堆满一地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幸好他反应够快，不然这些东西非要把他淹了不可。200多万的积分的物品，那可不是个小数字。不知不觉间，1周时间过去了。铃木的驻地正中间摆放上了桌子，桌子上方放着各种食材。14天的战斗让这些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，毕竟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项圈人手一个。铃木躺在躺椅上，一张人工粗制滥造的大伞立在一旁，舒服。001安静地站在他身旁，随时等待着召唤。今天是14天最后一天，是这灾难最后一天，还像上周一样，他们脚下这片驻地休假了，不上班了。整个灾难对铃木来说仿佛是一场休假，严寒酷暑对他都造成了一定困扰，毕竟那是天气原因，是不可避免的。但这一次对他真的没有什么影响，不就是比谁的实力更强吗？这不就简简单单的事吗？木哥，这是给你准备的水果拼盘。江颖端着个铁盘子，上面摆放着各色水果。放那吧。好的。铃木打开区域频道，华国区4347万，一个非常完美的数字，4000多万人，而全球人口现在只有 1.5 亿。在铃木看来，这个游戏也就到这里了，但显然是不可能的。杀人放火金腰带，14天我积分狂斩70万积分，你那算个屁，我直接弄了220万积分。我还是觉得那个铃木牛逼，每天都挂在第一名，不知道他是玫瑰车队的人还是帅比车队的。华国区的人对他充满了好奇，但铃木可从来没想过暴露自己，要是混熟了，以后还怎么下手？这一次大家是一个阵营的人，那下一次呢？随后他打开全球频道，这里的火气要大一些，互相挑衅，互相看不过眼，可却都拿对方没有办法。决斗卡就那么几张，很多人早就使用了，至于有没有剩余，那就无从得知了。随后他看了一眼自己显示加99的信箱，就一阵无语。自从每天他的名字变成鎏金的颜色，挂在上面，每天给他发信息的人络绎不绝，大多数都是来求合作买东西的。可他根本就不缺，他挑了几个让对方加入自己，就瞬间没声了。这里大部分人都是有自己的小队，在自己小队作威作福不好吗？在哪都是活着，自己当个老大，活着多好。最后他打开车队排行，不出意外，他依旧是排在第一名。没办法，谁让他积分高的离谱呢？1500万的积分，就想知道谁能够这样牛。阳光、沙滩，很美的景色，就是没有水。此时他们停靠的位置是一片沙漠，四周全都是沙漠，植物什么都没有。木哥，吃午饭了。
来了！夜里12点，众人等待着那个声音。时间一到，声音出现。恭喜各位，成功活到了现在。你们是我见过生存率最高的一批人，但不要高兴太早，明天才是公路求生真正的开始。你们没有听错，明天才是真正的开始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真是好熟悉的一句话。首先，我们要发放奖励，不是你们想的车队奖励，那些已经通过邮箱发放给你们了。现在要发放的是区域排名。一个榜单在天空中浮现，华国第1名，人口4347万，积分16.4亿；阿三国第2名，人口2332万，积分6.6亿；鹰将第3名，人口872万，积分3.5亿；罗池陆国第49名，人口232人，积分7122万。华国以绝对优势领先。铃木看着这个榜单，看来有很多人的实力是深藏不露啊。平均30万积分，但这只是平均。榜单前10家一起就有近8000万积分。第3名全员各项基础物资1万，第2名全员各项基础物资5万，车辆晋级卡1张。第1名全员各项基础物资20万，车辆晋级卡1张，车辆核心晋级卡1张。这奖励，铃木摇摇头，真不咋地。不过想想也是，这可是一个区所有人都会获得的物资，一人10万确实不少，毕竟有些人手中总共也未必有10万。明天9点钟，你们将离开这里，开始新的征程，这一次是真正的开始。至于你们会遇到什么，你们慢慢探索吧。祝你们玩得开心。这一次居然什么都不说。铃木摇摇头，打开邮箱，一个闪烁着金光的2个邮件出现在他的眼前，一个是区域排行奖励，一个是全球排行奖励。区域排行奖励中只有2个东西，车辆层数开发卡以及邀请函1张。全球排行奖励同样是2个物品，一个替死娃娃和1张车队晋级卡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都是个什么东西？你们手上拿的是什么卡？车辆晋级卡、车辆核心晋级卡、车辆层数开发卡，还有一个替死娃娃。不用想也知道，这些又都是被绑定的。不然，他拿上20多个替死娃娃，想想那个画面都够美的。嗨嗨，所有人将卡片都用了。使用了之后，你们这些人将是整个游戏中除了我以外车辆最高的一批人。车辆核心 LV7， 车辆等级 LV9， 绝对领先全球。即便是那排名第2、第3的车队，也未必能够做到全员这个数字。铃木也将自己的车子进行了提升，车辆核心提升至 LV10， 背包加500，和在人数时开启资源探索功能。资源探索功能，解锁资源雷达，可探查100公里内的各种资源矿藏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确定之后是公路求生，而不是什么探索求生游戏。先不管了，车辆开启4楼，一个普通的房间罢了。车辆等级提升至 LV11， 开启拟态。拟态可在视觉上欺骗低级生物。车队卡使用后，车队人数达到了100人。仓库增加了1000格，多了一个定点传送功能，暂时用处不大。此时他手上就剩下了1张金色的邀请函。第101章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的职业习惯。邀请函，此为区域排名第1专属奖励，用于车队商讨合并使用，生成文件双方不得违约。每次可邀请1名车队队长前往专属办公室进行沟通，且对方不可拒绝。3/3。死，这个牛逼啊！他现在只有20辆车，还有80个空余，3次机会绝对够用了。不过，想要对方答应也是一件难事。既然要合并，那也要合并一个好的，怎么也是要前5车队才行。低于前5，他要了也没有什么用。想到这里，他打开区域车队排行。帅比车队20/100，第1名，积分1521.3万。玫瑰车队50/21，第2名，积分648.9万。情人车队30/22，第3名，积分632.8万。玫瑰车队就是你了，第2名。金色邀请函化作一道金光，笼罩铃木全身。随后他出现在一个办公室中，看着眼前的办公室，铃木一时之间有些恍惚。沙发、茶几、办公桌，这不就是蓝星那普通的办公室吗？还真是令人怀念啊！曾经最让人痛恨的办公室，此时居然让人如此怀念。一道金光出现在沙发上，一个身穿作战服的女人出现，一脸警惕地看着铃木。你是什么人？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他将手伸向身后，摸了个空。不用找武器，来到这里是不能携带武器的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帅比车队的队长铃木。铃木，那个第1车队。区域频道中一直在他头顶的铃木。你好，我是玫瑰车队队长赵景。坐吧，不用紧张，我对你没有恶意。这个地方就是那个邀请函带来的效果。邀请函赵景是知道的，毕竟那是全球通报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只是没想到这个东西居然还能把他拉进来。邀请，所以这里是谈事情的地方。
铃木一拍手，茶几上多了茶具、茶叶和开水。这也是来了之后他才知道的功能，除了活物，只要你想的东西，这里都有。铃木一边泡着茶水一边说道：“我相信这么长时间，你已经感受到了危险是不断提升的。相比于之前，这一次死亡的方式更为直接。而明天起又要去新的地方，我想明天的危险性可能比今天还会大，甚至于第一天可能就会出现大批量死亡。”赵景点点头，这一点他当然知道。我邀请你来，是想要强强联合，在将来寻找一线生机。这14天从开始到结束，一个人都没有死过，而其他的车队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死亡。我不敢说我一定是无敌的，但我敢说我的实力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要强。要不要考虑我们合并？铃木将一杯茶推给对方，自己拿起一杯，轻轻尝了一口。没错，就是一股茶味。说实话，赵景还是挺心动的。铃木的车队他也一直在关注，每一次杀敌时间最快，资源也是最多的，由此可见其实力。而他们自己的车队不能说差，只能说将来可能难以应对未知的危险。要是能够与其合并，那最好不过。只是合并可以，但话语权必须听我的，这一点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。赵景面色难看，那你这不叫合并，而是吞并。再怎么说我也是第二，你能保证每次的抉择都是对的吗？赵景一气，那你能保证？铃木摇摇头，我也不能，但是我能让错的变成对的，只要不死人就是对的，就这么简单。赵景嘴角抽了抽，说的好像也不是没有道理。所以说这个车队一路就是这么忙过来的。我能够保证你的资源，也能够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，这2点还不够吗？你只是失去了话语权而已。铃木在心中默默补充道，还有人身自由，项圈谁都别想逃。赵景一脸纠结，铃木也不着急，他就不信保命这一点，你还不答应？至于之前顾婉清和舒心，那纯属是个意外，在那之后他们可没有出过一次问题。10分钟后，赵景深吸一口气，这个我可以答应，但你也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，不可以对我的成员有非分的想法，除非自愿。没问题。他还以为什么事呢？就这啊，女人只会影响他战斗的速度。2份合约出现在茶几上，你确定没有问题就签吧。合约大概有20多页，文字很小，内容很多。铃木嘴角露起一丝微笑，这可是面板生成的合约，他只不过添加了一些合适的内容而已。然而接下来，赵景不紧不慢地看着，一点也不着急。铃木的笑意慢慢没了，嗨嗨，其实没有必要详细的看，都是一些互相约定的东西而已。赵景一边翻开一边说道，不好意思，我在蓝星的时候是一名律师，这是我的工作习惯。完了。赵景翻到后面后，被一条很小的条款所吸引。这个能给我解释一下吗？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带这个禁锢项圈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由游戏出具的东西就这点不好，你所写的东西必须是真实的，哪怕是项圈这种东西也必须要写在上面，不然签约之后他是不能给对方使用项圈的，使用就是违约。头疼。嗨嗨，那个只是对我的一种保护，但这个并不影响什么，像你提的条件在上面也写着呢。赵景嘴角勾起一丝笑意，但你这个明显对我们的约束更大，戴上项圈之后就必须要听你的话。可是我的队员全部都带着这个项圈，如果不能保证我自身的安全，我凭什么要保证你们的安全？铃木无所谓的靠在椅子上，成功了最好，不成功也无所谓。即便是以现在的人数，铃木也相信后面他能够安全度过，多一些人无非是上了一层保险。想到这里，他继续说道，你可以仔细考虑一下，性命与自由你选择哪个？10分钟后告诉我答案，我不可能一直和你浪费时间。第102章，性命自由难以抉择。如果玫瑰车队不答应，他下一个目标就是情人车队，即便说3次都没成功，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损失，但对于他们那可就说不定了。性命和自由两者都想要，简直就是痴人说梦。10分钟很快过去了，赵景依旧一脸纠结，我不能现在答应你，我要回去和队友商量。如果你的目标是前10的车队，我想他们的想法和我一样，都是要和队员考虑，除非你选择100名开外的车队。赵景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，毕竟自由在这些人眼中也是弥足珍贵的东西，被迫参加这个游戏已经相当于变相的失去了自由。要是脖子上再戴上一个项圈，铃木挑挑眉，这个事情他当然知道。这张卡只有3次机会，刚才已经给你用了1次，我可以再给你1次机会。明天中午12点我会再找你，希望你能给我一个答案。光芒一闪，铃木消失在办公室。赵景张了张嘴，一脸忧愁，随后整个人也被金光包裹，回到了自己的房子内。赵景走出房子，外面拿着武器巡逻的队员看到他后连忙上前，队长，你怎么还没有睡觉？没事，我有点睡不着觉，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他们睡觉了吗？赵景揉了揉眉间，随口问道。
他们都睡了，你去巡逻吧，我自己逛逛。是。赵景走在驻地上，曾经30辆车，此时只剩下21辆。性命、自由，还真是难以抉择呀。哈欠。铃木挣扎地从床上坐了起来。每天早起还真是一个要人命的事，但他还不得不早起。距离9点就剩下1个半小时时间了，要抓紧时间准备一下。来到楼下吃完001做好的早饭，铃木坐在椅子上，双脚搭在控制台上，拿起对讲机：“你们吃完饭没有？”“队长，早就吃完了，就等着你指挥呢。”“是啊，队长，咱们接下来怎么办？”铃木看了看时间，还有不到1小时。所有人将房子恢复成车子，之后你们来这里领取铁链，将所有车都链接在一起。他不是没想过让人全来他的车中，但还有那么多的俘虏在，再一个就是荷载人数问题，他不敢赌。安排好后，铃木开始着手制作锁链，外面的车一辆接一辆恢复成原状。经过多次进阶，每一辆车都发生了一些变化。看我这车轱辘都快赶上我1半高了，看我车子玻璃的厚度，估计能够抗住子弹轰击。你可算了吧，一排重机枪，啥玻璃都白费。那队长的车子呢？你这是抬杠。所有车子开到铃木这里，001挨个发放锁链，将所有的车全部了解好，随后将第一辆车和铃木的车子链接到一起。这已经是他能做的一切了，要是不行的话，那只能一个个找了。不过应该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9点1到，一道光柱将车队笼罩，整个星球之上全部都是这种光柱。星球编号 9527L 已准备就绪，随时开始传送。传送开始。嗡！一道道光柱消失。过了片刻，一道道光柱再次降临，一个新的车队出现在铃木刚才消失的地方。本次灾难，团队战争，希望你们玩得开心。又一个星球的人出现在这里。随着光芒消散，一片森林出现在铃木眼前。他第一时间看的时候，外面的后视镜，只见车队还保持着刚才的阵型。所有车都来了吗？有没有缺人？报告，俘虏不见了。WTF， 他的俘虏不见了。你们所有车的俘虏都不见了。是的，都不见了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真他妈坑啊！不只是俘虏不见了，就连他的附属车队都不见了，真够恶心人的。队长，我们现在是下车检查附近情况，还是先别下车？我用无人机查看一下情况。放飞无人机，铃木看向多媒体，他们所在的位置是一片森林中的一条土路，在他们左侧是一片海洋，右边则是高山，而路的尽头则是一片草原。至于柏油路则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就是他们脚下的土路。至于野兽，由于杂草太高，并没有注意到，但他相信这里的危险程度肯定不比之前差。所有人下车，取下锁链，我们开车先离开这里。10分钟后，车辆起步，缓缓驶离。只不过这路属实是有些难走，即便是铃木的车也不断的上下颠簸。真是一条好路啊！铃木已经无力吐槽了，车子速度只能开出40，这是多惨的一条路。甚至有的时候，车子就能以20公里速度前进。11点半，铃木这一行人才开出森林，来到草原。铃木看着眼前的路一脸无语，这确定是路，而不是牛羊啃出来的。这条路只能说若隐若现，稍有不注意就会开出去。木哥，这是不是不一定非要按照这个路去走？我们应该可以走其他地方吧？听了舒心的话，铃木觉得有些道理。先停车休息，下午我们再赶路。停好车后，铃木将无人机交给了舒心。你用无人机探索一下四周的情况，我一会有事要做。那个张骞，你负责安排一下防御。安排好一切后，铃木回到车上使用有了邀请函。情况就是这样，我们必须做出抉择了。赵景揉了揉太阳穴。他们被传送到这里之后，赵景就带着车队找了一个安全的地方，开启了这场会议。不得不说，铃木的话对他影响还是很大的。也许他们的车队能够活很久，但其中必然会有一些人死去，这不是他想要看到的。这个车队灌注了他的心血，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他精挑细选出来的，每一个人他都不想放弃。队长，能够活着我们当然是开心的，但是失去了自由，自由二字弥足珍贵。第103章，这会不会是队长给的福利？一名短发精干的女人开口说道。我觉得对方的想法也没有错，咱们又想生存下去，又想要自由自在不受约束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大家可以想象，要是有这个能力后，会不会限制住对方，保护我们自己的安全？现场一静，要是他们的话，肯定会限制对方，甚至会比铃木他们要求的更多。赵景看了一眼时间，马上就要到了，大家抓紧决定，一会我们就要见面了，要是不确定的话，举手表决吧，队长。赵景点点头，同意此次合并的请举手。21个人，一共11人同意，赵景同不同意已经无所谓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同意此次合并。放心，
我会为大家争取更多的权利，自由的权利。至于车队的权利，赵景不用想也知道，肯定会被收走。呼，收走就收走吧，只要能活就行了。每次看着频道中人数的缩减，赵景就一阵胆寒。对他来说，每活过一天就是赚一天。一道金光笼罩在赵景身上，消失在所有人面前。众女一脸担忧：你说那个车队的人不会对我们做什么吧？在这场游戏中，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，弱者终究被霸凌。不只是女人的清白保不住，就连清秀的男人也逃脱不掉这种命运。应该不会吧？赵姐不是说那个合约不是效力很强吗？以这个游戏的情况，很难说准。这有什么？大不了到时候拉人垫背就好了。还是那个办公室，赵景看着眼前的铃木，这一点不是写在这里面了吗？你触碰到这个合约后，应该知道这个东西的效果。我也只是担心而已，希望你能够做到这一点。铃木耸耸肩，如果你连这个合约都不相信的话，我觉得我们没有谈下去的必要。对我来说，这个邀请函我只是单纯享用而已，至于是否能够成功，对我并没有那么重要。看着一脸不在乎的铃木，赵景心里咯噔一下，不会真的对他没有什么用吧？我想好了，我现在就签署。赵景拿起桌子上笔，签上自己的名字和战队的名字。铃木嘴角勾起笑意，完美解决。下一个目标，情人车队。几人合约已成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赵景一脸苦笑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队长了。希望真的能够带领他们活下去吧。放心，我能给你们的比你想象的还要多。双方离开之后，铃木询问了一下舒心附近的情况，目前还未发现什么异常。最后一次邀请函机会，直接召唤情人车队的队长。看着这熟悉的陈设，情人车队队长江寒很快就适应了。久仰帅比车队队长，没想到今天就遇见了。这个名字，我也是与江寒队长神交已久，早就想见见了。今天借着邀请函的机会，总算是见到了。商业互吹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流程，不知道你找我是？车队合并，那谁为队长？当然是我。江寒眯着眼睛看着对方，这多少不合适吧？要不设置成平行小队？铃木靠在椅子上看着对方，扣了扣指甲。玫瑰车队已经和我们合并了，现在我的车队是41人，3级车队，积分更是超过了2000万。你说平行小队，这可能吗？不用我多说，这一次被分到的地方，他没有说明具体时间、具体的灾难是什么。但我知道的是，这一次绝对是真正的求生，单纯的求生。这也是铃木突然想到的。2个多小时什么都没看到，但四周有谁有山有树木，那资源是不是需要自己采集呢？他虽然还没有试验，但大概率是真的。江寒面露思索，如果和这个车队合并是一件好事，但是要将手中的权力交出去，这一点你先看看这个合约，觉得合适咱们就签约，要是不合适后面再说。我们可以添加个联系方式，到时候可以直接申请加入到我们车队中。不过要是我的车队满员了，那可能就不好意思了。有了玫瑰车队的加入，第2支车队铃木并不着急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要是给4次机会，铃木还能想着争取一番，不过现在还是算了，等对方经历几次减员，想来就好多了。江寒翻到后面看到那个项圈，眉毛挑了挑，这个项圈未免有些过分了吧？铃木耸耸肩，这是为了我的自身安全，万一你想取代我怎么办？这种事情又不是没有，在蓝星这种事情都多呢，更别说是在这种没有法律的地方。江寒点点头，这个我能理解，但是我接受不了。更何况我们同为蓝星华国人，我们华国人不骗华国人，这个可以写在合约中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大可不必。算了，以后有机会的吧。相信以你们的实力，怎么也能够坚持1个月的时间吧。我对我们车队还是很有自信的，光是步枪子弹我们就有10万发。哦，那也不是很多嘛，我重机枪、牵引炮、榴弹炮这些都不想说了。光芒一闪，铃木回到了自己的车子内。江寒看着消失的铃木轻哼一声，还牵引炮呢？你咋不说你有航空母舰呢？我战斗了那么多场，也没看到什么炮。铃木来到一处空地，将赵景所在的车队召唤了过来。一道道光芒落在他的面前，一辆辆车出现。当看到车上的一个个女人后，张谦他们眼神放着光。谦哥，你说这是队长给我们的福利吗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咱们队长好像那个不行。不是说他起不来吗？不是说他那个断了吗？舒心憋着笑，小声对自己姐姐说道，这些人怎么越传越离谱？可能这就是铃木给人留下来的印象吧。但这在舒逸看来就挺好的，至少他们3个女人过得挺好的。铃木带着拘谨的玫瑰车队走了过来。从今天起，玫瑰小队和我们合并了。我要强调一点，谁要是用强，别怪我手中的枪，但自愿的我不管。那个舒心，今天晚上准备一场欢迎会，需要什么跟我说。
第104章，权力变大，这不就是高级打工人吗？铃木带着赵景回到自己的车上，关上了车门。舒心三女站在一旁，眼中充满了八卦。你说铃木对我们没有感觉，是不是因为我们不够成熟啊？成熟，舒逸姐就挺成熟的。行了，咱们还要准备晚上的饭菜呢，去认识一下他们。车内，你们就21个人。看到他们出现的人数，铃木一脸无语，这不是纯纯浪费吗？在铃木看来，这个小队怎么也应该有80多人的样子，结果就这点。我也想人数多一点，但你也知道，在这个游戏中人性最经受不住考验。赵景一脸苦笑，他们小队巅峰时期一度达到120人，结果很简单，其中1/3的人所求无度，既想要物资又不想干活，这世界上哪有这种好事？最后这120人留下了40多人，之后历经几次这里的战斗后，就剩下这么多。铃木点点头，这一点倒是没有错。他要是没有禁锢项圈这种东西，还真未必敢这么做。咱们说回正题，从今天开始，整个车队大事小情都由你来负责，每天只需要过来给我汇报一下就行。等等，他没有听错吧？你是说让我负责整个车队？你不将权力放到手上吗？项圈都要给你们戴上了，你的权力下放不是很正常吗？再说了，明明自己能够享受，为什么还要自己受累？赵景嘴角抽了抽，你这话说的好有道理。铃木对着一旁的001摆摆手，001来到赵景身旁，将一个项圈递给他。赵景看着眼前的项圈，深吸一口气，随后自己戴了上去。所以接下来就靠你了。对了，我们队伍之前有3个人各自负责一部分内容，到时候你们可以沟通一下。当然了，那些内容都很简单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到时候可以更细致一些。赵景一脸无奈的点点头。和铃木这么一聊，队长这个权力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最终还是逃脱不了打工人的下场。铃木和赵景两人出来后，所有人都看向了两人，想要从两人身上找出一丝线索，两人到底在房间中做了什么。不过在看到两人干净整洁的衣服时，众人立马没了兴趣。项圈的事001会配合你，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铃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朝着张谦走去。看着铃木的背影，他深深的叹了口气，希望我的选择是对的。队长，咱们已经开出去2个小时了，300公里了，一个箱子都没有，咱们以后不会获取不到资源了吧？张谦几人看着窗外，眼睛不断的扫视着。吱嘎，铃木将车停了下来，站在一处石头上，铃木扫视四周。整整2个小时，他们穿过草原，穿过森林，来到了这么一个小湖旁。资源箱一个都没看到，去把旁边那棵树砍了。铃木将一把斧子扔给了张谦，他想看看这些东西算不算物资。张谦拿起斧子砍了起来，剁，每一斧砍进去一点，前进一步。铃木轻叹一声，这里一共有3棵树，你就不能换一棵小一点的吗？非要选这要2人合抱的巨树，让你砍1天都未必砍得完。张谦一脸尴尬，连忙换了位置，这一棵就要小很多，只有大腿粗细，3-2分钟便将这棵树砍断。铃木来到树前，将手放在上面，收进背包中。在背包中，这棵树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再砍一棵小树看看，你们2个也别闲着，拿着这个工具去找石头给我带回来。半小时后，铃木看着自己的背包，树不叠加，石头也是一样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好像与他猜测的有些区别。上车，回去。历时2小时，他们回到了营地。铃木将几人赶下去后，他打开工作台，也没用。不对啊，总不能这东西要自己亲自做吧？面板大哥，这次没有资源箱了，我们怎么获取物资？他能想的都做了，真想不通啊。请在工作台解锁工厂功能，采集物资投入对应工厂，可获得对应物资。建议第1件物品制作资源探测器。按照面板的话，铃木找到了工厂按钮，藏得还挺隐蔽的。是否解锁加工厂？那必须解锁。解锁工厂，铁锭 X500，木材 X200，银锭 X10，玻璃 X5，芥子石 X100。等会，你这不是一个功能吗？怎么还要这么多物资啊？不管铃木理不理解，这个物资他必须要偷。我倒是想看看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点击确定后，工厂功能开启，请设立资源投放通道。一个车辆的3维图出现，一个边长1米正方形出现在车子表面，铃木可以拖拽这个东西安放。铃木想了想，直接将这个投放通道安放在后面的垃圾储物箱中。车外后面的拖箱后方，一个1米大小的金属门出现。铃木没有着急去查看，而是看向工厂界面。一个资源探测器的图标正在闪烁着，想必这就是面板所说的东西吧。需求的东西并不多，铁锭、铜锭、电子元件都是最基础的材料，只不过只能制造10个，那就全都造吧。东西不怕多就怕少。
来到外面，铃木将刚才获得石头和木材扔了进去。叮，获得木材 X20。叮，获得石料 X10，铁锭 X1。里面残存金银铜，数量不足，请继续添加。看着手表上跳出的信息，铃木一阵无语。这不就是他车辆特性废物利用吗？不过相比他的特性，这个属实是有些少了。虽说那2棵树小了一点，但也不至于只给20吧。这要是扔进回收站中，怎么也有50吧。再加上特性提升，100应该还是有的。这是吞了多少物资？铃木打开聊天频道，挑了挑眉。现在就剩下一个频道了，所有人都在这一个频道中聊天。看了一眼之前的聊天记录，好家伙，这些人居然互骂了一天，还真是有闲心。第105章，你确定是在他们之中？他看了一眼最近的消息，那个工厂简直就是巨坑，一棵1人抱的大树居然只给100木材，我自己弄都比他多。你自己弄的，人家不认你有什么办法？说到底还不是要用，你们就没有考虑一点吗？汽油怎么弄？我靠，你要是不说我都忘记这件事了。金属木材这些好弄，但汽油怎么办？铃木妈撒着下巴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汽油这个东西从哪里来？他看向背包中的资源探测器，该不会是自己找矿产资源吧？死！还别说，真有这个可能。要真是这样，这个工厂功能不用也罢，效果都不如自己的特性好。观点面板，铃木来到一旁的空地。此时这里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。木哥，你来了，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，随时都可以开始。铃木看了一圈，所有人的脖子上都戴上了项圈，非常完美。唯一可惜的就是情人车队没有统一。那就开始吧。2小时后，一共坐了3个桌子的人。我说2句，欢迎玫瑰车队的加入，从此我们就是一家人。只要好好干，资源食物少不了你们的。之后便是你们，如果说赵景告状告到我这里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之间自愿的那种我不管，这一点是我答应赵景的。吃饭，2个小队不存在什么相处不来这个说法，毕竟一面男的多，一面全是女人。这些人巴不得在他们面前好好表现一番。对此，这些女人也不介意。唯一没有人表现的只有赵景，在其他人看来，赵景已经是铃木的人。夜里几道人影聚集在一起，疯了吧？这能行吗？有什么不行的？今天铃木不都说了吗？可是要是被发现，我们不是死定了？我观察了一下，摄像头有几个死角。次日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车队要开始前进了。昨天算是耽误了半天时间，不然他们早就开出去上千公里的距离。咚咚咚，铃木打开房门，赵景脸色难看的看着铃木。我的人被人，那2个字他怎么也说不出口。铃木眉头一皱，他昨天刚说完，就有人敢这么做？疯了！禁锢项圈就这点不好，只要不是对铃木不利的想法和行为，是不会做出反应的。放心，他们有人要是真的做了，人我交给你处理。这帮人就不能熟悉熟悉？日久生情不知道。所有人全都给我出来！片刻后，一群人聚集在一起，眼神中透露着迷茫。来，你上前说是谁动的手？赵景身后，一名长发女人红着眼睛走了上来。我不记得了，我就记得身高和我差不多。都给我过来，一个个给我比。16个男的上前，和这个女人对比身高，留下了10个男人。身材消瘦，又走了4个。对了，他脸上的胡子很多。铃木看着剩下的2个男人，眉头一皱。你确定是这样？2个男人对视一眼，有些不明所以。所有人这个时候也反应了过来，这是昨天有人对这个女人下手了。只是这应该不可能吧？我记得很清楚，我当时看到的没错，身高身材我都看到了，至于胡子是我感觉到的。女人连忙解释道。赵景啊，有些话我是要说在前头的，要是我的人我交给你处理，但要是你的人说了谎，那就要交给我处理。赵景面色一变，看向女人，黄瑶，你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出事？黄瑶一脸焦急，这种事我怎么可能会开玩笑？我能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吗？铃木嗤笑一声，清白？在这个求生游戏中，你跟我讲清白？他转头看向那2个男人，告诉他们你们2个的关系。其中一名络腮胡翘起兰花指，讨厌了木哥，这怎么可以到处宣传呢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让你说就说，别给我整这个死出，当时就应该把你们换掉。也不知道之前你们的队长是怎么想的，居然把你们2个安排在一起。队长你不懂，我和他是兴趣相投。2名络腮胡就在众人面前这么相视一笑，十指紧扣。铃木摆摆手，你俩赶紧给我下去吧。此时黄瑶浑身冒着冷汗，这跟想的不一样。所以他们到底怎么你了？你告诉我。赵景面色难看，这个黄瑶是个巨坑，我肯定不会认错的，万一他们也喜欢女人呢，是不是？铃木摇摇头，
001把所有的监控头投放出来，找到这个女人当时的情况。是。001的右手化作一根电缆，伸进了铃木车内，随后一个投影出现在远处的车身上，一共80个画面不断闪烁着，随后一个个减少，没有黄瑶身影的画面全部去除，最后就剩下2个摄像头。忘记和你们说了，我们每个车上都有4个摄像头，除了这些外，还有一些隐藏摄像头。监控播放到最后，在视频中除了黄瑶以外，还有另外2名女人。看到画面中的3人，赵瑾脸色越发难看。无中生有会不会？你就咬死就行。至于这个项圈，你害的是别人，又不是铃木，不会有事的。3人的嘴脸被无限放大。黄瑶浑身颤抖，连忙解释道：我本来是不想做的，都是他们逼我的。明明是你想让我帮你想办法的，我只是出个主意。是啊，这怎么能跟我扯上关系？3人说着就吵了起来，动起了手。铃木一脸笑意地看着赵瑾：你这个队伍清理的不是很干净吗？要我说这3人你就别要了算了，留着也是一个祸害。禁锢项圈并不是万能的，对于这种情况，项圈就是无用的。3人一直都在打，项圈没有任何反应。不过也行了，要是真那么全能，才是真的奇怪。铃木，这3个人给你了，那个合约在这3个人身上不适用。第106章，终于遇到人类了。作为合约的签署人，只要他们2人同时将一个人排除到合约范围，那合约对其没有任何保护作用。其实，合约对赵瑾这帮人的保护也仅仅只有那一条罢了。铃木点点头，这3个人拖走，杀了。那个队长，能不能废物利用一下？有一名队友小心翼翼地看着铃木。铃木看了一眼赵瑾，见对方没有什么表示，铃木摆摆手。这人大喜，连忙和其他几人带着3女离开。3女拼命挣扎：赵队，救救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林队长，我错了，饶过我吧。任他们怎么呼喊，都没有人替他们说话。等他们声音听不见之后，铃木拍了拍手：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做出这种事，我也不想知道。我只告诉你们一点，只要好好的工作，该给的资源每个人都是一样的。即便车队中只有1个人，那资源也是固定的，不会因为人多人少做出改变。说实话，这么离谱的操作，铃木也没懂。资源多与少，他从来没有说过是按照人员数量去分配的。不过想想也正常，这些人刚来，对他不了解，但现在这些人了解了，想必以后不会再做出这种事来。车子上路，今天的目标是探寻目前他们所处的情况到底是个什么意思。铃木的车此时由001掌控，而他则是坐在后面的沙发上，一边吃着零食，一边查看频道的聊天内容。资源箱真的一个都没有了，就连公路我都找不到位置。别说公路了，就是野兽我都没看到，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不知道啊，说好的公路求生，现在怎么变成了野外求生了？1天多的时间，大家都处于迷茫状态，所有人都不知道被弄到这里的意义是什么。建设美好星球，询问面板，面板也不给消息。铃木靠在沙发上，其实他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几个意思。透过侧面的车窗，铃木看向外面，此时他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土路，一侧是海洋，另一侧则是杂草，还真是单调的风景啊。嗡！一阵奇异的声音响起，铃木瞬间瞪大双眼，他看到什么？那么大的一条鱼从水里跳了出来。铃木连忙冲向前方，拿起对讲机：你们看左侧海中那条鱼。我操，好大！这应该是鲸鱼吧？你家鲸鱼头顶长角的？说不定真的是鲸鱼，那个也许不是角，是落起来的藤壶。铃木来到后窗，趴在玻璃上观看，巨物落下，掀起海水，这长度怕不是有上百米。看着体型确实是像鲸鱼，可惜距离太远了。是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星球绝对是有生命的。经过昨天半天的赶路，一个生命体都没有遇见，他以为他来到了一个没有生命的星球，以为单纯就是车队与车队之间的战斗而已。报告，前方出现2条岔路，咱们走哪一条？车队停了下来。铃木来到主驾驶，看向多媒体，左侧是一条被压出来的道路，右侧则是和他们现在一样的土路。书记，你选择。面对这种选择问题，铃木更喜欢将它交给书记去处理。书记一脸无奈地看着眼前的2条路，现在又没有资源箱，怎么还是让他选？仔细看了一眼，最终还是选择了土路。车队继续前进。铃木继续看向频道中的聊天内容。我靠，你们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图片 JPG， 这也是车队？这木头不是一撞就坏了？大哥，你就不看重点吗？前面那是个什么奇怪生物？一只浑身鳞片的巨大蜥蜴。子弹对这个车队根本没有用，只有添加了密银的子弹才有用，建议大家在子弹外面镀一层密银。铃木看得牙疼，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怎么连这种奇怪生物都出现了？还有对方的车不就是普通的马车吗？
防御怎么会这么好？后续这个人没有发布任何消息，但肯定没有死，毕竟那个红色弹幕并没有出现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那个车是这个星球的土著吗？还是说也是和他们一样是求生者？怎么看起来对方好像更厉害一样？可以防御子弹，但加上密营就防御不住。看来密营的效果还有待开发。与此同时，遭遇到危险的车队越来越多，铃木也遭遇到了相同的情况。木哥，前面遇见了，应该说是车队吧？不过这个穿着有些中世纪的样式，咱们怎么办？一支10人车队出现在屏幕中，铃木坐在驾驶位上，给我让条路，我过去看看。车辆纷纷让路，让铃木的车走到前面。你们是什么人？对面队伍中的人对视一眼，纷纷摇摇头。见此，铃木眯着眼睛看向对方，是听不懂还是不想说？这时，对面马车上跳下来一名身穿蓝色长袍的金发女人，手上拿着一个水晶球。你好，请问你们是什么人？铃木挑挑眉，他居然能够听得懂对方的话。他看了一眼对方的水晶球，难道对方是用这个和他沟通的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远方的旅客，准备前往休斯庄园。您知道这个庄园在哪里吗？庄园？你怕不是在逗我？这些人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没有面板显示，他也不确定。我们并不知道庄园在哪里，你看是不是给我让一条路出来？铃木拿起对讲机，所有人准备好你们的重机枪，看到我开枪，所有人的子弹不要给我省。对方是当地土著也好，还是说是其他的星球的人也好，杀了肯定是没有问题的。长得好看也没有用，都得死。主要还是这个人太怪异了，这附近荒山野岭的，哪里有什么庄园？金发女人眉头紧皱，眼神不禁看向一旁的马车，随后叫人将路让开。铃木留在原地，其他车辆纷纷掠过铃木朝前开去。看着对对方淡然的样子，难道他想错了？第107章，大姐，你要不要上来坐一会？就在这时，木质马车上一个炮管突然出现，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开枪，重机枪打在马车上，泛起一阵阵涟漪。当然，那个女人也没有放过，但这个女人身上也出现了一个黄色的弹壳，砰砰，一发发炮弹轰击在车子上，一个半透明的护罩亮了起来。很快，对方的车队在铃木车队的轰击之下全部被摧毁，所有人员全部死亡。然而铃木却没有掉以轻心，因为面板根本就没显示击杀信息。队长，这些材料在咱们需要吗？对方的大炮可和他们的不一样，看起来好像不是一种科技。不急，先等等再说。材料他当然要，只是要在安全的前提之下。铃木防御装备是多，但是他不确定对方的实力，他可不敢下去。过了10分钟，铃木总算知道哪里不对劲了。这些人死了之后居然没有血，或者说之前有血，但那些血消失了。铃木嘴角勾起一丝笑意，你们不是不动吗？那我就让你动起来。密营长剑从车头伸出，来到金发少女上方。在接近对方头颅的时候，金发少女猛然向右滚去一个后跳站起身来。你是怎么发现的？大姐，你死之前倒是求饶一下，整个车队的人都不说话的吗？还有被打中身体，你倒是叫2声是不是？铃木简直是无力吐槽。相比于血迹消失，这2点简直就是致命的缺点。呵呵，没想到你居然这么聪明。金发女人一脸笑意，但铃木从对方的脸上看到了对密营武器的恐惧，所以这些人应该不是人类，难道是恶魔？4挺重机枪对准金发女，所以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这个时候，刚才到底的那些人生物以及人类纷纷站起身，至于车辆依旧是一堆废品。只见他们从一名名普通人类化作浑身穿着黑色衣服、头顶双角的生物。死！恶魔！怪不得会怕密营装备。这么说的话，铃木看向背包中的十字架，一直以为这个东西没有用，没想到这个时候用上了。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们臣服于我，我就饶你们不死。大姐，你都被我们打死一次了，是哪里来的勇气说这个话的？铃木一边说着话，一边用改造技能将十字架加装到车辆身上。哼，普通的武器对我们来说是没有用的，至于你这把密营长剑，也不过是稍微强力的武器罢了，对我们的威胁并不大。至于你们的车辆，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就可以。金发女人巴拉巴拉不停地说着，铃木也不管她，继续改装这车辆。选项1，巨型密营十字架，密营定 X500。选项2，盛宴十字架，密营定 X100，圣水100毫升。铃木挑挑眉，盛宴十字架看起来很牛的样子，圣水它是没有，但是它有神秘元素啊。定，盛宴十字架 SS 拥有神圣属性的十字架，对恶魔生物可造成 500% 伤害，对邪恶阵营生物额外造成 100% 伤害。可以说对人类这就是一块沉重的铁块，但对恶魔来说
这就是强力的武器。我可以允许你当我的近身侍者，这是我对你的仁慈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时间过去了有3分钟了吧？你居然还在说？大姐，你听说过一句话没有？反派死于话多。一个银色十字架突然从车前脸处伸了出去，银色的火焰靠近金发美女后瞬间变大。金发美女面露恐惧，皮肤冒着黑烟，连忙后退。当！铃木一脸懊恼，这长度差了一点，但没关系，开车就好了。金发美女在前面跑，铃木在后面追。至于其他的生物，在刚才沾染到盛焰之后便化为了灰烬。那些可能不是真正的恶魔，而是他的召唤物，或者说是眼前这个金发女人的仆人。这不可能，你怎么可能会有圣水？我在这个星球3年了，也没有见过哪里有圣水。铃木挑挑眉，他改变主意了，这个女人他不杀了，他要好好问问对方是个什么情况。他看了一眼车速，此时已经到了100公里每小时，这个女人速度还真是够可以的。可是你再怎么跑也不能再快了吧？金发女人回头看了铃木一眼，整个人再次加速。铃木挑挑眉，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吧？他油门都踩到底了。001，你能追上他吗？主人，我的速度很慢的。铃木一脸可惜，不过没关系，他会出手。形态转换，车辆行驶的过程中，整个车瞬间变成一架直升机，螺旋桨不断的旋转。直升机下方带着一个垃圾箱，这个东西是怎么都甩不掉啊。而此状态下的极限速度是500公里，对此铃木并不是很满意。居然是直升机，不是战斗机，有点可惜。相比直升机，他更喜欢的是高速飞行的战斗机。远处的车队看着飞上空中的铃木，整个车队陷入了沉默。那个，咱们应该是在同一个求生游戏中吧？是吧？我有点不确定。说好的大家开车的，怎么还出现了飞机？此时他们所有人的车辆等级都在 LV8， 还没有解锁第2形态。等这些人解锁第2形态之后，铃木随时可以带这些人用飞行的方式探索这里，前提是燃油要足够。不过以他现在的储备量还是足够的。远处，铃木降低飞机高度，与金发女平行。大姐，你要跑多久？要不要上来坐一会？咱们好好谈谈。金发女气得浑身颤抖，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什么还会变形的？人变形她能够理解，这种金属的东西为什么会变形啊？金发女直接冲进森林中，想要依靠树木掩盖自己。哎，你说你何必呢？一个火焰喷射器从飞机底部伸了出来，一股几十米长的火焰瞬间笼罩在金发女所在的方向。树木燃烧，里面传来金发女的轻哼声。第108章遇到第一个人类小镇。10分钟后，金发女人喘着粗气，看着眼前这个会飞的铁家伙。你比那个叫停还要可恶。叫停的人他还能逃掉，然而眼前这个男人他根本会跑不掉。001，给他戴上项圈，我还有很多事要问他。此时铃木可以确定，这个女人绝对不是当地的土著，而是和他一样是其他星球的人，而且还比他们来的要早很多。金发女放弃了抵抗。滋滋，一阵电流从对方身上冒出，金发女人面色潮红，咬紧牙关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的表情为何如此享受？这电流强度可比之前那个人强多了，居然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。回到队伍中后，铃木将这个车队的碎片扔进回收站中。车队继续上路，只不过速度要比之前慢很多，主要还是因为铃木慢，车速不得不慢下来。你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？这里哪里有人？你问我，我也不说。金发女人转过头去，身后的尾巴随意摆动着。经过几分钟的感受，脖子上的项圈，只要他不想关于眼前男人的坏事，是不会对他造成什么伤害的。铃木眼皮跳了跳，你这是在挑战我是不是？啪啪，铃木拍了拍手掌，一股强大的电流充斥着金发女。好像用处不大，这怎么感觉他更加享受了？001，挠他脚心。好的，主人。金发女一脸惊恐地看着铃木，你过分，有能耐一直用这个，别上手啊！哈哈，不要，哈哈哈，我怕痒。5分钟后，金发女有气无力地躺在地上，金色的发丝紧贴额头，说话气喘吁吁。我能说的都说了，这人太贱了，居然会想出这种方法，这真的是人类吗？要不是确定对方是人类的话，他都觉得他才是恶魔，而他自己是个弱小无助的人类。铃木点点头，拿起对讲机，一会看到路口，直接是左转，车队全速行进。收到。车队开始提速。铃木看向金发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安娜。你们是怎么来这个星球的？安娜此时缓了过来，坐直身体。5年前，我们整个星球进入到一个叫做孤岛求生的游戏中，历经2年时间后被扔到了这个星球上。孤岛求生
原来每个星球经历的游戏还不一样。那你遇见过其他星球的人吗？安娜点点头，遇见过，每个星球的情况大致都是一样的，都是整个星球的人经历了求生游戏后被扔到这里。她想了想，继续说道：这个星球无限大，我飞了1年时间也没有回到最初的原点，足足1年的时间，它的速度一点也不慢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按照这么说的话，那岂不是说这个星球之上有来自各个星球的人？那现在还算是公路求生吗？其实在来了之后，铃木心中就有了这个想法，毕竟道路已经变了，环境也变了，这怎么看也跟公路求生也没什么关系。现在听安娜这么一说，之前的各种求生游戏就是一场筛选，被筛选出来的人参与到这个星球中，而这个星球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游戏场，服务于所有从求生游戏中幸存下来的人。只不过众人从一个小的求生游戏中来到了一个更大的求生游戏罢了。3小时后，车队前方出现了一个小镇，队长发现了小镇，铃木已经通过无人机看到了。车队降低速度，缓慢驶入小镇，保持警惕。挂断通信，铃木看向后面的安娜，这个小镇中的人是什么情况？应该是和我们一样的求生游戏的幸存者，应该来的时间更早一些。不是土著吗？安娜摇摇头，这里的土著不在这种边缘区域，而是在更富饶的地方。铃木点点头，这里确实资源不好。他用资源探测的能力探查过，附近各种矿产资源实在是太过于稀缺。铃木不禁将目光再次放到屏幕上，这个地方可以搜刮一遍。虽说他手上的资源足够多，够他花费3、5年的时间，但看看安娜也知道，3年了依旧在这里，所以说资源还是越多越好。他打开聊天频道，看着里面聊天打屁的众人，他不禁想要从这里面寻找目标。这些人的资源可是现成的，要是收缴3、2支车队，怕不是一下能够增长1年的物资。车队很快开到小镇不远处，距离不到50米远。在小镇的入口处摆满了各种巨马，而在巨马身后则是一个个穿着盔甲的人。木哥，从对方的穿着看，好像是中世纪的盔甲，实力应该不会强吧？队长，让我们上吧，对付他们，我们的直接重击枪横扫就完了。铃木看了一眼身后的安娜，这些人你交手过吗？安娜摇摇头，没有，我一直都在赶路，遇到你们只不过是想增加一些侍从而已。本以为是手到擒来的事，结果把自己搭进去了。那就去5辆车，重机枪扫射，注意一下自身安全。虽说重机枪很强，但这东西也不是万能的，至少安娜的那个防护罩确实是将子弹防住了，只不过最后敌不过罢了。但要知道一点，当时那里可只有安娜一个人，而眼前这个村落可是有不少人的，万一有几个和安娜差不多的人，那这个小镇可不是那么好攻破的，甚至可能会被反打。不过这么偏僻的地方，应该不会遇见什么奇怪的东西吧？5辆选定的车辆开出车队，对面走里面走出10名身穿盔甲步伐坚定的人，齐齐抽出长刀。铃木眯着眼睛看向前方，他们难道没有见过这种东西吗？就不害怕吗？哒哒哒！不管他们害不害怕，这5辆车直接开枪。嘟嘟嘟，一个半透明的护罩浮现，子弹叮叮当当的散落在地面上。他就猜到，铃木看到这种场景并不意外，一群人就这么堂而皇之的站在那里，怎么可能没有防护？10名盔甲人举起长刀向下一挥。第109章，穿上这些，你的安全就有保证了。一道3米高的白色月牙状飞向车队阵地，一个个半透明护罩升起，双方都奈何不了对方。战斗持续了半分钟，子弹浪费了一堆，可对方的护罩依旧坚挺。你们5个回来，我们先撤退。以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单靠重机枪是没有用的，也该给他们新的武器了。但现在要面临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新武器怎么获得。撤离到10公里外的一处山坡之上，车队停了下来。你们探查一下四周情况，之后准备一下饭菜。安排好他们之后，铃木现在有很多问题要询问眼前这个长着尾巴的女人。你之前车上的护照以及刚才小镇的护照是什么？我的只是一个小型的魔法阵，这个在这个星球上有很多空间隧道，只要进去完成任务就可以获得相应道具。当然我还是建议你最好是直接抢劫的好，我的都是抢劫来的，那个空间裂缝难度太大了。至于刚才的小镇，应该是小镇自带的防御法阵。空间隧道，完成任务。那个空间隧道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你们会被传送到一个星球，之后面板会给你发布任务，只要完成就能够获得奖励。至于是什么任务，每一次都不一定，没有实力的人基本都会死在里面。铃木点点头，这倒是有些像之前开启游戏差不多。那这个小镇的阵法从哪里来的？小镇自带的。安娜耸了耸肩，她知道铃木在想什么，但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。什么意思啊？小镇不是随便就能够建造的，
你要找到阵法，之后在阵法的基础之上建造城镇。不过这种地方早就被占领了，你想都不用想，除非你把地方抢下来，但这根本就不可能。那个防护罩的防护力量可是很强的，可以说在这个星球之上最安全的就是这个小镇，只要在小镇中就是无敌的存在。铃木摇摇头，他才不信这个东西有多强。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打不破的，只能说是伤害不够。一会是牵引炮的效果，他们的车子一个车子能够同时使用2门，再加上他自己的4门，就是84门。到时候来上10轮骑射试试。如果这还打不开的话，那他就该去想办法了。铃木不禁想到刚才那月牙一样飞出来的利刃，想必那应该是类似剑气的东西吧。这么一看，蓝星人靠的是外力，而这些人靠的是自身。安娜，你的实力是来这以后获得的，还是说在你们那的时候你就这么强了？我本身是有实力的，只不过来了这里之后又增强了一部分，实力比之前强多了。说到实力，他还是很自信的。要知道没来参加这个求生游戏之前，他就是他们种族中的强者，而现在更是强者中的强者。铃木眉头一挑，那你这实力未免也太差了吧？安娜面容一僵，但想到自己的处境，她不得不承认铃木的话是对的。铃木看了一眼窗外，车队成员已经开始忙碌了。你跟我瞎扯，该问的都问了，该了解的都了解了，这个时候就可以将他交给别人了。那个江书义，这个人就交给你了，以后他就交给你了。说着，铃木就将安娜交给书义。木哥，你刚才是不是叫我？江颖从旁边走了过来。本来是想让你来的，后来想想还是算了。他担心江颖把握不住这个安娜。再怎么说，这个安娜也是魅魔，可不是那么好应对的。现场的男性看到安娜，眼神都直了。安娜对着众人眨了一下眼睛，所有男人如同被施展定身术一样愣在原地。见此，安娜不禁笑得出声，啪！痛！痛！痛！安娜双手抱着后脑蹲在地上，这人怎么下死手啊？别碰瓷，我可没有用力，只是轻轻用力而已。再说你实力那么强，怎么可能会疼？书义憋着笑，那你的手怎么会那么红？我只是个魅魔，我不是四肢发达的地狱骑士。安娜从来没有这么无语过。按照你这个说法，那禁咒法师岂不是刀枪不入了？安娜被打之后，一众男性清醒了过来，再次看向安娜的时候，眼神中充满了恐惧。看一眼就被控，这也太吓人了。安娜看了一眼远处的一众男性，自己的能力确实还在，但为什么对铃木就不好使呢？他这一下午不知道对铃木用了几次这种能力，结果对方根本就没有反应。难道是因为项圈的原因？但也不应该啊。除非……安娜一脸坏笑的来到铃木身边，小声说道：“你是不是喜欢男人啊？”啪！这一巴掌势大力沉。安娜蹲在地上，眼泪顺着眼角流了出来，想要开口说话，但后脑实在是太痛了。这个你到时候好好带带，实在不听话就直接弄死。居然敢说他喜欢男人，简直就是不想活了。可是这个项圈只是限制他不对你有想法，万一他收拾我，我可制止不住他。自从出了那3个女人的事后，他们明白这个项圈不是万能的。面对实力这么强的安娜，即便是书义也有些担心。不用怕，你把这些挂在身上就好了。铃木拿出一个有些稀疏的锁子甲。木哥，这东西真的有用吗？这中间的缝隙都能放进一个拳头了，这能够防住这个安娜。安娜抬起头，一脸震惊地看着铃木。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秘银？我仓库里还有一堆呢，也不是很多吧，也就是几吨而已。安娜抿了抿嘴唇，半天憋出来一个字：操！铃木没有理会他，而是将锁子甲或者说是锁链甲展开，在每一个交叉点上都有一个十字架。安娜眼角抽了抽，无耻，太无耻了！这个你穿在身上，他就不敢碰你了。还有这个十字架手链你戴好，他要是不听话，你直接就扇他。书义看着铃木递过来的物品，一脸同情地看向安娜，这是他见过最惨的一个俘虏。第110章，你对我的资源一无所知。嗨，我觉得我有必要说2句。我可是一名讲文明懂礼貌的魅魔，不会做出那种事情的，所以真的没必要用这些东西防着我。就你还讲文明懂礼貌？当时你可是要杀了我们的。铃木抠了抠鼻子，他又不是瞎子。想到这里，铃木将所有叫来，一人发了一个十字架。你们自己将这个东西挂在身上，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没有十字架，他杀了你们就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。这一点铃木没有说错，在安娜看来，这些人只是普通人类，自身一点实力都没有，全都是靠着外物。这在他的星球中就是普通平民而已，只不过他看不起的平民手上却有着可以让他致死的武器，这就很离谱。晚饭过后，铃木制作好牵引火炮分发给众人。
现在先自由活动，晚上12点我们准备对那个小镇开始进攻，散了吧。安排好其他人后，原地就留下舒逸和安娜。我还有一件事问你，那就是今天小镇那些人使用的能力是什么？铃木心中有一定的猜测，只是有些不确定，就是不知道这种能力他们能不能修炼。你说那个啊，如果是我们星球的话，那就是斗气，至于他们应该也是差不多的东西吧。其实就是对能量的一种运用而已，对付你们足够了，但对付我还差点意思。安娜耸了耸肩，她想了想，目前的情况看来，她好像要一直待在这里。那打好关系很重要，至少不用被这个密银十字架攻击。这个星球之上，来自各个地方的人很多，有着对能量的各种运用方式。当然也有像你们这种依靠外物的人，只不过他们的科技更加厉害罢了。所以你不用只盯着他们，也可以换个目标试试。毕竟人和人是不一样的，适合他们的能量修炼法未必适合你们。铃木点点头，关于这点他心中其实早就有了想法，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车子，只要你们不修仙，他还不信谁能够抵得住飞机大炮。看来蓝星那些人他也该好好联系一下了，要是能够找到武器专家那就好了。只要你属于人类范畴，那就有办法弄死你。而今天晚上的炮弹就是一次测试，如果120口径效果不好，那350口径呢？1000口径呢？如果普通炮弹不行，那要是激光炮呢？暗物质炸弹呢？湮灭粒子炮呢？总之，只要不是超越人类范畴，铃木还真不相信谁能够抵得过科技。不过，要是能修炼，也可以修炼一下，提高一下自身身体素质也是可以的。12点1到，众人坐在驾驶位上，角度调整，左10度，上30度，极限射程 9.5 公里。所有人预备时15轮齐射，所有人弹药是否充足？充足，充足。15轮他还就不信那个防护罩那么坚挺。发射！轰！轰轰！84发炮弹从阵地中射出，直奔远处的小镇。而这84发炮弹还没有落地，有84发炮弹飞出。远处的小镇中，经历了上午铃木他们的攻击后，巡逻队员增加了不少。伙计，那些人的武器还真是奇怪，就那么小小的铁疙瘩，居然能够让防御法阵泛起涟漪。杰斯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星球上奇怪的东西多了。这么说也对，你说那些人离开了。轰！轰！轰！一个个巨大的轰鸣声响起。由于84发炮弹一齐发射，声音连续，听起来更像是加长版的轰鸣声。天哪，这到底是什么？法阵反应怎么会这么剧烈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快敲响警钟！杰斯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来到一处黄铜钟前疯狂摇晃，急促的叮当声不断响起。听到这个声音，人们不断的从房间中跑出来，而轰鸣声再次响起，人们头顶的防护法阵颜色亮起。轰轰轰！一波又一波的炮弹不断袭击着这里。远处的铃木通过多媒体查看着这面的情况，这到底是行还是不行？那个光幕反应倒是挺大的，就是没有一丝要破碎的样子。他拿起对讲机，舒逸，让安娜过来找我。这不是有专业人士吗？直接问他就好了。很快，安娜一脸无奈地走进车中。你要是有事情问我，就不要让我离开好不好？这来回走来走去，不是折腾人吗？虽然心中是这么想的，但他是一点都不敢说，生怕铃木再给他一巴掌。这人可是真下死手。请问叫我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安娜露出8颗牙齿，一脸温柔的笑容看着铃木。铃木浑身一激灵，不是，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？这不是你要求的改变吗？亲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个舒逸到底给他灌输了什么思想？见他这样，铃木默默地收回了巴掌，这没有理由下手啊。你看看这淡黄色的光幕，这是要破还是不破？此时15轮炮弹已经过去了，要是法阵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他就不浪费时间了。但要有变化，那就别怪他了。这看不出来，需要再来几轮看看才行。安娜摇摇头，从屏幕上看，那就是法阵的显现罢了。至于坏不坏，根本就看不出来。这好办，各车辆准备，依旧是之前的数据，5轮齐射准备。片刻后，准备完毕，发射！砰砰砰！两人齐齐地看着眼前的多媒体，一轮炮弹落下，防护罩泛起涟漪，有些地方甚至发生了塌陷。按照这个情况来看的话，只是能量消耗的有些多罢了。按照你们现在的攻击，至少要30-40次攻击才行。不过根本就没有必要，想来你这也很浪费材料吧？只需要30-40次，这浪费什么材料？要是里面的东西足够的话，就值了。你对我的资源一无所知。铃木摇摇头。你们手上还有多少炮弹？8枚、12枚，数量大多都不够。问题不大，直接制造就好了。接下来的一幕彻底让安娜灵魂都颤抖了起来。第111章，打不破，只是火力不够。半小时后，铃木足足造出4000发炮弹，消耗最多的是通用材料，
对他来说问题不大。40轮齐射准备，发射！安娜看到了远超他们星球的战斗，这种炮弹要是落在他身上，估计连碎片都不会有。这还只是这些人，要是一个城市安装上这个东西，岂不是直接无敌了？如果铃木要是知道对方的想法，一定会嘲笑他。这才哪到哪！要是他手上有个东风快递，一发就直接送这些人回家。轰轰轰！在炮弹的不断轰击中，小镇防护罩出现了丝丝裂缝。不好了，防护罩要破碎了，快去请大长老。不用了，我来了。一名身穿铠甲、头发斑白的男人走了上来，他表情严肃地看着天空上的防护罩，情况有些麻烦，大家准备撤离。天空中那爆炸的样子，如同是魔晶大炮一般，但效果却是比魔晶大炮效果要差了一点。虽说差了一点，但其数量却不是魔晶大炮能够比拟的。所有人，全部到后面去，速度快快快！东西全都带走，所有的空间装备全部携带物资，一个都不要留。他们倒是想，但怎么可能？不行啊，东西太多了，根本就装不完。这里面一共有8个仓库，这都是他们这些年来搜集的物资，根本就装不下。大长老看了一眼天空，摆摆手，东西不要了，留给这些人吧，只要人活着，这些以后还是会有的。眼下这个防护罩应该是要破碎了，防护罩一碎，这里的防护法阵能量就会消失，想要重新开启，至少也要花费1年时间去寻找那种提供能源的材料。有这个时间足够他们寻找下一个地点了。3分钟后，炮弹停歇，收起火炮，车队前进，目标小镇。收到，收到。从对讲机中可以听出，这些人内心是极其兴奋的。白天的事情他们可没有忘记，那个防护罩用重机枪根本就打不开，而那些人武力值也十分强大。但现在他们赢了。安娜站在铃木身后，一脸震惊地看着画面中的情况。一群普通人居然就这么依靠外物打破了防护罩，这怎么可能？他们到底是什么星球的人？就算是那些机械种族，也是因为自身实力强大才能够打破，而这些人只是平凡的人类啊！这到底是什么武器？铃木的这些东西超出了他的认知范畴。在他们星球上，普通人使用的都是冷兵器，而像铃木这种超强武器，那也是掌控在魔法师手中。即便里面的能源用的是魔晶，但那也需要魔法师的魔力进行操控才行。车队开进小镇，此时时间刚12点半，也就是说，从开始到进来也不过是过了半小时而已。将车停好后，铃木穿着一身盔甲走下车。他身上的盔甲是重新制作的盔甲，整体都是钢铁和密银混合而成，对魔法和斗气都有一定的防护作用。要是他自己会使用魔法或者斗气，这身装备还能起到增幅作用。可惜他不会。四处搜查一下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，都注意一下安全。放心吧，那些人肯定都走了。人员四散，开始搜查起来。至于安娜，铃木没有让她和舒心离开，他想着一会遇到不认识的东西，问他就好了。走着走着，铃木来到一处大门前，看着眼前的大门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仓库。砰！一脚踹开大门，果然里面都是各种矿石木材，金银器具也有。在一堆器物中，铃木发现了一把通体银白的长剑，上面散发着淡淡的白光，怎么看都与圣焰十字架有些像。铃木拿起长剑来到安娜身边，安娜连忙后退一步。大哥大哥，我现在多听话，你就不要把这个东西对着我了。安娜一脸恐惧地看着铃木手中的长剑。铃木脑门挂着黑线，一脸无语。我就是问问你，这长剑是什么？你至于吗？这看起来应该是教廷用的圣剑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些人手中。无论是样式还是制式，都和他星球的教廷武器很像。但这个小镇的人，安娜可以肯定地说，肯定不是他们星球的人。服装、装备、语言都不是。那他们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我看那里还有好几把。铃木这些天可就遇到这么一个小镇，这么几个人。要说这些人抢的话，多少有些牵强。真有这种实力，应该不会来到这里。那就不知道了。安娜耸耸肩，在她看来，这东西肯定是抢的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不禁想起以前看的小说，各个位面的人都信奉一个神，神为了抢夺信仰，降临显圣什么的。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个星球的人和安娜星球的人是一个神在统治？铃木越想越觉得合理，甚至这个游戏就是神在运作也说不定。寻找东西是漫长的，1小时后，众人再次聚集在一起。队长，一共8个仓库里面摆放着至少1大半的物资，大概有一部分被带走了，但剩余的依旧很多。队长，我们在城中心的房子找到了几个办公室，里面放着很多手写的笔记本和书籍。队长，整个小镇一个活人都没有了，他们应该跑了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发现了一个通道，但没敢派人进去。铃木点点头，那个通道你们多弄一些石头，全部给堵死了。
其实最好的方式是炸他，但铃木想留着，万一以后还有用呢。你们自己商量一下，怎么轮班？发现敌人直接拉响警报。是。铃木在小胖子的带领下，来到了所谓的几个办公室。里面的很简单，就一个书架、一张桌子、一把椅子。楼上楼下一共4个办公室，而在2层最里面的办公室最大。铃木坐在椅子上，翻开桌子上的笔记本，里面明明是他不认识的文字，他居然可以知道意思。想必这也是这个游戏的一个功能吧。新神历3000年6月2日，当我清醒的时候，我出现在一个高大的建筑物中。第112章，车载防护法阵。这里的建筑并不是我的家乡，那上百米的建筑物是怎么制作出来的？新神历3000年6月5日，这是我来到这里的第4天。原来这里叫求生游戏，每个人都要寻找物资才能活下来。今天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了，我只知道今天是我来的第10天，我们小队已经4个人了，遭遇了5次袭击，我们坚强的活了下来。第20天，天啊，我们今天居然遇到了活着的龙，而我们的任务就是利用各种工具活下来。第3年02个月012天，我们的废墟求生游戏结束了，但我感觉真正的生存游戏才刚开始。第6年，这个世界是有土著的，他们很强，那些神奇的机械很可怕。不，也许他们和我们也是同样的游戏幸存者。第10年，我们遭遇了强大的敌人，不知道是哪个星球的，也不知道在这里生存了多少年。铃木简单的翻看手上的日记，可以看得出这个本子应该不是这个小镇人的，不然也不会将这种东西落下来。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第20年，后面就没有了，不知道是死了，还是说这个人不想记录了。20年，铃木揉了揉太阳穴，这比想象的还要惨，居然在这里生活了20年时间，一直没有回到自己的星球，是达不到回去的条件，还是说根本就无法回去？不会一辈子都要留在这里吧？铃木眼神中充满了忧虑，这要是真的留在这里，那他就要好好计划一番了，不能像现在这么随意了。安娜，你也有联络器吗？你是说这个东西吗？安娜从雄尾深处掏出一条项链，项链上挂着一个红色的圆形珠子，除了颜色不同外，和铃木他们的车辆核心一模一样。没错，你也能联系到其他人是吧？你们还有多少人？当然能联系，不过我很少联系，毕竟我可是魅魔，可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种族。至于人数嘛，这些年下来还有不到100万人了，死亡的速度可是很快的。曾经我们可是有10亿人进来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10亿？你们一开始那是有多少人？他来到2楼的窗户向外看去，在月光下，整个小镇充满了宁静的气息。如果说这里不是一个求生的世界，在这里生活一辈子其实也挺不错的，但显然这是不可能的。次日，队长，我们发现了神秘的符文石片，我们猜测应该是这个城市的保护阵法。张谦一脸兴奋地跑来，如果这东西修好了，他们留在这里，那不也挺好吗？至于开车，那还开什么车？在张谦的带领下，一行人来到小镇中心。中心有一个小水池，水池之中确实有一个石片，上面画着繁琐的神秘纹路，是保护法阵，可惜能源已经消耗没了。安娜摇摇头，这东西一时半会都没有用了。哦，那它的能源怎么获得？进入空间隧道，参与任务就有机会获得神秘元素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铃木挑挑眉，获得神秘元素啊，4个神秘元素就可以支撑起一个防护法阵。全是神秘元素，他别的不多，就是神秘元素多。一张图纸分解完之后，可是能够获得1至5个数量不等的神秘元素的。他现在手上有几百个神秘元素，而图纸他手上更多，毕竟随便获取一次图纸就是上百，能不多吗？这个法阵能拿出来吗？应该可以的吧。安娜也不确定，毕竟她一直都是一个人行动，知道这些也都是在聊天频道中看到的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他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不知道行不行。要知道整个车队的车辆都已经开启了避难所模式，而这些车辆展开不就是一个小镇吗？那何必要留在这个小镇中呢？张谦将里面那个法阵拿出来。好，张谦跳进水池中，将手伸进去，轻轻一抠，石片就拿了出来。张谦一脸诧异，这不是一个城镇的防护法阵吗？居然这么简单就拿出来了。队长，这……铃木伸出手接过法阵，关于法阵属性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防御魔法阵，初级防护阵法，能够抵挡住1万度能量攻击，笼罩范围方圆3公里。04神秘元素，居然只是初级的防护阵，这要是高级的，那他岂不是都攻不破？至于这个1万度能量，应该是对攻击的一种度量方式吧。你们继续探索一下这里，不要遗漏。至于你先跟着输一把。安排好一切后，铃木就朝着自己的车辆赶去，他要试试自己的想法能不能实现。回到车内，铃木直接打开改装技能，将防御魔法阵
加装在车上并具有对应能力。这一次给出的速度非常快。车载防御魔法阵，阵石 X1， 秘银 X1， 神秘元素 X4。铃木挑挑眉，就这么简单？对他来说是简单的，但对其他人却是很难的。毕竟这个东西一般人只能固定在原地使用，而他直接弄出个移动版。倒不是说这个阵石换个城市就用不了，而是在阵石下方布置纹路，这一点就难倒了 99% 的人。同为一个体系的星球，也有各自的区分，更何况是这个游戏提供的物品，那区别会更大。而铃木的这个技能直接跳过这个，自动帮他解决。改造，光芒闪过，在铃木身后的客厅的地面上出现了神秘纹路和符文，直接将整个防护阵法与车辆相结合。铃木连忙查看信息，可千万别给弄坏了。车载防御魔法阵，初级车载防护阵法，能够抵挡住10000度能量攻击，笼罩范围方圆1公里。04神秘元素，还真发生了变化，这个笼罩范围变小了，但对他这个车队来说足够了。就算所有的车全都展开，这大小也足够用了，顶多密集一点。铃木摸随着下巴，那就再加强一下。第113章，这个先不提，让人过来再说。连续加强了3次，材料用了不少。第4次完全没有必要了，各种材料居然都上万了。此时的防御法阵已经达到了10万度能量的护罩，以及方圆5公里的笼罩范围。次日一早，铃木的车队驶离了这里。坐在书役车中的安娜时不时的回头看向身后的镇子，眼皮狂跳不止。只见原先的小镇已经什么都没有了，房子全部消失，就连城镇中的那个小水池也被扒掉了。你们一直都是这样的吗？书役嘴角抽了抽，以前其实还好，多少还是会留下很多的，只是这一次不知道为什么。他记得没错的话，在炎热地狱初期的时候，那些小镇可没有这种待遇。谁知道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安娜坐在副驾驶悠悠地说道：你知道吗？在我们星球有一个种族，名字叫塔布克族，是一个半兽人种族。这个种族有一个令人厌恶的特点，那就是去一个地方什么都不会留下，能带走的全部带走，带不走的全部破坏掉。嗨，书役差点没被自己的口水呛死。你这说的不就是我们吗？我劝你最好不要说这种话，尤其是当着铃木的面，不然你死定了。安娜看了一眼自己脖子上的项圈，深深地叹了口气。这辈子就困在这里了。不对，安娜眼神亮起，你们的寿命普遍是多少？在他们的星球上，人类的寿命平均只有45年，只有修炼者的寿命才会增强。这个嘛，如果没病没灾的话，应该在80多吧。书役思考一下说道。安娜眼神一亮，也就是说60年后他就可以离开了。这对于他长达500多年的寿命来说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瞬间他的心情就好多了，不就是几十年吗？等等就过去了。一阵欢快的口哨声从安娜口中响起。书役有些诧异地看了安娜一眼，怎么突然之间变得这么开心？虽然不知道他吹的什么歌曲，但从这个欢快的调上，他还是可以感受到安娜的心情的。书役摇摇头，继续开着车。铃木车上，他一边开着车，一边看着手中的一个笔记本。办公室所有的笔记本他都带上了，想从中寻找有价值的资料。这不，2本有用的笔记本被他拿了出来，只是他根本就看不懂了。在他手中的笔记本的第1页写着斗气修炼法，阿法诺斯家族。然而对于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种东西的人来说，无疑说是一本天书。铃木想了想，打开改造技能，将书扔了进去，改造成一个可以自动修炼的装置。叮，无法改造。行吧，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能够修炼的笔记，居然还修炼不了。他不禁看了一眼那个魔法详解，也同样看不懂。铃木不禁怀疑，那些穿越到西幻世界中的人是怎么修炼的，这根本就理解不来啊。难道是因为自己没有老师？好像也只有这一个解释了。主人，您是想要修炼吗？铃木诧异地看向001，怎么，你有办法吗？不确定，但是我可以帮助主人进行解析，具体有没有效果并不清楚。那你试试吧。铃木并不抱有任何期望，随后将2个笔记本交给001。他打开聊天频道，想看看大家的处境。当看到上面的数字时，就知道了，大家处境并不是很好。9800万，就这么2天的时间，死掉了6000多万人。这到底经历了什么东西？带哥们救命啊！谁拉我进车队，我赶紧传送。一群穿着盔甲的人，骑着马，速度能够干到140公里每小时，谁敢信？救命啊！我们车队被食人魔包围了，根本跑不掉啊！谁家食人魔5米高啊？这不是要人命吗？大家都这么惨吗？那我就放心了。我这里是20米高的山地巨人，我感觉我已经死了。山地巨人算什么？我特么遇见了龙，不对，应该说是西方蜥蜴龙，还是会喷火的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这帮人怎么这么惨，遇到这么奇葩的东西？
他不禁想到，要是他遇到这些东西怎么办？好像除了蜥蜴龙，其他的都能够搞定。这么一想，问题不大。滋滋木哥，聊天频道有很多人想进入车队，这些人我们要吗？舒心的声音从中传来。对啊，他怎么将这件事忘记了？他连忙说道：舒心，你和赵景商量这件事，记住要自身条件好的，硬性条件车辆核心达到 LV6， 剩下的事情你们两个自行商议。那项圈的事，铃木思索了一下，这个先不提，先让人过来再说。听话就给戴上项圈，不听话的东西留下就是了。都不知道要在这里待多久，资源能弄来一些是一些。心狠吗？反正都是要死，不如死的有价值一些。随后他打开邮箱，在邮箱最上方，一个人给他发了33条信息。看着这人的名字，铃木嘴角勾起一丝笑意。你不是不加入吗？怎么还发信息了？铃木打开一看，好家伙，几乎1小时2条这么发，期间还有语音通话请求。一开始还是询问在不在，后面直接就求救。最近的一条信息是1小时前，我们车队加入，请联系江寒。铃木不急不缓地打开车队排行，秦人车队只剩下了12辆车，资源也少了很大一部分，看来情况有些凄惨。铃木不急不缓地打了语音过去，秒接。喂，铃木，我们秦人车队答应加入你们的车队，请让我们过去。江寒语气急促。这当然没有问题，退队再加入可是有等待时间的。赵景能够那么快加入进来，那是邀请函的力量，而现在他手上可没有邀请函了。我有特殊道具车队传送卷轴，你只要告诉我坐标，我可以立马过去。在遭遇之前的危机时，他就想用来着，只是一直没有舍得。东西只有一个，而且他不知道自己随便输入的坐标是什么。万一是水里怎么办？万一是火山怎么办？万一是其他的敌人怎么办？坐标？这在哪里看？第114章自由，早就没了。铃木还是第一次知道，这居然还有坐标的。江寒一愣，这人居然不知道坐标。你这么强的车队，应该有雷达吧？在雷达右下角就有坐标。铃木看向车上的雷达，确实是有一串数字，甚至连小数点后4位都有。他拿起对讲机，车队停止行进，等待通知。车队缓缓停下，铃木将车队所在坐标告知江寒，随后从背包中取出30个禁锢项圈。车室只有那么几辆车，但人却不一定。很快，一道光芒闪过，在他们不远处，一个车队出现。001，去接触一下，让他们把项圈带上。他见面是不可能见面的，热武器他可扛不住。等确定安全了再说。好的，主人。001拿着一把禁锢项圈走下车，直奔刚出现的车队。江寒看着远处的车队，内心一松，总算是逃离那里了。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运气怎么会那么差，四周都是人，根本就没有地方跑。谁见了都想给他一刀，简直就是离谱。队长，一个女人过来了，咱们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都给我消停待着，想要活下来就给我听话。江寒眼神中充满了警告。这个时候谁要是给他惹麻烦，他不介意弄死他。可是带上那个东西后，我们不就失去自由了吗？这人一脸委屈。现在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带上之后那限制可就多了。江寒嗤笑一声，自由？你告诉我什么是自由？你现在还能回去吗？老子告诉你，来到这个游戏后就没有了自由。他都怀疑这些人有没有脑子，还他妈和他说自由，自由早他妈没了。众人一愣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哈。那戴上项圈也不是不能接受。这时001走到了江寒身前，你是他们的负责人吧？项圈是你们自己戴还是我帮你们？听着001清冷的声音，江寒一脸不自在，但他还不得不戴。感觉自己现在好像一条狗，就差一条链子了。我们自己来吧。12辆车，一共22个人。江寒接过项圈，一个个分发下去，想要活着就乖乖戴上。谁敢不让我活命，我就让谁先死。他的眼神一一扫过这些曾经的队员，因为现在这些人成为了铃木的人。众人默然不语，依次戴上项圈。见状，铃木也下了车，缓步走到江寒面前。当时我就说邀请你，那时候你的队员那么多。后面话铃木没有说，现在这些人已经归他了，也没必要去损人了。江寒抿了抿嘴唇，那些死去的队员可都是他精挑细选留下来，人死了他当然心疼，但已经做错的事已经无法改变，他还能怎么办？走吧，我带你们见一下今后你们的队友，7天之后我再将你们纳入战队中。赵景他们在得到铃木通知之后也都下了车。看到远处一众女人后，江寒小队的男人眼神冒着金光。队长，这里简直就是天堂。江寒眯着眼睛看着眼前的黄毛，低声说道，收起你那不该有的心思，不然你就等着被埋吧。黄毛浑身一抖，他相信江寒耐够干出这种事，
毕竟车队被埋的可不少。长期的相处下，黄毛很了解江寒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下手黑是他的代名词，甭管是待在一起多久的队友，一旦犯错，你最好祈祷少你一颗子弹，不然。听到江寒的话，众人瞬间变得十分顺从，就连看赵景的队员都是偷偷的看，不敢明目张胆的看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情人车队的队长，以后就加入我们了。这位呢是玫瑰车队的队长，你们好好认识，因为这个赵景负责整个车队的事情，你以后也归他管。江寒一脸吃惊的看着赵景，啥玩意？这个女的负责整个车队，你这权力就全扔了？不过想想也是，脖子上戴着项圈还怕什么？赵景一脸无奈，确实是负责人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那么多，他现在真的好想不干。嗨嗨，铃木队长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江寒作为情人车队的队长，能力肯定特别突出，我能不能将一半的事情交给他处理？赵景一脸希冀地看着铃木，希望从他口中得到同意二字。听到这句话，江寒更不解了，这还带送权力的？做不了队长，做一个副队长不也挺好的吗？虽说是带着项圈的副队长，但这也算是对吧？铃木耸耸肩，我都行，只要事情办好，怎么都可以。赵景负责也好，还是说舒逸负责也好，亦或者说让江寒负责，无论怎样对他来说没有任何影响，他只要一个听他话，属于他的战队就行。丑话我先说到前头，你们是3支队伍，不应该说是4支队伍组合而成。张骞我没给你任务，心里不会怪我吧？铃木的话没有错，一开始的20辆车是2个车队组合而成，至于舒心、舒逸等人，也不过是他抓来的俘虏，之后变成了他的队员。剩下的不用说了，玫瑰车队和情人车队，而这就是铃木帅比车队的构架。车队中的小圈子，铃木并不在意，只要给他带来价值，其他都不是问题。张骞连忙陪笑，当然不会，我觉得这样我还挺轻松的。这可是他的心里话，赵景那一天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他可看在眼里。之前车队没事，是铃木不把这个当成事，但赵景接受之后，可不能这么去做。铃木点点头，车队成分复杂，都有各自的小圈子，这个我能够理解。但我就说一点，有圈子我不管，但是发生了冲突，那就不好意思了。谁的错谁认罚，不要和我下次不敢了，我没有那个功夫。所以做什么事之前，仔细考虑后果。他不是法官，还给他们弄什么3、5、7年的，出了事情就2条路可选，要么死，要么活，顶多死之前再榨干利用价值就是了。对于铃木话，众人是赞同的，关键是不敢不赞同。第115章，运气。他最不缺的就是他有输意。1周后，江寒等人正式加入到铃木的车队，车队车辆变成了53辆，人员也快要破100了。但在铃木心中，这个车队2字已经可有可无了。资源乘3，那也要有资源箱才行。然而1周过去了，别说资源箱了，就是资源也没遇见几个。资源探查技能倒是显示了不少资源，要么数量少，要么就是不好采集。安娜靠在副驾驶，看着远处发呆。自从昨天开始，安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，舒逸一直都没有打扰，只不过内心有些担忧。在一起时间长了，舒逸觉得安娜虽说不是人类，但内心并不是很坏。安娜，你怎么了？你已经连续2天都在发呆。安娜依旧看着窗外，头也不回地说道，看到侧面那个连绵不绝的山峰没有，在那里面就是一个个城池小镇，人们之间不断杀伐，全都是为了资源。而这面虽然也有战争，但远没有里面频繁。安娜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，没想到这么快就看到群山了。舒逸透过车窗看去，连绵不绝的黑山，山间消失在乌云之中，红色的闪电在乌云之中不断的闪烁。舒逸咽了咽唾沫，这看起来很危险的样子。报告队长，侧方的山中就是我之前在的地方，里面很危险，我们要不要远离那里？舒逸瞳孔骤缩，看向对讲机，对讲机中是江寒的声音：大哥，你疯了？你给铃木说这个，他肯定要去啊。他猜的没错，铃木开始问了，里面什么情况？里面有各个队伍之间互相征伐抢夺资源，我们当时被当成了目标，损失惨重。坐在驾驶位的铃木摩挲着下巴，按照他们行进的路线，后面肯定会抵达那些群山脚下。这座山从昨天就遇见了，而今天依旧在，由此可见其长度，甚至根本望不到头。舒逸，安娜知道这座山的情况吗？舒逸无奈地拿起对讲机，知道，我知道了，以最快的速度前进。他倒是要看看这座山是什么情况。这1周的时间里，他们每天都行进了上千公里，然而人类除了最开始的小镇外，一个都没有遇到。除了荒野就是荒野，就连野兽都少得可怜。对这里，铃木早就待够了。如果一直这么下去，资源早晚会有用完的一天。铃木不禁看向远处的山脉，要是里面真的像江寒说的那样，进去也不是不行。至于危险，他并不怕。
在之前的那个小镇，铃木将一张复活卡放在了一个地下室中，即便他出现了意外，也能够复活到小镇这里，直接远离危险。昨天他则将一个替死娃娃放在了一个湖泊旁，两手准备，问题不大。而他手上还有一个替死娃娃，这一个他打算带进去看看。铃木打开信箱，消息依旧是那些，没有任何变化。期待中的车队排名奖励并没有出现，是那个游戏设计人忘记了，还是什么情况？舒心，在频道问问车队奖励大家有没有收到。是。片刻后，车队奖励有些人收到了，有些人没收到。不过奖励好像很一般，和之前的不能相比。铃木眉头紧皱，这到底什么情况？他第一名没有奖励，反而其他人有。天色渐黑，车队停了下来。远处的山脉距离他们很近，离近看，这些山脉的高度一点都不低，整体给人一种压抑的感觉。铃木将安娜叫上了车。里面怎么过去？飞过去或者走小路爬上去，但山里面很危险，我并不建议你去。即便是禁咒法师也有死亡的风险，并不适合实力低的人。铃木摇摇头，人是人，机器是机器，只要里面的生命还属于人的范畴，我并不害怕。那个黑龙就不属于人类的范畴。安娜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坐在沙发上。咱们不是在求生游戏中吗？那里面就相当于求生游戏的交战区，而这外面就相当于安全区。而这座山脉就是隔离带，它并不是只有一层山脉，而是3层山脉，足足上百公里的距离。而这个山脉很长，反正我在绕着山脉走了半年，依旧没有看到尽头。我怀疑这是一个圈。安娜逃了出来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去。她的实力并不强，根本无法在里面长久的生存。不过在外面生存也很简单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一脸思索。要是这么说的话，一切都合理了。为什么外面没有人？为什么资源那么少？为什么这么安全？那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在安全区？这一点是他最不能理解的。安娜耸了耸肩，可能是因为你太强了，所以让你在安全区不要参与到游戏中，直到你资源用尽后死亡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好阴险的游戏制作者。他怎么就强了？他就算强，那也是正常的游戏情况下，他又没有利用漏洞，又没使用外挂，凭什么不让他参加？怪不得他怎么一个车队都看不到，原来这安全区内就只有他一个车队在。那之前的那个小镇呢？应该是从里面逃出来的吧？想来他们应该也死了不少人。山脉可不只是山脉，其中也是各种凶兽的游乐场。如果说那么好逃出来的话，大家早就逃跑了。铃木看着远处的山脉，既然如此，那我更要进去看看了。毕竟在这里要待多久并不清楚，不早些准备根本就无法活下去。安娜并不看好铃木，继续说道：你不要忘记了，这里面可是有很多星球的人，一般都是相同实力的人放在一起，但你要穿过山脉过去，也许会遇到强大的敌人的。这就要看你运气好不好了，运气好就是山清水秀，运气不好就是安息之地。运气他最不缺，他有书意。铃木不禁考虑要不要提高一下书意的待遇。还有他的妹妹，想让马儿跑的让马儿吃草。铃木看着远处的山脉，不急不急，再跑一段时间看看。第116章直接穿过去。又是1周时间过去了，车队一直终于靠近山脉了。而这1周，别说人类了，就是其他生物都很少见，就连资源铃木已经很少补充，每天都在坐吃山空。就是他的这座山有些大，连个山尖都没有崩掉。看着侧面高大的山脉，铃木相信了安娜的话，外界真的是安全区，只不过幸存者要么死亡，要么跑得很远。那接下来就是进到里面看看了。所有人停车，休整1天，明天进入大山中。车队停了下来，该准备食物的准备食物，探索的探索，各司其职。安娜坐在一旁，看着远处的山峰，脸上露出忧愁的神色。如果有得选，她当时绝对不会招惹铃木这个疯子。没错，在她的眼中，铃木就是个疯子。虽说这外界资源确实少，但用心还是能够活下来的，只不过要累一些而已。但要是进去，可能下一秒人就会死。她的寿命还有很多，可不想那么早的死。对于安娜是什么想法，铃木才不会管。既然回不去，那就活得轰轰烈烈不好吗？吃饭休息，整装待发。1小时后，你们自己分配，2、3、4层足够安顿你们这些人的了。所有的车辆全部被铃木收进了背包中，而这些人则是安顿在车中。1层就剩下铃木、舒逸以及安娜3人。车子形态准备，直接变化为直升机。你这……铃木这个操作给安娜弄不会了。他还想着这么多人这么多的车，他要怎么过去？结果这车子上方居然还有空间，他将所有人都收到一个地方里去了。你这不是作弊吗？我怎么了？你不是说要么飞过去，要么从小路穿过去吗？我这不就选择飞过去吗？有问题吗？安娜嘴角抽了抽，没问题，绝对没问题。可从这穿过去，
你根本就不知道将要面对的是什么，万一是强大的种族势力，肯定会死的。这个车一炸，所有人全都要陪葬。这个好办，舒逸你去开飞机，就跟开车一样。傻瓜式操作，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技巧，不就是运气吗？这不就是现成的运气吗？他开和你开有什么区别吗？他是我们的经理，我们大多数资源都是靠他带领找来的。关于这点，铃木不服都不行。舒逸的运气简直就是逆天。安娜一脸无语地看着铃木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人？可在天上飞，时刻还要防备闪电。这个也没问题，咱们有移动式防护阵。铃木直接将防护阵打开，一个淡黄色光照浮现，随后慢慢消失。安娜眨巴眼睛，好像真的能够过去。铃木和安娜坐到沙发上，001走了过来。主人要什么喝点什么，弄点水就行了，不用那么麻烦。飞机稳稳起飞，随后向着远处山脉中间的缝隙冲去。安娜浑身紧绷，抓着沙发扶手的右手苍白无比。不用这么紧张，不就是闪电吗？那都是小意思。安娜快哭了，哪有那么简单？还有风和火呀！铃木挑挑眉，这你也没说呀。我这不是才想起来吗？你看下面，透过前方的玻璃，刚刚穿过第一座山脉后，下面一片火海，时不时的还会有火焰喷涌而出，直达云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好在这个车有防御法阵，不然还真飞不过去。问题不大，只是火焰而已。轰！一阵狂风袭来，飞机机身不断颤动。舒逸死死地抓着方向盘，右手搭在一旁的一个控制器上。木哥，这个风有些大，咱们该怎么办？机身已经开始发生偏移，直接远离了刚才的航线。铃木不在意的摆摆手，你就放心开，绝对出不了问题。防御法阵可是被他强化了3次，这点风险都扛不住的话，那就有些太垃圾了。狂风、火焰、雷电不断攻击着飞机，就如同飞机身上安装了定位一般，每一次都会击中。但无论怎么攻击，飞机都一点事都没有。见此，安娜放松了下来。你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？我几乎用光了我所有的存货才逃出来，你为什么会没事？铃木拿起桌子上的矿泉水，浅浅的喝了一口。人和人的实力是不一样的，基操罢了。安娜不知道什么叫基操，但她这个样子真的很欠揍。滋，一阵电流从安娜身上闪过，安娜瞬间脸色变得通红。随后在铃木震惊的目光中，就看到这电流持续了半小时的时间。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，居然从安娜的脸上看到了满意2字。铃木眼皮跳了跳。舒逸，他这种情况持续了多久了？舒逸回忆了一下，2天1次吧。铃木不禁有些怀疑，这个东西对安娜来说到底是一种限制，还是一种享受？这不科学啊！半个小时的时间，飞机已经来到了第3片山脉，只要穿过这里就到达了里面。乌云马上就结束了，里面的天空是蓝色的。原来乌云只覆盖山脉这里啊！铃木一直以为这里面都是乌云呢，那这么看来，里面的环境也还算不错嘛。历经1小时的时间，总算横穿了3座山脉。虽然遭遇了一定的风险，但对铃木的飞机来说一点伤害都没有，毕竟有防御法阵保护。这时，安娜从地上站了起来，神色如常地坐回沙发上。嗨嗨，年轻人适可而止，透支身体可不好。可我是魅魔呀，不这样会死的。铃木无言以对。难道魅魔必须要这样吗？他想了想问道。那你们提升实力不会是和男人？没错，只不过普通人不抗息，半小时就没了。没了？就是变成皮包骨，寿命的尽头。安娜眼神一亮，你要不要试试？你的身体素质我看还挺不错的。说完这句话，安娜眼神更亮了，项链居然没有反应。也就是说，第117章，房子也要给我拆掉。然而铃木根本就不给他机会。不，你不要有这种想法，不然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那快对我不客气吧。铃木，这特么是个什么鬼东西？他直接转过头不理会他。安娜直接靠近了过来。铃木打了个响指，一股强大的电流席卷安娜全身。啊！安娜惨叫一声后，整个人躺在地上不断痉挛。原来不是不行，而是功率没有调到最大。为了安全起见，铃木当时将这个项圈的功率进行了限制，不然早就有人被电成了焦尸。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安娜的声音从地上响了起来。算了，这确实是没用，最高功率也没有办法。名副其实，禁锢项圈，只能禁锢。飞机此时已经飞出了乌云笼罩的区域，来到了正常天气的范围内。在空中可以看到，地面上有很多村落城镇，在远处还能看到城市，而越远离山脉这里，越发的密集。飞机缓缓降落，在飞机不远处就有一个村落。10分钟后，所有人都从车内走了出来，铃木也将车子从背包中取出。看着四周的环境，众人一脸好奇。这里就是所谓的里面吗？好像与外界没有什么区别吧。队长，我们就这么进来了？
张谦一脸疑惑，不是说会很危险吗？他们怎么什么都没有感受到？进来了，远处就是一个村落，咱们一会过去抢夺资源。没错，就是抢夺。资源这种东西还需要自己去找吗？直接找一个现成的动手拿不就行吗？用不了多久，安娜就能见证了一代匪患的崛起。别人都是固定在一个地区，慢慢探索附近的情况，之后采集资源与其他势力对抗。到了铃木这里，直接就变成了新时代马匪。众人回到自己的车上，保持队形，在舒逸的车辆带领下驶离这个地区。那个村庄距离这里大概就只有50公里左右，但因为这里没有公路，道路很难走，整个车队限制得很严重。对此，铃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只能这么慢悠悠地开着。他不禁想到，以后要不要找一个根据地，从根据地开始修建公路，之后铺满整个星球。随后他摇摇头，这简直就是异想天开。铃木打开聊天频道，一段时间没打开，里面的人数再次锐减，直接掉到了5000万人。由此可见，这个世界的危险性有多大。我们3个车队建立了一个村落，你们要不要加入？我们蓝星人要联合起来，才能够打得过其他人。拉倒吧，我这的敌人连子弹都不怕，还玩什么？傻呀，寻找什么魔法斗技那些学啊？我现在已经能够释放火球术了。我靠，你牛逼，不知道你能不能扛住我一发子弹？居然有人学会了火球术，这玩意真的假的？他到现在都没弄明白那个斗气应该怎么修炼。001给他分析出来，也告诉他怎么运行，可这东西不是知道就行的。不行，他也要开始研究了。装备好是好，但自身也要变强起来才行。抵达村落后，铃木先看了一眼里面的情况。队长，这里面的人怎么长得乌漆嘛黑的？那就不是蓝星人，直接杀了吧。面对众多的重机枪，手拿冷兵器的村落根本就抵挡不住。下车，把房子全都给我拆了，不要放过任何有用的东西。半小时之后，整个村落只剩下来尸体。随后的1周时间中，铃木一共摧毁了30多个村落。没错，就是摧毁，所有能够分解的东西全部都被他分解了。尸体因为都是类人生物，铃木没下得去那个狠心，就留了下来。一处空间平原区域，铃木展开了防护法阵。赵景开始着手准备今天的饭菜。铃木来到安娜身边，你教我的不对啊，我怎么学不会？他已经和安娜学习1周了，然而却一点进展都没有。安娜翻了个白眼，你知道斗气这种东西是要从小练习的，怎么可能几天就会？你在做什么梦？铃木居然让他几天就教会，这不是难为人吗？你确定不是因为我学会之后寿命变长你逃不掉所以不教？铃木一脸怀疑地看着他，这件事放在他身上未必没有可能。安娜一脸无语，修炼这个东西也是要天赋的，即便你能够学会，又能学会到什么境界？达到个3阶4阶对寿命影响微乎其微，他会在乎这个？多几十年对他根本没有影响。况且现在他不想走了，在安娜看来，这个车队好像很安全，至少他是没见过哪个队伍能够在1周时间扫荡30个村子。这30个村落为铃木提供了不少物资，可惜食物什么的数量还是太少了，也仅仅是补充了这一段时间的消耗罢了。他的目的地可是大量的资源，好为接下来做准备。队伍不用太多，准备个上万人队伍就足够了。到时候称霸一方，就算回不去，那也要做个土皇帝不是？你知道什么地方的资源多吗？当然是城市了，但那些城市都是存在许久，根本就打不过，我劝你不要想了。铃木摩擦着下巴，时间长未必代表防御一定强，可惜他现在没有什么太过于强大的武器，什么时候能够碰到那个传送门就好了，让他去完成任务获取资源。要是弄到超级强大的图纸多好，他的改装技能只能改装他的车，要是能够把其他人的车也改装了就好了。哎，太难了。一个又一个食物被端上餐桌，一张10人的桌子足足摆了16道菜。安娜嘴角抽了抽，她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昨天还在说资源太少来着，结果今天就弄出16道菜来了。你不是说要节省吗？是啊，是要节省，但今天是周末，当然要吃点好的了。啤酒饮料也都摆了上来，大家放心吃放心喝，不用担心食物不够。距离这里不远就有一个城镇，里面资源足够我们用了。队长威武！众人一脸兴奋，这生活可比之前好太多了。安娜悄悄对舒逸问道，你们这个队长以前是不是干强盗的？第118章，发照片发视频，他们肯定会来。听铃木的意思，远处的城镇就如同他的仓库一般。不过以车队目前的实力来看，倒也没说错。但安娜还是没有适应，在他的星球不是没有这样的人，只不过那些强盗也只是抢夺路过的商队而已。至于城镇，他们可不敢，也就是那些小型村落才敢动手。舒逸先是点点头，随后又摇摇头，他之前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，但我们这些人都被他抢过。安娜脑袋半天没转过来，你先等等，你是说你们这些人都是被抢的？
他一直以为铃木说的是张骞那些人，没想到舒逸也是。舒逸点点头。安娜想了想，继续问道：“你该不会是说，你们全都是他抢的吧？他一个人抢了这么多人，这乃是强盗啊！谁家强盗连人都抢啊？”舒逸一脸无奈的点点头。事实就是这样。安娜看了一眼铃木，这他还能从这里离开吗？要是他后面寿命变长了，这他以后岂不是要一直在这里了？次日，那个城镇遭到了铃木的袭击，炮弹是他最强大的攻击方式。眼前这个城镇要比他们在外面遇见的城镇要大得多，防护措施也要好得多。足足轰击了4个小时的时间，才将护盾轰击开，而所消耗的资源更是不计其数。但看到仓库中的物品时，铃木乐开了花，足足是他消耗的10倍物资，一波大赚特赚。更别说还有那么多可以用来回收的物品，资源更是丰富了不少。等到离开时再将这里拆掉，那就又是一笔物资，怎么算都合适。不过现阶段还不能离开。铃木站在城镇最高的建筑钟楼塔间，瞭望四周。这座城镇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城镇，他要以这里为起点，向四周扩散。四周所有的村落都是他的目标。以车队目前的人数以及武器装备，足以分成3队。想到这里，他来到办公室，将赵景几个曾经的队长叫了过来。看着眼前的几人，铃木满意的点点头。作为能够从游戏中一直存活到现在的2名队长，铃木相信他们能够做好的。至于另一个张骞，虽然弱了一点，但可以执行其他的任务。叫你们过来，是打算给你们分配任务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个城镇将作为我们的基地。几人一愣，不继续行进了。铃木这是转性吗？那资源，今天叫你们来就是说一说资源的问题。江寒，你带着你的队伍寻找小一点的村落，全部摧毁，所有资源都带回来。赵景也同样，只不过你要找的是大型村落。至于你张骞，去找时空之门，或者说叫传送门，总之就是那种有任务的门。但记住一定不要进去，发现之后先通知我。张骞脸色通红，队长，我能分得清孰重孰轻，不用这么强调。不，我只是担心你死了，我又少了一个工具人。张骞嘴角抽了抽，说话还是一如既往的直接。当然，你们2个要是发现了，也要第一时间通知我，我会立马带人过去。想要有更好的武器，图纸必然少不了。之前他也说过，改装技能只能改装他一个。他要是全队强，而不是单单他一个人强。想要当土匪王、土皇帝，那必须有一支强大的队伍。众人点点头，毕竟这件事对他们也有好处的。铃木从来没有亏待他们，资源这方面从来也不卡他们，既能活命，又能够好好生活，这不比之前强多了。目送几人离开后，铃木一阵轻松，有了他们自己就能轻松了。果然有人才好办事。想了想，他抬起手表，给舒心和舒逸发去了信息。片刻后，2人来到了办公室内。你们2个现在的任务就是招收队员，100辆车的额度他一定要全用了。他算了算时间，今天晚上应该就满1个月了，之前几周都没有给奖励，这一次总该给了吧。虽不知道今天会给什么奖励，车辆晋级卡一定是会有的，说不定车队数量会增加到200辆也说不定。木哥，信息早就发了，只是要来的人很少。舒心无奈地说道。铃木眉头紧皱，不应该啊，按理说咱们这么强大的车队可能没有人来呢。他们可是第一的车队，就连国外的车队也比不上他们。符合你要求的车辆等级，核心等级的车子人家都有自己的车队，根本就不来。铃木敲打着桌子，这确实是一个问题，还真是有些伤脑筋。见铃木不说话，2人也没有打扰，而是站在一旁等待着。这时他的脑中灵光一闪，你们去找001要一些食物以及材料，制作美食和好看的衣服，总之怎么奢华怎么来。武器什么的需要什么我给你们制作，要是食物不会做就让001帮忙，到时候你配合一下。001点点头，明白主人。舒逸2姐妹对视一眼，这什么操作？木哥，您这是？铃木嘴角微翘，他们不是不来吗？他们不是觉得自己生活好吗？那就让他们什么是好生活。最近你们也不用联系了，就每天在频道中发照片发视频，辛苦你们一下，到时候多多配合。铃木已经想好了一系列措施，接下来可就看这2个女孩了。不，江颖也要加上，虽然人傻了点，但那个身材确实比2女还要好。想到江颖后，铃木对2女说道，把江颖也叫上，之后给你们3人制作几10套泳装，各种样式的都要有。啊，这又是什么？该不会是想他们穿着泳装拍照，这未免也太尴尬了吧。但面对铃木的话，他们还不得不听。对了，把安娜也叫上，加一个魅魔，效果肯定会更棒。铃木越想越兴奋，直接站起身来，现在就去办。你们先去弄吃的，我去给你们弄泳池。说完铃木就朝外跑去。舒逸和舒心站在原地对视一眼，
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要开始卖艺了。第119章，车队再次升级，战争机器。坐在车中的铃木打开改造技能，搓搓手。4楼刚好什么都没弄，现在用来改造正合适。首先是一个标准的泳池，之后是天花板，各种灯光弄好，泳池两边要有沙滩，这样看起来更高档。对于刚刚弄出来的泳池，他还是很满意的。不过这还不够，躺椅、大伞也要有，再弄得富丽堂皇一点。金锭、银锭、钻石大量输入，土到极致就是潮。铃木来到4楼，看着金色装饰，满意的点点头。这才像样嘛。下午，4女被铃木叫来了车中。你们照片什么的发了吗？实物的已经发了，反响还是挺大的。听到这话，铃木打开聊天频道。我靠，我们吃着干硬的面包和难以下咽的烤肉，你们居然还有炖菜，这合理吗？不是，那新鲜的蔬菜是什么鬼东西啊？你们就没有注意，发照片的是个美女吗？美女有个屁用，我要好吃的，我不想再吃面包了。铃木挑挑眉，面包确实是个问题。他现在手中大米也只剩下不到10吨了，估计再有几年就不够了。白面倒是有近20吨，可他不怎么愿意吃面食。大米在这里能种植吗？众人摇摇头。要说吃他们在行，但要是说种植，还是算了吧。谁知道大米该怎么种？理论上大米本就是种子，但经过处理之后，铃木并不确定能不能种出来。要不试一试，万一能种出来，那也算是自给自足了。就是不知道这里的环境是不适合种地开荒，那是刻在华国人骨子里的东西。不过这件事先放一放，先把眼前的事情搞定了再说。衣服你们准备好了吗？众女点点头。安娜面色自如，其他3女面色通红。对此安娜很不理解，那衣服不是挺好看的吗？害羞什么？那你们去换衣服，之后拍照片录制视频，你们3个都发。他就不信这么一个组合全下去，那些人不来。要是不够的话，赵景那里可还有20多名队员呢，好看的也有不少。再说了，现在读什么时候，估计给个母猪都觉得好看。想到这里，铃木眼睛眯了起来，嘴角露出笑容。而这一幕落在3女眼中却是那么的吓人。他为什么笑得这么的猥琐？不得不说，你形容的真准确。3女摇摇头，和安娜一起去一旁的换衣间，换上准备好的衣服。哇，你到底是怎么吃的？为什么会这么雄伟？江颖痴痴地看着舒逸。别说了，这玩意就是个累赘，我都不想要了。舒逸一脸无奈，他能有什么办法？江颖疑惑地看着舒心，你俩不是亲姐妹吗？怎么差距这么明显？舒心嘴角抽了抽，我也还好吧，至少比你要强一点。就在这时，安娜从隔间走了出来，听说你们在比身材，我的怎么样？3女目瞪口呆。我操，好他妈的大啊！你这不符合科学啊，谁家能长成这种啊？90、60、90已经够离谱了，这上下快到100了吧？安娜耸了耸肩，魅魔一族天生就是这样。没事，我一点都不羡慕，我这样工作更方便。很快4女从换衣间走了出来。那个，我们这身应该可以吧？听到声音，铃木回过身来。这不是你们3个怎么还穿着的是连体的啊？就这能对那些男人有什么冲击？倒是安娜的还好，正宗的少布料型比基尼，视觉冲击绝对够强。只是安娜，你给我收敛一点。看着安娜在那里搔首弄姿，铃木就一阵无语。我就是看看衣服好不好看嘛，这也有错？但看到铃木那阴沉的眼神，他还是乖乖听话的好。几人在铃木监督下下水嬉戏，3人轮流拍照拍视频发到频道中。铃木看着频道中激动的人们，满意的点点头。最多1周的时间，绝对能够收拢一大批人手，到时候再全部配备上各色武器。杰杰，嗨嗨，这片地盘就是他的了。夜里12点，邮箱中准时发送了一份邮件。他猜的没错，1个月发动1次排行，估计其他的种族也应该是有的。月度车队排行已发放，请查收。叮，获得车队升级卡 X1， 可调节激光发射器图纸 SS， 永久 X1， 小型种植园 X1。啊，没了。车辆升级卡呢？车辆核心升级卡呢？这俩怎么不给了？那这3个东西，哪一个是队员的东西？小型种植园吗？好像也就这个东西像了。小型种植园可在车内单独开一层100米 x 100米的种植空间，只需要种植即可，无需其他，植物生长速度为3倍。对于这个东西，铃木还是很满意的。他就说，如果自己不能种地，后续食物怎么解决？这不就来了？要是所有的车辆都有的话，那他就有52万平方米的种植土地。铃木一脸可惜，如果一开始将车队弄满的话，那他岂不是有100万平土地的了？这是第1名的奖励，
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。随后他使用车队升级卡，车队达到 LV3 后，车队可容纳200辆车，确实是一个好东西。除此之外，还开启了一个新的功能：战争机器，以队长车辆形态为基准，组成相应战争机器，伤害正100%，速度正20%，一切防护能力正100%。铃木一脸震惊地看着新功能，这不是要无敌了？他要是化作直升机模式，再让这些车辆组合在一起，那岂不是一个巨大的空中堡垒了？牛逼！他都不知道200辆车进行组合之后会变得多大。长度就按照70辆车算吧，平均5米，那就是350米。宽按照3辆车的宽度，平均3.5米，那就是10米。铃木摇摇头，这可不行，太窄了。算了，这个到时候研究看吧。他将目光放到唯一的一个图纸上，作为排名奖励的图纸，属性应该不会差吧？第120章不带，那就收了他的车。可调节激光发射器图纸 SS， 可将任意武器更改为激光武器。死，这不就鸟枪换大炮了吗？整体伤害大提升啊！铃木搓搓手，一脸兴奋。他连忙打开制作台，可调节激光发射器，电子元件 X10， 玻璃 X2， 银锭 X2， 铜锭 X3， 一次10个。好，这东西他多的是。制作完成之后，工作台武器自动开启激光武器制作，简直是太贴心了。铃木还以为这需要自己进行组装呢，结果就是现成的。AK 激光板，激光发射器 X1， AK 步枪 X1， 任意能源 X1。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激光发射器有了，居然还有一个能源，我直接给你安装个风力发电机好了。他现在唯一的能源就是汽油和风力发电机，连一个蓄电池都没有，他怎么搞？想到这里，铃木不禁泄气，难道激光武器用不了了？不对，他还有。他将目光放到神秘元素身上，这东西可以替代任意物品，并且自身就是一种能量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制造一个激光板 AK 应该没有问题才对。想到这里，他将一个神秘元素放了进去。叮，一把激光 AK 制作完成。AK 激光板，一发子弹 0.1 至1度能量值，弹夹一共为10000能量值， 0.1 度为普通子弹伤害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他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个防御法阵强化到第3次的时候也不过10万度罢了，那还是经过强化，没强化的只有1万度，还是4个一共1万度。要么就是攻击和防御计算方式不一样，要么就是这个东西能量利用率不一样，但具体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，单单这武器变成激光武器已经足够了。子弹速度慢，但激光可是光啊，无论是速度还是距离都达到了提高。铃木想了想，又制作了一个，随后打开车辆改装技能，将这个武器安装在车上，之后将这个武器与风力发电机连在了一起，能量并没有什么变化。想了想，他将车子开了出去，随后开始使用激光武器。biu biu，激光发生的声音很小，但每一发子弹所爆发出来的威力确实和普通子弹差不多，但其穿透力却比普通子弹要强得多。消耗了100度能量后，铃木观察车上武器能量的变化，连接在风力发电机的武器中的能量正在缓慢增长中。见此，铃木松了口气，只要不是一次性武器就行，不然他有多少神秘元素也不够这么霍霍的。虽说他神秘元素够多，但想要补充，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分解材料。等到有合适材料后，他就不用担心了。次日清早，各小队，你们昨晚收获的是什么奖励？小型种植园。与铃木想的一样。对了，给你们安排了新的武器，放在了车队仓库中，一人拿一个。今后这将作为我们的常规武器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风力发电机，这个也安装在你们的车上，这将作为充能装备使用。片刻后，对讲机差点没炸了。我靠，队长，居然是激光武器！你抢了什么地方？无敌了！我们有这个武器，还有谁能阻挡我们？队长放心，今天我给你抢下来10个村落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帮人怎么跟悍匪一样？那能叫抢吗？那明明是借好不好？只不过借完人家离开了，他有什么办法？想还都没办法还。做个讲诚信的人太难了。拥有了新武器之后，各个小队成员发了疯似的打砸抢，寻找物资。附近的村落都被他们光顾了一遍。从高空看去，一个个小镇消失在地面之上。这些小队成员继承了铃木优秀的传统，东西一样不留，房子必须拆卸得干干净净。这也就是没有工具，要是有工具，地基都能给他掀了。下午，铃木悠哉悠哉地坐在沙发上，听着音乐，吃着小吃，生活好不自在。木哥，有车队联系我们了，想要加入我们。舒心一边从上面向下爬，一边说道，身上依旧穿着那身泳装。车队啊，你们有没有说咱们车队的规模以及项圈的事情？舒心摇摇头，这些你不是说不告诉他们吗？不用告诉他们。不过他们车队的话，
人能够过来吗？江寒他们能够过来，是因为有道具，但这个道具想来一定很稀有，不是所有人都有的。我看他给我发的坐标，距离我们这里应该不是很远，全力开的话3天时间就能到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些散人，那些我也还没有回复。说到这里，舒心也挺无奈的。之前他就负责这方面，结果一个要来的都没有。他们几人这些天就发照片，联系的人一堆又一堆，简直就是忙不过来。还是男人了解男人啊。弄点美食，弄身衣服，啧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车队那个3天时间还早。至于这些散人，你告诉这些散人可以加入到队伍中，要听队长的安排，能接受就加入进来，之后让001给带上项圈。那要是不带呢？那就收了他的车，把人扔到野外。铃木随意的说道。他现在车辆50多辆，但人有70多个，正好缺车呢。不想听话，那就不要在这里待着了。对了，这个武器给你们，到时候可以给他们演示一下武器情况，之后再说不答应带的事情。也就是刚加入队伍有保护期，不然他直接强行让他们带上。先控制车，后控制人，其他都更好说。很快就有散人通过车队传送技能传送了过来。当看到书意舞女的时候，车子里的驾驶员眼神就直了。001和他们也在一起，至于铃木则是通过屏幕观察。砰！从车上下来3名20多岁的男人，急不可耐地来到书意身前，伸手就想摸书意的脸。砰！001上前一记过肩摔，随后将一个项圈戴在对方的脖子上。被摔的这人脑子都是懵的，他刚才怎么就直接倒在地上了？随手一摸，什么玩意这是？第121章，你带你也带，不带也要带。现场一静，对方一脸懵逼地看着001，这个女人为何如此之猛？不止对方猛了，就是书意几人也是懵了。说好的头3天不能对队员出手呢，这怎么就直接过肩摔了？难道是因为没有想着杀他？铃木端着水杯的手顿在了原地，这就这么戴上了，就这么简单？难道说带这个东西不算？还是说……铃木拿起对讲机，001给剩下的2人也带上。是。001大步向前，2名男子咽了咽唾沫。你别过来啊，我们是队员，不能对我们动手。然而001却不管他们的话，直接上前抓住其中一人，将项圈戴到脖子上，随后抓住另一个，重复相同的操作。舒心看向书意，姐，就这么解决了？书意下意识的点点头，看起来好像是的。铃木挠了挠头发，难道说只有队员不能动手，但不是队员的能动手？或者说是因为001是机器人，所以才这样吗？有了这一次的经验，下一次就简单得多。依旧是他们5人站在外面迎接，态度好的自己带上，不愿意带的那就001帮忙带。总之就是你带你也带，不带也要带。当然这期间也不是没有反抗的人，但对铃木没什么影响，他还多谢这些人来送的车辆。远处已经成为铃木车队新成员的人站在了一起。我们怕不是进入土匪窝了吧？这应该是弄死的第4辆车了吧？第5辆了，12个人了。是不是土匪窝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的生活能不能变好，只要能变好，我什么都能够接受。他们已经在这个世界挣扎的时间太久了，已经对生不抱有什么希望了。但看到书意他们发的那些美食图片，真的太心动了。只不过来了之后遭遇了一些与想象不一样的情况，但这都不重要，只要晚上有好吃的，这点苦难算什么？如果真有好吃的，别说是一个项圈，就是10个他们都敢带。至于那些死亡的人，在他们看来就是不识时务，活着总比死了强。一直到晚上吃晚餐，书意他们才停止接收传送来的人。一共获得了27辆车以及33个人，也就是说现在铃木一共拥有79辆车100多人。对此铃木还是比较满意的，尤其是今天下午的车，他非常感谢那些不配合的人，白送了这么多车辆过来，简直是太完美了。晚餐铃木并没有准备的太过于丰盛，就是普通的米饭和炒菜。然而就这么普普通通的东西，这些人居然吃得狼吞虎咽，如同几百年没吃饭一般。外面的生活有这么惨吗？怎么一个个的这么惨？不知道啊，外面难道没有食物吗？野兽咱们不是遇见挺多的吗？弄死几个烤着吃不香吗？书意几人实在是已无法理解。等所有人吃完饭，铃木将人留了下来。你们在外面没有饭吃吗？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其中一个男人回答道，不是没有饭吃，而是太难吃。我们没有调料，做出来的肉什么味都没有。当然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我们1个月未必能够杀死一只野兽。野兽遇到了不少，但能不能杀的了是个问题。是啊是啊，有时候就要找那种面包树，上面长着类似黑面包的东西，又硬又难吃，但还不得不吃。这些新加入的成员开始吐槽起来。听着他们的经历，铃木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给的太好了，感觉现在给他们方便面都能吃出大餐的感觉。
接下来的2天，舒心他们重复之前的操作，主力依旧是001，其他人就在坐在那里看，尤其是在看到001过肩摔的时候，众人不禁面容扭曲。他们这些人90%都被这么摔过。2天的时间里，车队扩展到了130辆车，150多人，距离200辆车还有70辆。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人想要加入了，现在就差最后一个车队没有来，而那个车队也不过只有10辆车而已。木哥，这还有不少国外的人想要加入我们，咱们怎么办？他们怎么说？倒是没说什么，只是说大家同是蓝星人，应该互相帮助。铃木摩擦着下巴思索着，哪个国家的？什么国家的都有，差不多有40-50人，等级的话都还不错。等级不错是吧？那就拿来吧，一个一个的弄，让001出手。啊，咱们还要外国人吗？铃木摇摇头，人我不用，我要的是车。说完，铃木转身回到车上，该让那几个小队回来了。舒逸望着离去的铃木，嘴角抽了抽，你这个人可真够狠的，不过听起来确实不错。在游戏开始之初，这些外国人骂得一个比一个难听，现在报应的时候来了。接下来的半天里，一众队员看得越发兴奋，甚至有些人开始摩拳擦掌，想要代替001。铃木见此打量了一下那2人，人品一般，脾气很差，他直接就没有阻止。2人见此露出开心的笑容，压抑了这么久，终于可以释放一下了。结果刚一动手打起来，2人直接7孔流血，暴毙而死。铃木点点头，果然前3天队员之间是不能动手的，整个队伍中只有001不受这个限制，这就非常完美。下午6点，江寒和赵锦的车队传送了回来。队长，快接收物资，东西都装不下了。江寒一脸开心，这期间他们的食物铃木可是一点都不苛刻，比他们自己的时候好太多了。就这他要是不用点心，那都说不过去。队长，我这也有。2人纷纷将物资转移给铃木。铃木深吸一口气，问了2人一句话，2人瞬间呆愣在原地。车队的仓库你们为什么不用呢？你们把东西放到仓库中，我可以直接从中取走的。车队仓库铃木一直在关注，他还疑惑呢，为什么仓库装的那么慢？原来他们都放到自己的核心中了，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第122章发现任务大门，出发。2人对视一眼，深深的叹了口气，怎么突然觉得自己好傻？现在就差张谦他们小队没有回来了。舒逸，那个战队什么时候过来？按照他们的说法，明天上午9点左右就能够抵达。铃木点点头，到时候还是你们来负责，001到时候帮忙。江寒和赵景，你们2个跟我来一下。铃木带着2人来到车内，至于外面那些人，自然有舒逸他们负责。外面的情况怎么样？有没有遇到难对付的队伍？铃木打开冰箱，看着里面的饮料，想了想，拿了2瓶矿泉水出来，放到了桌子上。和这里差不多，村落的实力并不是很强，一个车队足以解决。10几挺重机枪在那里能不老实吗？更何况后面铃木还给提供了激光武器，简直就是无敌好不好？那些人实力都这么弱吗？2人齐齐点头，很弱，他们使用的都是冷兵器，热武器一个都没看到。江寒继续说道，如果非要说强的话，我遇见一队人，他们能够释放魔法和斗气，不过在重机枪面前好像也没有什么用，那个什么魔法盾、斗气护盾连5秒都顶不住，这让他们怎么输？铃木点点头，看来他们降落的位置还算不错，附近没有什么实力强大的队伍。这个舒逸运气依旧是那么好。外面那些人你们看到了吧？到时候给你们分一分，一人带一部分。队长，您看我们队伍都是女孩子，要不这些就让其他队伍带吧。一旁的江寒连忙应和道，是啊是啊，要不还是我和张谦2人分了算了。铃木有些奇怪地看着江寒，人家赵景说他还能理解，但这个江寒说就有些不能理解了。不过他也不计较这些事情，反正最终这些人还是要成立另外的队伍的。10辆车一队，对目前的情况刚好。次日，铃木坐在驾驶位上，看着外面001在教训新来的车队。果然啊，每个人刚一来都想骚扰一下吉女。很快，这个拥有10辆车的车队被收拾得服服帖帖。加上这10辆车，他现在已经有140辆车，180多人。这样他就可以分成18支队伍，其中10支队伍用来战斗，另外8支用来搜索那个时空门去做任务。铃木看了一眼背包，再次感谢国外老铁送来的车辆，希望再送几波。一上午的时间，铃木让所有人都拥有了自己的车。不得不说，存活到现在的人实力就是好，这车辆核心和车辆普遍都在6级，省了他不少的事。接下来你们就跟着江寒就好了，他会教你们怎么去做。这次合格的人会单独带队，所以你们要努力点。如果被我发现有浑水摸鱼的人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是。在江寒的带领下，上百辆车辆驶出了小镇。看着这个车队，铃木满意的点点头。呲呲队长，队长！铃木连忙拿起对讲机，
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在一处山谷中发现了一个蓝色的光门嘛，应该就是安娜说的那个任务大门吧？我靠，还真被他们找到了！把地址发我，给我守护好那里。有人进入警戒范围，直接给我杀！好不容易遇到一个，谁都不能和他抢。是。铃木放下对讲机，来到外面，看着空荡荡的小镇，脸颊抽了抽。那个赵景呢？他记得刚才赵景还在来着，他刚离开，说是另一面还没有人去，他过去看看，让他快点回来。幸好走得不远，不然这个地方只能暂时先放弃。10分钟后，赵景带着车队回来了。队长，怎么了？你们小队负责看守这个小镇，我出去一趟。安娜上车，这次你跟我走。要进去那个大门中，安娜还是有些作用的，至少她了解。至于舒心他们，则留在这里辅助赵景。带上安娜，铃木连忙出发，一路朝着张骞发送的地址赶去。半小时后，看着这个距离，铃木直接将车改成直升机形态，速度提升一大截。当天下午3点，铃木便抵达了目标所在的位置。在空中，铃木便看到了那个蓝色的光门。安娜，这是不是你说的那个大门？安娜一脸忧虑。没错，这里就是。里面的那个任务是必选的，你最好还是小心一点，任务一经领取是无法取消的。他怎么就能够找到呢？看到下方的蓝色光门，安娜越发的担忧。她虽然只是一个人，但她曾经也与人合作过，当时也是参与到这么一个大门之中，结果就是那些人全死在了里面，而她也算是命好，稀里糊涂的完成了任务，从中活着走了出来。自那以后，打死她都不想来这里。没想到最终还是来了。飞机降落到地上，张骞连忙跑了过来。队长，大门就在前面，我们是现在过去，还是先休息一会？现在就走吧，我想看看里面到底会是什么任务。是。等张骞走后，安娜一脸扭捏的走到铃木身边。铃木一脸警惕的看着安娜，总觉得她又要搞什么幺蛾子。你要干什么？那个，有话你就快说，不然就别说了。那个，你看你们进去之后，这里没有人看守，要不我留下帮你们守着大门算了。铃木一脸怀疑的看着他，你确定是要守大门，而不是不想进去？你以为你换个说法，就不知道你的想法吗？哎呀，这里面太危险了，我怕你们进去都死在里面，没有人给他们送信不是？我还真谢谢你。想走没门，必须跟我们进去。铃木启动车辆来到大门前，随后一众车辆紧随其后。开进大门，光芒一闪，一众车辆来到一个宽阔的白色空间中。欢迎来到任务空间，请选择你要执行的任务。3张标着序号的卡片落在了铃木的眼前，看着眼前的卡片，他陷入了沉思。第123章，好好说话，别逼我删你。请选择任务。铃木没有理会这个声音，而是看向安娜。你是不是来过这里？难道这里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吗？他指着眼前3张空白卡片问道。3张卡片正面什么都没有，而背面写着序号，这让他怎么选？选幸运数字吗？安娜耸耸肩，我都说了，这里很危险的。据说这里选择任务一直都是这样，说白了就是强买强卖。铃木嗤笑一声，这还想难倒我？他直接选择中间的2号，已选择2号任务。任务说明，此次为24小时追杀任务，击杀目标越多，获得的奖励越多。请注意，对方会反击，在任务过程中死亡即真实死亡。现在开始传送。13辆车被白光所笼罩后再次消失。祝你们能够和另外的一群玩家玩得愉快。你给他们发布的是什么任务？一道机械女声突兀地出现在这个空间中。追杀你的那些玩家。光芒散去，一众车辆出现在一个广场之上，而前方则是一片密林。铃木第一瞬间升起摄像头查看附近的地形。好吧，居然都是森林，这要是想追杀人可就有些难度了。既然如此，那他只能开启战争机器形态了。所有人靠近，点击确认。铃木车子化作直升机，随后在飞机四周出现一堆连接机构，每个车都化作一个打开的零件，将铃木的车子包围起来。随后一个15米长10米宽的大型飞机出现了。队长，你这是什么能力？我们这是变成 UFO 了。这么看确实是有些像。螺旋桨开始转动，巨型机械缓慢升空，一根根重机枪的枪管从下方伸出，随后4个火炮的炮筒也伸了出去。这个形态应该追杀起来更为方便。铃木想了想，打开改装技能。那4个火炮他还没加装激光发射器，然而打开之后，看向上面的截面图，铃木整个人都愣住了。他不确信地揉了揉眼睛。我靠！上面显示的截面图并不是他飞机的截面图，而是整个战争机器的截面图。所有人都给我把武器释放出来。队长，是从上面出来，还是先从下面？下面就行。整个机械下面再次伸出12个枪管。铃木随意的选中一个，将一个激光发射器放了进去。改装。
在铃木的忐忑中，一个白色的旋转圆圈出现，居然真的可以，无敌了！这回彻底无敌了。他之前还在想，这些车子到了后期几乎没有了什么用，没想到现在居然可以升级。就问还有谁？队长，我们现在需要干什么？组合到一起之后，他们每个人的房间只有屏幕和一些简易的按钮，而方向控制器则是在铃木的车辆中。你们每个人负责自己方向的监视工作，发现敌人就告诉我。是。一个个摄像头出现在一个个角落上，360度全无死角，每个人都认真盯着眼前的屏幕。铃木身旁的安娜整个人都呆住了，这车子变成这个所谓的飞机就已经够离谱了，你现在变的又是什么？战争堡垒吗？铃木看了一眼屏幕，确定四周没有人后，转头看向安娜，你认为我现在的安全性怎么样？应该好像可以吧？那我要是再开启防护法阵呢？嗡，淡黄色光芒亮起，随后将这个机械包裹在其中。安娜嘴角抽了抽，这只是个任务，不是你死我活。正经人谁随身带着这么大的防护法阵啊？机械缓缓行进，在进入到森林的上空，各个小队成员一直观察着屏幕。机械飞行的速度并不是很快，只是一个很慢的速度行进。半小时后，队长，前方3公里处发现一支行动的小队，看长相应该是人族。别管什么族，立马用激光武器给我锁定住，直接开枪击毙。对方也发现了铃木，但也只是好奇这是个什么东西。在这里生存了那么久，并没有见到过这类机械物品。还没等他们想到办法应对的时候，一束束激光打了过来，一支几十人的队伍就这么死了。报告，目标已死亡。知道了，继续观察。铃木驾驶着机械来到这个小队的上空，随后放下采集器，在一众人员身上翻找。锋利的斧刃划过这些人的衣服，露出肌肤。铃木控制着负责，将所有能够拆卸来的物品全部收进了背包中。然而想象中的储物空间他并没有找到，他可是连项链和戒指都拿了的人，怎么会没有呢？安娜一脸好奇地看着他将那些人的衣服破坏掉。安娜恍然大悟，原来他喜欢这个调调。木哥，你要是想破坏衣服，也别破坏男的呀，选一点女的不好吗？说着还指了指自己的衣服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好好说话，别逼我删你。他们身上为什么没有储物用品？你知道怎么回事吗？安娜连忙恢复正常，并不是所有的星球小队都有这种以物品方式存在的储物空间，他们有的是以自身为储物空间，但具体是什么部位，每个人都不同。铃木看着下方的尸体，难道说这些人的储物空间就是在身体中？但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区别啊。要不切下来看看？在安娜的注视下，一会一个头颅出现在铃木手上，随后扔进一个黑色的洞孔中。左手、右手、左脚、右脚一个个的接着出现。安娜眼皮狂跳，他们魅魔虽然也是恶魔，但是美丽的恶魔，这个铃木简直就是比恶魔还恶魔。看着地面上零散的尸体，安娜已经无话可说。果然每一个都不一样。铃木随意的拿出一块布，擦拭手上沾染的血迹。血迹停留的时间有些长了，根本就擦不干净。对此，铃木也只是将布扔到一边，手中则再次出现一个左手，在这个左手中装着上百种物资，正好可以为他补充一些资源。这就叫做任务和资源两不耽误，多好！可惜了，这人要是再多一点就好了。安娜咽了咽口水，你以后还是别说你是人类了。第124章，既然找不到，那就放火烧。任务是追杀任务，对铃木来说没有任何挑战性，只要是遇见人，铃木直接就击杀，之后获取对方空间中的物资。而在他离开后，地面上会留下一堆散乱的肢体。半天时间过去了，铃木获得了他总资源的近1/10的资源。看到这些资源，铃木眼神发亮。要是这种任务多一点就更好了。安娜眼皮狂跳，你想的也太好了吧？这种任务大门1个月都未必能够碰到一个，你能遇到已经是天大的运气了。运气？安娜不禁想到了书意，要是那个女人出去寻找，说不定还真有可能。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运气逆天的人？队长，这方圆5公里都没有遇见人，是不是已经被咱们杀光了？是啊，远处出现了一个和我们之前一样的广场，是不是和我们一样是被传送过来的？铃木拉近镜头，确实看到了一个广场，这倒是和他们之前在那个公路世界中情况差不多，时不时遇见一个游戏，只不过那个时候他们遇到的都是一些野兽罢了。没事，继续寻找，这里面面积足够大，应该还能有。大型直升机继续在空中四处飘动，寻找着目标。在一个底下空洞中，一群人透过缝隙看向铃木的飞机。确定我们的任务不是逃亡吗？这种铁家伙咱们怎么可能打败？一名40多岁身穿铠甲的男人一脸懊恼，他们的任务简直就是扯淡。那谁知道呢？你也知道这个游戏给的任务每次都是那么的奇葩，就是不知道这一次有多少人进来。这种困难任务
少说有10000人吧，爱躲着吧，躲到结束。至于奖励，还是算了呗，这种东西咱们可打不下来。除了这一个藏身的地方外，其他能够隐藏的地方都藏满了人。大家的任务都是相同的，但对方根本就不是他们能够对付得了的。至于为什么如此确定是铃木的船，因为他们界面上就这么一个红点。铃木在空中飞了3个小时的时间，一个人都没有看到。奇了怪了，难道真的都杀了？不应该啊，要是真的死了，这个任务应该结束了才对。安娜，你遇到过这种情况吗？安娜摇摇头，我也不清楚。每一次的任务我们都是时间到了才会出去，也许我们现在的情况也是吧。他哪里经历过这种碾压式胜利，想都不敢想。铃木撇撇嘴，还是老玩家呢，居然连这个都不懂。他看向屏幕下方茂密的树林，给了他灵感。铃木直接悬停在空中，打开改装技能。叮叮叮，看着悬在头上的机械，下方隐藏起来的众人有些不明所以。队长，这个东西是不是坏了？我们要不要将它打下来？打？用什么打？在咱们星球，你见过这种钢铁造物吗？没有办法的众人只能继续隐藏。10分钟后，机器发动，开始降低高度。队长，这东西好像要下来了，我们要不要冲出去？冲个屁！先看看再说。傻子才会出去。刚说完，就看到一个小队的人从一旁的角落中冲了出去，随后对铁家伙发动攻击。然而，无论是弓箭还是斗气，都被阻拦了下来。见到这一幕，隐藏起来的众人也是无语。这还玩个屁啊！根本就打不过，好不好？在虚空之中，2个人影看着这个游戏。你大门放的是个什么情况？这还怎么打？我怎么知道？按理说，那个大门附近的生物没有这么强才对。每一个游戏，他们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。进来的双方各有各的特点，但实力绝对不会有太大的差距。不然这种一边倒的屠杀还有什么意思？该不会是核心区域的人出来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核心区域的人都忙着晋级呢，怎么可能会跑到偏远的角落中？会不会是你选的人实力太差了？就在这2个人影聊天的时候，铃木已经开始反击了。一根根粗长的管子从下方伸出，一道道火焰开始焚烧着树林。飞机的速度也提升了起来。仅仅1个小时的时间，一大片森林燃烧了起来。完美，就按照现在的来，估计3个小时就能够将这里所有的树木烧光。如果还是没有人的话，那可能真的没有人了。每个人都给我注意点，发现目标直接开火。安娜看着屏幕中的情况，不禁摇头，惨，太惨了。这要是真有人在，估计都能烧成炭。不是，正经人谁会用这方式啊？就算是魔法师，也没有办法做到将整片森林全点燃。没过多久，终于有人忍不住逃出来了，而迎接他的是一串激光，当场击杀。远处的人们趁机朝远处跑，能跑多远跑多远，只要挺过最后几小时就是胜利了。至于奖励，这个时候活命就是奖励。在24小时刚到的时候，铃木就被一道白光带走。铃木一脸可惜，他刚看到了一个几十人的队伍，就这么眼睁睁地从眼前溜走了，太浪费了。而在这个废墟一般的森林中，存活下来的人一脸庆幸，总算是结束了，终于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在白色空间中，铃木看着眼前的奖励，陷入了沉思。就这，他杀了那么多人，居然只给这么点东西。基础物资大礼包，铁锭 X10万，金锭 X10万，电子元件 X1万，就是一些基础物资。这他打劫、劫掠、友好交流了那么多村落，都比这个多。汽油10万 L， 神秘元素 X10。铃木摇摇头，太拉胯了。要只是这些，这个大门就有些拉胯了。一共4个光球，3个他都不喜欢。要是第4个还是这种东西的话，他可能再也都不想来这种地方了。车辆组件空白设计图 SSS 永久，可自行设计合理车辆组件，一经确定无法更改。铃木挑挑眉，这个好像还有点用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合理具体怎么算。第125章，一点用都没有。从空间中出来后，眼前的大门消失。铃木看着背包中的那个设计图纸，暂时不打算使用。这可是可以自行设计的图纸，当然要在关键时候才使用。现阶段他想不到要设计成什么样，但可以肯定的一点，最终这个设计图肯定是一个武器就对了。除了武器，他现在也没有其他需要的东西。队长，我们现在是回去，还是继续寻找其他的大门？先回去吧，大门慢慢找，不着急。经过大范围的探索，这附近更多的还是村落，这里并不适合他。最主要的原因还是村落的物品太少了，而且这个大门数量出奇的少，不应该说压根就没有。这都多少天了，就发现了这一个。安娜，你在这里的时候，大门也这么少的吗？差不多吧，根据我听说的消息，一般只有大队伍的人才会发现的多，普遍情况下1个月能够找到一个都算好的了。
听到这话，铃木不禁皱起眉头。1个月1个，这未免也太少了吧？你所说的大队伍是多少人？在这怎么也要有1000人吧？铃木嘴角抽了抽，1000人？他现在才多少？距离1000还早呢。算了，随遇而安吧。能遇到最好，遇不到就算了。这个任务奖励，唯一他能看得上的就那么一个。也许所有的任务都是一样，给个基础资源，之后再给个好东西吧。很快，车队回到了小镇当中。停好车后，铃木带着人下了车。赵景从楼内走了出来。在你走了不久之后，一个小队出现在城镇附近，我们击杀了8个，有2个跑了。看情况，应该是哪个地方的斥候。铃木一脸诧异，这附近的村落不都已经没什么人了吗？怎么还有？派人跟踪了吗？有人跟随着，目前那些人还没有回去。看距离有些远，估计要到晚上才能到。那这个距离还真是够远的。这么看来，至少也是几百公里外的位置，还是他们没有探索的位置。毕竟探索的地方已经什么都没有了。让他们注意一下安全，抵达位置后看看环境怎么样。赵景嘴角抽了抽，你说你没事往这里走干什么？这回好了吧？被盯上了吧？好的，张谦你负责协助他，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自己动手吧。安排好一切之后，铃木直接回到了车上，打开面板，第一时间询问面板，面板大哥，咱们有没有地图啊？铃木总觉得缺了点什么，今天才想到没有地图。地图控制一座城镇90天即可获得，这么简单，3个月就能获得个地图，那也就是说再待在这里2个多月就可以获得了。那地图会出现在哪里？城镇中心广场。铃木点点头，看来想离开得等到地图到手之后才行。本来他打算下面的人找到新的城镇之后就离开呢，看来暂时是离不开了。当天夜里跟踪那队人的2辆车发回了信息。队长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铃木拿起对讲机，有时间，你说。跟踪的人回话了，对方在距离我们30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中。小镇规模和我们一样，但对方有多少人并不清楚，目测大约有70人左右。多少人对铃木来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里面的资源有多少。让他们随意放2炮，把人喊出来不就知道了吗？之后就是等明天把人喊回来一部分，再去打交流一番。他要做一个文明的人。次日依旧是赵景留守这里，铃木则带队前往那个城市。根据昨晚的情况来看，这个小镇中生活的人算是科技文明，并不像之前一样使用魔法斗气一样的世界，只不过他们的科技是制作各种机械。听到这一点，铃木还是很有兴趣的。来到小镇前，看着小镇里面的各种机械，与他所想的差距未免有些太大了吧。他以为会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，结果就是一些燃气机驱动的东西。杀了，全都杀了，这一点用都没有。这能有什么用？真不知道这些人怎么活到现在的。上百门火炮开始轰击防护罩，不到1小时直接破碎。对方的机械从城镇中跑了出来，轰轰轰！在炮弹的洗礼下，没有一个能够挡得住一发炮弹。对此，铃木只是摇摇头。本以为是遇到了什么高科技种族，结果就是个这。不过刚好，这些破烂就当是补充一下资源吧。来到小镇中，老规矩，给我找资源。是。铃木则是来到了城镇中心。面板大哥，我要是占据这个城市，也是有地图的是吧？是的。那我要是将这个防护法阵拆卸下来的话，还会有地图产生吗？会的。这么一说，他就放心了。3小时后，一座城市废墟留在了原地。相信几个月过去，这里就会被植物所覆盖，不会有人发现这里曾经是一座城镇。不，应该说没人会相信，这附近居然有人居住过。他之前去过的村落，此时已经长满了杂草。2个多月过去了，铃木就安心的待在这个镇子当中。江寒他们将方圆100公里范围的内的村落城镇全部都洗劫一空，深刻贯彻了铃木走过路过不要放过的思想。而这2月里，他们也只是完成了一次任务，获得一台零食售卖机。没错，就是一套售卖各种零食的机器。虽说对战斗没有什么帮助，但对他们这些人来说也算是一个生活的改善。只要交给相应的材料，就可以获取相应的积分，其兑换价格虽然稍微低了点，但为了点吃的，多花一点也无所谓。更何况他们的物资还是很丰富的，根本就不担心不够用。看大家这么喜欢，铃木直接就将这个机器放到了外面，并在机器四周摆放上桌椅板凳，以供大家使用，也算是一种福利吧。队长，小镇中心多了一个光球。第126章，用不起，根本就用不起。铃木连忙下车，跟随舒心来到小镇中心。在广场中间确实出现了一个白色的光球，看来这就是面板说的地图吧。有了地图以后，他就可以去找城市了，到时候占据一个城市，就可以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了。那距离自己称霸这里就不远了。铃木搓搓手，用手戳破小球，叮！
恭喜玩家获得地图一份，地图到手。铃木连忙点开手表上的面板，地图找到了，在界面上多了一个地图的选项。他连忙点开，笑容僵在了脸上。你管这个东西叫做地图？面板大哥，这个是什么啊？地图啊，我知道是地图，但这个地图为什么有的地方是黑色的？没有被探索的区域就是黑色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那这个金色的框是什么意思？你获得地图的显示最大范围。行吧，他现在是明白了，合着这一个地图就能显示这么大的距离。根据比例来看，这个小地图应该只显示一个边长200公里的地图，而在这个方块中间获得所有地图应该都是这样的。铃木缩小看了一下，你确定这地图能够凑全？这怕不是有2000块啊？面板大哥，这不对啊，要是3个月获取这么小块地图，我什么时候才能把所有地图找到啊？你可以去城市寻找地图，那种地图会更大。如果可以，你可以直接找到4座巨城，只需要4个地图就够了。巨城？看来城市还有不同的分类。面板大哥，这里的城市是怎么划分的？城市从小到大分为小型城市、中型城市、大型城市、主城和巨城。顺便提醒一下玩家，你现在所在的就是小型城市，地图获取为1单位，中型城市为5单位，大型城市为50单位，主城为200单位，巨城为1000单位。铃木吧嗒一下嘴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对城市存在了什么误解。就这么大点的地方，你管它叫小型城市？我叫他镇子都已经抬举他了好不好？但他还没有办法，人家说是小型城市就是城市。至于为什么没有村落，有可能村落本就不是这里给的东西。在地图上，已探索区域中并没有村落的标识，可能那些村落是个人建造的也说不定，毕竟那些建筑物都是以木头制作的，所以那些不在地图显示也是情有可原。反而有被铃木上门过的城镇，也就是小型城市，只不过上面显示着一个数字88。铃木不禁猜测道，难道一个城市被摧毁之后，时隔180天可以重建？那重建之后再拆掉呢？可惜他现在没有时间去验证这些东西。从目前的地图所在的位置看，它在左下方偏中间的位置。按照面板的说法，那就是有4个巨城。那也就是说，以中心为原点的话，4个区域各自有一座巨城。如果平均分配的话，铃木在地图左下方的位置画了一个圈，大体的位置就应该在这里。而现在他的目标就应该是这个位置，就是不知道巨城里面是什么样的势力，自己能不能打得过。走吧，我们回去。回到车子这里，收拾东西，我们准备出发。是，该收的东西收起来，当然不能忘记摧毁这个城镇。等他们离开之后，2个黑袍人凭空出现。36号，这应该是你们负责的星球吧？其中一名黑袍人说道。确实是我们负责的星球。不是，你们负责的星球是强盗吗？怎么破坏性这么大？方圆百里一个活物都没有，所有建筑物全都被摧毁。36号嘴角抽了抽，他是个例，其他人的生活方式都很正常。看他去的方向，应该是寻找中型城市去了。他应该不会将中型城市也拆了吧？这个应该不会吧？算了，我们赶紧将重启法阵吧。真是服了，原先也没有这么多的工作量，自从这个货来了之后，事情就多了起来。铃木的车队行驶了3个小时，已经开出了他获取的地图范围之外。所有人准备！铃木直接开启战争机器模式，一辆车接着一辆车组合在一起，130多辆车直接组成了一个40米长、20米宽、10米高的战争机器。而在这个战争机器上面，一共10个螺旋桨，底下还有2排喷气孔，来提供动力。然而，整个战争机器开了没有10分钟，铃木便让所有人重新化作车辆，烧不起，根本就烧不起。10分钟直接干没了1000L 汽油，这还是没有全力前进的情况下。铃木拿出那个汽车组件空白设计图，我要无限能源设计图。对不起，设计图不合理。那我要核聚变反应堆设计图。对不起，这不属于汽车组件图纸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他只是说不属于汽车组件图纸，但没有说不合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再弄到一个空白图纸，他就可以制作核聚变反应堆设计图。艾拿，他怎么也没想到，车辆变多之后消耗会变得这么大，即便他有100万升汽油，也架不住这么去消耗啊。不对啊，他有改装技能，自己就不能改造出一个新的功能方式吗？他第一时间将目光放到了那个风力发电机。既然在蓝星有电车，没理由这里发明不出来电车，对不对？提高电力发电水平，不能使用战争机器，车队只能在路上行进。就这样一走就是3天的时间，路上的村落全部遭了铃木的毒手。一个小镇出现在他们的眼中。铃木看了一眼地图，一片黑暗。距离之前的那个区域
已经差不多有1000公里，路程没怎么走，毕竟收集那么多村落材料也是要花费时间的。将这里攻下来，我们休整3个月。这一次他们不再使用火炮，而是使用激光武器。然而刚开始，舒心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好像是自己人，还打吗？第127章。上次你问的是别的问题。门口出现了很多相似的车辆，铃木看向屏幕，还真是和他们一样的车，没想到还遇到了自己人。铃木将车开到前方，拿起对讲机，你们能够看出他们是哪里人不？没看到人，只看到车，车里好像没有人。几人看着屏幕回答道，那就先打几下看看，要是真的是自己人，他不介意再制作一些项圈出来，反正材料他多的是。biu biu，激光的声音很微弱，但打在防护罩上依旧能够泛起涟漪，伤害还是足够的。10分钟后，有人从房子中跑了出来，别开枪，大家都是蓝星人，自己人不要打了。铃木叫停了所有车辆，随后打开外放。你是哪个国家的？宇宙国。我是樱花国的。我是猴子国的。铃木挑挑眉，怪不得个子都这么矮小，但可惜你们都不是华国的人。调大功率，所有武器全部使用，进攻。在炮弹与大型激光炮的轰击下，防护罩连半小时都没有顶住就破碎了，而之前跑出来的那几个人早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进城第一时间去找地下通道，这里只有10几辆车，他们的肯定是被自己收起来，都小心一点，遇到后第一时间击杀，不留活口。他的小队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来的，地下通道而已，整个小镇就那么一条。众人打开通往地下通道的大门，随后拿工具看向下方，里面空空如也。不过他们没有进去，而是从背包中取出干草，全部扔了下去，随后倒上汽油点燃。和铃木在一起，别的没学会，这种既能找人又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能力倒是学了很多。干草一边烧，他们一边往里添加新的干草，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刚拿回来的一些新鲜的草叶。想要烟雾够大，新草也必须要有，也就是他们没有多余的辣椒，不然早就放进去了。铃木见此满意的点点头，江寒和赵景去找出口，位置你们应该知道在哪里吧？两人点点头，这里的小镇设计都一样，几乎不会有太大的偏移。知道的话就去吧，还是那句话，就地格杀，东西带回来就行了。他也没想到在这个地方居然遇到了蓝星的人，可惜不是华国人，不然他的车队就能再增加一部分人手了。此时地下通道中10几名人员拿着武器靠在他们挖的藏匿点中。金教官，你确定他们会下来吗？肯定会来的，整个城镇的资源可都在我们手中呢。松井大哥，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。我靠，他们放烟，我们快撤！10几人连忙从凹陷的地方钻出，随后拼命朝出口跑去。然而在他们刚跑出去，就被10几把枪指着脑袋。我们，砰砰砰，刚呼吸一口新鲜空气的几人全部倒在了地上。江寒上前将他们身上的核心全部掏了出来，这里面估计都是材料，这些人还真是疯了，光想着材料不想着车。江寒有些搞不懂，就这种地方没有车那不是寸步难行吗？也许这里面有他们的备用车辆也说不定，毕竟他们的队长铃木可是爱干这种事的。要知道他们现在的车队中有一部分车就是从这些外国人手上弄来的，多几个备用车也算是正常。一行人开着车回到城镇中，在得到消息后，铃木第一时间就让他们停止烧火了。老规矩依旧是找仓库，探索一下有没有其他人在这里，那个通道堵死。好，等所有人离开之后，铃木来到了广场中央。面板大哥，就没有一种快速获得地图的方式吗？每一次要等3个月，未免也太长了吧？玩家可通过开启守卫战，获胜后可获得地图以及相应资源，开启地点在城市办公室的办公桌上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有这种好事为什么不早点说，害得他白白浪费3个月的时间。面板大哥，你上次你怎么没告诉我一声？上次你只问有没有地图，又没有问怎么快速获得地图。有道理，这话他还真挑不出毛病来。下了车，铃木直奔城镇中心的办公楼，一路来到2楼，打开办公室。各个城镇的陈设还真是相同啊。坐在椅子上看着眼前的桌子，开关在哪里？不是说有开关吗？然而他摸索了半天也没有什么开关。就在这时，他发现在桌子的靠近他的位置有一个凹槽，而这个凹槽的形状与手表很像。不是吧？他将左手的手表摘了下来，放了上去。咔嗒，吱嘎吱嘎，只见正中央的位置出现了一个缺口，随后一个没有面孔的石像从中冒了出来。当这30公分的石像彻底冒出来之后，一个光幕浮现在铃木眼前。是否开启小型城市保卫战？开启之后有24小时准备时间。开，那必须要开。
早点弄完，早点结束。本次保卫战持续48小时，请玩家做好准备。随后光幕变成一个倒计时，而那个石像也开始冒着淡蓝色的光芒。这就开始了。24小时准备时间完全足够了。下楼之后，铃木回到车上，通过对讲机将几个负责人叫了过来。我开启了城市保卫战，只要完成保卫战，我们就能够快速获得地图以及资源。资源在他看来无非还是那些东西，他现在要的是地图。有了地图之后，后面的事情就好办多了。几个负责人倒不觉得有什么危险，以他们的实力，别说是坚守48小时了，就是480小时也没有问题。安娜则是一脸担忧。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铃木有些好奇。按理说安娜是知道他们的实力的，怎么还露出这种表情？安娜犹豫片刻后说道，我也不知道我的想法对不对，我总觉得所谓的城市保卫战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。也许这个城市保卫战和那个任务大门是存在关联的。第128章守卫战正式开始。安娜的意思很简单，他们即将面对的敌人也许是接受任务的玩家。铃木摩挲着下巴。城市守卫战24小时准备时间，48小时的进攻。任务大门中24小时的任务。还别说，真有这方面的可能，就是不知道接受任务的是这个星球的玩家还是别的星球的玩家。铃木摇摇头，不管有没有关系，以我们的实力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就算对方实力比我们还要强，大不了跑了就是了。就算跑不掉，他在外面也留了3个复活点，问题不大。接下来的铃木的工作就多了起来，带着一众车辆来到野外，直接开启战争机器形态。所有的车子都化作战争机器的一部分。一个巨大的机械体躺在野外，铃木看着油箱，嘴角勾起一丝笑意。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变形不要能量，只要不启动就没有消耗。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。成千上万的材料不断的添加到改装技能中，所有的车辆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。随后还有各种武器的加装，近战远程武器，即便一些没有开启组件功能的车辆也被铃木安装上了武器。整整6个小时的时间，铃木一直都在改装。这一次改装直接消耗他1/5的材料。改装就是个无底洞，要改装到极限，估计一半的材料都未必够用。而随着车体等级提高，以后的消耗更是大，以后一点资源都不能放过，不然真不够用。其他队员就在自己的房间中等待着，看着自己的房间一点点发生变化。虽不知道这些变化代表着什么，但肯定是他们队长有关系。机械解体，赵景、江寒，你们2人按照小镇情况合理安排一下这些人的位置，我要无死角的守护，时间不多了。是。距离守卫战开启还有10分钟，铃木控制着无人机再次检查所有人的情况。这个小镇四处全部都有车辆所变成了的避难所、激光武器、弹药武器全部都处于开启状态。对于这个情况，他还是很满意的。001，多准备一些饭菜，一共要48小时的时间，希望进攻的人实力不要太强才好。江寒他们准备了3套方案，进攻者实力弱的话，那就实行3班倒，实力中等就2班倒，要是很强那只能全员应对了。安娜坐在铃木的车子中，一脸忧虑地看着屏幕。你不是魅魔吗？你现在怎么跟个悲天悯人的圣女一样？铃木本来还挺有信心，一看到安娜这个表情，他反而觉得自己会输一样。我这不是担心吗？万一我想的是真的，那这个可就危险了。铃木无奈，那你参与过这种保卫战吗？这是第一次。铃木眉头一皱，那你们就没有想过地图这种东西吗？地图？那不应该自己手绘吗？说着，安娜拿出一张羊皮，上面勾勒着线条，标注着城市，只不过看起来很费劲，根本不知道这哪里是哪里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就没想过问问你那个联络器里面的面板服务，反正就是给你提示信息的那个声音吗？安娜整个人一呆，随后问向那个声音。过了片刻，一脸尴尬地看着铃木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这我都不知道。那可能其他人开启过守卫战吧，反正我是没有参与。铃木摇摇头，看了一眼时间，守卫战到底是什么样子的，很快就能够知道了。他拿起对讲机，各单位注意，还有最后30秒钟，东西南北4个方向随时汇报情况。江寒、赵景、舒毅、张谦，你们4个负责好各自区域。收到，收到。30秒钟转瞬即逝，东南西北4个方向分别开启了一个大型的黑色空间通道，一只野兽从中钻了出来，是野兽，距离大约7公里左右，放近了再打。安娜看着屏幕摇摇头，这些不是野兽，而是魔兽，他们可以释放技能，让他们小心一点。铃木转告他们一声，其实魔兽也好，还是野兽也好，只要是肉体，问题都不大。4个空间通道源源不断的涌出魔兽，如果是其他人，早就被这种场面吓坏了。4个方向加一起，差不多有3、4万只魔兽了。
但对于铃木来说，这些可都是资源。不说多，这些变成肉干就足够他们吃很久了。5公里、4公里、3公里。当魔兽距离城镇只有1公里时，4个方向同时开始反击。biu biu biu，大功率的激光子弹可以轻易射穿魔兽的身体。改装后的牵引火炮发出的激光炮，更是一炮就能清空10米范围内生物。四方发力，所有的魔物无法靠近小镇1步。铃木看着屏幕中的情况，随口说道：“看到了吧？你想的那些没有用，在绝对实力面前都得给我跪。可这些在我们那里都是4阶左右的魔物，实力本来就不强，要是9阶来了，未必能够挡得住。”在安娜看来，武器虽然厉害，但和魔兽的躯体来比还是差了点。她承认铃木的武器很厉害，可还没有达到无敌的那种地步。铃木摇摇头，他说过的，只要处于生物范畴内，科技永远能够胜过肉体。如果打不过，那只能说这个武器差了一点。我就问你，你所说的9阶生物能不能被人击杀吧？安娜点点头，那肯定是能够被击杀的，具有9阶的实力的人都可以击杀，但他们都是修炼者，随便的一招都比你的激光炮威力还要大。你还是不懂什么叫科技，一会我给你看看科技的力量是多么可怕。想到这里，他将那个空白组件拿了出来。安娜的话虽然有些偏激，但他还是要准备一手，只是可惜了这个空白设计图。他还想着以后仔细想想呢，关于武器方面的知识他储备的实在是太少了，但为了安全起见，还是用了吧。第129章，恭喜你答对了，巨型电磁炮车辆组件。合理，既然合理，那就生成。至于其他的想法，以后再一一证实。铃木连忙打开制作台，巨型电磁轨道炮，铁锭 X500， 铜锭 X100， 银锭 X10， 通用材料 X100， 电子元件 X200， 还真是大家伙呀！制造一个黑色如同巨炮的东西出现在铃木的背包中，只是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大了，就算是房顶他也无法安装，看来只能放到地面上了。随着他点击使用，一个黑色10米高的炮台出现，而它的炮身并不是传统意义的圆形炮管，而是有4个长条三角柱体构建而成，中间露着缝隙。随着铃木将电源接入到电磁炮上后，整个炮身一根根光条亮起，慢慢聚集在炮管之上。只见那4个长条三角柱体从底部开始慢慢变亮，整个机器发出淡淡蜂鸣声。铃木舔了舔嘴唇，现在赶紧来一个超级强大的敌人吧，看看理论上能够达到亚光速的武器伤害到底是什么样。一旁的安娜看着这突然出现的巨大家伙，感到好奇。这种大型物件她不是没有看到过，投石器可比这东西大多了，但对于9阶生物来说，这根本就不算什么。安娜，你看看那个家伙，算不算是一个大家伙？铃木一脸兴奋地指着天空中出现的双头生物，是奇美拉，这种生物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安娜一脸不解，什么等级？看样子应该有8阶的吧？那你看好了，外界刚刚安装好的电磁轨道炮调转方向，将轨道口直直地对准天上的奇美拉，一个直径在20公分的铁球出现在其中。嗡，嗖，微不可闻的声音一闪而逝，炮身上的能量掉落了2格，而天上飞行的奇美拉瞬间化作一团血雾，消失不见。安娜眨巴眨巴眼睛，刚才发生了什么？那么大的一个奇美拉就这么没了？她来到窗户边，看向外面的那个笨重机械，一脸疑惑地问道：“你不要说刚才的奇美拉是被他打碎的？恭喜你，你都会抢答了，可惜没奖励。”铃木很满意这一次的战果，在他看来，20公分的铁球都有些超了，估计10公分的铁球就足够了。至于刚才的速度是不是亚光速，那他就不清楚了。不过按照目前来看，速度反正不慢就对了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射程到底有多远。有了电磁炮的加入，一些大型生物只需要轻轻的一炮就能够解决，这大大的降低了其他人守城的难度。2个小时过去了，那4个黑色空间通道关闭，而魔兽的数量并没有增加多少，依旧是那么多，但在魔兽行进的路上却多出来了一个由魔兽身体构建出来的10米高的尸路，四周更是有高矮不同的尸体构成的小山。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，空间通道陆陆续续送出来了10波魔兽，数量差不多有10几万的样子。看样子第一波守城要结束了，大家都注意一点，尽量动用激光炮，不要使用机枪了。铃木看着屏幕，拿起对讲机说道：“收到，收到。这应该是最后一批了，这一批的魔兽整体体型上偏大了一些，是9阶的魔兽。”安娜眉头紧皱，她现在越发搞不懂这些魔兽是个什么情况，怎么会有这么多？要是里面有魔晶的话，倒是可以制作一些魔晶大炮。她想到外面的那个电磁轨道炮，好像魔晶大炮没什么用，就魔晶大炮的伤害，给电磁轨道炮踢鞋都不配。嗡嗡嗡，电磁炮一炮就是一串魔兽消失，
速度是相当的快。然而10炮打出去后，电磁炮开始了充能，不过还好，充能速度还算快。至于为什么一个车载风力发电机能够给电磁炮充能那么快，只能归结于这里的规则是这样的：战斗比想象中的要快，半小时后没有一只魔兽活下来，也没有一只魔兽靠近防御法阵的50米内。队长，咱们守城的任务算是完成了吗？铃木透过窗看向那间办公室，倒计时还在继续。没有，不过你们可以先安排人值班，轮流休息。好的，队长。一旁的安娜一脸疑惑地看着铃木，这些魔兽肉你不管了吗？虽说其中一部分不太好吃，但有一部分味道还是可以的。铃木眉头紧皱，不能等到彻底结束吗？在他看来，48小时内外界都是危险的。安娜一时语塞，是啊，他们现在还在守城任务中。可是，倒也不是不行，只是放置时间长了，魔晶的能量就会通过魔兽的肉体逸散到空气中，到时候获取的魔晶质量就会差很多。铃木摆摆手，没事，反正我们也不是靠这种能源。再说了，它还能回收利用，大不了就扔到后面直接回收掉算了。尸体就这样放在那里，从高空看，这个小镇就如同被尸体包围的废弃小镇一般。时间一点一点过去了，而外界依旧没有任何变化。铃木看了一眼旁边的办公室，倒计时还在继续。这什么情况？书记，准备一下今天的饭菜吧，估计下一次战斗时间还要很久。铃木猜测，之前那些魔兽就是前24小时的进攻者，只不过他让这24小时的时间缩短了一下而已。因为在战斗的时候，他也关注了那些空间通道，只有他们将一批魔兽消灭了之后，才会有新的魔物出现。这也就是为什么魔兽一直都没变。当然，也可能本来是有固定的时间的，到时间会往外放魔兽，只不过因为他的击杀，才导致提前释放。但不管是哪种，都已经无所谓了，至少这24小时看起来应该是安全的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看向大屏幕。安娜，要不你去将那些魔兽的尸体带回来？啊？安娜一脸不解地看着他，刚才不是说外面危险吗？现在怎么又可以出去了？嘿嘿，我看好像没有什么危险了。你不是说这些放着能量会逸散吗？安娜一脸怀疑，你该不会是拿我做实验吧？第130章，没包皮切块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这不是你最熟悉吗？我们那里又没有魔兽。虽然说他确实有那方面的想法，但怎么可能承认呢？他可是全球最好的车队队长，好不好？安娜还是太单纯，很轻易的就相信了他的话。但我一个人不行，你还是要找几个人帮助我，外面魔兽数量太多了。没问题。很快，一群刚加入不久的10名职业者交给了安娜。安娜看着这些人沉默不语，看向铃木的眼神中充满了怀疑。嘿嘿，其他人都有自己的工作要做，这些人正好没事就交给你了。安娜无奈的点点头。这一次铃木真的没有说假话，其他人真的是在忙。不管怎么说，现在这个车队人数变多了，事情也就多了起来，已经不能像之前那样随便的去分配资源。而铃木的想法很简单，按劳分配，只要你贡献的多，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源和匹配的食物。至于贡献小的，那你就只能吃最低的标准餐。总之饿不死，但也吃不好。目送安娜离开之后，铃木回到了车上，打开摄像头，拿起对讲机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，现在开始，争取这2天搞定。之所以铃木想搞这个，还是资源的问题。虽说他现在的资源获取的是多，但大多都是基础物资资源，而食物方面的资源获取的其实还是很少的。目前来说，处于一个平衡状态。但要是食物获取的来源变少了，那他们可分配的食物就会少很多。当然，最重要的一点，还是要让人阶级化。虽说铃木很不喜欢这一点，但不得不承认这种方法真的很有效。就在这时，屏幕上出现4道身影。没想到这个监控器还能这么使用。舒毅看着屏幕中的4道身影，有些惊讶。是啊，居然可以打视频。毕竟这些摄像头，他们一直用来监视外面，从来没想过说是打视频使用。铃木连忙摆手，话题都跑偏了。这个政策，你们到底有没有一个章程出来？这几个人除了张骞没什么用，其他人多少都有各自的能力在。赵景就不用说了，来之前是一名平平无奇的律师。按照他说的，算不上什么资深律师，但1个月也能赚个2、3万，算是个能够接案子的律师。江寒，丰京前10企业的高管，对规章制度方面略有了解。舒毅吧，资深打工人。至于最后的张骞，社会闲散人士一个，他来只是因为他带领一个车队而已。我觉得就按照销售部门的奖惩制度为框架，再根据现在的情况调整一些细节就可以用了，没必要弄得太复杂。这个我同意，但要严谨一些，不能出现冲突的情况。我建议设立 KPI 考评
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将框架搭建起来。有蓝星那么多的经验，还搞不懂一个这？铃木听得眼皮狂跳，他怎么感觉车队马上就要变成了皮包公司了？一日三餐成了底薪，饮料酒水成了奖金，各种基础材料成了提成。这活生生的把一个生存游戏变成了我为公司拼命的游戏。这三个人太可怕了，希望外面那些人看到这个规则的时候，不要想起什么不好的记忆。至于书毅所说的 KPI， 直接让铃木拒绝了，差不多就行了，再来一个这个，不把人弄傻了才怪。队员，感谢队长不杀之恩。夜里8点，安娜带人回来了，就像铃木说的那样，外面确实是没有危险了。很多魔兽的肉无法食用，不过魔晶我都给你拿回来。不过其中一部分由于魔兽等级太低，魔晶太小了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几十万魔兽，即便是去掉不能吃的，那也有几万了。铃木接过车辆核心，不禁眉头一皱。没包皮切块吗？安娜一脸疑惑地看着。我们一共就10几个人，这可是几万魔兽的尸体，你还让我包皮？嗨嗨，习惯了。说错了，是你组织点人将这切块保存起来。这还差不多，不过花费的时间有点长，先和你说一下。那就先弄一部分吧，后面边吃边弄。这个到底好不好吃？安娜回忆了一下，大多都不好吃。铃木点点头，那就留着给他们当做奖励发下去吧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些可都是肉，可都是高蛋白食物。次日下午1点，铃木看了一眼那个办公室中的倒计时，马上就要到24小时了。他拿起对讲机，各部门注意，各部门注意，24小时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注意东西南北各个方向情况。收到，收到。所有化作避难所的房屋4角摄像头开始转动，而有一些房子正中央伸出一个比一般摄像头还要大一些的设备，四处张望。可以说有这些摄像头在，别想有一个人能够进来。然而倒计时的时间变作23点59分了，依旧没有发现一个生物。队长，是不是结束了？是啊，队长，附近5公里内没有发现生物的身影。不应该啊，总不能说48小时就那么点东西吧？而且倒计时没结束，就说明这个守卫战没有结束。但是人呢？难道是隐身的？还是说人还没到？分出一部分人把热成像打开。就算隐身，你总不能把体内的热量也隐藏掉吧？除非你是冷血动物。20多个避难所开启热成像模式。报告有发现，在南边20公里外的树林中有人的踪迹。说话的人正是在使用大型摄像头的，那个摄像头被铃木强化过，可将20公里外的身影放大到正常大小，并能看清长相，哪怕是在相差2-3公里，也能有一个大致轮廓。西部也有发现，东部有发现，但身体形状与人类有所区别，但确实是直立行走的生物。北部暂无发现。铃木松了口气，这才对嘛。只要能够发现人，一切都好说，最害怕的就是不知道敌人在哪里。第131章开战。各部门注意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对方进入射程之内再说。是，要打就一网打尽。而且这一次来的都是人类，那他可要好好招待一下。万一这些人身上有什么储物空间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快递吗？还是送货上门的那种？南侧森林中，任务已开始。一道淡蓝色的光膜消失，其中露出来上万名人类。我去，居然这么多人呢！这次的副本有些大啊，不只是大，还是强制任务呢。居然要掉落50%背包物品，幸好老子是个穷鬼，不然的哭死。居然没有复活机会，这难度未免也太大了吧！一众人表达着自己的不满，他们什么时候做过这么离谱的任务？要知道，能够接这种任务的都是天域游戏的资深玩家。行了，这次的奖励不也挺好的吗？只要攻下城池就可以获得天域晶石，那可是能够兑换一把神器的存在。这么一说，倒也是。众人看着远处的城镇，一脸跃跃欲试。不就是一个小城吗？他们攻下来的多了去了。西部森林中，一群提着棍子的半兽人一脸迷茫地看着这个世界。随着一道声音出现在他们大脑中后，所有半兽人虔诚地拜倒在地上，口中低声呢喃，感谢兽神大人赐福。一个个神秘符文出现在半兽人的身上。沸腾，沸腾！半兽人嘶吼着，身体上附着着淡黄色半透明的火焰，身体逐渐拉高，肌肉更加明显，一个个从2米变成了2.5米，开始一大步向前。东侧一处低谷中，几万名长相奇异的生物站立在这里。神说粮食就在城中，只要攻破了城，就会给我们粮食。好，好，好！一群浑身长着鳞甲利齿的鳄鱼人挥舞着手中的武器，一脸振奋。食物，他们终于要有食物了，这是他们向上天祈求的结果。出发！一支支部队先后朝着铃木所在的城镇前进。铃木看着大屏幕，眉头不禁一挑，
这是个什么东西？安娜，这东西你认识吗？城市保卫战期间，安娜将长期待在这里，毕竟她之前可是经历过这种事情的。应该是半兽人，不过比我们星球的半兽人还要高大。安娜一脸疑惑，虽说半兽人确实挺高大的，但也没有这么离谱吧？怎么个个都这么大，甚至有的看起来超过了3米。好在只是普通的半兽人，这要是来了个比蒙巨兽的话，好像也没什么。外面的那个电磁炮就教他们做人兽，反正无所谓了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西边小队注意，将敌人放进1公里范围再反击。东侧注意一下你们那边的鳄鱼头，南部同样注意一下那群人类，都是1公里内进行反击。至于北侧留几个人关注情况就行了，其他人协助其他3个方向。其实对这3个方向，铃木并不担心，他最担心的反而是一直没东西出现的北侧。但现在不是担心的时候，先把这3个方向的人搞定再说吧，希望别出什么幺蛾子才好。很快，半兽人队伍走进了攻击范围内，江寒直接开始指挥，实体炮弹攻击范围1至3公里内，激光炮打人堆，重型激光枪给我补枪，轰轰轰，biu biu biu，实体炮弹激起烟尘，激光在烟尘中不断闪烁。一轮轰炸过去之后，一道道人影从烟雾中浮现，江寒瞳孔骤缩，这他妈什么情况？居然毫发无伤！这还是他第一次见这种敌人，开玩笑呢吧？这可是激光武器，谁能够抵挡住这种攻击？然而今天他就看到了，半兽人看着自己身上这层淡黄色的火焰，越发的兴奋。他们是无敌的。南侧还在赶路的人类有些发懵的看着小镇的清空，这对方怎么还有激光武器？不是说这里是中世纪背景吗？有可能是魔晶大炮吧，毕竟说的是西方中世纪，谁家西方中世纪有魔法呀？这科技完全就是扯淡。他们也就是吐槽一下，抵挡激光武器的装备他们也有，这基本是必备的装备。嗡！一条5米宽空的出现在半兽人的阵营中，这条空地上的半兽人直接消散在空气中。铃木满意的点点头，他还以为这些半兽人真的刀枪不入呢，原来也有扛不住的攻击啊。安娜嘴角抽了抽，这伤害属实是有些离谱。你怎么不继续了？我也想啊，刚才那一炮把能量消耗光了，得过一会才行。铃木也很无奈啊，风力发电机确实能充能，充能也快，但相比目前的情况确实太慢了，要20分钟才能够充满，看来要改造一下了。铃木，我想出去看一下这些半兽人是个什么情况，没想到还有这求知的态度呢。说好的魅魔的，怎么这么好学？安娜翻了个白眼，我可是魅魔里的首席炼金师好不好？半兽人也曾经是我研究的主要材料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炼金师、半兽人，这俩东西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？你确定你研究的不是什么巫术？你去吧。目送安娜离开后，铃木打开改装技能，将负责给电磁炮充能的风力发电机放了进去，提升充电速度。方案1：高效能源利用，银锭 X50，通用材料 X10，连续强化2次后，充电速度直接提升到5分钟就能开一炮的水准。至于再改造就没必要了，材料消耗过大。通过这几次情况来看，一个东西的功能要求越高，消耗的物资也就越高。唉，还是资源啊。本以为他的资源足够了，但看到这些半兽人后，他突然觉得自己手上的资源算个啥呀？一个激光枪居然打不破对方那个的肉体凡胎，太失败了。不行，等这次结束之后，各个小队的大炮和枪支必须要再改装一次。很快安娜从外面跑了回来。第132章，如果可以，皮也扒了。是神的祝福，那些半兽人都得到了神的祝福。安娜一脸惊恐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东西？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会出现神的祝福？还是兽神的祝福？他们不是半兽人吗？不是人和兽族结合体吗？这到底是个什么情况？要知道，在他的那个世界，神已经消失了5000年之久，他们魔界之神更是消失了近6000年的时间。什么神的祝福？铃木一头雾水地看着安娜，他有些搞不懂他什么意思。就是神啊，全知全能的神，他们身上的那层火焰就是神力的象征。普通的武器？安娜愣住了。对啊，普通的武器应该对付不了才对，但铃木的武器好像不普通，还是说他的武器能够将那层神力很快的消磨掉？铃木看着屏幕陷入了沉思，怪不得激光武器效果那么差，原来是神力的原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只能用电磁炮了。就是有些可惜，会不会将他们带来的东西也打成空气啊？半兽人有空间戒指吗？或者说他们有没有什么物资一类的？啊！安娜嘴角抽了抽，大哥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？你怎么还想着那些物资啊？现在不是应该将这些消灭了再说吗？应该没有吧？半兽人都是很穷的。
那我就放心了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所有人收好其他武器，只使用激光炮和牵引火炮，不需要你们击杀，只需要抵挡他们前进的步伐就好。收到。既然只是阻挡，那简单多了。几百门大炮不断作响。西侧靠近防御法阵的区域，一个个大坑出现。半兽人虽然没有受伤，但步伐确实被阻挡了下来。不过依旧是有部分半兽人已经抵达了防御法阵附近。在铃木的注视下，他们拿起各种武器对着防御法阵猛砸。看招法阵能量度数的下降，铃木松了口气。按照这个速度看，问题不大。报告，东侧鳄鱼人还有2公里抵达指定位置。报告，南侧那些人类距离还有3公里。好吗？速度还是挺快的，这回全来了。东南2侧老规矩，放进来打，其他你们自己看。他现在要先将眼前这个东西解决。不过趁着现在的时间，再制作3个电磁炮吧，把没用的牵引炮撤走。一个方向一个刚刚好，发电机也准备上3个，该升级的升级。看着减少了近1/1000的物资，铃木是一脸心痛。这要是不回本，他也没办法。4个巨型电磁炮准备好，3个对准3个方向，另一个则是随时准备支援。我靠！一道空白区突然出现在南侧人类阵营中。这任务完成个屁啊！这怎么打？谁家中世纪有这种武器？谁说不是呢？这任务等级绝对不够，我们一定要投诉游戏。这次可能要掉装备了，废了。人类阵营已经要放弃了，这根本就没办法打。5分钟后，又一条空白通路出现。散开，散开，不要站在一起。听我说，咱们没必要站在一起，也不用非要从一个地方打进去，只要打破这个护罩就行了。众人一听，确实是这个道理。于是，在铃木的注视下，南侧这些人直接就散了。铃木吧嗒吧嗒嘴，不愧是人类种族，反应就是快。他对这种情况早就猜到了。虽说大家不是一个星球的人，但看他们身上的装备，肯定不是什么冷兵器时代。如果他是外面的人，也会选择散开。虽不一定能成功，但被针对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。可是，你们是不是忘了激光枪这件事？铃木拿起对讲机，南侧散开的人全部给我用激光枪去招待。南侧和西侧大炮轰击半兽人，东侧和北侧则给我轰击鳄鱼人。鳄鱼人的防御能力要比半兽人弱一些，激光枪打不穿对方身上的鳞甲，但激光炮和炮弹却可以。守城结果已定，铃木现在只需要每隔5分钟发射那么1炮就行了。3小时后，守城结束，城外堆积了无数尸体。叮！恭喜玩家守城获得胜利，基础物资大礼包 X1， 城市发展礼包 X1， 地图碎片 X1， 胜利的晚餐 X1。铃木扫了一眼，拿起对讲机，派人去检查一下这3个种族的情况，查查有没有物资什么的，所有能拆下来的都拆下来。那个他们的衣服，那些人类的衣服都扒了，至于另外2个就算了。半兽人和鳄鱼人就几个破布，他要了也没有用。对了，如果可以将鳄鱼人他们的皮扒了，我看防御效果挺好的。安娜嘴角狂抽不止，人家死了，你还不给人留个全尸，还要扒皮，这土匪都没有你这么狠啊！下面的人很听话，说扒皮就扒皮，这也使得鳄鱼人那面人派遣的最多，足足80人都来到了这里，每个人都手拿一把大刀，开始切割着鳞甲。虽说有些恶心，但这玩意可真的保命。晚上7点，天色已黑，砰砰砰，一个个大功率灯泡亮起，将四周照得雪亮。安娜嘴角抽了抽，他们都工作了多久了，还不放过啊？铃木当然会放过，但也要将今天的工作完成。喂喂，城镇中心一根铁棍的上方，一个大喇叭传出了铃木的声音。现在7点，大家抓把劲，干到8点，咱们就开始准备吃饭。听到这话，众人干得更加起劲。铃木坐在椅子上，看向背包中的那个胜利的晚餐。他本以为这个胜利的晚餐没多少，而实际上里面足够他们这么多人吃上4、5顿的。可能守城游戏是按照这个小镇的人数去计算的。根据这个晚餐的情况，这个小镇的房子的标准容纳是500人。至于剩下的几项东西也都很简单。基础物资大礼包，每种基础物资50万份，哪怕是汽油也是给了50万 L， 光是汽油这点就太大方了。至于这个城市发展礼包，第133章放开了吃。城市发展礼包，混合蔬菜种子 100GX20， 混合水果种子 200GX20， 水泥图纸永久 X1， 沥青图纸永久 X1， 内燃机图纸永久 X1。 前2个他能够理解，城市发展离不开食物嘛，这很正常。后面3个，这是让他在这个世界打造现代社会吗？这东西是不是根据他们种族来分配的材料？相比于这3个图纸配方，不如给他一个修炼速成卡来的实在。到现在了，他对斗气就了解了一点，魔法一点都没有，自己的身体素质是一点都没加。他不禁看向一旁的安娜，
这货的身体素质是真好，当时被打得浑身都是伤，现在直接就好好的。铃木想到这里，直接看向安娜：“你们魅魔是不是身体都很好？”安娜一脸迷茫：“什么意思？你忘记咱们刚见面的时候了？我又是用子弹打，又是用火烧的。你当时受那么严重的伤，不是活蹦乱跳吗？”原来他说的身体好是这个啊！刚才幸好没有胡乱说话。我们魅魔的身体强度在整个魔界只能算是中等的，比我们身体强的多的是。只能说你们人类的身体强度太差了，即便是修炼斗气的人也不行，纯粹的肉体太差。那有没有什么提升肉体强度的办法？他只要魅魔这种强度就够了，至少不至于那么容易死就行。安娜摇摇头，没有，恶魔一族种类繁多，但强化身体的方式肯定不适合人类就是了。况且这里也没有魔戒，就算是能够用，也找不到材料。铃木一脸失望，看来他只能一直走这种科技路数了。战争机器就是他最后的保障了。8点，众人回归，南侧人类区域已经清理干净了，剩下的一点放在那里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。而东侧鳄鱼人就麻烦得多，那层鳞甲即便是死亡了，依旧很难切割。半天的时间过去，他们也不过才完成了1/3而已。想要全部弄好，至少还要1天的时间。赵景书记，这些东西交给你们，具体用多少你们看着办。3个大铁皮箱子出现在2人面前，书记打开其中一个箱子，里面摆放着各种瓜果蔬菜。这些都是吗？这可是新鲜的蔬菜啊，他们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了。书记还好，以前的时候还吃过几次，但赵景他们可一次都没有吃过。自从来到这里之后，铃木的物资得不到补充，很多他都不会下发，就连这次的食物他都留了一部分。反正是他自己的东西，他想留多少就留多少。凡是他喜欢吃的，大半都留了下来，不喜欢的都在这里。当然了，所谓的喜欢也是相对于不喜欢而言。咦，这一箱子居然都是海鲜，这一箱子是肉类，品种还挺多的。木哥，这东西他们偷工减料了吧？这些鸡的鸡翅怎么都不见了？还有，这有一格里面没有东西，看起来好突兀啊！木哥，这奖励是不是被吃？肯定是这么摆放的。书记看到铃木的那张脸后，连忙改口说道：“他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铃木之前也做过类似的事。自己刚才是干什么？没事问这些干什么？嗨嗨，可能他们缺货了吧？你们快去做吧。”赵景看了2人一眼，瞬间就明白怎么回事了。不过这跟他没什么关系，今天就好好享受就行了。这东西在现在就是奢侈品。看着2人带着东西离开，铃木松了口气。虽说东西是他的，但这种被抓住的感觉还真有些尴尬。下次一定留下来一个。夜里9点，饭菜全部准备妥当。城镇中心广场中摆了12张桌子，除了铃木外，其他人都去帮忙摆放餐具桌子，去做饭的地方端菜，饮料酒水不断放在桌子上。看着桌子上一盘盘刚出炉的饭菜，帮忙的人口水不断分泌。今天这饭菜微妙也太丰盛了吧！今天这是不按照那个新的章程来了？可能今天取得胜利，所以队长想庆祝一番吧。这可太爽了！我在桌子上还看到了大虾和螃蟹，就算再蓝心我也没吃过几次。铃木带着笑意看着忙碌的众人，一味的管理未必好，时不时的给点甜头也是必要的。更何况好东西他也留了不少，光是对虾他就留了上百斤，留下的只是一小部分罢了。10分钟后，所有人坐在餐桌旁，铃木举起酒杯，看着一众队员：“我说了，只要跟我混，肯定能让你们吃得很好。我不能保证你们中没人会死，但可以保证比你们之前活得更长更舒服。废话不多说，今天随便吃随便喝。至于守夜，根本不需要。防御法阵受到攻击会提示的。他的这一桌坐的人很少，只有4个肖队长以及江银、小胖他们几个人而已。这几天我们就留在这个地方，依旧是扫荡四周。但这一次你们要注意寻找比小镇稍微大一些的城市，记住依旧是先汇报。城镇一次给的地图实在是太小了，只能解锁一个地方，所开启的区域实在是有限。他当然想直接开启巨城，但通过面板给的城市分级来看，巨城就是最大的城市，那里面的防御力量绝对是最大的。他不确定以他目前的情况能不能打得过，所以最保险的方式就是先找个中型城市动手，如果能够打得过的话，再寻找大型城市，一步一步走，这样还能够保持他的资源。队长，那个任务大门我们还找吗？找，当然要找，这种资源不要白不要。对了，今天的那些人类身上弄出来的物资数量多不多？多倒是挺多的，但感觉没有什么用。至于身上的武器和盔甲，看起来挺好的，但是激光一打就废。江寒一脸无语，看着好像很不错的样子，结果就是个中看不中用的东西。虽说手上的武器也是激光武器吧，但那个伤害实在是不够看。第134章，能源问题解决。铃木有些不死心，就没有什么咱们能用的东西吗？好像确实有一个，
那就是一些类似核反应炉的东西，不过这东西数量很少，只在一些人身上找到了。舒毅连忙说道：“这个我知道，当时战斗的时候，其中几个人能够飞上天空中，从身体中伸出各种武器进行攻击。想来那个反应炉应该就是一种能源，就是太小了。”铃木眼神一亮，这能源不就来了吗？小没有任何问题，他有改装技能啊。有多少个？50多个。江寒连忙将东西取了出来，放到了桌子上。每一个直径只有20公分左右，确实挺小的。铃木直接收进背包中，你们先吃，我先回车里一趟。我要是没回来，你们就自行解散。他转头急匆匆的就跑进车子内，001紧随其后。几人对视一眼，那东西有用吗？不知道，但是咱们队长总是能够化腐朽为神奇，不能按常理看。舒毅淡淡的说道，在他看来，没有什么不是铃木做不到的。这个人简直就像开了挂一样，别人还在艰苦求生，他已经开始享受了，就很离谱。回到车上的铃木第一时间打开了改装技能，将50多个反应炉扔了进去，改装成大型反应炉。圆圈出现，完美。看到这个圆圈，铃木就知道这次稳了。只要有圈圈，就知道这个东西一定能成。这一次花费的时间比较长，足足10分钟后才给出选项。选项1：反应炉矩阵，银锭 X20， 密银锭 X20， 通用材料 X10， 电子元件 X50。选项2：大型反应炉，银锭 X50， 铁锭 X50， 铜锭 X10， 电子元件 X100。铃木眉头紧皱，这差距未免也太大了吧。他点开反应炉矩阵，查看信息。反应炉矩阵每小时产生2万度能量，可随时添加新反应炉。大型反应炉每小时产生5万度能量。铃木看着2个选项的解释，陷入了短暂的纠结中。一个能量少，但可以添加反应炉；一个能量多，但不能后续添加。只是他上哪弄炉子去？这肯定是选择选项2啊。确定之后，车子内部再次被光芒所笼罩，片刻后消失。然而车子好像并没有发生变化。他仔细看了看，车子的工作台上多了一个开关，油电开关。所以现在的车子变成油电混了，还真是有新意。就是不知道1小时5万度能量能够带动多大的战争机器。有东西不能用实在是太难受了，要是能够启动战争机器，他可以直接在天上寻找目标，何必像现在这么费劲。他看了一眼外面吃饭的众人，此时已将开始收拾桌子，准备休息了。既然这样，他也不着急出去。他打开工作台，看向刚刚获得的图纸。水泥图纸和沥青图纸原材料都是石头，只不过水泥只是单一的石头，而沥青则多了木材和通用材料。但他不打算生产，这个地方走的时候，他可是准备将这里的东西全部拆走的。尤其是防护法阵，这东西可是用来升级车载法阵的好材料。有了这个，他能省下很多材料的。他将目光放到了内燃机上面，现在他也算是想明白了，这个东西就是让他进行工业化的主要元件，和他开始想的用在车上根本就没有关系。想到这里，他直接制作出来一个，果然就是一个普通的机器而已。不过这东西倒是可以改装成发电机，可惜不会。实事求是，他不是什么都懂，但改造技能可以啊。他倒是要看看这东西能够变成什么。将内燃机扔进改装技能中，改造成发电机。简单的几种材料扔进去，一个发电机出来了。1小时100度能量，不知道这个能量是不是就是电，但想想应该不是。叮！经过宿主多次使用无限改装技能后，技能升级。啊，又升级了。想想也是，这都过去了多久了？要是他之前多用一些这个能力，说不定早就升级了。他打开改造技能，看着界面一愣，又多了一个金色的矿，这什么意思？安放4个材料。就在他看的时候，一串文字出现，指向了金色的矿。将主要材料放入到金矿中，改造技能将以它为基础进行升级，并有几率科技升级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这什么意思？前半句他明白，升级嘛，以前不是一直都这么做吗？但科技升级是什么意思？提升科技水平，步枪变激光枪。想到这里，他看了一眼刚才被变成发电机的内燃机，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升级开始，一连几次依旧是发电机，只不过能量变多了罢了，并没有出现什么科技升级。不仅如此，还浪费了他不少资源。有这么多材料，他早就将风力发电机升了多少级了？这个几率是不是太小了？想到这里，他再次将发电机扔了进去。这一次再不升级，我可不玩了，听见没有？铃木直接威胁这个改装技能，也不知道是他威胁成功了，还是几率到了。只见改装技能开始散发着金色的光芒，一直持续了近5分钟才消散。叮！科技升级，恭喜获得核动力反应炉。铃木瞪大双眼，我操！
核动力反应炉，这不是跟刚才他弄的东西一样的吗？早知道他选择那个矩阵好了。他将反应炉拿了出来。我操，好大！一个直径2米、高3米的圆柱体出现在他的面前。核动力反应炉每小时产出1万能量值，不愧个子够大，一个就有1万能量值。他将核动力反应炉放到里面，又将大型反应炉选取出来，改装成矩阵。对不起，数量不够，无法改装。形成矩阵至少需要20台反应炉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光这一个都是碰运气出来的。20台，那得要多少？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运气，运气，不知道书毅能不能使用这个技能。第135章，发现中型城市。至于所谓暴露技能这种事情，铃木根本就不担心。禁锢项圈在那里放着呢，他怕什么？唯一的问题就是不知道这个技能他能不能共享给书毅。要是能够共享的话，他绝对要让书毅试一试。次日，江寒、赵景和张谦各自带着小队出发，按照铃木的说法开始行动。书毅带领的小队则负责守卫工作。铃木坐在椅子上，尝试寻找将改装技能的权限分给书毅，然而却没有这个选项。最终还是要让他这个飞球来使用嘛。他对于自己还是很了解的，毕竟飞球已经跟他很久了。凭什么其他功能都能够共享，而这个就无法共享？这么有用的东西居然不行，实在是太可气了。无奈的铃木只能放弃这个想法。他打开地图功能，从地图上他可以看到各个车辆的行驶轨迹，但出了已知地图范围他便会看不到。此时还在地图中显示的只剩下了张骞的小队，此时这个小队就停在原地，想来应该是遇到了什么村落吧。看了一会铃木便感觉没有什么意思，直接关闭了面板，来到车外。小镇依旧保持着原有的状态，铃木并没有对其做什么，毕竟还没有离开。铃木看向东侧，想必书毅他们应该还在那边清理鳄鱼人呢吧。想到这里，他便朝着东侧走去。来到东侧，果然在外面遇见了他们。木哥，你怎么出来了？书毅手拿锋利长刀，身上沾染着血迹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好一个血腥女王啊！我就过来看看弄得怎么样了。你们用这个材料制作服装了吗？制作了一件用来尝试防御了，单纯用鳞甲制作出来的破甲，防御力只能够抵挡住无法最高功率的射击。书毅耸了耸肩，与他们活着的时候差距很大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死了之后这个东西失去了活性。铃木看着地面上这么多尸体，那就多尝试几次，添加一下其他的材料试试。防具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多加尝试，不然根本不知道效果。铃木足足在这里待了1个月的时间，最后屁都没找到。队长，那我们要离开吗？当然要离开，居然一个中型城市都没有，不离开干什么？至于小型城市，他现在连理会都不想理会。一次给那么点地图够干什么的？拆城镇，给我全拆了。看着这个小镇他就来气，虽然获得了不少好东西，但是也浪费了他不少时间。按理说他们搜索面积挺大的，方圆500公里内基本都走了个遍，然而什么都没有。地图显示的也挺好，但怎么就找不到地方呢？等所有人离开后，他将安娜叫了过来。为什么我找不到中型城市？安娜一脸无奈的说道。因为我们这里还算是在山脉附近啊，当然没有了。铃木打开地图，这上面明明显示的很小，怎么可能还在边上啊？他将地图展示给安娜看。安娜摇摇头，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知道的是中型城市其实挺多的，但每一个相距至少都有几万里那么远，而且一般都是远离山脉地区。按照这里待的时间长的人说，山脉这里属于资源贫瘠地区。铃木不禁思考安娜的话，要是这么说的话，这里到底有多大？这么看地图岂不是骗了他？至于资源贫瘠，确实挺贫瘠的，虽说比外界要好，但也没有好太多。想到这里，他不禁看向安娜，那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？你上次问我，我说了呀，我们用手绘啊，地图也给你看了，你自己没有看比例而已。安娜一脸无奈，双方本就是文化不同，这让他怎么去说？1小时后，小镇消失，铃木再次获得了一堆材料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寻找中型城市。所有车辆准备，集合。铃木开启战争机器，一辆辆车化作零件组装到一起，一个巨型的战争机器出现。轰！战争机器下方喷射火焰，战争机器缓缓升空。铃木的眼前的控制器上的能量显示着6万度能量值，没有发生一丝变化。不知道全速前进后能量消耗怎么样。轻轻推动推杆，速度开始提升。200、300、500，速度达到700公里每小时后，铃木便没有继续提升。他还要寻找城市呢，速度太快，他可看不见。铃木看了一眼能量值，依旧保持着6万能量值，暂时看好像没什么消耗。各单位注意你们的屏幕，寻找比城镇更大的城市。收到。铃木继续拔高高度，一直来到2000米的高空飞行。在001面前也有一个屏幕
屏幕被划分了16个小屏幕，可以看地面上各个方向的图像。001，时刻注意城市。好的，主人。对于001来说，16个屏幕对他来说刚刚好。将战争机器设定好后，铃木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来到后面的客厅中，拿起桌子上一本书看了起来。书名写着《斗气笔记》，依旧是001给他分析出来的那本。虽然目前没有修炼成功，但该看还是要看的。万一呢？就这样，战争机器以7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飞行着，成员们一直盯着屏幕寻找着城市。与安娜说的一样，这面就是偏远地带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城市。飞行了3个多小时，一条发现中型城市的信息都没有，反倒是城市遇见了不少，而且是越来越多。下午5点，战争机器已经飞出去了将近5000公里的距离。队长，发现一座比城镇大的城市，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？张谦的声音从对讲机中传来。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的铃木瞬间坐直身子，连忙来到驾驶位，将战争机器停了下来，悬停在空中。他拿起对讲机，位置在哪里？在右后方。001，看一下右后方哪里有城市。随后他继续对对讲机说道：书意，让安娜过来一趟。第136章新种族吸血鬼。得到通知后，安娜穿过层层通道，来到了铃木所在的房间。进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吐槽：大哥呀，这里太难走了，咱们能不能在这里做点指示图或者说地图？我走错了好几条路才走到这里。其实急着也不能怪他，毕竟是第一次在这里面走，根本就找不到路。这个等会再说，你去给001指认一下，哪一个是我们要找的中型城市？好。片刻后，就是这个就是中型城市，大小是城镇的5倍大小。安娜指着屏幕上一座黑色城市说道。铃木将画面放大，皱着眉头看着眼前的城市。这座城市为什么是黑色的？安娜摩擦着下巴，估计是因为里面生存的种族吧。一般一座城市的样式会根据种族情况发生转变，转换成他们生活习惯的样子。只不过很多城市是正常的，只有一些特殊种族会这样。看着画面上黑不隆冬的城市，安娜猜测道，这可能不是什么友好种族，反正黑色的城市我就没见过好的，当然我们恶魔除外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要不是我给你安了一个项圈，你说不定是什么样呢？铃木控制着战争机器来到城市上空，所有人将摄像头对准下方的城市，查看下方是什么种族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样的。他要确定对方情况之后再决定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战斗。不过大概率会选择从上方进攻，但在这之前还是要确定一下为好。收到。铃木伸了懒腰，接下来就不需要他干什么，这就是有队员的好处，麻烦的事情有人帮忙处理，而他只需要坐在沙发上等待消息就好了。然而一下午过去了，一条信息都没有送来。不应该，难道这里面没有人？铃木回到座位上，拿起对讲机，下面的城市你们看到人了吗？没有，今天一下午里面一个人都没有出现。没错，我们每个人负责一个区域，一个人都没有。铃木摸了摸头发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他看向安娜，你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？可能是夜行种族吧，有一些种族就是白天休息，晚上行动，这很正常。话说我能回去了吗？在你这里待着很不自在。铃木摆摆手，走吧走吧，他在这里他还不舒服呢。安娜一路回到舒逸的房间，进屋第一件事就是将身上的皮衣脱掉，露出雪白的肌肤，随意的坐在另一张椅子上。舒逸见状略显无奈，大姐，我还在这里，你要不要穿上点衣服？大家都是女人，有什么可穿的？而且那身皮衣可是很紧的，我才不想穿呢。舒逸无奈的打开工作台，连忙做出一件睡衣，穿上这个能舒服点。安娜撇撇嘴，你们人类还真是麻烦，这样多舒服。她随意的将衣服一套，扣子简单的扣上2个。你这个做小了。舒逸嘴角抽了抽，确定不是你太大了？他转过头，将目光放到屏幕上，他的工作还没有完。一旁的安娜陷入了沉默，静静的发呆。感觉到身边的人没了声音，他随口问了一句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就是在想那个铃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。个人实力不怎么样，但是那个心思怎么会那么多？要是他有这么一个机器，绝对会暴力解决问题。然而铃木却要先看对方有没有人，这是个什么操作？为什么会这么想？还能为什么呀？当然是因为你们现在的这个机器啊，这东西可比我们那里东西厉害多了。但他却谨慎的有些过分，居然不动手。舒逸笑了，在我们国家有句话叫做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还有一句话是狮子搏兔，亦用全力。总之就是做任何事都要尽力而为。他并不觉得小心谨慎有什么错。铃木之所以有现在的成果，还不是因为他的谨慎。夜里8点，
下方的城市终于有了变化。城市中的房子一个接一个的亮起了红色的灯光，显得整个城市阴森恐怖。一个个身穿黑衣的人影走了出来。铃木放大屏幕，微微诧异，这苍白的皮肤，黑色的晚礼服，再加上那标志性的牙齿，这特么不就是吸血鬼吗？这确定不是蓝星传说吗？难道真的有的星球里面都是吸血鬼？也不对，安娜的星球什么种族都有。队长，这是吸血鬼。队长，咱们是不是应该准备大蒜和十字架呀？从他们的声音中可以知道，他们现在很兴奋，毕竟这可是传说生物啊，当然兴奋了。确实应该多准备一些十字架。看来要自己来忙了。你们先用激光炮对下面进行攻击，看看激光对他们有没有用。是。一个个炮筒从下方伸出，随后一个个激光炮射出，其中还夹杂着不少炮弹。轰轰轰！下方的防护法阵荡漾起一阵阵涟漪。对于这种情况，他们早有预料，他们根本就没想过能够一次将这打碎。而铃木此时已经在开始制作十字架的道路上，一人一个也要小200个，再加上战舰各个主要位置也要安放，这数量可一点都不少。下方准备出门的吸血鬼们齐齐抬头看向头顶。凯恩，有食物来了！一名身材高大的吸血鬼一脸兴奋，不只是食物，还是我们的佣人。所有人跟我一起出去战斗。对于那些激光炮，他们没有放在心上，频率太慢了，更何况他们的速度一点也不慢。一双双黑色肉翅在他们身后张开，瞬间冲向空中，左突右闪，直接来到了与战争机器平齐的位置。这个铁家伙还挺大，咱们怎么进去？凯恩伸出自己的手掌，手指的位置一根根指甲变长，当然是用指甲呀，难道要用嘴咬吗？上千只吸血鬼落在机器上面。坐在房间的小胖子一脸兴奋，嘿嘿嘿，吸血鬼们，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强。在他的屏幕中，一只吸血鬼看着眼前的4支枪管，充满了好奇。第137章，你们倒是反抗啊！一发发激光子弹射出，将面前的吸血鬼身上射出一个个窟窿，好像也不是很强。我操！小胖子瞪大双眼，只见画面中的满是伤痕的吸血鬼恢复了正常。吸血鬼看了一眼自己的身体，随手抓住眼前的枪管一用力，便将枪管拆了下来。还以为是什么厉害的东西，原来就是这。只是他的脸色更加苍白。随后一个个枪管伸出，对着一众吸血鬼进行攻击。然而吸血鬼的反应速度实在是太快了，能打中的很少。安娜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吸血鬼，这些种族还真有意思，居然拥有不死之身。舒逸摇摇头，只要属于凡人范畴内，就没有所谓的不死之身，总有办法将其消灭。很快，众人也不再使用激光枪，都在等待着铃木的命令。就在这时，整个战争机器上伸出上百个银色十字架。看到十字架，吸血鬼的眼神中充满了惊恐。是十字架，还是密银制作的十字架？快跑！然而此时已经晚了，一个高达5米的十字架从中央升起，银色的光辉瞬间变大，距离近的吸血鬼直接化作飞灰，消散在天地之间，而稍微远一些的则浑身冒着火焰。上千只吸血鬼，只有10几只逃了出去。看着消失的族人，凯恩心有余悸。现在该怎么办？这些人的目标绝对是他们的城市。然而就在这时，天上的战争机器开始下降，下方伸出一个个银色十字架。不好，快走！其中一个巨大的十字架释放一道粗壮的银光，只见这一条线上的吸血鬼全部死亡，存活下来的吸血鬼连忙逃进防护阵中。太可怕了！怎么办？对方有密银十字架，居然还能发射圣光，还怎么办？凯恩都死了，要不咱们逃跑吧，从地下通道逃跑。对，逃跑！不只是这些战斗人员，就连待在法阵中的吸血鬼们也纷纷前往通道，活命要紧。至于这座城市，不要也罢，一座城市而已，想要的话随时都可以弄到。中型城市没了，还有小型城镇。队长，对方好像都跑了呀，咱们去抓他们吗？铃木看着屏幕中不断跑到通道中的吸血鬼，也是一阵无奈。你们倒是反抗啊，怎么就这么跑了呢？舒逸，问一下安娜，中型城市的通道有多长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没有进过城市。铃木嘴角抽了抽。行吧，没去过就没去过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直接进驻算了。所有人开启激光炮，把阵法打爆。在激光炮的轰击之下，法阵连10分钟都没有坚持住，就破碎了。见此，铃木也是一阵迷茫，这是什么情况？按理说中型城镇应该很难被打爆才对啊，然而事实就摆在眼前。安娜，这个城镇的防护法阵什么情况？很正常啊，神秘元素很难获得的，估计是多少年的法阵了，能量早就用光了。
铃木恍然大悟，对啊，防护法阵的能源可不是那么好找的。战争机器缓缓降落到地面，随后化作一辆辆汽车。第一时间给我找仓库，寻找物资。想来对方在这里待的时间长，应该会有很多物资才对。尤其是刚才他们着急的样子，一看就知道这些人没有拿什么物资就跑了。是，寻找物资什么的他们最喜欢了，因为每到这个时候，铃木就会准备一场丰盛的晚餐犒劳他们。很快，一个个仓库被他们找到，这里的物资比他在城镇找到的物资还要多，可以说是那里的10倍。队长，刚才清点了一下，一共有20个仓库，其中大半都是满的。看来他们应该掠夺了不少物资，不然不可能这么多。去看看。物资啊，这可是不可或缺的东西。看着眼前的仓库，铃木不禁咽了咽唾沫。这可不只是数量多，这空间也大啊。这随便一个仓库就比之前的仓库大1倍还不止，而且还存满了货物。看来又要制造不少储物箱才行，不然这些物资没地方放。之前制造的储物箱早就装满了，甚至一些车辆核心也被他装满了东西。没办法，谁让他物资多呢？1小时后，铃木看着剩下10个仓库发呆，口中呢喃：原来中型城市中的物资这么多吗？这回发达了呀！刚才制作的储物箱已经装满了，然而还有这么多。他想了想，回到车上，看着叠放整齐的箱子，默然无语。铃木想了想，尝试着将储物箱收进核心中，然而根本无法收纳。这一点是铃木最无法理解的，因为其他的车辆核心都能被收纳，唯有自己制造的储物箱不行。明明都是具有储物能力，为什么就进不去呢？这时他看了一眼身旁刚刚制作出来的箱子，他直接用新箱子收纳眼前的箱子。嗖！铃木瞪大双眼，原来是这样，同品类的才能互相收纳。那还等什么？铃木连忙将4楼的箱子收纳进一个箱子中，幸好这些箱子内的空间也是可以叠加的。就这样，3楼摆放的箱子全都被铃木收纳了起来。随后再次制作100个储物箱，将外面仓库的资源全部收纳起来。晚上8点，如他们想的那样，铃木再次准备了丰盛的饭餐，而这一次比任何一次都要丰盛，尤其是肉类，每一桌都准备了几10斤。放开了吃，今天肉类绝对能够满足你们。魔兽肉当时他可是把能吃的都收了下来，累死他们都吃不完这些。队长万岁！队长牛逼！这可都是肉啊！对于平时每天只有2两肉配额的他们，今天说什么也要吃到撑。安娜端着一杯葡萄酒，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些争抢的人。啧，铃木这人还真会玩弄人心，这些肉食都是那些不好吃的肉，这些人居然吃得津津有味，不愧是铃木。舒逸翻了个白眼，你不也一样？那葡萄酒都是没人喝的东西。第138章，全都抓来打工。安娜嘴角抽了抽，别的酒度数太高，不适合我。她倒是想喝啤酒，那东西冰冰凉凉多好喝。然而上次刚喝了5杯，人直接倒地不醒。要知道，在他自己的星球，他可是可以直接喝1桶的。不信邪的，又喝了几次之后，对自己有了清晰的认知。他更适合喝这种葡萄酒，哪怕没人喜欢喝，他也要喝。这是唯一一种最贴近他们星球的酒水。当然，他也尝试了朗姆酒、龙舌兰等，最终的结果就是一杯倒。鬼知道这里的酒水是不是下了迷药。由于铃木成为了这里的新主人，这里的房子颜色开始从黑色开始慢慢褪去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，半年的时间应该就可以恢复到正常颜色。城市的办公大楼中，铃木查看着这里的书籍，这里留下来的都是吸血鬼他们的日记和笔记。根据这些东西，铃木了解到，这些吸血鬼在这座城市生活了8年多的时间，同样是被拉入一场游戏中存活下来的人。而在这个笔记本中，不只是记载了他们，还记录了一个地点，距离这里8000多公里外的位置有一座大型城市，在那座城池之中生活着人族，也就是和他一样的人类种族。而这些人类种族是和他们差不多的科技种族。铃木合上笔记本，暂时他并不打算前往那里，他准备先以这里为基地，先发展一波再说。有了根据地之后，才好向4周发展。不过在此之前，先把地图弄到手再说。铃木二话不说，直接启动守卫战。中型城市的保卫战要比小型的守卫战强度要高，时间一共72小时，远比之前的要多。老规矩，一队负责一个方向。中型城市比城镇多了一个5米宽的围墙，围墙必须要利用上。安排人在城墙之上给我弄大炮轰，第一波估计还是魔兽，问题不大。所有人开始行动，对于前2天的生物，他们并不担心。结果和他们想的一样，依旧是和之前小型城镇一样的生物，只不过有些种族发生了一些变化，但对他们影响并不大。这一次可不是4个电磁轨道炮，而是10个，其中几个分配给了其他人，
在10发轨道炮的守护下，没有一个种族能够靠近防护罩。被铃木重新安装上神秘元素的防护法阵，连一点能量都没有被消耗。夜里，铃木安排好守卫后便去休息，然而还没休息完呢，就被叫醒了。队长，不好了，野外有东西进攻了。铃木挠了挠头发，进攻你们就打就好了，有什么难度吗？可是这些东西打不死啊，好像是小说中的骷髅。铃木瞬间精神了过来。如果真是你这样的话，那必然有死灵法师，对不对？要是能控制他的话，嘿嘿。铃木瞬间来了精神。各组负责人注意，让你们的手下队员只打近距离的骷髅，远处的不要动。之后发动无人机，给我寻找幕后控制的人。虽然不知道对方是不是这里的生物，但既然来了，就别想走了。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将他们留下来。是。一架架无人机升空，铃木也放飞了几架无人机。画面上浮现出外面的景象，漫山遍野的骷髅，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有。001寻找对方的藏匿点，正常情况应该在最后方。好的，主人。如果这次成功了，他以后再开启这种守卫战，将不打算全部歼灭，而是留上一部分当作战斗人员。满山遍野的骷髅不断冲过来，在无数炮弹中，依旧有骷髅冲过来，但这些骷髅对防护罩的伤害实在有限，根本打不掉什么，铃木都懒得搭理。现在最主要的是找到对方。报告！一群没有脑袋的骑士突然出现，我们应该怎么应对？老规矩。是。铃木眼神越发的兴奋，居然还有这种东西，看来应该再逼一逼。他拿起对讲机，将战线拉到5公里，全火力覆盖。他倒是要看看你打不进来会释放什么东西。东部10公里外，5名身穿黑袍、脸色灰白的老者一脸无语地看着前方的阵地。好像有些难啊，这还能赢吗？没事，对方也不敢出来，应该还有赢的希望。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为什么亡灵之主会让我们来这里？管那么多干什么？给亡灵之主工作是我们的荣幸。看着远方的城市，其中一个老人直接召唤出10只古龙，他就不信古龙还打不过。然而古龙还真打不过，在对方几炮之下就化作碎骨，就连组合都无法重新组合。找到了！铃木连忙来到001面前，在东部的一个小山坡上看到了那5道身影。我靠，居然只有5个人！铃木暗自咂舌，5个人召唤漫山遍野的骷髅，他们要不要这么离谱？不过他喜欢，越离谱越好。继续找其他几个区域的。队长，西侧发现4男1女，北侧4个方向全部发现了目标。既然如此，也是时候出发了。你们守护好这里。铃木的避难所开始变化，化作一个直升机，直接飞向东侧。看着从远处来的机械，5名老人眉头紧皱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他们连忙召唤新的古龙，然而却被一层黄色护罩阻拦了下来。不好，是防护法阵，咱们怎么办？现在想撤退也无法撤退，逆向召唤法阵需要亡灵之主启动，他们并不会这种魔法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从天而降，轰！烟尘弥漫，一个大坑出现在几人面前。嗖！001瞬间从大坑中冲出，3两下便将5人制服，随手便将5个禁锢项圈戴在了5人脖子上。5人一脸茫然地摸了摸脖子上的东西，这什么情况？飞机降落，铃木从中走了出来。嗨，欢迎成为我的队友。滋！一阵阵电流在5人身上流转，是思维感应魔法阵。5人脸色狂变。第139章，名声算个什么东西？看着地面上的5人，铃木摇摇头。001把他们弄上车。好的，主人。失去了5人的指挥，这里的骷髅开始无规则运动，一部分进攻远处的城市，一部分则是走向了其他地方。随后，铃木带着001去往其他几个区域。半小时后，他的车里多了20人，全部都是此次的始作俑者。至于下面的骷髅，已经无所谓了。队长，走远的骷髅用管吗？不用管，只要不来我们这里就行。只是一些骷髅而已，不管也无所谓。反正他附近的骷髅已经被他消灭，至于其他地区的人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个，后方有女人谨慎地举起手。铃木回头看一眼，说：“我的亡灵魔法和他们的不同。”棕发女人弱弱地说道。铃木扫视一圈，有些诧异，在场的不是老头就是老太太，怎么你一个这么年轻的人混在其中？我也不小，今年已经33了。棕发女人看了一眼铃木，说道：“你说你的魔法和别人不一样，有什么不一样？”一旁的一名老头连忙说道：“露西亚的亡灵魔法发生了变异，她施展亡灵魔法召唤出来的生物身上带有法力，并且她所召唤的亡灵每隔1天就会召唤出一批亡灵出来，而这些亡灵也会附带这种魔法，所以你们要是不管的话，这里很快就会被亡灵所占据。”另一名老妇也是连忙补充道：“我们的召唤物可以不管，时间到了自然会消失，但它的并不会。尤其是这里的环境，
这里的空气中富含亡灵元素，说不定那些骷髅会发生变异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的魔法真的有这么离谱？露西亚连忙点头，确实是这样。而且我刚才的召唤物当中，不只是有普通的骷髅，还有无头骑士。我建议你们最好还是管一管，不然这个世界可能会变成亡灵界。虽说他是个亡灵法师，但他可不想将自己的世界变成亡灵世界。要知道，亡灵可是会改变环境的。铃木摆摆手，一脸无所谓，这跟我没有关系，只要我所在的区域没有就行。可是他们会改变环境的，到时候这里的环境都会被破坏。铃木对着001摆摆手，把他们先弄到3楼去。好的，主人。露西亚见此也不再劝说，等时间一到，他自然就明白自己说话的意思。来到3楼，这里铃木进行了小改装，多了一个小房子。你们就住在这里，没人叫你们的时候，只能在这层走动。说完001便离开了这里。等001走后，众人松了口气。这个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为什么我释放的诅咒对她不好使？你是不是傻？这人根本就没有灵魂，诅咒有什么用？老头一脸无语。可是现在怎么办？我最后一个技能可是亡灵天灾，足足20多万的亡灵，就算是被打了，也还有4、5万活了下来。露西亚一脸担忧。孩子，你记住我们是亡灵法师，这种情况很正常。再者说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，就算出了什么事，也和我们没有关系。一名老妇安慰着露西亚。1周后，铃木看着屏幕，愣愣的发呆。我靠，那女人说的还真是真的。队长，这情况有些不对啊，外面遍地都是骷髅和那种没有脑袋的东西。队长，我们这附近几个村子里已经被亡灵占领了。队长，铃木拿起对讲机，事情我都知道了，你们自己注意一点，尽量不要下车，用激光武器打头。1周的时间，这附近的亡灵生物不断蔓延，无论是哪个方向，亡灵生物数量都不少，少说有100万之巨。看得铃木直嘬牙花子，这个女人未免有些离谱了吧？而这些亡灵依旧朝着4周扩散，说不定1个月之后，这些亡灵会发展上千万。离谱，太离谱。不过这样更好，这些亡灵就相当于一个保护圈，谁要是想要进来，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，并且在之后还可以利用这些亡灵法师对其他城市展开进攻。就是不知道这些人能够在这里待多久。时间匆匆流逝，铃木在这座城市待了足足6个月的时间。他对这座城市并没有做出任何改变，毕竟这只是一座中型城市，要改变也是对主城进行改变。战争机器升空，缓缓驶离这里。安娜看着屏幕，你们的队长还真是一点都没变，依旧是全差。话说他资源都有那么多了，为什么还要这么多物资？未雨绸缪吧，万一后面没物资了呢？安娜嘴角抽了抽，就按照你们队长这种方式，你告诉我他怎么可能没有物资？这随便打劫一座城就能够将物资填满。安娜的话还真没说错，铃木就有这种想法。他有了这20个亡灵法师之后，中型城市和大型城市不准备待了，他打算直接寻找主城，只不过这个主城寻找起来有些麻烦。不得不说，这里的面积是真的大。报告，发现城镇。报告，发现一座中型城市。降落打劫，花费2天时间将所有仓库抢光，继续赶路。远处逃出来的人们看着远去的机械体，一脸懵逼。他们不是来占据城池的吗？怎么走了呢？不清楚啊，这跟其他的人好像有些不一样。话说我们的存活该不会？1年的时间过去了，一个关于空中强盗的传说传遍了整个世界。铃木也不清楚原因是什么，关于他的传说就这么传开了。只不过名声并不是很好，对此铃木是一点都不介意。只要有资源，名声算个什么东西？短短1年时间，铃木足足抢夺了几10个中型城市，物资已经多到他数不过来。队长，下面的人见到我们第一眼直接关闭了法阵，咱们下去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现在打个劫都没有成就感了。第140章，发现大型城市，方便之门都打开了，不进去逛一圈多不给面子，下去吧。房子就不拆了，只拿资源，人敬我1尺，我敬人1丈，这就是铃木的生存准则。城市的拥有人站在城市外的不远处，就看着他们搬运物资。一名居民愤愤不平，老大，咱们就这么让他们任意欺负？负责人看了他一眼，你想反抗？你要是想反抗，别带上我们。你知道最近一次反抗的结果是什么吗？整个城市的房子都被扒了。啊，我记得不是把一座城市都给屠杀了吗？不是吧，我怎么记得他们好像把那些人吃了呢？不对不对，是他们的负责人把人吃了。对对对，他们的队长身高8丈，头顶双角，还有一对10米长的黑色翅膀。铃木看着画面中的一群人，
以及里面的声音一阵无语。26米的身高，10米的翅膀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？什么时候他成了这个形象？哈哈，他们居然你吃人！哈哈，我不行了。安娜捂着肚子哈哈大笑，她就从来没听过这么离谱的话。还有那个形象，怕不是恶魔的形象吧？让你看的城市，你看了吗？安娜瞬间闭了嘴，这城市怎么找吗？距离太远了，根本就找不到好不好？这附近没有吗？我上哪里找去？你不是说你之前去过吗？那个城市不在这里，我怎么找？安娜无语，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方向好不好？铃木摇摇头，你说我要你何用？让你干个工作都干不好。1个月后的一天夜里，队长，我们好像找到大型城市了，这面积怕不是有50平方公里了。为了更好寻找目标，铃木让这些人开始2班倒，24小时不停地寻找城市。001第一时间将战争机器停了下来，连忙叫醒后面刚刚睡着的铃木。主人，他们好像找到城市了。铃木缓缓地睁开双眼，伸了个懒腰，还真是会挑时间，刚睡着不到1小时就被叫起来了。铃木坐回驾驶位，具体地点在哪个方向？队长，城市就在我们下方，不过这次他们并没有撤退。这个城市的人并没有和之前的一样，也许是因为晚上吧，不知道明天这些人会不会跑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大家先休息，明天再行动。铃木现在很困，不想在这个时间开战，休息一晚。次日一早，所有人都准备好了。铃木将安娜叫了过来。大型城市的防护法阵强度怎么样？20个神秘元素，几乎可以说是牢不可破，并且他们自身还有不少存货。即便是你用你的武器轰击，至少也需要3个月的时间。我建议你最好还是放弃，你根本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好东西。对于安娜的话，她只要听一半就是行，至于其他的直接略过。战争机器准备降落，所有人在第一时间分解展开。收到。铃木观察了一眼四周，在距离城池10公里外的位置有一片平原，大小距离都刚刚好。10分钟后，一片营地出现在这里，武器全都准备好。赵景和舒逸安排人准备一下早餐。收到。铃木看向001，你将那些亡灵法师叫出来，到了他们出力的时候了。一旁的安娜一愣，你该不会是想利用亡灵吧？那东西伤害那么低，根本就没有用。铃木摇摇头，当然不只是他们，而是所有能用的都用上。况且你怎么知道那些亡灵没有用呢？露西亚的能力对他来说很有用，也许10万亡灵没有用，但是100万千万呢？困兽之斗总该知道吧？他就不信这个城市中的食物够他们吃1年。铃木反正一点都不着急，多久打进去都没事。而且他刚才在这里探测了一下，这附近的资源还是不少的，趁着这个机会开采一些资源也是没有问题的。所以着急不可取。等所有人被叫下来后，铃木直接给他们安排工作。你们的工作很简单，你们19个人给我不停地召唤亡灵生物，之后将那里包围起来，一半用来包围，一半用来进攻。几人对视一眼，默默地点头。那远处的建筑一看就比之前的那个建筑还难打，这不是无用功吗？铃木看向露西亚，至于你也是一样，不断地召唤亡灵生物，有多少召唤多少，但是不需要参与到战斗之中，你只需要控制这些生物在那座城市4周就行。我现在问你一句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的亡灵生物能够发展出来多少？1000万差不多，但后来的那些并不受我的控制，我担心那些亡灵会扩散。铃木摇摇头，无所谓，只要这附近全部铺满就行了。他看向远处的建筑，不就是比消耗吗？我慢慢消耗死你。这个城市他要定了。他叫来安娜，我问你，一般情况下，这里的人要花费多少时间才能够弄下来一座城市？安娜思考片刻，半年到1年吧。铃木点点头，那这么看来，时间还能更快一些。吃完饭后，20名亡灵法师先行动起来。在众人的注视之下，无数骷髅不断被召唤出来，整齐地朝着远处的城镇走去，其中还夹杂着无头骑士。至于古龙一类，他们并没有召唤，一个是消耗过大，另一个他们召唤出来也未必有用。就这样，铃木直接驻扎在这里。外面有亡灵包围，铃木早中晚3个时间安排抛弹。总之，你们要么离开这座城市，要么每天就这样担惊受怕，别想好好睡觉。最初1周，对方没有派人出来，而1周之后，第一支小队出现在众人的视野当中。队长，对方应该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族，他们手上的武器也和我们一样。一样。铃木连忙控制无人机的画面，好像还真是一样，穿着武器都差不多，只不过皮肤是绿色的。估计这个地方人族居多，给他们几炮，让他们回去。第141章，声音终于停止了。在激光武器的攻击下，那些出来的小队连忙逃回了城市中，只不过他们也留下了几具尸体。然而很快，
那些留下来的尸体变成了一个个骷髅，加入到了亡灵大军中。对此，铃木倒并没有太过惊讶。亡灵法师吗？不就是玩弄尸体的吗？你们自己看着点，时间到了就开始轰炸，就这么消耗着他们。可是他们的食物肯定有很多，而且还有逃跑通道在。舒毅并不看好这种作战计划。这里不是古代，而是一个外星球中。铃木摇摇头，放心吧，我已经告诉那20人了，让他们在这附近寻找通道了。如果以他这些人想要寻找通道，那是难上加难。但将这件事交给亡灵法师他们，却再简单不过了。100多人找不到的地方，那几10万亡灵总能够找到吧？到时候只需要让露西亚将他的亡灵填满那里就好了。想来里面很快就会出现一堆亡灵的。第3天，通向城市的通道找到了，只不过事情稍微有些麻烦。队长，通道已经找到了，但是里面有一扇铁门，亡灵走不过去。铃木挑挑眉，这些人还真是够谨慎的，居然在里面安装了大门。这还是他第一个遇到在通道里面安装大门的。那你能够在门那面召唤出亡灵吗？露西亚点点头，这应该是可以的。对方用的是那种1栅栏的那种门，问题不大。那就多送给他们一堆。远处的城市中，4名城市负责人坐在一起，愁眉苦脸。找到对方的人了吗？出都出不去，我们怎么找？现在只知道对方是亡灵法师，具体有多少人根本不清楚。看不断增长的规模来看，对方至少有50人，这又是哪个巨城的人出来了？一名壮汉摇摇头，我觉得应该不是巨城中的人，而是传说之城的人出来了。众人脸色大变，传说之城那里的人怎么会出来？不应该吧，在传说之城住满50年就能够回到自己的星球，他们还出来做什么？那之前的努力不是断了吗？一名金发男一脸不解。壮汉看了金发男一眼，希尔，那只是传说而已，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是否真的能够回到星球。你不要被洗脑了，有那50年的时间，不如好好的生存。克罗多，你脑子里都是肌肉吗？如果回不到自己的星球，他们为什么要去找什么传说之城？克罗多抱着双臂，显然是不想和金发男希尔再进行沟通。你们2个好了，快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。他们再这么弄下去，虽然杀不死我们，但是每天休息不好，早晚会崩溃的。1天3波炮击，有时候甚至是5波炮击，这让他们怎么睡觉？尤其是半夜的时候，间隔时间更短。而最近对方更是残暴，1天10波炮击，尤其是那种老式火药炮，伤害不大，但那个声音却能够笼罩全城。怎么找？那么多亡灵，咱们去哪里找？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对方有科技种族，其他什么也不清楚。克罗多眉头紧皱，按理说科技种族和亡灵法师这2个走不到一起才对，任他们想破脑子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为什么。轰轰轰，又是一阵炮弹轰鸣声响起，4人只是抬头看了一眼，便不再关注，毕竟已经习惯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晚上派遣一支小队出去看看吧。要不我们撤退吧，小队出去也是死，咱们又不是没有派遣过。众人齐齐叹气，他们怎么就遭遇到了这么一个玩意？你都有武器了，就不能正面对抗吗？天天在后面放冷枪。至于无人机等一系列手段，刚一放飞就被打了下来。对方就跟有锁头功能一样，只要发现瞬间就全都给你打下来，一个都出不去。他们现在就是瞎子聋子，除了躲在这里，什么也都干不了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通道中都已经聚集满了亡灵。队长，里面的通道差不多有几千只亡灵了，要出去吗？夜里派出去，不要被人发现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把他们的阵法破坏掉。明白。防御法阵启动之后，整个法阵是拆不下来的，但是里面放着的是神秘元素，却是能够进行拆卸的。这才是铃木最终的目标，其他的都是障眼法罢了。这样他既能获得一个全新的大型法阵，还能够获得对方的神秘元素，一举两得。如果他开启狂轰乱炸模式，对方一定会殊死反抗。夜里，克罗多被人从房子中叫了出去。克罗多，你听，没有声音，已经4个小时没有声音了。希尔一脸兴奋，克罗多一脸疑惑地看着上方，好像确实没有声音了。对方应该是没有资源了，看来也不过如此嘛。不仅如此，四周的骷髅正在朝四周散去，估计是放弃这里了。克罗多看向希尔，无人机派遣出去了吗？希尔点点头，又摇摇头。对方虽然没有了炮弹，但还有防空设备，无人机根本就无法靠近。行吧，晚上还是要小心一点，让大家再坚持几天。然而，在如此安静的晚上，众人早就坚持不住了。守卫靠在墙上入睡，负责守卫防护发展的4名守卫看着靠在墙上入睡的守卫们，眼神通红。队长，要不我们也睡一会吧？这应该不行吧？我们是要守护防护法阵的。队长，咱们这就是一个形式而已，谁没事谁动法阵啊。队长，我已经很久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，万一明天他再开炮怎么办？睡吧。守卫队长犹豫了一下，点点头。4名守卫席地而坐，
直接靠在后面你的水池边上，慢慢睡去。面对如此安静的环境，饱受摧残的人们真的无法拒绝好好的睡一觉。哗啦哗啦，通道大门开启，一只骷髅慢慢的走了出来，头颅中绿色的魂火不断跳动，他们的目标就在那里。第142章，怎么打？根本打不过。铃木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眼前60多寸的大屏幕，露西亚陪在一旁。那个防护法阵就在中间的水池中，法阵开启的时候不能拆卸，但那些紫色的神秘元素是可以拆的，让你的骷髅小声一点。一架无人机漂浮在城市上空，将里面的画面传输到铃木的车中。这种精细的动作，露西亚需要亲自进行控制，然而每一步她走的都小心翼翼的。铃木见状，嘴角抽了抽，他是怎么认为这种东西能够给人造成威胁的？你们这个东西就这么脆弱吗？露西亚尴尬的点点头，脆弱是正常的，毕竟只是普通人的尸体而已。不过这已经很好了，至少他们能够走在这里。城市中心，一名断成2截的骷髅连忙趴在原地，伸手将自己的下半身拉到自己的身前。其他的骷髅无视这一幕，继续朝着水池走去。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使用的骨头不好，时不时的就会缺胳膊少腿。好在这些人睡得很死，一点声响还不至于清醒过来。见到这一幕，铃木勾起嘴角，一切进行得很顺利，发展与他想的一样。他拿起对讲机，各单位准备，当光照消失后，亡灵先进城，其他人开车紧随其后。记住一点，缴枪不杀。人口，他现在需要大量的人口，单靠车队这些人已经不足以使用了。夜晚异常宁静，唯有骨头摩擦的声音不断响起。城市中骨头摩擦的声音越来越大。科罗多从睡梦中惊醒，听着这骨头摩擦的声音，他感到大事不妙。他连忙拉响警报：迪西，迪西，快守护好防护阵！就在这时，希尔从外面冲了进来。不好了，防护法阵上面的神秘元素不见了，防护法阵失效了，他们冲进来了。科罗多连忙从房间冲了出去。亡灵此时已经冲进了城市中，看着满山遍野的亡灵，科罗多整个人愣在了原地。怎么会这么多？虽说这东西一打就碎，但也架不住这个数量。快撤，快撤！通过通道出去。一道苍老的声音响起，是另外一个种族的族长。对，先出去再说。然而来到通道后，发现门里面也全都是密密麻麻的骷髅，打出去这通道肯定没有多少。希尔大喊道。科罗多摇摇头，既然这里面有亡灵骷髅，那说明通道的另一面肯定也有，跑不掉的。如果这个时候从这里走，只有死路一条。拿起武器，跟对方战斗吧。希尔一脸苦涩，这怎么战斗？这满山遍野看不见头的亡灵，怎么打？还有那后面未知的敌人，这根本就没办法打。4个种族几千人聚集在一起，这是整个城市最后的人。我要杀出一条血路出去。你们有没有人跟我们一起的？一旁的绿色人种摇摇头，我们森林人就算了，亡灵法师的情况你们又不是不知道，杀不死他们就会一直缠着你们。现在没有了防护法阵，我们只有等死。科罗多面色难看，他当然知道这一点，但总不能因为这一点他就不杀出去吧。就在这时，一阵轰鸣声响起，4个方向纷纷亮起了车灯。咦，那应该是车辆吧？他们为什么会有交通工具？科技种族的科技不是已经都被打下去了吗？他们怎么还有？一名老者一脸疑惑地看着那些车辆。在他们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们的所有科技全部都被没收了，这些武器还是他们抢夺资源制作出来的，也因此武器有强有弱。可能他们是最纯粹的科技种族吧，自身没有一点实力。在这个世界中，规则会让你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，让你不至于强得过分。就如同之前铃木他们遇见的吸血鬼一样，在正常的世界中，他们的那个实力其实早就惧怕太阳了。但在这里，白天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出门，这里的太阳对他们的伤害是无穷大的。同理，十字架对他们有伤害，但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厉害，但在这里却无限放大。每一个种族都是如此。铃木他们就是科技很好，但自身修炼却没有那么好。当然不是不能修炼，而是需要的天赋比别人要高得多。而这个种族也是因为能够修炼，但修炼的不是很厉害，所以科技可以使用，只不过现有的科技没有了，但可以自行创造。这一点与铃木他们很像，只不过他们是纯手工制作，而铃木则是利用技能去制作而已。看着这些车辆，科罗多内心一阵无力。作为曾经的科技种族，他们当然知道这些科技在这里的地位。如果有防御法阵，他们有信心防御，但现在被关闭了，想要重新开启，至少要1小时的时间，时间根本就来不及。爱完了！无数的亡灵将众人包围起来，一辆辆汽车开了过来，上面的武器对准眼前的众人。放下你们的武器，蹲在地上！
放下你们的武器，蹲在地上。江寒的重复了2遍，坐在车中看着眼前的这些异族们。科罗多几人对视一眼，纷纷扔掉手中的武器，蹲在了地上。一会我们要不要抓住他们的人，直接威胁他们？希尔询问道。既然他们有科技，就说明对方自身的实力并不怎么样。还说我脑子里面是肌肉，我看你的脑子里都是水吧？这么多人，你知道哪一个才是有用的？希尔一阵语塞，但就这么被抓，心有不甘啊！砰！哒哒哒！一阵鞋子踩在地面的声音响起，众人看向过来的女人，眉头紧皱。这个女人这么好看，想来是对面的队长吧？科罗多嘴角抽了抽，真不知道这个种族的族长是怎么选的，居然用好看来确定队长。我劝你最好别有其他的心思，我可不想死。001手上拿着几十根项圈来到众人面前，是我给你们戴，还是你们自己戴？看着黑漆漆的项圈，克罗多眉头紧皱。这个东西看起来很眼熟，到底是什么？第143章，赶紧把他们送走吧。是灵魂控制器，这不是恶魔的炼金物品吗？他们为什么会有？希尔眉头紧皱，然而这个时候想要反抗已经没用了。唉，克罗多轻叹一声，他伸出手从中拿出来一条。就在这时，一道绿色的身影从他身后冲出，直奔001。当看到那纤细的身影时，科罗多人都骂了：怎么这个女人跑出来了？她是要害死他们吗？女人瞬间出现在001面前，嘴角带着胜利的笑容。你死定了！女人抓住001的脖子就要拉到身边，然而这时001抓住对方的胳膊向下一压，女人跪倒在地上。你，咔嚓，小臂断裂。女人惊恐地看着眼前的001，她明明在对方身上感受不到一丝能量，为什么实力会这么强？主人，这个女人怎么处理？杀了吧。是。噗呲，001的指尖划过对方的脖子，鲜血喷涌出。不，我的女儿！一名浑身绿色的肌肤的壮汉冲了出来。科罗多捂住额头，当时他是为什么要和这些人合作的？他当年是傻了吗？绿色壮汉抱着女人的尸体，一脸气愤。我的族人，给我！科罗多和希尔连忙让开道路，并对着自己的族人摆摆手。只见2拨人蹲在地上，一点点向两侧挪去，将地方让给了另外2族。其中一个种族见状，也连忙挪动位置。杀！然而这些绿色肌肤的人刚一走动，便遭受了无数激光的打击。没有防护法阵，你们还想干什么？整个过程不到10秒钟，这个种族的人全部死亡。科罗多咽了咽口水，这伙人果然是科技种族，只是他们的科技到底是怎么发展的这么快的？有激光武器也就罢了，为什么会这么多？任凭他怎么去想，也想不到原因。难道这是个什么天命种族？虚空之中，2道人影站在这里。这个星球是你负责的吧？现在怎么办？当时你们不是也确定这种方式可以吗？现在出问题怨我了。再说了，这个技能又不是我扔进去的，是你们说没有用扔进去的好不好？那现在怎么办？这个人已经严重影响平衡了。2人瞬间沉默了。按理说这里的种族就算有差异也不会差异太大，但显然那铃木的出现让整个事情朝着不可控的方向发展了。要是再这么下去，这个场地就要报废了。已经分发下去的东西是拿不回来的，那需要更高的权限。你应该知道，这是上面的游戏，他们才不会管这些。算了，等他完成任务之后，赶紧把这个星球的人送走吧。1小时后，这个城市所有的人全部都被安装上了禁锢项圈。铃木这才从车内走了出来。安全永远排在第1位。铃木来到场地中，看了一眼地上的尸体。露西亚，你们用亡灵将这些尸体给搬运出去。这些尸体放在这里，可是容易产生瘟疫的。好的，要不要将这些尸体转化成亡灵？这些人的实力还算可以，转化出来的亡灵实力会强大一些。露西亚小声地说道。你们看着办吧，我只要求这些尸体不能出现在城市中。露西亚连忙点点头。2000多具尸体虽然少了一点，但也足够用了，总算可以弄一些坚固一些的骷髅出来了。满山遍野的骷髅在死灵法师的控制之下纷纷离开。你们每一个人负责一个种族，把一些注意事项告诉他们。几人对视一眼。队长，我们有4个队长，那个书记就不负责了。其他3人一人带着一批人离开这里。书记，你带着剩下的成员把所有仓库都找到。这么大的城市，仓库肯定会多，让安娜帮你找。安娜眨巴眼睛，我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你不是说你在大城市待过吗？我也只是待过而已啊。铃木一阵无语，啥也指望不上你，完蛋玩意。安娜嘴角抽了抽，看着远去的铃木，转头看向书记。你们队长简直就是无理取闹，他就没遇到过这种人。书记一脸偷笑，习惯就好，
不过最好不要当着他的面说。安娜一脸不在意，不就是电流了，这东西对我可没有什么用。随后脸色通红，要不去挑衅一番。看着脸红的安娜，舒毅嘴角抽了抽，他都不用想都知道对方心中的想法，还真是够变态的。3小时后，舒毅带着安娜来到了铃木的车中。我们一共发现了20个大型仓库和10个小型仓库，大型仓库里放的都是各类矿石和一些基础器械，小型仓库中是粮食肉类，其中有几个小型仓库还具有冷藏冷冻功能。舒毅看到那几个仓库的时候，整个人都是麻的。一打开门，冷气呼呼的往外冒，就离谱。铃木挑挑眉，大型城市还有这个功能呢？里面的物资多吗？很多，根据这里的负责人讲，他们4个种族加一起一共有1万多人。仓库中的食物足够他们什么都不干吃半年的，至于材料更是足以支撑他们打一场持续1年的战役。铃木满意的点点头，果然找大型城市才是对的，这物资实在是太多了。对了，有没有问他们什么时候来的这里，应该怎么回到自己的星球？虽说这里生活很好，但他还是想回到蓝星，回到现代城市中。唉，可惜到现在他也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回去。这些没有问，我只是路过的时候顺嘴问了一下仓库的事。铃木点点头，准备一下今天的饭菜，丰盛一点。好，那个安娜你留下。安娜不情不愿地转过身，坐在沙发上。铃木通过对讲机让他们几个将那3个种族的负责人带过来。你知不知道怎么回到自己的星球？安娜摇摇头，我一直都在为了活着奔波，没有了解过。第144章，一不小心捡了个地图。很快3人带着那3个种族的族长来到了铃木这里，至于他们3个则离开了这里。你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？5、60年前，具体时间忘记了。铃木眉头一紧，这比他想象的时间还要久远。那你们已知在这里最早的人是多久吗？几人对视一眼，我们也不确定，但那人说他们在这里已经200年了，但对方看起来只有40多岁的样子。铃木看向安娜，你能活多久来着？800多年吧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他就不该问。也就是说，那人在这里待上200年，倒也不是假话。那你们知道怎么回到自己的星球吗？克罗多摇摇头，我们确实是知道，但那只是一个从别处流传出来的一个说法，具体真实性无从考证。在这个大陆最中央有一座神秘城市，只要占据那个城市，并成为那里的城主10年的时间，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星球。至于大陆中央在哪里，神秘城市在哪里，无人知晓。但有一点可以确定，那就是在那座城市中有亡灵法师。在克罗多看来，眼前的这些人应该是从那里出来的。至于问他这个问题，估计也是测试他会不会说谎。铃木眼皮跳了跳，他好像没有问那几个亡灵法师是从哪里来的。不过神秘城市是什么？是巨城吗？不，面板只是说了这几个城市，没有提及神秘城市。你们可以走了，记住他们给你说的话，我这里只要工作就能够生存下去。等3人离开之后，铃木看向安娜，你别看我，我不着调。什么大陆中央，什么神秘城市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我来了之后就一直四处逃跑了。安娜连忙摇头，这人是不是以为自己是全知全能啊？占据了大型城市后，铃木再次停下了脚步。关于那座神秘之城，他还是很感兴趣的，只不过通过目前的地图来看，他开启的地图小得可怜，而由此可以看出这个地方是多大。在他看来，所谓的大陆中心肯定是在地图的最中心的位置。目前看的话，至少就上百万公里那么远。这星球到底是有多大？而且他还发现自己解锁的地图越大，地图缩放也就越大。他都怀疑自己要是弄出一个巨城的地图出来，那他的地图是不是又要缩放一次？要真是那样的话，这个星球就有些过分了。队长，队长！张谦一脸兴奋地跑了过来，遇到什么好事了？你看看这个东西。张谦拿出一个羊皮卷，交到了铃木手中。世界地图 SSS 加，解锁之后可获得世界地图警车队队长使用。你从哪里弄到的？就外面的一个草丛中，这个东西是在一个木质箱子里发现的。铃木看着手中的地图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世界地图就这么轻而易举得到了？还是个 SSS 加品质的，怎么看都觉得这么不真实呢？你做得很好，有什么需要的去和001说。铃木拿着地图回到了车内，他要好好消化这件事。坐在驾驶位，看着手中的地图，他怎么感觉好像有人特意把东西送来一样？有了地图，他岂不是可以直接就寻找那个地方了？使用地图之后，他的地图界面开始旋转，随后整个地图全部都被点亮。而这个地图与他之前获得的地图还不一样，在这个地图之上标注着各个城市的位置。而所谓的神秘城市真的就在最中央的位置，只不过这个城市并不是在陆地上，而是在空中。而所谓的中央，
也只是中央的部位而已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上面甚至标注了这个城市1个月的轨迹。要不要这么智能？怪不得这里的人说是传说，这东西根本就不在地面上，它能不是个传说吗？估计能上去的都是这个世界的佼佼者。不过没关系，他能飞上去，其他人只能几个人上去，而他可以带着一队人上去。比人多，他可不怕；比战斗力，他更不害怕。只是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上面那些人的实力。要不还是再等一等吧。天空之上的两人看着铃木，一脸无语。我不管了哈，就让他自己弄吧，反正地图我已经给他了。负责蓝星的人彻底摆烂了。行吧，想必有了地图之后，他应该不会对那些种族感兴趣了。那人看着下面，希望吧。不过这个可能性有些低啊。事情与他想的差不多。铃木在大型城市待的时间并不是很长，2个多月便离开了这里。之后的方向确实是神秘城市，只不过剧情的发展稍微出了一点意外。路上方圆100公里内的城市都会遭受他的袭击，而他的队伍也越来越大。两人沉默了，其中一人问道：那个禁锢项圈怎么会这么 bug？ 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那不过是随手制作出来的东西，只要精神力强大。行吧，这里的精神力强大的种族好像并没有。唉，铃木并不知道他的一举一动有人在盯着，就算有人盯着也无所谓。如果对方是神，他现在想反抗也反抗不了，所以知不知道已经无所谓了。铃木看着地图，他的目标并不是神秘城市，而是这里的一座巨城。巨城到了，去派人查探一下情况。那个克罗多，你们几个过来一下。等克罗多等人来了之后，他询问了一番关于巨城的消息。也就是说，巨城只是联盟种族多了一些，其实实力上并没有太大的差距。科罗多几人点点头。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生存游戏，不是什么英雄主义游戏，只有合作才能够共赢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正面硬刚就行了。巨城他足足花费了1个月的时间才将这里攻打下来。进入城中，第一件事就是收编这里的人。第145章，城主你是跑不掉的。城中心几个种族的族长已经被聚集了起来，当然项圈也被带了起来。这是个什么种族？铃木指着一个长着猫耳的少女问道。克罗多看了一眼，猫人族，一个半兽人种族而已，实力并不强，但很适合当侦察士兵。兽耳娘啊，他们居然这么淡定，就没有人抓他们当玩物吗？科罗多一脸古怪地看着铃木，当什么玩物？就是猫耳娘啊！科罗多有些不忍心打破温铃木的幻想，但更不忍心他被骗。你看到的这些好看的都是男性，猫耳族很古怪，女的长得很丑，男的却长得很好看。男的？雄性？铃木面容僵硬，他刚才还想着弄2个当仆人来着，既然这样，还是算了吧。种族的问题，你和他们沟通吧，后续怎么安排，看江寒他们。铃木快步离开这里，他要是继续待在这里，他担心自己的3观受到严重打击。安娜一脸好笑地看着有些狼狈的铃木，在他们星球也有好看的半兽人，只不过他们那里的猫耳族女性才是好看的那个。啧啧，他不是不喜欢这些吗？怎么还这个样子？估计是打破了这个幻想吧，毕竟在我们那个世界，关于兽耳娘描写都挺好的。说到这里，书意一愣，所以那些幻想的种族为什么会真实存在呢？难道说蓝星在很早以前有人参加过这个游戏，留下了记载吗？好像还真有这种可能。3天后，一道笼罩方圆100公里的光照出现在巨城上方。一间办公室中，铃木坐在首位，左右两侧分别坐着江寒、赵景等4个小队的队长，再往后便是科罗多他们这些后加入的人，或者说是被迫加入的。毕竟在场没有禁锢项圈的是有铃木和001。我知道你们这刚加入的人心中多少有些不服，但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城现在归我了，你们就算再心有不甘，也都要给我忍着。其中几个种族的人不禁握紧拳头，但想到铃木那天屠杀的2个种族，他们又不得不接受现实。你们放心，我的目标并不是这个巨城，而是那个神秘之城。所以说，你们只要好好给我工作，我保证你们的生活多么完美。对于这些后加入的种族，铃木并没有将他们当成队员，只是将其当成一个工具而已。毕竟前往神秘之城之前，他要将所有的物资收集到极致，而这个巨城就是他的根据地。关于神秘城，你们这些新加入的人有什么要说的吗？几人对视一眼，其中一名老人说道：神秘城只是一个传说，没有人知道在哪里。关于神秘城，我们了解的也并不多。铃木挑了挑眉，看来这个神秘城还真是够神秘的，巨城的人居然也不知道。你们不是巨城的人吗？怎么会不知道？神秘之城一直都是一个口口相传的传说，没有人见过，自然而然就不知道了。知道的人要么死了，要么是去了神秘之城。铃木点点头，这句话确实是有些道理。看来到时候只能等他登陆上去才会知道情况。
10年城主，问题不大。这时，那名长相甜美的猫耳族男人开口了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长得像女人也就罢了，说话的声音还这么甜美干什么？城主大人，再有半年的时间就是巨城之战了，您要做好准备。铃木眉头一皱，巨城之战，那是什么？每隔10年就会有一场巨城之战，是一场物资争夺战，失败者将失去50%的物资，是3个城的50%，所以您这方面要好好准备。50%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没错，一般巨城之间都会有联盟，由于上一次是我们胜利，所以这一次大概率3个巨城会联合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要不要这么搞？他才入住巨城好不好？要不这样吧，巨城还给你们，我现在就走。3个巨城，那至少是30个种族，鬼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强大的种族。猫耳族族长摇摇头，您看一下城市中心，那座雕像已经出现了，也代表着你现在就是城主。就算你走了，你依旧是城主。我们要是输了，还是会扣掉你50%的物资，除非这个时候有人来进攻这里，重新占领这里，不然你将是一直是城主。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附近的几个大城城主都知道巨城之战开启，他们会选择巨城之战结束之后进攻。铃木看着他们，一脸怀疑。这座城之所以能够攻打下来，该不会是你们故意的吧？那些个仓库里的东西确实是多，但那是相对于铃木的人数来说的。对于这座城的人口，那些物资并没有多少。他非常有理由怀疑这些人是故意的，因为在仓库中他可是看到了100多个神秘元素。要是他们一直更换，也能够再挺半年的时间。众人连忙摇头，我们怎么可能会是故意的？这可是我们的家。铃木越想越怀疑，但现在怀疑也没有用，谁让他不知道呢？不对啊，他将目光放到科罗多身上，你是不是知道巨城的事？科罗多点点头，我以为城主你知道呢。见他们都叫城主，科罗多也随大流一起叫城主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合着还是他的错事吧？既然逃不掉，那就准备吧。人多又能怎么样？他还就不信自己的实力会弱。那3个巨城实力怎么样？3座巨城一共45个种族，人数差不多在10万左右，其中科技种族占据了1/3，实力很强。其余的和我们差不多，要么修习魔法，要么是斗气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魔法斗气他不怕，目前还没有遇到过强大的对手。或许这个世界本就没有强大的人吧。至于科技种族，他倒是遇见不少，甚至使用激光武器的都有，但和他相比都差了很多。这么一想，好像也没什么。第146章，只要能活下来就行。你们跟他们比实力怎么样？如果1对1，我们必赢。哪怕是没了2个种族，他们也能敢说出这句话。去广场，001和他们对战一下。好的，主人。众人来到广场，铃木非要看看这些人的实力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猫耳族不参与战斗，他们是负责侦查的种族，本身战斗力并不高。负责战斗的是几个人族和兽人族，虽然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混到一起的，但2个种族就在这座城市中生存了下来。无论魔法也好，还是斗气也好，对001造成的伤害极其有限。见此，铃木心中对这巨城的实力有了大致的了解。有实力，但很有限。那50%资源他拿定了。铃木对接下来的工作做出了指示：你们依旧是寻找城市掠夺资源，其他的不需要。舒一舒心，你们这个小队负责打造武器，他们的冷兵器太差劲了，给他们换一批。巨城中所使用的武器是他们手工打造的，质量参差不齐，远没有他们工作台打造出来的效果好。这完全可以看出每个种族有每个种族的特点。但要是认为蓝星的人生活都很好的话，就大错特错。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有铃木的战争机器。至于剩下的人，铃木则安排他们去开荒。之前他获得的种子早就结果了，他留下了不少的种子。而在城外有不少土地，放着不用多少有些可惜。距离巨城之战还有半年的时间，等打完之后，植物也该成熟了。时间刚刚足够。得到任务后，一辆辆车开出城去，20名死灵法师也被他派了出去。看着离去的队伍，铃木满意的点点头。在他们的车上，不只是多了死灵法师，还有这座巨城中的人。他们每一辆车内都装了20多人，可以说每一个车队里的人数都达到了200人以上。加上他们的武器，就算是遇到精锐，也没有任何问题。回到车上，铃木打开许久没有看过的聊天频道，除了上次需要增加车队人数外，他再也没有看过。谁让那时候想要加入队伍的人太少呢？铃木打开频道后，第一时间看向人数，22万。铃木看到这个数字一愣，上次好像还有6000万吧？这好像还没过去1年呢吧？这速度下降的有些快了。完了完了，我加入的中型城市被袭击了，这次死定了。哈哈，我早就说了要加入大型城市，你们还不信？
呵呵，你那是给人当狗，有什么可开心的？当狗怎么了？只要能活下来就行。聊天频道发生了一点改变，侧面多了一个国家人数柱状图。现在华国的人口最多，占据了 70%， 其次是樱花国占据了 20%。看到这个人口比例，铃木有些讶异。华国人多他倒是不怎么意外，毕竟经历了那么多的逆境，华国人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。但没想到樱花居然能够占据那么多。巨城城主铃木，话说樱花怎么还有这么多人？铃木看着打出去的文字一愣，黄金字体，还不是匿名？前面还多了一个几个字，这什么情况？其他人不都是匿名吗？我靠，我们蓝星居然还有巨城城主！大哥，你还缺人吗？给我吃的，我什么都能干。金色传说，大佬你们还要人吗？我们车队有20辆车，260人。城主徐伟，这才是真大佬，我一个大型城市城主真不算什么。两个都是大佬，只不过巨城大佬更加牛逼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现在他算是看出来了，只要成为城主，自然而然的就与其他人不同。那个徐伟也一样没有匿名，不过看样子应该只有大型城市和巨型城市的才是城主。他退出频道，就看到自己的信箱已经炸掉了，上面的信息不断在刷新。铃木看了一眼自己车队的等级，也许该再收一波人了。他拿起对讲机，舒逸、舒心还有安娜，你们3个过来一下。很快3人来到了铃木这里。给你们2个一个任务，在频道中收人。我们现在车队可以容纳1000辆车，尽量招满。你们发信息的时候不用匿名，就用你们本来的名字。我记得是可以显示自己所在的车队和位置的，记得打开，挂上他的车队名字，再挂上这个巨城的位置，想必那些人应该会来的。是。等2人走后，他看向安娜，你的聊天频道中有没有城主？安娜点点头，这个是有的，不过大多都是大型城市的城主，巨城一个都没有。我们星球来的只比你早不了几年时间而已。那你们的聊天频道会显示你们活下来的人种比例吗？或者说是国家？毕竟星球和星球是不一样的。铃木的星球是以国家为主，而看安娜的种族也知道，他们大概率会以种族为主。显示的，现在活下来最多是人族占据了 60%， 其次就是我们恶魔一族占据了 15%， 精灵有 15%， 剩下的就是其他种族。铃木点点头，看来无论是什么星球，人类的适应力都是最强的。这么看来，你们恶魔一族的实力还是挺厉害的嘛。安娜摇摇头，恶魔也分很多种族，最强大的是大恶魔，他们无恶不作，所以他们才能存活下来。我们魅魔与之相比，简直就是善良的种族。至少在他看来，他杀了人，还给人留下个全尸。至于大恶魔，能够你留下白骨，就已经算是不错的了。你们星球现在还有多少人？我看看哈，8000多万。啊，你们怎么剩下这么多？多吗？我记得刚被拉进来的时候，我们是160亿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你们星球的人还真是多啊。这么一看，蓝星反而人数是最少的，无论是跟安娜他们相比，还是与其他种族相比，都是最少的。毕竟铃木只认可华国人。第147章，没我们的事就先走了。这一次车队足足在外面待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才陆陆续续返回。其实他们早就想回来了，但每次看到刚放进车队仓库的物品被拿走，就一阵无语。想要将里面填满，显然是不可能的。而这次之所以回来，是铃木的召唤。1个月的时间里，铃木召集了1300辆车，近1万人。很多人为了生存，7、8个人共同升级1辆车，不然他们早就死在这个世界中。而这些人来之前，铃木直接让书意告诉他们来的人必须要带上禁锢项圈，不想带的人不用来。铃木没有时间去调节他们的心情，当然这种事也只是告诉华国人而已。至于其他国家的人，他是连说都没说。来到了之后不同意带，直接让克罗多他们随意解决掉。因此他足足多了3000多辆空车。后续只要多获得几个车队升级卡，这些车子都可以编入队伍中，到时候他的战争机器说不定能够几千米长。就问这个世界上谁能够应对几千米长的战舰？玉哥，还继续收人吗？铃木摇摇头，这些已经足够了，等什么时候车队能够有空余的地方再说吧。数量过多也不一定是好事。虽说这些人都带上了项圈，但之前也说过，项圈只是针对于他，而对于其他人却没有这个限制。几天之后，上万人变成了10个圈子，这一情况铃木早就猜到了，但问题不大。铃木的车中，江寒等4个小队长来到了这里。江寒、赵景和张谦，你们的任务依旧是之前那些。江寒点点头，那这上万人交给书意就行了。书意一脸迷茫地看着铃木，什么叫交给他就行了？这上万人足足10几个小团体，这他怎么搞？总不能全杀了换一批吧？你这是不是太看得起我了？其他几人一脸同情地看着书意，太惨了，那可是上万人，
可不好弄啊。嘿嘿，要是没有我们的事，就先走了。附近的城市村庄已经扫荡一次了，这一次我们要去远一点的地方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次时间会长一些，大概要2个月的时间。三人连忙站起身，朝外走去。舒逸一脸焦急地站起身：“你们先别走啊，这事还没定。”砰！赵景最后一个离开，反手将门关住。三人对视一眼，同时松了口气。相比于弄着上万人，还是出去工作比较好。舒逸看着紧闭的大门，万念俱灰。这些人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居然就这么走了。舒心坐在一旁，如同一名淑女一般，只要看不见他，就没他什么事。嘿嘿，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，我只是想让你把这些人融合在一起。当然，我也会给你权限，最多死亡50%，只要不超过这个数字就行。反正有近5000辆车，一人控制1辆，问题不大。一旁的安娜眼神一亮：“那些人你是不是不要了？”铃木嘴角抽了抽，一看这眼神，他就知道安娜在想什么。不过想到那些人反正最终都是要死，给安娜提升实力也不错。那些人可以给你，你让舒逸给你安排一个房子。安娜舔了舔嘴唇：“哥，铃木你太好了，我要给你挨支吻。”滋！一阵强大的电流瞬间布满安娜身体，这比任何一次电流都要强大。这一次，安娜感觉到的不再是爽感，而是疼痛。我不给了，快停下来！铃木放下手，以后再嘚瑟就功率加倍。这也是最近才发现，他能够主动放大电流，可能跟他在这里生存时间久了，禁锢项圈发生了变异。安娜连忙摇头，以前不怕是因为没什么感觉，还很舒服，但现在还是算了。铃木看向舒逸，人到时候交给他就行了，想必5000人足够他实力提升很大部分了。原先他并不看重个人实力，毕竟有那么多武器，个人实力有个屁用。但接下来的巨城之战，还是要用心准备一下。既然要让他提升实力，要不要再把国外的人弄过来一点？舒逸提议道。安娜连忙摇头：“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魅魔，5000人已经很多了，我都怕我弄不完。魅魔提升实力并不一定非要做，只要吸收对方精气就行。不然这么多人下去，他还没升级，人就废了。更何况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。事情安排妥当后，就没有铃木什么事情了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那上万人每天都有几十上百人失踪，夜里一具具尸体被搬运到城外的大坑之中。1个月后，这些人也反应了过来，纷纷化作乖巧的小孩，让干什么就干什么。安娜站在房子中，一脸可惜地看着下方的人群。队长啊，这不行啊，我才吸收了不到2000个，你看这人这么多，要不再送来几个吧。他的实力确实是增长了一大截，但比预想的要少很多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现在都变得正常了，我要是再出手，这不是坏了规矩。这样吧，你去找舒逸，让他给你弄来一些外国人，你随便祸害，反正他只要车。人员剩余的比较多，车辆的需求也提升了上来。距离巨城之战还有1个月的时候，赵景他们回来了，也不知道他们是发现了什么好地方，还是说真的不想管理这上万人，这一次直接离开了1个多月的时间。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铃木汇报此次的收获。我们小队此次一共清理了3座中型城市、12座城镇以及几十个村落。江寒一脸得意，出去的3个小队就他们弄得最多。我1座中型城市，6座城镇。铃木满意的点点头，不错不错，接下来的时间你们就不用出去了。那7000多人，你们每人一部分，之后教他们我们的作战方法。作战方法？不就是硬莽吗？这有什么好教导的？第148章，单纯就是为了好看。4支小队各自领了1000多人，去往东南西北4个方向各自训练。除此之外，巨城本土的种族和铃木之前带来种族也进入了训练当中，而他们的武器防具也换上铃木所准备的武器。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，战力也一点点形成。当然，主要战力依旧还是靠战争机器，短兵相接的机会依旧很小。巨城之战3天前，从今天起，你们将化作11个小队，车队成员100辆车为一个小队，非车队成员为一个小队。你们4个各自带领一个队伍，剩下的7名队长，你们自己自荐或者竞选。新来的人心下一喜，成为队长待遇岂不是会变好？虽然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，但谁不想更好呢？铃木嘴角上翘，机会给你们了，要好好珍惜。克罗多，你们这几个组长跟我来一下。车队这方面不需要他亲自操心，但这些人他却要关注一下。毕竟巨城城主这件事，他可是一直记在心里。要是早知道这一点，他肯定不会袭击巨城，这直接就困了他半年的自由时间。当然了，就算没有这件事，他也会在这里待上半年1年的。但这意义不一样。来到一间会议室中，铃木看着眼前这些人，一阵头疼。近战职业这么多吗？你们远程职业有多少？不到1%，1%都没有。
一个种族2000多人左右，这一共有15个种族，3万人不到300的远程职业，这不是闹呢吗？不说这个了，我问你们，巨城战场上你们都是怎么战斗的？一名老者轻咳一声，巨城之战很简单，第一天是个人战，每个巨城派遣1名人员参与战斗，最终胜利者将取得胜利。第二天是混战，每个城市派遣3名人员参与战斗。第三天则是军团战，每个巨城派遣5000名人员参与战斗。铃木摸了摸下巴，那岂不是说我的战争机器不能使用了？众人脸颊抽了抽，你那个东西要是能够上场，那还比个屁了。老者思索了一下，应该是不能，我们参与了这么久，这类大型机械确实没有见过。当然这不排除对方没有，具体情况还是要进入战场才知道。一旁的猫耳族族长开口道，不，他们肯定是有的，火城的科技地精种族是有战争机器的，你们忘记了。听他这么一说，众人想起来确实是有这么一回事。战争机器，这不就是他的东西吗？你们说的战争机器是什么？老者回忆了一下，跟你的战争机器有些像，但他的那个造型很奇特，大小比你这个要小很多。不过上面的武器不少，正面战斗我们并不是对手。不过他那个应该比不过你，至少在武器弹药拥有量上比不上。这么一说，巨城之战上应该是使用不了战争机器，还真是可惜啊。他可是弄了上万门激光炮，几万个激光枪，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，甚至手雷也准备了不少。当然，手雷这个东西是队伍中的几个化工人员弄得。那这么说来，进入战场中只需要5000多人就行了。准确的说，是只能进入5004人，多给的4人，是怕你在前2场死亡，第3场人数依旧可以满足5000人所准备的。嚯，要求还挺高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这么看来，新来的这些人肯定是不能上场的，作战经验太差。5000人团队战最好还是让这些种族上才行，毕竟个体实力还是很强大的。不对吧？铃木看向众人，那我要是赢了前2场，不就直接胜利了吗？就不用第3场了吧？几个种族的人摇摇头，巨城之战并不是这么算的，而是按照最后活下来的城市来算最后的胜者。铃木眉头紧皱，那前2场的意义是什么？一名女性族长耸耸肩，可能单纯为了比赛好看而已，并没有什么作用。就算是前2场全输了，最后1场也能够获胜。而最后1场可以说是最残酷的，没有所谓的冠亚军，是有生与死。没错，最后1场要决出最后的胜者，就是将所有的种族杀光，没有投降这个说法。总之就是4个巨城，进去2万人，能够活下来500人，已经是极大的胜利了。那名老者一脸犹豫，再次开口说道：“还有一件事，我不是很确定。按理说，巨城之战只有4个城市，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大型城市申请为巨城，所以我们有可能再次面临大型城市的可能。如果说只让准备5000人，那就说明只有巨城参战；但要是让准备1万人，那就说明有大型城市参与其中。而与大型城市的战斗是5000对1万人。”老者一脸担忧，因为距离上次大型城市申请巨城已经过去了近30年，说不定这次真的会有。不是说只有4个巨城吗？被大型城市所击败的巨城会降级为大型城市，大型城市则自动晋级为巨城。铃木一愣，连忙打开地图，果然，另外那3个巨城的位置并不是在一片区域的正中央的位置，就连他所在的巨城都有些偏移。总之，这里就是一个巨大的游乐场，一个给神看的游乐场。而我们能做的，就是在这一场场游戏中存活下来。除了巨城之战，其他各个城市之间也会进行战争，只不过他们会更加频繁一些，4年就要进行一次。铃木点点头，对于这一点他早就有了猜测，只是没有任何证据罢了。他还不知道，他此时已经被上面认定为一个扰乱游戏正常进行的 bug。那2名管理员想要铃木赶紧去神秘之城，别在下面祸害人了。只要铃木上去，他肯定会好好待着的。毕竟回家这2个字可是很有诱惑力的。铃木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接下来我会安排2个方案，但这2个方案，你们这些种族依旧是主力。第149章，火攻了解一下。没办法，谁让这巨城之战与他想的差距那么大？要知道1对1的情况下，蓝星这些人中有战斗力的加一起不到100人，而第3场足足5000人，这怎么可能够？无论是5000人还是1万人，都需要你们来提供，而我的车队只能提供100人左右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这未免是不是太不合适了？大家可都带着项圈的，地位怎么说也应该一样，是不是？怎么能全由他们来提供？铃木当然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，于是开口道，并不是我想要削减你们的数量，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体魄以及我们的体魄就知道了。即便我们拥有强力的武器，但依旧有被近身的风险。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这里很多人都没有经历过大的阵仗，即便给了武器也没用，打不打得中也是一个问题。
你随便把手枪给一个人，10米内的人他都未必打得中。听铃木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不过你们放心，你们的盔甲我已经让他们给你们做出来了，不敢说肯定能保住你们的命，但至少让伤亡降低。巨城之战当天，江寒你们小队的人跟着我一起去，其他人留守看家，我发给你们装备都穿戴好。是。众人连忙换上装备，每个人都是一身重型铠甲，只露出眼睛的一条缝。左侧腰间挂着长剑，右侧挂着手雷和汽油瓶，手上端着一把激光枪。这几乎是所有人的标配，其中一些则是拿着狼牙棒或者是盾牌，数量比较少。看着这些人，铃木满意的点点头。有了这一身，他倒是要看看对方怎么玩。城主，我们也准备好了。克罗多带着队伍走了过来，一共1万人，分成了2个方阵。他们身上的盔甲要更加轻薄一些，毕竟他们才算是主力。到了那里之后，你就是城主，我不是。铃木突然说道。可是巨城之战，城主的穿着会自动镀金，这你假扮不了。克罗多嘴角抽了抽。是啊，城主您这种想法，别的人都有，就算你将装备脱下来，也不行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又是金色。行吧，无所谓了。这个时候想将所有人盔甲都变成金色的，显然不可能了，因为巨城之战开始了。请各巨城准备好10004人，30秒钟后开始传送。靠！居然真的是1万，要不要这么准？30秒后传送开始。蓝星这面准备了104人，巨城原有种族这面准备了9900人。进去之后是一片白茫茫的空间。巨城之战不会在这里举办吧？一名人族长老摇摇头，这里只是备战区，参加比赛的人会传送过去。行吧。第一场战斗是个人战，铃木随便派遣了一名巨城种族的人参战。第2局的时候直接被杀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对方居然还有激光武器。刚才那个是什么种族？就是普通人族，只不过他们城中有科技地精种族，激光剑是他们的依仗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数量并没有多少。第2天混战，铃木依旧输了。对此他并不在意，反正输赢是看最后活着的城市，前面2场输了无所谓。第3天终于来到了团队战，这一次铃木亲自带队进入了战场中。这一次的地图是草原，双方相距3公里。是骑兵！科罗多脸色大变，步兵对战骑兵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淡定，只是一部分而已。可骑兵的冲击足以让我们队形冲散。铃木摆摆手，问题不大。远处的阵营看着金黄色的盔甲，面容兴奋。他们的城主居然上场了，目标改变，击杀他们的城主。胜利女神眷顾我们了，只要杀了他，对方直接就输了。铃木看着远处有些兴奋过度的对手，感到莫名其妙。他们这是吃了兴奋剂了吗？我想他们是因为看到你这身金色的衣服，毕竟只要击杀了城主，这座城市就会直接判定失败，失去资格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那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阻拦了，可你还是要来啊。一名女族长摸了摸脖子上的项圈，谁敢继续说？万一被弄死了怎么办？铃木轻叹一声，算了，已经无所谓了。汽油瓶准备。时间一到，蓝星一众重甲战士站成一排，从腰间取下了 EL 装的汽油瓶，扔！对方的骑士已经冲了过来，而瓶子也在对方前方不远处碎裂。开枪！一束束激光打在地面上，瞬间一道火墙升起。火墙对骑兵的伤害很有限，但是对他们的坐骑却起到了很好的效果。几百个骑兵有一半都受了惊，阵型散乱了起来。其他人准备跟在我身后，朝前走。激光开路，众人脚步不变。远处飞来的箭支全被铃木一行人阻挡了下来，天上掉落的箭支则被后方的盾牌挡了下来。可以说，对方要是没有超强力武器，根本就打不过铃木。还真是无趣啊！科罗多嘴角抽了抽，你这根本就没有技巧好不好？最终结果就是铃木以零死亡获取了这场胜利。第2局对手更换，这一次是森林地图。这树林还真是够密集的，遍地都是树木，骑兵在这里几乎就是靶子。这个地图是考验双方的侦察能力，谁先找到对方，谁就能够取得获胜。毕竟被伏击的那方失败的可能性达到80%，应该没有那么麻烦。铃木眺望了一周，发现这片森林一眼望不到头，想要找到对方很有难度。你们的武器都是最新的武器，力量够大，足以砍断这些大树了。现在给你们第一个任务，砍树，砍出一个距离我们队伍有20米的安全区的区域。这地图对他们来说就非常完美。火攻了解一下，找人是不可能找人的，一把大火全烧了就完了。第150章，怎么就有了现实任务了？拥有新武器的众人很轻松的就清理出了一片区域。科罗多看着手中的武器，他们输的一点也不冤，实在是太锋利了。但科罗多有一点一直都想不通，那就是这些武器装备是怎么弄出来的，
也没看他们有铁匠啊。难道现在的科技种族都这么厉害吗？厉害不厉害不知道，但接下来的操作属实是给他上了一课。一圈树木点燃火焰之后，火焰开始向四周扩散。至于他们这里，因为没有了树木，火焰根本无法过来。虽然有些热吧，但忍一忍就过去了。火焰蔓延的速度其实并不快，毕竟树木有些潮湿嘛，但影响不大，只要有火，最终肯定能够抵达目的地。你们都注意听着点，发现对方之后不用进攻，把对方围住，跑出来一个击杀一个。科罗多倒吸一口凉气，这也太损了吧！就算地形再大，这些人也无处躲避，最终被大火给围了起来。大家随我冲锋！然而冲出去之后，便是面对铃木的大军，出来一个死一个，而里面的人因为大火还不得不出来。科罗多他们机械的找人砍人，一场战斗就这么简单的解决了。而他们5000人经历了2场战，一个都没有死。最后一支城池的人见此也是无奈，现在这怎么搞？打根本就打不过好不好？今天的比赛，第一批人没有死光是不能补充人手的，现在他们只剩下了800人，这还比个什么呀？比赛开始直接发起自杀式冲锋，结果全部都被击杀。至此4个巨城只有铃木他们有1万人，而其他人只有5000人。明天就是大型城市的挑战了，不过正常情况下，对方肯定会选择最好对付的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一个没死，已经无敌了好不好？正经人都不会选择他们。事实与他们想的一样，3个大型城市各自选择了一个目标，最后一个选无可选，才选择了铃木为目标。这个大型城市还真是倒霉，居然被迫选择了我们。队长，我感觉他们好像并不是被迫，而是有预谋的。你看他们的武器，只见他们人手一把热武器，是和蓝星手中武器差不多的武器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激光武器。问题不大。铃木摆摆手，对此他早有预见，他在胸前一拍，一道护盾展开。你把防护法阵安装在身上了？科罗多一脸震惊地看着铃木，这东西不是只能放在城市中心吗？是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可这个不是需要放在城市中心才能使用的吗？铃木挑挑眉，原先他也是这么认为的，直到让001进行解析之后，他才知道这个东西只要有阵法纹路配合就能够使用。于是这件事就让他交给了001。如果说谁能够完美复刻阵法纹路，那必然是身为智能机器人的001了。最后就有了这个移动版防御法阵，唯一的缺点就是防御太低了，只能抵挡住1万能量。不过应对5000人足够实用了。要知道他们身上这身盔甲可是用密银所打造，坚固性也是没得说。经过测试，用激光武器至少要20发激光才能够打穿，还是要打在同一个地方。如果没有这些防御措施，铃木怎么可能以身犯险？准备进攻，全速前进。1万人又能怎么样？有热武器又能怎么样？既然来了，那就别回去了。面对不惧激光武器，甚至还拥有激光武器的铃木，大型城市的部队败得很彻底。近距离对战则是这些种族发威的时候。这些人从来没打过这么轻松的巨城之战，根本就没怎么处理。虚空之中，2道人影默然无语。地图已经给他了吧？已经给了，想必很快就能走了。他也没想到这人怎么会这么离谱，居然想着将防护法阵放到身上，正常人应该想不到这点吧。快点让他走吧，都是因为你搞得这个区域乌烟瘴气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只是完成任务而已。再说你看看这个星球的其他人多正常，不正常的只有他一个，这个锅他可不背。他现在还缺少什么？快点给他吧，让他离开吧。武器已经有了，部队也有了，我也想不到差什么了。能给的东西已经都给了，算了，给他一个倒计时吧，让他1年之内前往神秘之城。这能行吗？咱们不是不能干预运行吗？铃木此时还不知道，他已经成为这个游戏中的超级 bug， 管理员们恨不得他赶紧回到蓝星，不要祸害他们。半小时后，恭喜获得胜利，获取各大巨城 50% 物资，以及基础物资100万，大型城池 50% 物资。什么叫一波肥？这就是一波肥。只是就这，你们巨城之战就只有物资？几名组长点点头，没错呀，就只有物资，不然还能有什么？众人一脸疑惑，在他们看来，这些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了。铃木吧嗒一下嘴，还以为可以获得什么 SSS 级图纸呢，结果就是物资啊，没意思。就在这时，他的手表弹出一条信息：现实任务，请在1年内前往神秘之城，夺得城主之位，失败将扣除所有物资以及图纸。WTF， 他没想这么快走啊，他可是刚当上城主，好不容易赢了巨城之战，你现在就让我走，是不是有些过分了？怎么也要让他当上10几年的城主再说吧。铃木一阵无语，不过为什么会有这么个任务？原先不是没有任务吗？接收完物资后，众人被传回了巨城之中。铃木第一时间打开面板，面板大哥，这么多年都没有任务，
怎么多出来了一个任务来？当然是因为您实力过于强大，地上世界已经不适合你了，你的战场将是天上世界，请加油，你很快就可以回家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在这段话中感受到了急切。第151章，万一他留下来怎么办？坐在会议室的椅子上，铃木手中拿着一颗银色的珠子，储物宝石，无限空间238:44:51，后面带着一个倒计时，也就是说10天之后，这个储物宝石就会消失。唉，你怎么就这么抠呢？这东西你当个奖品也好啊。本来在看到无限空间这4个字时，铃木那个开心，有了这个，他岂不是可以夺取更多的物资了？可以省去多少麻烦？光是储物箱子，他就造了不下1000个。资源倒不能说是浪费，主要还是麻烦，一个套一个。想要将物资取出来，还要一层一层的往出取，可惜了。铃木抬头看看像下面这些人，半年之后我就要出发去神秘之城，所以大家都好好准备一下。虽然不知道那里有什么，但我想我们会遇见很强大的敌人。在他看来，作为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座城市，一定很难攻打下来。他预计花费半年的时间占据那里。他可不想任务失败，毕竟失败了可是要他全部的物资的。猫人族族长一脸纠结，那个我们可不可以不跟着去啊？那可是传说的神秘之城，危险性实在是太强了。虽然已经很久没有那里的消息了，但那里的危险依旧被他们所熟知。不行，你们必须和我一起去。想走，那是不可能的，不然给你们带什么项圈？城主，神秘之城可是很危险的。据传说，曾经有一只十分强大的独眼巨人种族，据说被杀掉了一半的人，剩下的人也不知所踪。老者一脸担忧地说道。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生活了很多年，说实话，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。至少现在他们不需要担心危险，但要是去了神秘之城，那可就不是自己能够掌控的。你们的生命肯定是有保障的，这点就放心吧。铃木还是很惜命的，他要将战争机器打造成最完美的堡垒。有了这些材料，他将再次对战争机器进行强化。一转眼半年时间过去，铃木做着临行前的准备，所有的车全部开过来，准备出发。检查一下你们的物资情况，缺少什么赶紧说。报告，所有的物资已经准备完毕。铃木点点头。咔啦咔啦，装备摩擦的声音从铃木身后响起。只见一队身穿全身铠甲、手持长矛的部队出现在他的身后。城主，我们也准备完毕，那就出发。铃木直接将车变成战争机器，所有车辆全部组合完成。一艘近1000米、浑身闪烁着黑色金属光泽的战舰出现在众人眼中。虽说以前看过了无数遍，依旧大为震撼。看到这个战舰，巨城种族的各个族长咽了咽口水。想当年，他们就是被这东西打败的，而那时候这东西还没有那么大，现在实力岂不是更强？当战舰出现后，一众人员纷纷从战舰中出来。接下来就是最后一个步骤，拆城。在巨城种族的震惊的目光中，一座座建筑物轰然倒塌消失。怪不得不让留在这里呢，就算留在这里也没有用啊，都拆了啊。拆城工作他们已经很熟练了，即便是巨城这么大的城市，依旧在1个小时内全部搞定。要不是地面难弄，他们甚至可以将地面也抠下来。弄完一切的蓝星人员纷纷走上战舰，回到自己的房间中。你们在想什么？快上来，出发了。众人这时才回过神来，一座城市就这么消失。看着远处的战舰，那个男人实在是太疯狂了。众人排着队，顺着大门走进去。看着这充满魔幻的空间，对于他们这些非科技种族的人来说，是一场极大的震撼。轰！飞船地下喷出火焰，推动整个战舰升空，升到1000米高空后，朝着远处开去。铃木坐在驾驶位，看着地图，距离刚好不到7000公里的距离，估计5-6个小时就能够达到。这段时间以来，铃木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制造一个反应堆出来。此时，整个战舰的能量非常足，火力全开下可以支撑它1周的消耗。但那是火力全开，一般用不到那一步。至少目前所遇见的敌人并不需要。一黑一白两道身影出现在巨城废墟这里，抬头看向远处的战舰。你负责的这个人总算是走了。白色身影吐了一口气。黑影嘴角抽了抽，什么叫我负责的？这人他就是这个星球的，我只是把这个星球的人带过来而已。那你就说是不是你带来的吧？黑影无话可说，转头看向巨城，这个城怎么办？放着不管了，随便找个大型城市让他晋升就行了。至于这里，让他恢复成小型城镇算了。对于铃木的离开，两人可是开心极了。自从他来了之后，这片区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保持完整。现在好了，祸害总算是走了。等等，白色人影突然叫住黑影。又怎么了？人不是都走了吗？他马上就去神秘之城了。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成为神秘主城10年才能够离开这个星球吧。
是啊，可我要是没有记错的话，成为神秘之城的城主也是可以留在这个世界的。他们应该不会留在这里吧？毕竟他们每个人都想回家。黑影不确定地说道。白影嘴角抽了抽，如果是其他人的话，他并不担心这个问题，但要是铃木的话，这货还真有可能留在这里。万一他留在这里怎么办？那就再给他一个任务。还能怎么办？他也不知道怎么办，唯有期待他最终选择离开。这里他们干预不了太多，要是干预太多的话，上面可是会惩罚他们的。黑色人影一脸苦闷，他怎么说也是响当当的一个神，居然被一个人类给拿捏了。走吧，这里的事情弄完，我就要请假，请1100年的时间。你这是逃避。第152章空中岛屿。当天下午4点，铃木看着地图上的神秘之城标记，看了一眼四周，看来还在更高的空中。推进器不断向下喷射火焰，1500米、2000米，一直到4000米的时候，一块漂浮的小岛出现在铃木眼前的屏幕中。没想到这个地方会这么高，在这个高度来看，那个小岛比乒乓球还要小，由此可见其高度。一直来到4800多米的时候，战舰才和这个小岛平齐。小队成员也看到了这座岛，他们没想到所谓的神秘之城居然在天上。巨城种族的人看到这一幕，整个人都愣住了。怪不得没有人能够找到，这在天上怎么可能找得到？那独眼巨人他们是怎么找到的？所以才说那只是一个传说，或者说神秘之城每隔多久会降落到地面一趟，这谁又知道呢？他们现在只知道他们已经来到了这里就足够了。战舰飞上平台，化作一个个车辆，所有人开车探索，10辆车一个小队，发现敌人直接灭杀。下车是不可能下车的，什么时候确定这里安全了再下车也不迟。岛屿四周的土地很大，而城市更大，从大门进去就是一条能够并行8辆车的道路，简直就是离谱。要知道巨城也不过是2辆车并行而已，这里居然是8辆车并行，可以说这么一对比，巨城在他面前就是个城镇。铃木来到城市最中央，将车子停了下来，放飞无人机，开始对城市进行测算。花费10分钟时间，铃木得到了这座城市的大小，长宽各50公里，也就是说光是城区面积就有2500平方公里，而外面土地的面积比城市还要大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以后这就是他的了。3小时后，天色渐黑。报告队长，城市中一个人都没有发现。铃木拿起对讲机，江寒，你说什么？一个人都没有，这不应该啊！不是说在这里当10年城主就能够离开？难道离开了？那其他人呢？也离开了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思索着。你们其他人呢？有没有看到其他人？没有，整座城都是空的。随着汇报越来越多，铃木也确定了，这里就是没人了。铃木打开车门下了车，看向附近的建筑。整洁如新的建筑并不像多年没有人的样子，或者说这里有什么法阵能够自动清洁。江寒、赵景，你们这些队长先回来，还有克罗多希尔，你们也过来。其他人继续探索，把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都给我探查一遍，检查一些各个房子有没有密道一类的地方，千万别放过任何角落。一间大会议室内，这里要比巨城的会议室还要大，但风格确实偏向中世纪的风格，但这不影响铃木开会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整座城市一个人都没有，那只有2个可能。第一个就是这座城的所有人都回到了自己的星球，也就是说这个不只是城主离开。之前他一直以为光城主可以离开，现在看来是一座城都可以离开。虽说看起来有些不合理，但事实就摆在这里，不相信也要相信。另外的一种可能，那就是这座城市的人离开了或者死了。我更倾向全都死了，因为离开没有任何意义。众人思索着铃木的话，这好像有一定的道理。唯一众人不理解的就是大家不是同一个星球的人，是怎么做到一起离开的？城主，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够离开？如果真的能离开，他们这些其他种族的人不介意帮助铃木，当然不想帮助也不行，限制就在脖子上呢。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现在我还不是城主呢。按照巨城的情况来看，成为城主会出现一个雕像，但现在城中雕像没有出现，他也没有获得任何关于城主的信息，鬼知道要怎么办。众人也是第一次来神秘之城，对这里也是不了解。舒逸思索了一下，是不是这里有什么东西是需要占据的，比如下面城市中的办公室？铃木妈撒着下巴，有道理。办公室一般都是最高的那栋建筑。他的目光放到窗外对面的那个4层楼高的建筑上。要说这里最高的建筑，除了那座钟楼往外，就只剩下了这座房子。钟楼肯定不是就对了。众人来到对面，每个门上都标注着房间名字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在4楼一共3个办公室，其中2个是副城主，最里面则是城主办公室。铃木直接推开城主办公室，在办公室中央的位置，一个半人高的石柱突兀地放在这里。
石柱上方则是一个透明的水晶球，是不是将手搭上去就完事了？试试不就知道了。铃木小心翼翼地将手伸过去，身体做好了随手跑路的姿势。他将手刚刚放上去，一阵耀眼的白光亮起，一道声音响彻天际：恭喜铃木成为神秘之城城主，10年后可选择是否返回。光芒收敛，刚才暗淡的水晶球此时悬浮起来，散发着淡淡的荧光。参见城主大人！20多人齐齐单膝跪地，低下头颅。铃木一脸懵逼地看着他们：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城主我们也不想啊，就自动跪在地上了。舒心都快哭了，这怎么还带强迫的？你们先起来吧。铃木说完，众人站了起来，身体的控制权再次回到他们手中。好像是你头上的王冠，在他出现后，你看向我们后就跪下来了。铃木一伸手，还真在头上摸到了一个王冠，拿下来一看，还是个金色的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还真是离谱啊！他将王冠重新戴在头上。你们参见城主大人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怎么还带重置的？他将王冠拿下来，这些人的身体控制权再次回归，重新站了起来。铃木好奇的再戴上去，众人再次跪地。第153章，就这20年也没问题。铃木坐在椅子上，手中把玩着手中的王冠。这个东西完全可以当成一个概念武器使用，100%下跪技能，趁人下跪全部斩杀，效果不要太好。怪不得说当10年，他当时还在想其他人是怎么待10年的，结果是有这么一个东西，就是不知道这个物品对外来者有没有用。想到这里，他就要将王冠戴上。等等，舒逸连忙阻止了他：木哥，要不咱们先别戴了，你一戴我们又要下跪。铃木一想也对，随手将王冠收进了背包中。接下来安排，铃木挠了挠头，好像没有什么可安排的。你们有什么想法没有？现在在天上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敌人吧？在下方多少还有一些敌对的人，比如城市附近的城市，但在天上，这根本就没有敌人，好不好？神秘之城之所以称之为神秘，是因为别人找不到这座城市。既然别人都找不到，那还有什么敌人？那名老者思索了一下，说道：城外有大片的土地，我们可以先把地种上，实现自给自足。再一个则是在城市中寻找一下是否可以达到外界的通道，大概率可能是空间通道。铃木点点头，这确实是现在要做的事。不过高空之上温度够吗？要知道这可是5000米的高空啊，温度肯定比下方要低得多，这农作物要是长不出来，可不就浪费了吗？这确实是一个问题。这个可以先放一放，但通道必须要寻找一下，如果没有的话最好，要是有必须要看守起来。舒逸说道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这个你们看着办吧，至于物资，咱们刚获得一大批物资，应该足够用个7、8年的时间了。1天之后，铃木没有在自己的车中，而是在办公室的水晶球前方，一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水晶球。他要是没有感知错误的话，刚才他将手放到上面的时候，可以控制这个城市移动。没错，就是移动。他想让城市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，并且速度要比他的战舰速度还要快。咚咚咚，进来人是舒逸。找到通道了。舒逸摇摇头，通道他们还在寻找，城市毕竟太大了，不是1天2天能够找到的，当然也可能没有。按照以往城市的通道一般都在城市广场附近，而这次广场这里他们找了个遍也没有找到，但考虑到神秘之城的特殊性，还是要多探查几遍才行。我过来是想说，自从你的雕像出来之后，这里的阵法自动运行，并且在城市中心自动出现了一个法阵，上面摆放着36个神秘元素。当然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里的温度很恒定。昨天晚上我观测到温度是16度，今天白天的温度是在24度。按照这个来看，今天最高温度应该也不会超过30度。铃木立马就知道他来的意思是什么。没吃过猪肉，还没见过猪跑吗？这个温度非常适合种地。既然如此，车队仓库我放上种子，你带领他们将地种上吧。好的，记得车子内的种植空间不要忘了，那些的种子单独存放。经过之前的对比，车子内空间种植出来的食物，无论是产量还是口感，都要比外面土地要好得多。也是从种植空间出来之后，铃木小队的食物基本可以做到自给自足，并且味道上也比原来的要好。可以说，有了这么一批食物后，他们的伙食直接高了好几个档次。放心吧，那些早就分开存放了。接下来的1周时间里，所有人化身农民，开始开荒种地，除了铃木。而关于通道的问题，3天前他们也给出了结果，那就是在这个城市中并没有发现通道。也就是说，这个神秘之城是这个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，别人找不到神秘之城，也就意味着不会有外敌。没有通道，也意味着不会有人直接从内部进攻。铃木靠在办公室的座椅上，一脸无聊。就这，
别说10年了，就是20年也简单啊。他现在十分不解，这好像也不是很难嘛，就这他就能出去了。如果非要说一个比较难的问题，可能就是找到这个神秘之城了。至于之前怎么离开这里，他看向面板上的信息，当够10年城主，与你相关的所有人均可回归自己的星球。没错，就是这么简单，只是当10年城主而已。人生寂寞如雪呀，10年之后就可以回归了。闲来无事的他打开地图，虽然说神秘之城可以控制，但他这个人现在变得懒惰多了，便让神秘之城自己随意行动。而此次行经路线上，一座巨城出现在地图之上，距离这里不过1000公里而已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种地可以让食物资源变多，但是其他的资源都是在消耗的状态。虽然消耗不多，但也是在消耗，不是？要不来2000辆车，克罗多再清点2000名种族战士，准备打搜集物资。闲着也是闲着，顺手赚一波。半小时后，一架小型的战舰从空中落下，朝着目标开去。驾驶飞船的并不是铃木，而是舒心。他将这个权限开放了给舒心，而他自己则是坐在办公室中，看着眼前的投屏进行远程指挥。其实也没有什么需要指挥的，完全就是单方面的碾压。对付巨城的话，这些人的数量还是少了一点，下一次应该换成4000辆车组装成的战舰。巨城种族，我谢谢你。1天的时间，一座巨城就这么消失了。至于里面的人，铃木没有让他们管，没跑的杀掉，跑了的不用管。他们的目的是资源，而不是人命。当然了，死了的人铃木没有浪费，而是让具有特殊属性的露西亚将其全部变成了死灵。加上之前的那些死灵，现在整个陆地上可以看到遍地都是死灵。如果再这么发展下去，估计死灵遍地都是。第154章，居然还能降落。事情与铃木想的一样，1年之后，下方的死灵几乎将这一片区域占据，各个城市生存艰难。出门寻找物资，随时都要想着怎么应对这些死灵。好在大部分死灵都很脆弱，只要战力稍微强点，问题都不大。单纯就是恶心人。这1年期间，他一共摧毁了2座巨城、12座大型城市、40多个中型城市，物资数不胜数。但接下来他准备休息1年时间，并不打算继续。倒不是说他良心发现，而是这1年时间，他要对一些城市标记争取一网打尽。虚空之上的黑影嘴角抽了抽，你都有那么多资源了，为什么还要下去？你惨了，再让他这么搞下去，这里面的人估计都得饿死了。光是他被抢的这些区域的人，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8万人，这还没有算因为他的那些死灵死亡的人。黑影嘴角抽了抽，这能怪我吗？我已经将他送到神秘之城去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算了，就这么着吧，抓紧让其他星球进驻，流程短一点，就经历2场灾难进来算了，能补充一些就补充一些，总比人数一直往下掉强。可那样他们实力会很弱呀。弱？他这个才经历了多久？那些来得久的经历了多久？最终结果是什么？还不是被薄杀？黑影一时之间无言以对。好吧，那我这面就改成2场吧，1个月补充一批，问题不大。我这面也改了。铃木不知道，因为他的原因导致多少星球提前进入到游戏之中。就算知道他也不在意，反正他已经在这里了，其他人不进来多不划算。如果可以，他希望来的人越来越多，那所带来的物资不就更多了？不得不说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。由于他的原因，后续所有参与到游戏中的人们所获取的物资是他当时的4倍，武器获取难度大大降低。黑影看到这一幕也是挠挠头，好像事情更复杂了。1个月后，第一批人员进入了这颗星球中，而从这一批人开始，整个星球朝着不可预料的方向发展。木哥，木哥，你快看下面的监控！舒逸的声音从手表中传来。监控？铃木打开屏幕，将摄像头对准下方。虽然说距离上有些远，镜头看得不清楚，但那密密麻麻的人却看得清清楚楚。这人怎么变得这么多？可能是新加入的人，之前咱们其实也遇见过，只不过当时那些人的数量没有这么多。但这不是重点，而是这些人的武器居然也是激光武器。没错，这些人不只是有激光武器，甚至还有战争机器。虽然不如他现在这个，但在这个世界中，这已经是很强的存在了。铃木摩挲着下巴，难道说他们这一批人是超强科技游戏？那也不应该实力这么强啊。混乱，现在下方就是混乱。相比蓝星来的时候每天东躲西藏，这些新来的人就是战争狂人。虽然说死亡依旧不少，但相比蓝星一开始要好得多。第2个月又是一批人降临，这1个月铃木没事就观察这些人，为此他还将摄像头重新进行了强化，可以更加清楚看清楚下方的情况。物资全都是物资啊，这些人物资可是一点都不少。
这些新来的人东西可比他们多多了。要知道当时他们虽然有资源探测器，但资源采集可是人工的，而这些人呢，全都是自动化。只要将装备放到土地上，资源就会变成一个个箱子。铃木虽然不知道那箱子里的物资到底有多少，但绝对少不了。铃木搓搓手，这要是不抢一波，实在说不过去。而就在他准备派人下去出去的时候，科罗多找上了门。城主不好了，城市在下降。铃木连忙看向屏幕，果然变大了许多。这什么情况？不清楚，1个月之前就开始有下降的趋势，但并不明显。今天尤其明显，按照目前的速度，城市在今晚就要落到地面上。科罗多语速极快地说道。铃木一脸疑惑，要知道之前获得地图的时候，这个城市一直都在天空中飞着，难道有了主人，这东西就要下降了？但也不对啊，他们之前不是说神秘之城一直都找不到吗？要是下降到地面，独眼巨人种族将他们所有族长全都召集过来，我要问一下关于独眼巨人的信息，以及关于这个神秘之城的事。5分钟后，一众人聚集在办公室中。关于神秘之城，大家都说这个城市找不到，但都有这个地方的传说，甚至有些人自称是从神秘之城出来的。由此可见，这座城市肯定在下面出现过。独眼居然并没有科技，但都说他们去了神秘之城。没错，要是这么说，神秘之城降落可能就是它的规则吧。众人不断说着自己知道的消息，听着他们的话，铃木打开了面板，还没等他说，他就看到了面板上跳出来的信息：神秘之城降临倒计时6小时。看来这个城市也并不是一直在天上。他的眼睛看向了水晶球，也许这里面会有消息。他来到水晶球前，将手放了上去，一个光幕浮现。神秘之城降临后，将会把坐标发动给附近2000公里范围内的城市，请做好防御工作。铃木总算知道为什么神秘之城的传说多，但知道的人没有几个，估计大多数人都死在了这种地方。就算活下来的人，最终也因为找不到神秘之城，所以才成为了传说。众人也看到了上面的文字，族长们恍然大悟：2000公里对于这里真的是很小的一部分。估计当时那群独眼居然就是这么找到的神秘之城，顺便还捡漏进入到了神秘之城中。既然大家都看到了，那就准备吧。你们不负责正面战斗，而是负责偷袭和打扫战场。我会给你们通信装置，在巨城落地第一时间，你们就出城藏好。第155章大结局。当天夜里，神秘之城降落到了地面，一道看不见的波动席卷方圆2000公里的区域。凡是在这个区域中生存的人类，都接收到了关于神秘之城的消息。传说是真的，是神秘之城，我们能够回去了。作为这里的土著，一个生存了50年的种族，知道这个消息的心情那是激动的。而作为刚刚出现在这里的种族，不明白神秘之城的意义，但从文字表述上，他们也知道这个神秘之城就是他们用来离开这里的唯一方式。至于位置，也已经给他们标记了出来，有地图的标记在地图中，没地图的标记在他们脑海中。这些人疯狂地朝着神秘之城所在的位置冲去。如果是之前2000公里范围内，顶多也就是3、4万人而已。但因为铃木的一系列操作，让这一次的人数直逼20万人。虚空之中，2道身影看着下面的情况，沉默不语。好像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是啊，忘记神秘之城要降落的这件事，现在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反正死的人又不多，只是20几万而已。黑影不在意地说道。可是我担心这个人他会将附近的几个城市全都拆了。黑影嘴角抽了抽，那他能怎么办？事情的发展与他们2个想的一样，一边倒的屠杀。虽说铃木手上没有多少人，只有那么3、4万人，但面对20万人，根本就连出面都没出面。那些人全部被他上万门激光炮消灭。科罗多他们最终也只是打扫战场去了，连交手的机会都没有。但这样的生活他们很开心，至少不用担心死亡的问题。所有人准备，将方圆2000公里的城市全都给我拆掉，防护法阵也给我拆回来。以为死了就没事吗？把你们老巢都给你们掀了。待在城市中的守卫此时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当知道的时候，他们已经没有逃跑的机会了。3天时间，方圆2000公里，没有一座城市是完整的。除此之外，露西亚还留下了特殊的亡灵。虚空之上的2道身影轻叹一声：快走吧，要不我去和上面申请一下，将这批人全部送出去吧。去吧，但我估计他们要待满10年。有些东西可以改变，但有些是不能动的。转瞬间，铃木已经做了9年多的城主，而这9年间，神秘之城一共降临了6次，而这6次每一次他都满载而归。在城市的中央，一座高到7层的建筑矗立在那里，这是铃木要求建造的。里面每一层都摆放着无数的物资，
那都是铃木懒得装起来的物资。城主大人，现在下方因为亡灵的问题混乱一片，也许是露西亚的魔法属性的原因，上亿亡灵中出现了几百个异类，骨骼坚硬，战力极强，并且善于战斗。他们也许打不过大型城市，但一些城镇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不用管，反正都是我们的人，只要不影响我收集物资，怎么都好说。现在的铃木单纯是将收集物资当作是一个游戏而已。距离10年已经不到3个月了，你们有什么想法没？以后下面坐着30多个人，舒逸、江寒他们是最早跟随的一批，克罗多是他胁迫加入的一批，至于剩下的则是发现的一些强力实力者。不过这些实力者也被装上了项圈。其实我觉得不回去其实也行。舒心小声说道。说，你看我们来的时候，我们足足来了60亿人，而剩下的20亿不是老人就是小孩，我们几个年轻人就算回去了，那也没有什么用，还要担心吃饭的问题。既然这样，我们为什么不留下来呢？听到舒心的话，众人陷入了沉思，似乎好像是这个道理。他们现在好像已经无敌了，这10年间他们一个人没有死，并且下面没有一个种族是他们的对手。众人对视一眼，好像可行。铃木妈撒着下巴，他心中其实也有这个想法。蓝星他又没有家，回不回去的无所谓，至于玩的什么的，他兴趣也不大，不如在这面当个土皇帝也不错。10年时间已到，一个弹窗出现在铃木眼前。时间已到，是否回归？铃木想都没想，直接点击否。下次询问将在5年之后。铃木嘴角上翘，别说5年，就是50年，我都不回去。我要在这里当土匪皇帝。虚空之上的2道人影再次陷入了沉默。我就知道他已经在这里无敌了，他肯定不会想走。白色身影气急败坏地说道。就因为他，这个星球已经彻底混乱不堪了，他们已经尽力弄来更多的实力强大的人，依旧没有作用。你不是上报了吗？怎么还没有消息？黑影沉默片刻，可能老大在睡觉吧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一睡就是10几年，要是以前没有个几百年是不会醒的。白影嘴角抽了抽，那他怎么办？再等等吧，实在不行的话，将其他人挪到其他星球去，他自然而然的就走了。事情的发展毫无波澜，铃木的舰队在各个城市间穿梭，每年都会破坏近1半的城市。当恢复好后，他再前往再次破坏。5年后，那个信息再次出现，而铃木当然还是要选择否。然而这个否，无论如何他都点不到，就仿佛这个否字一直在躲着他，而另一个是字就待在原地。铃木嘴角抽了抽，这是逼着他选择是。他将人再次召集在了一起，将这件事告诉了大家。众人也没想到这东西还在强制选择的。这时小胖子突然说道，你们说要是不选会怎么样？众人一愣，不选这能行吗？铃木准备试试，反正没啥影响。1周过去了，面板界面一直停留在那个选项上，还真的可以。然而很快就不可以了。弄好了，黑影一脸笑意地说道。怎么弄好的？1天倒计时，他不走也得走。哈哈哈哈！总算将这个人送走了。当天夜里，铃木闲来无事看了一眼面板，上面显示着的10个小时的倒计时给他弄不会了。这到底什么情况啊？然而不管他怎么抱怨，倒计时就在这里，他还能怎么办？终于要被送回去了吗？唉，铃木看着自己车子中那堆积起来的箱子，每个箱子里面套箱子，里面都是材料，这些估计也带不走吧。想了想，他将车辆核心摘了下来，随后挂到手腕上，将其中一个格子清空，将箱子放到了里面，希望回去的时候能够带走吧。但他又觉得这个东西有点难度。看着直径只有1厘米的玻璃珠，他做出了大胆的决定。他将汽车核心拆了下来，一口吞了下去。如果这还不行，那就没有办法了。半小时后，所有人被他叫到了一起。再有9个小时的时间，我们就要回到各自的世界了。众人心情很复杂。原先艰苦生存的时候，时时刻刻想要回去，但现在不想回去了吧？他又强迫你回去。感谢这些年你们的付出。1小时后，你们的项圈会自动解锁，大家回去吧。铃木急匆匆地回到自己的车中。现场解开是不可能的，克罗多等人自身实力那么强大，他怎么敢马上解开？鬼知道他们会不会报复他。1小时后，众人的项圈解开了，但大家都没有走的意思，也没有想要报复铃木的意思。毕竟没有他，他们可能活不了这么久。铃木看向001，你能被收进核心中吗？可以。铃木眼角抽了抽，看来又要吞一个了。书逸，给我送一个核心过来。很快书逸送过来了一个核心，脖子上的项圈早已不见。看着眼前的书逸，你不会记恨我吧？书逸摇摇头，要不是你，我早就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。死？铃木妈撒着下巴，
他如果死了，会不会穿越时空，再次回到这个世界？那就好。看着最后10秒，铃木整个人放松了下来。一道巨大的光柱笼罩整个神秘之城，铃木所有人全部消失，徒留一地的各色车辆。2道人影出现在这里，检查着这些车子，这些全部回收，再次投放出去吧。等等，黑影站在铃木驾驶座这里，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这里是不是缺了点什么？白影看了一圈，这辆车的核心呢？他不会是带走了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这里的东西带不走的，就算放到衣服中也会留下来的。那要是在身体里呢？毕竟有些人的身体可是利用这里的材料进行改造的，所以这些东西是不会被收走的，算是这些人的福利。所以车辆核心要是被吞也没事，主要是之前没有人这么干，他们也没想到这点。白银眼皮狂跳，那岂不是说他把能力带走了？蓝星一间出租屋中，铃木缓缓地睁开双眼，我回来了。他抬起手，上面的手表消失不见。果然不行吗？面板，一道透明光幕出现在他的面前。铃木瞪大双眼，那个核心居然真的在。请选择车辆进行绑定。他猛然站起身子，居然真的在绑定车辆。他看向自己自行车，连忙起身。不对啊，东西在自己肚子中呢。1天后，铃木拿着水冲刷着一个玻璃球出现。呼，第2个终于出来了。001，去做点饭。好的，主人。铃木将玻璃球拿出来，用水再次清洗一番，虽然有些恶心，但这里面的东西都在。随后他从核心中取出一个替死娃娃，放在了床上。除此之外，他还有一张复活卡在背包中。001，外面的有人吗？有，但是很少，都是小孩子和老人。铃木点点头，果然和他想的一样，那些人再也回不来了。至于江寒他们，想必都已经回来了吧，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。铃木深吸一口气，看了一眼墙上的时间。吃完午饭，铃木将001收了起来。他拿起桌子上的手枪，希望自己想的是对的。砰！一阵天旋地转之后，铃木出现在一座城镇中，在他身旁则是他的那辆垃圾车。铃木此时恨不得仰天长啸。他打开车门，里面和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。他第一时间将车辆核心挂到后视镜上，随后放出001。复活卡的效果与他想的一样，放到外面可以进行随机传送，非常完美。他刚才在死亡的时候，一个选项自动出现在他的脑海中，可以使用替死娃娃，可以使用复活卡，可以选择蓝星还是这面。他当然要回来了，蓝星已经没有意义了。他打开车队，帅比车队1/1000，第1名，积分88.3亿。帅比车队2-10000，第1名，积分88.3亿。帅比车队4-10000，第1名，积分88.3亿。队长，我们来了。这一次咱们别去神秘之城了，大型城市也不要去。是啊，木哥，这一次我们就在一个中型城镇生活。江寒、舒心、舒逸、江颖、赵进全都回来了，果然是一群疯子。好，给我坐标，我现在就去找你们。为什么我有种不祥的预感？白影刚送完一个星球，不知道为什么心突然一紧。你想多了，那个人不是送走了？他看了一眼蓝星的信息，铃木的名字再次出现在第1位。累了毁灭吧。